这是什么地方？哟，果然是个懒货，怪不得又肥又丑的没人要呢。天天这么睡大觉，能有什么出息？他可不就占了这么点好了吗？一根多俊的人呐，偏生要娶了这么一个肥婆娘，结果他又懒又肥，若不是家里给足了嫁妆，他怎么能嫁给一个这样的人家？什么乱七八糟的！宋时锦刚刚做梦时听到的闲言碎语，似乎并不是梦，而是彼时真的有人在门口吵闹不休。什么一哥儿，什么懒货，什么肥婆娘！他坐起了身子，打算下床，只是刚刚一动，他的头便是一昏。不过抬手扶了下额头，只是这么一个动作，他竟然费了好大的力气。而令他更觉恐怖的是，他看到了自己抬起的手。这是什么个黑胖的土豆手啊！不忍直视，一双粗壮的黑肥大腿映入眼帘，他忍不住掐了下。妈呀，好疼啊！宋时锦恍然大悟，这他喵的是本人的腿啊！他艰难地抬起了胳膊，连腰都难以弯下去的从床上挪下来，一步一喘，一走一停地走到了房门后放置的一个盛了水的木盆旁，低头看过去，一张大饼的不能再大饼的脸，感觉整个盆都有点装不下。宋时锦两眼直发黑，整个人顿时懵了。这一系列推理，全部的事件还原下来，他总算是意识到了，他就是这个又胖又喘又肥又黑，外头闲言碎语的主人公原主啊！就在宋时锦还在身份转换的有点突兀到他想象不来的时候，突然门一脚被人给踹了开，一个4岁的漂亮娃子阴沉着脸站在了门口。你又出去惹事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要出门？以后要是再不经过我跟爹的同意做这种事，我保证你死得很惨。漂亮娃子说完这话，转身捂着鼻子就跑得远远的，仿佛这房间里有什么糟心的东西在追着他一样。宋时锦满脑门的问号，他这是穿越了，可是为啥脑子里一点记忆都没有？还有这小屁孩是谁？他又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宋时锦挣扎着追了出去，脚步刚刚一踏出门口，他微微一怔，眼前一少年盈盈而立，眉清目秀，身姿如竹，皮肤更白得惊人，毫无斑点和缺陷。这般的容颜可真称得上是绝色惊人了。哇哦，完全没法子助人呐！也亏得之前的原主能撑得下去，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样呢？改，必须得改！宋时锦呼哧呼哧地开始了大整理工作，首先干的就是扔，书面语断舍离，没用的就不要留下，清扫房间，尘土之类的全给清掉，改变就从扔东西开始。宋时锦忙里忙外的跑了一趟又一趟，将房间里堆得脏兮兮的衣服都给清了出来，暂时堆在门口，而后又把其他的物品不需要的都一样样的给扔了。他拖着笨重的身体，才做了不到半刻钟，就累得大喘气。可就算如此，他还是一样的坚持，要不收拾干净，他晚上肯定睡不着。总算都清除了出去，宋时锦这才又仔细地观察了自己的房间。虽然简陋破旧，可是好歹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大，超级大。只不过因为门是破旧的木板，看着都有点透光了，难看呢。总有一天他要把这房间里的东西都给换了。床是以前的那种简简单单挺高的4条腿木床，没有炕，这里也不是偏北方，更不是偏南方，所以大部分人冬天冷是冷，可也没有睡炕的意识。这房子还是需要狠狠地改造一番的。可问题是他没有银子，所以先行放过。收拾完了，房间里被宋时锦给收拾的只剩下了一桌一椅，一床一箱，如此而已。房间里一片安静，门外传来了漂亮的娃子跟俊美的相公聊天的声音。爹，我讨厌你啊！
荣爵嘟起了嘴，呵呵，刚好啊，我也不喜欢你呀。娘那么懒，什么活都不干，还总是睡懒觉，衣服也不洗，身上还臭烘烘的。村子里的人就没有她那么被人讨厌，还被人给说闲话的。宋时锦无语了，他顿了顿，皱起了眉头，想着这孩子对自己的评价虽然有点狠，可也必须承认很真实。原主能被自己的儿子给嫌弃，也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爹，你能给我换个娘吗？刚刚那小屁孩可是说了他的要求的，而且很清楚地告知容易，他是要换娘的。而那个俊美的少年居然没说话，也没有骂小屁孩，所以他其实已经起了休妻的心思了吗？宋时锦自然是不愿意的，倒也不是跟原主一样的心情，喜欢容易什么的，而只是依照他务实的想法，如今这个时代对于离了婚的女子的态度，那可是十分差劲的，而且也完全不好生存呢。为了能活下去，他可不能被容易就这么给休了，好歹要休或者和离，也得等他将自己的日子给过顺当了，也有了积攒和傍身的银钱才行。宋时锦想来想去，他可不能吃了这个哑巴亏。几步从房间里跑出来，他拦住了容易的去路。你要休了我？容易皱起了眉头，看着眼前喘着气，额头上冒汗的胖女人。你不能休我。又看着眼前的少年沉默寡言，猜不透心思的冷脸，宋时锦立刻补了一句，至少现在还不能，我目前还不能自己一个人生活，所以你休了我，我没处去。你可以回你宋家。我嫁到了你荣家，就是荣家的人，你要是不要我，我真的没地方可去了。你放心，你就再给我半年的时间，我保证不给你添太多的麻烦。如果你真的觉得麻烦了，到时候我们和离，我不会有任何的怨言，也不会毁你和儿子的名声。容易的目光倏地一冷，寒光瞬间闪过，宋时锦不由得哆嗦了下。他知道容易肯定是因为刚刚他说的毁名声和怨言的事情而生气了。我只要半年，时间一到，我便会安安分分的离开，保证不影响你和荣爵。那孩子跟着你，也不用跟我。真的，只要半年。你说的，半年。半年之后，麻烦你静悄悄地离开。我与荣爵的世界，不想被打扰。好，你放心，我不会打扰的。容易迈着修长的双腿朝着书房走去，进了房间后，他立刻将门关了上去。宋时锦无语，感觉他跟瘟疫一样的，不过这也没什么重要的。宋时锦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一回轻松了不少，最起码刚刚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宋时锦微微摇了摇头，一切都是原主作的，现在他就是承担这个结果罢了。叹了口气，他得有半年的时间为自己谋划，自己是现代人，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呢？宋时锦挑了挑眉，是个手艺人，在哪儿都饿不死，挣点银钱的事情那自然也不在话下，不过前提是他得先找容易借点初始的银子。天色已经晚了，宋时锦掀了帘子进了厨房。厨房里有鸡蛋，还有一些玉米面儿。想到在人家家里头住着，总得好好的表现一下实力，省得被人嫌弃。宋时锦决定做点饭菜。宋时锦轻松的就做了一碗香喷喷的玉米粥，将鸡蛋在和面煎成了蛋饼，又找到了根胡萝卜切成了丝儿，简单用调料调制了下，一份简单的晚饭就做好了。宋时锦将饭菜端进了正屋，小荣爵瞅见了他进来，把头一扭，满脸的不高兴。宋时锦也懒得理他，只将饭菜一摆，斜着眼睛看着他道：不许偷吃。谁要吃你做的菜？呸！你给我都不吃。宋时锦端了玉米粥，又小心地拿了个蛋饼和一小碟的胡萝卜丝儿，然后端进了书房。
他敲了敲门，里头无人应答，宋时锦直接推门而入。容易的脸顿时一冷：谁允许你进来的？我说过，书房不允许女子进。以后的一日三餐我来做，不过你需要付我银钱。你做？他打量宋时锦片刻，转身在书房的一侧抽屉里取出了银票，而后递给了他。这里是我的积攒，你要借用就借用，不必做这种讨好的事情。以后也记住，绝对不要再踏入我的书房半步。而且饭菜你也不必做，我若非必要，不会吃的。宋时锦是不是真的改变了？他还需要认真的考量，也许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作妖。容易并不会只因为他做了一顿饭而改变他自己的观感。宋时锦接了过来，只取了其中的25两银子，而后剩下的又递回给他。我只借你20两，有5两银子做本月的生活开支。好了，这顿饭就先放着了，明日我会去集市买些家用品，你好好读书，我不打扰了。看不出啊，这一家表面上瞧着穷，实际上银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少。不过宋时锦也知道，容易攒钱也不容易，他还是读书人，读书那可是最花钱的了。莫不是宋时锦真的会改正，而且知错了？容易只是起了如此一个念头，便忽而摇了摇头，薄唇微起讽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若是本性便是懒散之人，便是如何也难改正。既非读书写字改了本性，又非人事全非，他如何改的？爹，那女人今天没有陪我们一起吃饭，她定然有想着什么鬼主意，一会儿肯定还要过来，拿着今天做好了早饭的事来找爹和我的麻烦。食不言。爹，娘来了，你可要小心了。忽而荣觉眼睛余光注意到旁边的门被打开，那胖女人从房间里走出来，笑靥如花，满面春风，脸色红润。她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连忙警惕起来，顺便给自己的亲爹告起了状。我出去了，说是不想收拾碗筷就放着吧。宋时锦留下这么一句话，转身就走了。容易无语，警惕了半天的荣觉也一时语塞，这还是他之前的那个缠着爹的恶心人的娘吗？还有人要去集市的没了？没有了，就直接出发了。哎，我去。女儿哥哥，你怎么让这个女人上你的牛车呀？她上来我们还怎么做？荣家的，你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集市买点生活必需品。买生活必需品？哟，这可真是稀奇。我还当宋家大小姐只会躺着当大小姐呢，原来也会采买物品的呀。怕是想要昧点银子的吧？怎么？我说到这里，你是心虚害怕了吧？我就知道你不敢应对。呵呵，平日里就是你这样的，最讨人厌。你别说了，这儿就听到你的话最多。姑姑，我说的难道不对？明明就很对啊！谁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宋大小姐不要脸，勾搭了容易，身怀有喜，不得不让容易大好的少年娶了她。容易可是状元之才，怎么能娶了她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容易这般才学，应该娶什么样的女子？是你这般嘴巴缝不上，满脸青春痘，觉得自己高贵无比，要撵我这容夫人下牛车的村长千金吗？宋时锦，你说什么呢？你没听到？原来你不仅嘴巴闭不上，耳朵还聋呢。行了，别说了，闭嘴吧。三姑，你没听到这个死丫头说我什么吗？她说话那么难听，我要撕了她的嘴。哟，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自从上了牛车之后，就听到你这个丫头嘀嘀咕咕，碎嘴惹人。我不妨告诉你，我宋时锦就是这么一个脾气，第一次可以忍，第二次也能让，可世间没有再三再四，更没有当旁人好欺负的道理。你几次针对我，还说得那么难听，
怎么还要双标到让我不搭理你，让着你？请问谁给你的脸啊？哦，对，王村长家的4000金嘛，那张脸上的痘痘都还没有消呢，这脸怕是伤你心了吧？给你脸，你也好好接着。呵，原来就这么点能耐啊！说别人那么狂妄，还真当他有几分脾气呢。结果这么怂，哎，这就哭了呀！我还没怎么说呢。荣家的，你少说几句吧。思丫年纪小，这都被你气哭了。哼，他年纪小，难不成我大他3岁而已，就年纪很大了吗？而且，刚刚他说我的时候，你作为姑姑的，怎么就不知道揽上一揽？如今这会儿却出来做好人，感情他骂我就是应该，就因为他年纪小，而我回嘴说他几句，就是年纪大，就是活该了。黄婶儿，你能保证你家这个以后见了我少张嘴气人，我自然也不会再说他。你要去书店？这小子也正好要去书店，那不如你带着他一起过去。如果可以的话，那最好了。放心，我不与你走得近，只远远地跟着，也不会与你一道进入书店的。那好，走吧，离我5米开外，我不想让人误会。想到自己要做的事，宋时锦便直接找到了店铺的小二，而后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啊，你这认识几个字不认识啊？就敢来这儿接活？这样的本事可是旁人夺不走的，自然是认得的。你等我去叫我们掌柜的来啊！这般妻子以后又如何带出门，与其他官眷一道相处啊？林玉峰摇了摇头，没想到容易的眼界这么狭窄，居然做出这种选择。不过这会儿的宋时锦到书店里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呢？莫不是替容易卖些手稿？不知道这位夫人要做什么活计啊？实不相瞒，掌柜的，我如今是比较缺银钱的，只要是我能接的活儿，我都可以尝试。可是我这儿暂时也不缺什么活计。掌柜的，我刚刚进来你这个书店，大致观察了你这儿的人流量，还有至于书架上的书籍，随手翻看了几本。恕我说实话，部分写的字不如我的好，故事也没有我讲的好。我知道掌柜的觉得我这一身的装束，瞧着并不像是个有学识之人，是不是？可事实便是，我的确是个有学识的。若是掌柜的错过，那可是白白的让了给庞家一个好写手了。哼，你这妇人，好大的口气！说胸无大志，腹无才学，我又如何敢有这般口气？掌柜的何不试试？好字啊！掌柜的，如何？你这个写手，我要了。刚刚没有见识过夫人的手艺，竟然不知道，竟然还是深藏不露的才女，实在是见笑见笑。你有这一手字，怎么能找不着活干呢？看来果然还是我这有眼无珠啊！掌柜不必这般说，我不过就是家境没落，想要找人先合作合作。说是掌柜的人好，今后我们自然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机会。那不知道夫人要如何合作？从隔间出来，宋时锦松了口气，总算是成了。他本还担心怕是会有些小小的麻烦的，却不想居然如此顺利。荣家的，你怎么这么早？我脚程慢，怕万一赶不及影响了大家。庞家的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的申时就要走吗？他们怎么这么晚？再等等，天都要黑了，怎么这么晚？晚什么呀？这天不还没黑的吗？而且你没看到我们买的东西吗？买这些自然是要费些时间的，怎么还不帮忙把东西抬上去啊？弄好了咱们就赶紧走了。容易这会儿怎么在这儿？他这是闲下来了，还是在专程等着他的？宋时锦刚刚想到这里，忽而觉得自己大概是想多了。容易那么冷漠的人，又对他几乎已经是厌恶的情绪了，又如何会在此时专程在这里等？宋时锦，
你可千万别犯花痴啊！先瞅瞅自己这个德行。诗锦姐姐，你慢点，身子稍稍弱了一些，可别摔了。听听，不知道的还以为王思丫那是真心对我的，呵呵。思丫，风大，注意点，记得把脸给捂好，省得回家以后那弄得脸上青春痘更明显。还有啊，多喝点开水，这一路你话说多了，回去得养养嗓子。你怎么站这儿了？几时了？归家如此之晚。我说了的，今天要上集市，会晚归的，让你跟荣爵不必等我。况且我也想早点回来的。你刚刚没瞧见那王家的姑侄俩买的东西吗？他俩浪费了好长时间，又跟我没什么关系。还有啊，你干什么质问我？你一日为荣爵的母亲，就得替他着想，最好不要让自己出什么事。厨房里给你留着饭。不管怎么样，谢谢，我会注意安全的。而后他微微错了错身，避开了容易，与他错开了几个身子的距离，小心翼翼地进了院子。容易木着一张脸，眸色微微冷了下来。这宋大小姐似乎的确与往日有所不同，他懂她生气的意思，听出来她实则是在担心她的安危。刚刚她的行为该不会引起她对于自己的好感吧？我对你不过关心一下，没什么别的意思，你不要起了旁的心思。这个我知道，放心，我不会的。咱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好歹也算是室友，能这样互相帮忙，其实挺好的，我不会误会的。他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还在这儿？是不是还是不放心？我真的明白你刚刚对我的担心的，就算是平日里养的阿猫阿狗丢了，我也一样会担心吗？这是一种习惯吧。虽然你讨厌我，可你还是习惯我是这家的一份子。容易，我不会误会的。你尽管放心，我也会恪守我们之间的距离和规则。半年后，我肯定会离开的。你要用我的工具？我买这些不划算，不过用你的工具只是一种租用吧。我愿意给租用工具的钱，说是有我损坏了，我会赔偿。宋时锦拿了自己要的工具，又给了薛木匠租工具的银钱之后，便离开了。老薛，那荣家来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说这荣家的一定要给我租工具的钱，哎，何必呢？这也是有点太见外了吧？大家毕竟邻里相亲的，今天我借你一些，明天你借我一些，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他偏偏要给钱，弄得我有点不舒服。哼，你自然不清楚里头的门道。我瞧这内荣家的，那可是个聪明人。这荣家的这种做法，倒为何聪明了？他是个有眼界的，听闻是宋家的大小姐，估计是骨子里带来的脾气性格吧。他这做事风格是为了不欠你的人情。穷人自然是人情可以来回的欠，但是钱这东西就计较的厉害。他这样做便是不计较了钱财，可以把人情给分得细细的，如此银货两清，他便不会欠了你的人情，这自然是好事。你说的我还是不大懂。便是我讲个道理吧，你如今的人情是不管用，可若是有一天你是村长，是高官，是富商呢？欠人1斗米便也是欠，若是不还便是人情之债，随便一句不好的话，便对你的身家和荣誉都是麻烦。所以他这是在替荣家那个读书的省人情？怕是的确如此。我们都见过荣家那个容易，虽然未曾高中举人，不过只是他没有参考而已，他的才学终究会让他高中的。这宋家大小姐人人都说她是个蠢的，我却反而觉得她的确见识非同一般。可惜的是。可惜如何？她这形象太差，就算一心替着容易打算，怕是以后那容易高中也会抛下她而去。或是唇角微勾，这世间男性皆有凉薄之性，虽然有些似乎未曾言明过，可若是仔细思量，未免是错。容易终究是翱翔天上的雄鹰，便绝对不能让一只鹌鹑阻挡了脚步。爹，那女人去哪儿了？我好像有3天都没有看到她了。你在关心她？不。你娘在自己的房间忙事情，应该顾不上你。
你也大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不必所有的事情都烦着他。谁要烦他了？最好他赶紧离开，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会的，他已经答应了，有一天会走。走？他去哪儿？爹，外面那么危险，他一个妇道人家能去哪儿？该不会爹真的决定要将那女人撵走的吧？他自己做的决定。荣爵，你需要明白，你母亲没有必要为了你活，也没必要为你做任何事。是啊，父亲说的是，母亲生他，却从来都不养他，倒不如直接不想着有个母亲，说是没有过希望，就不会失望。这话谁说的？放屁！这话是谁说的？简直放屁！你就这么教育我儿子的？虽然他这小孩没什么脑子，跟你之间又比我亲，你也不能这么欺骗小孩。我爹骗啥了？你爹刚刚说的都是假话，说是父母没有养育的能力，那便最好不要一开始就养孩子。既然自己做不到，那又何必去生呢？养孩子的确费劲儿，可这是父母该有的责任。说无心照顾，那不要生就是了。说什么母亲没有义务的，都是屁话。可不养自己的，可不就是他吗？你说说看，我作为母亲有哪点是值的？我以后就改。我好歹也得把你养到18岁，替你找个媳妇儿。虽然我会跟你爹和离，也会离开这个家，但是母亲这个责任，我还是会继续执行的。该我做的事情，也不会让给其他人。你们用完膳没？别跟我磨叽，我还要收拾厨房。吃完赶紧自己回自己屋里去。爹，回去看书吧。哦。为救离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爹，娘又出门去了。娘这最近都在干什么呢？不知。容易，好久不见了，你可还好？最近的功课好难啊，夫子让我等答疑，简直要难死了。我终知习题之不易，也不知荣兄对于这一次的举人考试可有自信呢？还好吧，若是题不难，也许还有一线生机。我平日里刻苦读书，不过毕竟不如林兄有名师指点。好说好说，若是我有日遇到了师傅，必然会提点上一句。若是师傅愿意也收了你，那便自是好事。多谢多谢。客气客气。既然你我时间紧急，平日里又需要多做功课，便不必多言语了。如此，在下便不打扰了，告辞。对了，荣兄平日里想要做个枪手之类的，还是要注意一些，不要被人给抓住了。嫂夫人一个人前往张林书店，又见了店掌柜的，一定是荣兄接了张林书店的私活了吧？恕我要多提醒一句，咱们读书人的名声极其重要，不要因小失大呀。敢问林兄是否亲眼瞧见出自于我的文书或者画了？亦或者可有证据证明有哪些画本之类的是出自我手的？这个……看来林兄是没有证据了。既然没有证据，还请以后林兄说话的时候小心。诬陷同僚，那可是触犯律法之罪，而非道德瑕疵了。你……抱歉，在下还有书要读，失陪。很好，你不是想要证据的吗？那便等着，这个证据我早晚给你找回来。荣家的，你又去市集？前几天不是才刚刚去过吗？怎么采买的物品不够？也不是，只是去办点事儿，麻烦牛儿哥了。这有什么麻烦的？不过皆是本来就该做的事。不过荣家的好像清瘦了几分啊，是不是有些累了？最近心情不好，胃口也不佳，所以今天我这还要到药店里再开点药补补的。那倒是真的应该去做的。不过我也不得不提醒你一句，这药还是挺贵，反正是我肯定就不花这个冤枉钱。说的是，我也如此觉得。
今天去集市的人不多，看来就我们2个人了。你坐稳了，咱们正好快去快回。这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煎的，配着热水，你少吃一些，别饿着自己了。谢谢你。无妨，反正我带的多也吃不完的。我去做事了，下午一定准时到。没事儿，你晚点也不怕，我会等着你的。哎，张掌柜不是向来只对读书人高看一眼的吗？怎么这会儿瞧着他这么有态度？瞧瞧，好像还挺不错。话说，难不成是因为那名刚刚进去的夫人？看着穿的也不怎么样啊，难不成还有什么特别的？那谁知道呢？你们有谁见过这夫人吗？掌柜的看看，我抄的可还满意？写得好，写得真好，荣夫人的确是一手的好字啊。说是还有抄写的任务，那就尽情的给我吧，不要时间太紧，3万字左右的1周时间交付最好，我1月接20万字的抄写任务就可以。20万字，这么多？要知道，很多书生即使紧赶慢赶都做不到的。赶着做那自然会不大好，可我时间大把，就纯当无聊了。好，那不知之前夫人所提到的要自己亲手写话本的事情，这个我思考一段时间，有些事情得想一想。行，这就按照3万字2两银子作数给你如何？虽然低了一下，不过这也是市价，若非你写得好看，我可能会更多收一些银子了。如今纸张很贵，说是张掌柜有一些废弃错写下来的纸，可以留给我一些。不好意思，我这儿还真的没有，收回去的价钱也是一样很贵的，所以那废纸也一样是会被收走的。荣家的，你看起来挺高兴的样子啊，是因为你家相公要中举了吧？中举？对呀，今年考试听说还是挺重要的，反正一向都如此。咱们老百姓们是不懂，不过你家相公肯定懂，而且你相公那么厉害，一定没什么问题的。荣家的，醒醒了，你家相公来接你了。荣家的，我回去了，谢谢你做的饼，有空到我家去坐坐啊。娘，你每次出门都这么晚才回来，而且男女授受不亲，你与他单独在一起，可曾有把我爹放在眼里？你娘是那种人吗？当然是了，外人都传你不知检点，你忘了我是怎么来的？况且听说当年你还有个未婚夫呢。荣爵啊，人谁还没有过年轻无知的时候，谁也一样会犯错的。就比如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尿过床啊？那我不一样。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你一样管不住自己会犯错，因为你小。你娘管不住自己喜欢帅气可爱的年轻人，那也没什么错，只是那个年纪该做的事情嘛。可如今不一样了，你娘长大了，也跟你一样成长了，以前的错就不会再犯了。啊，你不再尿床了，而娘也不会对旁人一厢情愿了，过去的事情就都过去了。那你现在还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这样你把我爹置于何处啊？你就是不知悔改。你又错了，我且问你，第一，我出门你愿意陪我吗？你爹愿意陪我吗？你们又不担心我的安全，那就不要管我跟谁在一起。第二，反正我与你爹早晚都要和离的，如今的我们只是住在屋檐下的2个陌生人，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与谁在一起跟你爹都没关系，明白了吗？第三，旁人说什么我为什么要在乎啊？我若是身价高，一言一行需要做旁人的楷模，那自然需要遵守规矩。可现在就我这丑胖的，还能有什么绯闻啊？传出去了，又有谁愿意信呢？你一个小孩子，每天不学习，还瞎操个什么心呢？真是无聊。先吃饭吧。容易，先拿着，我去给你再拿点东西。
这个是我在街上路边捡到的2只小小陶罐，估计是旁人家的盐罐子，应该是没什么用了，我便拿了来。你晚上读书就用这个吧，虽然咱们家穷了一些，可读书人的礼仪不能放，一放便会松懈，该焚香沐浴的还是要做的。这个蜡点着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烟火味，更不会熏眼睛，会对眼睛好上很多。进来。我还有事儿要忙，这些都是顺手做的，我也给自己做了，用的是你的银子买的料子。就先用着吧。衣服先是一套，小的给荣爵，说是回头穿得舒服了，我再做2套冬季的，省得你读书的时候冷。我是荣爵的亲娘，就算以前对他再不好，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完的，不能让这孩子对我太失望了。你若是穿了，也会让他容易接受一些。这衣服就当感谢你的收留，如果实在不行，你就按照市价，我便宜一些收着银子，少还你一些就是了。好，我会穿，也会让荣爵穿上。那我忙去了。容易，你出来，快点！你儿子在私塾书院与学生们打架了，你快去看看去。什么事儿？张叔，你刚刚说的什么？哎呀，还什么呢？容易在不在家呀？容易在呢。在就好，这事儿可是大麻烦呐。你那个儿子荣爵呀，在村子里的私塾跟人打架了，快跟我到私塾看看去吧。若是处理不好，你这孩子怕是要被人从私塾撵出去的。张叔急得不行，容易点点头，虽然知道事情紧急，此时的他却是丝毫也不紧张，反而自然而然的有一种很淡然淡定的模样。他挑了挑眉，忽而注意到了一旁站着的宋时锦。他这好像是第一回仔细的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看他，倒也并不是故意的，而是他就这么站在他的跟前儿，一张脸刚刚运动完，也红扑扑的，整个人鲜活得很。我也要去。一起去吧，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我们到时候看着他就行了。到了地方，说话不要插嘴，也不要肆意行动。荣秀才呀，你来也正好，你这个儿子打了我王氏的未来，这事儿你说说看看要怎么办吧。这事情怎么能跟荣爵有关系呢？荣爵一向很可爱很乖巧的。你少说几句吧。这怎么能不说呢？咱们王家也得公正办事的呀，人家荣爵那么聪明可爱，又不能因为不姓王就要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嘛。多谢王四姑娘的美言，不知村长这会儿是什么意思。不过小孩子之间的打闹本就算不得大事，村长罚也已经罚过了，可还有什么对容易所言的？你看你这孩子这话说的，好像这事儿我能怪到你的头上似的。你说的不错，这一切都是孩子们小打小闹，教训几次也就好了。如此，多谢村长。还不起来？我的儿子平日里玩闹一向是有限度的，这一次被迫动手的确有不对的地方，不过想来其他的孩子以多欺少，他少不了被动还手之嫌。为求自保，与几个孩子动手，虽然下手重了些，却也情有可原。这罚过了，我就带回去了。不过我还是有话要说在前头的，若是这其他的孩子还这么胡闹，也不同我儿子一般认错，我会让他转学。转学？这可不必吧？爹，我觉得转学甚好。这里的王一川带着一群王家人打我们这样的外姓的学子，看来他家的私塾是只能留得下王家人。我在这里耽误的也是学业，不如走得好。她是宋家大小姐，也是容易的妻子呀，这你们难道不认识？荣秀才长得那么好看的一张脸，却怎么也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娶了一个宋家的千金，长得那么难看，真是一朵鲜花长在了牛粪上。怪不得我说，怎么没有见过容易家的妻子怎么出门呢？听说是很丑，现在看来还真是啊。就他这样的，真的是给容易丢了大脸呢。也不知道人家一个秀才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丑女。这你难道不清楚吗？荣秀才家穷呐，若不是因为宋大小姐有嫁妆可用，
而且宋大小姐还是咱们镇子上最有钱的员外，荣秀才有了宋员外资助，那才能好好读书的嘛。好难看啊，这两个人真的是太不般配了。都是因为你，很好笑。难道不好笑吗？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长相，像你这样的又怎么能配得上我们的荣秀才？你没瞧见荣爵那孩子有多么伤心的吗？你可是真的不配做一个好娘亲。哼，我们的荣秀才，哎呀，我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荣义是你们的啦。你一个大姑娘家说这话也不嫌害臊。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你本来就丑。儿不嫌母丑，妻娶贤不娶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且问问，这些话你们听过没有？古人就已经提醒过了，美色为祸端。诸葛亮娶妻便娶了个丑女，况且最有名的丑女还当得了一国之后。你们可还记得无颜女终无艳？怎么，原来是没有读过书，不知道这人呢？荣义，麻烦你来告诉这个没有脑子的王四姑娘，谁是钟无艳？钟无艳乃是齐国齐宣王之妻，相貌极丑，40岁不得出嫁。后自请面见齐宣王，陈述齐国危难4点，为齐宣王采纳，立为王后。他劝谏齐宣王拆建台，罢女乐，退谄媚，禁直言，选兵马，使府库，使齐国大安。他真的对这个丑女有情，是你们的审美有问题，无法做到海纳百川，万物包容。环肥燕瘦本就是各有千秋，你觉得我哪里丑？况且荣义是秀才，德才兼备，容颜倾城，他这样的实力早晚能中得榜首，被贵人绑下捉婿。就算是得了我宋家的资助，也并不是他占便宜，而是我宋家会借东床快婿的实力，以后得到他的庇护。王村长对此应该也深有体会。英雄出少年，我相公若不是人中之龙，那您又何必对这次的事情如此的轻拿轻放？哼，说是你们看不到我相公的未来如何光明，大可不必再次得罪我相公。他能娶我这般的女子，便是我才学过人，德大于貌。说是有不信的，全村的女子可以尽情上门来挑衅，我便与你们比一比写字读书如何？走吧，我们回家。他怎么能这么狂妄？他就一个死丫头，他读过什么书？我才不相信！我要过去跟他比一比，我倒要问问他究竟识得几个字。姑姑，你拉着我做什么？你看看那个丑女有多嚣张，她凭什么？行了，你刚刚没有听到那个荣家的刚刚说的话吗？你是真的听不懂，还是假的听不懂？他刚刚说话的方式足以证明了他读过书，你还想再丢人呢？滚回去闭门思过，自己不读书便罢了，还一点礼数都不懂，王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那边的人吵吵个不停，却是跟宋时锦这会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这会儿更担心的是自己家这个聪明过人的相公。这少年话从来不多，可人却始终够狠，感觉他如果不将一些事儿给解释清楚，难保以后不会出麻烦。从一开始他开始发言之时，容易就没有断过对他的打量，他定然是怀疑了的。你们坐着歇歇，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锦娘，先留步，我有话问你。果然还是要问呢。你先回自己的房间去读书，一会儿我要检查你的功课。锦娘读过书？嗯。锦娘为何声音这么小？刚刚在王氏祠堂可不是这么说话的。呵，挺有一套啊，当他宋时锦是好惹的不成？哼，所以你也想让我跟你吵架？我只有吵架的时候声音大。我不是那个意思。所以相公到底要说什么？麻烦说重点好吗？其实我想问的是，你就是想问我为什么读过书，却要平日里装作自己不识字的样子？为什么明明有那个能力，却又要显得自己比较愚蠢是吧？相公，你不了解我很正常，毕竟我也不了解你。
我们每个人都有秘密，而且也并不需要完全彼此坦诚的。我的确是宋家大小姐，可你除了知道我的身份，知道你与我共同受害，被人下药在一起，有了荣爵之外，你应该什么都不清楚，也从来都没有去想过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吧？对不起。荣毅，你并不需要对我说对不起的意思，明白吗？因为我从来不在意。你是个本性冷漠的人，我从认识你的第一天就知道了。而且我们之间，也许我曾经努力过，不过显然失败了。我现在放下了，那就请我们给彼此一个答案。以后你依旧只需要管好你自己，最多关心一下荣爵。而我也一样，我会尽起做荣爵母亲的责任，直到他有自主独立的意识。至于我们之间以前如何冷漠自然的相处，那以后也还那般即可。既然没有什么爱情，就没必要装作情深意厚。你不必了解我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也不会沾染你并影响你的世界。我话说完了，可以走了吗？是我以前亏待了你，我以后会对你好一些的。不是，我刚刚说了半天的主要意思，你不能明白？我不需要。不，是我将你的心给伤透了。锦娘，你不要生我的气，好吗？我们就跟之前一样就挺好的，况且我真不是生你的气，我知道了。锦娘，若是你真的不能原谅我，我会离你远一些的。我真没那个意思，我去做饭了。他转身几乎落荒而逃。当当当的切菜声响起的时候，小荣爵站在一旁偷看着母亲。他的娘亲是胖的，每一个人都不喜欢他。就比如今天，那些人一如既往地嘲笑着他。本来以为自己也会沦落到被继续嘲笑的地步，却没想到他这个平日里只会在家里吃吃睡睡，出去惹事儿遭人嫌弃的亲娘，居然能将在场所有人给镇住。还有当时娘亲说的话，儿不嫌母丑，如同针一样扎在小荣爵的心里。他以前是真的嫌弃过母亲长得丑的。切好了菜，忽而似乎闻到一股什么奇怪的味儿。他顺着火光看过去，却见荣爵正看着他，神色严肃，而他的袖子则不小心碰到炭火，直接点燃了。荣爵，火！宋时锦生气了，眉头紧皱，一边伸出手掀起荣爵的衣服检查他的胳膊，一边开口教训起了荣爵。荣爵，你烧火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水火无情，你不知道吗？你呀，哎，你真是的，就别在这忙活了，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去。如果没有新衣服，去找你爹问一下，我给你做了一套新的。荣爵，火真的危险的，以后不要在烧火的时候分心，知道吗？如果你被烧到了，那娘该怎么办？荣爵一怔，他呆呆地看着宋时锦，手指微缩，心乱如麻。荣毅，怎么回事？荣爵刚刚烧火把衣服烧到了，我不是给他做了一身新衣服吗？帮忙拿过来。被火烧到了，你们两个进来。宋时锦眉毛一挑，心底开始直打鼓。自从这少年想要了解他的过去之后，他就总有一种仿佛被这人给看透的感觉。宋时锦倒吸一口气，感觉自己若非必要，还是少去招惹这人为妙。你怕你爹骂你？忽而有些尴尬，是怎么回事？我还得继续做饭，先出去了。既然荣爵有衣服可换了，那么他就不必在此等着了。这种与眼前的人站在一起的模样，的确尴尬，也不是他想做的事儿。锦娘，身后的荣毅忽而叫住了他。宋时锦转过了身，少年一副美好而又感恩的模样。谢谢你，愿意照顾荣爵。不用谢，这本就是我该做的事情。况且那孩子招人疼。吃饭啦。为什么我有一种觉得这场面像是主人摇铃，狗狗摇尾便去吃饭的训话的样子？爹，
你平日里节食有度，这一次已经又多了2勺了。你也多了吧？4勺有了吧？你做这些干什么？明明又没什么用，纯粹不过浪费时间和精力。你听到我说的话了没有？让开！我不让开，我就是不让。你能把我怎么样？那你就待着吧。我讨厌你。孩子，这话你说过很多遍了，没必要一直提醒自己的。你不生气？哼，我为什么要生气啊？你有你讨厌的理由，你也有你讨厌的权利。不过我不难过就是了，毕竟你讨厌我是你自己的事情，跟我又没什么关系。你说你娘在搭亭子？他只顾着搭亭子，我与他说话，他都不理我。之前不是挺讨厌你娘的吗？如今到这敲诈，你还挺关心她的。锦娘，怎么了？这种活计让我来做就好，这是男人的活。啊？还是算了吧，这事我自己来就好。不是说要两方装作不认识一般的相处吗？话说这会儿他做出这种行为来，又是什么意思啊？弄好了。哎，马上冬天了，搭这样的亭子四处漏风，应该无用。你以后如果有什么难做的活，就直接对我说，我能帮你做一些就帮你。你要专心读书的，即将考试了，最好不要被这些生活上的杂事分了心。还有荣爵的教育这段时间由我来抓，你也不必管太多了。这倒不是宋时锦故意要给自己揽活，也不是他要跟荣爵故意搞好关系，纯粹是因为宋时锦发现自己对荣爵还是有几分说不上来的关心和认可。既然已经有这些了，那他还是不要不当一回事儿。至少他把荣爵带好了，带到他以后也能自力更生，那他以后走了才不会不放心。好，荣爵的教育可以交给你。多谢，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你只管好好读书，家里头的事情我自己一个人安排就好。为什么不让我帮你？看得出来，估计之后若是有事情，你应该也不会找我帮忙的吧？其实不必如此，我容易还不是那种冷漠无情的人，若是有需要，我定然也会竭尽全力。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不想养成依赖旁人的习惯，况且我们说好了要和离的，我总是要习惯一个人生活的。酸爽啊！你还没睡啊？啊，刚刚写完一篇策论，过来烧点水喝。我挑的水够用的，一会儿我水烧好了叫你吧。那倒不必，我就在这里等水烧开。你不坐下来吗？这房间都是你收拾的。有什么问题吗？没，挺干净整洁的，而且什么？我看着有一种韵味和气质，摆放的位置和整体布局令人舒适。那是自然，看到那桌子上我插着的花了没？放的位置和角度都是专门调整过的，这是一种设计感。可惜我还没有布置完，而且这个地面有点不平，不过以后可以整些青石铺满，到时候也会很好看。你说的对，应该会很不错。锦娘，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怎么，不可以吗？不是，极好，锦娘令我深感佩服，这般创意独具匠心，颇有想法。锦娘笑起来真好看。我吃的这么胖，好看不好看的我自己知道，你就别笑话我了。荣爵都知道我丑，这次还差点就让你的名声受了连累。你呀，就别睁眼说瞎话，故作安慰了。不是睁眼说瞎话，而是事实。锦娘在容易的心里并不丑。宋时锦的胸口的一颗心忽而炸了，眼前都仿佛有颗颗金色的星星在飞舞个不停。他听到了什么？
容易那个冷漠到极致讨厌他的人居然说他不丑。宋时锦被他瞧得整个人酥麻了半边身子，忽而一个机灵清醒了过来。妖孽呀，容易长得太过好看，随便夸人的话，那效果都是极其惊人的，2、3下就能令一女子瞬间沉沦，他可得小心一些。宋时锦干笑了下，连忙收回了目光，打算转移一下话题。你刚刚说你在写的什么策论，可否与我说来听听？容易挑了挑眉，宋时锦居然真的没有因为刚才他的表现而乱了分寸，他的心微微一沉，目光更为凝重，笑意却更深了几分，语气也颇为温柔。题目是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我做了半晌，不过写出一半。原来是让夸一夸《孙子兵法》这本书啊，那还不算太难吧？就写写其他的兵书与《孙子兵法》之间的对比啊，就比如孙武打仗从不讲以奇谋取胜，而是绝对实力。还有啊，他的兵法书写的比较入门和基础，但是所有其他类计谋皆可从这一起点开始。他只是随便说了几句，倒也并非故意。不过这几句话才一说出来，便令容易整个人惊诧万分。容易的手指微屈，宋时锦竟然连兵书都读过，而且他所说的几句与自己所思所想竟不谋而合，甚至颇有雷同。容易第一次彻底收起了自己对于宋时锦以前拥有的那种浅薄认知，甚至于心底对他这个胖妻子多了几分尊敬。一个有知识、有自我见解的人，是不需要以外貌来评判的。他的思维高度和实力足可以遮盖自己全身的缺点。我是不是话说的有点多了？无妨，锦娘说的很好，我很喜欢听。容易这回的夸赞很是真心，之前是故意试探宋时锦是否真心悔改，可如今他忽而发现，他自以为自己高深莫测，却原来固步自封。这个世界上原有比自己更有见解、更为聪慧之人。你这就是夸赞的过多了，我有点承受不起了都。呀，水开了，我与你添些热的，泡泡脚，晚上也睡得香。锦娘，你觉得我科举之后为官如何？挺好呀，大家不都说士农工商吗？当官自然是好事了，不过要做个清官，而不要做贪官便是了。那锦娘，当今世道，贪官污吏横行，人人所求不过黄金白银，若是清官不能与人同流合污，反而会害了自己的性命，那又该如何？哼，容易，你想的有些多了。天下为公，当官为民，这才是当权者最该理清的思维。其实水至清则无鱼，贪官污吏是后来才有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全是滔天之人，谁又不是一开始就是个穷人，一开始是个满怀壮志的秀才呢？他们如何成为了富人？便是为穷苦之人大开便利之门。他们如何成为了权贵？便是修桥铺路，惠及民生，优秀于他人才能得到晋升。容易说是有心替万民着想，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便是去哪儿都是富贵之地。而后来之所以富贵消失，往往就是脱离了群众。宋时锦的一番话彻底打开了容易的思路，他的心底澎湃如波涛，从未有过的激动情绪滋生，以前没想通的，有些偏激的，忽而理清楚了。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容易睁大了眼睛，漂亮的眸子在黑暗中熠熠夺目。什么天之道，什么损有余而补不足，好像听过。老子《道德经》中所言的，讲的是天地法则。哦，你这么说我就懂了。老子讲究的是顺其自然，讲天人合一嘛。也对，朝廷纳富人税用来谋福百姓，便是变相的劫富济贫，这样才不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人心也会平衡处之。如果朝廷不为民做主，而只替权贵富人谋福利，那自然规律会对他们进行打击的。舒服，泡脚的感觉就是爽啊。我来帮你挑水吧。可是这是我一向做的活呀。锦娘，以后这样的活让我来做，我会认真干的。谁来告诉他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宋时锦正在抄书，听到敲窗声，连忙打开窗户，便看到了俊美无愁、额头微微冒汗、轻微喘着气的妖孽少年。他一直是当容易是个少年弟弟的，这会儿从他勒紧的细腰和因为热而稍稍解开的胸口看得出来，这人是什么少年呢？分明是个俊美如丝的肌肉男人，那种脱衣有肉、穿衣显瘦的完美身材，竟然是在容易的身上有着很明显的体现。有个这么大诱惑力的男人在我眼前，我有句帅哥约不知当讲不当讲，很想说一说呀，呵呵。就在宋时锦满脑子有点黄色废料时，容易瞅了瞅他在做的事情，淡然道：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可以直接交代给我做。宋时锦回过神来，惊悚的立刻摇了摇头，摆了摆手：没有，你不读书的吗？挑了水就可以了。是以前我忽视了这个家，该我的责任我不该就此不当一回事。放心，以后我会好好做事的。谢谢锦娘对我的提点。容易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这是要干嘛？宋时锦真的觉得他有点不能理解了，拍了拍头。宋时锦决定想不明白就不想了，抄书挣钱他不香吗？容易站在窗台下握紧了拳头，此时的神色略微有些黯然。一旁的小荣觉走了过来：爹，你在干什么呢？你娘对我爱答不理的，我如今想了想，是我对不起她。哼，爹，你没错，反正我不喜欢她。荣爵，你是我荣家的长子，当众孝道。以前是我忽视了这一点，不过以后我会对你严加管。荣爵有些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爹居然有一天会因为他那个丑娘对他发脾气。荣爵立刻就恼了，只是他年纪小，不敢得罪自己的父亲，只能握紧了拳头，冷哼了一声，转身回了房间。都是锦娘的错，他如今害得父亲都对他凶了，都是他的错。刚刚荣爵的话你都听到了？听到了。这熊孩子一直都这样，他也没指望自己做了一点事儿就能让他改观。宋时锦叹了口气：唉，一个人内心的偏见如果形成了，想要立刻改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这孩子其实本性还是不坏的。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反正你是荣家的嫡长子，半年后我们和离，我也不打算带他走，跟着你就挺好的。我需要出去一趟。容易看着他因为肥胖而行动迟缓的模样，迈开了步子跟了上去。我与你一道去吧。宋时锦无语，为什么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诡异感？话说容易这会儿到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平日里根本就不是这种风格的人呢。以前在原主的部分记忆里，宋时锦似乎很清楚地记得这男人从来都是冷冰冰的，就没有对谁主动的好过。当然此时的宋时锦并不知道，容易如今是把他当成了夫子一样的老师。宋时锦并不知如此，说是知道了也只会呵呵傻笑，然后吐槽一句：哼，钢铁直男。等到了青砖的跟前儿，他更有点懵，完全不懂宋时锦要干什么。宋时锦当然是要给全家3人都做好一个暖炕。冬天马上就要来了，他一个怕冻的鹌鹑，总要给自己搭建一个合适的窝。既然你要跟着，这点活就让你来干了。把这些砖头都搬回家去，虽然买的少，我算过面积，可以搭好我想用的东西。面积？某钢铁直男又是一脸懵。这个回去了再给你解释，先搬砖吧。加油干啊，少年！容易一时语塞，虽然是被锦娘当成了苦力，不过此时的容易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在他这个古人的心底，锦娘应该是对他还算有几分熟人的感情在的，毕竟能使唤他干活，说明还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然而等他把青砖石头一块块的搬回家的时候，锦娘忽然出现，对着他伸出了拳头。拳头一伸开，掌心里是银光闪闪的银子。放心，我不会亏待了你的，你既然帮我干活，这点银子我还是给得起的。锦娘将我荣某当成了何许人也？我不要你这1两2两的银子，锦娘这么做是在侮辱我。容易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宋时锦，冷漠地看着他，眼神中带着几分受伤和冰冷。锦娘当我是外人吗？是啊，提前适应一下，我们半年后要和离的，所以该算的银子还是要算个清楚的呀。那个容易，我觉得这一点咱们还是要说清楚的。我如今的确还是你妻子，不过我还是需要一些自由和独立的，有些事情咱们算好账，就不必欠彼此的人情了，这样以后走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干脆。我这样做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不再是你容易的妻子，你也将与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以后你的生活里不会有我的出现，我也不会惦记着这里的一切，这样互相不干扰，成为彼此不知名的过去和未来，才是我们和离后的日子。我觉得不仅仅我需要习惯，而你也需要习惯。你我身份不同，你不必替我做任何事。容易的手在长袖中握紧，之前的他还始终觉得锦娘所作所为大约只是一种态度。说实在话，他的确有些喜悦于锦娘的改变，至少他觉得那个懒散无知的妇人终于开始成长，开始独立了。可这一刻他是真的明白了，他的确是想独立，也完全成长了，而这样的独立也完全让他身边不再需要男人了。他自己担水不叫他做事是独立，他自己接活银子借他的是分离，他自己搬砖不让他参与是成长。锦娘是真的与他离心离德，将自己与这个家割离了。不知道为什么，容易此时的胸口莫名抽了下，心底说不上的一种失落。宋时锦心底忐忑，容易站了半天都没有回应，那双眼睛还冷冰冰地瞧着自己，这会儿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想些什么。这人有点莫名其妙啊，瞅得他浑身不舒坦，而且仿佛周围空气都降了几10度，冬天提前到来。那个是银子？好，我接了。容易忽而挑眉，黑色的眼珠子紧紧地盯着宋时锦。不过搬砖用费没那么多，不必给这么多。可我没时间去找零钱呢，而且零钱还重。那我还用你干活吧，多余的就是下一次活的工钱。宋时锦感觉周围的空气更冷了。容易看了他半天，只瞅得宋时锦各种尴尬，他才缓缓地出声道：好。宋时锦松了口气，这男人阴阳怪气的，着实有些令人不太好接触，更不太好理解。好在宋时锦心大，又想着早晚要离开这儿，跟这种男人也不必相处太久，他自然也就能很快释然了。努力攒钱，趁早离家。宋时锦加油！你照着这个方式把你和小爵的卧房也装好，这样到了冬天晚上睡觉就会很暖和了。哎，对了，你的书房也得装一个，不过书房不必放床，我告诉你怎么装。容易自然不明白宋时锦这会儿脑子里在想什么，不过瞧着他很兴奋的样子，他挑了挑眉，于是话也没多说一句，就先去干活去了。吃饭啦！我先去打水洗漱一下，马上来。宋时锦被容易精瘦的身材以及8块腹肌给震得有点眼花。什么时候容易的身材这么好了？他略微震惊地看着容易这样美好的肉体，心里有些可惜。若不是容易与他之间没有感情，其实有这么一个帅气又身材很好的男人做老公，实在是不要太美好。宋时锦略微羡慕嫉妒恨地瞧着眼前的这一幕，只觉得原主真的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呢。事实上，这几日与容易相处下来，他除了表面上冷漠一点，话少一点，别的太大的毛病并没有，
什么麻烦的事儿也从来都不做，看着就是一个好好青年的代表。当然，冷漠也是情有可原。若是他找了如原身一样的老婆，估计也有可能会疯也差不多的。锦娘，容易停下脚步，如松的身子骨停住，瞧着稳重而又有气质。在宋时锦感叹一句人靠衣装佛靠金装的时候，就听到容易叫自己，连忙回了一声，那声音就难免有些抑郁了。锦娘似乎不开心。宋时锦微微一愣，这容易的确是眼神挺好。宋时锦倒也不会刻意隐藏自己的情绪，坦然着道：自然，难怪外人总说我这副尊容配不上你容大才子。唉，现在看起来还真是。锦娘，不必妄自菲薄，你其实……我明白，我倒也没什么妄自菲薄的，不过就是稍稍有些不甘心罢了。哼，那些渣渣要拿我与你放在一起比较，那当然不会有好结果了。我瞅了瞅，不管是谁，哪怕将我换掉，也找不出个能与你配的。不换，我不要。说着，他犀利的目光落在宋时锦的身上。你别以为我跟爹一样上你的当，我绝不会接受你的物品。宋时锦挑了挑眉，这孩子又疯了。之前还瞧着似乎有点好，好像他们还挺能交流的样子。若是不肯接受你娘的物品，那便连她做的饭也不必吃了。荣觉本就火大，本以为自己的爹爹会向着自己，却没想到他爹居然什么都不向着他。爹，你怎么能变得这么快？你忘了娘以前是怎么对我们的？她还给您下药。我再说一次，不管她做什么，她都是你娘。荣觉也火大了，那发起脾气来，直接站了起来。他用力地吼着，边吼眼泪边落下来。我没有这样的娘，我也不稀罕她当我娘。我不要你的东西，我不要吃你做的饭，我不要，我不要。他冲到一旁，拿着剪子就开始剪起了宋时锦之前给荣觉做的衣服。不过几下，原本做好的衣服就被剪成了破烂布条，露出了里头的棉絮。荣觉这样的行为直接激怒了容易，一道巴掌声迅速地落在了荣觉的脸上。荣觉感到耳朵里嗡嗡的，脸上的疼痛感也提醒着他被打了。他不仅耳朵懵了，头也一样懵了。这回他定定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仿佛是头一回认识他。父亲，你竟然打我！你该打！这孩子都是平日里他给惯的，以前竟然不知道他如此倔强，可能从来都没有过与自己相锁的意见，所以他一直不知道自己这个儿子其实倔强起来一点都不听话。我恨死你们了！荣觉将剪得乱七八糟的衣服往地上一扔，转身跑出了门。宋时锦无语，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他的心情还没有平复好一些，就这么忽而开始又忽而结束了，好尴尬呀，怎么办？这孩子，唉，我教育有愧了。没事儿，熊孩子嘛，正常。再说了，以前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爱过他，现在又要强制从他那儿获得回报，凭什么呀？没有谁可以平白无故得到旁人的喜欢的。本来他就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长相，如今更是如此了。荣觉那孩子没错，原主长得不好看，又胖又黑是其次，重要的是他没有负过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宋时锦叹了口气，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向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荣觉在自己的房间里趴在床上闷声大哭，心里的委屈爬满了胸口，从来都没有过的愤怒、慌张、痛苦，各种情绪充斥到胸口，他又恨又急。小荣觉捏紧了拳头，长大了我一定要远走高飞，永远都不回来。不，我现在就要走。荣觉的目光忽而犀利了起来，既然父亲什么都向着那个女人，已经不爱她了，对她也如此的无情无义，那他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他要离开这儿，而后再也不回来了。说着，小荣觉爬了起来，收拾起了自己的东西，拿了个小包裹，朝着村子外走去。
为了担心被人找，他还是偷偷的自后山走的，直接上了山路。容易，你得去看看那孩子，顺便还要给他认认真真的道个歉。其实他有些话说的是对的，你也不需要强求那孩子一定要认可我这样的一个不称职的娘。荣觉那孩子的观念不可能一下子就改过来，宋时锦只打算养他，顾好他的一日三餐即可。若是不提到他的事儿，估计这孩子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他还是很乖的。不，锦娘，荣觉是荣家的嫡长子，不能同往日一样做事，他得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这不是强求，而是规矩。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管好你自己，他也得管好他自己。他如果对你有心结，那就必须让他自己解决，说不然，早晚这种情绪会害了他。宋时锦微微一愣，目光不由得看向了容易。容易的手指微微一动。我小的时候一样，养母对我疼爱，可养父对我非打即骂。我亲生父母不知为何抛弃我于茫茫人海中，可我仍然度过了。锦娘，这世界本身就不是公平的，可不公平不意味着你要埋怨，而要你承担住压力，如此才能成长为一个可靠的正能量的人。这是荣觉自己该有的修行。宋时锦的头被容易给训斥得一怔一怔的，好像他说的是有些道理。童年阴影、生长环境、父母双亲，这些原生家庭的影响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若是不能认真调整自己并接受，那很有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很悲惨的。长大了也会让一个人吃更多的苦头。听起来是挺有道理的，不过你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可架不住小菊还只是个孩子呀。你不能以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强加到一个孩子身上，你当他与你一般有悟性啊。算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看看那孩子去。宋时锦说完，也不与容易继续聊下去了，而是出了门去找荣觉，想好好的安慰安慰他。只是推开了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小觉，宋时锦四处瞅了瞅，心底一慌，连忙又跑去厨房和其他的空房，包括柴房里都仔细地找了一圈，依旧一个人影都没瞧见。宋时锦慌不择路，一头奔向了容易所在的厨房。顾不得容易正在收拾，他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容易眼底微寒，心底一冷，他极其不喜欢有人触碰，刚刚想发火，耳边的一句话却瞬间打消了他的念头。容易，小菊离家出走了，房间里没有人，我四处找了个遍都没有找到他。锦娘，别急，我出去看看。说完这话，他迈开了步子，以一种很快的速度朝着门外走去。他的步伐又大，速度很快，宋时锦只跟到了门口，便已经只能看到他在10米之外了。小荣觉冷着脸，短腿在山坡上爬着。这山坡他倒不是没有爬过，平日里就经常做这种事儿，如今自然更是利索。不过走着走着，他环视了下四周，就有点怕了。全是山林树木，高大耸立，四周空无一人，只能听得到风吹着叶子的声响。他忽而想起了之前村子里的孩子们瞎讲的挖心人的故事，还有后山上那些个坟地和鬼。荣觉环视了一眼四周，猛地想到了村子里的后山上有一处是坟头，至少远远近近的立了将近数10个坟的。据王家那个混账小子说过，他的祖爷爷和祖奶奶就埋在那里。荣觉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咬着牙，心底这会儿是越来越怕，却又不信邪地继续往前走着。他没忘记自己老爹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鬼神之道敬而远之，只要心存敬畏，便可无事。没事，不怕，爹说了没有鬼，没有鬼，没有鬼啊！哎，荣秀才呀，我都帮忙问过了，没有人看到荣觉那小子的身影，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那小子也是真的跑得挺快，这会儿的确是没了他的消息了。是啊，我们是在村口处瞧着的，的确没有看到人啊。荣秀才，你也别着急，
我们大家这会儿都帮你仔细找找，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的。此时的他目光落在了后山，而后脚步未停，迅速地朝着后山走去。容易才走到后山的小路口不远处，正好碰到牛二。牛二急匆匆地带话给他：荣秀才今天让我带话给你，他说他自己去后山去了，若是你找到了荣爵，那不必去找他，若是没有找到，那就可以在家等着他去把荣爵给带回来。容易的目光忽而如刀子一般的犀利，整个人瞬间冷了下来，眸若寒霜。牛二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他不过就是传个话，眼前的容易为什么令人感觉如此的可怕？容易点点头，对着牛二道：知道了，我这就去找他们。这是咋的了？荣秀才怎么火急火燎的，好像跟闹了多大的事儿一样。这你可不知道了，听说是荣爵离家出走了，这孩子多大呀，就这么跑了。唉，当娘的不好好顾着孩子，可不孩子就给气着了。说的也是，咱们平日里都瞧着的，那荣秀才娶回来的媳妇儿是个什么样子的，丢人现眼，好吃懒做的，谁看到了不反感的很啊？荣爵那孩子也真是可怜，摊上了那么一个妈，可不得心里难过吗？这种事儿啊，我早就已经瞧出来了，不过懒得多说罢了。那可不就是，我看啊，荣秀才还是早早的把那个什么宋家大小姐给送回去得了。我看荣秀才那样的人才，娶了王四丫就不错，人家四丫头长得也好看，身家也配得上，这两个人到了一起了，倒是的确般配得很。这个说的自然有道理，我倒是十分支持。林婆子，你说的叫什么话呀？你再这么乱说，我可要撕了你的嘴了。哟，你这会儿倒来撕我了，没我这张嘴给你做媒说亲，你呀就别想嫁给荣秀才。林婆，你说什么呢？看看我刚刚说的什么呀，就知道你这丫头喜欢上那荣家小子了。果不其然，你倒放宽心，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王四丫听到这话，眼睛忽闪了几下，倒是笑得更甜了。这混账，回头回去一定要打他屁股，胆儿也太肥了。这脾气也不知道像谁，居然说闹脾气就闹脾气，还一整就这么大的事情。宋时锦深吸一口气，急得有点上火，仿佛若是此时他能看到荣爵，定然会先狠狠地朝着他的屁股上猛揍。虽然是这么骂着，可他心底又开始急了起来。天空轰隆隆的，忽而响起了雷声，而后乌云密布，雨势欲来。秋天的雨说下就下，而且一场秋雨一场寒，自然是会冷到极点的。一滴雨落在了宋时锦的头顶，如同一根针，瞬间刺痛了他的心。荣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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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荣爵！宋时锦搓了搓因为恐惧而生的鸡皮疙瘩，他是很怕，可是更怕那孩子出事儿。荣爵，我在这儿。很虚弱，却如同天籁，瞬间令宋时锦有了主心骨。他连忙顺着声音找过去，总算是找到了。就在他所在的不远处的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的背后，荣爵正坐着，满脸惨白，额头正冒着冷汗。宋时锦连忙走过去，一眼便瞧见了荣爵受伤渗着血的腿。你的脚！荣爵咬着牙，想哭却忍着，又因为瞧见了宋时锦，这会儿的心情更复杂了。他明明该讨厌这个女人的，这会儿却因为看到了她，整个人彻底的放下心来。天知道他刚刚有多害怕，多恐惧。宋时锦心疼的不行，上前一把搂住了荣爵。好孩子，别哭了，别哭了，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是我让你受了委屈了。荣爵这孩子的自尊心是很强的，容易拿一套硬汉的铁方法来训练儿子，宋时锦是极其不同意的。我
我恨死你了，我恨死你了！我的脚好疼，我跑到这里就特别怕，这里全都是鬼，都在追着我跑，我吓得只能跑。唉，我知道，我都知道的。我这么大个人也会害怕，我们菊儿也怎么会不怕呢？不过现在不用怕了，我来了，别怕。疼啊，还好没有伤到骨头，只是扭伤了。宋时锦对于普通的伤势还是能瞧出来一些的，至少荣爵脚上的骨头并没有移位。那我们要怎么回去？我还是走不了。荣爵这话才说完，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他白嫩的面皮顿时一红，忽而觉得有些尴尬。我有点饿。啊，就知道会这样。你小小年纪什么不好好学，非要学习离家出走。我这么惨，我都还没有这么做的，你倒是胆子大。说来宋时锦还是不免有点无语的，他想要离家出走，那心底都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的准备了，心里想了好多次，真正执行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容易。不过他这边没有那么容易，人家那么小的孩子却是说干就干。我不服强，我就服你。给吧，你要不要吃啊？荣爵若是平日自然是不肯吃的，可这一次非同一般。他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第一次体会了什么叫艰难，不吃饭就跑出来，还走那么远。他准备的小包裹里什么都带了，就是没有带吃的。以前饿的时候扛一扛就过去，可这一次却没有扛过去。我吃，我很饿。荣爵接过来，默默地啃了一口。宋时锦知道，这孩子不仅仅是跑出来可能被吓着了，更还有可能的是八成是自尊心也遭受了打击。不过他自己吃过苦头以后，大概也就会明白的。世界上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子，好好吃吧，别噎着，我这还有水。说着，宋时锦把水也递了过去。你怎么准备了这么多？而且好像什么都有。我能跟你一样吗？离家出走呢，尤其是往这种大山里头跑，你首先就得解决食物和水的问题。如果我是你，我肯定先是带好足够的干粮，然后准备好这个。说着，宋时锦拿出了家里的砍刀。这个是防身用的，万一遇到了豺狼虎豹的还能用一用，而且这东西还能砍下树枝和草丛，可以开路，也能摘野果子，还有最重要的是要准备上火。宋时锦把自己的工具一件一件的都拿给荣爵看，荣爵无语了，他低着头，眼底对宋时锦多了几分怀疑。他忽而之间怀疑自己这个亲娘是不是随时随地的都在想着逃跑。以前他还总觉得这个胖女人是不可能离开家，更不可能抛弃自己父亲的。可是这回他真的看到了宋时锦准备的东西，荣爵要是不迟疑就觉得奇怪了。他这回是真的有点懂了。你这一次是真的决定了要离开我和爹了？对啊，你们都不喜欢我，我只是暂时住在你们家而已，所以你以后也不要跟你爹闹脾气了，我终归是要走的。一旦我走了，你跟你爹之间不就没有矛盾了吗？你吃好了没？吃好了，喝完水我就带着你回去。我不想回去。荣爵一想到要回去面对自己老爹那张脸，他就整个人都要炸了。你要是不想回去，那你就自己待在这儿，我把食物跟水都留给你，我自己回家。我不要。我不可能陪着跟你一起在这挨饿。你可以不吃饭，当个逃家的人，我又不是，我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现状，大大方方的从家里走出去的，所以我还要回去的，然后好好吃饱饭，继续挣银子。你会挣银子？你拿什么挣？这就不必你来操心了。说是你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挣的，那现在就跟我回去。我告诉你，如果不打算回去，那我把我身上准备的东西都丢给你，我现在就走了。对了，这雨马上就要下大了，你想好了啊？今天下雨了，我就先回去吧。宋时锦心底乐得不行，其实这么大的孩子还是挺可爱的，
小傲娇性子呀，只要有傲娇，那就一定会有真香，真香定律谁也幸免不了。你试试能不能站起来？荣爵费了很大的劲儿，可一用力脚就疼得很，而且还是那种越来越疼的感觉。他有那么一刻仿佛感觉自己眼泪都要疼得落下来了。不行，不然你就别管我了。来，我背着你。荣爵迟疑了，这个我背你是要钱的，回去让你爹给我钱。哎呀，别磨叽了，一会儿雨下大了，你想在这过夜吗？你的嗓子都快喊劈叉了，我也没有力气大声喊下去了。等会就算有人来找我们也得等好久的。是男子汉就不要这么磨磨蹭蹭的。荣爵语塞，发现这个亲娘的一张嘴真的够厉害的，几句话让他都哑口无言了起来。荣爵皱了皱眉，跟容易一样好看的脸皮凝重了半天，最终道：那你背我的钱还有饼钱，来找我石花的钱，你回去了自己找我爹要。宋时锦翻了个白眼，好，回去我就找你爹要。宋时锦最终还是背上了小荣爵，这小屁孩贼精贼精的，这么小的年纪都这么难哄，果然让容易给教导成了个小傲娇了。不过也的确很聪明。你怎么脱了外衣？宋时锦弯着腰，让荣爵趴在自己身上，艰难的用两手后背着，将衣服直接把荣爵整个人给盖住，而后迈开了步子，从树下走出去。雨势越来越大，他走出去的那一刻，荣爵瞬间明白了为什么宋时锦会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为了不让他被大雨淋到。衣服给了荣爵搭着，宋时锦自己都快要被雨给淋透了。下雨打滑，荣爵的双臂得搂着他的脖子，自然是不可能帮他撑起衣服遮雨的。这一刻，小荣爵的心仿佛又被什么给触动了一样，他从未有过的一种情绪慢慢的上升起来，令他整个人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很复杂。他知道宋时锦这一刻在他心里已经没有平时那么讨厌了。我身上没有湿太多。我专门用的不太透气的布料，这种衣服就是防风防雨，不过不能穿太久。我现在穿着就是为了捂汗，回去了就换一身舒适的棉质的或者是粗布的衣服。我给你做的那一件，也就是被你给剪坏了的那一件，也挺防风防雨的这个还是得改良一下，回头做几个披风。天光微微转向微弱，眼瞧着太阳下山，已经要没有光了。这会回到村子里还得将近半个时辰吧。宋时锦挑了挑眉，只当抱着个孩子做力量训练，外加上负重有氧了，加油。宋时锦做了几个深呼吸，调整好情绪，开始继续往前走。这回他忽而抬起了头，远远地看到一抹黑色的影子朝着他这边走来。宋时锦先是有些惊讶，而后目光紧紧地盯着瞧。他心底是有些恐惧的，在没有看清楚来人的时候的确有些紧张，毕竟这种时候若不是人来找，还有其他的人在这种路上走，那是个什么东西就很难说得清楚了。就在宋时锦觉得有点小小的紧张，压力极大的时候，忽而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的目光落在前来的那个男身上。容易。在宋时锦看到容易之时，容易已经瞧见了他了。他的脚步更快了，而且一步跨得很大，仿佛再几步就可以冲到宋时锦的面前了一样。容易，我在这儿。大概嫌弃自己速度太慢了，容易此时直接就跑了起来。不多时，他就已经到了宋时锦的跟前。容易，你终于来了，我找到荣爵了。你不该一个人上山的，后山很危险，若是碰到了野狼和凶猛的大型动物，你就更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了。你说的对，所以我带了好多东西做准备呢。你瞧，我准备了砍刀还有火折子，若不是因为下雨，我就打算烧一堆火反正我知道你一定会找来的，毕竟荣爵在这儿嘛。
你衣服湿透了。正常啊，这雨下的不小嘛。我们先赶紧回去吧，别让荣爵在淋雨后生场病，那就不值得了。你还能走得动吗？当然能，毛主席说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这么点路，还不至于让他觉得多难的呢。荣毅的眉头又紧锁了起来，不过此时也不是多说话的时候，他转身立刻往回走。啊，小爵只是睡着了，他没事。多谢各位乡亲关心了，放心，没什么大事。王族长瞧见了这一幕，知道荣家这一家人都没什么事儿，便松了口气。他对着众人道：散了吧，散了吧，大家都别在这里站着了。老百姓们的热闹瞧够了，眼见人都回来了，这会儿也不担心了，也就安慰了荣毅一番。荣毅自然拱手感谢。王族长临走之前，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荣家的门口。令他微微有些不解的是，荣毅本人刚刚将荣爵交给宋时锦，这个动作太自然了，真的有一种一家三口的互相认可和信任的样子。王族长顿时有些奇怪了，荣毅对宋时锦很信任吗？荣爵这会儿小睡了下，已经醒来了，不过却不敢说话，只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宋时锦正在哄着他。擦一擦头发。不妨事，我已经帮荣爵擦了头发，用小被子先裹着了。厨房的火上烧着热水，我先让荣爵洗个热水澡。等会那孩子醒过来，你可不许骂他。这孩子如今已经知道自己错了的。荣毅无语，他有那么凶吗？你别只顾着孩子，你自己呢？宋时锦笑了起来，眉眼弯成了一轮月亮。我当然没事啦。这个放我房间里。就放这里吧，你经常洗漱，总去柴房不方便。如今你的房间也暖和了，本来房间就够大，放个洗漱的木桶，用屏风遮挡起来就可以了。说着，他定定地看了眼宋时锦，仿佛宋时锦不同意，他便不会走一般。那好吧，这就算是自己的卧房里自带了个洗手间了，以后能在自己的房间里洗澡，那就再舒服不过了。荣毅得了宋时锦的交代，而后便提了2桶热水去了荣爵的房间。爹，荣爵嘟着嘴，神色有些不安，微微有些愧疚的用目光看着荣毅。是爹今天不对，不该打你。爹，他想说是他错了，是他做的不对，不该不听爹的话，可他这会儿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心底涩涩的。以后爹不会再打你了啊！擦一擦眼泪，先好好洗个澡，别生病了。爹，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会再随随便便的乱跑了，我保证。好。荣爵得到了荣毅的这句认可，心底不知道有多感恩。这一刻，他整个人简直就要高兴地跳起来了。等到荣毅走开，荣爵听话地冲了澡，而后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之后，荣爵的目光落在了那件湿透了的宋时锦的衣服上。那个胖女人，她怎么样了？宋时锦冲完了澡，做了一遍简单的肢体运动和拉伸，而后将头发微微的擦干。实在是太累了，爬山远远的耗费体能和心肺呀。宋时锦感叹了一句，如同死尸一般的躺在床上，他的眉头紧皱了起来。啊，抑郁呀，明天早起还有1万字要抄写，我去，好痛苦啊。宋时锦平日里的好脾气，这回直接碾压成了渣渣。恍恍惚惚之间，宋时锦睡着了。第二日，听到了鸟叫声和窗外各种动静的时候，宋时锦睁开了眼睛，天居然已经大亮了，阳光四射，房间被照得亮亮堂堂的。这是什么时间了？宋时锦一呆，连忙坐起，可是才一动，他便忽而又躺了回去，浑身酸痛，四肢无力不说，头也疼了起来。好吧，昨天晚上宋时锦的话说得有点早，他竟然真的生病了，
而且瞧着这会儿似乎还不是什么轻松的状态，分明这感冒很严重啊。锦娘，吃点早饭吧，已经辰时末了。宋时锦鼻子不通，头昏昏沉沉的，好难受啊。他无奈地翻了个白眼，这种状态他还做什么别的呀？还是算了吧。锦娘，不了，我不吃了，让我多睡一会儿。他将被子往身上裹了一裹，翻了个身子，打算继续睡。下一秒，他的门就已经被容易给推开了。我去，居然忘记了昨天晚上插上门。容易走了进来，直接就走到宋时锦的床边。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对。我头疼，估计是得了风寒，让我多睡会儿吧。我还有今天的1万字书都没抄呢，等我睡醒了就干活。容易的眉头一皱，他伸出了手，朝着宋时锦的额头上一放。宋时锦的眼睛顿时睁大了，噌的一下坐了起来，他目光紧紧地盯着容易。你……容易眯着眼睛，没多说话，直接一把抓住了宋时锦的胳膊，漂亮的如同青笋一般的手指便放在了一条白胖的藕臂上。我没事儿。你得了风寒？我知道我感冒了，就是小感冒而已，我多睡会儿就行了。这种感冒就算不怎么治，扛过7天自然就好。宋时锦又迷迷糊糊地躺下睡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好像闻到了些许的米粥的香气。他睁开了眼，容易正好在看他，见他醒过来，语气温和道：我将粥煮好了，起来吃点，吃完了好吃药。是最后一句才是重点吧？你当我不知道你就是想苦死我啊？不过宋时锦是真的饿了，他接过容易手中的米粥，正好是温热的，他也是饿极了，便大口大口的毫无形象的吃了起来。容易见他吃完了，便很殷勤的递上了药碗。其实这种风寒我只喝姜汤就可以了。容易的眼睛定定地看向了宋时锦，又将手中的药碗朝着他所在的方向举了举。宋时锦语塞，无奈他只能被威胁着接过了药碗，捏着自己的鼻子一口灌了下去。容易看着宋时锦仿佛前线赴死的悲壮，唇角微勾，轻笑了下。锦娘越跳越好玩。将药碗接过，容易便出了门。宋时锦苦的脸皱成了一团，打算自己干脆继续躺一会儿，就起来做衣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到荣爵将他自己的衣服给剪了，总不能真的冬天来了就让那孩子没衣服穿吧。宋时锦起身，给自己加了一件大大的披风。刚刚裹好自己，正要做衣服，他的门又被推开了，容易又走了进来。宋时锦满脸的疑问，容易挑眉，迈开步子，走到宋时锦的书桌旁。锦娘病了，应该多休息，就不要费眼睛做活了，对身体不好。你说的我明白，可我不明白的是，我病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休息不休息，要你来管吗？宋时锦心里的小傲娇兽在不停地咆哮着，反而表面上他整个人却怂得啥也不敢做。锦娘需要吃药。宋时锦猛然地摇了摇头，他立刻抽回了自己的手臂。我不吃药，坚决不吃。中药的确不错，奈何味道感人。容易的眼睛微微眯了眯，语气中稍稍有些疑惑。锦娘若不吃药，病变绝对不会好。宋时锦呵呵，就算如此，那又如何？他仍旧一副我不吃，你能拿我怎么样的姿态。若是锦娘不吃药，那小爵要是来看你，定然也会被你也传染上风寒。你又是他的母亲，小爵一样不想吃药，便会有样学样了。宋时锦无语了，靠，居然拿荣爵来威胁他。这话的意思是说，若是荣爵以后也不吃中药，生病了不好带，那就都要怪他了。容易转身，唇边带着笑，俊美的脸上很是平静。
锦娘可以不吃药的，我这便去找荣爵。我吃还不行吗？容易的眸色微暖，他的身姿在阳光下显得更加的耀眼。哼，皮相好又如何？心黑的不要不要的，居然拿小孩威胁于我，简直就是不要脸到了极点。可宋时锦的确不想以一个不好的母亲姿态给荣爵做榜样，他也只能忍了。不对，容易这会儿在他的书桌前，这是要干嘛？宋时锦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容易拿着笔的手，然后看着他开始在自己抄写的本子上写字儿。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容易，你……我来帮你继续抄。你生病了，今天的字数就由我来完成就好。宋时锦倒吸了一口凉气，顾不得自己穿着亵衣亵裤，很快下了床，几步走到了桌子前。果然看到了容易抄写着的字体，令他微微震惊的是，容易写的字儿很漂亮，而且字体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美感。更为重要的是，与他写的有3分相似。宋时锦顿时说不出话来，这手好字儿，好看得令人嫉妒啊！容易注意到他走过来，眉头紧皱。你穿得太少，小心又感冒了。放心，我可以模仿锦娘的字体写字。这就是令人羡慕的天赋技能吗？求上天给我也来一波吧，谢谢。你如何会写这么多种字体的？我都不太会。容易一笔一画写得很快，他挑了挑眉道：我开始写字的时候便能模仿得很像，各家书法的字体我只要看过便能分辨笔锋和走向细节，除非是专业中的专业，一般瞧不出我语言书人的字体。锦娘放心，我定不会让你完不成任务。宋时锦还能说什么？人家都帮他到这种份上了，他也的确是想休息一天，毕竟身体是真的不舒服，偶尔歇息一下也没什么不好。再说容易写的字体，用他的眼光来看，那真是没得挑。他如果没有看到容易在写，估计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不是他自己的字体。容易，你不回你的房间？既然容易要抄写，那也就算了。宋时锦这点也不强求，不过他就这么在这儿待着，他会万分的不自然。毕竟这会儿的他蓬头垢面，整个人丑得不要不要的。容易那么帅，那么俊美，在他的面前的桌子前一坐，姿态优雅，一副文人风骨，颇有气度，令人不免多了几分敬佩。宋时锦的目光微挑，看向了容易所在的方向，不免又暗骂自己花痴。不回了，锦娘病了，我也不能置之不理。我在这里抄完这些，若是锦娘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使唤我。容易很淡定着道，说这话的时候，他眉眼未抬，手下的笔依旧不停。宋时锦收了收心，瞧瞧，人家容易如此淡定，都没把这些当成一回事的。容易都不在意，你在意什么？宋时锦压住了内心嗷嗷叫的小兽，神色木然地回到了床上。他挑了挑眉，其实他完全可以把容易当成是自己的亲弟弟呀。若是亲弟弟，那就不必注意什么形象了，他怎么舒服就怎么来了。不如他就继续做衣服吧，想到就干。两个人在房间里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倒显得空气有些安静。门外一道矮小的身影站着，荣爵皱起了眉头，这会儿他的心情可是十分的拧巴的，毕竟他的确不知道这会儿的他该做点什么。想要进门，却又觉得放不下这个面子，可若是不进去，他便又觉得对不住宋时锦，怎么选择他都觉得为难。终于他硬着头皮推开了房门。宋时锦与容易都抬起了头，看向了荣爵。这孩子这会儿的表情看起来怪怪的。荣爵直接走到容易的跟前儿。爹，你有银子没？容易抬起眼皮看向自己的儿子。爹，他把我从山上背下来，付出了劳力，
他说可以拿银子来还这个人情，你若是有银子，就给他吧。荣爵还是很别扭的，叫不出娘这个字儿。宋时锦低下头，他的脸瞬间红了，眼睛看都不敢看容易。容易这会儿该不会是认为他是故意要骗荣爵这小子的钱吧？好像还真的有那个可能。爹，你把银子给他付了，我就不欠他什么了。他爹教育过他，受人恩惠当需报恩。即使他不喜欢宋时锦，可此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到底是救了他的。锦娘觉得你救了儿子，需要多少钱给你合适？10文钱吧。原来小爵就值这么点银子啊！我才不止这么点儿，爹，给他2两银子。荣爵这孩子，2两银子也不多呀，大抵就是值我抄写的书的价钱呗。爹知道了。荣爵斜着眼睛看了眼宋时锦，这会儿仿佛公平了许多的样子。之前他可是有种都快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这一次那可没有了。爹，你为什么要在娘这里读书？你可以回自己的房里呀。家穷，刚刚花了2两银子给你娘，爹没银子买烛火了，就来你娘这里蹭光，这样能节省一笔开支。宋时锦闻言瞬间瞪大了眼睛，荣爵还真的信了，迟疑了下，连忙道：那荣爵也不能乱花银子了。说完他就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便拿着自己启蒙诗词的书又回来，而且还搬了一把小板凳，乖乖地坐在容易的身边。既然家里穷，那我房间里的烛火也不用了，多省着点儿。宋时锦无语凝噎，感情这俩父子扣钱扣到他这儿来了。宋时锦做着衣服，缝缝补补，他的速度很快，不过就算很快，也照样得花了很长的时间。荣爵倒是真的挺乖的，说看启蒙诗词就看，不过偶尔闭着眼睛，似乎在默默的记忆。说是遇到不理解的，他便问起容易，容易便给他做解释。一家3口这个样子倒也是很和谐。时间这倒也没过去多久，忽而一道声音自门外传了出来：荣秀才在不在？容易起身连忙走了出去。牛儿急急忙忙着道：哎，荣秀才，你认识字，又懂点医学，快来帮忙瞧瞧林四叔，他晕倒在路上了，就在门口不远。荣爵一听这种八卦，便立刻就要跑出去，却被宋时锦给拦住了。别去给你爹添乱，你该看你的书就看你的书，这会儿这事跟你这小屁孩没什么关系。荣爵冷哼了一声，虽然不怎么高兴，可宋时锦说的话倒是真的听了进去，大概是觉得这女人始终是救了他的命，说是他就这么无情无义的确也不太好。宋时锦见他此时听话了，唇角微微地勾起了一抹微笑，这孩子其实还是挺好的。荣爵看了一会儿书，眉头就皱了起来，他抬起了眼睛，迟疑地看了看宋时锦，而后又低下了头，一连几次都是这样的行为，倒是让宋时锦不由得挑了挑眉。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别总是这么东张西望的，看个书也不专心了。荣爵翻了个白眼，我倒也想专心来着，关键是我想说的话，怕是你也不懂，说了的话又能有什么用？你怎么知道我不懂？这点你就别解释了，你当我不知道吗？这外面的人早都已经传过了，你明明就是不学无术、大字不识的一个废物，我读的书你怎么可能会懂？哼，有的时候外人说的话又如何确定是对的呢？你这样反而会让自己失去真正的理智的头脑。真相并不是谁说的像那么一回事儿，就是那样的。荣爵皱起了眉头，你说的我才不信，大家都那么说，难不成所有人都是错的了？那可不一定。如果旁人说我不学无术是正确的，那么那次我帮你说话的事情，不是读过书的话，又如何说得动那些人？好像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不信的话，你考考我不就行了？荣爵一脸的不服气。考考你就考考你，我就不相信你真的能懂。宋时锦对着荣爵摊开了手。好啊，你考吧。怎么样啊？
四叔他没什么事儿吧？还好，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有些脱力，大概是有些营养不良。他掐了掐林四叔的人中，做了急救的措施。林四叔很快就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牛儿这会儿对着容易伸出了大拇指。嗨，如果不是因为你，怕是林四叔这一回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醒的。过奖了，你现在把四叔带去药铺找点药就行。林四叔清醒过来，一听这话，立刻摆了摆手，有些虚弱地拒绝着道：不，还是算了，我不吃药。你都营养不良了，时间竭尽全力了，肯定会落下病根的，这可是一件大事，绝对不能就不当一回事。可是，我没钱，药铺子里的药太贵了，我吃不起。荣秀才，我谢谢你救了我这就先走了。林四叔起身迈开了步子，就朝着不远处的正路上走过去。他一步一喘，脸色发白，脚步也虚浮，整个人看着的确是特别的虚弱。牛儿皱起了眉头，感叹着：这林四叔也真是的，自己的身体都不知道自己照顾好一点，这么下去那怎么能好？哎，说来这也是他家里头的麻烦事儿，娶了这么一个凶巴巴的女人，每天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日子过得也的确是苦啊。我家还有些事情没做完，就先回去了。等容易把事情处理完，刚刚回到家门口，便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宋时锦和荣觉两个人的谈话。说是谈话，倒不如直接说是争论还差不多。这两个人的音量虽然不高，不过听着还是比较吵的，而且似乎是荣觉有点要输了的样子。他站在门口，暂时停下了脚步，只听到宋时锦用着平稳的气息，带着些许挑衅的语气，缓缓着道：你提出来的几个问题，我答对了没？对了。那你还有什么要考我的吗？荣觉整个人这会儿都有点懵了，他皱起了眉头，终于找到了一篇极长的吻。最后一个，我不信你能背得出来。你说让背哪篇吧，就算我全文背不出来，那几句比较出名的还是难不倒我的。那你给我背白居易的《琵琶行》，你如果能背出来，我就服了你了，也听你的，让你教我功课。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变。荣觉眉头一皱，对于宋时锦说出来这种话极其不认可。我才不会说话不算话。那好，那我就背给你听。你听好了啊！宋时锦此时在心底偷笑了起来。荣觉这小子还让他来背这个长诗，他大概不知道这首长诗在现代还有一首好听的改编的歌吧。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宋时锦抑扬顿挫地背诵了起来。他以前很小的时候只是单纯背诵，对这首长诗的认知不够，便无法有更深入的理解，可如今却并不这么觉得了。尤其是当长大之后得过奖，拥有过名利，成名之后又落魄，一如年少风靡的琵琶女，又如意气风发的白居易。宋时锦当年也是一样的风光，可如今再次回首，已然不是那时的风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容易站在门口安静地听着，宋时锦背诵得很有感情。他的身上到底当年经历了什么，会令他有如此的感悟？这首长诗的确很不错，可并不会是所有喜欢的人都能理解得了的。而他背诵的时候，也仿佛并未有这种心态。他迈开了步子，朝着房间走进去，而此时满脸震惊的荣觉那嘴巴是越张越大，太震惊了，他竟然真的会背，而且背诵的还不是一般的流利。荣觉的脸越来越黑，终于宋时锦背完了最后一个字儿，他弯下了腰，眉毛轻挑，笑意盈盈。怎么样，你还要继续考我吗？如果你要继续，
我也绝对不会拒绝。荣觉的小手紧握成拳，那脸色又变化了。他整个人看着宋时锦，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你背得很好。就在荣觉噎个不停，也不知后面的话该怎么说出来的时候，忽而身后传来了容易的声音。宋时锦得意的神色顿时一僵，他一回头，正对上容易若有所思的眼神。完了，秀能力又秀到容易的面前了。宋时锦倒吸了一口气，这会儿又有点后悔自己刚刚的鲁莽。果然呐，容易唇边勾起了一抹倾城温柔的笑容，平静着开口道：背得很好，我竟不知锦娘有如此的实力，真的不错。看来以后荣觉的教育还是要让锦娘多多费心了。其实我水平也不怎么样的，荣觉还是需要一个好的夫子才行。自然，锦娘平日里已经很劳累了，这一点我也自然能体会。放心，若是遇到了好夫子，定然还是要让他去上学堂的。你可服气了？荣觉垂头丧气。本来想要针对锦娘的，却不知自己才是坐井观天的那一个。以后做事定然要保持平常心，谦虚才能令人进步，绝不可骄傲自满。是。荣觉应了一声，虽然被父亲责骂了，此时的他倒是多了几分坦然。荣觉愿赌服输，以后你不管对我做什么，我都会听话，而且教导我的地方，我也定会认真学习。宋时锦这会儿越看这小孩简直越喜欢了，这孩子脾气虽然大，却也有原则。他叹了口气，看向了容易，而后道：唉，你真的把他教育得很好啊，有其父必有其子。荣觉这个样子，侧面也证明了容易的品行。容易眼皮微微一搭，盖住了眸中的思绪。他平静地看了一眼宋时锦，而后道：若是锦娘用心，必然比我要做的优秀。宋时锦语塞，这人说这种话，仿佛是有种在鄙夷着他的意思。宋时锦感觉还是不要再跟他谈论起这会儿的事儿了，他还是问问别的最好。荣觉对于村子里旁人的事情自然毫不关心，他专注于默默背诵手中的长诗《琵琶行》。话说这次荣觉也是被打击到了，本以为被人指责是废物的他的母亲，居然能背书背得这么流利，呵呵。别以为他不知道王家那个混账天才的亲娘还是个大字不识的呢。那些人居然说宋时锦是个目不识丁的废物，这不是可笑之极吗？荣觉第一次对众人所说的话产生了怀疑，而对于宋时锦本人，他则是多了几分说不上来的钦佩。正如他的母亲说的那句话一样，旁人说的难道就真的对了吗？若是他们都对了，那为什么母亲会表现的与他们所言的完全不同？小小的荣觉正在拼命地重塑三观中，而容易与宋时锦简单聊完了刚刚门口发生的事情之后，便开始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了。一个继续抄书纯当修行，而另一个则继续缝衣服。就这样，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容易起了身去厨房做饭，宋时锦本想过去打打下手，被容易给劝退了。锦娘，若是没有完全好，再次生病，那我便又得继续采购药材了，所以还是好好躺着养病为好。宋时锦一听到药材2个字儿，便顿觉口苦难受，整个人都不好了。他便又重新躺回床上当咸鱼。等到容易去做饭，荣觉慢慢地挪到宋时锦的身边，他皱起了眉头，直接开口问道：你怎么样了？怎么，你倒是关心起我了？谁要关心你了？我不过只是想着你是因为我生的病，想着欠了你的人情罢了。你不要以为我就对你改世了，我可告诉你了，才没有那么容易。哦，小屁孩果然傲娇得很。你为什么要去找我？明明我对你那么不好。他天天吼他又骂他，对于他这个人表现的所有一切都可以说是极其的不喜欢，可他仿佛丝毫都不在乎一样。
你离我近一点儿，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荣爵皱起眉头，一脸的嫌恶。不要。那我就不告诉你了，你也别怪我没跟你说。你说，你快说，我已经离你很近了。宋时锦一瞧这小傲娇上当了，连忙伸出自己的手，在荣爵可爱英俊的脸蛋上使劲地抓了2下。果然滑滑嫩嫩的，手感真好啊。你……荣爵猝不及防，完全没想到自己被这女人给抓了脸了。宋时锦一边揉着荣爵的脸，一边笑得那叫一个贼。哼，原因很简单呀，因为我们荣爵长得好看，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叔叔阿姨谁不喜欢？我要上集市，你们要一起去吗？去。我也去。那你们收拾一下，我们这就出发了。荣爵兴奋地跳了起来，容易也关了窗户去换上新的衣服。等到这一大一小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到了宋时锦的面前的时候，宋时锦忽而有些脸色僵硬。荣爵眼睛里带着几分惊奇。诶，我们3个人穿的衣服样式几乎一样啊，不，还是不太一样。他显然还是注意到了他们3个人的衣服似乎还是有些不大一致的地方，不过总体看起来就是颜色、材质等一模一样的衣服。哼，你们懂什么？这个可是现在很流行的亲子装呢。宋时锦看了容易一眼，不知道这人对于这种衣服的接受程度有多高，便只能挑了挑眉，试探性地问了句：要不然你们觉得太相似了就另外换一身？事实上就算是换了也不影响什么的。宋时锦这话倒是没有说错的。容易定定地看了宋时锦一眼，忽而道：没时间换了，就这样吧。宋时锦满头问号，牛儿那边今天可是不太急的呀。你跟牛儿的关系很好？还好啊，2次去了镇子上，我都是坐的牛儿的车。哦。一家3口的衣服很快就引起了其他人的重视，不少人发现这衣服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制作的，而且颇有点小心机。虽然裁缝裁剪的技术不算一流，可做出来之后的整体效果却很显然是极好的。瞧着不少人看着他们这一家3口的目光，宋时锦这会儿就有些尴尬了。他向来可并不喜欢被人给瞩目的，而且这中间还有王家人，又碰到那个王秀娘和要到书院去的杏林的了，该不会王思丫也会来吧？宋时锦的心底可不怎么舒服。而后他果然远远地瞧见了王思丫一路小跑过来，那个红扑扑的脸。宋时锦无奈了，不想什么就偏偏来什么。王思丫还真来了。宋时锦轻咳了一声，这会儿的心情瞬间不怎么舒服了。荣秀才，王四姑娘好。我以为你就今天不出门的呢。平日里极少见你会坐牛车去集市啊。能跟荣秀才一起坐上一辆牛车，这太不容易了。平日里在村子里想要撞到一起都挺难的，这回自然令王四丫惊喜。王四丫的兴奋与容易的淡然成了反比。面对着王四丫的热情，容易默默地往后悄悄靠了靠，那身子自然而然地显出来的防备状态还是挺明显的。爹，我们什么时候走啊？我这会儿有点饿了。这衣服……王四丫瞧着这父子俩的衣服，居然是挺类似的，而且一瞧就是同一个材质的布匹料子，一大一小本来就长得很好看，这会儿穿成这样便更为好看了。穿起来明眼人一瞧就能认出来是父子俩，真是好看。我们还有事，就先过去了。王四姑娘自便。宋时锦从刚刚就瞧见了王四丫去找容易聊天说话的样子，他在一旁那看得叫一个津津有味。容易长得那么好看，就算是没有才选，也定然是要被小姑娘们跟在身后追逐，趋之若鹜的。荣家的，你瞧这王四丫就这么接近你相公，
你能忍？牛二以前跟宋时锦不熟悉，这种掏心窝子的话他自然是不肯说的。可上一次那个饼食的确令他们两个人拉近了几分距离。牛二自那次便对宋时锦极好了，而且他总觉得宋时锦虽然有点胖，也不如王四丫如今的模样好看，可是他这样的人让他接触起来很舒服，他自然更愿意跟宋时锦搞好关系了。宋时锦唇角一勾，笑了。哼，有什么忍不忍的？有女人倒贴过来，说明我相公魅力大，桃花旺啊，以后肯定是个能挣大钱的。牛二听起这话，奇奇怪怪的。你小心自己的相公被旁人给抢走了，要是真的被抢走了，到时候你怕是哭都来不及了。怕什么？反正吃亏的总不是我。再说了，进荣家门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只要容易愿意娶，他爱娶几个就娶几个，我才不担心这个呢，我还巴不得他多娶几个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呢。宋时锦说着，笑得眼睛都弯成了月牙。若是他娶了富家的千金，那我的日子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啊，那到手的银钱还能少吗？到时候他有本事再娶，那自然是有本事挣银子的。我何不乖巧地分了银子之后与他和离，而后再找个帅气的小伙嫁了呢？牛二愣住了。荣家的这个女子说起这话来，那可真是了不得哦。不过好像也的确就是这么个道理，虽然听起来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你啊，就别说这种闲话了，还是要好好的看好自己的男人的，绝对不能让他被人给拐走了。你还是听我一句劝。牛二最终还是觉得他得苦口婆心劝一劝宋时锦。人呐，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是一定得想好了，别最后反而弄得自己人财两失啊。谢谢牛二哥，不过我只是觉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种事情嘛，本来主动权就不在我的手上，一切不都是看容易的吗？所以呢，我还不如淡定一些，做个最坏的打算。牛二更为同情宋时锦了。瞧这个荣家的，明明人品这么好，却还是要亲眼瞧着自己家相公在外头勾搭这个勾搭那个，多可怜呐！如今他也更讨厌那个王四丫了，都逼得这荣家的不再依赖自己的相公，想着一定会被撵出门了，太可悲了。荣家的，若是以后有什么需要的，你放心，只要你跟我讲，我能帮你就帮你。牛二内心此时已经幻想了宋时锦以后的悲惨结局了。宋时锦无语了，他这才发现牛二这态度中的不对劲儿。当然，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你觉得孤独是一种享受，别人会认为你这单身狗太可怜了；你觉得和离是一种独立，别人会认为你被撵出家门，以后就无家可归。得，他跟牛二谈理想是不行的，牛二这老司机的脑袋里是完全没有关于妇女独立的思想的。他笑了笑，接上了他的话，眼睛微微一弯道：那就谢谢牛二哥了，说是我哪天真的落魄到走投无路，还是要找牛二哥帮衬一些的。牛二神色凝重：应该的，应该的。两个人聊得正好，容易拉着荣爵走过来的时候，便瞧见了宋时锦笑靥如花的模样。不管他是为什么笑，可他就是在笑。荣爵道：那个女人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平日里对我说话都很少这种表情。荣爵以前还不觉得，可这会儿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心态，仿佛有点不怎么舒服。他这个亲娘都没有对他笑得那么开心过。容易挑了挑眉，目光深深地落在了宋时锦微胖的圆脸上的眼睛上。那眼睛此时又在发着光，可这光却并不是如今对着他发放的，而是牛二。宋时锦的确与牛二之间很熟悉，容易直接走了过去。锦娘，小爵说
他有点饿了。哼，乔乔不听我的话，让你早上不好好吃饭，所以呢，自己所做的事情自己要承担后果。饿了就饿着吧，那饭食是留给中午的，这会儿可不能吃。荣爵是荣家的嫡长子，更是独一个。荣义平日里就算对他很严格，也难免顾及不到。事实上，还是很溺爱着他的。宋时锦如今接了荣义这教育的棒子，他首先要改掉的就是他这个不好好吃饭，还有点挑食的毛病。不过，宋时锦这话刚刚说到这里，跟在荣义背后还未曾离去的王四姑娘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她忍不住插嘴道：“宋时锦，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荣爵还这么小，你就不让他吃饭，万一把孩子给饿坏了怎么办？”王四丫不仅仅埋怨着宋时锦，彼时还心疼的一弯腰，亲切地走到荣爵的跟前儿：“小爵是不是饿了？让姑姑给你拿好吃的。”荣爵毕竟只是个孩子，只要有口吃的，那便是娘。这会儿王四丫对他好了起来，他的心立刻就偏向王四丫了。好，谢谢姑姑。宋时锦无语了，这个小叛徒。宋时锦倒是不会将这种小事放在心上，他的确有点不满意这王四丫要随意的插手自己管教人。不过在对上荣爵这里，他总不能真的就跟这个王四丫吵起来对孩子一点好处没有，而且还会被人给瞧热闹。他于是便不吭声了。宋时锦不说话，王四丫倒是觉得他自己占理儿了，而且王四丫心底极其的不痛快。他本来以为荣义与荣爵所穿的衣服看起来很是好看，也不知道是谁给缝制的，极其别致，大概也只认为这衣服只有荣义父子两个才有。可真的没想到的是，他这会瞧见了宋时锦这个黑胖女人，居然她的身上也穿的有，这太令人恶心了。她凭什么要这么穿？她配吗？王四丫冷哼了一声，说了一句酸言：“就没见过你这么当娘的，天天虐待孩子。”荣爵，这糕点好吃不？王四丫眼珠子转了转，这会儿仿佛荣爵说了好吃，他就能令荣义高看他一眼呢。荣爵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的眼睛偷瞄了下宋时锦，不知道为什么，这会儿的他忽而有点心虚，明明也没做什么错事儿，可他这会儿瞧着宋时锦低下了头，不看他一眼的样子，心底颇不是滋味，顿时答的就不是那么走心了。还行吧。王四丫笑得更开心了，他几步走到荣义的面前：“荣秀才，你也吃一点吧，荣爵他说我的糕点很好吃呢。”说着他伸出了手，将一块桂花糕递给荣义。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妙龄少女娇俏可人，表情羞涩，旁边的荣秀才容颜绝世，优雅俊美，俊男美女，才子佳人。宋时锦感觉自己有那么点磕 CP 的感觉了，看得自己姨母笑停不下来。说是有个摄影机在这儿，他一定给这两人打上光。不过容易很快冷漠这一张脸，礼貌性的拒绝道：“不必了，我吃过早餐的。”没想到荣秀才这么不解风情啊，都到了这种场景了，这容易还是这么冷冰冰的模样，也果然是个钢铁直男。宋时锦在一旁摇了摇头，容易瞧见他这副样子，挑了挑眉，看向了他：“怎么了？”“没怎么。”王四丫有些要炸了，眸色顿时升起了些许的火焰。凭什么呀？宋时锦要容貌没容貌，要气质没气质，容易居然不看自己，而关注这个胖女人。王四丫冷冰冰地瞪了一眼宋时锦：“宋大小姐如果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那就不如退位让贤，也省得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虐待的连口饭都吃不了。”“你被容易给拒绝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喂，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了没？”王四丫如果是刚刚的脾气性格，也许还不会继续找宋时锦的麻烦，可这会儿她的火气上升起来，还真就忍不住了。而且重要的是，她发现了宋时锦简直就是个闷葫芦，
这会儿完全没有了之前那么嚣张的模样，连句嘴都不回。可这样子反而令他有一种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更令人生气了。听到了，这事儿啊，你得问问容易，他让我走，我肯定就走，而且呢，还要分一下家。如果王四姑娘愿意给我2万两银子，我也许会考虑和离。2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啊？王四丫立刻就气得更是跳脚了。我如今在荣家有吃有喝，又有容易养着，日子不要太轻松了。说是没有足够的利益，我干什么要和离啊？况且我要是得改嫁，也总得想好之后的日子要如何过得更轻松。没有2万两，没有找好下家，我就这么离了，终归有点心不甘的。不要脸！村子里大部分人都很穷，银子的确没有那么多。王四丫如今身上的零花钱也不过最多3两银子，她又没有成亲，父母还得帮她存嫁妆银子，如此那自然是不可能会有更多的银钱。这一次没有月月光就算是好的了，宋时锦一下子要赔偿2万两，这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啊？像是你这样的肥胖丑女，早晚容易会不要你的。跺了跺脚，王四丫直接被气跑了。王四丫跑开之后，宋时锦才觉得轻松了不少。容易忽而看了他一眼，默默地开口：锦娘是觉得与我和离，2万两银子即可让你走了？2万两不少了呀。包括抛弃我，还有荣爵吗？难道这样不对吗？锦娘的心真狠。宋时锦顿住了，他深吸了一口气，认真地看着容易的眼睛，眼前的男人目光太过于犀利，还有种说不上来的冷漠，令他整个人一噎。其实吧，这不是我心狠不心狠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你和荣爵对我的态度。我们父子对你还可以吧？宋时锦翻了个白眼儿。容易，你跟荣爵对我什么样？你这心里真的是没有一点数吗？其实如果你要再娶任妻子，完全没问题的，到时候你跟我说一声，我会立马滚蛋，保证不会出现在你跟你下任妻子的面前，而且绝对不会添乱的。你要相信我说的话，我发誓。而且宋时锦觉得自己如果不能掐死与容易之间相处的不信任关系的苗头，怕是最后的结果应该会令他在荣家的日子更不好过。既然如此，那不如干脆说点狠心的违心的话。容易，你不是我喜欢的男人类型。容易眸色一深，眉头微皱。我这种类型？对啊，你尽管放心，我保证绝对不会缠着你的。我能抄书，还能识文断字儿，就算是与你和离了，也能再嫁一个好男人，日子不会过得很差的。宋时锦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其实呢，我也发现了，你是个挺善良挺好的男人，以前咱们之间发生了的那些事情，如今都过去了，大家以后完全可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互不影响的。说着，宋时锦还对着容易眨了眨眼，而后挑了挑眉，指着王四丫道：这个女人长得还行，你如果有意或者盛情难却，可以娶进门的，不过不能让她做主母，可以入门先当个妾。容易一时语塞，为什么他感觉宋时锦的想法令他不可琢磨，而且仿佛越来越有点不正常。容易道：锦娘是对我刚刚与王四牙之间走得过近而生气了吧？放心，以后我定会注意这一点。什么？他发誓，他说的话真的没有第二个意思，真的就是完全就是内心大实话呀。为什么仿佛有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是古代人完全就 get 不到他的点呢。荣觉的眉头紧皱了起来，他瞧着宋时锦一个人坐在另外一辆马车上，莫名此时心底有点不怎么舒服了。爹，娘怎么不过来坐？看着他一个人好像被孤立了的样子，挺让小荣觉心疼的。无妨，他只是想一个人待着。哦。荣觉又吃了一口桂花糕，默默地将目光看向了另外一辆牛车上的宋时锦。不知道为什么，
手里的桂花糕忽然就不香了。宋时锦却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概念。不得不说，如今的他一个人坐在牛车上，简直不要太得意。没什么事儿做，他也不困，就拿起了背篓里的书翻看着，再重新记一记繁体字的写法。切，装模作样。王四丫坐在王秀娘的身边，眉头紧皱，脸色很不好看。他一眼就瞧见了宋时锦坐在对面在做什么的，再看清楚他竟然是在读书之时，王四丫就满脸的鄙夷之色了。装什么装啊？真当他认识几个字呢？你小声一些，别乱说话。你又不知道荣家那个是什么情况。谁说我不知道了？我上一次去了镇子上，有幸见到了宋二姑娘。那二姑娘长得可比她好看得多了，又瘦又有气质。我还听宋二姑娘与她身边的婆子聊天时，谈到了宋时锦，说是宋家大小姐被他们全家人都看成了丢人现眼的人了呢。他冷笑了一声，得意着继续。我还在隔间听到了，他们说他根本就不识字儿。你说他明明一个字都识得，这会儿却装成了这个样子，那又是给谁看呢？王秀娘斜眼瞧了下宋时锦，果然见到了那胖胖的女子手捧着书页正在看书。从她的表情和沉静的状态来瞧，丝毫也未受到影响。如果不是真的认字儿的话，是不可能装成这样子的。他这会的眉头紧皱了起来。四丫，你听我一句劝，那宋家毕竟是大户人家，中间有很多的麻烦事情，可并不是真的会如你所想的那个样子，他们所说的也并不一定是真的。真是一个字儿都不认的，那怎么可能？上一回这位宋时锦的表现可谓很吸引人注意了，王村长当时都没有反驳得出来。而且你也不要与他起冲突，说是真的闹出麻烦，最终也只会反噬牵连到你自己，这一点你不能理解，可我这样年纪的人可是见识过的。姑姑，你就别劝我了，你说的我很清楚，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这一次我可不认为我会输，而且我是真心觉得那个宋大小姐配不上她的。说着，王思丫的目光落在了容易的身上，眼神中充满了温柔和心动。王秀娘皱起了眉头，语气难得的有些紧张，此时还带着几分警告。我此时也不免要提醒你一句，荣秀才并不是你想嫁就能嫁得了的人，他这个人的本性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要难以相处得多。这点我明白的。王四丫这回有些不耐烦了，此时的她看着王秀娘，语气中带着几分冷意。这也正是容易本人优秀的原因，他优秀才有个性，才有脾气，难道姑姑这也不明白？在少女怀春的思绪中，是会无条件地向着对方说话的，而且不管对方有任何的理由，他们也是一样会不觉得自己苦，而会将立场始终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王秀娘的头又隐隐作痛起来，反正劝说这个被王村长宠坏了的四丫头，她也是劝不动的。女孩子在嫁人之前最好还是矜持一些，对于旁人到底是什么情绪一定要弄明白，要不然早晚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唉，王秀娘最终也只能说上这么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想再提了。王四丫那副样子完全就是什么话都没有听进去，她咬牙切齿地瞪着宋时锦，脑瓜子不停地在转着，想着法子，考虑着接下来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女人丢人现眼。好容易到了集市，宋时锦收拾好自己的背篓，自牛车上下来准备要背着的时候，被容易伸手主动将他的背篓接了过去。王四丫瞧见了，冷冰冰的讽刺的话又立刻跟着到了。没手没脚，如今倒是连一个背篓都背不动了。牛二等人瞧着王四丫这副样子都有些尴尬，他们也都不想跟这种人多聊天，干什么都要给别人找不痛快，这样的人谁能喜欢呢？大家又都不是要找虐的存在，何苦来着？而且这一路上也只有王四丫一人与荣家人不和睦，他们都是明眼人，一瞧就知道这个小女子是故意在针对着宋时锦。
他们不说都要帮着宋时锦吧，这回也是不可能会接上王四丫的话的。你是要与我一道走，还是要自己带着荣爵四处逛逛？容易手拉着荣爵，漂亮的眼睛里依旧是平静到无人能干扰。一起吧。王四丫这会儿看到了眼前这一家三口的模样，脸色绷得更难看了许多。容易跟在宋时锦的身后，怀里抱着荣爵。因为一家三口的衣服穿得实在是太像，自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瞩目。容易与荣爵是很习惯的，毕竟他们这一对父子向来就长得好看，走到哪儿都一直是闪光灯，对这种目光并不在意。宋时锦走在路上的时候，忽而一道熟悉而又似乎很迟疑的声音叫住了他。宋时锦顺声望过去，只见一顶好看的轿子停了下来，那说话的人被几个丫头前呼后拥的，正是一位肤白貌美又纤细柔弱、妆容精致的年轻少女。好像有点熟悉啊。宋时锦挑了挑眉，这回也不免会想着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谁了。他从穿越到这个世界里来，记忆是有受损的，而大约也只能勉强地得知一些人物关系之类的，很多的记忆好像也并不是很清晰。你是？你竟然连我都不认识啦？看来你果然是混得挺好啊，我你都不认识了。刚刚就有瞧见了你，本来还以为是个错觉呢，谁知道居然还真是你。你这……想不到大姐姐你居然如此堕落，怎么被安郎抛弃了之后就心灰意冷到这种地步了？宋时锦这会儿终于想起来眼前这个女子到底是谁了。宋家二小姐宋时秀，一个记忆中好像并不与她亲近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宋时锦想了起来之后，正明白了眼前这女子的身份，唇角微微勾了勾，他打算对这个宋时秀用上对付王四丫的方法，直接无视得了。宋时锦对着身边的容易与荣爵道：我们走。他不说话还好，一说话立刻将容易暴露在了宋时秀的跟前儿。宋时秀看了容易一眼，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他是谁？宋时锦眨了眨眼，依旧没有搭理他，反而是容易自己主动开了口。我是他相公。相公？宋时秀的脸色顿时一变，他本来以为宋时锦当年随随便便嫁了个穷秀才，定然是有些丢脸和悲剧的，却令他意外的是，这秀才竟然长得这么好看。宋时秀心底泛起了阵阵酸意，他这副样子被宋时锦瞧了个清楚。宋时锦唇角一勾，顿时乐了，这会儿也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宋二小姐，我这胖啊，也不是心灰意冷的原因，倒也不至于，我只是日子过得太好了，吃的有点多。毕竟我家相公将我置于心尖儿，对我极其好的，总是喂食我吃些好的。宋时锦笑得更为得意。你说那饭食都已经送到我的唇边了，不吃似乎也有些说不过去，不是？宋时秀这会儿直接就惊呆了，他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宋时锦说这样的话，而且还说得如此不要脸。这还是他以前认识的那个宋时锦吗？可是他还真的挺生气的，毕竟如果他没有看到宋时锦的相公的模样，那大概还会心理平衡一些。可如今真的瞧见了，这么帅气的一个男人还能对他那么好，他能不嫉妒才怪了。你以为我会信你这些？这位公子，你来说说看，是不是真的？我自然愿意听你的，而不是这个野丫头的。宋时锦闻言，心头微微打鼓。这个宋二小姐的确有点刁蛮任性，这会儿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来，简直太过分了吧，分明也是丝毫就没有把她给放在眼里。关键的是，她跟容易之间还就真的没有那么好的感情，容易怎么可能这会儿替她说话，不把她给甩了就算是好的了。就在宋时锦有点担忧着的时候，容易忽而开口了：锦娘跟着我吃了苦了，都怪我毫无本事。
才让她这般出身的好女子沦落到如今这种地步。我自然是要对她一生一世的好，尽我全力的对她。容易这话说出来，顿时让宋时锦整个人有点懵。容易注意到宋时锦呆傻的表情，靠近了他，忽而伸出手拉住了他的手。锦娘，你不嫌弃我就好。宋时锦无语，宋时秀闻言这会儿也已经是彻底的僵住了。这大概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场景，这么俊美帅气的一个少年，那么风姿卓越的天才，却居然喜欢这么一个肥胖的野丫头，简直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吧。宋时秀深吸了一口气，眼神中带上了几分鄙夷。你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我还以为你的眼光会很好的，却原来竟然是这么一个废物瞎子。连宋时锦这么胖丑的女人你都能接受，真是令人不齿。容易的眉头紧锁，此刻的他目光中多了几分森森的冷意。他冷笑了一声，哼，宋二小姐的家教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锦娘应该是你的长姐，而我是你的姐夫，你不说见了亲人有点礼貌吧，这会儿却表现出这么低俗，还如此口出狂言，真是可笑。宋时秀在镇子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且平日不管去哪儿干什么，身后始终都会有人跟着夸着，这还是第一次他被人出手给教训了的。你好大的胆子，敢教训我？教育你？我可不敢。不过我容易虽然无权无钱，可我也断然不会让一些无知愚蠢的人前来破坏我与娘子的感情。既然你的娘家人都是这么一种货色，那不来往是应该的。锦娘，你平日里吃了苦了，你嫁于我多年，却从未与娘家人有过什么来往。我本以为是什么原因，如今看起来，这些似乎并不是其他的原因，而只是因为旁人所做的事情太过分。容易的目光深邃，宋时锦的嘴角抽搐。若不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我大概就真的信了。宋时锦无语，这会儿的他只能尴尬地笑起来，感觉容易这小子真的可能会做出一些让他都难以理解的事情来。既然如此，那倒不如他最好什么话都不要讲，不说便是最好的。你们……宋时秀这一次也是真的被气到了，更是在此时被塞了一嘴的狗粮，觉得心头的火气似乎更大了。容易冷笑着，并没有就这么放过他，反而继续道：宋二小姐有时间的话，就多多的学一学妇德妇言，说话口无遮拦，对旁人家的事情指指点点，肆意评价自己的亲生姐姐，怎么看都是个规矩没有学好的。宋二小姐家大业大，又有个开明有银子的父亲，那应该是请得起教养嬷嬷和私塾先生的。恕在下多一句，宋二小姐以后还是闭门造车，多多读书学习的好。宋时秀气得浑身颤抖了起来，他这会儿刚刚想要反驳的，此时的容易又继续开了口：不好意思，宋二小姐如果这会儿还想要闲逛一圈，那就随便，我与锦娘就先行一步，告辞。说到这里，容易左手拉着容觉，右手拉着宋时锦，而后朝着一旁的路上走去。宋时锦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容易这货到底想干什么，一时脚下没注意，左脚踩到右脚，而后直接就朝着一旁要摔倒。下一秒，容易松开了容觉，而后空出了自己的胳膊，伸出去之后搂住了宋时锦的腰。二人目光对视，宋时锦当场就呆住了，忽然有一种尴尬欲死的感觉，怎么办？而且眼前的少年为什么目光这么闪亮？为什么眼神这么有神？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令人说不上来的心动感？容易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宋时锦，他一早就知道眼前的女子有一双智慧的眼眸，可真的凑近了看的时候，
那双眼睛里潜藏的情绪实在是令人震惊。他接触到这样的眼睛，似乎可以读懂很多情绪，却又仿佛什么都不懂。宋时锦的眼睛真的好好看，而且好像还会说话。你们……宋时锦定了定神，连忙站定了，将容易给推开，顺便压下自己骚动不堪的心。宋时锦，你一定要有定力，一定要有定力。宋时锦，你还真的是见异思迁的不要脸，你忘了当年与你有过婚约的安郎了吗？安郎？宋时锦微微一怔，这个名字似乎是特别的熟悉。而他这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容易此时的目光已经深究一般的落在了宋时锦的脸上，那种表情令宋时锦莫名的心虚。他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了一阵子，而后一怔，这会儿似乎也想起来这人是谁了。宋时锦的未婚夫安锦泽，跟原主青梅竹马的一个好看的男子。原主的确是从少女怀春的时候还是喜欢过这个安锦泽的。宋时锦进行着对安锦泽的回忆时，表情比较茫然。宋时秀瞧着宋时锦此时的表情，便自以为他这分明就还是一副表现的对原来的安锦泽颇有好感的样子。宋时秀一直加紧机会道：这位相公，你大概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原来内心里还潜藏着另外一个男人吧？那个男人对他来说还是特别的重要。那个男人曾经陪伴着他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当年您的妻子可是说过，要非安郎不嫁的。宋时秀的语气说到这里，就带上了几分讽刺。这会儿容易冰冷的目光看向了宋时锦，眼神中的冷漠并未散去。宋时锦低垂下了眉眼，虽然容易此时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他也顾不上，也不知道这个男人会怎么样想。不过这对于他来说，做什么也并不重要。容易这会儿帮他的已经够多了，这种原主曾经给他带了点绿的感觉，若是他无法容忍，那也自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宋时锦的话还没说完，容易忽而往前一步迈出，他的身形高大，站到宋时锦的跟前，阴影便直接就将他给笼罩住了。容易冷笑了一声：哼，宋二小姐，我刚刚说的话还不够清楚的，看来宋家的家教也只能养出一个我们的宋时锦，至于其他的人……她漂亮的眉眼淡漠如冰地落在宋时秀的身上，目光中带出了些许的不屑和讽刺。果然不值一提，太过丢人现眼。容易将宋时锦的身体放正，语气轻声着道：锦娘，我们走。宋时锦此时一脸懵地看着自己被容易紧握着的手，这会的他有点想象不出来容易到底心底在想什么。到了书店的门口，容易这才将宋时锦的手放下。到了，锦娘可以进去了。宋时锦挑了挑眉，松了口气。容易这会儿不问这些事情，那他也正好减轻一些压力，也更不必想那么多了。谁知道这个男人目前这种状态是有什么想法，他是有些拿捏不到位的。不过这些也都不是太重要。宋时锦将背篓里的书本拿出来，朝着书店走了进去。荣爵皱起了眉头：爹，娘进书店做什么？你也想进去看看？我还没有进过书店的，也的确想要进去瞧瞧。容易摸了摸荣爵的头：进去之后不要乱跑，也不能高声喧哗，不然以后爹爹都不会带你去任何地方了。荣爵心里一惊，将这些警告都给记在了心底，连忙点点头：知道了。宋时锦进了书店不多久，容易和荣爵父子也跟着走了进去。店小二瞧见了他们这一大一小，有些震惊：哎，二位，这是……店小二的眸色惊疑地落在这父子身上的衣服上。若是平日里，他自然不会觉得这两人与刚刚的宋时锦有什么关系。
可是实在是因为这会儿的宋时锦与他们这对父子身上穿着的衣服太过相似了。哎，你们是宋时锦的？店小二也不敢确定是不是旁的关系，这会儿话也只敢说一半。容易点头。我是他相公。相公？居然是相公。没想到宋时锦这么一个长相的女子，居然能有如此俊美的相公，这简直是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店小二转念又想起宋时锦那一手好字和气度，还有说话轻轻柔柔的样子，似乎这也并不是不可能。哎呀，宋娘子是个厉害的人，您作为她的相公，您可是挺有眼光的。哎，这边请。容易眯着眼睛，看得出来这店小二对于宋时锦还是一副挺重视和尊重的神色。事实上他还是能理解的，宋时锦之前能将自己的观念颠覆，他的思想只要有人接触了，自然会引得旁人的钦佩。哎，这位公子，宋娘子那可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呐，她写的字很是好看。哎，我是个粗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夸奖，就只能说是好看，而且一定是比这里所有的人写的都要好看的那种。店小二在容易的面前赞赏着，容觉冷哼了一声。我爹写的字更好看。店小二瞧见容觉这小孩一副傲娇的样子，笑着点点头道：看得出来，这位相公一定是个很重视才学的人物。这宋娘子的相公简直不要太好看，远远的看上一眼就很容易喜欢和崇拜。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极其尊贵的特质，往往令靠近的人会莫名的自惭形秽。店小二见到过的镇子上的极其有才学的各种各样的有钱人或者有能力的人，但是如这个小相公一般唯二的却始终都没有见到过。他真的太贵气。容易礼貌地笑了笑，却是没有说话。这位就是你的相公？张掌柜在看到容易的脸之后微微震惊，他的目光紧紧地落在眼前的少年身上，心底原本的轻视连忙收了起来。那人平日里多亏掌柜的照顾了。张掌柜连连道一声不敢。这少年的长相绝佳，言语之间仿佛自带一种气度。他自小便爱为人观看面相，如眼前的容易这般的容颜，这完全就不必多想的，定然会是个极有未来的贵人之相。不想宋娘子竟有如此佳婿，在此恭贺二人了。张掌柜感叹了一句。张掌柜的赞美令一旁站着的宋时锦不免心底多了几分满足，有个帅气的老公，果然感觉很不错呀。容易平静地接受了赞美，他可是一点不觉得尴尬。容易抱着容觉到了一旁的椅子上坐着，并不打算耽误宋时锦的工作和任务。宋时锦轻咳了一声，也坐到了容易一旁的椅子上，端着茶杯喝了一口。你不与掌柜继续聊吗？不必了，刚刚已经该聊的都聊过了。这会儿的时间只是掌柜的在验看我抄写的书本，只要没有太多错漏，那就可以算银子了。容易点了点头。宋时锦轻咳了一声。你如果觉得这里不舒服的话，可以先出去的，我这边暂时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安排。容易看了宋时锦一眼，淡然着道：我还好，应该等你。而且容觉说了，想要来书店瞧一瞧。容觉也跟着点了点头。宋时锦这会儿轻松了，只要他们不感觉压力就好。容觉从椅子上下来，这会儿主动地接近了张掌柜，他仰起了头，小脸很是严肃，眉头也紧皱了起来。掌柜的，我娘抄写的书我能看看吗？张掌柜低头看向这个不大的孩子，一时有些好奇了。你为什么要看你娘写的书啊？容觉有些小别扭。我就是想瞧瞧。他也说不上自己这会儿心里是什么感觉，只是莫名的觉得
若是不去看看娘亲抄写的，心底就仿佛有些说不上来的不舒服，很难说明那种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想看。好，上一次你娘抄写的还放在这里，你翻翻看看。宋时锦瞧了一眼，有些奇怪，他都抄成了好久了，怎么如今张掌柜还留着呢？张掌柜看到荣爵去拿书，回过头来注意到宋时锦的眼神，这才解释着道：我看你写的字实在是好看，觉得给了旁人拿走有些可惜，便自己留下了，另外找人抄写了一本。宋时锦这才明白，如今这世道，众人皆喜欢那种有才学之人，看到自己喜欢的书籍，自然会爱不释手。这真的是娘写的。此时荣爵已经在一旁翻开了抄写本了，打开之后，他的一张小脸直接就惊讶到变了表情，嘴张得大大的。荣爵眉头微皱，看着这抄写的字体极其震惊。他虽然是个孩子，可到底是读过书的，什么字儿好看，什么字儿难看，他虽然不懂，可怎么也能清楚地了解到。如果娘亲真的是大字不识一个，是不可能抄得这么熟练的。就他拿着笔写出来的字体，那跟娘亲写出来的对比，真的是差了太多太多了。容易挑了挑眉，拿来，我也看看。荣爵迟疑了下，而后很快上前，将手里的抄写本递给了容易。宋时锦一头雾水，这一对父子神色如此严肃，怎么回事啊？容易翻开了抄写本，页面干净，字迹整齐，一笔一画看起来很是认真，应该是宋时锦的书写习惯。即使有些字体笔锋相当的犀利，能看得出来宋时锦本人的性格带着坚毅和强硬，却并不影响整体的和谐和美，真的很漂亮。容易不由得心底赞叹，他忽而扭头看向了宋时锦。你练字练了多久？宋时锦一时语塞，我说20来年的话，你信不信啊？容易注意到宋时锦尴尬的表情，叹了口气。锦娘果然是个天才。宋时锦满头问号，荣爵在一旁重重的点头。没错，娘是比我与父亲还要天才的天才。荣爵总是被外人称赞，莫过于孩子年岁不大却聪颖开悟，应该算是神童。而容易就更别说了，从来都是书生们羡慕学习的对象，称赞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所读的书籍诗句，只要接触过，便是在3、4年后依旧记忆深刻，不会忘记。可他俩这般天才，比不上一个宋时锦。容易难得的与儿子对视，点点头。你娘的确聪慧。荣爵定定地看了一眼宋时锦，眉头锁得更深了。宋时锦被他看得浑身发毛，好半天，荣爵才慢吞吞着道：看来我这么聪明是有原因的。即使一开始他不喜欢自己的母亲，又被外人那些闲言碎语所影响，便真的认为自己的母亲称不上什么优秀的人，甚至于他是厌恶母亲的。可现在真相越来越贴近，他才发现了自己的可悲和无知。他的母亲远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伟大。少年此时终于在心底播下了一颗尊重母亲、敬佩母亲的种子。或者之前在山上，他被宋时锦找到并背下山的那一刻，那个种子就已经在了。宋时锦注意到这对父子火辣辣的眼神，他整个人哆嗦了下，赶忙转移了目光。说是掌柜喜欢我的字体，以后可以给我多留一些活儿，我想多挣些银子。张掌柜点点头，颇有深意地看了容易一眼。应该的，应该的。之前他有些好奇，这小娘子明明才华惊人，定然衣食无缺，怎么会如此努力地接抄写的活挣银子？如此甚好。宋时锦此时已经无语到说不出话来了。张掌柜在一旁感叹着：锦娘虽然苦了些，可好歹夫君和孩子还是比较感恩的。这世道如您相公这般的人士，
真是越来越少了。多数男人反而将自己的妻子抛诸身后，从不知为妻的辛苦。张掌柜又道：我隔壁家一户姓孙的，也是个秀才，他早早的娶了人妻房，结果平日里读书压力大，经常出门喝酒，一喝醉了回去就动手打人。那小娘子啊，本来就长得极其好看，可如今身子却越来越单薄，人也憔悴了很多。听闻她上月还小产，孩子都没了。宋时锦的眉头轻皱，心底暗自唏嘘。坐了一阵子，宋时锦新抄的本子已经检查完毕。张掌柜极为喜欢他写的字儿，这一次便又为了自己给了他一个活儿。不得不说，我极其喜欢你抄写的字体，而且我儿子进来读书，用上其他读书人抄的字，接触的字体差一些，他潜移默化下来，进步也会很小。所以这3本我按照1本5两银子的价钱给你，算是我私人定制。我可是按照个人购买的能力来找了你的。宋时锦连连感谢。瞧着几次他看银子发亮的眼神，他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次看到了容易，他忽而就明白了。娘子家中有读书的秀才夫君，又有如此一个孩子要养，不多挣点银子，8成是不行的。宋时锦无语了。其实我想说，我挣的银子是给我自己合理以后买房子的钱，跟这对父子那可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显然张掌柜是误会了，可思考了下，宋时锦心想，误会就误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倒是容易颇有深意地看着宋时锦，眸色更深了几分。锦娘，的确辛苦了。容易看着宋时锦，语气有些失落和愧疚。宋时锦满头问号，容易眸色中挥不去的哀愁。是容易与容爵对不起锦娘，我们2个读书人耽误了锦娘。宋时锦更加的无语了。少年，你这副模样我害怕呀。没有，不耽误。锦娘还是那么善良，令我心生不安。说着，容易定定地看着身边的容爵，叹了口气道：爵儿，你以后要好好读书。我会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承担得起家用，以后绝不让母亲这么辛苦。你可知，你错怪了锦娘了。容爵重重地点点头，语气比容易都要愧疚。知道了。他心生感叹。我原以为母亲对我不曾有过关爱，却不想家里头的生计都是母亲支撑的。她已经如此辛苦劳累，我却那般不懂事，求什么关爱？我们容家家境贫寒，本不该多想至此的。爹，您放心，我会尽快练好字，以后若是能闲暇下来，多帮一帮母亲。一家3人从书店里出来，宋时锦兴奋不已，眉眼之间的笑意大半天都没有消失，简直不能再高兴了。容易抱着容爵，看着宋时锦开心的模样，父子俩都默默地锁起了眉头。容爵问容易：爹，咱们家其实真的很穷吗？容易沉默了下。大概吧。不然如何解释宋员外的千金竟然为了这将近20两的银子，居然能兴奋成这个样子？看来是他忽视了。容爵小脸一垮。家境如此贫寒，我上次还捡了衣服。容易看了儿子一眼，眯着眼睛。你捡了你娘送给你的衣服，的确不对。不过这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容易虽然穷，可擅长理财，有些银子私下有做一些投资。当然要与宋家那种镇子首富的环境比不了，却也顾得上他作为读书人的开支。况且他以王家学子的身份表现得极其优秀，那边王家族学的书籍方面他都能省下钱，总不至于连自己儿子身上穿着的衣服都买不起。心底虽然明白，表面却还是要骗上一骗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既然知道自己错在何处，便以后都不要如此。荣爵明白。宋时锦站在一旁，内心感慨，容易不愧是个腹黑的人呐，一张面皮俊美好看，长得又白，看起来的确是老实可靠的样子。可实则呢，这货内心黑漆如墨，不知道什么时候几句话就能把人给卖了的，连自己儿子都骗。宋时锦觉得这以后啊，还是要好好的避一避。接下来便是宋时锦花钱的时间了。到了一家卖簪子的摊位上，一对夫妻似乎感情很好的样子。男子为貌美的妻子挑选了一根簪子，而后递给了他。那妻子顿时笑靥如花，接了过来，将簪子戴在了头上。这一幕瞬间令一旁站着的容易看着若有所思。宋时锦的头上还有根簪子的，他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该对锦娘如何的好，可现在这种场景令他心底微微有些颤动。他迟疑地站了半天，直到宋时锦走过来叫住了他。怎么了？宋时锦问道。他是个敏感的人，一眼便瞧出来容易此时的迟疑之态。他挑了挑眉。你也想买簪子？容易眸色微动，定定地看着宋时锦。他诧异的是，这女子似乎有一眼看透人心的本质。宋时锦想了想，容易，你不必忽然之间对我如何的好之类的。这簪子若是我喜欢的，我会自己花银子买的，我不能拿你送的。你真的这么想？对啊，买根簪子又花不了几个钱，我自己能挣，为什么要你的？都已经是要准备和离的关系了，真没必要做这个的。宋时锦如今这个语气真的太过于清楚了，也太冷漠。一个女人若是决定离开了，就会如此无情？还是说……容易忽而道，你和离之后要去找那个安郎吗？牛儿一路上与宋时锦说着话，时不时地逗乐了他。牛儿提到了宋时锦上一回做的干饼，还是满脸的意犹未尽。弟妹以后若是还做干饼，给我带点如何？我家那婆娘没有弟妹的好手艺，上一次我吃了一个，真心觉得很好。若是以后还能再时不时的吃上几个，那我这一路上的日子可是不错。宋时锦闻言笑了，哼，你喜欢吃的话，我下次给你带几张。说是牛二嫂子想要学，我也可以教她的。这个做起来也不费事，其实很简单。牛二笑了笑，若是真的如此，那可太好了。只是你二嫂不一定能学得会。忽而他眼睛一亮，弟妹的手艺如此之好，怎么就没有想到要在这附近给自己张罗着做点小食呢？你若是卖饼或者小食，我定然要每日买几个的。宋时锦摇了摇头，牛二哥想吃就好，这个做小食生意没有那么容易，得早出晚归的。我更喜欢把时间用去做点别的。虽然我也想要挣钱，不过还是要有点时间留给自己的。宋时锦与牛二一路上聊着天，容易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不时的会发着呆。直到牛二与他们一家人告别离开之后，容易先让荣爵进去，自己站在厨房的房门口，将准备收拾物品的宋时锦给拦住了。宋时锦有些疑惑，容易低头看着宋时锦这双好看的仿佛发着光的眼睛，眉头微微皱起。锦娘，你过于看重钱财了，经营这种事情对于你这样有才学的人来说，其实完全不值一提，你可不要本末倒置了。容易的确是惜才，宋时锦表面上看不出与旁人的区别，可他与他交流的这几日，却分明地感觉得出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性情应该是高洁典雅，而不是为金钱所累。虽然我这样说话可能对你有所曲解，可我还是要说，你其实应该立大志，做更大的事。也许你会觉得我做这种评价对你极其不好，可我……容易神色颇为严肃，仿佛宋时锦将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去挣钱的事儿上，就很是不合时宜的样子。宋时锦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话，很轻松地笑了，哼，你的评价很对，并没有不好，
也没有偏颇。我的确是很看重钱财的，可是看重钱财有什么不好的吗？我们读书人应该视钱财如粪土，若是心向财物，岂不限制了自己的格局？容易深吸了一口气。自小读书，他所有的心思都在立志成为一个为民请命的人，而当官必须断物欲，自律廉洁。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也绝不能让自己身边的妻儿有其他不适宜的想法。宋时锦的眉头紧锁起来，他思考了下，道：这样吧，你先把我们买的这些东西都拿回去，等会儿我再跟你好好聊上一聊。这个容易的确是太年轻，或者因为缺乏了生活态度，所以一切的知识有些纸上谈兵之说了。他觉得很有必要转变一下这位少年的观念，也许他见识到了真正的苦，才会大彻大悟，到时候就不是现在这种状态了。锦娘，宋时锦看着容易，很认真的道：你刚刚说的立大志，我不会否认，可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听说过吧？容易挑了挑眉，静静地看着宋时锦。其实两国交战的情况亦是如此，所有的战争都是先从经济和资源开始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矛盾，很多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夫妻是如此，父子是如此，家亦是如此，国亦如此。手足亲情会因为财产而崩塌，白头之恩也会因为钱财而彼此成为仇人。所以，你说赚钱重要不重要？男人漂亮的眼睛微微眯了眯。容易本就知道政治与经济不分家，只是想不到宋时锦会将这些联系到一起，拎出来之后掰扯给他听，可他居然还真觉得很有道理。小家富裕了便不会羡慕他人，为什么不挣钱？夫妻之间的收入各自满意，便不会闹出太大的家庭矛盾。其实越是顶层人士的婚姻，若非是男人宠妻灭妾，反而会更为稳定。你如今读书，以后必然是要做大官的人，总不能学着连笔账都不会算吧？宋时锦吧嗒吧嗒地说了小半天，容易沉默了半晌，终于默默地点了点头。锦娘果然厉害，是我狭隘了。宋时锦这会儿感觉总算是可以说服了这男人了。他这么说，自然是不想让容易真的就觉得他这人有点不知所谓，或者说是贪得无厌。宋时锦又道：其实外族侵略于我们，就比如现在我们的国土面临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他们为什么要侵略我们？就是为了剥夺我们的利益和资源，用来维持他们国内制度的平衡，以免动乱。宋时锦挑了挑眉，得意着道：所以说白了，都是因为财产的问题。如果朝廷缺钱了，那便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无法扶贫，无法赈灾。那你说钱重要不重要？的确很重要。宋时锦这会儿的神色颇为严肃。你若是财务管得好，分配得合理，完全以后可以到户部任职嘛。如今你可觉得我重视财务有错？锦娘没错，是我错了。容易的眼神中发着光，这一刻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宋时锦。锦娘大善。宋时锦被容易一夸，整个人脖子都不由得扬了起来。哼，你个古人，终于知道我现代人的厉害了吧？只是我想知道，锦娘背后的夫子是什么人？夫子？女人圆圆的脸色此时微微的一僵。没错，锦娘的言论令我震惊，眼界之广，绝非普通教书先生能做到。不知锦娘师承何人？宋时锦一时语塞，容易这问的问题，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呀。这个嘛，我是长歌的 UP 主，哼，天天在小破站看新闻，能不长见闻吗？锦娘若是愿意将夫子的身份说出，我定亲自上门拜师。能教授锦娘如此大智慧的那位夫子，绝非普通人，定然是大隐隐于市的高人大儒。宋时锦瞧着容易这一副信誓旦旦、自我揣测的模样，他都不得不佩服这男人的脑洞着实是有点大。宋时锦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话的，
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容易叹了口气，看来锦娘是不愿意告知我了。那倒也不是，实在是这问题太尴尬，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啊，我懂，定然是那位大儒不愿意将自己的行踪告知他人。罢了罢了，不强求便是了。约是我本人没有那样的运气吧。容易神色失落，宋时锦轻咳了一声，将目光移开，他打算转换一下话题。容易，你不饿吗？我们不如……锦娘，你教授我算学及天文物理吧。容颜倾城的少年握紧了拳头，神色坚毅。若是那位夫子不愿意再收徒，我便愿意拜锦娘为夫子。锦娘可愿意？我不行的，水平太次了。平日里与你吵吵可以，真让我教你什么的，这可完全不行。锦娘莫不是看不起我？容易低垂下了眉眼，语气中带上了更浓重的诗意。所以在锦娘的眼中，我容易便是不值得来往的卑贱人。说着，容易抬起眼皮，眼睛紧紧地盯着宋时锦。锦娘是觉得我如此贫贱的出身，定然是配不上你员外家大小姐的身份的，是吗？宋时锦瞬间就被吓到了，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当然不是，他被容易这种思想给惊得吓了一跳。我没有觉得你卑贱，也不会看不起贫穷。宋时锦赶紧解释，可不管此时他怎么开口，容易都只是用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盯着宋时锦，而那一双好看的丹凤眼中还有几分说不上来的忧伤和抑郁。锦娘不必解释，我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宋时锦听他这么说，连忙否定，真没有，天地良心啊。你以前还叫我易哥哥，现在只是容易了。什么？这个也要计较？摆明了你对我早已冷漠，还是我这么一个穷酸秀才配不上你这样的千金大小姐。我懂。你懂个屁！容易呆住了，宋时锦被容易这么说话给噎得恼火，干脆就直接爆发。感情他说什么这人就全盘否定，只顾自己呗。容易顿时不敢发牢骚了，不过那双如鹿一般的眼睛依旧默默地盯着宋时锦。宋时锦最终实在是没辙了。过来端饭。三人到了桌子前，第一次一家三口在一道吃饭。毕竟这饭菜是宋时锦做的，他让这菜放哪儿，这菜就放在哪儿。容易和容觉为了吃，便忘记了自己以前的远远的要躲开宋时锦的状态了。宋时锦不愿意回房去吃，一个是麻烦，另一个是容易留下饭菜味儿。若不是因为今天这天气冷，已经到了立冬时节，宋时锦更想吃饭的地方应该是院子，那样才能享受到自然环境的美好。容易与容觉在得到宋时锦的目光可以开动之后，便立刻下了筷子。娘，这个好好吃，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肉啊。娘，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五花肉，喜欢你就多吃几块。宋时锦笑眯眯着道，瞧着这孩子露出的这般表情，心底多了几分温柔。之前的少年实在是太不容易令人接近了，凶巴巴的小孩子又如何能让人喜欢呢？宋时锦肯定是很难说服自己喜欢一个平日里总是对自己黑脸辱骂他的熊孩子，哪怕他很好看。宋时锦打内心底里也只会做个表面的和善，实际上心里是敬而远之的。可如今这孩子看着他的眼神里开始生出如沐的神情，又瞧着听话了。宋时锦只觉得容觉的表情萌得他内心母爱泛滥。娘，我会好好吃的，这个以后你天天给我做好不好？我保证以后天天听话。容觉那么难改变的不听娘亲话的观念，这会儿直接被几块红烧肉给解决了。天天是不可以的，如果你表现得好，一周可以做一顿。容觉对于一周只能吃那么一次有些许的失望，可转念一想，
却又觉得能1周吃1次也不错，便重重的点点头。好，我一定好好听话。哇，这个孩子更乖了，也更招人喜欢了，简直太萌了，居然这么好说话。下一秒，荣爵将拳头微微紧握，神色严肃。我明白的，咱家太穷，1周吃1次肉已经很不容易了，确实应该节俭。荣爵皱起了眉头，表情极其凝重，他很认真地看着宋时锦。娘，你放心，我会好好读书，争取早日也能分担一些家庭重担，保证以后多挣些银两，可以让咱们顿顿吃肉。宋时锦无语了，他不解地看向了一旁已经吃了将近5块红烧肉的容易。容易收到他的目光，解释道：这孩子长大了，知道生活艰难是件好事，况且我们读书人花钱本来就多，锦娘养着我们父子的确不容易，辛苦了。宋时锦语塞，容易当然没有靠他养过。宋时锦从原主的记忆中得知，容易本人其实虽然对原主没有什么爱情，毕竟2个人都是被坑才到了一起，可他对原主并未有什么过分的伤害举动，只是不爱不睡在一起。该给的体面还是给的，哪怕原主平日里不修边幅，四处惹事，毁了他不少的名声，可他也并未欺负过或者苛责过，更没有让原主养过他，操心过荣爵的一点半点的事情。所以宋时锦很清楚地明白，原主本身的问题并不小，总不能明明是自己的错就要怪全世界吧。宋时锦可没有公主病。吃完了饭，宋时锦刚刚要起身，容易就拦住了他。刷碗这种事情我与荣爵去做就可以了。宋时锦挑了挑眉，主动分担家务，容易有点眼力劲儿嘛，还可以。你在书房等我，待我刷完了碗，下午无事，你给我上课。我谢谢锦娘。容易赶在宋时锦拒绝之前先说了声谢谢。你奶奶个腿儿，这还整先下手为强啊。宋时锦去洗漱，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先去了容易的书房。他将自己房间里做的2个漂亮的软垫子放到了容易平时读书的时候用的椅子上，他坐上右边的椅子，睁大了眼睛瞧着。容易的书房布置得很整洁，最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几排高高大大的书架，书架上很多各种各样的书，桌子上笔墨纸砚放得整整齐齐。左手边的龙门笔架上挂着的毛笔粗细各有。宋时锦耷拉下自己的眼皮，对比起人家这个书房，自己房间的桌子实在是不要太简陋。容易从门外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的是荣爵。荣爵注意到宋时锦在看自己，举着手里平日里读的书摇了摇，用着生冷的语气道：娘，我也要在爹的书房里学习。宋时锦看向容易，这事儿他可做不了主。容易点点头，荣爵很乖，不会影响到我们上课。既然你说要让我教你算学和天文地理，那作为交换，你这儿的书得让我闲暇了借阅借阅。放心，我不会给你损坏的，说是不小心弄坏了，我就帮你抄写一本新的。书房里的书锦娘可以随便看，这些本来就是我自己抄写装订的，若是损坏了我会自己再抄一本。锦娘喜欢读书是好事。宋时锦心底喜悦，他的个人实力是很有限的，若是不努力，不多时就会如逆水行舟。靠着吃老本，不坚持学习，会很快思维固化，而且他也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谢谢你，容易。宋时锦感激地看向容易，容易眸色一深，俊逸的面容此时稍稍有些不满。叫我易哥哥。我他妈叫不出口啊！宋时锦顿时惊讶了，你会打猎？那带我一起去吧。此时的宋时锦极其的兴奋，我想跟着一道去见识见识。我也要去。容易回头看了一眼荣爵，目光极其平静。你年纪还小，去了只会拖累我。荣爵哑口无言。
够扎心的话呀，这男人对自己儿子够狠啊。那我呢？我也不能去吗？你放心，我保证不会拖累你的。山上肯定好玩啊，而且他的体能还是不错的，更何况他还能采点能吃的，冬天一样有能吃的，比如蘑菇之类的。你真的想去？容易皱紧了眉头，思索了下，又看着宋时锦有些可怜的带着恳求的目光。容易眯了眯眼，他忽而道：若是我不让你去，你会不会自己去？会。宋时锦毫不犹豫，哼，没有谁能拦得住一个冒险少女的梦想。那就去吧，但我有个要求，你不能乱跑，一定要跟着我走。宋时锦连连点头，放心放心，我保证听话。容易瞅了他一眼，对此深表怀疑。荣觉嘟着嘴，满脸的不高兴。宋时锦看他这副样子，想了想，不然也让荣觉一道去吧，我会照顾他的，打猎什么的我也帮不上忙，我毕竟是个大人，照顾荣觉也是可以的。荣觉一听这话，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有了娘亲，原来还有现在这样的好处啊。容易看了看宋时锦，终于点了点头。那你们最好与村子里的人走一道，哎，不要强出风头，与女人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可以。宋时锦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好啊，只要能去凑热闹，这难道还不简单？荣觉也激动地看向了眼前的宋时锦，说放到以前，父亲没空照料他的时候，只会将他放在家里，或者交给旁人照顾。之前的娘亲又懒又不爱与他说话，所以他想要出去根本就不可能。谢谢。荣觉很认真地对着宋时锦说道。宋时锦眉眼弯弯，如今越瞧着这孩子越是喜欢了。这一顿午饭吃完，一家三口的关系似乎缓解了不少。宋时锦不由得感叹，果然付出是有回报的，估计再这么下去一些时日，他定然能在这个家中站稳脚跟，最起码不必风餐露宿，不知自己心向何方。下午，宋时锦继续做衣服，荣觉跟他渐渐熟人，也就跑到他的房间里看他做衣服。娘，你这件是给我做的吗？宋时锦挑了挑眉，没错，给你的。怎么样，你喜欢吗？当然喜欢啦，我定要穿着它到族学里转一圈，也好让其他的小伙伴们多羡慕羡慕。荣觉开始对宋时锦起了好感之后，如今看着他就不由自主的会笑。每一个孩子对自己的母亲都会有如沐之心的，他也会有。现在宋时锦能对他这样，对于荣觉而言的确太难得。这样啊，既然我们荣觉有这个要求，那我要给你设计个好看的花样。宋时锦勾起了唇角，忽而眨了眨眼，想到了荣义书房的画作来。荣义书房不仅仅有书，更有画。古代人要学习的技能还是比较多的。荣义说白了，除了世界观不够准确之外，对于外族的地理环境不能清晰的了解。可若是说起这些少年人的那些学习的琴棋书画来说，那可是很厉害的。这样吧，你去找你爹要一幅好看的画来，我给你照着花样绣个好的。其实绣画作，宋时锦的刺绣水平可能不怎么好，但是只要花样能做得好，应该整体成型会不错。而且他做的衣服应该是比较有身形的。好，那我这就去拿。宋时锦接到了画作，打开，入目的是一幅很好看的莲花图，花叶相衬，入目似真，栩栩如生，意境非凡。只瞧这一眼，便似乎觉得满屋皆是莲香一般。宋时锦感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莲花真美。那我现在就将这画作给踏下来，过一段时间一定让荣觉穿上好看的衣服。荣觉高兴的差点就要跳起来了，他的眼睛亮晶晶的紧紧盯着宋时锦，心底满是期待。宋时锦说干就干，待他拿起这幅画作，开始用架子将布料给支撑起来之后，奇怪的是，他开始踏的第一时间，脑海里居然就立刻有了眼前的画作线条应该如何布置，又该如何下针勾勒。这宋时锦的心底不由得震撼了，原主竟然是会刺绣的吗？而且从记忆中感知得知，
好像他的实力并不简单，似乎还能在脑海中对一幅莲花作画，做出双面绣的刺绣手艺的所有方法。宋时锦不由得呆在了当场。荣爵好奇地看着宋时锦：娘，你怎么了？怎么忽然之间就发起呆了？没什么，我只是被眼前的这幅画给迷住了，画得真好。所以原主其实是在刺绣上的手艺有了不下10年之久的练习，而且水平极高的吗？宋时锦轻声道。他看着自己的手，深深地意识到，可能不仅仅荣义父子对宋时锦不了解，而他对宋时锦一样的一无所知。有了这样的刺绣技术，帮荣爵继续做衣服，那速度就很快了。不过即使很快，一时也做不完的，一下午也只能大致绣出2瓣粉嫩的花来。不过单独来看也已经很漂亮了。宋时锦起了身，先将这刺绣的事情放到一边，准备活动一下筋骨。一个女子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要心灰意冷地任由自己从一个妙龄少女变成肥胖的农村妇女？原主的刺绣水平从何而来？她在宋家又经历了些什么？还有，她除了刺绣之外，到底还会不会其他的技能？宋时锦此时只觉得心潮起伏，愈发的感叹不已。荣家的在不在呀？宋时锦正在活动筋骨，思考着这些事情。忽而门口传来了一道声音，宋时锦微微一愣，连忙将目光看了过去。荣家的，我今天过来是要找你商量件事儿。宋家的大门是开着的，宋时锦刚刚从房间里走出来，便已经看到外面说话叫着他的人直接不请自来了。林四婶儿，来的正是村子里的林四婶儿。上一次林四叔昏倒之后，还是荣义抬手救了他。若非是荣义当时出手，怕是林四叔就有生命危险了。是我，弟妹啊，荣秀才在家吗？他在。宋时锦知道荣义这会儿大概是在书房里读书的。荣义若是读书写文章，还是不要打扰到他的好。你有什么事儿？若是有事儿的话，可以直接对我说。他刚刚进了院子东边搭建的柴火棚里，便瞧见了荣义已经在了。上半身没穿衣服，一身结实的肌肉，线条不要太好看。他的额头上微微冒着汗珠，长发用簪子固定，俊美的脸配上瘦削的少年感的身形，外加上还不是那么大块的肌肉。宋时锦的目光这会连移都不想移一下。荣义也看到他了，用着好听的性感的声音与他打招呼。锦娘，你的那一份柴火我已经劈好了。说着，他将斧头放到一边，抱起了一堆干柴，起身走到宋时锦的身边。高大的身形，一股说不上来的强悍气场瞬间迎面袭来。宋时锦连忙后退了一步。你放着，我自己拿进去就行。宋时锦躲了躲，而后说道。这男人太过于好看，他欣赏归欣赏，可若是侵略性十足的强势，他只会害怕地转身跑掉。原谅他一个单身女人，未曾受过这种刺激。好。容易挑了挑眉，注意到宋时锦的抗拒，只将干柴放到了地上。宋时锦几步冲上了前，而后抱起几根柴火，就直接冲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荣爵这会儿也走了过来，瞧见他娘亲慌慌张张的模样，顿时不解。爹，娘怎么了？荣爵有一段时间只是以那个女人来称呼宋时锦，现在经历了2次打击，如今他对宋时锦自己的亲娘倒是真有几分敬重，叫娘也比较顺口了。你娘她在生爹的气。为什么？荣爵张大了嘴，他娘还会生他爹的气，这听起来怎么这么诡异啊？可能你爹做错了太多事吧。荣义感叹了下，而后脸上全是失落。荣爵看着爹这个样子，不由得叹了口气。唉，他爹果然不容易啊。他连忙上前安慰着道：爹，你也别太难过，娘都原谅了我，一定也会原谅爹的。荣爵以前觉得娘各种不好，自从去了书店，见到他娘抄写的书以后，小孩子彻底的明白了。
原来并不是娘不好，而是他不好。荣爵很认真的道：咱们家那么穷，爹你作为书生花钱一定也很多，娘平日里心底肯定是有气的，像我这般只会吃睡的，娘看了定然更生气。咱们以后就多干点活儿。好像我这儿子变得哪儿不对了。荣毅想来想去，最终还是重重的点了头。没错，得多干点活。你把这些干柴帮忙搬进你娘的屋里去吧。荣爵颇为高兴地去搬柴火去了。宋时锦很快把暖炕给烧了起来，本来冷冷清清的房间渐渐的开始有点热气，舒服啊。再过几日更寒之际，冬天若是下雪，睡在这种暖炕上，那简直就是再舒服不过的享受了。宋时锦兴奋地直接扑到了床上，翻了几个跟头，打了个滚儿。好容易兴奋劲儿过去了，宋时锦开始起身准备午饭。荣毅与荣爵父子二人将柴火都给劈好之后，洗漱完毕，换了衣服。刚刚换好，出门的时候便闻到了香气扑鼻的炒菜香味儿。荣毅的口腹之欲直线上升，荣爵在一旁吞了吞口水。爹，娘这会儿炒的什么？好香啊！荣毅没回答，他不擅长做饭，平日里家徒四壁的，他几乎也没怎么吃过好吃的，那种酒楼吃的极好的饭一样没怎么接触过。这会儿儿子问了起来，荣毅自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怔了怔，荣毅道：我们去厨房瞧瞧就知道了。对你说。林四婶子眉眼中稍稍有些不满。林四婶不过30岁年纪，嫁给了林四叔之后，依旧是瞧着整个人挺像一妙龄少女，平日里也没有将自己的装扮稍稍朝着成熟打扮，反而看着极其的年轻。她平日里最看不惯的便是宋时锦这样不修边幅又胖又黑的女子。这会听到宋时锦这么说话，顿时冷哼了一声。对你这样的人说有什么用吗？我们家老林可是生了病的，荣秀才会看病，我是要找他的，找你。这分明就是典型的看不起人嘛。算了，还是忍了。宋时锦挑了挑眉，他的病如何？急不急？而且生病了，不是应该去镇子上找大夫吗？或者咱们村子里也有郎中的。宋时锦觉得这个林四婶这样的做法有点奇怪，自己相公都已经生病了，按理说就应该早点带他去镇子上看病抓药去，来找荣毅能有什么用？毕竟荣毅会看，难道还能抓药啊？你让开，我懒得跟你废话。林四婶冷哼了一声，此时连宋时锦的脸都不想看，扭着身子就要往里进。宋时锦无语了，他连忙上前拉住了林四婶，要拦住他。不过他也只不过是这么做了一下，耳膜接下来差点就要撕裂了。荣秀才，荣秀才，你快点出来呀！你这个媳妇要杀人了！我他妈都没动你一根手指头！宋时锦眯着眼睛，胸口的怒火开始缓缓地上升了起来，真当他是个好欺负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此时林四婶倒要眼明手快，一溜烟的就跑了开，而后到了已经走出来的荣毅的跟前儿。荣秀才，你瞅见了没？你娶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分明就是个泼妇！林四婶嘴快的直接就开始恶人先告状。荣毅的眉头一皱，正要开口说话，宋时锦几步上前，一把抓住了林四婶的胳膊，目光冷如刀。你再给我说一遍！林四婶尖叫了一声，身子弱弱的又要朝着荣毅靠过去。宋时锦冷哼了一声，一个用力直接将他拉到一旁，让他离荣毅2步远。你泼妇，你居然敢推我，还拉我！来人啊，救命啊！荣家的媳妇儿宋时锦杀人了！林四婶的嗓门很大，长得挺好看的一个女孩，却偏偏真的就是一个泼妇。宋时锦这会儿完全没想到这女人居然会来这么一招，他挑了挑眉，目光比刚刚更冷了，甚至于这会儿更多了几分杀气和豪气。他一扭头看向了荣毅，咱家的菜刀呢？荣毅一怔，看着宋时锦杀气腾腾的模样，忽而愣了下神。在厨房。宋时锦扬起下巴，眯起了眼睛。
去给我拿过来！老娘今天砍死这个王八羔子！容易傻眼了，林四婶也愣住了。林四婶反应过来，自然不相信宋时锦敢这么干。这个女人从嫁到村子里来之后，那名声就臭得不行，平日里所有人都不喜欢她，几乎也没什么村子里的女人愿意跟她来往。她平日里也不怎么出门，偶尔见到了也是一副蔫巴的样子，被人说了闲话也没有听她有反驳的意思，大概就是一个废物一样的人。这样的人她能怕什么？林四婶咬了咬牙，你敢！宋时锦挑了挑眉，哼，你给我等着！说着，他迈开步子就朝着厨房冲去。没等容易和林四婶反应过来，他又怒气冲冲地拎着把菜刀就冲了出来。妈的，今天老娘就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凶残！他平生最恨被人冤枉，原主能忍，他可不能，该对就对，谁怕谁呀？林四婶震惊了，容易也呆在了原地。锦娘这回又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以前认识的他被昨天学富五车的他给颠覆，昨天了解的他又一次被今天土匪野蛮的他给掀翻。荣秀才，荣秀才，你看看你的媳妇儿，她这就是要杀人啊，你还不拦着？你觉得我能拦得住吗？在下弱不禁风，抵抗不住我家娘子的菜刀。林四婶傻眼了，荣秀才这么一个怂货居然不中用，他可不能再在这荣家继续待着了。宋时锦这拎菜刀的模样实在是太吓人了，他真的是太害怕了呀。就在此时，宋时锦已经冲上了前，冷笑出声，哼，别躲呀，给老娘滚过来挨刀！你不是说我要杀人吗？我就杀给你看，正好坐实了这个罪名。林四婶实在是害怕，尖叫了一声，跑得比谁都要快，几近100米冲刺的直接从荣家的大门口跑了出去。此时的荣家门口已经站了不少的围观群众了，这会儿都瞧见了宋时锦拿着菜刀把林四婶给吓跑了的样子，有人立刻就开口了，哎呀，这荣秀才惨了，居然娶了这么一个娘子，真是可怕。嘿，可不是怎么的，我这还是第一次有见到这么拿着菜刀的女子。明明那么一个有前途的男人，娶了这么一个母老虎，那可不就是真的以后一辈子都要给毁了吗？哎呀，这荣秀才得多惨呐！众人嘀嘀咕咕的，这会儿开始不停的八卦起来。其中一人的嗓门刚刚大了起来，忽而旁边的村民捅了捅他，哎，快别说了。怎么了？荣家的这么丢人现眼，而且还那么嚣张，这会儿怎么就还让人不敢说上几句？那人此时还是很嚣张的继续在说，忽而他感觉到自己浑身凉飕飕的，整个人这会儿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冷意。一回头，宋时锦阴沉着脸，正目光冷冷地看着他。这人一噎，顿时不敢开口说话。其他围观着的村民此时也是一个个哆嗦了下，瞧着这个凶巴巴的女人都个个怂了。说呀，继续，我听着呢，我正好听一听你说的这些话能有什么高见。八卦着的村民们个个面面相觑，宋时锦冷笑着看着这些人个个沉默下来，连话都说不出几句的样子。他冷声着道，刚刚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我宋时锦今天就站在这里，也不妨要告诉你们这些无聊的人，以后别让我在村子里听到一句关于我荣家和宋家的闲话，我只要听到一句。说着，宋时锦挥了挥手中的菜刀，凉凉着道，那我就拎着刀挨个的到你们家，好好的问问你们，到底那些话是从谁的嘴里头说出来的。村民们个个都被宋时锦整的这一套给吓着了，这会儿看到他这个样子，谁也不敢多说上一句，生怕被宋时锦给揍了。这女人太可怕了，这也太疯了吧，居然拎刀，万一真的跟这样的人吵起来，他发疯了怎么办？惹不起呀，惹不起。你们还要给我记得刚刚的林四婶是什么样的，她自己跑到我家来大呼小叫，我自然不可能就这么任由她在我家的地儿乱吼乱叫，所以呢，我把她给请出去了。她嗓门大，吵了你们，真是不好意思。不过若是真的觉得不痛快的，你们大可直接去找林四婶算账，别来烦我。宋时锦一手握菜刀的姿势不要太野蛮，这一试也算是立了威了。村民向来如此，欺软怕硬是他们的本性。
求他们不说闲话是没什么用的，花钱买他们的口舌，那种作用也不大。事实上，最大的作用还是宋时锦这会儿的办法——武力威慑。说白了，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地位，人人都要踩你一脚罢了。原主以前自己过于低调，遇到了事情也不喜欢解释，这些村民们都只当他好欺负，也主要是对于他未婚先孕这件事儿颇有微词，觉得有辱村风。若不是因为容易娶她入门，估计这样的行为在村民们的眼中，那一口口的唾沫也是要淹死人的。场面一度很尴尬，空气渐渐安静了下来，气氛说不出来的凝重。这时容易自院子里走出，对着在场的围观的村民们拱了拱手，先行行礼。而后他叹了口气道：我容家不过一家3口，平日里也不曾惹事，却没有想到引来这等无妄之灾，大家散了吧。村民们刚刚的确是被宋时锦给吓到了，一时还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这回得到容易的提醒，他们才对视了一眼，而后四散而去。毕竟是别人家的热闹，多看看也没什么意思。而且人家容易都没说什么，他们这些人就算是有意见，又有什么用呢？锦娘，你别生气了。宋时锦眯着眼睛看着他，我没有生气。容易语塞，这还不叫生气吗？都拎着菜刀出来了都。容易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一把抓住宋时锦的胳膊。咱们有事回去说个清楚。宋时锦轻哼了一声，却是甩开了容易的拉扯。他淡然道：别把我当成疯子看待，我清醒得很。拿着菜刀与人干架的事情，只是我的正常反应。容易无言以对，他的目光再一次落在被宋时锦甩开的自己的手上。锦娘似乎很厌恶被人给触碰，也不知他到底是如何想的，只大约是可以明白的。锦娘本人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冷漠得多，他对自己和容觉看起来似乎很友好，不过那也只仿佛是互相认识，要往深点说，彼此之间有什么情谊，大概丝毫都不可能。宋时锦挑了挑眉，你把菜刀放回去吧，我去拿块木板钉到门口的树上去。娘，你叫我干啥？宋时锦笑眯眯的，找你写几个字儿。容觉顿时很兴奋，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子，还就别说，大人越是使唤他，他越觉得自己很有用。容易将菜刀放回原位，出了门，看到此时门口的树上用铁丝圈起来的木板上的2句话之后，顿时失声而笑。这字句歪歪扭扭的，一瞧就知道是容觉的手笔。宋时锦自己倒是不肯写，用上了儿子。其中一句是说人是非者，必为是非人，另外一句就是纯粹侮辱了。林四婶与鼠不得入内。宋时锦拍了拍自己的手掌，这会儿极其兴奋。好了，完成了。而后他拉起了容觉的手，朝着院子里走去。容觉，走啊，娘跟你继续绣衣服去。好。容觉小小的心脏砰砰直跳，完了，他如今不过只是得了母亲这么一点的夸奖，便觉得心情异常的高兴，这比往日里得到夫子的赞扬还要让他觉得开心。晚上，宋时锦皱起了眉头，这原主除了会刺绣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技能？感觉能够练出如此厉害的刺绣实力来，怕是原主本人应该是很强的，很有可能他还有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技能，他要不要给自己测试一下？宋时锦想了想，古人所会的玩乐的东西并不少，只是可惜他如今生活在这个穷苦的山村中，想要拥有那些可以用来测试的物品都完全不可能，只能以后有机会碰到了再尝试了。这会儿门外有人叩门。锦娘，睡了没？容易在门口站着问。宋时锦皱起了眉头，要睡了。容易一定是要提一下今天中午的事情吧，他才不要听训斥呢。而后便又听到容易站在门外敲门的声音，充耳不闻，只当没有听到。宋时锦挑了挑眉，此时极其的淡定。锦娘，你的影子还在窗户上，你还没睡？宋时锦手臂一松，而后整个人趴了下去。他恼怒的直接下了床，踩着自己做的棉拖鞋，蹭蹭蹭的跑去开了门。才一开门，宋时锦的语气就不是很友好。你到底要干什么？我的确没睡，我不想跟你聊天。
容易俊美的脸上此时多了几分说不出来的妖艳，毕竟是个太过于好看的男人，尤其此时的他还一身白衣，锁骨微露。容易抬了抬眉，我想说的是，明日我要上山打猎，提醒你一下，早些起床。如果可以的话，你还要照顾荣爵。宋时锦一怔，这么快？不是说还要几天的吗？本来是还有几天的，只是刚刚村长给传了道消息，所以我才过来跟你说一声。宋时锦的脸一红，你直接在外头跟我提一下就好了，我能听到的，何必一定要让我开门呢？宋时锦哼哼着，他实在是不想跟这个男人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每次这容易跟他单独在一间屋子里，他总有那么一种难以忍受的压迫感，所以能躲开就躲开，反正他是要与这个男人早晚分开，是要和离的，自然就是能不到一起有牵扯，还是不要有的好。容易眉头紧皱，锦娘很讨厌我？没有，不讨厌。那为何锦娘连与我多说几句话都不愿意？我本以为我们是已经可以正常交流的夫妻，我可以敬你重你。容易的眸子仿佛是着火了一般，烫得宋时锦有点哆嗦。他尴尬地干笑了一声，可我不需要啊。容易，我不是讨厌你，我也知道你在对我慢慢改观，不过我对你很陌生，很陌生，我们之间不必一下子装作那么熟悉的。宋时锦挺了挺身子，整个人在此时多了几分冷静和淡然。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需要距离感重一些的，毕竟我们从成亲到现在真的没有那么熟，既然本身就不是那么熟悉的人，那又何必装作那么亲近呢？容易深深地看了一眼宋时锦，这女人若不是因为她眸色中的淡然和尴尬，她真的以为她对她欲擒故纵。容易皱了皱眉，宋时锦对她的戒备极深，事实上刚刚与她成亲的时候，她的眼神中是没有戒备的，只是一滩死水。她看得出来她是心如死灰的，所以万事不积极，对孩子不上心。她虽然不满，却也无法说什么。从那次清醒之后，宋时锦就开始渐渐地融入这个家庭了。他开始自我改变，甚至开始尝试做很多的事儿，什么都开始变得很好。却不想他始终对他极其的警惕。好，既然锦娘这么想，那我自当同意。宋时锦松了口气，这会儿没有了来自容易的压力，他的心情好多了。锦娘早些休息，告辞。看着容易离开，宋时锦依旧没心没肺地回到床上。之前他的话说给了容易听，好像容易没听明白，这一次看样子容易应该是已经彻底清楚了，以后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做自己的事情，也不必应付容易这个人随时随地的靠近和压力了。容易已经换好了猎装，带着平日里要携带的东西，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看着容易的模样，宋时锦愣了愣神。第一次看到了容易这么一副猎户的劲装打扮，男人的精神气儿更足了。清朗的模样配着剑眉星目，愈发的英气逼人。宋时锦的心又开始狂跳了起来，这男人长得也太好看了些，这以后太危险了。走吧。容易没有如之前一般总是用目光打量宋时锦，看到容爵也收拾好了，便点点头，先行走了出去。容爵眨了眨眼，娘，今天爹怎么看起来这么怪怪的？哪儿怪啊？他话又像以前那么少了。哦，你爹本来不就这样吗？这很正常。宋时锦拉着容爵跟在容易的身后，他话虽然这么说，可心底却是明白的。昨晚他说的话，容易应该是听进去了。照着他的要求，自然是他们二人要保持距离的。果然还是这样，他最舒服。到了村口的时候，众多的村民们早就已经聚集在一起聊天了。王村长在高台上站着，他的身边站着的是王家人，王家的几个优秀的子女也在。宋时锦一眼就看到了王四丫。王四丫一身桃红色的夹袄，漂亮的脸上抹了脂粉，本来就年纪不大，这会稍稍一打扮，便如同天仙一般好看。村子里不少男人都渐渐地被这样漂亮的女孩子吸引了目光。人性本就如此，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王四丫又年轻又漂亮，
便是脾气性格不好，常常喜欢发脾气，这会儿在众人的眼中也似乎并不是什么问题，反而不少的人还会觉得他这个样子很是可爱好看。荣爵也喜欢王四丫，上一次王四丫还给了他一些好吃的，这点荣爵还记得，所以荣爵一瞧见了王四丫，他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娘，那我一意，我要去找他玩。小孩子天性喜欢玩，他也没道理一定要让这孩子跟在自己的身边，适当的让他好好的出去交交朋友才是对的。而且王家那边还有一个与荣爵一样大的孩子在，荣爵高高兴兴的跑去玩了。宋时锦也朝着村子里女人们所站着的方向走过去，刚好似乎有个长相清丽秀气的女子正对着他笑，看起来对他印象还不错的样子。宋时锦便走了上前。荣家娘子，你应该是不太认识我吧？我是薛木匠家的，我姓霍，你可以叫我小名安若。霍安若，这名字一听就挺有艺术感的。宋时锦点点头，人家对自己这么友好，他自然也是要给旁人一个好脸色的。你也别荣家娘子的叫我了，你叫我锦娘。锦娘啊，你快过来这坐着，咱们到时候一道。旁边还有个微胖的妇女，一脸笑得开怀的模样。宋时锦这个倒是认识的，连忙上前笑着对他打招呼。牛二嫂。锦娘，你是最近好像瘦了呀，我看着你这脸都小了一大圈呢。真的好像瘦了，尤其是那肚子，瞧着就小了许多。旁边站着的霍安若立刻接上了牛二嫂的话。宋时锦抿唇一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又是节食又是运动的，天天这么虐，能不该瘦下来吗？若娘说的对，我呀之前看到了锦娘就以为她又怀了呢，每次瞧着那肚子都是圆圆的，也是咱们这些胖着的人，怀没怀孩子一般人都瞧不出来。牛二嫂是个心宽体盘的，一开口虽然有点不遮掩的样子，可却是能瞧得出来她是半点没有心机的。宋时锦倒是很喜欢牛二嫂这种性格，连连笑着道：牛二嫂说的对，可如今我这肚子也没了，倒是我要问问二嫂是不是显怀了，那牛儿可要高兴坏了。牛二嫂可不是一个会害羞的，反而乐乐呵呵着道：你还真别说，可惜没有，若是真的有了，晚上回去牛儿上不了我的床不说，还会给我端洗脚水呢。宋时锦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连带着一旁的霍安若也跟着笑，一旁还说起了牛二嫂这个样子。你呀，年纪大了，真是一点都不知羞了。嗨，怕什么？都成亲了这么久了，这有啥怕的？好像若娘，你不是被你家木匠晚上蹂躏，锦娘晚上不上荣秀才的炕呢。宋时锦一下子就呆住了，我操，牛二嫂这人真是荤话张口就来啊！农村的妇女未成亲之前，那还是有些羞耻的，有些过分的话，那说来总会令人面红耳赤。可若是成了亲，那就给那些以前柔弱的女孩子们彻底的打开了一扇新世纪的大门，然后以前的那些个廉耻仿佛瞬间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女孩子们个个的粗鲁，而且荤话张口就来。宋时锦这种面皮可是有点承受不住。牛二嫂瞅一瞅宋时锦那个尴尬又不自在的样子，顿时笑了起来。你这怎么还害羞上了呢？锦娘，你跟荣义两个人也成亲了一段日子了，该干的都干完了，还有啥害羞的？宋时锦脸色更加的涨红了。我的妈呀，救命啊，这里有老司机在开着法拉利飞速的狂奔。霍安若被牛二嫂给逗得笑个不停，他也是成亲的人了，自然也没将这些放在心上，倒是对于宋时锦这会儿的反应还真的有点好奇。牛二嫂说完了刚刚的豪放之语，这会儿还没完，又继续道：我家牛二这人就有点怂，要是他长得跟你们家一根那么好看，我瞧着八成麻烦。霍安若闻言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如清风霁月一般轻松如玉的男人。是啊，不得不说，我在那些富贵人家也是见过长得好看的男人的，
可是个个都比不上一哥，咱们这一哥的长相真的太一绝了。话说，锦娘，你可得看好了。牛二嫂眯着眼睛，连连点头。就得看好了。你瞧瞧王思雅那个狐狸精了没？那身子眼瞧着就要靠在你相公的身上去了。三个人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容易身边站着的王四丫。牛二嫂与霍安若都是已经成了亲的，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贱人。换个身份想一想，说是自己家的相公身边出现了这样的，那他们不得气死了。霍安若皱起了眉头，这王家的人都不想着管一管这个王四丫，他是不是都不知道自己的脸该往哪儿放了？牛二嫂冷笑了一声，哼，八成是咱们村长看上了一根的能力了呗。说是一根一举考上了个举子，那就直接一步登天当了大官了。如今愿意给一根去族学读书的机会，我也正是这个原因。有道理，说是王四丫能嫁给了一哥，哪怕只是个妾室，以后也是可以给王家带来荣耀的。不过我大体觉得这王家的人大概是不想让王四丫做妾的。霍安若冷笑了一声，目光中多了几分冷意。哼，这些人的心思我还能不知道？他们就是瞧着锦娘如今是无依无靠了，很有可能到时候逼着锦娘下堂，自请离去。背后没有娘家支持的女子便势单力薄，若是旁人定然要做这种事情，那是怎么也没办法解决得了的。霍安若不由得同情地看着锦娘，却发现她此时正一脸呆滞地看着容易与王四丫所在的方向发着呆。大概锦娘是很心酸的，瞧瞧都看得目不转睛的，这心里八成是特别的难受。只是霍安若本来是这么想的，下一秒却听到了宋时锦的笑声。你们瞧见了没？那边的山上那是不是有坨屎啊？从这个角度看，像不像长到了王思丫的头上了？霍安若呆了一下，他顺着宋时锦说的方向看过去，的确从他们这里瞧过去，还真的仿佛是王思丫头上顶了一坨屎的样子。牛二嫂瞧着也跟着哈哈大笑了起来，引得村子里的人看着这三个妇人的眼神这会儿都有些莫名其妙了。此时的确是真的有点搞不懂他们这到底是在笑什么。霍安若没有笑，他等宋时锦笑完了，皱起眉头问他：锦娘，你心里难受吗？你是不是很伤心？宋时锦一头雾水。霍安若道：就是这王四丫一直三番四次的缠着你相公啊。宋时锦皱起了眉头，容易长得好看又有能力有未来的被小姑娘喜欢很正常嘛。狗嘛，闻到了肉包子哪儿不能过去凑一凑呢？霍安若无语了。王四丫是狗，这容易是包子？宋时锦轻笑，眼底多了几分冷意，似乎是他身上自带的一种自信，又仿佛是对此种行为的不屑。哼，可惜呀，王四丫凑是凑过去了，他却一点不了解在他面前站着的容易是个什么样的人。容易表面上温柔，可宋时锦却始终觉得他的内心比他自己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越是一张无害的俊美的脸，代表着的反而很有可能会是最厉害的毒药。若是王四丫这点都不明白，怕是会死得很惨。况且安若还不明白吗？这种事情得男人说了算，容易若是喜欢，他爱娶几个就娶几个便是了，我还能拦得住他？随他去呗。反正他与容易之间又没有爱情，这容易又特别的疼儿子，就算是真的娶了二娘、三娘、四丫的，在他的心底，那容爵的地位也是绝对不会受威胁的。宋时锦想的是如何挣钱，如何和离，至于容易身边会不会有什么桃花，会不会有人威胁到他的地位，这个一点不用考虑。你想得这么开啊？霍安若不由得一呆，这与传闻中宋家大小姐对一哥儿一见钟情、死活下嫁的说法，怎么瞧着完全就不一样啊？这也有点太不对劲儿吧。霍安若第一次感觉到有点看不透宋时锦了，以前还能说是稍稍有些敬佩，现在看着怕是真对他完全不了解。难道宋时锦根本对容易毫无感情？大伙都收拾好了东西，
很快就准备要一起出发了。山上如此冷清，干枯的树叶层层堆叠。宋时锦跟在团队的后面，与村子里的妇人们在一起，脚踩到枯叶的时候，耳边便会传来枯叶子的破碎的声音。忽而前方传来了荣爵的哭声，还有王四丫的尖叫声。容易挑了挑眉，漂亮狭长的凤眼里微微闪过一道火光。他拍了拍荣爵的背，轻声道：爵儿，回头，你娘叫你睁眼。荣爵也没有瞧见宋时锦揍人的场面，一回头便看到了王四丫被自己的娘给抓着的场景。而且这位好看的姨姨不仅仅脸上有个鲜红的五指红印，那一身的衣服上也全是泥土，那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可宋时锦此时却仿佛丝毫没有将这些放在眼里。给我儿子道歉。道歉？你是不是疯了？宋时锦眯着眼睛，清丽的眸子里闪过一道寒光。疯了？也许你可以这么认为。王四丫，你对我儿子说那种话的时候，就应该会想到有这么个后果。动我儿子，如同挖我的心。废话少说，道歉。宋时锦的语气冷漠，手还抓着王四丫背后的衣服。王四丫敢不听吗？他之前是挺嚣张跋扈的，可是被宋时锦这么一揍，他还能跋扈得起来吗？王四丫撇了撇嘴，哇的一下哭了起来。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不该说你娘的坏话，是我不该说你不是你爹的孩子。王四丫这也太惨了，又惨又有点好笑。牛二嫂听着王四丫被宋时锦给欺负得嚎啕大哭，她越瞧着她哭得越厉害，那脸上的土就跟着吧嗒吧嗒的掉着，她笑得越开心。王四丫也能有今天呢，为什么我觉得她哭起来这么好笑呢？霍安若在一旁连连感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宋时锦才不会因为王四丫哭了就放过他。他继续冷冷地看着他，目光戳得王四丫整个人一哆嗦。你为什么还这么看着我？我道歉了好吗？宋时锦冷哼了一声，这回放开了他，双手抱胸。宋时锦看着王四丫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要走开的伤心模样，忽然开口叫住了他：回来。王四丫心中哀嚎，他都已经这样子了，宋时锦还不肯放过他，不就是说了几句闲话而已吗？他如今再也不敢说这些了，脸都被丢尽了。虽然腹诽，王四丫的脚还是听话的停了下来，他怕再次被揍。这会儿他的胳膊也疼，屁股也疼，脸更疼。宋时锦看着他问道：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说是再有下一次，我会让你比现在更惨。王四丫边哭边乖巧的点点头，我知道了。而后他慌一般的捂着脸跑了。宋时锦原本凶神恶煞的一张脸，在转身看向容易怀里的荣爵的时候，忽而就变成了一副温柔又甜美的笑。爵儿，这回可是出了口恶气了？荣爵重重的点头，而后眼睛里闪过几分敬佩。那漂亮的跟他父亲一模一样的丹凤眼里，这一刻溢满了光。宋时锦被这样如同藏匿了星光的眼睛给整得心底跟着一暖。不过娘已经帮爵儿出过气了，以后爵儿就不要再记仇了，知道了吗？娘说的对，我都听娘的。不听不行啊。虽然他没有看到王姨姨的样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他猜也猜得出来，王姨姨被自己的娘亲给痛揍了。万一自己不听话，以后娘亲也动手打他的屁股，那可怎么办？娘亲虽然严厉，可对他的关心却不是假的。他现在的心已经开始越来越偏向娘亲了。容易不知道为什么，总有那么一种错觉，好像这家里头他的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宋时锦刚刚看他的眼神，那也是极其可怕的，这令容易整个人真的浑身的不舒服。锦娘，我刚刚走在前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这边的解释刚刚到，那边的宋时锦很平常的点点头，语气平静的很。我若是在一旁，
定不会让荣爵受委屈的。你说句话，你不说话的样子，我害怕。容易走了2步上前，有点讨好宋时锦的样子。锦娘，荣爵已经大了，你这么抱着他会胳膊累的，我来吧。不用了，抱着这么几十斤，我纯当减肥。宋时锦又是不冷不热的拒绝掉，对着容易冷冰冰的，一转身对上了牛二嫂和霍安若2人，却是笑容满面。二嫂，若娘，我们走吧。牛二嫂跟霍安若2人对视了一眼，默默无言，连忙点了点头，跟在了宋时锦的身后。看到了宋时锦刚刚的样子，他们2个人是彻底明白了，这女人瞧着平日里淡漠又寡言的性子，实际上却是一点都不好惹。他们已经算是很强势了，可在锦娘的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而且这容易看着长得好看，又还是个秀才的，一般村子的人都挺金贵着她，可锦娘似乎没将她看得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啊。宋时锦与众女人走远，容易也被平日里关系还不错的村民们给围上来安慰。一哥，你别太伤心了，这事儿本来就跟你没什么关系。王家那4丫头以前瞧着还行，现在看起来也好像有点太不稳重了。不过王4丫这有问题，也不至于让锦娘发那么大的火吧。锦娘平日里看着挺不爱说话一人，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脾气的呀。我也是，第一次瞧见锦娘那样的架势，真把我也吓了一跳。村民们议论纷纷，评价着刚刚的内幕，皆因为锦娘的做法而震惊，太少见了。哎，你们不知道，上一次林四叔的那个媳妇儿闹事儿，那次锦娘还立了菜刀，说要砍了他呢。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最终看向了容易，而后一脸的同情。一哥，平日里遇到这种事情，八成是很为难的吧？那可不是，咱们一哥往日性格多好啊，啥时候见过这种阵势？锦娘这可真不像是宋家大小姐出身呐！哎，我都说员外家的千金瞧着柔柔弱弱的嘛，怎么咱们锦娘这么凶？容易看着众人询问自己，一时沉默。他所思所想的并不是锦娘凶这个问题，他想的是为什么锦娘此时有点生他气的意思，他到底做错了什么？锦娘，看不出来荣爵这还是挺喜欢你的。还行。我家那个牛蛋子就不行，到处给我惹事儿，皮的不行。这会儿牛蛋跟着他爹呢，一会儿那孩子来了，我让他与荣爵一块玩玩，他们呢也好有个伴儿。牛二嫂看了一眼荣爵听话又乖巧的模样，心底顿时就软了。话说这样的荣爵才是他真正想要生出来的小孩子的模样啊。娘，你快点松开啊！你早说荣爵在这儿，那我不就早就跟着过来了吗？别说，牛蛋瞧见了跟他一般年龄大小的荣爵，顿时心情就好了起来。大家都是同龄人，那互相相处起来才是真正的没有什么压力的。牛蛋不想跟大人们一起玩，却是很想跟荣爵在一块的。小孩子们都这样。荣爵也从石头上走了下去，不过这会儿他也没忘记转身问问自己的娘亲：娘，我可以出去玩吗？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去很远的地方，最好一会儿叫你们的时候你们能听得见，还有不要远离我的视线。荣爵点点头，而后朝着牛蛋走过去了。2个小孩很快就打成了一片。荣爵看着要比牛蛋小，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仿佛很是有威严一般的，能很快就让牛蛋对他高看几分，反而拿主意之类的会是牛蛋了。我看呐，我这个儿子也蠢笨，跟我那个男人似的，做事总是要气死人了。他跟在荣爵的身边呐，学一学荣爵的聪明和智慧，那也是极好的。看嫂子说的什么话，其实不是牛蛋要学习荣爵，而是荣爵要向着牛蛋学习。我家那个混账小子能有什么被人学习的地方？你呀，就别只挑好听话说了。容易那个秀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哪懂得这些个人间疾苦的？他大体是个五谷不分的，所以教导出来的荣爵却有点不接地气。你们家牛蛋就不同了嘛，小孩子就得像他这样活泼好动才行，只有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才能承担得了压力。宋时锦可不是教养孩子那一套，该皮实一些的时候就得皮实，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反而很好。锦妹子，
以前我咋不知道你这么会说话呢？你呀，这话说出来，夸得我这心里头啊特别舒服。牛二嫂傻呵呵地笑了起来。都是当娘的人，谁也不想自己的孩子就真的被人给瞧不起，尤其是旁人还要说自己家的孩子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就算当面不会说什么，那当娘的心底自然是不好受的。那我以后就继续多夸夸，让我们二嫂的心里更舒服。那感情好。这边他们两人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其乐融融的。是刚刚荣爵那小子欺负了我姑姑。一个容颜清俊的小孩子皱起了眉头，看向了身边的一个个子有些高的瘦条个子的约莫7岁左右的大孩子。那大孩子重重的点点头。对呀，你不是瞧见了吗？你姑姑的脸上全是红印子，而且刚刚还哭了呢。敢欺负我们王家人，荣爵是不想活了吧？哼，怪不得我刚刚瞧着我姑姑满脸都是眼泪，原来是荣家人干的。走，我们找荣爵算账。算账是肯定的，那荣爵平日里吃王家的，还住在我们村子，全凭王村长您爷爷给照顾着，这会儿居然还敢欺负到王家的头上，绝对不能饶了他。我们一起去。那大孩子瞅了一眼自己身后的2个高个子，你们跟着一起，我们去教训教训荣爵。荣爵与牛蛋玩得正好，忽而眼前一道阴影照住了他的光。荣爵一抬头，便瞧见了几个明显比他高的大孩子向他和牛蛋走过来，将他们给围了起来。牛蛋一怔，第一次有人在这种时候想着的不是自己跑，而是要让他跑。荣爵，我听说是你们家欺负了我姑姑，是不是？王傲轩，那是你姑姑跟我娘之间的事情，你来找我，怎么是想要跟我打一架？荣爵皱起了眉头，他瞧了一眼这四周的情况，立刻就意识到了麻烦了。一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回一听，居然是替刚刚的王姨被揍的事儿来找他了，还真是冤呐。不过也不冤，毕竟他娘干的事儿算起来就得他来承担的，子偿父债，儿还母情，本就是应该的。你还真挺嚣张的，荣爵，我知道你平日里打架厉害，私塾里头的大部分兄弟们单打独斗都不是你的对手。不过我王家人在你们家受了委屈，这事儿绝不能就这么算了，我怎么说也得找回场子。王傲轩年纪虽然小，那好面子的范儿这回倒是摆得十足的。荣爵看着他，那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哼，你难道这会儿看不出来？王傲轩冷哼了一声，对着身后的大孩子们使了个眼色，几个人就朝着荣爵走过来。荣爵知道这一次打架是逃不掉了，索性他也不躲，反正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干脆就一次了结。牛蛋，你走开，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荣爵刚想要提醒他刚刚相处的好兄弟，这会儿还是有点危险，想让他走开，却不想看起来有点痞子的牛蛋儿身子一直朝着自己的胸口拍了拍。你是我的兄弟，我绝对不会让其他的人欺负你，放心，我帮你打跑他们。牛蛋这话说出来，顿时令王傲轩与他带来的几个人不由得直接笑了起来。呸，就凭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多大能力，敢说这种大话，也不怕笑掉别人的大牙。你们还愣着做什么？直接连着这个一块走，我倒要看看回头他们敢不敢猖狂。不好了不好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林玉峰慌慌张张的小跑了过来，英俊的脸上整个都白了。牛二嫂瞅着他这副模样，皱起了眉头，一时有点瞧不惯了。吵什么吵的，打什么打的，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磨磨唧唧的？牛二嫂就瞧不上这样的男人，还没什么事儿呢，就先自己乱了起来。牛二家的就是你家的牛蛋，牛蛋跟人打起来了。哼，那混账小子跟别人打架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吗？他这完全不必担心。二嫂，不然您这会儿就过去看一眼吧，万一真的有事儿呢？牛蛋他们也毕竟还是个孩子呢。林玉峰深吸了一口气，看向了宋时锦。打架的不只有牛蛋，这次还有荣爵。什么？居然还有荣爵？没等宋时锦这边起什么反应，牛二嫂整个人倒是先炸了起来。呀，牛蛋那个混球，老娘让他跟着荣爵好好的学学规矩，学学旁人的能力，他倒好，居然敢领着荣爵去打架。
弟妹啊，我这可有些对不住你。乔二嫂说的话都是男孩子皮糙肉厚的，打个架嘛，又能算得了多大的事儿呢？何必因为这点小事儿就说对不起对得起的？二嫂，况且事情还没有个定论呢，这暂时还不能就认为是牛蛋的错呢。我看呐，惹事儿的八成会是荣爵也不一定。荣爵？那怎么可能？荣爵连离家出走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打个架那不是小意思吗？弟妹啊，我才发现你这心那可是真大呀！自己儿子打架都一点没放在心上的样子，这是虎，还是就是太有见识了？宋时锦在林玉峰的身后跟着，觉得这个读书人看起来人品还行，就是有点酸儒的那股劲儿，另外还有些胆小怕事了。就比如这点孩子们打架，他瞧见了，居然连个拉架都不敢，就这胆子也是一绝。很快就到了地方，果然几个娃娃蛋子们已经在这会儿闹疯了。荣爵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头上扎的发绳这会儿也跟着直接就散开了。瞧着这孩子别说，也真的是挺惨的样子。而一旁的牛蛋儿鼻子上一青不说，还正往下流着鼻血，两只眼睛也青了一个，瞧着也还挺狼狈。不过这俩孩子狼狈是狼狈，却瞧着很是兴奋。毕竟在他们两个人面前的剩下几个，个个都躺在地上哀叫。至于王家的那个金贵的二少爷王傲轩，他正捧着自己的一簇头发在哭。宋时锦瞅了一眼，头发上那一坨给薅掉了。牛二嫂一见牛蛋这个模样，立刻上前，先是检查了下牛蛋浑身上下，看看有什么问题。一瞧见他还挺正常的，牛二嫂一个巴掌就拍了下去，直接打在了牛蛋的脑门上。你个混账小子，谁准许你打架的？你还领着人家荣爵一起，你是不是嫌丢人啊？是不是？牛蛋一脸不服气，只捂着脑袋一声不吭。反正他向来扛揍就是个冰痞的模样，就算是挨揍了，他也绝对不喊一声疼。当然他也不会做什么解释。您不能打牛蛋，他没错，他也没有领着我打架。牛蛋这一次都是为了我，他真的没做错，他不光没有错，还非常的重义气。以后牛蛋就是我的好兄弟。牛二嫂一呆，看着小荣爵的这副模样，他有点傻眼。宋时锦连忙上前拉住了荣爵。荣爵本来是挺害怕自己娘亲过来要揍自己的，只是想到牛蛋却要因此而受罚，他便有些不舒服。娘，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你快跟二婶说说，让她别打牛蛋了。牛蛋真的是为了帮我才打架的，你要罚就罚我，可就算是罚了我也是一定要说的。我不觉得我被打了，这事儿就应该是我的错了，我可以接受处罚，不过肯定是不服气就是了。哟，这荣爵瞧不出来，他还挺有这么点的男子汉的义气嘛。宋时锦看了看他，倒也没有这会儿就立刻发火，只是很平静地开口问道：先说说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牛蛋见自己很有可能不被牛二嫂打了，便立刻开口，也帮着荣爵在他娘面前解释。他连忙就将刚刚的事儿都给说了出来。宋时锦挑了挑眉，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哼，感情王家这一脉相承的骄纵，还真是谁也不落。荣姨，你不要责怪荣爵了。宋时锦笑了笑，这俩娃娃蛋的，这会倒是挺会彼此给彼此依靠的，瞧着倒是同病相怜的样子。荣姨什么时候说要责怪爵儿了？荣姨更不会骂你，荣姨还要谢谢你帮助了爵儿，你很勇敢哦。牛蛋的眼睛顿时一亮，他就喜欢有人夸他勇敢，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赞他呢。爵儿，过来。荣爵移动了下自己的脚，他忽然之间想起了之前娘亲揍王姨的那个情况，他这会儿也该不会要挨揍了吧？荣爵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同样是挨揍，他面对着刚刚的王傲轩就是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可是面对着自己的娘亲，他这会儿就仿佛担心得很，一时间连手脚都不知道要放哪儿了。娘，爵儿，你做得很好，不要委屈啊，娘很开心，我就喜欢我们荣爵替娘出头的样子，不过以后要学点武术来保护自己了。荣爵一头雾水，
娘没有骂他，居然还夸了他。荣觉忽然之间有点想哭。娘，我……荣觉这么一叫娘，那眼泪忽而就吧嗒一下落了下来。他挨揍的时候没有哭，他被骂的时候也没有哭。他面对着那些个人的欺负，他想到的也只有是浓浓的不服输。可他此时看到了自己的娘亲，在他伤痛的时候过来说了一句不要委屈呀。他忽然之间那眼泪就彻底的停不下来，控制不住。好啦，别哭了，这有什么呀？不过就是小事儿，这次打架不是还胜了吗？我们荣爵就是厉害。真的吗？娘，你真的觉得我厉害？那是自然，不过往往打架有的时候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你看看，你这么跟他们打了一架，就能让那些人真正的从内心底里对你心服口服了吗？问题只能化解而不能消除，矛盾随时都会存在。你要学会的是如何掌控人心，让别人对你言听计从，而不是用蛮力。那样的话效果可不会很好，而且还会很容易结仇。宋时锦的话说出来，荣觉似懂非懂。他虽然年纪还小，可他此时却记住了他娘说的这些话。所以打架并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攻心。荣觉抬起眼睛，郑重地看向了自己的娘亲。那娘亲，我如果想要让王家人不与我们为难，我应该怎么办？宋时锦的眸色微微一暖。你到那位被你们抓坏了头发的那个孩子旁，跟他交个朋友，你可以去试试啊。荣觉微微一愣，要这么做吗？刚刚王傲轩明明还要过来欺负他的，还是替着自己的姑姑来说话的，可这会儿他竟然要忘记所有的一切，反而要跟他站到一起吗？那这样，觉儿，最终的胜利是属于共同的利益，而绝对不是一时之勇。一群人的力量永远比一个人的力量要大。你要学会的并不是与他人对立，而是团结。宋时锦不想让荣觉在这么小的时候就要因为小朋友们的孤立而走向一条孤独的道路。他要让荣觉学会化解人际关系之间的问题，学会与人相处。荣觉思考了下，重重的点点头。娘，我知道了。忽而荣觉到了他的面前，直接把他给吓了一跳。王傲轩害怕他过来打自己，他结结巴巴的开口，你想干什么？你要是再弄我的头发，我就要叫我爷爷。荣觉对着王傲轩伸出了手。所以你是打了我一顿，然后再要跟我做朋友吗？哼，我才不愿意。荣觉，你揍了我，你娘揍了我姑姑，这事你觉得能算完？我真……他的话还没说完，下一秒这话就被吞回了肚子里。因为荣觉居然伸出了胳膊，忽而往前的一探，直接将他给抱住。两个孩子就这么抱在了一起。王傲轩直接懵了，脑子瞬间宕机。我揍了你，这会儿抱抱你，就算扯平了。王傲轩无语了，这账是这么算的吗？为什么他自己不知道啊？王傲轩也不知道是该气还是该笑，总之表情很是复杂，内心也有一点异样。第一次对上荣觉，他忘记了如今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他了。荣觉松开了王傲轩，笑得那叫一个甜。王傲轩，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了，你要保护我。我没有。王傲轩还是有些挣扎的想要拒绝，下一秒却被荣觉勾起了他的手指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王傲轩更加的无语了，他为什么不知道荣觉居然这么赖皮？林玉峰早早就站在一旁瞧热闹了，这种事情他是挺常见的，往往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打架并不稀奇，大概的情况就是几个熊孩子打架了，然后有人过来将他们给拉开，再彼此唠叨几句，而后要不然自己家打孩子，骂上几句话，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可宋时锦并不是这么干的，他对荣觉的教养真的令他震撼。也许旁人对这个并不能理解，可他是读书人，这中间的道理他只要一听便知道是对还是错。宋时锦的格局之高，这已经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普通的村妇，甚至于这些村子里所有的男人女人都不一定能说出刚刚他说的那番话来。林玉峰感觉自己看到宋时锦一次，三观就要被颠覆一次。宋时锦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就在林玉峰一脸呆滞，
感觉到自己学到了什么的时候，忽而宋时锦走到了他的跟前儿。林相公，谢谢你了，这次如果不是你来报信儿，估计这事儿还会闹得更大一些。林玉峰平日里见到宋时锦总会鄙视他，瞧不起他，也向来不可能会用正眼瞧他。可是这一回他看到了宋时锦，却头一回觉得自己有点小小的紧张了，甚至于内心还升起了些许的敬畏。不用谢，以后要多上我们家去串门啊，容易有你这样的好友一定会很高兴的。真的？容易会见了他高兴，这应该不会是真的吧？他怎么这么不能相信呢？此时的容易正与王家人一道拎着猎物赶回来，他的目光落在了正与林玉峰攀谈着的宋时锦的身上。微胖的一张脸，皮肤却渐渐的比往日要白了，虽然还是胖，却因为长期的体型和运动拉伸，显得脖梗好看，体态更直了，气质便直接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加上他会时不时地温婉着对着来人笑着，也会静静地倾听，便很会令人心底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就比如林玉峰那张小白脸儿，顿时就红透到了脖子，他定然是极其喜悦的。一如自己与宋时锦交谈时的感觉，被他的谈吐和见识所深深的折服。任何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人都绝对不会放过与他聊天的机会，因为那定然会带来质一般的提升和成长。容易皱起了眉头，忽而心底不高兴了。媳妇儿与别人聊天，给人家上课了，不开心。哎呀，这是怎么了？大家的孩子们的家长们这会都到齐了，他们在山上狩猎，却不想自家的崽子们在休息区打架，一个个见到自己的娃都是少不了的揪耳朵，拍掉他们衣服上的尘土，再训斥几句的。你这孩子，你怎么也学着要跟别人一起打架呀？你可是王家的二少爷，你能跟这些个孩子一样吗？王傲轩把脸往旁边一瞥，冷哼了一声：你少管我！王秀娘顿时一噎，她自然管不住这位二少爷。王傲轩这小子脾气跟他大哥一样的倔，说是自己想要做什么，那自然也是没有人能拦得住的。毕竟王家所有的人都将王家这两个聪明的儿子给看得很重要，平日里那可是含在口里怕化了，放在手心里怕摔了。他要是惹王傲轩这位祖宗不高兴了，回去被骂的人不会是王傲轩，反而会是他自己。王秀娘不敢跟旁人一样说王傲轩的不对，却是可以帮忙去为了他跟其他的人理论理论的。二话不说，王秀娘就直接找到了宋时锦和牛二嫂。你们家的儿子是怎么欺负我们家傲轩的？你们看看，都把我们傲轩的头发给弄掉了。小孩子们打打架嘛，大家一起玩玩闹闹很正常啊，难不成这孩子们的事情还要闹到大人们的身上来吗？就是，明明就是孩子们在一块玩，你却要过来找事儿，怎么？难不成你也想找我们打一架？王秀娘一个哆嗦，她自然是不敢的。王四丫那么嚣张的都被直接给教训了，她算什么？这真的闹起来，倒霉的只会是她。那还是算了，打架倒是不必，倒是想要讨一个公道罢了。我们村成立将近100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荣家的这么有魄力。说教训我王家的女儿就教训，说对我王氏的孙子打了就打了。不知道这荣家的媳妇儿能不能给我这个一村之长一个说法？王村长这会儿到了，这回上山打猎，猎物自然是很丰盛的，况且他们本身就在山上都设置有陷阱，大部分陷阱里的猎物只要收一收，过上1-2个月吃肉还是没问题的。这男人们才一忙完，一下来就听说自己的女儿跟孙子都被揍了。王村长如何不气呀？急忙地赶了过来，就要找宋时锦讨一个公道了。王村长的话才说完一半，宋时锦刚刚要开口，忽而一道高大的身影从一旁走了过来，直接将他的身形给挡住。容易神色淡然，目光中微露寒意。不知道王村长想要个什么说法？容易，我敬你是村子里极好的秀才，很有可能
未来不可限量。我让整个村子的人都对你极其看重，却不想你却对我王家人做出如此羞辱。去把四姑娘叫过来。四丫儿，你过来，把刚刚的事情从头到尾好好的说一遍，到底什么情况？你放心，我们王家的人不该那么受欺负。王村长的目光冷冷地落到宋时锦的身上，宋时锦也丝毫不怕地与他对视。不过下一秒，容易便又将宋时锦与王村长的互相对视的眼神给隔开了。他身子一挡，只留了个笔直的脊背给宋时锦。王村长和宋时锦都呆立在原地，容易淡然地看向了王四丫，俊美无愁的容颜，清俊的少年气质，若是神色冷漠，便如天上之月，冷漠阴凉，足以拒人于千里之外。容易道：王四姑娘，麻烦你对大家伙说明情况。王四丫哆嗦了下，哭丧着脸道：我不想说。他也很为难呐，面对着爹爹这边，怕爹爹生气，可要让他来指责宋时锦，他更怕自己又被踩脸。王村长气得不行：你就说说，你这脸上红印子怎么回事？还有这裤子上的脚印，被谁给踹了？宋时锦在一旁瞅着，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感觉王村长作为王四丫的爹，真的有点令人无语，把闺女的创伤血淋淋的扒开，还就这么公开处刑，认识什么样的小姑娘都会面子上挂不过去。王四丫显然还是个要脸面的，她咬了咬牙：爹，这红印子是我自己扇自己的，这裤子上的脚印是我不小心撞到了宋时锦身上的，这事儿只是个意外，其实没什么的。自己扇自己？你他妈没事自己扇自己干什么呀？王四丫跺了跺脚，实在是不想搭理这个没头脑的爹，让王村长这么问下去，最后只能是让他被打了一顿之后还更丢脸，而且这样的话他会被容易更瞧不起。容易这会笑了：族长，我这会儿请你告诉我们，四丫自己都不觉得这事情跟我们有关系，您凭什么要以刚刚的那个语气对我妻子说话？容易这样的人平素温文尔雅，从来不对旁人说过多的硬话，越是生气，那笑容变温暖，语气变温柔。可他偏偏这样，四周围观的村民们却越觉得可怕恐惧。好看的人若是笑起来，也能倾国倾城，也能毁天灭地。王村长不由得一个哆嗦。王村长是怕的，他不过一个小小的村子里的霸王，家族因人口众多，又传承了几代，在这里地位显赫，才能达到现在这个地位。可若是让他这样的一个人面对上容易这样风华万般的少年，他还是不敢拿出自己平日里那种态度，因为他会自惭形秽。容易低垂了下眉眼，清俊的容颜上多了几分自嘲。族长，是留不得我们了吗？轻微的语言淡漠如风，虽然毫无情绪，却只是一开口便令所有在场的王家人个个心生恐惧。族长，若是想要撵走我容某人，只需知会一声，大可不必做出这种欺辱我妻儿之事。容易的眸色微冷，刚刚的笑容此时更显得多了几分的萧瑟，却是又有几分文人的风骨和坚定。王村长的心底一寒，他连忙开口解释：容秀才，这话不是如此，况且就算不说我家这四姑娘的事儿，那我这孙子的头发不也都被扯掉一块了吗？事情总是要问问清楚的。王傲轩半晌没开口，这会听到爷爷提到他瞅了一眼不远处站着的容觉，心底怪怪的。爷爷，我们打架都只是小孩子玩闹，当不得真，不过彼此下手狠了点，况且我这头发还会再长的，这事儿跟容觉没啥关系。王傲轩年纪不大，却是个极重承诺的，答应了旁人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他如今只记得容觉刚刚与他定下来的约定，你要保护我。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以一种姿态就这么扎根植入了他的心底。他还记得那会儿容觉单纯的眼神，王傲轩觉得他这一次没有做错。
果然，在他说完了这话之后，他眼睛的余光好像又瞧见荣爵在不远处对着他竖起大拇指。王傲轩冷哼了一声，缓缓地将自己的目光移开，别扭着不去看荣爵。王族长顿时无语了，我们王家2个主要人物怎么都有种胳膊肘要朝着外拐的意思，而且这姑侄俩贼像，居然都是挨了打还要向着人家。荣毅的眼睛微微一眯，眸色更为深沉。锦娘刚刚让荣爵所做的事情给他起了个好头，他的教育方式很有效，也很特别。荣毅对着王族长拱了拱手。王族长，事情已经真相大白，我们先走了。他转身看了一眼宋时锦。锦娘，我们走。宋时锦一头雾水，虽然这会儿暂时整不明白荣毅这是个什么意思，可这会儿他大概也清楚地知道，他此时必须要跟上荣毅的节奏，开始演戏了。哼，他又不傻，荣毅这人内心没这么脆弱，几次与他相处，他约莫了解了这厮那么一星半点。他是个惯会使用阴私手段的人，虽然生下来的儿子荣爵还没有学会他那套，有点蠢萌的，可荣毅做事的每一步往往是已经看到了后面几步。我能不能一起跟着过去啊？我想跟荣爵一块玩。当然可以啊，走，回去让姑姑给你做好吃的。一说起好吃的这3个字，一大两小这会儿的眼睛顿时发亮了。荣毅和荣爵那本身就是个吃货，可能以前不是，过一段时间完全就被宋时锦给开发了出来。他们对于宋时锦口中所说的好吃的特别的期待。要知道他的手艺可从来都没有让他父子2个人失望过。至于牛蛋儿，只要是吃的他就会都吃。王四丫一瞧见荣家3口走了，他连忙转身，这会松了口气，感觉今天这事儿总算是让他糊弄过去了。可王族长这会儿却傻了眼，他气急败坏地拦住了王四丫。你个死丫头，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做了什么？我在帮你出气，你反而向着那一家人说话，你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了？王四丫也恼了。爹，你还说我呢？你知道不知道，你女儿我还要脸面呢。而且你觉得那个宋时锦很好惹吗？你可是一点不把你女儿的性命放在心上。还有你也是个脑子有病的，是不是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德行啊？居然会去找宋时锦那个女人的儿子的麻烦，他有那么好惹？你就不怕也惹到了宋时锦？王四丫教训着王傲轩，王傲轩对着王四丫翻了个白眼儿。妈的，白去帮他找场子了，谁知道他居然是这么想的。就你最怕荣爵的娘，我才不怕。哼，说的好像你不怕一样。你如果不是因为怕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变了口吻？不是你要替我出气去找到荣爵算账的吗？哼，跟你说你也不懂，让开，本少爷要回家睡觉了。说着，王傲轩把脖子一扭，清秀的脸上如今虽然狼狈，可丝毫没有减掉他身上带着的那一点气质。王四丫骂骂咧咧地跟在这小屁孩的身后也走开了。王村长的嘴角抽了几抽，怎么忽然之间觉得自己的头会那么疼？他的女儿跟孙子真是一个比一个没出息。锦娘，你生气了？没有，我怎么会生气呢？况且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宋时锦目光微凛，他的确没有生气，或者说就算是生气，他也是生气自己以前做的不到位。荣爵被人给欺负，又被人瞧不起，说白了，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即使荣毅有错，也是因为荣毅本人太过于优秀，招蜂引蝶。可一个貌不惊人的宋大小姐，一夕之间拥有了这般俊俏的小郎君，能不被人给嫉恨吗？宋时锦挑了挑眉，忽而冷笑，这些人瞧不起荣爵，不过是因为他身为母亲，不能为母则强。不过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他会尽全力地教导荣爵，保护好他，顺便尽好一个生身母亲的责任。宋时锦这边思绪翻飞，一旁的荣毅就感觉很不舒服，浑身上下哪都不对劲儿。荣毅试探着看了一眼宋时锦，而后开口着道：锦娘，我若是哪儿做错了，你告诉我，
别不与我说话。宋时锦有些无语，他抬起头看着眼前一张漂亮的面孔，他的心底微微一动。你干嘛？容易松了口气，愿意搭理他就行。你生气了吗？没有。可你不愿意跟我说话。容易一脸的委屈。哦，容易一下就顿住了，原来真的是刚刚不想搭理他呀。可是为什么？容易整个人有点不能理解。宋时锦停下脚步，目光静静地看向了容易。这一刻那个眼神真的令容易整个人都有点懵住，浑身不自然起来。因为什么？你真的心里头没有一点逼数啊？容易，你放任外人靠近你儿子，放任他们说我坏话，以至于容觉备受欺负，备受冷落。而我不知道你是不了解他这样，还是这就是你的教育方式。可我觉得这不管怎么样都是你作为父亲的失职。对于孩子，应该棍棒的时候不能心软，该给糖的时候也不能少了爱。他不能被人孤立。也许你很享受那种孤独的状态，你也曾经经历过什么，可是容觉他不必如此的。宋时锦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冷意，眼神也很平静。他并不是愤怒，也不是伤心，他只是这一刻看向容易的时候多了些许的温柔的大爱的力量。容易，不管你曾经经历过什么，不要让你的那些不好的一面让容觉感知到或者感受到。容易的手指微微一弯，瞬间紧握住手背上的青筋暴起。有那么一瞬间，他的眸色中闪过些许的戾气，潜藏在温柔之下的黑化暴力一直都在，却从未有人发现。这是第一次有人直白地告诉他，他的身上曾经经历过一段不堪的过去，而他隐藏不住。容易浑身的低气压并没有令宋时锦害怕，他曾经见过部队里的囚犯还有精神病人有过接触，越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收起了自己真实想法的人，其实越是可怕。因为你往往不知道自己哪一点就得罪了他，挑起了他内心深处的罪恶。可宋时锦不能因为容易有这方面的问题就对他有几分的容忍，那是对容觉的不负责任。容易，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如果你不能治愈自己，便不要以你偏激的方式去教育容觉。宋时锦的目光中带着几分笃定，还有些许的坚毅。容觉不仅仅是你的孩子，他也是我的儿子。宋时锦看人很准，容易对人有戒心，他也有。所以从一开始这个男人试探自己，诱惑自己，靠近自己，他就能感觉得出来，容易其实是有些病态的。再加上他表面温顺，才华横溢，实则对原主不靠近，不相处。要不然是恨，故作不管不顾，要不然便是他不懂如何跟人相处。很显然是后者。事实上，宋时锦一开始察觉到这一点，却想的只是离开这个家。他并不想与这样的人有过多的接触，可是真的经历了一些事情，而且还有容觉的存在，他发现容觉身上的问题。宋时锦忽而觉得他此时已经不能置身事外了。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宋时锦都不能将一个孩子交给一个生了病的男人。容易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他收起了笑容，俊逸的脸上似笑非笑。锦娘，你在说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啊，算了，没事儿，走，回家吃饭吧。宋时锦说完这话，忽而上前对着容易伸出了手，一起走吧。容易愣怔了下，目光幽深地看着宋时锦对着自己伸出来的右手，圆润的手指又长又白，握起来一定很软。容易心底升起了一股很奇怪的感觉，此时的他还在想着自己要不要握上这双手。下一秒，宋时锦直接上前主动握住了他的。宋时锦笑了笑，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容觉的父亲，走吧。反正这个男人眼光那么高，长得又那么好，他又不可能看上自己，就拉了他的手，好好陪伴他一下，将他治愈。以后他与他和离了，
荣爵跟着他过日子才能过好。宋时锦不能让荣爵跟着这个男人吃苦。荣毅还在发着呆，宋时锦就已经拉着他迈开了脚步了。他不自觉地跟了上去，他在背后看着宋时锦的背影，内心想的却是极其恶魔的念头。荣毅黑色的瞳孔微微一缩，他居然有一种想要冲上前将这女人的脖子给扭断的冲动。一如，荣毅没有再继续想下去，他呆呆的几近虔诚的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两人握在一起的手。宋时锦的手绵软过白，皮肤又细，拉着他的时候还会露出一小截的皓腕。荣毅看着看着，忽而咧了咧嘴，微笑了起来，一股嗜血到想要把某物吞吃入腹的欲望在心底翻腾。牛蛋，你快擦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眼睛花了。我娘与我爹拉手了，我一定是在做梦。你有什么做梦的？我爹跟我娘两个老不休的，经常背着我拉手，我都不止一次看到过了。我娘还总认为我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嘛？牛大自信地扬起了下巴，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骗不了我们这样的小孩子。荣爵皱起了眉头，不，你爹娘是你爹娘，与我爹娘不同。依照爹的脾气性格，怎么可能会被娘亲拉着手？这太不寻常。荣爵，不管怎么样，毕竟是爹娘嘛，他们不吵架不打架，那我们的日子不是会好过吗？牛蛋的鼻子有点痒，他忍不住揉了揉，之后继续着道：我在家便是这么感受的，我娘跟我爹在一起能好好说话好好聊天，晚上睡到一张床上，第二天就一起手拉手的给我做好吃的，这样不好吗？反正他们俩吵架的时候我就心里不舒服，就不想在家看他们的冷脸。牛大人的话虽然朴素，却给了荣爵一个启发。没错，爹和娘的关系好不好，对于他能不能吃上一顿好饭太重要了。想一想，为什么同样的娘亲以前就对他冷漠又不关心，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爹不疼娘。瞧瞧这几天爹跟娘的关系缓和起来之后，他天天有大鱼大肉。娘的手艺太好了，这可是他跟爹比不了的。荣爵的眉头锁了起来，稚嫩的脸上一阵深沉。牛蛋，你说的太对了，没错，爹娘就得好好的。牛蛋被荣爵一夸奖，嘿嘿着笑了。宋时锦拉着荣毅回来，感觉自己特别的伟大。你们知道我拉的是什么吗？你们不知道，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拉的是个神经病啊！总结一下，我他妈真不容易啊！然而他的伟大牺牲在旁人的眼里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包括在荣毅的眼中都是不同的。荣毅这样冷情的小变态又过于高冷，往往平日里淡然一笑便轻松的拒人于千里之外。有谁拉过他的手还不被他甩开，然后记上小本本，回头让那人吃过一壶的？还真没有。荣毅瞅着到了门口，被宋时锦松开了的手。锦娘的手又软又暖，闻起来还香香的，被他这么拉着好像还不讨厌。也许荣毅冷清的容颜上挂起了笑容，嘴角勾起完美计算的弧度。也许他的心比他自己想象的要柔软温暖。荣毅的目光跟随着宋时锦进了厨房，他自己的脚步一停，抬眼看了看焕然一新的整个家，眸色微冷。宋时锦这个人底线过硬，想要攻克没那么容易。他不但没有令他臣服，反而让他发现了自己的些许真实。荣毅再一次轻笑，微微歪着头，眼神却与表情完全不相同的犀利。不过好在宋时锦的心实在是太善良了，如果是他，绝对不会对敌人有丝毫的怜悯。宋时锦进了厨房，开始忙活收拾。如今他没有得到容易的否认，心底差不多已经确认了。宋时锦在心底叹了口气，我容易吗？找个神经病做老公，还有个差点神经病了的儿子。好在一切都有矫正的机会。
宋时锦怜悯的情绪大爆发，决定中午给全家做一顿好吃的。而他自己嘛，只喝汤。他想到就去做，手上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毕竟熟练了的。宋时锦这边做着饭，门外2个萝卜头的口水都快要流到地上了。牛蛋吸溜了一下，而后深深地吸进去香喷喷的油味儿。这是什么这么香啊？我娘做饭啊，这会儿的香还不算什么，等到饭菜上桌之后，那种香气会扑鼻而来，极其好闻不说，味道更是一绝。荣爵得意地说道，他娘做饭那可是最好吃的了。荣爵，我真羡慕你。牛蛋的口水一边流着一边说道，牛蛋，这一次你愿意救我，今后就是我兄弟，你放心，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到我们家来吃饭，不过你得经过我娘同意，我娘是个大方的，她向来不计较这些，一定会同意的。牛蛋听到荣爵这么说，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哦，香气扑鼻，飘满了整个院子。开饭。待几个人都做好之后，宋时锦开了口。他这么一说完，荣毅和荣爵才敢拿起筷子来吃饭。荣爵与牛蛋今天打架打胜了，做得很好，而且还跟王家那个孩子也和解了，表现得不错，让我给你们一人加一个排骨吃。爹，你也给娘加一块啊。宋时锦连忙摇头，不用不用。话音未落，荣毅家的排骨就已经到了。锦娘，这一天辛苦了。宋时锦无语了，虽然我的确是辛苦了，也很需要你们的感谢之类的，只是用这个来感谢我大可不必啊。宋时锦无奈地夹出了荣毅给的排骨，又放回了他的碗中。你自己吃吧。荣毅轻哦了一声，低头看着自己家的排骨，手指微微一动，眸色低垂，令人看不清楚情绪。荣毅没说话，冷着脸夹起了这根排骨，慢慢地放入自己的口中。锦娘的手艺真不错，可锦娘的心也真的是够冷够狠。宋时锦倒是真的很想吃，可他更想减肥啊。他如今只沦落到喝排骨汤的地步了，虽然很饿，却依旧得坚持。宋时锦的人生就是这么悲催，尤其是他的面前正坐了荣爵与牛蛋2个小吃货。牛蛋仿佛是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口大口地啃着，吃得满嘴油，就连米饭他也连续吃了2-3碗。他吃着吃着，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身边的荣毅与荣爵落到他身上的目光有点冷，他抬眼又看过去，却又什么都没发现。直到最后他吃完了饭之后，依依不舍地与荣爵道别。到了门口的时候，荣爵迟疑了半天之后，才看着牛蛋道：牛蛋，以后能不在我家吃饭就不要再了。牛蛋满脸疑惑，荣爵打量了一眼牛蛋，我家穷，本来吃肉就不怎么能吃得起，你还吃了那么多，会把我们家吃穷的，以后就别来了。牛蛋无语了，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吗？牛蛋撇撇嘴，怎么可能不来？那么香的食物，那么好吃的饭菜，比他那个娘做的好吃100倍的好吗？宋时锦在一旁听到荣爵这么说，不由得失笑了起来。果然是个孩子，这也只有孩子才会这么说。宋时锦道：好了好了，牛蛋儿，你别把荣爵这小子说的话给放在心上啊，他呀刚刚说的那些话不算数的，你可以随时随地来我们这吃饭，知道了吗？还有啊，这是我炸的小酥肉，你拎回去给你娘。牛蛋立刻点点头，接过了小酥肉，得意地看了一眼荣爵。荣爵，瞧见了没？我不是你邀请来的哦，你娘可是说了，我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就能来，不管怎么样都行。荣爵心中腹诽，哼，这样的兄弟，我真是一点都不想要。牛蛋将小酥肉给带了回去，牛二嫂将他叫过来，仔细询问了关于他在荣家的事情。牛蛋满脑子都是吃，一想到荣爵娘亲做的饭菜，哈喇子几乎流了一地，
牛二嫂翻了个白眼儿，戳了下自己儿子的脑门。你这个混账小子，满脑子都只知道吃！牛蛋不满地瞪了他一眼。谁让娘你没有蓉婶的手艺好？这是婶娘做的小酥肉，你吃一块尝尝。牛二嫂皱起眉头，有些怀疑地看着自己的小叛徒儿子，而后取了筷子夹了个放入口中，只嚼了一下，整个人就呆住了。我去，这么好吃呀！这锦娘竟然有这么好的厨艺！牛二嫂这个人这会儿自然是很难相信的，她忍不住就要再去夹一个，却被牛蛋给劈手夺了过去。娘，你不能再吃了，这是蓉嫂给我做的。牛二嫂冷哼了一声，眼神中带着几分可惜，刚刚吃的那块还真的是有点回味无穷。媳妇儿，怎么了？这会儿还贪吃起来了？我贪吃怎么了？这锦娘的厨艺太好了，那小酥肉做的呀，简直是一绝呀！她做的味道怎么能这么好呢？牛二一听是宋锦娘的手艺，顿时也有点心痒痒了。毕竟之前锦娘去镇子时随身携带着的饼，那也是相当的好吃。来，牛蛋，给爹尝一个。不要。牛蛋把头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牛二一瞅儿子这架势，倒也不生气，找了个椅子坐下来。牛蛋，若是你不给爹吃一块，回头爹会到荣家说明情况，让你以后不要上他家的门了，以免耽误人家荣爵的学业。那不行，他还想以后继续找荣爵玩，去荣爵家吃饭呢。牛蛋做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工作，而后才走到牛二的跟前儿。只能吃一个，就一个。牛二挑了挑眉，这混账儿子因为这口吃的居然这么小气。他本身还并不觉得儿子这样的行为有什么对的，不过当他真的吃了一口之后，那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果然好吃啊，这个味道还真不错。牛二倒吸了一口气，别说自己儿子会想着将剩下的小酥肉给藏起来，就连他自己只吃了一块，就还想着要再吃一块的。怎么样，锦娘的手艺不错吧？应该说已经是一绝了呀！我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小酥肉。刚刚儿子还说在锦娘家里头吃了排骨，这会儿这小子都还是回味无穷的呢。这锦娘近来的性格变化得很大，我们都并不知道她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可差不多可以想到的是，她本人应该是重新想要过上好日子了。只是牛二嫂的眉头微微皱了皱，虽说锦娘是个手段厉害的，目前还能拿捏得住荣秀才，可那荣秀才长得也太招人了一些，这以后的麻烦事儿还多着呢。锦娘拿捏荣秀才？牛二被牛二嫂说的这么一句八卦给惊到了。话说这一点儿他怎么就没瞧出来呢？怎么你没看出来？这一路上荣秀才就怕锦娘生气，一副小心翼翼作陪的样子，看着就挺像是个妻管严的。这呀肯定是锦娘的手段厉害，女人嘛就得学着管管家里理事儿，也得拿捏得了男人才行。我看荣秀才那比之前看着的要有点人情味似的，这大概就是锦娘的功劳。我反正现在特别喜欢锦娘。牛二瞅着自己媳妇这副模样，顿时乐了。锦娘的性格是有些变化，不过我看来看去，还是我媳妇儿最好。牛二这话说出来，惹得牛二嫂脸皮一红。牛二嫂明知牛二在哄着她，她这心底还是挺高兴的。行了，你呀别哄我了，也别以为我会因为锦娘这点事儿就会心里不平衡或者怎么样，不会的。只有共同起点一样的人才会心里不平衡。我与锦娘差距过大，我自己看得开。嫉妒只存在于两个起点和目标一致的人，共同竞争，一人失败一人成功，那肯定会嫉妒。可他与锦娘无冤无仇，他有他的日子要过，锦娘有锦娘的路要走，他嫉妒他做什么？牛二上前一把搂住牛二嫂的腰，先是一笑，之后道：媳妇儿，你这腰又粗了呀。牛二嫂哼哼唧唧的不满着道：怎么了？才成亲几年，开始嫌弃老娘了？
那怎么可能？我牛二是那种人吗？咱虽然不懂什么大道理，可好歹知道个礼义廉耻。你都跟我生了牛蛋了，对我牛家有大恩，我才不会做那种忘恩负义之辈呢。况且你这腰粗了，不还是因为给我生娃的原因吗？最重要的是，我牛二就喜欢胖媳妇儿。牛二嫂心底舒服了。旁人有旁人的日子，爱美、爱瘦、爱折腾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家的日子就是这么平淡朴实，这就够了。牛二嫂笑眯眯着道：哼，算你良心，咱俩过日子可不是要你来嫌弃我胖，我来嫌弃你油腻的。谁都不是完美的，以后老了你还不能不弯腰驼背胡子大把，我还能不皮肤褶皱头发花白。牛二点点头，媳妇儿放心，我晓得这个道理。媳妇儿，我看锦娘如今变好了，她又给了咱们小酥肉，不如咱们也回她份礼物。我看旁的也没有，送点实在的。咱家不是有干果子之类的吗？等回头了让牛蛋给送过去。牛二点点头，行，都听你的。宋时锦吃完了午饭，回到房间里，期间瞧着容易，这会儿的他还是有点不是那么自在，大概是因为之前的那种情况令他始终有点奇奇怪怪的。容易倒是直接到他房间里来了，有事儿？容易轻轻点头，我想跟你说实话。你想说什么？容易漂亮的眸色中沾染上了几分犹豫。一会儿王家的人会过来，送猎物过来。所以呢？我猎了只兔子。宋时锦微微一怔，抬眸不解地看着容易。所以呢？我想用兔子的毛做衣服。容易唇边带笑，俊美的容颜此时多了几分柔和。锦娘能否帮我做件？宋时锦的眼睛忽而亮了起来。是啊，冬季的衣服若是里头缝上羊绒，外边再整上几圈兔毛，那一定会很好看。锦娘若是喜欢，下一次我给锦娘猎只狐，用狐皮做的一定更好看。容易很清楚地捕捉到了宋时锦明亮的眼神，看来锦娘应该是对这个比较心动，这让容易不免心思跟着一动。宋时锦重重地点点头，他何止是喜欢呢，简直是太心动了。好啊，说是有个我就可以做个小袄了，而且一定会很好看。住在村子里，冬天就算是真的装上了暖炕，那也只能是在家里头待着。说是一旦出门没有可以遮盖着挡风的衣服，那他肯定也无法抵御这边将近零下5度左右的温度。这山村若是偶尔下一场雪，消雪也不是如他以前生活过的城市中那么快，定然会冷上许多。所以怕冷怕寒的宋时锦对此很是憧憬，而且炒兔肉也很香的哦。那行，那我帮锦娘将兔皮剥好，等晒干处理好了，锦娘就可以缝制了。那就多谢了。宋时锦笑了笑，两个人如今也算是可以相敬如宾的说话了，这样挺好。下午的时候，王村长领着王家的人上了门，开始准备发放猎物。容易实际上在这次狩猎中出的力气是最大的，而且山上的大部分陷阱也是容易指导着村民们搭建的。不过很显然，他对猎物的要求并不多，最后只留下了一部分的兔子和几只野鸡。等到王村长这边等着容易将猎物给挑选完毕，王村长看了一眼容易，最终还是开口道：一哥，之前那事儿算是我的错，是我没整清楚所有的事情，实在是对不住啊。容易笑了笑，眸色一深，他抬眼看了向王村长。村长，若是你不觉得你有错，那也不必过来找我说这种话，我容易也受不起。王村长一听容易这样的话，顿时脸色微微一僵。其实村长，你心底如何想的，你自己不是最清楚的吗？我容易该不该被打压，该不该被掌控，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王村长没有说话，他果然之前还是小看了容易。他对着身后的人摆了摆手，将猎的那只银狐留下给一哥。村长，可是那不是……
这只银壶可是准备留着给镇子上的宋员外家的二小姐的。身后站着的王家人微微愣了下。宋家怎么？王村长摇了摇头，深吸了一口气。宋家那边不管怎么样，如今也无法改变我的决定。另外再给荣家分一只野猪。王家众人顿时无语了，这是这次打猎最好的猎物了，居然要全部都给荣家人吗？众人面面相觑，看着这一幕一时有些吃惊。荣毅却在王村长这样的行为下并未显示出任何的不对来，依旧是神色淡然安静，仿佛这件事依旧在他的意料之中。留下，荣秀才，我们还有点事儿，这就先行告辞了。村长，咱们王家在这里家大业大，何必在乎这么一个秀才？这容易就算能考上举人，他也不一定能有多大的本事吧？我本来也是一样认为的，可他居然完全猜透我的想法，而且上一次他做出的策论，听说引起了本次知县卢大人的重视。卢知县，王家人个个眼睛都亮了起来，那可是他们平日里都见不得的大官啊，掌管着一县之地，在这片地方，若是能得卢知县的一个青睐，就算中不得举人，那也是很厉害呀。哟，如果真的得到了知县大人的重视，那这一哥应该是真的有才学。众人嘀嘀咕咕的，此时一个个都开始吹捧了起来，而王村长的心底却是微微叹了口气，这容易的才华他如何不知啊？而令他更为震惊的却是刚刚容易说起他的话来，那已经证明了容易怕是已经看透了他内心的想法了。没错，旁人不知荣秀才的未来，他却清楚。他明明知道容易有才学，却放任王家人对他进行打压，图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不想让容易有一天真正的脱离王家。他越是精华绝艳，自己便越是不想让这样的一个人飞得太远，可现如今却明显不可能了。这荣秀才居然早就猜测出来他的想法，而且换了另外一个方式，背着他亲自搭上了卢知县这条船。仅仅凭借一篇文章，他便得到了垂青，说是知县又瞧见了他的容貌和他的才华，那这人定然以后会平步青云。荣秀才如今已经要离开王氏族学，而要在过完春节之后就要前往镇子上的章门书院求学去了。到了那个时候，他王家又有什么能力能再留他所用？之前是供他读书，这般名声还可以用上一用，可这次王家人欺负了他的妻儿，此事一旦传出去，他完全可以毫无顾忌的直接走开。王村长的手指微微动了动，唉，他一个不察，居然真的以为容易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能被他拿捏的角色，而最后却让他自己走上了这条错路。如今只希望他还能够及时弥补。王四样呢？大概回去休息了吧。把他叫来，让他给荣家媳妇儿道歉，求得人家的原谅了，过年才能回去。锦娘，你来了，你等我一下，我将这些处理好。那猪肠子之类的都先别扔，等回头我再给你和荣爵做点好吃的。赶紧拿吃的哄住容易，让他先压压惊。容易果然眼睛一亮，仿佛野兽有了点人的情绪，跟着点点头道：那多谢锦娘了，外面冷，锦娘先进屋去。待到容易将肉什么的都给整好，他正要进房间将兔皮和狐狸皮都给宋时锦送去的，却听到了门口的哭声，凄惨无比，虐心虐肺的那种。容易一听就知道是王四丫，他的眉头微微一皱，眸色闪过几分烦躁。可能是刚刚杀过鸡兔，他浑身散发着血腥味儿。宋时锦也听到了哭声，好奇地推开门，将手中抄的书放到一边，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才出了门，便瞧见大门已经被推了开。王四丫一边哭着一边走进来，身后跟着的是一个满脸嫌弃之色的小孩王傲轩。王四丫这是怎么了？宋时锦正想着什么情况呢，却见王四丫已经冲到他的跟前了。
宋时锦，你救救我！我被我爹撵出来了，他不让我回家过年。我好像和你关系没那么好吧？不是才揍过这个丫头吗？她哪里来的自来熟，还过来找我哭诉来了？王四丫说完这句话，就只管着哭，而后再问起她来，她就是一句话也不肯说了。宋时锦被她哭的整个人不免有些心烦，眼睛的余光看着容易的脸也黑成了一片。他心底陡然一个咯噔，连忙拉住了王四丫：“你先别哭。”王四丫这会儿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哭得更狠了。宋时锦的声音一个拔高：“闭嘴！”王四丫被这道声音直接吓到，这会儿倒是真的不敢再张嘴哭了。再哭直接从我家滚出去！王四丫抽抽噎噎的，眼睛跟兔子差不多。宋时锦翻了个白眼儿，而后看向了眼前的这一大一小，而后开口道：“先跟我进来。”“我不要去，我来找荣爵的。”“王傲轩，你怎么来了？”“之后那小孩子就不再说什么了。荣爵想到之前娘亲交代过他的话，说是要跟他做朋友和兄弟的，既然是朋友进了门，他就得好好的照顾着，于是便道：“到我房间来吧。”王傲轩点点头，忽而又回头看了一眼王四丫，嫌弃着道：“好好说话，别惹荣爵的娘亲生气，不然我也不让你回王家。”王四丫顿时语塞：“我去，你这个混账小子，到底谁是你家的呀？你都不知道该向着谁了。”“进来。”宋时锦冷着脸瞅了一眼王四丫，王四丫不由得哆嗦了下，脸立刻垮了下来：“不进就直接滚出去。”宋时锦看了一眼王四丫，皱起了眉头，这会儿他倒是比较淡定：“说吧，怎么回事？到了我家门口来哭，你当这是干什么呢？哭着好玩？”王四丫立刻摇了摇头：“没有，我也不想来的，我爹非要让我来道歉。宋时锦，我向你说声对不起，你就放过我好不好？”“好啊，你的对不起我接受了，只要你以后不乱开你那张嘴，我也不会揍你。”宋时锦也不是小气的人，上一次王四丫自己做的事情那么过分，他是真的挺生气，可是现在都这会儿了，他也不至于再因为这样的事情再跟他计较。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外人又不了解真相，说什么都凭别人一张嘴，他解释也解释不清，只要自己人相信他，那就足够了。只是宋时锦都说了要接受王四丫的道歉了，这人还是扭扭捏捏的站在原地，这会儿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怎么，我都说了要你走了，你还不乐意？”王四丫连忙摇摇头，而后偷瞄了一眼宋时锦，这才壮起了胆子道：“我能不能在这里住上几天？”他这话才一说完，便好像感受到一道锋利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一般，冰冷卓绝，那感觉仿佛瞬间落入冰窟，浑身的肌肤都被利刃所割得钝痛。王四丫抖了抖，一抬头便与容易毫无感情的目光相对。王四丫倒吸了一口凉气，瞳孔一缩，他直接被容易冰冷的目光给吓到了。王四丫腿一软，毫无骨气的直接蹲坐在地上。容易看了他一眼，收回了目光，淡然道：“王四姑娘，我家里地方小，留不得旁人在这里住。”王四丫的手和腿在这会儿忽然开始猛烈地颤抖了起来，他的内心爬满了恐惧，这会儿直接被容易的眼神给警告，他可是第一个直面了容易恶魔内心的人。容易挑了挑眉，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背对着宋时锦，阴冷地看着王四丫，那目光明明看着平静，却淡漠的如同神奇看向蝼蚁。他是神，而他则是蝼蚁。王四丫的嘴唇哆嗦了下，本来还想说的一定要住下来的话，直接这会儿就仿佛被呛到了嗓子眼儿，再也说不出来了。王四姑娘，我与锦娘还有话要讲，麻烦你先让开。又是一个暴击。王四丫面对宋时锦，她虽然也是怕怕的，可好歹觉得她们都是女人，她还能撒娇哭诉一下。
而后再得到他的原谅，之后也能尝试着与宋时锦相处一下。可他面对上容易，那就完全是连句话都不敢多说一句。容易一挑眉，或者一个简单的表情，他就仿佛连呼吸都要停住了一样，那种压力级别完全就不是一个段位的。王思丫不敢看容易的眼睛，只迅速着道：宋时锦，我已经道过歉了，我就当你接受了。说完这话，他拔腿就跑。宋时锦满脸的疑惑。宋时锦看向这会儿才转身回看向自己方向的容易，一脸无语。王思丫怎么了？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个可还喜欢？宋时锦挑了挑眉，刚刚就瞧见了容易拿着这2件皮过来，只想着他到底想做什么的。你是专门来问我喜不喜欢的？容易低垂下眉眼，依旧是一副柔弱可欺的少年模样，瞧着就令人心底一软。我希望锦娘能喜欢。宋时锦皱起了眉头，这男人总是在他面前摆出这么一副诱惑人的姿态可不行啊，这么下去他很有可能会忘记自己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他可不能上当了。宋时锦笑了笑，我挺喜欢的，我看你最近挺闲的，是功课不忙吗？容易点头，眸色略有深意。不忙。那既然如此，帮我抄书挣钱吧，快过年了，你说的也不错，家里头得收拾收拾，整理整理。既然你这么闲，那就帮我抄写一下，也不妨事吧。容易顿时语塞。我是想与你说话，你让我抄书。容易平静的面具稍稍有些皲裂。宋时锦站了起来，好好抄，我去烧热水洗衣服去了。待宋时锦走了开，容易第一次脸上挂着的微笑面具碎了一地，假笑维持不住了。这女人不是一般的难以攻克。王傲轩与荣爵2人坐在桌子前，互相看着对方。2人看了一会儿，忽然有些尴尬。娘说了要跟敌人做朋友，可这样的敌人上了门，就该怎么聊天说话？他有些不知从何开口，而对方显然也是如此。王傲轩忽然抬眼，目光看向荣爵。这次我来到这里，不是我自己想来的。那你还是来了。王傲轩一噎，忽而又道：你之前说了让我以后保护好你，这话可算数。荣爵点点头。对啊，你保护我，我又不吃亏，为什么不算数？王傲轩无语了，这话好有道理啊，我他妈居然无法反驳。这回轮到荣爵先开口了。我是这么说了，那你可真的会照着做？王傲轩冷哼了一声，显然对于荣爵说出这话来有些许的不满。你也太小瞧我王傲轩了，我既然与你结了盟誓，那便不会变。这一生一世，你让我保护你，我便会尽力保护你。可是若是你王家人不喜欢我跟我爹娘，要将我们撵走呢？王傲轩稚嫩的脸庞闻言顿时一僵，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好像他以前并未遇到这样的事儿。这会儿忽而被人问起，他傻眼了。王傲轩抬起了眼眸，有些迟疑地看着荣爵，而后开口问：那若是你，你会怎么做？荣爵扬起了小脸，一本正经地瞎说：我如果是你，那我跟着我的兄弟一起走。王傲轩皱起了眉头，他瞧了荣爵一眼，默默地点点头。有道理，若是我王家人要撵走你们，我就跟你们一起走。宋时锦站在窗外，听到这俩小孩说话，一时无语。这王傲轩怎么这么好骗？看着挺精明的一少年，眼瞧着就要被荣爵给忽悠瘸了。荣爵在这1天之内交上了最好的2个朋友，晚上的时候，牛蛋便又带着回礼，迫不及待地上门来玩了。王傲轩和牛蛋2人一见面，形势便剑拔弩张的，互相看不过眼。牛蛋一听到王傲轩要住下来，立刻睁大了眼睛。不行，荣爵，我们不要跟王傲轩一起玩，你跟我才是好朋友。兄弟，你成熟一点。我娘说了，朋友多了路好走，王傲轩以后就是我们的朋友了，你需要好好接受他。牛蛋皱起了眉头，做了好半天的思想工作。那他住这儿，我也住这儿。你娘同意？牛蛋无语了。你娘又不会同意，你说什么？荣爵冷哼了一声，
这牛蛋吃的太多，他挺担心他娘会养不起。牛蛋冷哼了一声，看向了王傲轩。哼，你敢背着我欺负荣爵，我肯定揍得你满地找牙。你现在就背这么长的诗，你能背得下来吗？荣爵重重的点点头。这些我娘都会背，如果我不会，那岂不是太丢脸了？我平日里看你的成绩还不错的，如何？你要不要与我一同学习？好。两个小孩居然真的就成了好朋友了，而且晚上还睡在同一个炕上。宋时锦站在门口，看着荣爵与王傲轩玩了一会儿，犯困睡去了。他这才无语的过去，给这俩孩子踢开了的被子重新给他们盖上去。小孩子的友谊就是这么真挚，说要建立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宋时锦从荣爵的房间里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荣毅还在抄书。荣毅，很晚了，先回去睡吧，明天早上了再继续抄。我还剩下不过几段，抄完了再去睡，时间还早。宋时锦一听这话，倒不好撵人了。人家这少年都这么给力，他要是一点面子都不给，那岂不是太过分呢？荣毅在一旁抄着书，反正这会儿宋时锦也无聊，便上炕脱鞋，开始做睡前固定的虐腹和拉伸运动。宋时锦的动作做了一会儿，浑身便出了一层薄薄的微汗。荣毅还好是背对着他在抄写的，要不然宋时锦还真的挺没有那个信心，敢让自己这种体型体态在人面前出现，估计那会让他羞愤欲死。宋时锦做完了这一套，完全就已经躺着起不来了，闭着眼睛当了会儿折了翅膀和腿的死鸡。宋时锦这才睁开了眼，一睁开眼，这会儿便瞧见荣毅已经在他的床边站着了。宋时锦顿时无语了，我去，吓他一跳。荣毅长长的睫毛背着光，投下了几分阴影。他正看向宋时锦，锦娘最近锻炼得很勤快。宋时锦反应过来，调整了下自己的呼吸，尽可能的往后挪了挪。他扬起了脸，看向了荣毅。我想知道锦娘为什么忽然之间这么勤快。锦娘与我成亲几载，从未如这一段时间里表现得如此积极过。我能知道为什么吗？还有，锦娘以前对荣爵不冷不热，并不关心，可如今也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这令我奇怪。锦娘，你变得与往日有很大的不同，我好奇现在的锦娘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还是说……宋时锦没想到这个男人刚刚还表现得似乎挺乖巧的样子，一会儿就化身成了狼，开始询问起他一些几乎可以将他底线给掏空的问题。宋时锦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荣毅，人总是要变的，改变就只是一个契机，我觉得你有些越界了。荣毅说话阴阳怪气，宋时锦的心底瞬间就警惕了起来。我想我之前就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些的，我们之间不要走得太近，而且半年之后还是要和离，所以有些事情你以前不知道，何必现在要知道？以后我们还是要成为桥归桥，路归路的陌生人，就还是不要过多的询问对方的私事比较好。宋时锦表达得很清楚，他的话这么一说出来，荣毅的眸光中带上了几分阴冷，他低沉下了目光，挑了挑眉。荣毅勾起了唇角，嘴边似笑非笑。我以为锦娘上一回牵着我的手，便是已经将你的心房彻底打开了的，可如今瞧来，反而是我多想了。锦娘既然如此说，那我便不再打扰。荣毅转身朝着书桌前走去。宋时锦松了口气，他是要离家，以后过自己美好的日子好吗？怎么可能会被一个长得好看的男人就束缚住了手脚？这容易？真以为他会那么好说话？就在宋时锦以为自己这次已经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收获之时，下一秒却听到一声呲啦的声响。宋时锦挑眉看过去，容易将他刚刚抄写好的书撕了。宋时锦头一懵，你做了什么？容易眸色中带着笑，眼底却冷若冰霜。他一字一顿着道：锦娘若是不让我靠近，又何必安排我做事？对我温柔，却与我保持距离，如此对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你变态，可我不知道你这么变态啊！你要把你刚刚抄的都给撕了？容易挑了挑眉，忽而失落着道：
锦娘会在意吗？还是说，容易在锦娘的心底，比不过这一点的银钱？宋时锦有点头大，我不是这个意思。可你看着这些书本，比看着我重要。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是，宋时锦指示不下去了。我他妈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变化无常的小神经病沟通啊！这容易完全不讲武德，明明说好了和离之前不要过多干涉，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现在居然玩这一套。就在宋时锦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容易的时候，忽而容易轻笑了出声，性感的声线颇为诱惑，配上他与雪山一般冰冷高远的气质，再加上那般绝色的容颜，容易道：肯定开玩笑的，我撕的不过只是刚刚写错的那一页，之前就已经补好了的，真正抄写好的这一页在这儿。说着，容易纤细的手指微微一动，便将那一页一扬而起。宋时锦更加的无语了，容易看向宋时锦，而后这回真正的朝着门外走去。锦娘真的变了很多。说完这话，他迈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宋时锦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跟这家唯一的男人打交道，不是一般的难受啊！这个人的确很可怕，又敏感又冰冷。他原来还是没有放弃对自己的追究和试探，这一次更是用了比较狠的手段。宋时锦的眉头微皱，看来他还是得将自己的东西多收拾收拾，整理整理，之后有机会逃走，那便尽可能的逃。宋时锦起身准备洗漱，走到桌子旁的时候，发现了一旁叠得整整齐齐的兔皮和狐狸皮。他瞧了一眼，忽而心底微微一叹，其实容易只除了性格有些阴晴不定之外，对他还算可以了。第二日，荣觉明显地感觉到家里头的气氛不大对，爹跟娘之间瞧着似乎有点奇奇怪怪的，两个人几乎彼此都能不碰上便不碰上，恨不得多远都仿佛遇不着一般。就比如容易在厨房烧水，耳边一听宋时锦的房门要开，他便急走出去回到自己的书房。宋时锦又恢复了之前自己在厨房吃饭的状态，每次做好了不过拉一下铃，之后就能不与他人撞见就最好不要撞见。荣觉觉得气氛太不美好了，他便直接去找了自己的父亲，问问是怎么回事儿。爹，你跟娘之间怎么了？明明之前还相处得好好的。容易没说话，继续拿着毛笔写文章。荣觉上前拉住了容易衣服的一角。爹，你告诉我，娘是不是生了你的气？若是你娘真的生了爹的气，那该怎么办？荣觉一听，顿时心底一惊。什么？真的生气了？那不行啊，爹！如果娘真的生气了，那咱们就不能吃红烧肉了。你会做吗？这儿子如今满脑子只剩下吃了，吃不着就算了。你娘对你爹我最近有比较大的误会，她不想搭理爹。那为什么？不知道，女人的心思，那谁能明白得了？有道理。荣觉神色忽而仔细地看了一眼容易。爹，你都长得这么好看，多利用自己的优势，也许能得到娘的原谅。你让爹去跟你娘道歉，求得你娘的原谅？对啊，不然呢？你想我们两个人还要啃馒头吃咸菜吗？你想，可是我不想。你不去把娘给哄好了，我早晚还要离家出走的。荣觉思考了下，再补充一句，娘也是要离家出走的，不然我就跟娘一起走好了。你这么快就不要爹了？荣觉摇摇头，不是不要你，爹，你自己可以养活你自己，你的身体也很强壮啊，多少年都没见你生过病。可娘不行，她身边得有人照顾，她身体太弱了，上一次山就生病。容易听着荣觉这小孩胡说八道，虽然大多数是童言童语，他自己乱七八糟的逻辑，只是仔细观察荣觉说话的表情，小孩子是不会骗人的，
宋时锦在最短的时间内的确做到了让这孩子真心的对他。其实宋时锦说的也不错，他是要离开的，只要他对这个家没有恶意，那他自己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孩子，珍惜你娘在你身边的时光吧，也就只有半年，所以这半年里啊，只记得她的好，忘记她的坏，这是你唯一可以做的事。荣觉看向容易所在的方向，自己的父亲现在说的话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中。娘一开始是不想走的，而他之前也当着娘的面说过要让他走，之后他后来才决定了要离家。荣觉皱起了眉头。爹，你说娘如今变得这么轻快，又开始对我好了，是不是因为她知道她自己要走了？容易感觉时常会被自己儿子的观点给震撼到。就是因为娘本来跟咱们在一起住着，她并不需要勤快多少，因为有你帮忙干活，可现在勤快了，不就是娘知道自己以后没有人可以依靠了？荣觉惊人的言论却给了容易一点思考。好像这孩子说的话还真的有几分道理。爹，你想让娘走吗？真的让娘离开这个家的话，她能去哪儿？容易愣在当场，狭长的丹凤眼中第一次流露出些许说不上来的情绪。若是宋时锦离开了荣家，他又能去哪儿？宋时锦最近觉得危机感爆棚了，其实本来没什么的，可如今容易对他的忽然关注，令他整个人寒毛直竖，警惕心立刻上升。没错，容易说的对，他虽然得表现出对这个家庭负责的态度，可不能做得过度，让人误会就不好了。容易万一误会了他喜欢他，那他不但更为丢脸，也会被容易给瞧不起。唉，看来我以后做事情还是要注意分寸，得更独立一些，更不能依赖了容易。宋时锦本来就对容易有着很大的戒心，现在这种情况，他的戒心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了几分。宋时锦整理着自己抄写的书，荣觉忽而从门外走了进来。娘，我能在你的房间里看书吗？而后没等到宋时锦说同意不同意的，荣觉便直接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家里太穷了，而且我的书桌比较小，王傲轩在那里看书写字，我就没地方了。这小子，宋时锦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哼，行了，别跟娘玩心眼了，你毕竟是个孩子，在大人面前玩那么多心眼，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反而会让人笑话的。荣觉迈开了小腿，走到宋时锦的身边，他上了小板凳，坐在一旁。宋时锦没听到这小子说话，一时好奇的转身看向了他，觉得有点古怪。怎么了？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娘，我在想，如果以后你走了，我的红烧肉不能吃了，怎么办？荣觉抬起眼睛，漂亮的眸子里闪烁着令人心疼的光。娘，你之前就想着不要我跟爹了吧？我知道我跟爹都没本事，还要靠娘花银子养着，娘不喜欢我们是正常的。爹还说过你在镇子上出生的，有个员外老爷的爹爹，日子要比我们这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强太多了。说着说着，荣觉的内心多了几分的酸涩。所以娘，你能不能在走之前教我和爹做饭？宋时锦一时语塞，这对父子俩有些令他头疼和招架不住。荣觉还长得极像容易，那张帅气好看的不得了的脸庞，这回露出可怜兮兮的要被抛弃了的模样，这让宋时锦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想学着做，这当然是好事了，我会尝试着教一教的，保证你们一定会学会的。现在起，你要好好读书，只要读得像你爹一样厉害，以后娘走了也能放心。荣觉重重的点点头，他很想开口说什么的，最终却还是什么都没说，心底稍稍有些黯然。那娘，我先回房间去了，我去跟王傲轩一道背书去。荣觉很快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王傲轩正在读书，看到了他从门外进来，王傲轩抬了下眼皮。荣觉走到王傲轩的跟前儿。傲轩，你喜欢你娘吗？王傲轩低垂着眉眼，看了眼书上荣觉写的乱七八糟的字，而后淡淡着回道：不喜欢。
我以前也不喜欢我娘的。王傲轩轻哼了一声，许多人说你娘这不好那不好的，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她。荣觉点点头，其实之前没有人喜欢我娘的，主要是以前我娘也不像现在这样，她以前都不说话，也不与村民聊天，所以我想撵我娘走。可现在她真的要走了，我这心里头总觉得怪怪的。你不想你娘走，就要想办法拦住她。荣觉皱起了眉头，我也不是说不想让我娘走，她走是可以了，但是她走了，我就吃不到好吃的了。王傲轩瞅了这个憨憨一眼，心底呵呵，原本以为荣觉是个精明的，现在发现精明个毛线呢，本质就是个憨憨，而且还是个吃货。你如果想要吃好吃的，我带你去吃。王傲轩的语气不自觉中带上了几分得意。这十里八乡镇子上好吃的糕点，我只要想要，就会有人送来。不了，我只想吃我娘做的，她的手艺好。荣觉摇了摇头，忽而荣觉的脸色严肃了。我这样是不是个坏孩子？王傲轩看了他一眼，不坏吧？怎么可能不坏？我都对我娘亲那么不友好，还要撵她走，如今又因为她会做点吃的，我就又想着让她留下来，我太坏了。可是你的想法是你的想法，自私不自私的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若是你娘她愿意宠着你惯着你，便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称不上坏。便是他这样子，知道荣觉那小子随口说的要让自己保护他的话，可能只是句戏言，可当不当真的是自己。王傲轩虽然小，却很明白。哦，你看起来似乎懂得很多啊，年纪不大，心思不小。你这么多年读书都学了这些精明。王傲轩一脸无语，怪不得你念书没我好，原来心思全长歪了。现在我们一起背书吧，背会了我才好跟我爹讲价钱，然后让我爹去找我娘学习做红烧肉。呵呵，说的好像你的心思没长歪一样，你丫的懂得也不少。两个孩子各怀鬼胎，默默各自占了一边的位置，开始背书。别说，这样的效果还真好，大概是有了点竞争的意识，两个人攀比着谁会背得更快，便会集中注意力去记忆，时间利用率极高。不多时，两个人都将手头上的长诗给背会了。当然，接下来还有其他要背的，他们便又仔细开始抄写默读。王傲轩只在荣家住了7天，王家的人终于来接他了。宋时锦都觉得这王家的人做事儿简直比他的心都要大，也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想的，居然把自己的儿子放在自己家，还是那么撵过来的，身后也没有人担心一下。王村长是亲自来接的，而且还带了许多的礼。宋时锦瞅了一眼那一袋袋的米和面，还有那一头大肥猪，顿时眉开眼笑。他拉住了王傲轩的手，一脸的欣慰。以后可要常来玩啊，只有每次你这么来了，家里头的生活费才能攒得住啊。容易的眉毛抽了抽，锦娘对于钱的爱好还是一如既往。想一想他之前的理论，他倒也极其认可，觉得自己以后也不能花钱大手大脚，应该学着与锦娘一般攒钱。王傲轩看了眼宋时锦，而后点点头。荣觉对于王傲轩倒是相当的满意，毕竟这人在自己家住着，他背诵书就快多了，也得了爹的几次夸奖。关键重要的是，王傲轩吃得少，走的时候家里头还能送来这么多礼。王傲轩离开之后，容易就开始收拾准备行李了。宋时锦的头都要大了，难得这一次他居然主动的去找了容易，我能不能不跟着一起回去啊？记忆里之前的容易好像每次过年都消失，说是要回去看望父母，可是却从没打算要带着他一起去啊。这回这么做，那又是什么道理呢？容易点点头，若是锦娘实在不愿意，那便算了，只是我行李众多，倒是要借一下牛二的牛车一用了。而且路途遥远，带着荣觉的话那就更慢，没有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到家的。需要用到牛车吗？自然，路上比较远，赶路每次荣觉都要夜宿在外，不如有辆牛车了，还好可以休息。容易的父母家居然离这里这么远，事实上这也算近了。
毕竟牛车日夜赶路只需3日，若是夜间不赶路，5天则到。算起来，路途虽然奔波，却相比有些人家，这也算是近距离的一些了。居然这么远，宋时锦若是为了自己，那肯定是能不去就不去的。可他一想到荣爵要跟着去，他这心底呀，就不免多了几分担心。荣爵只是个孩子，容易一路上带着他，又要赶车看路的，根本是顾及不了他的。荣爵虽然懂事，可难免会有意外。想到这里，宋时锦立刻就放下了之前的念头了。不过就是去见一见荣毅的父母罢了，也不是什么断头的事情，他还真的就没有必要这么担心，搞得他自己多害怕一样。我跟你们一起走，你等着我去收拾一下。宋时锦丢下一句话，就回去准备了。荣毅立起了身子，这会儿看着宋时锦跑开的身影，他的眼底多了几分柔和。宋时锦收拾东西很快，这当然是他平日里喜欢独自旅行出门有关系。我收拾好了。荣毅惊讶地看着这么快就收拾完的宋时锦。我去找牛二嫂，说借一下他家的牛车一用，我看你还需要整理东西，你先慢慢整吧。没等荣毅说什么，此时的宋时锦就已经迈开了步子出了门。荣毅垂下眼皮，清俊的容颜多了几分的淡漠的笑意。他这是知道他不擅长与人交际说话，尽量主动地去接下借车的事情吧。锦娘细心到这种地步，这样的人还好不是敌人。宋时锦去找牛二嫂借牛车，只是稍稍一提就给借了。宋时锦要将所有的情况都得说明清楚，这样对方才能真正的放宽心。放心，若是半路上这车出了什么问题，我一定照价赔你，这个是定金，你收好了。没事儿，尽管用，我就喜欢弟妹这种性格。不过呀，这一次还是你第一次去见公婆，可得小心一些。婆婆跟媳妇之间那可是天敌，你又是之前未婚先孕的，小心一些，别让你婆婆抓着这些然后拿捏你。宋时锦抿了抿嘴，谢谢二嫂，你说的我会记住的。牛二嫂说的都是对她的好，她自然会放在心上。给牛蛋递了点自己做的小吃，宋时锦这才回去。锦娘，若是麻烦或者为难的话，你可以不必如此的。容易在吃早饭的时候看向了宋时锦，宋时锦张了张嘴，正要说不麻烦，容易则又开了口。锦娘不是说要与我早晚之间断绝夫妻情谊，成为陌路之人？既然如此，这些事情便与你无关的。宋时锦有些无语，感情这男人是在拿着他的话来堵他的，居然这么不要脸哦。可荣爵是我的儿子，我与他之间有血脉相承的感情，如何只能让他一人这般生活啊？我总得安心一些。不，荣爵虽然是你的儿子，可你既然决定要和离，又不打算带走他，如今对这孩子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让他尽快的学会成长，让他习惯没娘的日子。容易轻飘飘的一句话令宋时锦哑口无言，按道理是这样讲的。宋时锦听着这话，别说，那心底还真是有些小小的憋屈的。容易极其注重礼仪的拿起了手中的筷子，打算夹眼前的油炸花生米吃。宋时锦忽而伸手将盘子往自己旁边一端，吃什么吃？不是说和我注定要和离吗？要让我儿子习惯没娘吗？那你也得习惯没媳妇做饭的日子。哼！说着，宋时锦冷哼了一声，而后站了起来，将桌子上的盘子都给撤了个干净。容易举着空了的筷子，一时无语。一阵风吹过来，莫名感觉凉凉。最后自然还是3个人一同出发的。容易想要拿话堵着宋时锦，最后的结果却是很惨。以后容易觉得不管怎么样，他都尽量不要惹到宋时锦生气。这女人生起气来，她连饭都不能吃，真是可怕呀。容易赶着牛车出发，宋时锦在牛车上抱着荣爵坐着。因为知道是要在路上行进很远的，宋时锦这么个爱享受的，怎么也不可能为难了自己。所幸他提前就将家里头的褥子给带了个出来，而后将褥子铺好了，又放了个小桌子。荣爵看了很奇怪，娘，你为什么要放个小桌子在这上面？等路上用着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当然，宋时锦也不能忘记给赶车的容易也备上个坐垫儿，让他也能舒服一些。容易坐了上去，当牛车开始行进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到舒适。平日里这个时间点，他只是一个人来去，不会有人关心他的饮食如何，他能不能睡好，能不能吃暖。宋时锦真是一个神奇的人。娘，这样躺着好软啊，我能在这上面睡觉了呢。如果菊儿困了，自然可以睡。我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困呢。宋时锦从一旁的包袱里拿出了自己准备给荣爵打发一路上无聊时间的东西。这是数学题啊，加减乘除。上一次我简单的教过你的，之后我就专门做了个习题集，这会儿刚好可以让你用一用，一路上可以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荣爵眨了眨眼，我们还有别的可以打发时间的事情做吗？他看着数学题本子上那密密麻麻的符号，有点头懵。本来不困的自己，这会儿突然就困了。宋时锦笑了笑，有啊，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识字的本子，然后教你一些拼音音调的学习，用来学习官话，省得你长大了一口的乡音，到时候被其他同僚给嘲讽了。荣爵无语了。娘，你就这么爱读书学习吗？说不上喜欢，可也谈不上不喜欢吧。有些倒是很感兴趣，就比如历史、地理，还有诗词歌赋，还是挺喜欢的。这个我也喜欢。荣爵得意地扬起了脸，而后忽而小脸一垮，抑郁着道：可是这算学，我更多的时候还是不喜欢，学这个好累。我与你一样的，可是事情既然开始了，就要坚持下去。有些事情无所谓喜欢不喜欢，是要对它负责。就算再喜欢的事情，一直长期的持续做就会很累。可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而要学会适当的休息，并且对它始终保持一定的热忱。我们学知识是为了让自己知道的多一些，不会被人给笑话。荣爵皱起了眉头。可是爹一样努力的在读书，他天天在读，可也没什么用啊。不一样看不住媳妇儿啊。您都要和离，不要爹了呢。前面赶车的容易一时语塞，宋时锦轻笑出声。你爹的确没用，因为他没把这本算学放在眼里啊。要是早学习了，就不会没用了。原来是这样啊，这本是学有这么大的用处。那是自然，如果你的算学不好，那你就不能帮娘看账本算钱了。那每日我们吃的喝的用的到底花了多少，又到底能节省多少开支，你就不知道了呀。荣爵点点头，说的是，那我现在就开始练习做题。一开始的荣爵还有点不大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学这么枯燥无味的东西，可如今听了宋时锦的话，他懂了。荣爵将算学本放在自己的手中，而后看向了宋时锦的方向，目光中带着几分坚定。娘，我本来就在家里头除了吃和睡之外没有什么用，既然读书能有用，长大了可以帮娘分担，那我就好好读。而后他的眉毛微挑，看向了自己赶车的爹，在心底叹了口气。唉，爹就是因为这么没用，啥也不会干，才会被娘给嫌弃了。旁人家的爹那不是有钱就是有官的，他爹只是个秀才书生，村里人不仅仅说过娘没用，还提过爹没用这件事儿呢。所以这以后娘能不能回心转意，这还是要看看他自己的。荣爵莫名的觉得压力山大。荣爵在一旁开始做题，宋时锦便随便翻起了书看。这书是从容易的书架上翻出来的，比较厚，虽然有点沉，好在宋时锦带的东西不算多，又有牛车拉着，他多带一本书也无妨。这是一本简单的讲述苗疆风情的地理异志。宋时锦要了解这个时代，自然要多学点相关的知识，而这样的书对于他的提升应该是最快的。书很新，页纸上任何多余的墨迹都没有，可旁边会有极其干净漂亮的小字注解，字体是容易的，极为好看。宋时锦自己写的字已经算是很好看了，可是跟容易比起来还是差了些的。同样的练笔，各有各的风格，容易的说不上来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只是觉得一笔一画都过于完美。
这字形应该是最好看的那种类型，韵在，形在，意也在，可却没有心。容易隐藏了自己随性的字体。这人若是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便能装得极像。一路上比较无聊，容易也不说话，荣觉做了会儿题就扛不住，直接躺下就睡了。宋时锦也被这样折腾得有点昏沉，二话不说也很快就躺着睡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牛车停了下来，阳光之下俊美的少年目光清冷，容易有些口渴，本来要转身让宋时锦帮他递水囊的，可一扭头看过去，锦娘与荣觉已经靠在一起睡着了。他索性将牛车停下，自己喝水，站在车的旁边。少年依旧很有礼仪姿态地仰头喝水，喝完他微微低头看向了牛车板上睡着的母子二人，尤其是锦娘。容易不是第一次看到宋时锦的睡颜，可这是第一次觉得他睡得很甜。这一幕母与子躺在牛车里睡觉的场面莫名的温馨。他离他很近，第一次这么近。宋时锦的身上很香，是一种说不上来的香味儿，闻到了便令人心旷神怡，说不上来的感觉，只想默默地再多闻几下。容易却不敢再闻，怕吵醒了宋时锦，他只能屏住呼吸。可这样他便有些许的紧张了。只是就算紧张，他胆子也很大，趁着这个机会继续观察着这个最近让他看不透的女子。锦娘并不丑，甚至于可以说是极其好看的。她的身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气质，那种恬淡、独立、自信等等的品质融为一体，最终所形成的气质，让她在减了很多重量之后显得好看了许多。容易轻轻闭上了眼，缓缓起身，而后又睁开，眼睛最后落在锦娘微润的红唇上，嗓子忽而有些干。他又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到了牛车前面，又重新坐好，拍了拍牛之后，牛车便又继续往前行走了起来。宋时锦睡了一觉之后再睁开眼睛，天便微微黑了下来。娘，我饿了。那我们生个火堆，就原地休息，给我们荣爵做饭，顺便让我搭个帐篷先。帐篷？荣爵眨了眨眼，容易也不由得看向了宋时锦。行军作战的那种帐篷，锦娘会搭帐篷？应该不可能吧？先去照着我这个图纸上画的格式砍几棵细树就行。宋时锦将图纸递给了容易，容易只是瞧了一眼，只是略微思索，便知道了砍这些木头之后是要做什么了。他直接道：我很快的，锦娘不必忙活这个，这些让我来打。宋时锦听了容易这么说，他点点头，那我先捡树枝生火。一晚上都没啥事干的，宋时锦带了火折子，正好此时也可以用上。容易去砍小树了，荣爵则帮着宋时锦捡些干树枝和枯草。三人分工，做事的效率别说，还真的挺高。不多时，荣爵跟宋时锦便已经将火给点了起来，而容易也抱着粗短不一的树枝回来了。宋时锦挑了挑眉，这容易，他之前以为这男人只会死读书，这会儿才发现其实他也不仅仅是读书好，这干起活来也不差劲儿。可能这毕竟是他的时代，他做起这些事情来会比一般的人要顺得多吧。锦娘，就是照着这些一步步的安装吗？我图纸上画的你应该能看懂吧？虽然简单，可是该有的步骤并不少，照着来做应该没问题。锦娘大才。称不上吧，毕竟咱们那些朝廷的军队不也要搭这个的吗？而且这个帐篷是来自西方的游牧民族，他们适合随着草木水多的地方移动迁徙，所以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发明的，应该我只是借来用用，只不过是不想自己一路上的日子过得无聊痛苦罢了。可是能将这一方式用于个人生活，有如此强悍的学习能力的，只有锦娘。他的眸色闪耀，
目光中透露出毫不隐藏的欣赏。宋时锦被他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被这么一个大帅哥直勾勾地盯着，还这么诚恳的夸奖，任谁都要脸红那么一下。况且这种被容易很赞美的事情，关键对于他自己而言，真的不是多重要的事情。小哥哥呀，你这只是吃了没去过21世纪的亏呀，见识太少了。若是稍稍有点见识，哪能被这种情况给忽悠了呢？容易看了宋时锦一眼，而后淡然着又道：锦娘背后的大儒定然是个厉害的人物，能发现锦娘如此的能力，还能教导出锦娘这般灵秀的女子。宋时锦有些无语，那个大儒是你岳父的爸爸。轻咳了一声，宋时锦很快将自己的目光移了开，他发现自己跟容易实在是聊不下去天儿，容易倒也不再追问着，很快到一旁照着图纸搭建了起来。不到1刻钟，帐篷就搭好了。宋时锦便又将牛车上铺着的褥子放入了帐篷，将包袱放着当枕头。容易挑了挑眉，他那明明不过一个被子一般大的包裹绑得紧紧的，外表那么不起眼，谁知道里头这么有乾坤，吃的、喝的、睡的、休闲的。宋时锦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整理到这种地步啊？真可以说是不是人了。娘，我们这会儿吃什么啊？荣觉期待地看着宋时锦，这一天都没怎么吃好东西，这会儿他自然要想着从他娘这儿整点惊喜了。烤地瓜啊，地瓜熟了，太香了吧！荣觉迫不及待地啃了一口，而后眼睛直接亮了起来。这种在漆黑的深夜中又赶了一段时间的路途，劳累之后所吃到的食物，仿佛自带了舌头过滤器一般，香得不得了。容易的目光微微的闪烁，这一刻只觉得从来都没有过的满足。3个人吃饱喝足后，一时还不能躺下休息。宋时锦毫无形象的直接躺到草地上，睁开眼睛看向了天空。啊，这天上的星星真密啊！他那个世界晚上因为城市的污染，已经看不清了星星的亮度。就算是可以看到满天的繁星，人也很难有那个空闲。快节奏的生活，密集的工作，996的日程，将一个人压垮。没有时间恋爱，没有时间与家人相处，没有时间旅行，没有时间感受大自然。所以穿越到这个世界来，最美好的大概就是现在这种状态了，可以有时间感受生活，感受此时的黑夜，感受天上闪烁的星光。啊，真好啊！容易在一旁微微的抬眸，眼睛看向了躺在草地上的宋时锦。荣觉注意到这一幕，忽而好像发现了什么一样着道：爹，你总在看娘。容易一怔，身子微微一僵。还好吧？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不想让娘走了？你想通了，如今已经不想让你娘离开了。是啊，有娘在，我有漂亮的衣服穿，我有好吃的饭菜可以吃，出门了也有热水喝，有人温柔地对我说话，还能将我抱着。容易皱起了眉头。爹没抱你吗？是搂在怀里来回哄着晃着的那种。容易想了想那个画面，画面太美，他不敢继续想了。他挑了挑眉。可你娘也没这么对你啊。但是我能想象啊。你赢了。所以算来算去，有娘了，我的日子会变好，也不是那种变差的。我其实还是应该得到庞内小朋友本就有的。说得好有道理啊！荣觉这混小子的脑子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总之就是能耐大了去了。爹，你真的不想娘留下来？荣觉认真地问道。容易还没有回答，荣觉的话就又到了。爹，你想想红烧肉，你再想想小酥肉，实在不行你想想你睡的炕。我他妈有种想把荣觉这个混账小子的嘴给缝上，生个儿子跟个仇人差不多。最终荣觉也没有得到容易的回答，这令他整个人心底七上八下的，不过依旧影响不了他的睡眠。待他睡着之后，容易将这孩子抱回了帐篷里睡觉。容易走了出来，看向了已经坐起来的宋时锦。宋时锦这会儿已经将东西给收拾得差不多了，还将篝火旁边围了一圈又一圈的石头，为了避免一不小心这晚上的话火势蔓延，造成成片的山火。
锦娘，该进帐篷里睡了，剩下的没有做完，我来。宋时锦拍了拍手，点点头。他自然不会跟容易客气的，他可是要睡帐篷的。宋时锦钻入了帐篷之后，走到容爵的右边，才躺好。容易也走了进来，而后直接挨着容爵的左边躺了下来。你也睡帐篷啊？锦娘的帐篷制作得很好，睡起来应该很舒服。宋时锦有些尴尬，可是你不觉得有点挤吗？我自己做的帐篷本来就只够我跟容爵一道睡的，再多你这么个大块，我翻身超级不自在的好吗？当然，倒也不是说翻不了的那种挤，可就是挤。宋时锦挑了挑眉，看向了容易，一副不怎么服输的样子。容易委委屈屈地看着宋时锦，而后道：我觉得不挤啊。宋时锦语塞了，怎么整得他跟欺负了容易一样？宋时锦默默地看了看容易，你不能出去睡啊。容易抱住了小容爵，一副撵都撵不走的模样。我不能。而后容易低沉下了声音，用着一种说不出的轻柔语气，缓缓着道：外面会冷，而且有风，我会得风寒的。那你，哼，狗男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就是这么回家的吗？以前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现在碰到我了就不行了吗？宋时锦眯着眼睛，从内心深处来讲，他可是一点都不会认为容易这会儿是真的就害怕在外面有风什么的，就是在作或者故意的。本来想张口要让容易这会儿出去睡的，可后来转念想了想，宋时锦决定还是暂时先忍忍，毕竟这帐篷人家搭的时候付出了不少劳力，又是砍树枝又是帮忙搭建的。那好吧，一人一半使用权，这样公平。宋时锦说完这话，便转了个身，脸朝着一旁的帐篷睡去了，给了容易和容爵父子一个后背。黑暗中，一些细碎的声音传来。宋时锦没动，他也不敢动。这帐篷并不大，他若是动静太大了，容易肯定是可以感受到的。如果他在一旁看到了，宋时锦自然是感觉到很不方便的。本来还在正常的睡觉，这会儿因为宋时锦的精神过于紧张，他反而无法入睡了。况且他白天也睡过了的，这会一躺下，他的浑身就仿佛有着数十只蚂蚁在爬着，怎么躺都难受。忍不住，宋时锦就这样翻了个身，而后他又继续翻了回去，翻来覆去的几次，他居然还是睡不着，失眠了。宋时锦无语。算了，与其这样睡不着，在这帐篷里蔫着，还不如出去运动一会儿，做会瑜伽的拉伸动作，然后再睡。你还不睡啊？容易看了他一眼。你还不睡？你也睡不着？你他妈睡在我旁边，我能睡得着吗？你在做什么？睡不着，运动一下会好一些。出了点汗，累了之后就容易睡着了。容易点点头。那我们一起运动。宋时锦一头雾水，要怎么一起运动啊？他有点傻眼地问道，内心想要表达的是，或者分开，各自做各自的运动。容易看了他一眼，想了下道：锦娘不是有教我算学吗？我教锦娘打太极拳吧，我觉得锦娘打太极应该会很好看。我觉得我们还是彼此各自运动，然后早点休息比较好。太极什么的，还是算了吧。宋时锦感觉自己蹲个马步，眼随手动，一想到那个画面，他就有些不忍直视。容易看了他一眼，忽而上前道：这段日子总是麻烦锦娘，我有些不怎么好意思了，希望锦娘能给我这样的机会。不需要的。可是我真的很想为锦娘做点事儿。不，你不想。宋时锦这内心的咆哮的吐槽小兽，还来不及将口中的拒绝给说出来，这边的容易就上前来拉住了他的手。来，锦娘，打太极很简单的。宋时锦无语，他浑身一个哆嗦，一把推开了容易，连忙往后推了几步。容易的脸色微微一变，眸色微寒，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宋时锦推开了他，与他保持距离了。宋时锦轻咳了一声，自己也感觉把人家的好意给推开，有那么点不太好意思。他连忙解释：容易，我自己来就好，而且你说的太极是太极剑还是太极拳呢？容易的眉毛抽了抽，忽而有种不大好的感觉。宋时锦站定，深吸了一口气，做了个太极拳的起势。我拒绝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我自己就会打太极啊。宋时锦一边说着，一边开始顺着自己脑子里的记忆，将自己所学的太极拳给演练出来。容易顿时语塞，还有什么是宋时锦不会的吗？会造房子，会做饭，会念书，会写字儿，连太极拳都会。容易的脸色如今没有好看，只有更黑。
宋时锦打了几下就说了是，他觉得自己若是继续下去，这容易估计自尊心就更受不了了。这少年大概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待遇，宋时锦觉得还是不要打击他了。锦娘果然厉害。容易最终将挫败的心情给收了收，而后抬起眼睛，可怜巴巴地看向了宋时锦。不如，锦娘你来教教我吧，就教你刚刚练的那段。什么？你确定你要学瑜伽动作？你一个大男人，长相超级俊美好看，身材一流的男人，你要学瑜伽？宋时锦研究了下措辞，我觉得你学这个运动会比较不大好。可是我想学。容易定定着道，你确定？宋时锦觉得自己这会儿好像怎么劝说这个少年，他大概都不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他也只好放弃自己劝说他的念头。确定。容易重重的点点头。那好吧，宋时锦放弃了抵抗。宋时锦决定先教容易平衡瑜伽的方式，先做刚刚我做的那个下犬式吧。下犬式？对啊，就像狗狗前腿伸出做拉伸的那种姿势。忽然就有点不怎么想学了。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容易在接下来的半个时辰终于体会到了。容易来做这个动作，然后双腿一分，一个漂亮的横叉一字马落下。容易满头冷汗，我怎么腿快断了？刚刚腿颤颤悠悠地站起，宋时锦又轻松的一个下腰。救命，腰折了。宋时锦之前其实有发现，原主虽然是个胖子，可肢体该有的柔韧度他全都有，横叉、竖叉、下腰，各种一字马，原主的这身体牛啊！最后容易冷着脸道：我已经困了，忽然之间想睡觉。宋时锦瞅着他黑了大半的脸，微笑着道：好啊，你先去睡吧。容易两腿发软，扶着腰慢慢的回了帐篷。折腾不起呀！宋时锦不仅仅是个灵活的胖子，有力量的胖子，还是个柔软的胖子。接下来一家三口就正常的赶路，晚上依旧有夜宿，不过大概3个人都很累了，也就没有像第一天那样来回的折腾了，早早的就睡了过去。终于在第5天的时候到了思云城，3个人满身尘土，风尘仆仆。容易正要赶车进城，却被宋时锦给拦住了。他打量了一下一家3口的样子，道：咱们这是过年回家走亲戚的，又不是去投奔的，整得这副模样的不大好，先找个地方洗漱一下吧。好，那先找家客栈。宋时锦将荣爵抱了起来，睡得迷糊的荣爵这会儿终于清醒过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朝着四周看了看。娘，我们到了祖父祖母家了吗？已经到了，不过我们现在衣服什么的都脏了，需要换件新衣服，而且都5天没有沐浴了，还是要先准备一下的。宋时锦给荣爵整理了下衣服，荣爵点点头。的确，我这身上都臭臭的，每次祖父一见我与父亲上门，脸色都不好看。祖父不喜欢你？荣爵算是荣家的嫡长子，又如此灵秀可爱的，居然还这么不招人喜欢，看来这荣家的确有点问题。可能祖母对我还好一些。荣爵想了想道：可能是因为家里的荣战要比我招人喜欢吧。宋时锦的心底微微一酸，容易的养父母本来养容易就是为了要个孩子，后来有了自己亲生的后，自然这一家人对容易的感情就淡了，甚至于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容易没什么感情。既然容易就不是荣家的亲生孩子，那就自然不必再有什么关爱。荣家的人把所有的爱都投注给了后面生出来的那对双胞胎，也就是荣家如今的那对异性双胞胎兄妹。容易的身份不但尴尬，而且成为了没人喜欢的那个，当然连带着容易的妻儿也跟着显得很多余。之前原主对家人并没有什么期待，自然也不会参与过多，也不会考虑太多。可是现在的容易将他带入了这个身份中，开始参与起了这中间的事情，宋时锦就不得不打起了精神，要来面对这一切了。客栈的消费还不算太高，对于他们这一家3口来说还是可以接受得了的。容易与荣爵2个人先洗澡，而宋时锦则是将东西都先给整理了下。他挑了挑眉，思考了下，将自己身上还算值钱的物件都给撤掉，只准备了些朴素的衣物和首饰。荣家一家人什么情况，他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切都还只是一个谜。如果不能摸清楚，就不要过多的暴露自己家的情况。容易与荣爵洗完，轮到了宋时锦。
宋时锦如今已经是抱着反正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容易的心情做事儿了。这一间的客栈房间自然是只能容得下一个浴桶洗漱的，所以容易与荣爵洗澡的时候，他也只能在一旁尽量背过身子不去看。可他这会儿要在这父子俩面前脱光了衣服洗澡，这种场面能不尴尬吗？伸头一刀，缩头也得一刀，倒不如大方点，等容易将水给换好才一背过身去。宋时锦干脆了点，迅速将衣服给脱了，直接就钻入了浴桶。容易不过准备点桂花花瓣，准备往浴桶里撒进去的，一转身便好像听到一声扑通的巨响，再一转身，宋时锦就已经面带微笑坐于浴桶中，安静如鸡。容易顿时语塞了，什么法术能瞬间脱光，又能立刻跳进浴桶，还能镇定如斯？容易从来都没有现在这种感觉，觉得这天下的女人简直无法描述。容易，你转过身去，不要偷看。哦。待容易站在原地，颇有深意地看了眼宋时锦，而后背过身去，对着他扬了扬手里的布巾。那这个呢？拿过来吧，没有这个，他等会儿可怎么擦身子呀？忙忙乱乱，慌慌张张着，宋时锦总算是将自己给洗了下，头发也给洗了个遍。好了，我换好衣服了，只剩下等头发干了，我去窗台那边的梳妆台上坐着，你们父子俩眼睛可以睁开了。宋时锦依稀可以从铜镜中看出自己的面容、轮廓和虚影，好像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感。宋时锦微微一怔，不是错觉，他在瘦下来之后，虽然现在能有这种气质和风采，原谅他近期都没有好好的照过镜子。这原主浑身的气度有种说不上来的美感，微胖的那种美更舒适，因为富贵包彻底消失了，天天练习天鹅臂的好处，他修长的脖子已经开始好看了，身姿挺拔，坐得直，脖子很正，看起来整个人的气质不知道比之前提升了多少的层次。宋时锦微微咧了咧嘴，镜子里的女子也跟着动了动，真的是她啊！宋时锦的心情瞬间美了起来，没有谁想让自己永远的丑矬傻，白富美难道不香吗？宋时锦一边拿着布巾擦着头发，一边兴奋不已。在他身后不远处，坐在椅子上的容易眯着眼睛看着阳光之下坐着的女子，她端坐着，微微低头，脸镜自照，正在擦头发。阳光笼罩之下的宋时锦脊背挺直，腰腹紧收，臀部浑圆。不知不觉中，他长期的锻炼虽然没有让他特别的瘦，却让他的身体有了诱人的曲线。长发微湿披散在肩背上，有些水渍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滑落，渐渐地落入了衣襟内。容易将目光移开，手指微微的一缩，而后紧握成拳。他的眸色中微微闪现出些许的兽性的光泽。容易自嘲地想了想，原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却原来也无法抵抗来自温情的诱惑。压下心底蠢蠢欲动的思绪，荣爵在一旁翻了个白眼儿。旁观者的荣爵瞅了一眼自己的爹，爹。容易扭头看向自己的儿子，怎么了？你是不是也饿了？容易有些疑惑，荣爵了然着道，当我肚子饿的时候，想起娘做的红烧肉的时候，就会用这样的眼神一直看着娘。我觉得你也是饿了。容易顿时语塞，荣爵感叹了下，爹，你大概没有想到你也有这么一天吧？苍天好轮回，可曾饶过谁？这儿子用句越来越古怪了。这句话都谁教你的？娘啊，这话娘经常说，我觉得娘是真的很厉害，好多话都特别有道理。荣爵的小眼睛里全是崇拜。容易轻咳了一声，你娘的确厉害，这一点爹也承认。荣爵重重的点点头，神色凝重。所以爹，你需要好好努力起来，不要让自己落到后面去，不然以后就不可能会有人再喜欢你了。努力？容易皱起了眉头。爹一直在读书，有一日定能考取功名。这没用，能让我多吃一块娘做的红烧肉吗？你这娃，这辈子是跟红烧肉过不去了是吗？宋时锦坐在一旁，听着这俩父子的对话，乐不可支。荣爵如今已经成了娘夸夸，对他这个娘亲简直夸到了极致，就连自己亲爹的地位都在逐步的靠后。没办法，真香定律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宋时锦越听荣爵这小孩说话就越喜欢。来来来，荣爵过来，让娘抱抱。荣爵眼睛一亮，对着容易得意的一扬下巴，
朝着宋时锦所在的方向冲了过去。容易心中暗道：这小兔崽子。容易表面淡定，内心冷笑，忽然愣住了。我去，说是这小子是兔崽子，那他是什么？兔儿爹？兔儿爷？容易不由得哆嗦了下，浑身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行，他好像被宋时锦越带越歪了。宋时锦如果知道容易此时的想法，大概会得出一个结论：沙雕是会传染的。等到宋时锦的头发彻底干了之后，他换上干净的衣服，戴上素净的首饰，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华丽的装扮，却自然有一种清新自然的舒适。年轻的女孩子本就天生丽质，本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装扮的，所以她只要干净整洁就很好了。而容易和荣爵父子俩也换上了一身清新的蓝色，配上黑色的花边，上面的刺绣都是宋时锦亲手给绣的。容易这段时间在家都穿的是旧衣服，并没有穿上宋时锦给做的最近的几件新衣服。这会儿换上之后，才注意到上面的刺绣，他的眸色瞬间一亮。锦娘这绣技极好。容易看着宋时锦，真心的赞赏着道。宋时锦低垂下了眉眼，这是原主该得到的评价。原主的能力几乎要超过了他本身，原主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古代的一个绝世美女加上才女。可是这么一个美貌而有才情的女子，却被家族抛弃，孤身未婚先孕嫁过来，她的内心应该是极其痛苦，放任自己成为一个被人厌恶的人，不与外人来往，还被人造谣说闲话。宋时锦暗自感叹：你看到了吗？你要比其他人想象中美好得多，依照你的才能，也能轻松地得到容易的认可。锦娘，容易不过只是随便夸了一句宋时锦，却令宋时锦这会儿低下了头，陷入了自己的思考之中，这让他微微的不安。他没有说错话吧？宋时锦抬起头，笑着道：你喜欢就好。很喜欢。容易被宋时锦的笑容给闪花了眼睛，他不由得也跟着他轻笑了起来。娘，我们可以出门了吗？好啊，我们一起去你祖父祖母家。荣家位于流云镇的中心位置，处于县衙附近的主街道不远处，也是离书院也不过只有几百米的路程，算是整个镇子上的大户人家了。荣家算是富庶的商户人家，当然也有人在县衙里从政，做管文书的书吏，就这样也已经够荣家人在外头抬起头来了。荣念生正在逗弄着自家2岁的荣战在玩，忽而有下人疾步进来，对着荣念生道：二少爷，大少爷带着大少奶奶和爵少爷回来了。荣念生一挑眉毛：回来了。大少爷平日里早早的就会回来的，然后在家里头待上几天的。这一次没有按时回来，本来大家就在想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那下人说着，不由得神色中带着点鄙夷。荣念生冷哼了一声：什么大少爷大少奶奶的，本来就不是我爹娘亲生的，不过就是个没人要的孤儿。若不是当年我荣家给了他一口吃的，他早就死了。现在倒是会占着我荣家的名额。荣念生便是容易的养父母的亲生儿子了。容易的养父母在容易2岁的时候捡到了他，收养他的时候是在春天，当年的年尾就生了荣念生。荣念生起名的意义就是在此处，思念而生，盼望而生。荣念生还有个双胞胎妹妹，起名荣盼儿。这2个孩子的名字都说明了容易养父母对想要孩子的感受。荣念生出生之后就被容易的优秀给压制着，他能喜欢容易才怪呢。不管荣念生做什么都是不如容易，长得不如容易，学业也不如他，聪明也不如他，成绩也不如他。荣念生大概唯一能比得了容易的地方，也就是跟容易一样生了个儿子。当然他的亲事可是他父母好好的说亲得来的，那跟容易那个出去乱搞大了人家千金大小姐的肚子可不一样，这一点令荣念生比较满意。大哥和嫂子来了。就在荣念生发牢骚的时候，荣家的儿媳妇儿荣念生的妻子靳氏从一旁走了出来，与他一道走出来的还有个妙龄的少女。那女孩子甜甜一笑，唇角露出2个漂亮的酒窝，正是荣盼儿。大哥真的回来了吗？荣盼儿的大眼睛一转，眼波流转。他今年晚了点呢。哼，最好年年都别回来，没人欢迎他。
荣念生没好气着道：“我去接大哥去。”荣盼儿完全不把荣念生的吐槽给放在心上，反正二哥从来都这样，他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喜欢大哥。二嫂，二哥不愿意去，那咱们两个一起去，就别理他了。靳氏的心底也是微微有些好奇，对于容易那么优秀的人，她嫁进来的时候就知道了，也知道自己丈夫向来对自己大哥心绪不平。她第一眼见到容易的时候也是很惊艳的，不过她向来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深知旁人的好都不是自己的，她想出门只是因为好奇，好奇的是那个从未谋面的大嫂宋时锦。容易和荣爵这俩父子几乎每一年都能见到，但是每年只能看到他们两个。大嫂她可是从来只听其名，没有见过真人。荣盼儿瞧了一眼二嫂靳氏的模样。二嫂怎么了？害怕见到大嫂啊？靳氏抿嘴不语，毕竟以前没有见过，是有些陌生的。怕什么呀？放心好了，二嫂，我呀只跟你亲，说什么大嫂，还不是个没有脸的女子，都不知道她自己什么德行，居然做出那种事情来。她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呢。未婚先孕，丢死人了，肯定是个品行不端的女子。靳氏没说话，现在这种情况也不是他来说什么话的时候，毕竟家里头什么话都传得比较快，一个不小心很有可能原本正常的话就会让听者有心了。他没有见过人，还是最好少发表一些意见的比较好。他们来了。荣盼儿忽而道。荣盼儿与靳氏刚刚走到荣家的大门口，便看到了进门的容易一家三口。靳氏远远地看过去一眼，就被这一家三口穿着的类似的衣服微微惊了下，一瞧就是三口之家，倒是极其好认。那容易长得太俊美了，而他身边的小孩子也遗传了父亲的好看，被容易拉着手，看起来一大一小的，很是惹眼的俊秀和吸引人的目光。而旁边的那个穿着同样的布料做出来的衣服的女人，完全不用说，那肯定就是大嫂宋时锦了。靳氏有听过关于她这个大嫂的传闻的，大部分的话都不是那么好听，而且有些人说是见到过她，都说她特别胖，又丑又黑，整得狰狞到了极点的那种，怎么丑怎么形容。所以靳氏自心底就没有觉得宋时锦能给她带来什么惊艳的感觉。可是这会儿真的见到了眼前的女子，她还是被震惊到了。你是大嫂？你是宋时锦？很显然，靳氏身边的荣盼儿更仿佛是被打击了一样，这会儿看向眼前的宋时锦，直接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内心了。正是我。宋时锦倒是一点都不扭捏，大大方方的就认了。荣爵在一旁皱起了眉头。小姑，这就是我娘啊！荣盼儿惊呼出声，大喊不敢相信。这怎么可能？明明是脸大如盆，粗壮又肥，长得跟猪一样的人，怎么可能会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好看？这根本就不可能。不是荣盼儿不相信，而是眼前的这个宋时锦根本就与他想象中的不同。他的皮肤看起来明明那么好，脸上还没有一点的瑕疵，关键是他整个人虽然胖了一点，可并不影响到他的气质。身上的衣服和颜色也搭配着非常的舒服，即使是胖，可是气质出来了，配上了修长的脖颈弧度，脸上又微微的带着笑容，一瞧就特别令人舒服的喜庆。这哪里丑了？宋时锦根本就不丑，如果是个胖子的话，他也是个极其好看的胖子。荣盼，容易忽而皱起了眉头。荣盼儿原本有点张扬的模样，这会儿忽而淡定了下来，他瞬间就不敢再怎么狂妄了。容易虽然好多年不在家了，可是他的形象实在是太正了，平日里给荣盼儿的印象就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读书人，最不喜不礼貌的那种正人君子。荣盼儿连忙恢复了正常。大哥，我刚刚只是被惊到了。虽然是有些意外，宋时锦居然长得不丑不说，还很有气质，可倒也没有影响到他自己的所有心情。荣盼儿笑着走向了荣爵。小爵，好久不见啊，有没有想姑姑啊？虽然不想，但是我还是要礼貌的。荣爵点头。今年的荣爵想要多少压岁钱呢？姑姑只要有，就都给你留着。荣爵的眼珠子一转。姑姑，你很有钱？荣盼儿点点头。对呀，你们过年就要在家住的吧？到时候你来给姑姑拜年，姑姑给你发钱。好，那姑姑记得要多给我一些，我要比荣战的压岁钱多。荣爵毫不客气。
容盼儿心头一喜，就知道他招人家小孩子喜欢。好好好，乖侄啊，姑姑一定给你比荣战的要多。荣觉笑眯眯地弯了弯自己的眼睛，之后便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了。进士随后打断了几个人的聊天。大家也别光顾着聊天了，就先进家里头好好的回去休息。容易直接开口问道：爹和娘呢？容盼儿不等进士开口回答，直接插嘴道：爹跟娘出门去了，这会儿还没有回来呢，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隔壁王屠夫家里头在杀猪，说是要给爹娘分一条猪腿。容盼儿说着，眼睛瞟了一眼这一家三口的装扮，冷哼了一声：哼，今天晚上你们有口福了，把猪肉拿回来，你们都能有份儿。宋时锦挑了挑眉，这会儿的容盼儿这副表情完全就是那么一种瞧不起人的意思，就不必多想他这话是有什么含义了。这分明就是在说着他们家穷，这会儿也完全就吃不起猪肉呗。他倒也不在意，只是笑了笑。容盼儿小心地朝着宋时锦靠近，忽而挑了挑眉，唇角勾起了一抹笑容。大嫂，你可吃过猪肉？宋时锦职业性假笑，伴着温柔的声音：大概吃过一点。听说你以前可是宋家千金呢，那员外府也是有着大鱼大肉吃的。没错，是有的吃的。容盼儿闻言轻哦了一声，忽而将目光移到容易的身上。哦，那你这现在吃不到了，心情应该很不好吧？嫁到我们容家来，应该是吃了比较大的苦的呢。容易的眉头微微皱起，整个人的脸色微微有些不怎么好看了。容觉也跟着有些不怎么高兴了。听听，果然娘是因为家里头穷才会要走的。苦是挺苦的，不过女人不都这样吗？以后小姑你嫁出去了也会懂的，只要男人可靠，吃什么哪里重要啊，反正吃什么都甜的呗。容盼儿顿时一噎，她看了一眼一旁站着的容易，这会儿的脸色跟着的确忽而不怎么好看了。毕竟容易可是真的长得极其好的，能嫁给这样的男人，别说就算是让自己不吃肉了，就算是不吃螃的也是够了的。容易原本黑着脸，听到宋时锦这样的话之后，忽而由阴转晴，看起来多了几分的温柔，目光落到了宋时锦的身上，悄然轻笑。宋时锦也扭头看着容易笑了起来，他跟容易两口子是分是合，那是自己关起门来的事情，这会儿反正是不能让其他的人看了笑话的，而且旁人也别想在容觉的面前让这孩子心底升起什么阴影来。若是他们有这种想法，那就别怪他想要撕逼了。莫名吃了一嘴狗粮。进士将容易一家领到了正屋吃茶，宋时锦端坐着，只把自己的人设定为乖巧听话，只会甜甜微笑的傻媳妇儿，少说话，少错事儿，多听多看才是正道。别人问什么答什么，不会答了就来一个羞涩的笑，然后打死都不说，就不露底儿给其他人看，这才叫有心眼儿，叫有情商呢。宋时锦抬起眼皮，这进士与容盼儿都来了，另外一个跟容易作为兄弟的容念生却没来，这可是很凸显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不和睦了，完全想都不必想的。宋时锦的眼中微微露出几分讽刺，不管怎么说，兄弟能做到这个份上，这已经算是很跌价了。不过宋时锦这会儿也不会将其他的话给说出来，有些事情有些话只能放在肚子里，说出来显得他很小气，有计较之嫌。人情社会就是这样，有些事儿不能做，一做就错；有些话不能说，一说就破。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要拿出来指责。进士没做多久，便说去后厨看看，他这会儿要去做个准备，留下了一家三口大眼瞪小眼。容觉见人都出去了，顿时松了口气。娘，他们这会儿都走了。宋时锦点点头，娘，我不想在这里，我想在咱们自己家。容觉皱起眉头，哼哼唧唧的。容易在一旁眉毛跟着抽了抽，这混账小子是在撒娇？容易眯着眼睛，他可从来都没有教过让儿子撒娇吧。容易嗤之以鼻，宋时锦却很受用，听着儿子的埋怨，他心底却很满足。这孩子愿意把自己心底的不满表达给自己，这就已经很不错了，证明了在他的心底，自己这样的母亲其实还是有那么点地位的，这真的很不错了。宋时锦让容觉坐到自己的腿上，小声着道：没事儿，咱们又不待很久。
见过爷爷奶奶给他们拜完年，说是荣爵不喜欢在这儿，咱就回家。荣爵的眼睛顿时一亮。真的？不过荣爵要乖一些，不能显示出自己不开心什么的，这样可是不好的。娘，你放心，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好，荣爵最乖了。荣毅在一旁瞧着荣爵这小子得意的嘴脸，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忽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一家三口坐了半天，也没有等到什么信儿，荣爵都快睡着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宋时锦眯着眼睛，这荣毅的养父母果然是从来都不看重荣毅的，就在隔壁拿个猪腿都要这么半天吗？这些人分明就是没有将荣毅这个人给放在眼里，故意让他们在这儿等着的，这样子也是太不把他们给放在眼里了。宋时锦冷笑，荣毅看着晚了的天色，有些愧疚地对宋时锦道：不好意思，让你跟着受苦了。宋时锦摇了摇头，他忽而将目光看向了荣毅，你不必不好意思，也不必向我道歉，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错不在你，这是旁人的错，与你又有何干？荣毅微微一怔，我反而有点心疼你，更心疼荣爵。心疼？荣毅的眼睛眯了起来，心底一抽。宋时锦看着怀里打瞌睡犯着困的荣爵，我能不心疼这孩子吗？他明明应该是最受宠爱的时候，却遇到了现在这样的事情。而你也是，明明是应该得到父母关爱的年纪，却很小的时候经历了这些，当时的你应该也很无助吧？说实话，我看到现在的荣爵，就能想到当时的你，一个被带回了家中的孤儿，并没有在一个家中感受到关爱，却反而被众人嫌弃。便是他优秀又如何？优秀到被人嫌弃多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伤痛的事儿。一股热流自荣毅的心底涌出，渐渐地充盈了他整个人的心脏。这样的感觉很是陌生，却又让他贪恋。荣毅静静地看着宋时锦，宋时锦说了半天，却并没有得到荣毅的答复。他的眉头微皱，荣毅，我是不是有哪里说的不对啊？感觉这会儿荣毅的目光怪怪的。没有。荣毅摇了摇头，他忽而挑了挑眉。他们回来了。宋时锦疑惑，一回头，此时的宋时锦果然看到一对中年男女自门外走了进来。那女子与容盼儿的容貌有70%相似，只是年老色衰，可依旧还是能看出来眉目之间的冷硬和气度，这应该就是容母了。进来之后，容父很显然这会儿也看到了荣毅一家三口。这大过年的，早说了你们不必回来的，何必麻烦呢？荣毅恭敬着道：其实也并不麻烦，我们一路上坐着牛车来的。牛车？你们哪里来的牛车呀？他这边都没有那东西，荣毅那边怎么会有？这些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只是我们借旁人的，先拿来用用罢了。荣父看了他一眼，点点头，而后严肃着道：借了就是借了，等你们回去的时候，让我们荣家的牛车给你一辆。荣毅刚刚想拒绝，看了一眼旁边有点期待的宋时锦，他的眉头微微一皱，将自己原本的拒绝给吞了下去。他又何必拒绝呢？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有人白送的就应该拿的，而且锦娘出门平日里都是要让人来回接送。宋时锦却是微微一笑：不用了，我与荣爵若是需要，可以自己去买一辆。其实说实话，他还就真的并不需要一辆牛车，就算要买，他也可能会去买一辆匹马，骑着更可靠。当然，依照现在的家庭情况，想要买马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马要比牛贵上许多的。荣父的眉头一皱，冷声道：我们男人说话，你一个女人家的，插什么嘴？宋时锦顿时无语了。荣毅一听到宋时锦被堵了，脸色此时变得更不怎么好看了。他忽而开口道：父亲，我与娘子和觉儿这一日就不住在家里了。荣父将目光落在荣毅的身上。不住在家里？那你们住哪儿啊？难不成就凭你们这样没钱的样子，还准备住客栈不成？哼，您还真的猜对了，没错，还真的此时就是要去住客栈的呢。而且今天这开的房间还没有退呢。哼，家里地方小，人口众多，回来也没有地方住，我与锦娘住在外头的客栈就可以了。进士这会儿一听这话，扬了扬眉毛。他们荣家虽然说不上什么特别富庶的大户，可也绝对不是什么连间屋子都腾不出来的。荣念生闻言，眼睛一亮：爹，既然大哥要住外头，就让他们住呗。每次有人到家里头来，总是要连累我娘子收拾整理，又是操劳又是管家的，我怕我娘子都给累着了。
进士闻言，整个人连忙道：没有，我一点都不累，能帮大哥和大嫂打扫房子，这是我的荣幸，这并不算什么大事。自己这个相公真的是绝了，他这会儿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这话说出来那可是要得罪死人的呀，真是太没心眼了。就算是真的不喜欢一个人，那也不能这么傻乎乎的就将自己心思给这么直白的说出来，那可真的是愚蠢。进士上前走到宋时锦的身边，大嫂，你别听我相公的，他呀就是嘴上说说，其实心底巴不得欢迎你们在家里住着呢。咱们家里头还有空房，我已经派人收拾好了，就在这里住着，不必在外头花钱了。若不然让旁人瞧见了，还指不定怎么说我们荣家的闲话呢。大过年的，自己的大儿子回来了，当爹娘的居然让人家一家3口去住客栈，这种闲话若是传出去，他可丢不起那个人，也只有糊涂的人才会做这样糊涂的事儿。宋时锦抬了抬眼皮，这个进士倒不是个傻的，看来这荣念生还娶了个有点脑子的媳妇儿。不过暂时也只能看看表面上的文章，认识一个人，短暂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要认识一个人，往往需要的是很久。是啊，大嫂，你就别撺掇着我大哥出去住了。他往年回来家的时候，哪次不都是住在家里的？常住的屋子都留着呢。这一次怎么就忽然之间要想住客栈了？大嫂，你这做人可不行啊！荣盼儿眼珠子一瞟，直接就开口说了这话。瞧瞧，多么明显的挑拨离间呢！容易的眼皮一耷拉，心底忽而升起一阵烦闷。他以前只是一个人过来面对这些，不过一声不吭，忍了就是了。可这时他忽而发现自己无法隐忍了，心底有一种燥热在缓缓的上升，他的眸色微微泛着红血丝，他垂下眼皮，掩盖住眼眸中的森然冷意。姑姑，你别这么说我娘，我娘是好人，你乱说话，小心舌头烂掉。荣觉本来就已经犯困了，暂时也不可能会醒过来，可不想周围这些人说话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他自然也就被吵醒了。一醒就听到了这么一番话，荣觉就恼了。我娘才没有撺掇我爹。他稚嫩的脸庞上全是愤怒，平日里他对荣家人本来就不是那么喜欢，结果这才一见上面而已，他们就这么说他娘的坏话，这令他恼怒得很。觉儿，姑姑能害你吗？你可别被你这个娘给骗了。你忘记了以前你是怎么对姑姑说的啦？你说你娘不照顾你，不爱你，你生病了也从来没有照看过你，你不想要你这个娘亲，你恨不得她赶紧离开，这些难不成你都忘记了？荣盼儿一瞧，荣觉这会儿居然替宋时锦说话，心底便恼了几分。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他做这些不都还是为了他跟荣义俩吗？我娘是天下最好的娘亲。荣觉的眼睛直勾勾地落在荣盼儿的身上，他从今天开始不喜欢姑姑了，姑姑居然这么说娘，他有什么资格说他娘？宋时锦微微一怔，目光安静地落在怀里的荣觉身上，这是荣觉第一次在众人的面前维护他吧。作为一个名义上的母亲，他其实是有些失职的，不过只做了一点点的事情，还是他所认为的简单不过的小事儿，却就能收服一个孩子的心，而后得到他力排众议的单纯守护。宋时锦的心底一颤，他轻轻道：觉儿。荣觉怒火中烧，气得就快要哭出来了。忽而耳边听到了娘的声音，他转过身看着宋时锦温柔的目光，他哇的一下眼圈就红了，眼泪吧嗒吧嗒的落下。娘，对不起，我以前那么说过你。他伤心难过了。荣觉从来都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因为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而后悔难过。姑姑说娘的话，如今他一个字都不愿意相信。他亲眼看着自己爹爹跟娘亲的相处，又很清楚爹做事儿不可能会是娘撺掇的，可他却无法解释得清楚，因为他也曾经说过娘的坏话，如今又被姑姑拿回来堵住自己的嘴。宋时锦看着这孩子哭，心疼坏了，他的目光微微一冷，一向冷静自持不愿意与人争执的宋时锦恼了，他淡然地看了一眼荣盼儿，阴冷的语气如刀子扎人。荣家姑娘真好的教养，平白无故拿个幼儿的胡言乱语当真，还当场对嫂子大呼小叫。你平日里就没有规矩吗？还是说你学的规矩都进了狗肚子里了？属我者可忍，属我儿子者绝不忍。你荣盼儿完全没想到自己竟然被看着完全不起眼的人给指责了。我怎么难不成我这位要撵人出门给大嫂身上泼脏水的小姑子还要再说一些话来诋毁大嫂不成？宋时锦的语气冷硬，
他冷着脸扭头看向了容易。相公，这些人都说我挑拨你撺掇你了，说是我这会儿不真的说几句，岂不是白白让人说这个闲话？容易抬了抬眼皮，他的眸色发亮，薄唇轻勾。锦娘总是能让他意外，他怕锦娘委屈，便愤怒地想站出来帮锦娘承担风雨。可是锦娘不是菟丝花，不需要攀附任何人，她柔弱而坚韧，不愿意与人多费口舌，并不是不怕，不过是她的风度与格局。可若是真的惹到了她，那她便会化身修罗，斩尽天下不平事。大嫂，别生气，别生气，盼儿不过就是年纪小，她还未出嫁，听了2句闲话才会这么不懂事儿的，你可别因为这么点小事儿就跟着恼了。尽是眼瞧着事情要闹大，他是个要面子的，自然不能真的让事情沾到他的身上来，连忙赔了个笑脸，让宋时锦消消气。宋时锦冷哼了一声，他斜眼瞧了下进士，哼，二弟妹倒是个聪明人，可惜呀，别去碰烂泥，毕竟烂泥扶不上墙不说，还会沾得一手脏呢。我给你个面子，不与这位小姑子吵架，不过这荣家我也住不得。说完，宋时锦搂紧了荣爵，转身就朝着门外走去。荣爵趴在自己娘的肩膀上，感受着娘的心跳声，他娘真酷啊。宋时锦就这么大大方方地走出了门，连个好脸色都没给荣家众人。他这么一个做派，直接就让荣家一干人等傻在当场了。荣父也呆了，他都还没有拦住宋时锦呢，这人就这么走得飞快，说走就走开了，让他一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了。荣母也跟着急了，他连忙站出来，走到荣义的身边。义哥，你还站着做什么？还不去把你媳妇儿给拉回来？大过年的，他就这么说走就走的，这传出去还不得让人笑话呀？这旁人都已经听到了荣义是要回家过年的，而且刚刚去屠夫家拿肉的时候，不少人都听到了荣义回来的消息了。现在闹出这种儿媳妇被气走的消息来，那还不得丢脸丢到家吗？荣义慢吞吞地看了一眼荣母，锦娘脾气不好，我害怕。荣母顿时哑口无言，荣父的眼睛顿时睁大了。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怕女人？荣义没说话，一旁的进士与荣盼儿跟着愣住了。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荣义说出这种话来，而且荣义向来都是那么优秀的，他如今居然还会怕媳妇儿。荣念生顿时来了精神。大哥，你真的怕大嫂啊？你嫂子脾气不好，而且极其不好惹。上次林四婶上门，她拎了菜刀把人撵出去了啊。还有一次就是我们村子里的那个王四丫，她把人家给打了不说，最后还让王村长亲自上门道歉。荣义撇了撇嘴，锦娘真的是那种脾气极其不好招惹的人，她如今生气了，反正谁愿意去劝就去，我是没辙。众人无语了，荣义忽而俊脸一垮，似乎颇为无奈。我现在还得想办法哄着她去，别她一生气就这么离了家出走了，那可怎么办？荣家人面面相觑，荣念生一时得意了。大哥，不就是个女人吗？你还是个秀才，有那么有能力的，还用得着害怕她吗？若是她真的不听话的话，你直接把她给甩了不就行了吗？荣盼儿眼珠子一转，也连忙劝着说：就是，大嫂这么给我们脸色，这么瞧不起我们荣家，你要还是一点底线都没有，还向着他，那岂不让旁人说你不孝了？荣义的眼皮微微一颤，他的唇角机不可见地勾起一抹讽刺，心底冷漠如冰，表面却依旧不动声色。好了，先不提这个，就算要让义哥儿与那个女人和离，总也得过完了这个年。说是好容易他们回来一趟，闹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大家都过不好这个年了。荣母叹了口气，终于开口说了第二句话。不过荣母开口说了这话之后，其他人都不再言语。如此看起来，荣母在这些人的面前还是挺有地位的，至少这会儿她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其他人也不能将她怎么样。义哥既然不想在家里住着，那就在外头吧。只对外就说那宋家大小姐瞧不上咱们这家子便好。荣义的心底更是一沉，很好，对人不好，还要给自己一个道德高度。旁人若是不照着他们的想法去做事儿，那就是别人的错，而他们便是怎么也没错就是了。荣义对着众人拱了拱手道：菊儿刚刚哭了，我去劝劝，先行告退。娘，你看大哥，明明都是那个女人的错，他却偏偏要帮着那么一个样子的人说话，这也真是的。行了，我可没听到荣义有帮人说话的，他不过是看在荣爵的份上，给他媳妇一个面子罢了。
这就是他以前所待着的荣家，看着好像是一个完整的家，却处处充满了令人糟心的争斗。荣毅的脚步加快，径直走出了荣家大门。娘，你真的不生气吗？荣觉这会儿已经不哭了，他只是担心宋时锦还会记得他以前说过的那些不好听的话。哼，这有什么好生气的？觉儿以前的感受是什么？如实表达，这很正常。娘若是有错，娘会反思修正；若是没错，那何必要拿别人不正确的评价让自己伤心呢？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做什么都很难说是对是错，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便不同了。荣觉皱起了眉头。娘，你说的好深奥啊，我有点不太能理解。宋时锦想了下，将荣觉放了下来，拉着他到了路旁，找了块大石头坐了下来。好吧，那娘给你讲一个故事吧。荣觉立刻来了精神。好，我要听故事。有一个人找到了孔子的弟子子贡，与他攀谈。那人问子贡一年有几个季节，子贡当时回答说，这个我知道，是常识啊，一年当然是4个季节。宋时锦说道，语气惟妙惟肖，逗得荣觉不由得乐了。荣觉连忙道，对，我也知道，一年有春夏秋冬4个季节。宋时锦摇了摇头，继续讲故事。那个人立刻笑了，对着子贡道，你说错了，一年是3个季节。然后2个人为了这个争吵不停。荣觉听到这里，眼睛顿时睁大了。之后嘛，2个人就约定，既然孔子是大儒，那么就等孔子过来说清楚这一年到底有几季，谁要是输了，就给对方磕3个响头。正好孔子这回来了，2个人便让孔子来评价。孔子观察了一下那个人，然后对着子贡说，是你错了，在他的世界里，一年的确只有3季，你需要给对方磕头。荣觉一听到这里，整个人有些懵了。这怎么可能？娘，这不对吧？明明一年就是4个季节啊。宋时锦笑了笑，他伸手摸了摸荣觉的头。子贡也没办法呀，因为孔子毕竟是自己的夫子，他便只能跪下来，对着那个人磕了3个头，那个人便扬长而去了。这荣觉有点想不明白了。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子贡也在此时询问起了孔子，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孔子于是解释道，那人呢，身披绿衣，分明就是一只蚱蜢。蚱蜢呢，春生秋死，一生都没有见过冬天，在他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冬天这个概念啊！你跟这样的人就算是争论个几天几夜也是没有用的。荣觉的眼睛顿时一亮，他忽然领悟了，原来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我们觉儿没有必要因为旁人的议论而生气，这也是娘不与那些人争辩的原因。赢了或者输了都只是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并不知晓真相，所以不要轻易去评价谁对谁错，或许根本就没有对错。荣觉点点头。娘，我彻底懂了，以后我不会随便议论的，除非是我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宋时锦只是淡然一笑，剩下的话却是没再继续。这个世界上只有权衡，没有对错，不过是看一个人到底重视什么，又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人都会犯错，没必要那么较真，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才最重要。荣毅到了路旁的时候，便瞧见了母子2人，一人讲一人听，其乐融融的一片光景。他往前走几步，便将这个故事全部听完了。锦娘。宋时锦抬眸看到荣毅之后，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笑容，而后他又对着荣觉道，觉儿，你爹来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荣觉眼睛发亮，好，我们这就回去，我要吃娘做的饭。好，一起回家吃饭。跟在宋时锦的身后，沉默地听着他与儿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抿了抿嘴，眉头微皱，总有一种他很多余的感觉，这令他心底不喜。到了客栈后，荣毅便抢着干活，一会儿要帮宋时锦抄书，一会儿又要帮他准备木桶打水，让他晚上好擦身子泡脚。基本上宋时锦要做什么，荣毅都会忙前忙后的，跑得很勤快。这让宋时锦忽而就有点小小的怪异了，感觉如果他再不找荣毅谈一下心的话，这小子很有可能会冲上来给他洗脚。宋时锦看着荣毅过于勤快的样子，不免脸色古怪。他整理了下自己的语言系统，而后上前叫住了荣毅。荣毅，我们能聊一聊吗？荣毅放下了手中的擦桌子的抹布，眼睛发亮地看着宋时锦。宋时锦轻咳了下，你是有洁癖吗？荣毅摇了摇头，没有吧，
只是还好啊。若是没有洁癖的话，就别瞎忙活了。这是客栈，又不是家里，你这又是擦桌子又是抹地的，你把人家店小二的活都给抢了。容易无语。我为什么干活这么卖力，你就不能感受一下，然后认真想一想？宋时锦很真切地劝他一句：容易，这也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读书了吧？做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做事情呢，得分个轻重缓急，这些家务活什么的，我能自己做的，你就好好读你的书，做你的策论。要实在是无聊呢，就出去找同窗喝喝酒，喝点花生米什么的，也好过你在这晃悠啊。容易，你该认真念书，也该出门交际，别总窝在家里，丢了你的格局。容易一时语塞，容易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被数落了，可他面对这样的数落竟然无言以对，这说冤枉好像也并不冤枉。荣爵也在一旁重重的点点头。我就觉得我弟读书有点读傻了，马上要考试了，他却开始忙农活，不该他忙活的时候他却瞎忙一气。宋时锦没再继续说，只抛下了一句：你好好想想吧，别耽误了自己的人生。容易更无语了。我就是想讨好一下你，提升一下家庭地位，有那么难吗？这头一天就在客栈里住下了，第二天荣胖儿就派人过来，当然到了那门口的时候，他还不忘记敲锣打鼓的告知镇子上的邻里街坊。本来这事儿荣家的人是要荣念生和进士来做的，不过进士今天要出门的时候，忽而就犯了头痛症，生了病之后，荣胖儿就自告奋勇的来了。唉，我这个大嫂啊，回家过年怕累着我，就宁可住到客栈里来了。我呀，昨天劝她都没劝住，也不知道大嫂是不是因为是员外家的千金大小姐出身，所以才瞧不起我们这样的小庙。有人一听这话，便立刻跟风了起来，大部分都是爱说闲话，也不懂什么独立思考，只要有热闹，哪都会有人上前打抱不平。你大嫂原来是这样的人啊，真看不出来呀。那可不是，我们荣家平日里对她那么好，干什么都是好说歹说的，可人家始终跟我们不亲近啊，也不知道那心里是怎么想的，大概从来都不曾将我们当成是一家人吧。而且他自己瞧不上也便罢了，居然还拐着我大哥一道出去住，这可把我爹娘给急坏了，这才要让我过来，也好好想办法把他们给请回去。周围人一听荣胖儿这么说，立刻就义愤填膺。等到荣胖儿去敲宋时锦和容易所在的房间的门的时候，也有不少的镇子上的人跟着一道。待宋时锦开了门，他瞧见门口站着这么多人的时候，还是微微一懵。荣胖儿倒是一脸的笑容：大嫂，你就别生气了，大过年的何必整这么一出呢？大家谁都不容易，互相给点面子不行吗？你就跟我回去吧。宋时锦瞅了他一眼，还没开口说话呢，那跟在荣胖儿身后的人便立刻跟风似的当起了说客。是啊，这荣家大嫂，你有什么气也别乱撒呀，这家家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就这么对旁人，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就是别闹了，跟着回家去吧。这么大人了，别跟不懂事儿似的，做人家的媳妇儿就得听听旁人家的意见。哼，这些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了一人的话，就直接将这些过错直接盖到他自己身上了。他双手环胸，一言不发地看着荣胖儿。荣胖儿与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却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这荣家大嫂怎么回事？这是聋了还是哑了？居然这会儿一句话都没说，真是古怪得很。荣胖儿被宋时锦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舒服了，关键是他自己说的都口干舌燥了。眼前的宋时锦连个眼神都没给，没什么反应就罢了，反而一副在瞧热闹听八卦的样子。这种不给自己撕逼撕起来的宋时锦，简直令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大嫂，你就跟我回去呗。荣胖儿瞅了宋时锦一眼，柔弱的开口说道。宋时锦轻咳了一声，脸上似笑非笑。哼，跟你回去？你那么对你自己亲侄子的时候，怎么不想着自己会找过来找我回去呢？一句话一针见血，而且一时激起了千层浪，直接令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当所有在场的人群情激昂之时，往往冷静自持的一句有逻辑的话最有杀伤力。亲侄子，这话什么意思？说的是荣爵，那小子怎么了？宋时锦才不会将自己的委屈说出来，毕竟他就算是说自己的委屈，那也没人同情，所以要开口就得直击要害。我一个无知妇人，平日里被人指着鼻子辱骂，被这小姑子公开处刑，就算是委屈我也就这么忍了。可我的儿子荣爵被欺负，那可不行。宋时锦环视了周围一圈，
各位家里没事儿来瞧热闹倒是挺有一套的，不过就算是看热闹，也麻烦看全一些，别还不知道真相的就随便发表言论。宋时锦挑了挑眉，目光冰冷如铁。荣爵的姑姑，你若是过来给荣爵说对不起的，也许我还能让你进门。如果你不是来做这个的，那就滚吧。宋时锦又看了眼容盼儿，清官难断家务事，你整这么大的阵仗，也别把自己玩脱了。容盼儿一听这话，脸色直接就是一变。她只听了容易说自己这个大嫂很凶，可她想着那些个宅门里的千金，应该个个都没什么脑子的才是。她也并不觉得这次的宋时锦能说出什么有用的话来，所以她才打算做这么一件事儿，也好让宋时锦丢脸。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宋时锦居然能这么狠，直接连一点面子都不给她。你胡说八道什么？大嫂，我与你不过昨日才相见，我怎么能做出像你说的那样的事呢？你这么诬陷我，你让我以后还怎么嫁人啊？容盼儿眼睛用力一挤，直接在此时挤出几滴眼泪来，整个人看起来委屈极了。女孩子一哭就会惹人心疼，不过旁人都还没有表现出对眼前的容盼儿的同情，宋时锦就已经在一旁凉凉着开口：麻烦你别在我这门口哭脏了我回家的路，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了呢。大过年的别那么晦气。容盼儿完全没想到宋时锦说话能无情到这种地步，他不死心的直接开口对着宋时锦吼了起来：我大哥呢？还有荣爵呢？你凭什么站在这里这么跟我说话？你让他们出来，我可不相信这会儿都已经快过年了，他们宁可与你这个无知妇人一道，也不知道回家孝敬父母。宋时锦早就先让容易抱着荣爵出去了，当他这么安排的时候，容易还脸色异常难看地看着他。宋时锦知道他是不高兴他将所有问题都承担了，而让容易自己身为一家之主躲着。可宋时锦才不会管容易怎么想的，他只是觉得麻烦，用一句女人的麻烦让女人自己解决，直接将黑脸容易给打发了。这会儿容盼儿想要找到容易，那可真的有些为难了，别说他还真就别想找到容易呀，还就真的不在。我要进去问问我大哥，他到底要不要管一管你。容盼儿一把推开了宋时锦，而后闯入客栈的房间里。进去之后，里头空无一人。宋时锦，我大哥呢？容盼儿皱起眉头，立刻问起了宋时锦。哟，这会连声大嫂都不叫了呢。宋时锦倒也不紧张，他被容盼儿那么一推也没计较，却是直接往人前一站，淡然的道：你们可都瞧见了，这容家姑娘这么嚣张，直呼大嫂的名讳，还推我，啊，可怜我弱小可怜无助啊。众人目瞪口呆，他弱小可怜无助，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好吧？不过众人却不得不承认，这位容家大嫂说的对，这么刁蛮任性的小姑子，这种状况看起来已经可以说是极品了。宋时锦挑了挑眉，见众人都沉默下来，冷笑着道：哼，更为重要的是，容家人对我相公和儿子怎么样？多年来你们能不清楚，相公年年前来过年拜会，睡在哪儿吃在哪儿，我的儿子又如何被冷待，当真你们一双眼睛都没瞧见吗？围观的街道上的人面面相觑，容家的情况谁还能不清楚呢？大家都是邻里街坊，平日里偷聊闲话亦是简单不过。那容家二老成婚多年，未曾生育，也不是什么奇怪的大事儿。后来不知从何处捡来个2岁孩童，便收养为自己的儿子。问起那孩子的名字，他们自己只记得名字为义。若是之后未曾生育，那对这容易也定然是会尽心抚养。可偏偏不过年初捡到容易，次月容母便知晓了自己身怀有孕，待冬天腊月便生了容念生和容盼儿一对龙凤胎。谁家还能不知道容家什么情况？有了个亲生的一双儿女，那怎么看那个养子便有点看不惯了。那孩子如今是个秀才了，可当年也的确吃了不少苦，上山砍柴，平日里买菜做事，还能好好读书。容易这番苦想起来，也难免让人心底羞惭。宋时锦一瞅众人的眼神，立刻便懂了。他冷笑了一声，目光中多了几分冰冷。哼，所以说你们自己都很清楚容家人是如何做事的，却还要现在帮着他们做这种倒打一耙的事吗？我不是容易那样隐忍的性格，我也不是容爵，只是个孩子。我要的不过就是一个公平，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爱的父母。在昨天知道我们过年回家了，从隔壁肉店回来，用了整整4个时辰，让我们一家3口坐在当厅等了4个时辰。你们中间有谁的腿能走几步路，走得那么慢吗？哼，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不过只是个借口罢了。
众人面面相觑，本来是来帮着荣家的小姑子过来找这位嫂子的问题的，却完全没想到的是，这位嫂子却是没有问题，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人，反而最有问题的竟然是荣家一家人。想一想，谁还能不清楚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宋时锦挑了挑眉，该说的话他自然是要说个清楚的。他可以忍耐着荣家两个糟心二老的事情，可他不能任由荣家毁荣义和荣爵父子的名声。荣义以后是要当官的，而荣爵以后的未来也定然是要走向科举。他如果不让他们父子站在道德高处，不替他们说话，那么到时候最是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麻烦。到时候旁人两个字不孝就能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到时候再解释那就很难了。他如今正好趁着荣盼儿带着这么一群人前来，他就造势。若是这荣家二老能好好与荣义做个表面的关系，他不过逢年过节来瞧瞧，大家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可若是他们有一点不好的地方，那么就别怪他不客气了。好像这位荣家大嫂没说错吧？荣家内父子的地位的确一向不好。我还记得荣爵去年大过年的时候，站在门口那眼巴巴看着别的小朋友玩，而他自己则只能被荣念生给叫着去街上买东西，买了好几次呢。那荣义从小到大干的活还少呢，这父子俩也不知道得是多倒霉，才会跟他们这些人牵扯上，结果搞得自己一身的麻烦。说的是，唉，清官难断家务事不假，可荣义这亏吃的大了。众人听了宋时锦的一席话，个个都开始发表起自己的意见。这中间有说荣家二老不是人的，也有说若非是当年荣家给了荣义一口吃的，他早就身为孤儿死了。说好的说坏的，各种都有。这种事情本来闹大了就很难分得清楚真假了，宋时锦也没想过这一次就能让这事儿给整得干净。再说了，不管是不是荣家二老虐待了荣义小时候，他们最起码给了荣义遮风挡雨的地方，在外人的眼中看起来，他们也是有一定的可以容忍得了的善意。要是强行让荣义做出与荣家断绝关系的事儿，定然会损了他的名声。我相公也是真的苦，可他还依旧对荣家二老尽心尽力。过年了，一定要回来看望养父母，这一次更是带着我一道前来。我是个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可我最是心疼我家夫君。他刚刚还带着荣爵去了城隍庙，说是尽管不被父母看重，他还是要为了他们而祈福。宋时锦说的情真意切的，几乎都要把他自己给感动到流泪了。众人心头一软，这荣家大嫂本以为是个不懂事儿的，却原来只是个心疼儿女、关心丈夫的普通妇人。想来也是，要是真的不孝顺，何必在过年的时候回着家里来？荣义这孩子，唉，真是苦了他了。这荣家人也太不算人了。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好像早上就说荣义回来了，那荣家没人接不说，明明早早就知道，还让人干等了4个时辰，怪不得人家这媳妇儿生气。还有这荣盼儿，感情是先下手为强，他倒是故意这么说的了。此时所有的人都开始嘀嘀咕咕了起来，场面的确开始渐渐地反转了起来。宋时锦挑眉，利用舆论造势，那就要自己做好敢于承担被舆论反噬的后果。名声这样的事情，说是容易一辈子都只是个普通人，那自然毫无作用。没钱没势的人要名声有什么用？毕竟生活一日三餐都很艰难。可容易若是高中，成了百姓的父母官，若是举世闻名的才子，那么这些就会成为他人生的绊脚石。一句不赡养父母，一句大不孝，就足以毁掉一个根基不稳的毫无背景的努力少年。所以宋时锦要做的便是不能让容易和荣爵自己亲自解释，这种拎刀用舆论效果扎心的事儿，就让他一个女子来做。荣盼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周围指指点点的声音都开始指责起他来。他瞬间从一个刚刚还被人给同情的，直接变成了被人给瞧不起的一个人来。他这会儿都恨不得立刻将自己给找个地缝，然后钻进去，然后就再也不出来。这也没办法，怪只怪平日里荣家人做事不靠谱，那些不太好的方面，平日里很小的事情就不能算什么毛病，可是一旦积累到一起，要被人给算账的话，这些就都会成为可以用来指责的原因。我反正就已经把话给带到了，你要不回去就怪你。荣盼儿毕竟也只是个小丫头，本来脸皮也就很薄，哪里承受得了被这么多人用手指着说闲话。她直接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落荒而逃了。
其他围观的人一瞧没有热闹可看了，便也没再说什么，就跟着一道起着哄走了。宋时锦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讽刺的笑，冷哼了一声，转身回了客栈的房间。当然，他已经可以收拾东西了。这个容盼儿说来也不过就是个小小年纪的镇子的丫头而已，她能有什么见识啊？他整理好了一切，而后没多久，容易便带着容觉从门外回来了。一大一小在看到宋时锦安然无恙地坐在桌子前看书时，总算松了口气。他们散了？当然。那你也可有被为难到？我听说不少街坊都过来瞧热闹了，你别被欺负了。容易那会儿恨不得直接回来，要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只是他又不敢不听宋时锦的话，就怕中午没饭吃，只能跟容觉两个在城隍庙里大眼瞪小眼的待着，直到听人说这门口的人都散去了，他们才能轻松一些，便赶紧的回来看看情况。宋时锦笑了笑，容盼儿的段位不行，一个青铜碰到我这种王者，那就只能被秒杀了。容易满脸问号，什么是青铜？什么王者？什么秒杀？宋时锦一时语塞，他一个激动就直接说出了游戏段位的梗来了。唉，这就是跟古人没得聊的原因了，他的世界他不懂。没什么，反正意思就是你那个名义上的妹妹完全不行，到了我这儿只有被我凌虐的份儿。容易走上前，靠着宋时锦坐着，他定定地看着他，眸色中带着几分深沉，那种探究而又奇怪的目光令宋时锦这会儿不免有点怪异。他轻咳了一声，尝试着问，你怎么了？难道是因为他欺负了容盼儿，他不大开心？看着似乎这人也不像是这种意思来着，反正这会儿的容易实在是令他有些坐立不安。容易淡淡着道，没事，只是锦娘以后不许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事了。他也绝对不会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身为一个男人，让自己的女人独自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对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自己无能的表现。哎呀，放心好了，这事情真的是小意思，我才不是那种一被骂就会哭哭啼啼的弱女子呢，我是个打不死的小强，这种小场面小意思啦，我完全没问题的。对了，容易，你以后再遇到这种难缠的毁你名声的事情就赶紧跑，我给你断后。断后？为什么宋时锦遇到这种需要自己独自面对很多人处理问题的事情，她没有像其他女子一般觉得难受、抑郁，感觉自己不舒服，各种压抑，要投入男人怀抱，要安慰的那种，反而还有些小兴奋。容易，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你跟容觉的名声的。宋时锦眼睛发亮，颇有志气。我不需要的。感觉在宋时锦的世界里，好像不需要一个男人。容觉在一旁眼睛发亮。娘，你好厉害，我以后要变得跟你一样，你真的太棒了。宋时锦高兴地将容觉抱了起来，亲了亲他的脸蛋。容易在一旁眼眸微深，莫名的心情不爽，直接将脸扭到了一边，一点都不想看到这个场面。娘，我们现在收拾这些东西，接下来是要准备回家吗？容觉注意到了娘已经将他们的行李都给打包好了，这让他有点不能理解。容易看向容觉，冷哼了一声，你娘是要带着我们回容家？宋时锦有些意外地看了眼容易，这男人居然真的知道他要做什么。宋时锦摸了摸容觉的头，对，你爹说的不错，我们还是要回到爷爷奶奶家去的，这是礼数，我们拿捏性子表达情绪可以，但是不能做得太过，不然会留画饼在旁人嘴里，以后与人辩白的时候容易被人抓住尾巴。容觉深受其害，他那个盼姑姑不就是如此吗？只因为他犯了说了娘亲坏话的错，就当场用他自己说过的话来堵着自己的嘴。一个人若是在礼数上出了错，以后做事儿很难立起自身来。我懂了。容觉连连点头，极其乖巧听话。容易在一旁冷笑，这混账小子就知道装，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就只会在锦娘的面前卖萌。娘，你个宋时锦太不要脸了，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欺负我。容盼儿眼圈红红的，回了家就开始找容母告状。容母心疼的看了他一眼，却是没有直接顺着他的话去安慰他，只是又关心又埋怨着容盼儿道，行了行了，这不都是你不听我的话造成的，我之前就已经跟你说过了，今天早晨的事情让你二嫂去做，你不要插手，结果你非要去，我之前就已经跟你说过了，今天早晨的事情让你二嫂去做，你不要插手，结果你非要去。
荣母心底呸了下，他能不知道近视是装病啊？明明是他自己不想去叫宋时锦回来，怕得罪荣义一家3口，这种伎俩他能瞧不出来？只有自己这个女儿没成过亲，不懂这中间人际关系的圈圈绕绕的，脑子不够用的，会被人当枪使。这会儿的荣母自然是不会想着这件事情的所有原因，其实是因为他自己。那娘，这一回他们不回来，还这么欺负我，就这么算了不成？荣盼儿咬了咬牙，而后心情极其不好着道：大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会找了那么一个女人成亲。那个宋时锦分明就是个泼妇，大哥居然对那个女人言听计从的。容易还是很听话的，平日里也自然是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心眼的。现在出了这种事情，自然就是因为有人在他的耳边吹风。哼，不过就是个肥女人，也不知道她到底哪好。娘，你是不知道那个宋家千金一点规矩都不懂，这种女人真的就不能成为荣家的媳妇儿。荣盼儿真是被宋时锦给气到了，这会儿满脑子只想着要让荣福跟荣母来帮他，最好是能帮着他出气才最好。娘是有这样的打算的，那容易是个有本事，怎么也得以后要娶个高官女儿，也能帮我们荣家。荣盼儿的眉头紧皱起来，他冷哼了一声，确实没有接话。荣母的眸色犀利了起来。盼儿，娘知道容易长得不错，对女孩，尤其是闺阁中的少女来说极有吸引，可你却不许生出旁的心思来。荣盼儿心底一惊，她讪讪着道：娘，你说到哪儿去了？你以为你小女孩的心思我能不明白？你小时候与容易天天在一块，少女怀春之际，见到容易那般好看的少年，能不起心思？你多次偷瞧他，娘都看在眼里。但是你永远记得，他是你的义兄，你生心思是万万不可的。荣盼儿心怀不满，可这会儿却也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闷着声音道：知道了，那种大逆不道的乱伦之事，女儿不会做的就是了。荣母一听荣盼儿这么说，她的语气便稍稍软了下来。盼儿，娘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容易不仅仅是在名义上是你的兄长，他已经有了个嫡长子，你怎么样也做不好旁人后娘的。荣盼儿不是那种心胸宽广的，自然做不到将容易的孩子当成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荣母自己都做不到，若是他能做到，又怎么会如今瞧着容易各种不顺眼了呢？养子与亲生儿子之间都能有这般的差别，更别说这荣爵还有个亲娘。荣母是真的心疼自己女儿，才会将这话说出来。荣盼儿听得不耐烦，心底莫名的火气上升。好了好了，你就别说了，我让你说那个女人的事情不要提我，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我听了就烦，你这到底要不要帮我呀？荣母正还想说几句，忽而仆人进来，说是容易一家回来了。什么？他们不是不回来住的吗？既然放出了那样的话，那就继续高傲着，有本事别回来啊！仆人一脸无奈：三小姐，易公子与夫人带了礼上门了，还当着邻里街坊的面说是来赔罪的。荣盼儿一听，顿时得意了。我就知道大哥不会向着那个女人的。早上我去的时候，肯定是因为大哥不在，所以那个女人才会那么嚣张。这会儿大哥回来了，定然是要帮我出气了。荣母却是脸一黑，整个人忽而感觉不对劲儿。赔罪？赔的什么罪？快出去看看。容易低垂着眉眼，挑眉看了看身边一脸兴奋的母子。宋时锦真是一个有趣的女子，旁人避之不及的麻烦，她皆是游刃有余，甚至于是很喜欢这种挑战。几次被人攻击，被人诋毁，几乎伤不到她分毫。她淡漠到万事似乎毫不关心，却只将一些磨难当成是自己成长的考验。有一种人活着只是为了学习，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而根本无心与人勾心斗角。很显然，宋时锦的本质就是这样一个只追求真理的人。荣爵又抓住了爹爹偷看娘了，他如今已经懒得吐槽自己的爹爹了，毕竟感觉就算是说上再多，怕是老爹也是无法改正的，这已经是他的日常了感觉。荣爵翻了个白眼儿，而后将自己娘的脖子搂得更紧。就在此时，荣家人却是已经从里头走了出来。爹娘，这是我们的一片心意，过年了，还希望二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您二老的孝顺儿子带着儿媳妇和孙子回来看二位了。宋时锦一瞅周围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而此时荣家的人也已经出了门，他立刻见势就开始高声喊了起来。容易在一旁有些无语，孝顺儿子，孝顺儿媳妇和孙子，不，这不是我们。至于荣家众人更是被雷得有点懵，
此时也完全整不明白眼前的宋时锦到底是想做什么，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宋时锦又声情并茂地开始他的朗诵：爹娘，您是我们生命里的光，照耀了容易通往秀才的路，没有你们哪来的我们呢？我对两位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一般延绵不绝。容易已经石化了，好似此时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刚刚的宋时锦会那么兴奋。哼，我就不信恶心不死你们！哼，我反正是在替容易父子在夸赞养父母。众人说起来只会夸奖这俩孩子孝顺，反正说的都是好话呗，谁还不会说两句好话了似的。容父一脸的无语，容母在心里腹诽：这容易找的媳妇儿八成是个傻子吧。娘，你看看，昨天都是一场误会，我们对您和爹有些误会和埋怨了，这怎么能怪你们呢？你们让我们在原地等待，别说4个时辰，就算是等3天3夜，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娘，儿媳妇知错了，以后保证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您让我们等着，我们就等着；您让我们跪着，我们就跪着；就算是您让我们去死，我们就立刻上吊给您看。众人一脸无语，大过年的说死说上吊，大可不必。容易先是一脸懵，而后整个人都已经是一种说不上来的轻松状态了。宋时锦太绝了，他这种讽刺的话远比此时做什么解释来得更为有震撼力。大家能听不出来这话是什么意思吗？容易心底愈发的想笑，他觉得自己已经够会演戏了，没想到他的锦娘更会，而且演的还是毫无任何的痕迹。容母那么精明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听不出来这是宋时锦说出来的反话，句句讽刺，偏偏还让他无法反驳，只一口老血上涌，想吐又吐不出来，一口气上不来。容母两眼一翻，直接倒在了地上。宋时锦一瞧，眼睛瞬间睁大了，急忙大声地喊道：娘，您别因为高兴而晕倒啊，快去叫大夫，我娘因为太过感动而昏倒了。而后宋时锦一脸埋怨地瞪着身边站着的容胖儿，都怪你，平日里也不知道怎么照顾着的，竟然让娘的身体素质那么差劲儿。容胖儿有点懵，我照顾的。宋时锦直接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的话，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将娘给抬进去！你就是想要在这儿让娘冻着的吧？弟妹，来，你与我一道将娘送进去，咱们都是媳妇儿，可不能学着没嫁出去的闺女这般不懂事儿。唉，还是得我们多教导教导啊。进士张了张嘴没说话，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可又偏偏哪里不对。不管怎么说，这会儿的宋时锦的安排一点都没错，毕竟娘昏倒是目前最大的事儿，当然是要立刻就要好好的处理的，定然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的。容家人七手八脚地冲上前，将容母给带了回去。容父气得脸色铁青，阴沉的目光对上了宋时锦。他还没说话呢，宋时锦却是一脸担心地对着容父道：爹，您这会儿就不要太过伤心了，我知道您挺在意的，只是这种情况下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意外，不是？娘会好的。容父一时语塞，容父这一次可是真的了解了这个宋家千金的厉害之处了，他倒也没有真的就傻到直接找宋时锦的麻烦，而是极其冷漠的道：宋大小姐倒是一个挺厉害的人物，容易可真娶了个好媳妇儿啊。宋时锦道了谢，一脸的羞涩：爹，多谢您的夸奖了，再这么下去我会不好意思的。容父顿时就说不出话来了。容胖儿在一旁无语，这个宋时锦呢，的确不要脸，关键是跟他说话简直就是鸡同鸭讲。他爹那是在夸他吗？拿讽刺当赞美，他的脸皮可真是够厚的。宋时锦倒是完全不客气，直接进了容母的房间里，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容易看了都一脸惊奇，不过他却是默不作声，心底只想着，若是其他的人不能将锦娘怎么样，那他便安静地等着。可这些人若是都要伤害他，他可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锦娘要装逼打脸，他就给他绝对的自由和舞台。容胖儿看着宋时锦坐在房间里的样子就来气，别人能不当一回事儿，他却是一点都受不了了。容胖儿咬了咬牙：宋时锦，你把我娘给气昏了，你还有脸坐在这儿，你给我滚出去，不想看到你。容易的眸色一凛，他此时发了声：容盼，你最好别放肆。容胖儿一听容易这般开口，
不由得哆嗦了下，整个人如同被冷水泼了一身，又冷又冰，遍体生寒。他的状态引起了荣父的注意，当然荣父最注意的还是容易的状态。容易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时候，众人感受着的全是觉得他本人性格极好，温和谦让，不卑不亢，又礼貌淡定，如同天上神奇一般，高高在上又道德感十足。这样的人必然是不可攀的，正是因为他这般不可亲近，才令容家人心气儿不平，总想着压他一头。荣父就觉得容易太装，总不太喜欢，毕竟一个小孩，不管父亲喜不喜欢他，欺负不欺负他，总是让他做很多事儿，受很多为难，他也从来都不生气发怒，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儿。荣父不喜欢容易，便是因为这点原因，这孩子骨子里就带着点不正常。他因为恐惧而愈发的想要折磨容易，可平日里不管怎么折磨都不会有反应的容易，这一次居然生气了。他好像第一次见到容易的怒容，那种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冰冷卓绝的气势，令所有在场的人顿觉压力。这种气势他从来只有在当大官的人身上见过，可他发怒竟然只是因为一个女子，还是个不怎么样的女子。此时的荣父的心底顿时一个咯噔，难不成在容易的心里，宋时锦其实有着很高的地位不成？容盼儿被容易给吓了一跳，不敢再乱发火。容易，你敢对我妹妹不敬？容念生直接就愤愤不平了，竟是一个拦不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又开始讲胡话了。她这会儿对容盼儿这个无脑的人有些容忍不下去了，她自己脑子进了水，得罪了一大票人也就罢了，偏偏还要连累到容念生。容念生也真是的，没脑子还要硬出头。容易挑了挑眉，淡然着开口：如我娘子者，如同如我容易。他居然替宋时锦说话，在场的众人此时不免跟着震惊了，就连宋时锦也有一些意外，不过很快他便淡定了下来。容易是个护短的主，想一想也是，本来他就有点大男子主义，还是个神经病，毕竟是个男人，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媳妇儿被旁人给欺负呢？而且宋时锦觉得自己如今有现在这种被父子俩给宠溺着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这段时间维护同居者关系维护得好。容易，你疯了不成？你也不看看你这个媳妇儿是个什么样的疯子，你为了这么一个人要与我们所有人都作对，而且他刚刚还把娘给气昏了，你没有资格坐在这里，滚出去！眸色阴冷，气势瞬间四散开来，一股暴虐的冲动自容易的心底迅速上升，他的脸色一冷，整个人如同一把锋利的剑出鞘，锋芒毕露，绝色风华。容易冷声着道：你说让谁滚？沉着的声音如同道道闷雷，虽然听起来并不高，却仿佛带上了无尽的威胁。容念生不由得整个人一缩，容易这好像是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表现自己如此强烈的愤怒。如果不是从小都认识容易，大概容念生根本不敢认出眼前这个凶悍冰冷的人会是自己的大哥。你凶什么凶？容易，你以为你自己是谁？你不过就是我们家养大的废物，叫你一声大哥就算是抬举你了。你真觉得你是我们容家的人吗？容念生冷笑着，继续讽刺着容易。你居然还有胆子敢这么跟我说话，简直可笑！容易眼底深沉如暴风雨，他收敛起自己的愤怒，只定定地看向了容父。父亲和母亲是不是一样的想法？我不过就是容家一个废物，不该拥有当容念生和容盼儿的大哥，而我妻子和孩子更是与容家无关了。容父心底一颤，他被容易这样的话震得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毕竟从内心的深处来讲，他的确是如此想过的，可若是当着容易的面子说起这话，却是极其不该的。容父倒吸了一口凉气，容易阴沉着脸，整个人此时更为冷漠。父亲不回答，看来这便是真相了。容易的眼睛里全是冷漠。宋时锦将容觉护在身边，他的脑子在不停地转动着，他迅速地想着这眼前的状况该怎么解决，是同意容易现在与容家断绝关系，还是要再等一等？虽说断绝关系是好事儿，可手段却过于激烈，又闹了昨天那样的事情，必然舆论会不利于他们，而且他还需要再了解容易本人的心情，不能直接就定义了全部。所以容家没有一个人将我容易当作亲人。容易心底愈发的冷漠，这便是父亲你从来都不曾正眼看过我的成绩的原因，这也是母亲
他从不会主动为我缝制过一件衣服的原因，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将他容易当成家人看待。容易，你闭嘴！现在是说你这个不孝媳妇儿的事情，跟你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别在这里乱说话。荣父此时心虚的恼恨了。宋时锦忽而将荣觉的头摸了摸，然后走到一旁的容易的身边，他伸出了手，握住了容易的手。进士果然将一间最好的院子直接给了宋时锦，又很听话的将2个年纪不过12岁左右的侍女给指派过来，照顾着一家3口。宋时锦有些无语，我应该提醒他找2个年纪大点的嬷嬷的。他一个现代人要指派2个12岁的丫头，他有种虐待少女使用童工之嫌。想到这儿，宋时锦便又让他们这2个侍女怎么来的再怎么回去，只将房间让他们给收拾干净了，让他们走了开。真他妈累啊！宋时锦在路上行进了那么久，如今又才刚刚到这儿收拾好了，就跟荣家人干仗，挺累的。荣觉到这院子里的另外的房间休息去了，荣毅却没走，很快也进了卧房。宋时锦看这人就这么大大方方的跟进来之后，一头雾水，立刻坐起了身。荣毅，你不累吗？这院子房间比较多，你随便挑一间住啊。我看西厢就不错，刚刚不是让侍女也打扫过了吗？荣毅点点头。西厢的确还可以，房间也挺大，收拾的也干净。所以你回去啊，杵这儿干啥呀？荣毅缓缓地走向了宋时锦，一双如鹰一般的眸子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荣毅，我操，这个神经病不会神经病犯了吧？在。我刚刚说的话你听到没啊？麻烦你后转，门在那边，谢谢。荣毅摇了摇头，又往前靠了靠。宋时锦一头雾水。荣毅坐到宋时锦的身边，因为床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古式婚床，他往宋时锦旁边一坐，这空间顿时便狭窄了许多。锦娘。荣毅用着温柔的声音叫起了宋时锦。宋时锦听得浑身一抖，鸡皮疙瘩顿时落了一地。宋时锦往自己的大腿上死死地掐了掐，这荣毅的目光有点奇怪，看着他的眼神太过于诡异，令他心底的警惕感更重了。宋时锦眉头紧蹙，利用自己钢铁一般的直女意志力抵消了眼前男人这种让他浑身难受的眼神。他绞尽了脑汁在想着，荣毅这会儿想干嘛？难道是被他今天女汉子的行为给震撼到了？哼，别说他有些凡尔赛啥的，论直女这方面还没有谁能比他更钢铁一些的。可是这荣毅也是个大直男呢，那之前他俩还约法3章呢，依照这男人的尿性，8成又是试探。反正这人是有前科的，坚决不能就此完全相信了他。宋时锦想来想去，只能想到荣毅这忽然改变的态度，还有8成的一个原因。宋时锦尝试着开口，荣毅，你这么看我是……荣毅的眼睛里仿佛藏着天上闪耀的星星，他静静地释放着自己的魅力，等着宋时锦慢慢的害羞，或者是忽而态度软化。是什么？他轻声问，又靠近了宋时锦几分。你早饭吃了没？荣毅一呆，你是跟荣爵一样肚子又饿了吧？你想吃什么？跟姐姐说，姐姐给你做呀。荣毅的头有点疼了，瞬间收回了自己的目光，他的眉头紧锁，静静的在此时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向宋时锦。姐姐？对啊，都说男女同龄的话，女生要比男生更成熟一些。我想过了，咱们虽然是要和离的，可也不必将关系搞得那么僵嘛。我看最近咱们的关系就还不错的，你叫我夫子也挺不错。作为学生，你挺优秀的，不过毕竟没我见识广，没我胆子大，也没我成熟。所以呢，我就作为你的长辈，当个姐姐吧。放心，我会好好的在这段时间里把你当成我的亲弟弟一样看待的。荣毅一时语塞，他的脸色更有些不怎么好看了。荣毅深吸了一口气，直接拒绝。我不想做你亲弟弟，况且你也不是我姐。荣毅刚刚还温柔着的语气，此时难得的多了几分冷漠和疏离。拒绝了。宋时锦冷哼了一声，哼，你若是拒绝，以后就不必吃我做的饭，或者吃饭给钱，你自己想想清楚吧。荣毅语塞，他抬了抬眼眸，深深地看了眼宋时锦，那个眼神过于让宋时锦看不懂了。我吃饭给钱，宁可给钱，也绝对不能被定名分。宋时锦一脸为难了，
靠，老娘这么真心待你，结果连换做个姐姐都不行啊！果然渣男。那你还有什么事儿？是现在要吃饭吗？宋时锦皱起眉头，冷哼了一声。哼，我现在不打算做饭，我好困了，要睡觉了。说完这话，宋时锦身子往后一倒，双腿一夹被子，往床里头一滚，就躺进大床的角落里睡去了。宋时锦睡觉特别喜欢靠墙，越往角落钻，他越有安全感，容易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他的长相、身材、魅力，什么时候开始通通不管用了呢？荣母在荣义一家3口走开之后，就立刻清醒了过来。姜还是老的辣，说婚就婚，不过就是装的罢了。荣母今年也不过40来岁，虽然作天作地的，可到底身子骨还算硬朗，当然也是他平日里稍稍注重健康和养生的结果。这个荣义胆子也太大了，居然就任由他那个媳妇儿闹出这一桩桩的事情来，这还有将我们放在眼里的吗？荣母听着荣父发牢骚，眉头紧皱了起来。怪只怪我们小瞧了那个姓宋的，以前没有见过他，所以对于此人的为人品性都不是了解，才会吃了这么大一亏。接下来小心一些行事。荣义之前不将他这媳妇儿领回来，又是3人成虎，说什么这宋家大小姐没什么能力，我们只当荣义对她不上心，哪里有想过会有这一遭。说得不错，我们还是小瞧人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做？荣母闭着眼睛，她思考了下，睁开了眼，缓缓道：先暂时让他们在这儿好好过年，告诫念生与盼儿别跟他们一家3口起什么冲突。过完年他们自然就会走了，这种事情1、2天是无法解决的，只能慢慢来，没什么能做的，不过一个忍字罢了。忍倒是没什么，可来年开春这容易就会考试，依照他的学识又被卢县令看中，将来定然能高中举人，到时候我倒是又怕。荣母冷哼了一声，没好气地看了荣父一眼。你就是这么胆小怕事，若非如此，怎么还会被他们给拿捏了？容易再怎么说，那也是我们的养子，这一重孝道压下去，不怕他们这人能怎么蹦跶得了？我们如今不过只是稍稍的稳着点过日子，让他们不觉得我们与他们关系不和罢了。况且容易高中了举人，对我们荣家来说自然是好事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好处总是要比坏处多的，万事想得长远一些。况且这宋时锦如此脾气性，还要拿捏着容易，早晚会出事。女子是绝对不能骑到男人头上去的。容易那个人的性格看着是个好说话的，其实倔强得很。就宋时锦如今的表现，早晚会在容易高中之后被人诟病。这夫妻之间往往是不需要其他人怎么出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会散了的。我们别去动他们一家子就是了。荣母也不是个蠢的，凡事要看利益，容易怎么说都是他的养子，就算不喜欢，只要他能高中，那带给荣家的荣耀就足够念生和盼儿的日子更上一层楼的。荣觉第一次在荣家住那么久，而且还不是那种很委屈的住着，反而是很轻松。更重要的是有爹和娘陪伴着，他很轻松。以前会被人给欺负，现在嘛，他感觉自己不欺负人就算是好的了。荣战以前看到了他就上来与他吵架，现在大老远的看到他就立刻被下人给抱走了。娘，那些下人如今都不让荣战跟我一道玩了，他们远远的才一看到我，直接抱起了荣战就跑。那怎么了？你很想跟荣战一起玩吗？荣觉急忙摇了摇头。不，当然不想了，跟荣战一起玩没意思，他年纪那么小，不过才2、3岁，以前他受宠又不懂事，明明是我的玩具，他非要跟我抢，抢不过就哭，话也不会说一句，然后就会连累我挨骂，我不想跟他玩。荣觉扬起了脸。我最喜欢跟王傲轩一起了。王傲轩？为什么？因为王傲轩这人最有意思啊，而且我认识的小朋友里头就属他家最有钱了，既然有钱，那就要一起玩呗。宋时锦眨了眨眼，觉得这孩子的思想怎么有点歪啊。荣觉，你不能嫌贫爱富的哦，怎么能因为别的小孩子家里头有钱就觉得人家好了呢？可是娘不是如此嘛。宋时锦连忙摇头拒绝。不，我不是。那娘为什么要离开我跟爹？
这个宋时锦思考了下，因为娘跟你爹之间没有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感情是不会幸福的，是很折磨人的。荣爵皱起了眉头。爱情是什么？你问住你娘了，你娘这个21世纪的单身狗也不懂啊。宋时锦想起自己磕过的 CP，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默默的道，可能是一种奇妙的感情，表现的就是有些智商和情商的普遍下降，有些手足无措，总是做一些犯二的后悔的事情。那这些平日里没有爱情我也会有啊。荣爵想了想，我就经常犯错，以前还讨厌过娘的，现在不也后悔了吗？所以我对娘也是爱情吗？宋时锦哭笑不得。当然不是了，你是娘的儿子，你跟娘之间只有亲人的关系了。哎呀，这个等你长大了就会懂了。你需要找一个让你无时无刻真香打脸，会对你双标，也能让你对他双标的，与你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相守相知。当然了，还想睡在一起，没有生理冲动的感情，那当然不能算作爱情了。不过这娃还小，这一点还是不要提了。荣爵挑了挑眉，脸色忽而凝重起来。哦，好像有些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反正娘说了，长大了就会懂，那他就等着自己长大就好了。那娘，你与爹爹之间没有爱情，那跟谁之间会有爱情呢？爱情是可以对任何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吗？小孩子总是会有10万个为什么的，这个年纪的孩子更是如此，直接问出了口，倒是令宋时锦一时哑口无言了。宋时锦想了想，应该是的吧。爱情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其他的，它的产生可能会是一见钟情，也可能会是不知不觉中的细水长流。哎呀，总之呢，很有可能会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宋时锦忽而头大了。总之娘也不太懂，以后你会明白的，以后娘也会明白的。哦，荣爵似懂非懂，他也没再问，毕竟娘都说自己都不知道了。他回头可以问问王傲轩，毕竟他算是比较聪明又有经历，指不定懂呢。宋时锦与荣爵聊了会儿天，忽然门口有个丫鬟跑了过来，本来是传递个口信，说要让荣义去前院看看苏醒过来的荣母，陪荣母聊聊天。结果那丫鬟跑得太快，到了宋时锦的身边的时候，脚下一个打滑，直接差点就摔飞了出去。就在他即将要摔倒的时候，宋时锦往前一走，反应很快的直接上前搂住了他的腰。小心一些，别走太快了，要不然伤到自己就不好了。宋时锦的声音很温柔，说话又好听，脸上又挂着笑容。这会儿把那个丫头给扶正，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便直接令眼前的丫鬟脸瞬间一红。他忽而觉得大公子的媳妇儿长得真的好看，身上香香的，软软的。荣爵的眼睛直勾勾地看向眼前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忽然他的神色凝重了起来。荣义正在房间里读书，这几日被锦娘教育了，说他的任务是好好读书，不是在家当个只会做家务的废人。他无法反驳，只能恢复了以前做学问的状态。不得不说，这段时日的休息和生活经验，与家人之间的相处，令他大有收获。之前有些不怎么能通的书，如今这一次却是很轻松的就全部弄明白了，这令荣义自己都感觉好像在休息过了之后，读书学习的状态越来越舒服了。荣爵忽而走了进来。爹，我有事情要问你。荣爵的神色中难得带着几分严肃。有什么事情你直接问。爹，你跟娘之间其实没有爱情的，对不对？你这个孩子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荣爵的目光微微一凛。我当然要关注了，娘就跟我说她不爱你。荣爵这话一说完，此时明显感觉到眼前的荣义的目光中闪烁着一丝冷漠和凉气，整个空气在此时都仿佛是被寒意笼罩。荣爵对自己老爹这模样大概也能清楚一些。爹，你生气了？荣义眯着眼睛。你娘亲自对你说的？荣爵重重的点点头。是啊，爹，你虽然其他方面都不太行，可好歹长得算是可以的，可你长成这样，我娘都不爱你，那你很惨哦。荣义有些无语，荣爵没等到自己的父亲对他的话有什么反应，又继续道，而且我还发现我娘很有可能不爱你的原因。荣义满脸疑惑，是因为你是个男人，
之后，荣爵神神秘秘着道：“我看娘看着别的女人的眼神，都好像比对你要好得多。今天一个丫鬟差点摔了，娘伸手就把她给扶起来了。然后娘看着那个丫鬟的眼神，真的挺有爱的。”荣毅哑口无言，荣爵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爹，爱情是不能勉强的。娘为什么这么汉子？她爱的是女子啊！”荣毅要被自己儿子这乱七八糟的说法给气笑了，又生气又觉得好笑。爹，你听到我说的话了没？你可别将这个不当成一回事，这可是真的太重要了。听到了。荣毅没法跟眼前这孩子解释什么，再说了，就算是真的解释了，估计他也不会听什么。我就是专门过来告诉你这个消息的。荣爵满意的点点头，他爹一把年纪了，还那么差劲儿，若是没有他来帮着忙，怕是以后会更惨。爹，你别以后惹娘嫌弃了。娘如果真的爱上了别人，你就让他走。荣爵再一次感叹了下，而后小大人一般的背着手走出了房间。虽然荣毅总觉得荣爵刚刚是在胡说八道，可此时的他不免听到自己儿子这样的瞎胡说，心底居然还真的多了几分不舒服。宋时锦居然是喜欢女子的，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却又解释了为什么他不会被自己给吸引到的原因。荣毅的眉头越锁越深，以前似乎不能相信的，现在也有些不得不相信了。本来还能看得进书的荣毅，此时整个人瞬间就不好了，怎么看着书上的字儿，怎么都觉得看不下去。荣毅深吸了一口气，直接起了身。他走入院子中，正好瞧见宋时锦放了把椅子在走廊下，盖着毯子，整个人缩了一团在看书。看到宋时锦的那一刻，荣毅刚刚烦躁的情绪瞬间就得到了缓解，刚刚被荣爵那个混小子带动的愤怒，只要看到了宋时锦就一下子平和了。荣毅缓缓地走到宋时锦的身边，宋时锦看的书是历史秘闻，讲的都是些当朝名气比较大的富贵人士的八卦事件。这本书自然是他刚刚找那个小侍女去找过来的，这种书也还是挺有趣的，至少宋时锦这会儿看着心情还挺不错，他一边看一边乐。这种朝野秘史讲的谁家最近因为什么事儿被御史给弹劾了什么的，还有谁在外哪又有私生子了，跟谁之间还有那么一腿了，还真别说，瞧着还真挺好看的。宋时锦一边瞧着一边乐着，嘴角都差点合不拢了。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堂堂的3品大员怕老婆，怕到因为早起晚了被老婆罚着在院子里裸战。就在宋时锦正笑得开心的时候，冷不丁身边传来了一道声音：“锦娘读的什么书？这么开心？”荣毅开口问道。宋时锦的笑容就这么僵在了脸上：“你不是在书房里看书的吗？这回到这里干嘛？”宋时锦挑了挑眉，感觉自己有些整不明白荣毅的心思。他已经把自己的情况很清楚明白的跟荣毅说了个清楚了呀，怎么这人好像就没有将他说的话给放在心里一样？锦娘很不喜欢我来找你。宋时锦思考了下，定定的看了荣毅一眼。我们之间有约定的，这一点你不是不清楚啊。既然已经有约定了，那就不能随随便便的总是将这约定给打断呢。荣毅，你这样让我很为难。荣毅的眼睛微微一眯，整个人心底又开始升起了那种奇奇怪怪的烦躁的感觉。他定定地看向了宋时锦。我觉得也不至于连聊些天都不可以吧，而且锦娘不是说了要做我的夫子的吗？我们总不能连普通的话都聊不得。普通的聊天自然没问题，只是荣毅，你有的时候不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已经过于介入了吗？他觉得这男人已经做得有点过了的，除非这个男人对他真的产生了感情，对他有那么点意思了。宋时锦只是这么一想，整个人瞬间就是浑身一个哆嗦，妈呀，想都不敢想啊。荣毅的性格里头似乎还是有些偏执存在的，那童年阴影哪里有那么容易就被治愈的？这种变态大佬的心思只能躲着点儿。若是锦娘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对，大可以直接当场指出来，我改了便是。锦娘也不必因为我而困扰。看花不是花，本是心中花。锦娘若是担忧对我生情，又何必惧怕我的靠近？况且我荣毅对锦娘并无非分之想。荣毅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眼睛也都没有往其他的地方看过去，他只是看向了手中的杯子。那杯子里的几片茶叶起起伏伏，一如此时风景，令他情绪跟着不安定。宋时锦一听容易这话，立刻抬起了眼，眼睛直勾勾地看向了容易。你说的是真的？如果容易真的没有对他有非分之想，那他自然不必与他保持什么距离。自然。容易抬起了眼，定定地看向宋时锦。宋时锦顿时松了口气，却又忽而觉得不大对劲儿。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做我亲弟弟啊？还有啊，你这个人魅力太大，长得又好，我只是个弱女子，不想天天要提防着要靠近你，这的确是挺麻烦的。他拒绝，不过只是知道有些人诱惑力太大，尽量斩断情缘，不要靠近才能保住自我，就跟他减肥和学习工作一样，明明要减肥，还天天的往餐厅跑，还要顿顿被爸妈投喂，那能减得下去才怪呢。而学习工作也是，不要觉得自己能如同大佬一样，可以在闹市里学习，相信我，找个安静的不受打扰的图书馆，效率才会更高。这对待男人也是如此，太优秀的男人天天面对着，万一动心了咋办？放长线钓大鱼线，锦娘这样的单身独立女性超级难追啊！我实在是不要太惨。感情这种事情，谁先开始谁吃亏，就算是有好感，也不能放任自己，怪他自己太理智，不，实在是因为伤不起啊。容易挑了挑眉，心头大定，眉眼微微的弯起，整个人的气场都变得稍微温和了起来。宋时锦这回说的话颇有几分真心，也令他心头舒坦。本以为自己是被他讨厌，魅力不足，这种事情自然令他颇为沮丧，却不想原来真相是这般。容易听了宋时锦的真心话，舒心了许多。有些事情不能急，徐徐图之，缓缓前行，远比突然得到的要来的坚定而且持久。容易笑了，眸色微深。锦娘，喝茶。凡事其实不必如此较真，你总是这般躲着我，对于荣爵那孩子来说也不是好事。况且若是我们二人皆心底干净，那自然什么问题都不会存在。若是锦娘对我不会心生暧昧及心动，我亦不会，那又怕什么呢？宋时锦一时哑口无言。荣爵是个听话的孩子，他定然不想看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于一处却连话都不说一句，那孩子会为难的。容易又继续说服着宋时锦，其实我们如同普通人家那样相敬如宾就挺好的，也可以如同家人一般相处。和离这件事我容易从未提起过，以后也不会再提。你永远是我孩子的亲娘，和离这件事主动权一直在你的手中，而不在我的手中。容易的确是个口才极佳的说服对象啊。宋时锦被这人这么一大堆的话说出来，直接就懵掉了，无言以对了。实在是他那点单身独立的话顶不住人家又是提孩子又是给条件的。行了，那我就信了你的话了，毕竟你说的很有道理。你也别怪我故意跟你保持距离，我并不想在旁人的眼中或者在你的心底都变成一只舔狗。舔狗的下场很悲惨的，听说过一句话没有？什么？容易皱起了眉头，锦娘又开始用些奇奇怪怪的词儿了。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容易哑口无言。宋时锦继续看书，他穿越过来的第一个人设就是原主身上被夹的舔狗，什么未婚先孕，他是故意要找机会嫁给容易的啦，什么上赶着送上门的，遭人嫌弃的呀，就一开始那个容易对他的冷漠态度，还有荣爵那小子说的要将他给撵走，要换个娘亲的，他亲耳听到的话，他能不给自己时不时的就敲一下警钟吗？容易的眉头深锁，手中的普洱茶忽然之间喝起来就不香了。本来是习惯于缓慢品尝的提神的茶，可令他神清思明。这会听了宋时锦的话，他忽而脑子里蹦出了一句名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这尼玛简直不要太精准了。宋时锦如今这么难搞，完全是因为之前他自己的态度啊。容易从来都没有这样想狠狠地抽自己一巴掌过。荣念生与荣盼儿两个人对坐在一起，小声地嘀咕着。进士抱着荣战坐于门外的椅子上，这会儿的心情显得很不好，他的脸色并不好看。一旁的侍女丫头只看上进士一眼，就知道自家主子不开心了。去给三小姐倒杯茶去。进士虽然不高兴，可也不能就此表现出来，不然依照荣盼儿的性格，
肯定是不会给他什么好果子吃的。他没有宋时锦的那个嚣张，更重要的是，就算进士强硬，荣念生不与他一条心，那也没用。到时候反而是他落下个埋怨，他只是个儿媳妇儿，说是全家人都说他错，三人成虎的，他一张嘴也抵不过这荣家4口人你一言我一语。少奶奶，您别生气了，三小姐向来就是这么个脾气性格，她一直都是这样的人，跟她这边计较着，您的心情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的。我烦的只是荣念生罢了。进士这话说完，看了看怀里的荣战，又苦笑了下。或者说我并不是烦他，只是在厌恶自己，命不好，又能怪得了谁？若不是有着荣战，他也很难说能不能在这个荣家待下去。可是有的时候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她身为女子，嫁人无法选择，夫婿无法选择，娘家人将她一人留到此处，让她一个人面对这些磨难，而夫家人则将她当牛做马，毫无尊重。进士叹了口气，若是荣念生对她好，听她的便罢了，那只要分家，日子也不一定就不是没有什么过下去的必要。可是现在荣念生是个糊涂的，又心眼极小，极恨旁人，胸无大志。少奶奶，侍女看着进士，不免觉得有些替他不平了。这荣家一家都是什么人呢？进士对这个家真的付出的已经够多的了，其他的所有人能比得了人性价比的付出吗？可惜呀，明明做了那么多，最后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荣家的人真的太过分了。侍女虽然是吐槽，可此时也不敢太过于大声，毕竟只要开口了，说是被听到了，又是一阵的折磨。这也是没法子的，谁让我只是一个人？这里毕竟是荣家，荣家的4个人没有吃过亏，没有受过什么委屈，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他们自己，所以对错由他们来制定。在荣家，规矩是他们定的，荣家人说对就对，说错就错，对三小姐一个样，对媳妇儿一个样。那少奶奶就要在这里忍着，一直这么下去？如果成亲这么惨，她还是不要成亲了，太可怕了。侍女心道，如果有机会，她宁可在少奶奶的身边待上一辈子，哪怕就做个老嬷嬷，终身未嫁，那也是好的。不然呢？战儿生下来就姓荣，他们荣家的其他人可以不管，可是我战儿却不能不管着。她能在荣家坚持下去的原因，不过就是一个荣战。那二少奶奶在这样的荣家中又不能开心，不能好好的过生活，那岂不会痛苦一生？难道就不能和离，就不能再去找个可以给自己幸福的人吗？侍女皱起了眉头。那大公子的夫人就能嫁得那么好，她那个样子都能得到大公子的怜惜与守护，真的，这成亲呀，还是要看人品。进士摇了摇头。不要看着旁人光鲜，也不要觉得别人的好就一定好，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苦的地方，不过苦的不同罢了。和离2个字倒是轻巧，和离之后的日子不见得能好过，好歹我现在的日子还挺好。我与宋时锦不同的，我这几天也跟他稍稍打了几次交道，他令我很羡慕。侍女微微一愣。你羡慕他？他可没规没矩的，而且名声还特别的差劲，多少人都瞧在眼里，背后不知道该怎么骂他呢。你不知道，就荣老爷我就听了不止1次气的破口大骂，看来是已经被之前的事情给气着了。进士笑了笑。名声的确是重要，可多少人就是被这2个字给绑起来的。宋时锦那般性情的女子，说实话，若是她处在我这个位置上，定然也不会如我这般的窝囊。这个那倒是。侍女想了想那天大公子媳妇儿的表现，仔细对比了下之后，她也的确认可眼前二夫人所说的话。宋时锦拿得下放得下，她比我勇敢坚强。每一个人，你是什么样子的，你会影响着周围的人进行改变。我性格软弱，所以荣家人欺负我，荣念生也不会在意我的情绪。可宋时锦性格泼辣坚韧，他那般姿态和强硬，便不管是谁都会畏惧几分。这世间之人就是欺软怕硬。进士很通透，毕竟他见过的也多，可正是因为他太通透了，才觉得自己很可悲。他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可他无法改变，也不能改变。他不如宋时锦能舍得下任何一个人，他舍不得荣战，不想荣战长大以后没有自己的陪伴，没有荣家的支持，所以他只能这么过日子。侍女没法子劝了，如同自家的夫人所说的一般，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真正的对或者真正的错。所以我如今的处境也不过就是形势逼人，
我已经无法选择了。丫头，你若是能明白，以后记得选择很重要。若是我从一开始便选择对了，那便不会让自己走到如此地步了。形势越走越差，不过是因为第一颗纽扣扣错了，那便往下全都是错，除非及时止损，否则他已无法回头。可他一路走来，实在是不舍得放弃自己如今已有的一切。近视这般态度，令侍女不再多劝什么了。二少奶奶说得对，她之前的那种所谓的打抱不平，如今瞧起来多少有些可笑。毕竟她又不是二少奶奶，又如何真正的彻底的理解她？这人生也太难了。那二少奶奶，您那么敬佩大少奶奶，为什么不去找大少奶奶聊一聊？近视一愣，忽而摇了摇头。你去将近来买的料子和首饰等都拿去给大少奶奶一份。近视叹了口气，他倒也是想与宋时锦之间将关系修复好，可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有些立场生来就已经注定，而且怎么也难以改变。他若是与宋时锦走得太近了，那荣家人又该怎么看他呢？他作为荣家的媳妇儿，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又能折腾到哪一步呢？只能尽点自己的微薄之力，还不至于令他太难做人便罢了。这些都是二少奶奶拿来的？宋时锦挑了挑眉，荣母自然是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的。说是这荣家人都能大方一些，又何至于此呢？宋时锦唯一能想到的便是近视了，唯一一个还算清醒的荣家二少奶奶。是的，大少奶奶可以试一试，这些料子都是极好的，而且首饰都是流云城最大的首饰铺子里做的。将这个香囊拿去给二少奶奶，这算是我个人的心意。宋时锦还不至于一点礼数都不懂的。事实上，原本还想着荣氏二老怎么说也是容易的父母亲，而荣念生与荣帕尔都算是容易的亲人，他自然都会想着要给他们备上礼物。不过却没想到这些人都没将他们所有人给放在眼里。那既然如此，他也没必要送什么礼物了，有那个闲时间和精力，他自己做出来留给自己，难道不好吗？近视收到香囊之后，整个人可以说是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看着香囊上的刺绣，他的眼睛不由得直了。近视一向感觉自己并没什么见识，也只能算是普通家庭中的女儿家。虽然父亲经营一间小小的当铺，可也只能简单的顾得上经营。可他小时候跟在父亲身边，便也是见过当铺中被抵押的货物的。那些因为家境落魄而最终变卖家产的，也自然是有将自己的衣服给典当的。这个香囊上的刺绣，他再没见识，也能看出来这种手艺真的可以说是极少见的特级绣娘才能做到的。宋时锦，一个名声被大毁的宋家千金，到底会有什么来头，居然能有这般的手艺？这个香囊上的刺绣这么好看，定然不可能会是大少奶奶做的吧？不是听说大少奶奶之前的名声很差劲，好像还说的是她琴棋书画一窍不通的吗？侍女瞅着这香囊上的刺绣，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她的确是有些小小的意外的，从拿到香囊之后，她就已经瞧上了这刺绣，却不觉得这东西会是宋时锦能绣出来的。毕竟依照着宋时锦那样的名声，又是一点才艺能力都没有的，如何能有这般实力呢？这个谁又能知晓内情的？况且这世界上很多的真相都是我们用旁人的眼睛和耳朵看不到听不清的。我倒还是觉得这香囊定然是他亲手所绣。近视莫名的心底产生了这样的自信，宋时锦真的太特别了。近视这会儿在心底忽而多了一点点的疑惑，宋时锦会不会很有可能背后有着很大的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呢？近视的眉头微皱，一个能有这般刺绣水准的人，绝对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再加上他本身就是很有见识的那种人，所以此时的近视愈发的怀疑着背后的情况。也许宋时锦本身所潜藏的能量比他想象中的要大得多，那么宋时锦这样的人就更不能得罪了。近视想到这里，忽而之间想清楚了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了。荣家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对宋时锦如何，可宋时锦跟荣毅这两个人身上潜藏的实力，却并不是普通的人能够追得上的。近视对着身边的侍女道：如果有可能，以后对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要客气许多。不管如何，不能让荣战过于狂妄，一定要让他跟荣爵好好相处。侍女不解：只凭借这一个香囊，就要给他们那么大的好处吗？
尽是摇头。这香囊证实了宋时锦的内秀，她绝非世人所传之盲女草包，而是有勇有谋的一个奇女子。而容易这个人心思缜密，又长相极好，分明生来就是贵人之相。这样的人才学本就好了，再加上这般容貌，亦被上位者赏识。若是一个容易，也许还能在运气上有所压制，也会低迷，不算什么。可偏偏又加上了一个宋时锦，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这二人若是携起手来，那将会是极其可怕的场面。宋时锦跟容易谈完了心之后，也就彻底的放飞自我了。我想通了，咱们当不了姐弟，你可以先做我哥们儿。容易满脸疑惑。宋时锦笑得那叫一个爽朗，我把你当成兄弟，当成好哥们儿，我舒服一些。毕竟我是个钢铁直女，也只有这样才能跟一个男人好好相处。容易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个女人，只能故作镇定地笑了下，看着宋时锦，直接转移了话题。锦娘该给我上课了。宋时锦点点头，好啊，我刚刚好备了课，那今日就给你上课吧。夫妻二人便在院子里的案桌前坐下，为了给容易讲课讲得轻松一些，两个人便是并排这么坐着，中间放着的是宋时锦做的备课的记录，上面写清楚了他准备的基础理论和一些题目。感谢初高中学习的扎实功底啊，要不然还不能在古人的面前装个叉。因为讲课要看记录，所以两个年轻人的头缓缓地靠近了。容易的鼻端闻到宋时锦身上四散的香气，那是一种浓郁却又极其好闻的桂花香。宋时锦很喜欢桂花香，他甚至于到了镇子上的时候，还给自己购买了不少干枯的桂花枝，还制作了香囊带在身上。容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眸色微暗，香气缓缓四溢，令他整个人的呼吸微微的急促，完全有些心不在焉了。宋时锦讲了个题，在讲完了之后，等着容易回答，却似乎并没有得到回应。他一回首，便与容易幽深的目光相对，心底微微一颤。容易的声音轻微如羽毛：锦娘的香囊放的桂花香很好闻。宋时锦的眼睛微微一眯，唇角顿时勾起了一抹冷笑。他抓起手中的毛笔，反过来拎着头，直接就在容易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下。就这一下，差点没将容易给敲懵。我刚刚给你讲了那么久，你脑子里就记得这个啊？容易连忙摇头，没有，锦娘，你讲的我都融会贯通了，全都懂了。宋时锦微微挑眉，懂了。容易点头，他拿起了眼前的草稿，上面还有宋时锦出的几道练习的题目。大概是因为锦娘此时很凶，他有些怕怕的，偷瞄了下宋时锦的黑脸之后，他轻咳了一声，赶忙开始努力算题。说是懂了，一点也不夸张。容易只是没接触过算学，倒并不代表着他脑子就不快。本身男生在这种理科方面的悟性就是高，容易又有极高的天赋，脑子快得很。经过短暂的几下书写，他便轻松地将题目给解了出来。宋时锦拿起来看了一眼，而后惊奇地再次感叹：你大爷的，还真就这么快解出来了。宋时锦抑郁了，容易这种天赋，那要是放到现代来，还不得轻轻松松就是个文武高考状元呢。容易的眉头微微紧锁，锦娘还是不要说不雅之言的好。可以。容易点了点头。宋时锦挑了挑眉，还是忍不住继续将自己的心情给表达出来。其实吧，我并不觉得刚刚说的话有什么不雅的，你大爷应该不算吧，窝操也不算吧，只能算是情绪表达。你奶奶个腿的这种，也可以偶尔说一说的。容易顿时哑口无言。我还不如不提醒你，提醒了你一口气说了一大堆。宋时锦嘿嘿一笑，嘿嘿，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一时改不了，我们这一代都是比较野性奔放的，比较爱表达。我们这一代，他应该与宋时锦是一代的吧？他家穷，宋时锦家富，难道有钱人都这么闲，还这么无聊？宋时锦看了他一眼，终究摇了摇头，而后叹了口气：啊，你永远不懂我的快乐呀。其实容易你这么聪明，以后我多给你准备几个习题集应该就够了吧，完全就不必我跟你讲什么课的，你一看就懂了。咱们就不必浪费时间了，我每天还很忙呢，你的银子我还欠着呢。宋时锦感叹自己依旧是穷逼一个。容易瞧了他一眼，你没有欠我了，如今是我欠着你的。
宋时锦一头雾水。容易尽量用上宋时锦的思考模式，而后开口道：你为我讲课，并未收取分文，这并不合适。我与荣爵都师从于你，你觉得麻烦是因为我们耽误了你的时间，这样的学习和指导已经是极其难得了。不如你给我2人的授课，我按照私塾先生的规格给你月例银子，你看如何？之前所有上课的银子便用来抵消了之前的债务，这样以后锦娘每挣一笔都是你自己的，我另外会每月支付你夫子费用。宋时锦张大了嘴，哇，容易这个法子好啊，知识就是未来，知识就是财富啊，容易真好。宋时锦笑得眉眼都弯了，眼睛里更有光了。果然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哼，开辟了一条新的收入之路的感觉可真爽啊！宋时锦略微讨好地看着眼前的金主容易，不愧是我宋某人的好哥们儿。来，我再给你上半个时辰的课。谈了钱之后，这个世界忽然就变得敞亮起来了。宋时锦看向容易的眼神，这会儿也仿佛加了点滤镜。容易全身上下这一刻仿佛是金光闪闪，容易这会儿被宋时锦这样的眼神看得浑身不舒服，他轻咳了一声。刚刚上课看的眼睛久了，易伤目，需要休息会儿，我去厨房给锦娘洗些水果。宋时锦急忙站了起来，啊，怎么能让你去洗呢？我去。给了他钱，那就是金主大人，他这个乙方对待甲方自然是要服务到彻底的，说白了，给他钱的都是大爷。容易看着宋时锦离开的背影，心中腹诽，钱的影响力有那么大吗？容易第一次注意到人生原来是这样子的，也太现实了些。宋时锦不多时就端着水果，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很是贤惠地从厨房里出来。哥们儿，来品尝一下我做的水果拼盘，我还专门榨了果汁哦，特别营养又特别的丰富。宋时锦说着，而后便将这些吃的水果之类的都摆放好，放在了桌子上。容易看了下这极其好看的水果盘子，他心底莫名的有点打鼓的意思。容易觉得自己有点难，宋时锦对他不好，他觉得不舒服，哪都不对劲儿。可若是他现在对他又开始好起来了，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反而更为清晰了，简直是真的要命啊！锦娘的手艺一向是极好的，我容易极其的钦佩。宋时锦一听夸奖，眼睛里的光更亮了几分，果然还是哥们儿会说话。容易的眉头皱了皱，锦娘不用以兄弟相称于我并不想与你做兄弟。宋时锦眼珠子转了转，这容易好像不止一次提过这件事儿了，好像容易还真的挺重视这个身份的。说是往日，他自然不会在意容易什么想法，自己照着自己的来就行。可如今似乎并不成了，若是他不给容易面子，那容易万一扣钱怎么办？那行，你开心就好，谁让你是我的金主爸爸呢？我从今天开始就是你闺女。那你？容易抖了抖，又再一次认真地问了一句，他仿佛是听错了。锦娘说你今天开始是我什么人？宋时锦很是谄媚的一笑，我是你闺女，这刻开始你就是我爹，衣食父母啊，给他生活费的那就是他的干爸爸。容易顿时无语了，先是亲弟弟，然后又是好哥们儿，如今他居然成了他爹，这锦娘的脑子里到底都装的是些什么东西啊？即将过年了，这日容易被锦娘叫的一声爹给震得七荤八素的，他最终决定随便锦娘叫什么了，反正家庭地位也注定了，他说什么都没用。一家三口在这住了几天，便很快要过年了。本来过年是已经决定了要在这容家住下，随便过完15就算了，可宋时锦这回闹完了这场，又住了1-2天之后，忽而有些腻了，他的眉头微皱，将自己的想法说给容易听了。容易，咱们这就算是提前拜了年，算着离大年30还有6天，不如我们直接回去吧。容易沉默了下，忽而抬头看着他。锦娘在这里不习惯了。宋时锦重重的点点头，虽然说这里的条件还可以，房子也挺结实挺大的，可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嘛。在这几天了，真的有些不怎么习惯，我想回去了。这毕竟是住在旁人家，而且想吃什么想做什么都不是那么方便，周围干什么都好像有一种被监视的压抑感，在这哪比得上住在自己家呢？宋时锦尤其特别怀念自己亲手搭建的那几个暖炕，这种阴冷的天气出去冷风阵阵的，
荣家虽然瞧着还不错，可是也很难摆脱得了这种渗骨的寒冷。在人家的地儿，他也不能天天都钻被窝里不出去见人，怎么想这年过得都会憋屈。宋时锦向来是个很随性的人，就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可能会委屈自己呢？他叹着气，眉头微皱，不自觉的语气中就带上了几分柔软，类似于撒娇一般。荣毅，我真的不想在这住了，我们回家吧。荣毅的心底在这一刻仿佛是被什么给击中了。他定定地看了一眼宋时锦难得的小女生模样，他几乎无法将眼神自她的身上移开。当钢铁直女会撒娇的时候，那种杀伤力要比正常的女子撒娇效果加重100倍。荣毅半晌，仿佛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好，锦娘在此收拾东西，我去找养父母说一声。我们回家。宋时锦的眼睛微微发亮，重重的点点头，转身便立刻去收拾东西了。荣觉一听娘亲和爹决定了要立刻走，一时兴奋的不得了，连忙也开始帮着娘收拾。你们要走？荣母刚刚病好，还想着这过年亲戚们拜年，荣毅一家3口到时候需要做什么准备，最好提醒他们准备些好礼之类的。却没想到荣毅这会儿找上门，二话不说就提到了要立刻离开，而且还是马上出发离开的话来。听到荣毅这样的话，他自然是心底极其不满。荣毅淡然地抬起了眉眼，锦娘住不惯这里，既然已经将礼物都留下了，我们也当今年已经来看过二老了，所以此时就打算启程，准备回去过年。荣母深吸了一口气，脸色很是不好看。他说住不惯了就要走，你就这么顺着他？一哥儿，你什么时候这么不懂事儿了？荣父在一旁也是满脸的怒容。对，一哥儿，你以后可是要高中的人，荣家所有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之前闹了点不愉快，闹了点脾气，大家说一说就过去了，一家人怎么能如此记仇啊？你们要走，好歹得过完了年再走。几天前这才闹了这么大的问题，这会儿容易就不将那些当成一回事儿，说走就要走的，这是想要摆明说是他们一家3口就是在这儿跟他们荣家起了嫌隙了。荣父与荣母自然心头不快。大哥，你这好容易就回来1-2天，院子都打扫好了，就只住这么短，真让外人说起来，到那时候可是还会主要说起是你的不是了。荣母压下了心底的烦躁，淡定着说，你们别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不到你们能走的时候，就别乱来。回头我会让账房支点银子，将过年给亲戚们回的礼给备下，别在这种关头闹点不好的细戏来。他必须得让荣毅一家3口在众人的面前出现，由荣家领着拜完了亲戚，那么之前家人不和的话自然会被破解掉，大家和和气气的，场面自然就是圆下了。这一家3口左一句右一句的，令荣毅颇为不耐烦。他安静地看着他们，忽而平静地道，旁人说什么就说，与我有何干系？荣父荣母原本还准备的要开口的话，这会儿忽而就噎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荣毅的气势太强悍，不过大然的一个眼神看过去，便无人敢反驳。他平日向来不开口做什么有主见的事儿，可若是他真的决定要去做，几乎没有人能拦得住他。你，荣母眉毛一抽，这容易说话越来越不给人面子了。爹娘，你们也知道我的脾气，我还不想与荣家撕破脸面，也请你们管得不要太多。容易俊美的脸上多了几分的冷意。这一回我们不过提前走，你们大可找个借口打发了询问，之后我们离去，若是有旁人问起，自然也不会将彼此的面子给抛了。可若是你们不应，真的到时候见了诸多的荣家亲戚，我可难保锦娘的火爆脾气不会发作，怕到了那时候场面更控制不住。荣父荣母对视了一眼，他们回忆了下那天荣念生被宋时锦给痛揍的模样，不由得立刻就是一个哆嗦。这一对夫妻太可怕了，一个惯使威胁人，动不动就是让整个家族覆灭，要釜底抽薪，到直接破产的那种地步。那随便你们吧。荣母最终只能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毕竟其他的一点用处都没有。宋时锦与荣爵收拾好了东西，便在院子门口等着。荣爵问，娘，你说爹有那个本事让咱们走没？那自然，你爹精神病发作的时候谁也拦不住的。荣毅从荣家正厅走回来的时候，便瞧见了一大一小蹲在门口聊着天的模样。待他走近了，母子俩同时抬起了头，眼睛满怀期待地看着他。荣毅看着这2个人的模样，忽而微笑了起来，风姿卓越，玉树临风，步履行进之间，衣服随着脚步而动，俊美的容颜配上好看干净的衣裳，再加上脊背挺直，腰身又细，
双腿又长，好看的人终究是养眼的。难怪古代的人当官都是要看脸的，一个人的五官不端正，或者肢体有残缺，容貌不好看的，升迁都不容易。宋时锦感叹了下，果然大部分人要看脸呢，这实在是鹤立鸡群啊！容易的长相如此这般，在众人的眼中实在是太出众了。荣爵心底微微一惊，感叹不已。娘，爹是真的很好看吧？宋时锦点头，爹的确是很好看。我娘叫我爹为爹，那我与娘拜了把子。荣爵的三观又一次崩裂，有一个爹得了神经病，有一个娘看不出来是不是有病，这实在是令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荣爵就算是心底不怎么舒服，这会儿的他也不敢问得太仔细，毕竟如今的娘亲太凶，一个不小心那很有可能就是要命的那种，他最好还是悠着点。我太惨了，咱也不懂，咱也不敢问。我们可以走了吗？容易点点头。走吧，我帮锦娘拿物件。宋时锦挑了挑眉，他就知道依照容易的聪明劲儿，那荣家的宵小们是无法拦得住他的。这个男人只是沉默寡言，又不是懦弱无知，他若是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好。之所以以前不乐意与荣家人闹崩，只是他自己觉得不重要或者无关紧要罢了。三个人上了车，就直接出发离开了流云城。荣帕尔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荣家跑了出来，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牛车越走越远，他气得跺了跺脚，因为刚刚走出来他都没有来得及去相送。进士也出来看着荣帕尔这副失落的样子，他很清楚荣帕尔是怎么想的，可这会儿的他却并不打算多说什么。这种的毕竟只是少女怀春，也影响不了大局，谁也不会将她这种小女孩的心思给放在心上。好了，看完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了。荣帕尔皱起了眉头，冷哼了一声。这一次大哥走得那么急，都是因为那个宋时锦，他凭什么做大哥的主啊？这一次还闹出那么大的事儿，差点就让我们荣家抬不起头来。最好以后这个宋时锦都不要来家里了，我觉得好烦啊。荣帕尔咬着下嘴唇，却是完全不肯承认，他所说的不过只是一些发泄。事实上，他的内心只有嫉妒和恼怒。他嫉妒宋时锦明明是那个样子，又凶又野蛮，还对容易一点都不温柔，却能得到容易那般的重视。他恼怒明明自己一片真心，却被弃若敝履。进士这会儿知道荣帕尔的心思，也不过只是淡然地笑了笑，这会儿也没多说什么话。他不可能直接说荣帕尔做事如何不可靠之类的。二嫂，你说说看，那个宋时锦是不是很讨厌？还好吧，我就是很讨厌宋时锦，以后他最好不要再来到我们家，早晚大哥一定会将他给休了的，他也不配当荣爵的娘。哼！还有二嫂，你最近也别跟他走得太近了，小心我哥跟你真的生气了。那种女人你也接触，真的令我们太失望了。说完这话，荣帕尔转身就走了回去。进士身边的侍女气笑了，三小姐真是过分，这简直就是在乱说话。夫人，你可别将他说的话给放到心上了。无妨，他就是嘴上说两句，也改变不了什么。况且这一家人给我脸色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如今生气成这样，不还是因为拿宋时锦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况且他说的话只是气话，事实上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不想让人家宋时锦上门，难不成人家还就真的想来？要是真的想来，那就不必这么急匆匆的说走就走了。侍女点点头，人家连年都不想在这儿过，说走就走，也就只有三小姐自己才会故意说出这种话来，惹人发笑了。来的时候用了4、5天，回去的路上也还得这么多天。一路上，宋时锦将自己裹成了粽子，不过好在他去往荣家的时候穿的都是一般般，不是质量太好的衣服。这回去的路上出了城，他却是让一家3口都换上了极其好看的带了羊绒和兔毛领的外衣和披风。容易这一年冬天的猎物分出来的都是好的，他们一家也不缺肉，也不缺皮毛来穿。宋时锦就躺在牛车上，一路上能睡就睡，他之前做的美好的读书计划全都流产了。想象着自己如何勤奋的在车上还能看会书，事实上除了睡觉聊天吃东西，他啥也不想干。颠簸了5天，眼瞧着还有半晌就要到家了，气温骤降，很快整个天空都阴沉了下来，灰蒙蒙的一片，阴风阵阵。宋时锦的头钻了出来，他察觉到了这一日的奇冷，他忽而看着容易穿着略微单薄的衣服在赶车的样子，连忙提醒着他：容易把披风披上，今天的天气又冷了。容易回头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很听话的，很快就将披风又给穿了上去。就在容易穿上后不久，天空开始零星的下起了雪。宋时锦本身是闭着眼睛躺在牛车上的，忽而感觉到眼皮上似乎有什么冰凉的东西落上去，他不由得睁开了眼睛，仰头望天，便见层层叠叠的雪籽落了下来。他倏地坐了起来，兴奋地伸手去接。宋时锦的声音是压抑不住的得意：容易，下雪了。2个时辰之后，鹅毛一般的大雪落下，将整个地面都给渐渐地覆上了一层白。而此时他们一家3口也到了村口。宋时锦一路的瞌睡劲儿没了，越到家门口，那股子即将到家的兴奋劲儿就飞起了。荣爵毕竟是小孩子，这会儿兴奋地尖叫了起来：到家了，到家了，娘，我们到家了。宋时锦挑了挑眉，看着荣爵这个样子，唇角微勾，伸手摸了摸他的头：我们到家了，你先整理整理自己身上的雪。说着递给他一条布巾，容易拿着布巾将头发上的雪都给简单的擦了擦。他正擦着呢，宋时锦便又拿了手中的另一条布巾，帮着容易拍打起了身上的那些雪。容易感受着他的力道，目光注视着他这样简单的细节动作，心底一暖，得拍干净了再去。多谢锦娘。我去生火烧水，菊儿，你把房间里的桌子都擦一擦，地面都清扫一下。家里头几天没人了，这回回来了，定然是要第一时间做这些打扫的。好，荣爵也挺喜欢被自己的娘亲所安排。容易没在牛儿家逗留，很快就回来，帮着宋时锦一起将火给升起来。他当然也顺便将卧室和书房的暖炕的火也一并升了起来。容易正要给荣爵生火，小荣爵神色严肃地摇了摇头：我的先别生，我要去找娘好好的商量商量这一次的事情。容易好奇地跟在荣爵的身后，却见到荣爵到了宋时锦的跟前儿，就说起了这烧炕这件事儿。娘，我们别这么烧火了。娘，咱们家这么穷，我刚刚去柴房看了，柴火虽然备着也有，可这冬天还长着呢，若是这么浪费着，一会儿就没了。咱们家房子很大，娘的屋子有炕，我的屋子也有炕，爹的屋子也要烧，那这不是太浪费了吗？我现在还小着的，不用单独住一间，我可以跟娘一起住。容易默默地看了眼荣爵，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心底默地冷笑一声：这小子。宋时锦眨了眨眼：你想晚上跟娘睡？荣爵点点头，很冷静：这样省点柴火。可我砌了4个炕呢，这样不是浪费了吗？宋时锦很为难，之前是想着你有我有大家有，现在明明有这么多炕了，结果却有好几个都不能用，这也太令人郁闷了。也不算浪费，等我再大一些了再用。荣爵信誓旦旦。宋时锦思考了下：你可以跟你爹一起睡啊，我觉得这样更方便。容易忽而挑眉看向了宋时锦：锦娘需要花银子多购买柴火了，这样银子的开支会不会有些多了？或者我们完全可以住到一起去，我们3人一起住，这样真的省。宋时锦一想到要花钱花得多，也难免会跟着有点心疼的紧，毕竟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冬季的柴火是挺贵的，本来以为容易上山砍了不少，应该会够的，可加上烧火做饭，说是再加上同时烧上3、4个炕，不用想，肯定扛不了太久了。荣爵这孩子虽然小，这日子倒是挺会过的。宋时锦如今是拿容易当爸爸看待的，毕竟拿人家钱，所以说就算是同住一间屋子，一家3口的也还行。而且我若是读书读累了，还能帮锦娘打扫一下房间的卫生，或者还能帮锦娘抄一下书，锦娘也能直接安排我学习上课做题。容易这么一补充，算来算去的，让宋时锦越来越觉得好像3个人住在一起不是一般的省事儿啊。宋时锦想来想去，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容易都说了不会对自己有非分之想了，那其实也没什么的，大家为了钱也是可以挤一挤的。容易与荣爵等了半天，也终于得到了宋时锦的首肯，这一下让这对父子兴奋得不得了，各自回去收拾起了自己的物品。宋时锦一个人睡在罗汉椅上，而容易与荣爵则共同睡在一旁的大床上。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房间里的柴火暖炕烧了起来之后，整个屋子里就暖洋洋的了。这种天气自然是窝在壁炉前最为舒适。银钱是要挣，可生活也得享受，所以这种美好的感觉的生活态度才是他自己最想追求的。荣觉看着自己娘亲这个模样，走到容易的身边，忽而叹了口气：爹，娘她可真懂享受。的确。容易微微地低了低眉眼，他本以为自己作为一个男人还算是个有品位的男人，应该有些事情是很懂的，可宋诗锦却是时不时地在改变着他的认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什么标准，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是最好。他向来不刻意地讨好谁，只相信付出会有回报。他知道任何事情都会付出代价，而他自己所做的事情都会尽可能地让代价变得最小。你娘她是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宋诗锦能这么过日子，做的食物很精细很认真，生活家居不在乎银钱的使用，只求舒适和特别，他让这一切都变得有意义了起来。应该是吧，爹，我之前挺迷茫的，都不知道自己学习是为了做什么，每天吃饭睡觉又能有不同。可是娘亲的表现让我懂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我更好的生活，只要自己开心自在就好。荣觉想了想，就觉得自己得补充两句，顺便要劝一劝自己的爹。爹，我近来改变了很多，也渐渐开始有了朋友了，比如牛蛋，比如王傲轩，以后也许我还能做得更好。那么爹，你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的颓废了。说着，荣觉握紧了自己的拳头。娘都那么努力，每天在自律的减肥，还在改变着自己的过程中，她都能做到，那我们也一定要好好做到。容易挑了挑眉，宋诗锦很少要求荣觉做什么，反而他应该是对他自己的要求更多一些，做饭、整理家务、抄写书本、挣钱等等。他没有管过他和荣觉，也没有依靠过他和荣觉，可他明明没有开口管过他们，却让他们渐渐的被他的行为所打动。有的时候语言远远没有行动来的重要，宋诗锦不需要要求他们做什么，他的一言一行都在给他们两个做着榜样。没错，觉儿说的很对，我们要像你娘一样变得越来越优秀。觉儿，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学会自己独立，不能再依靠任何一个人。以后睡觉要尽量自己一个人去睡，不要总想缠着你娘，明白了吗？荣觉得眉头紧皱，为什么他这会儿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好像爹说的也不一定就是对的，可他此时却又无法对此进行什么反驳，感觉哪里怪怪的。容易唇角微微勾了勾，而后低下了眉眼，静静地继续看书。等过完了年，他就该到镇子上的迎松书院去上课了，到时候荣觉也要上私塾，这家里头就只有锦娘一人。容易的眉眼微皱，一时心里有些没底，将锦娘一个人留在家里头，时长半个月他都不能回家，居住在迎松书院里，自然是以学业为重。他想要回来，就只能趁着休沐的时间。锦娘本来对他便毫无感情，说是之后到书院读书，以后半个月只能见那么一次，那锦娘对他便会更加冷漠。所以这一次前往书院之前，他得做好安排，想办法将锦娘留下。宋诗锦倒是这会儿看完了书，便起身坐到书桌前，开始他的抄书工作。容易在一旁写着策论，而宋诗锦则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着。窗外是雪悄声地往地下落着，窗内是火燃烧起来的缓慢的声音，偶尔夹杂着两个人翻书和些许细碎的声音。这一刻很安静，却令人舒心。记得有人说过，婚姻与爱情是不同的，爱情可能会是情绪的某时间段的爆发，可婚姻却是不一样的。婚姻寻找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你读你的报纸，我看我的书，虽然是做不同的事，可我只愿意与你一起。烛火缓缓地燃烧着，时间一分一秒地度过，有人陪伴着做事，便不会觉得有寂寞的感觉了。宋诗锦抄写了一会儿，觉得手腕微微有些酸痛，他停了下来，稍微活动一下筋骨和手腕。容易也在这会儿停了下来，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起身做点别的事情，用来让自己更舒服一些。宋诗锦则是做简单的拉伸和间歇性的运动。容易起身，唇边带着轻笑，看着宋诗锦做了半天的运动，他只是站着没动，直到宋诗锦皱起了眉头，对他这会儿的表现觉得不自在。容易，你别只盯着我瞧啊，这样让我很不舒服啊。
你好歹自己去做点别的事情呗。自己做运动的时候，有个人就站在一旁看着瞧着，很难受的好吧。锦娘若是觉得不舒服，也可看我做运动，我给锦娘舞剑可好？舞剑呢？美男子舞剑应该会好好看的，有热闹不看，王八蛋！我肯定要去凑凑这个热闹，好歹养眼呐。雪在下着，地面一层微厚的白。容易一袭蓝色广袖汉服，长发披肩，俊眉星目，直剑立于一片雪白之地。院子里的他就那般的随意一站，变成了一道风景。美景配上绝色的男子，真的太养眼了。宋时锦感觉自己的呼吸一滞，这种视觉冲击实在是太强了。容易身形一动，手腕一翻，手中的长剑瞬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度，游龙之步，俊鹤之姿。宋时锦忽而觉得自己以前想象的那种古代贵公子的人物从画里走了出来了，眼前的这个男人真的绝了。宋时锦越看下去，那眼睛越无法收回来，这容易也太绝了吧。而且更绝的是，如此好看又有气质的小哥哥，配上了长剑，配上了潇洒的广袖汉服，再配上真正好看的剑术，最重要的是，在此情此景之下，漫天一片白茫茫的雪意，雪花四落。宋时锦立于草屋之前，身前是绝世之剑舞，身后是静谧之家堂。他想，他大概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这一幕了。容易长剑恢宏，身形翻飞，从剑术的起势到结束，仪式感极强。最终停下之时，他的心也静了，收了剑。容易回眸望向那不远处站着的女子，她白衣素裹，狐裘披风将她裹住，眼神微微带着兴奋，表情却并不过于夸大，似乎是极力在展示着她的淡然，却又显得异常的鲜活。圆圆的脸，弯弯的眉，已经不再黑壮的模样，褪去了之前的虚浮，增添了沉静而温柔的居家气质，又白又喜庆。宋时锦的长相实则甜美动人，容易向着他走去。宋时锦的眉毛微挑，被这种好看的舞剑吸引过，他心底难以平静啊。容易走到他的眼前，一股强烈的男性气息扑面而来。钢铁直女这一刻感觉双腿有些软，也会满面通红，有些不直的时候。锦娘对我刚刚的舞剑如何评价？很好，简直一绝呀！锦娘若是喜欢，我可天天为你舞剑。宋时锦眨了眨眼，要是天天看上这么一次表演，他的心脏怕是完全就受不了了。宋时锦心里呵呵，还是拒绝掉算了。倒也不必如此，毕竟容易平日里学业已经够忙的了。无妨，我舞剑便如锦娘做之前的运动一般，用来强身健体，舒展筋骨。古人文武双全，便是这般练出来的，劳逸结合。武术是有国学底蕴文化在的，每一个姿态都能带上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宋时锦点点头，那倒是，不能一直死读书的，锻炼还是很重要的。我之前就还想着，容易你明明天天看书，怎么那天见你劈柴烧火，衣服下的身材那般之好，而且又很有力量？原来是你平日里并没有少于锻炼，只是旁人不知道罢了。容易的眼眸一亮，微微挑眉，神情多了几分淡然的笑意。锦娘原来还是关注过我的。宋时锦一噎，这种忽然令人不自在的怪异之感从何而来？宋时锦被眼前这男人的笑容惊得浑身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轻咳了一声，解释道：这不能怪我呀，要怪只怪你，好好的砍柴的，干什么要将上衣都给脱光啊？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容易没说什么，只是眸色颇有深意。他知道不能将他逼得太紧，便轻巧地转换了话题。事实上，我与锦娘在这方面还是极其类似的。不，我们不相似啊！我可没有脱了上衣去秀肌肉的习惯。我们都是默默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坚持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一向没有那种将这些展示于人的意思。我自小练剑，读书久坐对身体不好，后来练剑才轻松了许多。自此便坚持读书与练剑并行，每日又会独自练习，早晚各半个时辰，作画早晚各半个时辰。原来他说的相似是做对事的坚持还有自律这方面，宋时锦颇为赞同。他感叹着道：我刚刚看你舞剑就知道你的基础不差，力量也很强，基本功扎实，动作标准化，已经刻入骨髓，定然不止有10年的功底了。其实我不愿意展示于人的原因，只是因为自己不觉得这算什么重要的，只是将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做了许久，忽而有一天就发现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显现出来了。
大概成功者都是需要背后付出很大的努力，而大部分的人却始终没有发现罢了。人人都只是羡慕旁人舞台上光鲜亮丽的表现，却没有看到别人流过的血和泪，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容易默默地看了宋时锦许久，忽而开口问道：那不知锦娘能有如此的见识，还有非凡的秀技，也许另外有些我亦不知道的能力，又是付出了多少，如何付出的呢？你他妈不这么多问题，我们还能继续聊天的。宋时锦尴尬一笑，而后默默地在心底翻了个白眼儿。容易简直就是聊天杀手啊，跟这种人再聊下去，他的底裤都要被扒干净，马上就该裸奔了。我觉得我们两个这会儿应该是休息够了，你可以继续看书了。就容易这样的，他可是一点都不想跟他再聊了。大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宋时锦在抄完书之后，将目光看向了窗外，雪好像又厚了，而且也已经将容易之前舞见的路都给重新掩盖了起来。宋时锦为了大自然的美景赞叹不已，他家窗外的那棵树还有挂着的铜铃上都落了雪，树枝承载着厚实的雪，也瞧着琼枝玉树一片，在烛光的映衬下异常的漂亮。房前屋后檐下屋顶全都是白色的一片了。容易看到宋时锦时不时地瞧着窗外的模样，一时也觉得有些好奇。锦娘似乎很喜欢雪。大雪一年就那么一两次，而且只有冬天才有，物以稀为贵嘛，自然喜欢。啊，真是怀念呢。容易看了他一眼。你很怀念？宋时锦点点头。是啊，小时候的日子过得还是很不错的，越大越惨。我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我的青春都一去不复返了。容易的眉头微皱，一时沉默了下来。锦娘她是思念家人了吗？好像若是仔细的想一想的话，锦娘的确是与家人分离得太久了。她若是想家，也是必然的事。可，偏偏宋家人对她并不怎么样。容易虽然对那一夜的事情不是很清楚，他不在乎的事情自然不会去关心。宋家那天发生了什么，他也没有去深究。一个是因为几年前的他自己也不过只是个穷苦的学子，而且还年幼，对人事理解不够清晰和深刻。另一个便是他觉得他人的事对于他而言都无关紧要。可此时容易却忽而想要清楚锦娘的过去了。他越来越对这个女人好奇，他想知道锦娘的过去到底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她为何会有这么深刻的见解，有这么特别的生活方式，她的成长背景又是什么样子的。有些人与你同吃同住10几年，厌似多年的同窗，可若是你不想了解他，也只是流于表面的招呼和知道有那么个人。可当你有一天忽而对一人起了兴趣，便会想要知道他的所有一切。容易挑了挑眉，忽而道：锦娘若是想念小时候，我们可以一道回宋家。回宋家？宋时锦心底一颤，连忙摆了摆手，没有的事，还是算了。就原主之前留下来的烂摊子，那还少吗？真回了宋家，他怕是又得面临一大堆的问题了。上一次遇到的那个宋时秀，还有他口中提到的安郎，好像还是自己曾经的未婚夫。哼，到时候还不得天天唱戏呀，烦都要烦死了。不去，坚决不去。容易的眼睫毛轻颤，目光定定地落到了眼前的宋时锦的身上。他到底是在隐藏着些什么？还有宋家，到底是有什么是让他觉得不舒服的？容易想不出别的，唯一能想到的便是那个安郎。容易的手指微微动了动，他抬起眉眼，目光中带着几分温柔。锦娘若是不想，那便不必了吧。尤其是过去的人，过去的事，既然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宋时锦一头雾水，怎么感觉这人这会儿说起这样的话来，有点阴阳怪气的样子。有些事情是挺难过去的，毕竟是发生过的，应该会在心里留着痕迹，偶尔还会回忆一下，也还是挺美好的。容易的脸色微微有些难看，他坐着不动，语气稍稍比刚才有点僵硬了。要回忆的吗？可若是那些都曾经是让你很痛苦或者伤心的呢？你也说了是曾经啊，曾经的情绪放到了现在，那就会换上一种新的态度了，谁也不会就此忘记的，而且那些东西以后也会成为自己人生中极其重要的经验呢。宋时锦说完这话，略微敏感地感觉到容易这会儿似乎有点奇奇怪怪的。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容易冷笑，与你无关。
宋时锦更加的莫名其妙，完了，他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这人又开始犯病了，这会儿居然还开始吼起自己来。宋时锦的目光微微一动，他静静地看了眼容易，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宋时锦淡然着道：你再说一遍。容易顿时不吭声了。宋时锦冷着脸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吓人，这让他都不敢再说一遍与他无关。你很有能耐啊，居然吼起了我来了。容易摇了摇头，我错了。宋时锦看了他一眼，我不过关心了你一下，你就这么吼我，还说与我无关。没错，你什么都跟我没关系，吃的喝的以后都别找我。容易心底一颤，怕得很。没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刚刚是我说错了话。宋时锦冷哼，没继续追着刚刚的话题继续了，不过他也不吭声就是了。容易有些不知所措，又是这种恐怖的感觉，只要宋时锦不说话，他整颗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小的时候养父母这么绷着脸都没让他怕过，那曾经教书的私塾先生那么凶他都没害怕，可这会儿锦娘只是一声不吭，不接他话，也不说生气不生气的样子，他真的是怕极了。容易悄悄地看了眼宋时锦，缓缓地试探着开口：我刚刚没那个意思，是我说错了话，锦娘不要与我一般见识，我以后不会再这么说话了。锦娘。容易如犯错的狗狗一样朝着宋时锦求饶一般的用极其温柔的声音哄着他。宋时锦有些无语，本来是很想生气的，可是对方太奶太狗怎么办？而且可怕的是，她钢铁直女居然最吃这一套，一边鸡皮疙瘩落满地，一边享受对方奶狗的求饶。宋时锦很想说一句：你跪下叫爸爸吧，感觉那应该会很爽。多少妹子喜欢对方奶狗的求饶呀！唉，照着自己的喜好打造病娇奶狗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美好啊！锦娘。容易又继续提心吊胆地开口：你要去哪儿？他此时还真的挺怕宋时锦一个不小心就这么真的走了，那可对于他来说真的是最可怕的事情了。宋时锦挑了挑眉，看了眼容易：锦娘，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不要走。容易的脸色忽而惨白了起来，他的目光中极其的伤痛。我不许你就这么走了，锦娘，你应该在我的身边。宋时锦本来只是小意的作一下，也不过是试探一下，却完全没想到这不过是简单的假装，却令容易直接被吓到了。宋时锦知道容易的精神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他若是直接再这么刺激他，怕是会让他更不舒服。你让开！容易的手忽然一个用力，捏得宋时锦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立刻叫了起来：疼！容易，你弄疼我了！容易听了这话却没有直接放手，而是一双眼睛继续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宋时锦。宋时锦倒吸了一口气，他眨着眼睛认真地看向了容易：容易，你放开我，让路！容易的语气冷漠：你真的要走？宋时锦重重地点点头：当然，你让开！容易的目光一冷，他的眸色阴沉地看了眼宋时锦，最终手指紧握成拳，深吸了一口气之后，他这才脚步往旁边一挪。宋时锦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不过大概知道他这会儿应该是已经生了气的。这种精神病患者就是会这样时不时地犯一下病的。宋时锦对这种情况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容易看着宋时锦走出了房间，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讽刺的笑容，浑身阴郁，周身的气压仿佛忽而低了下来。不管是谁，这会儿如果靠近他，估计都会感受到他的那种抑郁。锦娘果然也与那些人一样，说走就走，说抛弃他就会抛弃他，他们都是一样的，都会说走就走，留给他的就只能剩下痛苦。容易越想越痛苦，眸色中的一抹红愈发的清晰。就在容易正陷入抑郁的情绪之中时，忽而耳边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微甜的声音：锦娘。容易忽而精神了，朝着锦娘声音传来的方向走了过去，居然是茅房。锦娘，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容易脸色古怪的站在了茅房的门口。到了茅房还能做什么？难不成要睡觉啊？宋时锦的眉头紧皱，在茅房里的声音越来越恼恨：去帮我带手指过来，谁把手指用光的？所以你刚才说让我让开，要走是要上茅房？不然呢？你长那么大个儿就杵着，让你让个路也不让，我他妈就上个茅房容易吗？差点没憋住不说，进了茅房还没了手指。哼，
反正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会是别人。宋时锦收拾好了，从茅房里出来，却发现容易居然还站在门口没走。宋时锦心底呵呵，这人站在这里，难道就不觉得臭吗？容易注意到宋时锦出来，他的脸色这会儿更有些复杂了。锦娘。宋时锦听到容易这么个声音，不由得哆嗦了下，他挑了挑眉，怎么？我刚刚说错了话了。容易握紧了拳头，很认真地看着宋时锦说道。宋时锦一脸同情地看着他，这孩子果然是从小被虐待出来的精神病，瞧瞧他不过就是生点气，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味的卑微的对自己讨好着求饶。虽然宋时锦很过瘾，不过还是要提醒他一句的，知道错了就好。宋时锦微微一笑，而后看着眼前的容易，有些迟疑着道，你不觉得茅房的门口真不是我们要说话的地方吗？容易哑口无言。宋时锦又道，不臭吗？容易心中暗道，每次锦娘关注的点为什么都跟他关注的不同呢？锦娘这样的实在是太难讨好了。当他很认真的想要改变自己以前的性格，知错能改的时候，每次都以为必胜的招数，到了宋时锦的身边一点用都没有不说，有时候还让他有种说不上来的无力。宋时锦洗了手，而后重新回到了书房。容易坐在宋时锦的身边，这回应该是可以好好谈事情的时候了吧。容易看向了宋时锦，正想着措辞继续刚刚的话的时候，忽而宋时锦先开了口，容易，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容易瞬间坐直了身子，有什么你直接问，我若是知道定然会立刻回答。那茅房的纸到底是谁用光的？可恨的是既然用光了还不立刻补上。咱能不提茅房的事了吗？容易的话被堵在了嗓子眼儿，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他实在是太难了。刚刚的话题到底还要不要继续了？宋时锦之前到底有没有生气啊？最终的结果容易还是没有搞清楚宋时锦那会儿的心态，不过他也稍稍的能松了口气了，只要不揪着他的错不放，其实也算已经很好了吧。宋时锦又抄写了一会儿，总算是完成了他定好的任务。容易这会儿也该休息了，而荣爵小睡了一会儿，终于也醒了。宋时锦开始准备一家三口的晚餐，这会儿的天还没黑，不过瞧着也渐渐的不是那么亮了。忽而大门又被人给敲响了，容易挑了挑眉，这会儿还不知道来敲门的人是谁。都这么大晚上了，他急忙去开门，荣爵也好奇地跟了上前。等两个人将门打开，却见正是牛儿一家三口。牛蛋瞅见了荣爵，顿时咧嘴笑了起来。荣爵翻了个白眼儿，得又是来蹭吃蹭喝的吧？不管荣爵心底如何的警惕，这种时候他也不能将眼前的人撵出去。牛儿搔了搔头，看着容易道，我们知道你们今天回来，就立刻过来瞧瞧，也不知道会不会打扰到你们。容易摇了摇头，啊，没有的事，进来吧。弟妹呢？牛儿嫂四处看了看，一进门就先找宋时锦了。在厨房呢。那感情好，我正好进厨房呀，去跟弟妹学学做菜的手艺。她上一次带回去的小酥肉很好吃的。牛儿看着牛二嫂，眉眼中带着几分温和。你平日里在家不怎么下厨，这会儿过去尽量少下手，别伤着自己，又让弟妹为难了。牛二嫂抿嘴笑了笑，知道牛儿是关心着她，说是平日里她肯定要与她斗会儿嘴，这会儿却只是在外人面前要给她留点面子，也便不言语，只说了句知道了，便去厨房找宋时锦了。二嫂，你怎么来了？牛二嫂一边进门打量着宋时锦家的小厨房，一边笑着道，大过年的，我想着你们一家三口不知道该准备点啥，我就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我家牛儿啊胖的不行，倒是可以帮你这儿出点力气，要是能使唤他的尽管拿去用。宋时锦顿时乐了，牛二嫂就是这样挺直爽的性格。宋时锦抿嘴一笑，哼，乔二嫂说的，感情牛二哥在二嫂子眼里就是个苦力呀。牛二嫂点点头，那不然呢？他呀脑子可不如你们家容易，也就一把力气能用，白天干活，晚上宋时锦顿时无语了，
虽然牛二嫂这回细致了些，后面的话没再说完，不过宋时锦这会儿哪能听不出来他又在开车了。牛二嫂都是个老司机了。宋时锦轻咳了一声，不敢接牛二嫂的话。牛二嫂嘿嘿一笑，又朝着宋时锦身边走了过去。我看弟妹最近瘦了挺多的，事实上我还是挺好奇，你这都是做了什么努力了，竟然能这么快就瘦下来。宋时锦有些不大好意思了，不过还是很诚恳着道，其实只要多运动，少吃一些油腻的食物就差不多了。牛二嫂一听这话，急忙摇了摇头，一脸叹息。我还以为会是什么好办法的，竟然是要这样子熬人，那还是算了，不让我享受好吃的，那还不如我早点去阎王爷那报道算了。人生在世，就图个享受呗。宋时锦没有接话，只是继续微笑。他自然是不同意牛二嫂的说法的，只是不同意不代表就要反驳。天底下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想法的人多了去了，总不能要所有人都照着自己的方式来做。牛二嫂享受美食，不愿意减肥，她自己觉得开心，她觉得值得就好。而她自己呢，更乐意以自律获得美好的身材。她自己觉得值也就行，不必一定刻意的一定要说服别人赞同自己的观点，毕竟自己同样站在牛二嫂的角度上，也不一定就对。弟妹，你呀减肥是应该的，毕竟一哥长得太好了，你瘦下来了会好看许多，比那些王思雅什么的要强太多了。牛二嫂叨叨叨地说了很多话，宋时锦只是抿唇笑着。他想听牛二嫂说话，毕竟跟牛二嫂这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是不必想话题，不用自己主动的。他其实也算是个情绪收纳器，听一听牛二嫂说说闲话，发发牢骚而已。牛二嫂也最是喜欢宋时锦这样温柔的性子，而且又稳重又不张扬。当然他是看起来温柔不假，却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他都能瞧出来，那容易都被调教的不敢惹他生气了。好男人都是好女人教出来的，情商高，什么样的男人都能收服。这宋时锦瞧着软软绵绵的，那却是个真正有本事的。牛二嫂很喜欢宋时锦，也自然会这会儿多与他说上几句话。两个人聊着话的期间，你这是要做年夜饭吗？明天晚上就是除夕夜，那可是真正的过年。今年我们也不走亲戚，只有我们3个，自然是要好好的吃一顿年夜饭，是最应该的。我要在一旁瞧着，好好的向你学习一下。年夜饭象征着团圆，宋时锦如今不能在现代过年，也不能看春晚，一时心底还是挺遗憾的。他的亲人都不在，按理说宋时锦愿意不愿意过年都是他自己的事儿，可他却觉得自己也不想随随便便的过完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这一次他是要与容易父子在异世界里过这样的一个节日的，他想好好过一下。而且依照容易那种冰冷的性子，平日里容觉定然都没有好好的过一个好年。这一大一小都是严重缺温暖的主，一个冷漠，一个傲娇。宋时锦也清楚了这两个人的性格，为了让他自己能够过得舒服一些，就得让这两个人学习如何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感情，发泄自己的情绪。以前是不大熟悉，他自然并不知道如何与这两个人相处。如今既然已经熟了，那他为了能让彼此舒服一些，在试探了彼此的底线之后，他就可以尽量的教好这两个人了。想一想，容易这段时间开始变得听自己的话，对自己好的与一开始相比，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人。虽然不知道他如今的表现是有多少真心，可最起码宋时锦能知道的是，他已经可以做到装也愿意装得出来对自己的容忍和保护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世界上不可能会有完美的人，就连宋时锦都是一样不完美的。锦娘做饭的手艺啊，真的不错呀，我闻着都要流口水了。原以为你平日里做饭就是很容易就能学着做的，哎呦，现在看来分明是我想的有些多了。就这手艺，我大概几个月都学不会，实在是太难了。其实也不算是难，做饭这种事情能有什么难的，不过就是花点心思，费点功夫罢了。牛二嫂皱起了眉头，为什么你就能做得这么好呢？还能这么细心？哎呦，我就特别不喜欢做饭，而且他始终觉得有些不公平。凭什么女人要做饭呢？男人却要在一旁舔着个脸张着嘴吃饭。这种思维并不是牛二嫂一个人有的，大部分女子都会这么想，尤其是未成亲的女子，觉得家务活或者做饭这种事情做得多了，就成了人家的奴婢了，干什么都会被人给使唤，所以很多女人就很容易心生不满，对于自己所面临的这种事情有更多的不喜，也无法做得心甘情愿。
这个想法其实在我没有成亲，没有对家庭有那么重的责任感之前，就跟你想的一样。后来嘛，我就想通了。想通了？牛二嫂有些好奇，你怎么想通的？又想通什么了？宋时锦微微挑了挑眉。这么说吧，我是与一家中当了几十年的母亲聊天，她的通透感染了我。那我母亲说，她在未嫁之前也曾经为此而茫然，也觉得女子做如此多的付出，替整个家庭做到那种地步，有些过于卑微了。她曾经因为这种事情跟男人争吵过，直到后来她的长姐身怀有孕，因夫婿参军打仗久出未归，婆母也是卧病在床，而她又与她的夫君吵架，只好住于她的长姐家中，照顾她一段时日，纯当散心。然后呢？牛二嫂不由得问道。然后很不甘心付出太多的她，在照顾着长姐和那个未出生的外甥时，她一个从来都不喜欢做饭的人，做了整整半年的饭，而且一天都没有间断过。宋时锦感叹了下，之后她就明白了，为什么女人要做很多的家务和承担长久付出的地位了。其实不是被迫的，而是自己主动的。她为了自己那个未出世的小外甥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会觉得很幸福。牛二嫂沉默了，宋时锦继续道，于是那个女人就想起来了，她自己的亲娘做了几十年的饭菜，扫了几十年的屋子，何曾有过什么抱怨？因为她做这些从来都不是为了旁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更是为了自己。弟妹啊，你这说的对，若是家中只有我与牛二两个人，我便绝技不会动手做饭的。他想吃就自己做，或者我自己做了，顺带给他来一份。我大概只有面对牛蛋儿的时候，才能丝毫怨言都没有的照顾他，因为孩子还小嘛。宋时锦点点头。所以呢，我主动的在这厨房里做饭，从来都不是为了谁，而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吃上一口自己喜欢吃的食物罢了。我想吃什么就自己学着做，那不好吗？当我不平衡的时候，想一想家中的父亲母亲，也就能平衡了。宋时锦就是这般的人，也曾失衡过，也曾埋怨过。可他在埋怨着自己无法做到长久如一日的坚持之时，总有父母亲站出来给他树立一个平时感受不到的榜样。他们没有说过特别的话，却简单而又持久地将这些一做就是几十年。爱情是会消失的，消失的时候就会计较谁付出的多了，谁付出的少了。都说爱情很伟大，可往往没有几个爱情能让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默默地做一件事，从成亲的那一日开始，直到生命逝去，白发苍苍。宋时锦最后平静而又淡然地开口，我生性淡漠，可能感受不到那种轰轰烈烈要死要活的爱情。我觉得善变的令人喜怒无常的爱情，远远不如平静生活中替另外一个人默默无闻的做事，做上几十年来的难得多。牛二嫂被震撼了，相信任何一个听了她这段话之后的人都会心底豁然开朗。我是个粗人，有些道理可能懂，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发现弟妹你可真厉害，以后我定然能想开了。瞧二嫂说的哪儿的话呀，每个人都有自己坚持做事的点，二嫂有些事情做得比我要强多了。牛二嫂摇了摇头，她沉默了下来，难得开始学会思考。她发现宋时锦特别爱讲故事，而且他的故事还往往能在不经意之间给人一个触动，更能令人开阔视野，转换角度考虑问题。她这个弟妹还真是个妙人。以后我要经常找锦娘你聊聊天，当自己想不开的时候，身边有个通透的人儿提点一下，那简直太重要了。我终于明白了，我才不是为了臭男人而做事，我呀是为了我的孩子。那是啊，我做饭当然是为了自己有口吃的，顺便磨练一下这个技能。自己可以不做，但是不能不会呀。至于其他人，都是顺带给他们一口吃的罢了。给容易父子做饭是为了收买他们吗？不，他们没有他自己来的重要，他只是喜欢拿食物征服这一大一小的感觉。难道没有爽感吗？手艺人攻略目标，现实爽文女主在线呢。以后我做家务活做饭就会带着感恩的心了，谢谢你。牛二嫂想了想，叫了自己家的牛蛋回家去，拿他做的腊肉过来。宋时锦挑眉看着牛二嫂，你这还准备了腊肉啊？牛二嫂点点头，我小时候爹娘硬逼着我学着做的，所以呀，我做腊肉的手艺还可以，我弄了不少，拿来给你过年了待客用，你可别拒绝了啊。放心，我才不会拒绝呢，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我可是很贪心的呢，要给我多一点才行。牛二嫂性情直爽，
定然不想欠着他的，礼尚往来，讲究一个有来有去，互相送些食物和礼物，你接受了我的，我接受了你的，这段友情才能持续的下去。牛二进了容易的书房，直接就被容易房间里暖和舒服的温度给惊住了。怎么会这么暖和？他家里头冷冰冰的，每天只想在被窝里钻着，一出门整个人也是能缩多一些就多缩一些，手根本就连伸都不想伸出去的。他本以为谁家都冷冰冰的一个样，却完全没想到容易的家中居然能这么温暖。这都是锦娘的主意。容易提起这事儿，莫名的还有一种我家有妻与有容焉的感觉。弟妹，兄弟果然好福气，能娶得如此良妻啊。容易轻轻挑眉，的确，他也自己感觉自己极其的幸运，能得妻如此已是极其难得之事。不过一哥平日里要多护着点弟妹才行，别让旁人给欺负了去。他往日虽然有些话不会说出口，可不说出口不代表就不重要。你可别觉得我话多了，主要是我那个媳妇儿特别喜欢弟妹。牛二这话说到一半，忽而觉得有些不妥了，他连忙看向容易，发现这人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顿时放轻松了些。容易这样的人与旁人之间始终会有距离在的，别人会敬重他，却也会远离他。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媳妇儿特别喜欢宋时锦，而他也觉得锦娘的性子是个好相处又有原则的，他大概还是会对容易这人敬而远之的。太高冷的人不适合交朋友，太有能力的人也只能远远地瞧上一眼也就是了。他说这种话，那自然是因为自家的媳妇儿。牛二嫂平日里经常在他面前夸奖宋时锦，当然他也是一样的，他们牛家三口没事干都快成了时锦夸夸团了。牛二是夸宋时锦颇为懂事，礼数为人都很周全，而牛二嫂则夸赞的是他自强自立，不依赖男人，又能治得住相公。牛蛋儿则是对宋时锦做饭的手艺颇为赞美，他如今说出这话来，算是在容易面前替宋时锦说几句好话了。既然宋时锦是个好女人，那这男人自然是不能将人家不放在心上的。容易微微挑了挑眉，虽然有些意外宋时锦没做什么，但是人缘却显然变得好上许多，他还是点点头。我会的，我会护着锦娘，不让旁人欺负了她。容易话是这么说，不过他也还是有些小小的郁闷的，毕竟似乎锦娘这人好像更多的时候完全就不用他去护，他倒是想啊，可惜完全没有机会。容易觉得自己不被锦娘护着就算很好了。还有一哥，您若是以后中了举人，或者能走得更远，也不能忘记了锦娘现在对于家人的付出。容易眨了眨眼，这牛家三口过来俨然一副宋时锦娘家人的心态了，这会儿一个个的过来，基本上算是在给他提点了。不过他倒也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反而心中多了几分感激。放心，牛二哥，我定然不会负他。这才是真正的男儿。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样学样的，也让我家里头暖和起来。说实话，这样太舒服了。没问题的，牛二哥平日里对锦娘多有照顾，我还未曾谢过你。这暖炕，我去问问锦娘，她应该会同意的。牛二挑了挑眉，这容易看起来怂怂的，跟他差不多，好像还真的挺有怕老婆的样子。不过这也很正常，宋时锦这样的女子还真的挺厉害的。看着她生气的样子，不仅仅一旁的容易会觉得有些怕怕的，就连牛二哥有的时候也觉得她挺有威严的。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一开口，旁人就不敢污言秽语，更不敢对他有丝毫的不尊重。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还是挺惨的。容易带着牛二将暖炕给琢磨了下，牛二只瞧了一眼，便是呵呵一笑。原来是这样啊，锦娘可真的挺聪明的。不过这个瞧着也挺简单的，等我回去了就给我媳妇儿也装上一个。两个人刚刚聊完了锦娘做的这个暖炕，宋时锦与牛二嫂两个人已经走了进来。牛二嫂一边端着菜，一边叫牛二去厨房端剩下的。容易收到了宋时锦的提醒，叫住了牛二，自己去端饭去。牛二嫂瞧了一眼，啧了两声，笑得那叫一个开心。这样的笑容不得不说，真的让宋时锦本人都觉得浑身有些毛毛的。
他不由得看了一眼牛二嫂。二嫂子笑什么啊？我笑容易待你好呀，你瞧他多听你的话。若是以前那样的一哥儿，我可不敢想象着有这一幕来着。以前的一哥儿可冷了，大老远让人瞧上了一眼，便觉得浑身冷飕飕的。还是你这儿有点手段，不过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让一哥儿对你这么好，你说是不是有什么招数之类的？你也教教我呗。二嫂，你这可多想了，我哪有什么手段呢？都不如二嫂子你厉害，能让牛二哥对你死心塌地的呢。他这边还等着跟容易和离呢，若不是有和离这个底线在这儿，容易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松的面对他？他存在的原因其实是对容易没什么威胁，才会有现在这种结果。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展示出对容易的好感，以这个神经病的尿性，肯定是要弄死他不可的。你呀，就是不承认，你的眼睛能看得清楚，还是我能看得清？如今你二人也不过只是互相对彼此不够了解罢了。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只要你们重新睡一个床头，晚上多来个几次，那还不跟蜜里调油一样的？你有车，你说的对。宋时锦发现牛二嫂的脾气性格了，感情他就是个可以随意开车的主，几乎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在两个人这么一人尴尬一人开火车的聊着的时候，牛二哥与容易那边已经把饭菜都摆好了。牛二哥看着宋时锦一副脸红脖子粗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样子，又瞧着牛二嫂在一旁一脸姨母笑的模样，他连忙提醒着自己家媳妇儿，你可别胡言乱语，一会儿让容家的把咱们给撵出去了。牛二嫂闻言笑得更开了，撵出去的话那就更好了呀，他俩不就有机会干活了吗？干活？容易看了一眼牛二嫂，一时不解。二位可以久留一会儿，我与锦娘一会儿并无事。宋时锦默默地看了一眼容易，不会说话不要插嘴啊，不然你会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的。果然，容易这话才一说完，牛二嫂这边的话就跟着到了。哎呀，什么无事呀？难道你们夫妻俩一会儿不要一起鸳鸯戏个水呀？再老汉推个车，或者再来点不一样的？宋时锦和容易顿时哑口无言。一对年轻的夫妻俩虽然成亲了多年，可只除了被下药的那一次，可是万万没有过其他方面的经验的。至于宋时锦，那在现代更是个单身狗一只，可是真没经受过今天这种阵仗的。这会儿的宋时锦只能更加不能开口了，这种话向来就是越描越黑类型的，不管他开口不开口，有的时候那个结局就是注定的，不管怎么样都会让他下不来台的。瞧你这俩人，明明都是老夫老妻了，却还整这种害羞的模样，依我看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一哥啊，你可别怪二嫂我说的有些多，不过二嫂也是要提醒你的哦，床头吵架床尾和，没有什么不是来一次不能解决的，如果不行那就再来一次，以后锦娘要是凶了，你就说服她，她保证对你死心塌地的。二嫂子，你要被我拉黑了，你知道吗？容易却是眸色一深，手指微微一动，好像很可以。而且锦娘如今的性格她有些捉摸不定，可她这几天是真的发现了，对于锦娘这样的脾气性格，她完全做不到拿捏得住。说是如此，她就必须得找点新的方式。之前她还是不太能把握得了得用什么方式的，可这会儿听到牛二嫂这般的言语，她忽而心头大为敞亮。没错，说是她与锦娘真正成为夫妻，那成了互相扶持的夫妻，她可不就好哄多了。娘，今天做了这么多好吃的，那明天的年夜饭是不是更丰盛了？荣爵虽然有点心事儿，不过这会儿在看到美食之后，还是能将之前的抑郁状况都给忘记的。他定了定神，看向眼前的饭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后坐到了椅子旁。牛蛋儿也憨憨地坐到牛二嫂的身边，他倒是挺乖的。宋时锦瞧了瞧牛蛋儿，夹了一筷子菜放入牛蛋儿的碗中。牛蛋儿，多吃点，到了我家你这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吃什么以后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一定做你爱吃的。牛蛋儿的眼睛一亮，连忙点头称谢。好。荣爵在一旁翻了个白眼儿，而后心底忽而有些不怎么舒服了。自己的亲娘为什么给牛蛋儿夹菜，不给他夹？他也想吃娘给夹的。荣爵用着倾慕的眼神静静地看着娘亲，坐等娘亲夹菜吃。
然而他等了半天，依旧没有等来宋时锦给他加，这不对劲儿。荣爵默默地看着宋时锦，他看了好一会儿，却真的发现了很重要的一点，他娘不理他，甚至于连一个与他对视的眼神都没有。他还只是个孩子呀，那到底是哪儿做错了呀？荣爵皱起了眉头，这会儿有些想不通。荣爵心底怕怕的，这一次终于能懂他爹之前的那种情绪了。他一时不敢乱动，也不敢乱说话，只能是闷着头，心情不是很高兴的先吃着菜。终于这顿饭吃完了。娘，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你是不是不想理我？还好吧？荣爵皱起了眉头。什么叫还好吧？你这分明就是生我气了。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一点你总是要告诉我的吧？荣爵都已经想了好半天了，可他还是没想到自己的娘亲到底是生他哪门子的气。宋时锦呵呵，木着脸看着他。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如果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还要靠我来跟你说，那你定然是自己没想通，自己心不甘。所以呢，你自己想。荣爵心中哀嚎，他娘好狠的心呐。荣毅在一旁手指微微一动，瞧着儿子吃瘪，他一方面无比的同情，一方面又觉得痛快。哼，反正家里头惨的男人也不只是他一个，有荣爵做对比，他这还能舒服许多呢。宋时锦准备起身去收拾碗筷，这边的荣毅就立刻道：锦娘不要沾手了，厨房的摆设和布置我已经知道了，我去收拾，你做饭我刷碗，总不能什么都不干。荣爵默默地看了一眼没骨气的亲爹，他的眉头紧皱了起来，好像他们家如今地位最高的人只有娘了呀。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改变的？是从娘开始给他们父子二人做饭，开始给他们做衣服，是从娘在外人面前护着他跟爹，又在大雨中找到他背他回来，还帮爹说话，是从娘开始收拾房间，安排他们爷俩的生活，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一切好像就这么不经意之间就发生了，然后一件件一桩桩，自然而然就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他与爹好像越来越依赖娘亲，也越来越怕娘亲了。荣爵思考了半天，终于想到了，娘之前还对他有好脸色的，忽而生气，好像就是从牛蛋来的时候。荣爵又想起了娘对待牛蛋与对待自己的态度对比。好吧，荣爵瞬间明白了。娘，我已经想过了。想到什么了？你直接说。是我不该对牛蛋摆脸色的，我这样做的确是很不好的，让娘担心了。娘，你放心，我以后不会这么欺负牛蛋了，我保证会对他好好的。宋时锦挑了挑眉，这会却并没有直接就认同荣爵这样的想法就对了。娘，我只是有一些小郁闷，娘为我跟爹做的好吃的，可我们都还什么都没吃的，却要让到旁人的手中。娘，这样我真的觉得很不公平，我对牛蛋儿心里就起了不平衡了。可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次都是我的错，我千不该万不该让娘生气。荣爵不过是个4、5岁的孩子，宋时锦自然不会真的就特别的要多为难他。你不平衡我能理解，你觉得他抢了你的东西，所以你生气。其实这些本质上没什么大错，主要是你错的还是大局观不够。大局观？荣爵一脸懵逼。是啊，牛蛋背后有牛二和牛二嫂，他来我们家吃饭那是看在娘的面子上，他喜欢娘的手艺，自然牛二和牛二嫂便会对娘好，娘一高兴自然会将饭菜做得更好更多，你说是不是？是啊。荣爵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对呀，他顾自己的饭没错，关键是他顾了这一顿好吃的，那眼光太狭隘了呀。如果他早点明白，娘难道就不会因为他表现好了再给他做一份？宋时锦见荣爵有些理解了，他笑了笑，如果教荣爵不保护自己的利益也是不对的，这样他以后长大了就很容易牺牲自己或者压抑自己的内心去付出。宋时锦希望的是他善良的有原则，不会让自己不舒服，也不会让他人不舒服，这样他的格局才能更高。这天下没有不自私的人，娘希望你的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要计较眼前的得失和利益。牛蛋与你关系好了，你多多请他吃饭，便会让咱们家与牛二家走得近一些，这样你有了好朋友，娘也有了好邻居。
荣爵之前还不能理解，这会儿却是可以真的理解了，跟着点点头，而后郑重其事着道：娘，我知道了，我以后会多交一些朋友，多做一些好事儿，让娘跟着我一起享福，也让娘的朋友能多一些。宋时锦唇角一勾，笑了起来。好，你做的越多越好，娘的日子自然也会越过越好。有一句话你要好好记在心里，朋友多了路好走。荣爵眨巴着大眼睛，懵懵懂懂的，以前没听过的一些说法，现在越听越清楚，也越听越明白了。我们作为一个人，要多做善事好事，看着当时好像是吃了亏，可是却能赢得好口碑。说是一个人很自私，那他的口碑很有可能就四处传得很差。一时是不显什么的，可他无形中会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不喜欢和恐惧的心思，那他在众人的眼中就会缺乏了信任。一旦这种情绪产生了，那最后的结果就会很明显了，他的家人和他自己都会被旁人给默默孤立，众人一提到他便是没有信任的，觉得他会坑了自己。宋时锦看着荣爵，有听着自己说话的意思了，这会便又趁势灌输给他一些旁的道理，比如人为什么要行善呢？为什么要做一些道德方面的好事儿？荣爵听着听着，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将娘说的话给记在了心里。宋时锦笑眯眯地看着荣爵，这孩子一开始被他那个就不懂人情世故的爹给教得过于冷漠，一样的显得稍稍独我了一些。这样的小孩其实现实也一样，尤其是独生子的家庭，容易就算是再聪明再努力，在教人方面讲大道理都不行的，道理谁都懂的，可是能不能听得进去，又能做到多少，那真的挺难的。容易收拾完了碗筷，在一旁若有所思。不仅仅是荣爵受了教育，他也一样，朝廷官员要维护自己的名声，平日里瞧着没什么特别的，大家都一样，可一旦出了事儿，你平日的为人和名声就太重要了。墙倒众人推，别人在你倒霉的时候只会用力的踩上几脚。容易以前不怎么注重人际关系方面的培养，现在听了宋时锦的话，一时好像有点明白了。怎么了？你们两个都这么看着我，我压力好大呀。娘，我以后保证听话。锦娘，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话也很有道理，我之后定然会与村子里的众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不连累你。宋时锦有点无语地看着荣毅，荣爵的三观还没有建立，容易被人给带跑偏，所以他才讲故事做这样的事情，用来教育荣爵，希望他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后也能变得聪明有格局一些。这荣毅又跟着凑什么热闹啊？宋时锦呵呵了几声，感觉荣毅这样的病人真的是简直太不好相处了。这是一家三口第一次睡在一个房间的夜晚，所以好像三个人都有点兴奋到睡不着。宋时锦还好，他没什么心事，除了对荣毅有些警惕和紧张之外，倒也不觉得会在同一间房子里有睡不着什么样的问题。荣爵和荣毅却是真心睡不着。荣爵是因为娘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平日里从来都没有跟娘这么亲近过，头一回有这样的相处方式，令这么大年纪的孩子不免有点小兴奋。他时不时的会往宋时锦的身边瞧着，宋时锦实在被这小子的样子给逗到了，终于开口道：行了，你这个小子是不是睡不着啊？荣爵的眼睛顿时亮了。是的。那过来。荣毅的眉头一锁，睫毛微颤，将自己的情绪收敛起来。他不想说，他也想过去。既然你不想睡，那我就给你讲讲故事。讲故事？我给你讲个童话故事。像是荣爵这么大的现代社会的儿童，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看奥特曼打小怪兽。荣爵没有什么乐趣，也难怪会有的时候又傲娇，脾气又大。怪小孩或者暴躁的熊孩子，很多毛病其实都是来自于父母。宋时锦叹了口气，自从他对荣爵稍稍好了一些之后，荣爵以前的那些个毛病就都消失了，他也真正的变成了个好孩子。我今天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丑小鸭。一枚天鹅蛋在鸭巢中被母鸭孵出，因为长相与众不同而被大家当成丑小鸭，因此它从蛋壳里出生就受到了排挤，被挨打，被欺负。不仅仅是在鸭群中是这样，在鸡群中也是这样。宋时锦用着平淡却又温柔的声音娓娓道来，荣爵不禁听得入了神。他睁大了眼睛，因为丑小鸭的身世而揪心。
又因为丑小鸭受到的委屈和不公平而生气愤怒。荣爵在听到丑小鸭逃离了农家，又被鄙视他不能像母鸡一样生蛋，还差点被杀吃掉，他整个人已经激动万分，小手紧握到了一起。丑小鸭躲在不结冰的湖面瑟瑟发抖，荣爵也精神紧张，他忍不住插嘴道：娘，丑小鸭好可怜啊。丑小鸭遇到了一群漂亮的白天鹅，而后他自卑的想要死在白天鹅的手上，之后低下了头，他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再也不是一只粗笨的深灰色的又丑又令人讨厌的鸭子了，而是一只白天鹅。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幸福。故事完了，听了这个故事的父子俩久久无声。宋时锦好像是一只活在鸭群里的白天鹅，不是他不够好，而是其他人不理解他。容易深入了解他的内心之后，才恍然理解了他是个什么样的美好的人。荣爵沉默了半天。丑小鸭受苦了，爹。原来真正丑的是旁人，娘也是如此嘛。因为我们不理解娘的好，所以才将它定义为丑。谁说胖了就不能是美的？谁说人过好自己就不能是好的？荣爵以前天天被人给洗脑着，说什么他娘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他本来真的以为如此的，可如今他是真正的后悔了。什么娘不好？明明就是其他人不好。容易的眸色中微微带着几分黯然。是你娘，她是真正的白天鹅，她只是生活在了我们这样一群鸭子中间。被人耻笑并不是他的错，他本无错，错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圈子根本不知道金子的可贵。容易心底感触之余，也不得不因为宋时锦这会儿讲述的这个故事而内心震撼。这也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简单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却说明了人性的卑劣，也能让自己的儿子一瞬间了解被世人误解的状态。宋时锦挑了挑眉，看着父子俩相对低迷的样子，他笑了笑道：其实我们都是丑小鸭，在没有努力过的时候，谁又曾经知道自己经历过磨难之后不会挖掘出自己的潜力，真正的成长为白天鹅呢？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我们都要拥有一颗永远坚持自我的心。丑小鸭可是不管旁人的看法如何，他始终有自己的渴望的。大部分的人可能在逆境中经历如丑小鸭般的痛苦都会放弃，所以他们在没有发现自己是天鹅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公爵眨了眨眼，娘说的好有道理啊，我明白了。容易此时也在一旁补充了句，而且我们还不能像那些母鸡、猫什么的其他成员一样，去嘲笑排挤他人，或者对一些可怜的人进行无情的斥责。世俗的偏见和固有的认知习惯对人成长的打击是不可取的。容易这会儿也将自己的理解讲了出来，他反思的要比荣爵更深刻。那些自私和偏见束缚了人的思想，因为不能理解，加上目光短浅，不能发展，也不能全面的看待事物，才会将一只高高在上的白天鹅鄙视成丑小鸭。旁人又怎么能理解天才的思维呢？容易说的也很容易理解。爹，我明白了，你放心，我再也不会听旁人说什么了，我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娘当初就是因为偏见才会被外人给瞧不起的，娘就是一只从书里活过来的丑小鸭，而她如今已经成长为白天鹅了。反而爹，咱俩现在还是两只鸭子，太卑微太无知了。你是一只鸭子，你爹我不是。爹，我们要努力，也要发现自己的潜能，成长为白天鹅。我已经是白天鹅了，我现在并不想做什么鸭子。讲完了这个故事，一家人讨论了半天，当然后半段只是容易与荣爵父子两个人在斗嘴，宋时锦不过在一旁瞧着看着罢了。不多久，荣爵终于闹累了，正在说着话的期间，他就已经睡着了。容易抱着他回到自己的床上，将他给放好。他还想找宋时锦再聊会儿天的，每一次跟他说会话，自己都能有所提升。即使他已经学过很多的知识了，可是总能在宋时锦的身上发生很小的事情中得到新的启发。不得不说，这的确有点神奇。不过他一回头便瞧见宋时锦一个翻身，留给了他一个背影。很显然，此时的宋时锦是什么都不想说，已经打算睡了。容易的手指微微动了动，手都要举起来了，最终却又收了回去。他想跟宋时锦好好的聊一聊天的，可很显然的，
他并不想与他聊，好郁闷呐。他看着宋时锦已经有了曲线的身材背影，眸色略深，忽而脑子里莫名的想起了牛二嫂的一席话，而后心底就开始涌动起了些许的情思，那种心情缓慢的升起，他的嗓子也越来越干，脑子里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还有之前被宋时锦所拉住手的那种感觉，那点柔软，那点滑腻，触感仿佛就在眼前。他忽而感觉自己那里坚硬无比，容易的眸色着了火，而后猛地手指弯曲，整个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紧闭着双眼，一股燥热自心底升起，直冲上了头顶。宋时锦，他居然对他产生了那般的心思。容易深呼吸，瞬间将自己身子转到另一边。此时的他不敢抬眼再去看，他思考了半天，终究是起了身，取了书房的剑，手握紧。为了不打扰到宋时锦，一个纵身自窗户处跃了出去。窗外风停雪住，雪的厚度挺深。他向来浅眠，即使年轻，每日睡眠亦不过只有2-3个时辰。他握紧了手中的长剑，开始抬手练了起来。空气的冰冷令他清醒了许多，体外感受的是冰冷，可体内的那股热气缓缓上升，令他整个人如同冰火2重天。即使是练剑，他脑海中依旧不免会朝着那个方向去想，整个人如同一只猛兽，在攻击之前低声的呜咽。第2日就到了大年30了，宋时锦又是固定的时间清醒，天还未亮，做新年的准备，那可得准备好浓浓的仪式感才行。一推开门，宋时锦吃了一惊，院子里被积雪掩盖的路都已经被清理了出来，他铺的青砖已经干了，这样踩上去鞋面肯定不会湿的。宋时锦惊讶不已。容易自厨房中走了出来，依旧是平时那个帅气的模样，不过宋时锦瞧着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眼底的淤青似乎又重了几分。你怎么大晚上的不睡觉，自己将雪给铲了？容易点点头。他本以为宋时锦接下来一句话会夸他的，只是宋时锦瞅了他一眼，眉头却是皱得紧紧的。难怪我瞧着你一副肾亏了的样子，那黑眼圈可真重啊。爹，你熬不动别瞎熬啊，毕竟一大把年纪了，这么厚的雪，那么大的院子，大家早上一起来干活铲雪不香吗？非得偷偷一个人晚上熬着夜干活，这黑眼圈看着人就跟被女鬼给吸干了一样。也不知道他大晚上的是不是有啥艳遇。又叫爹了。容易的眉毛微微一抽，他深深地看了宋时锦一眼。宋时锦被他的眼神看得浑身那叫一个不舒服，轻咳了一声。不过还是要夸奖一句的，干得不错。我肾很好，不亏。我刚刚只是做个比喻，不过你肾好不好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个不重要。你还干了什么活吗？我已经把水都打好了，厨房也简单的收拾了下，对联高的地方都贴上去了，红灯笼也挂上去了。宋时锦被他这么一提醒，这才注意，连忙抬起头看了看院子里的其他景，一片大红色的灯笼果真都已经被挂了上去。还真别说，大红的灯笼挂在茅草屋檐下，房顶全是雪，红色与白色相映衬，的确漂亮得很。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将蜡烛给点燃，那到时候应该会更好看。宋时锦睁大了眼睛，眼睛里全是惊喜。他兴奋地跑到红灯笼下，仰着头看着瞧着。容易在一旁瞧着他这个样子，微微一愣。他倒是没有想到自己只是做了任何一个家庭都会做的小事儿，却能让宋时锦这么开心。你很喜欢红灯笼？那是自然，平时太少见到了，而且这种古色古风的场景，又有大雪，又有红灯笼，这种美轮美奂的景致，在钢筋水泥混凝土堆砌的超大的城市里根本就看不到。去旅游也许能看到，可就算是去看，因为时间和金钱的关系，大多数也只是走马观花，最后想要过上一个这种原汁原味的年，真的不容易。这对于宋时锦来说才是最大的收获。宋时锦这一刻心情真的变得特别好。宋时锦转身看着容易，目光微微的温柔。谢谢你，容易，我们一定能过一个很好很难忘的充满仪式感的年的。容易看着他也郑重的点了点头。一定。
以前旁人过年与他毫无干系，万家灯火，鞭炮齐鸣，看起来异常热闹的世界，他只是一个人。荣爵那时候年纪小，什么也都不懂，父子俩的年都是冷冷清清，孤孤单单的，至多2个人读书，而后便互相沉默着不言语。荣毅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早起来便会去做一些以前他连想都不会想的事情，他内心的深处只有一个念头，锦娘很重视这些礼仪，他做事情讲究这些，所以他便学着他平日里做事的方式，将旁人家会做的事情一并做了。之前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此时笑意潜藏不住的锦娘站在红灯笼下，仰着头兴奋地看着他，说了一声谢谢的时候，他便觉得这一切都值了，在他的世界里也似乎从黑白变得有色彩了。宋时锦眨了眨眼，拉上了他的手。荣爵还没醒呢，我们一起给他一个惊喜吧，先来堆个雪人吧。荣爵清醒的时候，他觉得周围都很温暖，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而且醒来的时候，四周有一种舒舒服服的，令他想要再继续睡觉的昏沉的感觉。这就是有爹娘陪伴着睡觉的感觉吗？好幸福，好开心呢。荣爵，你可是最后一个起床的了，还不快点出来玩？就在荣爵坐在床上还有点迷糊的时候，忽而耳边传来娘亲的声音。他一抬头，一个又圆又白的物事朝着他飞了过来，那东西正撞在荣爵的脑门上，而后四散开来，有一些落入了他的衣襟里。好凉！荣爵被冰得彻底清醒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着落在地面上的那些个碎渣渣的白色，他这才发现这原来是雪球。儿子，快来陪娘打雪仗了！荣爵顿时笑了。好，我马上来。他自己穿好了厚厚的棉鞋，而后跑出了门。眼前忽而出现的几个漂亮的被雪堆起来的像人一样的东西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个是娘堆的雪人，旁边那个是你爹堆的，娘可没你爹弄得好看。宋时锦说着，不由得还是要感叹几句的。荣毅真的是太厉害了，宋时锦只能想到堆雪人，可荣毅却能想到堆出一只白色的鸭子来。若不是因为那白天鹅的脖子不好整，估计荣毅怕是真的会再堆出一只白天鹅的。不过就算如此，也栩栩如生，又好看又漂亮，配上了昨天晚上的丑小鸭的课堂，算是给了荣爵一个新的时间课。荣爵睁大了眼睛，兴奋地跳了起来。爹娘，这是鸭子，这是鸭子！荣毅微微一怔，他看着眼前的荣爵如此兴奋的模样，心底在这一刻微微有些悔意。他若是从来没有见过荣爵这么开心的模样，大概也绝计不会反思自己以前所做的事情的对错。原来一切都是错的，原来自己的儿子也可以很听话，也可以很快乐，很幸福。荣毅的嗓子微微有些干涩，似乎有什么东西哽住了。他轻咳了一声，走到荣爵的跟前儿，第一次用着很是温柔的声音点点头道：没错，这就是鸭子，这最后一只是那个又大又臭的天鹅。荣爵连忙看过去，果然在一群的鸭子旁边瞧见了一只被墨汁给染黑了的鸭子，这个应该就是丑小鸭了。荣爵兴奋地睁大眼睛，跑到丑小鸭的身边，而后蹲下身子，定定地看着眼前这只鸭子。爹，我很喜欢，我可以碰一碰它吗？荣毅点点头，荣爵便高高兴兴地去玩这些雪做的鸭子了。他玩还觉得不够，便又想着要再继续跟着堆上几只。父子俩开始堆鸭子的时候，宋时锦眯着眼睛，贼贼一笑，抓起了身边的雪，将它揉成2个团子，悄悄走到荣毅父子的身边。宋时锦嘿嘿笑着，叫了一声荣毅。荣毅回头，一个雪团正中了他的脸。打中了，打中了！宋时锦哈哈大笑，荣爵也连忙回头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而后便瞧见了自己那个平日里最是有风度的爹，这会儿满脸的雪渣。荣爵也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他也被自己娘亲准备好的雪球给直接砸中了。荣爵恼了，爹，快帮我报仇，娘都砸我2次了。说完了这话，他连忙抓起了雪球，朝着宋时锦扔过去。可惜呀，孩子胳膊短腿短，力气也小，宋时锦又扔完了雪球之后跑远了，他便碰不到了。荣爵扔的雪球飞不了多远就落了地。荣爵撇了撇嘴，抑郁到不行，他大声地叫着荣毅过来帮忙。爹，你别光站着啊，你要帮我报仇。荣毅挑了挑眉，往前走了2步，然后到一旁也抓了一把雪，之后
他很快朝着宋时锦走去。宋时锦倒吸了一口气，完了，大 boss 过来了。宋时锦哇的叫了一声，转身就跑。可惜呀，他比上荣爵还有的生理优势，到了大长腿的容易跟前儿，完全就不够看的，2、3步就被追了上。眼瞧着宋时锦就要被这雪球给砸到，他忽而眼睛一瞟，目光中带上了几分威胁。荣毅，你敢丢我，我让你晚上吃不了年夜饭。荣毅的脚步顿时一停，他眸色微深，定定地看了一眼宋时锦。有道理，你跟荣爵都是我的宝宝，的确没有谁大谁小。宝宝，你别吓人好吗？我们之间应该没有那么亲密，没有那么熟吧？就在宋时锦有点多想的时候，荣毅后面的话也跟着到了。你不是叫我爹吗？闺女和儿子都是宝宝，有区别吗？忽然有一种挖了个坑，把自己给埋了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的居然好有道理啊，我完全没有可以反驳的理由啊。荣毅说完了这话，忽而一转身，将雪球扔向了荣爵。啪的一声，荣爵被荣毅扔过来的雪球给砸了个正着，直接来了个头顶开花。荣爵有些无语，我还是你的亲儿子嘛，就算你不想扔娘，也不至于扭头回来扔我吧，真狗。荣毅扔完了，拿着略湿的手在衣服上擦了擦，而后笑得那叫一个温柔。不好意思，手滑。我觉得这爹可以不要了，倔强，我要倔强。一家3口闹完了，又将房间简单的继续收拾了下，亲戚都不会来的，村子里跟他们熟的也没有几个。倒是到了快下午的时候，薛木匠跟他媳妇儿霍氏上了门过来，又送了点年货过来，然后又聊了会天。宋时锦忙将自己平日里做的一些炸出来的小鱼之类的零食给了他们一些，二人坐了一会儿，就简单的聊了聊，便回去了。荣毅看着薛木匠夫妇渐渐走远，他的眸色微深。他以前在这住着，过年的时候愿意上门的也只有王家人，而王家人能上门也不过是因为一些目的。他是个学业有成的人，当然是能给他们一些帮助的，对整个村子也可以有所助力。自然王村长领着王家人上门来看他也很正常，可其他的村子里的人来找他的那基本上就没有了，哪怕他自认为他自己是个挺好相处的人也是如此。可宋时锦短短一段时日便能与他人结成如此之好的关系，这的确令人感触颇深。其实这似乎是已经能注定的事儿，毕竟连他这样性格的人，还有荣爵那么傲娇的性子，宋时锦都可以轻松应对。他若是想要与谁之间相处得好，似乎也是很轻易的事情。与人相处是一门学问，以前他不懂，如今他懂了。荣毅，过来帮我一下。陷入了沉思的荣毅闻言立刻回过神来，连忙进了厨房。宋时锦正在忙活着，他一脸笑意，正在揉着面。我准备包饺子，给你点活干，你把那些馅儿帮我好好的剁剁。宋时锦准备包一些好吃的饺子，所以各种食材的饺子他都要试试。不过剁馅儿这种挺费力气的活儿，他还是找专业的人来。荣毅这么好的力气人不用，那可不成。荣毅自然很乐意。在荣毅的老实人观念里，但凡是对方对他很好的，那必然是要当他是自己人，才会毫无顾忌地使唤他的。宋时锦越是让他干活，他便越觉得心里头舒坦。要是搁以前，那时候的荣毅大概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还能有越是这种上赶着给人干活反而越舒服的状态。不一会儿，荣爵也无聊地跑了过来，于是宋时锦一个人包饺子变成了一家3口一起包饺子。荣爵最喜欢的就是擀皮儿了，虽然他擀得挺难看，可是能帮上娘的忙，让他分外觉得自己有点用。而且他打内心里瞧不上自己爹那个样子，都看得出来他在巴结娘了，还不是为了多吃几块红烧肉。父子俩是聪明2人组，只要是愿意学着做的，那定然便是没什么问题的。很快2个人便将包饺子给学会了。虽然包的饺子模样很丑，而且不如宋时锦一捏一个又快又好看，还瞧着挺像元宝的，至少他们包出来的还能立起来。在得了宋时锦的夸奖之后，父子俩包得更起劲儿了，以至于后来剁的馅儿都包完了，2个人还是有些意犹未尽的。荣爵瞧着一排排摆放着的撒了面粉的饺子，不由得感叹了句：爹，瞧见了没？这才叫过日子，以前也不知道跟着你是怎么过的。荣毅一时无语，
荣爵摇了摇头，继续道：没有吃过好的食物的时候，我还真的觉得饭就是那么个样子的。爹，你需要好好的反省反省了。你以后再也不是我的宝宝了。哼。大年30的晚上，万家灯火，耳边鞭炮齐鸣，天微微还不到全黑的时候，村子里便四处都是鞭炮的声音了。大人小孩都拿起了炮仗点燃，听着咚咚的声音，又瞧着远处各家亮起微红的灯火。宋时锦忽而觉得这才是过年。荣爵走了过来，深吸了一口气，大胆地上前拉住了自己亲娘的手。娘，你在干什么？宋时锦被这小手给抓住，眸色中多了几分温柔。他瞧了一眼荣爵，微微一笑：娘啊，在看回忆。过年了，他也有些想念在现代的家人了。他的亲人们如今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是一样过得很好？他们是不是也有想起他来？如果他们一样想起了自己，宋时锦便希望他们不会伤心，不会难过，能够忘记了他，那便是最好的。说是原主也穿越到了他的家中，他亦是会更安慰。那些事情就这么飞快地发生了，而他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来。所以最后的结局便是站在这里默默的祈福，新年的祝福。他希望远方的亲人永远都会开心，永远都会快乐。荣毅站在不远处，他一双犀利的眸子落在宋时锦有些黯然的神色上，心底忽而一抽。他依旧是在回忆着过去，依旧是在想着以前那些人那些事儿的吧。这般的容颜和表情看起来是那么淡定，却实际上在想念着其他的人，这令他心底有种说不上的暴躁。荣毅低下了头，眼眸里的冷漠愈发的深沉。若是他没有感受过这般的美好，那便也就算了，可既然感受过了，如今却要重新丢掉，这对于他来说有些无法承受，他也不会妥协。容易歪着头，黝黑的瞳仁里多了几分说不上的淡漠。他面无表情，眸色阴冷。那个姓安的到底什么样子？宋时锦感慨完了之后，便拉着荣爵回到了房间。在古代过年什么都好，可惜晚上没有春节联欢晚会可以看。镇子上会有一些元宵灯会和村里的庆祝节目，比如踩高跷、大头娃娃、扭十字步、舞狮啊，那些民间传统文艺节目，只是这么晚的时间是不可能会有的，只能到了镇子上才能看到。荣爵瞅了瞅外面还在下着的雪，娘，我们明天还要继续打雪仗吗？这雪下的好大，我好喜欢。好啊，明天继续。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熬年，这么一晚上我怕我熬不住。荣爵叹了口气，往年熬年他都很困，很少能熬到大年初一的早上的。那娘教你一个好玩的好不好？荣毅，过来，我教你们玩一个好玩的项目，我们晚上了一起来。玩什么？他这会儿倒是挺好奇，宋时锦这会儿又想做什么了。斗地主。大过年的晚上，如果没有电视晚会可以看，唯一的娱乐好像也只有玩牌吧。宋时锦笑眯眯着道：我找了一些硬纸板，做了一副扑克牌，正好我们晚上可以一起玩这个。好在宋时锦教这个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比较之前他就已经教给了荣毅父子学习了阿拉伯数字符号的写法和用法，另外加减乘除这两个人也学得很好了。如今也不过是玩个谁大谁小的，这个对于父子俩也并不会太难，他只需要教给他们认识牌大牌小，再讲一下规则就成。听懂了吗？好像还不太懂。容易没吭声，不过眨巴着一双小鹿一般的可怜兮兮的眼睛，一瞧就知道肯定也没完全懂。宋时锦贼贼一笑，哼，没听懂就对了。既然你们都还没有听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荣毅和荣爵顿时无语了，黑还是宋时锦黑。斗地主很快就开始了，三个人很快就开始了第一轮。宋时锦的方式就是要在这一对父子都还不会的时候，就直接开始虐他们，让他们将来年的家务活自己包上大半。宋时锦笑眯眯着，直接第一局叫了地主，而后开始虐菜。果然，荣毅与荣爵规则还没有摸透，就被宋时锦给虐到了。开局杀，宋时锦一连赢了3局，得意的眼睛都开始发亮了起来。3局以后，荣毅忽而开口道：我已经琢磨会了，接下来锦娘你可要小心了。宋时锦眯着眼睛，不由得浑身哆嗦了下。
这会儿不得不说呢，他还真的有被眼前这个男人给吓到的感觉。不过他也转念想了想，自己好像也从来都不是很弱的存在，虽然容易很强，可他也不至于会输啊，好歹还是个学霸，而且还有过游戏斗地主的经验，应该不会就这么输吧。抱着这么一个想法，宋时锦又开始了新的牌局。他还没来得及当地主，就直接被容易给抢了。而后一局不过短短1刻钟，容易就胜了。宋时锦张大了嘴巴，完全不敢相信，这不可能。容易端坐，身姿正直。锦娘若是不信，可再来一局。再来就再来。荣爵在一旁给他娘打气。娘，别怕，我来帮你，一定不能让爹再赢你。宋时锦重重的点点头。乖儿子，来再开一局，我就不相信你爹他还能赢我。新的一局又开了，而后宋时锦在很短的时间内又输了。再来一局，我刚刚明明是手气不好，没有抽到好牌。来自学霸的终极挑衅，宋时锦可是绝对不会认输的。容易轻笑，唇角微勾。好，再来。接下来的时间1分1秒的过去，3个人斗地主斗上了瘾了。当然，主要还是宋时锦自己不服输，来了一局又一局，直到26局之后，他终于彻底的意识到了容易的强悍。这个男人以智商来碾压他，完全轻松惬意，丝毫没有点压力的样子。除了一开始对规则不熟悉的时候还能输上3局，之后几乎就是把把胜了。胜负欲宋时锦有，容易也会有。钢铁直女跟不开窍的大直男一起斗地主，只有输赢没有相让之说，所以宋时锦26连败。终于宋时锦没有再继续喊着继续了，反而深深的叹了口气，容易轻咳了一声。自己不赢锦娘会不开心，可是自己赢了，他又觉得哪不对劲儿了。怎么作为一个男人，他就不知道逗逗锦娘开心呢？那么计较胜负干什么？正在容易觉得气氛有些尴尬，想要说些什么做点安慰的时候，耳边突然听到了宋时锦的声音。宋时锦很是郑重地看向了容易。容易立刻很认真地听着他说话，生怕宋时锦又有什么教导了。宋夫子的话他如今是当成很严肃的一件事的，自然他要细心地听着。我今天终于明白一句话了，简直真理啊。容易不自觉地接了他的话，问道：什么话？直到他问完了之后，这才有点莫名的觉得从宋时锦口中说出来的话还不一定会是什么好话。果然宋时锦眼神一语，很是无奈却又真诚的道：我爸爸不愧就是我爸爸。容易哑口无言。有人夜里相爱，有人夜里看海，而我夜里斗地主26连败。容易啊容易，你真是我爹，爹就是爹，我彻底服了。容易一时语塞。忽然有点困了怎么办？还有几颗到点呢？到点？什么到点？差点忘了，在古代人的脑海中好像还没有钟表计时的概念，古人计时晚上都是靠打更，这村子里好像没人打更啊。就是说子时要什么时候才能到呢？新年应该快来了吧？好，还没到。晚上的新年若是到来，一定会有鞭炮声响起的。娘，好到新年了，那我等下能不能跟你一起睡？宋时锦这会儿还没有开口说什么，容易接下来的一句话就跟上了。不行，你晚上睡觉踢被子会吵到你娘的。容觉满头问号，他一时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我晚上睡觉会踢被子吗？我怎么不知道我晚上会踢被子？宋时锦也认真地看着眼前的容易，这会儿还是有点怀疑的。他怎么不觉得容觉晚上会叫会踢被子的样子？容易低垂下了眉眼，唇角微微勾起。你自然不知道，你踢了被子都是爹给你盖的。你娘每日清晨早起要锻炼身体，跑步还要做功课。若是晚上你在她身边害她睡不好，容觉，你不觉得你很不孝顺吗？为什么我觉得爹说这样的话又是哪里怪怪的？怎么以前跟娘不熟的时候，我骂娘她都不说我不孝顺，这会儿跟娘一起睡觉，她反而说我不孝顺了，这又是什么道理？虽然有种感觉自己的爹又在坑自己，可此时的容觉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叹了口气，只好放弃了自己刚刚的要求。那好吧，那我晚上还凑合着跟你睡吧。呵呵，这混账小子，他刚刚说的话果然不违心。就在此时，忽而远处传来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而后此起彼伏的声音一道道的传到了3个人的耳朵里。如意，拿咱们家的鞭炮出去点了，咱们也要跨年过新年了。娘，要点爆竹啦！快捂住耳朵。那边的容易已经不慌不忙地将鞭炮给点燃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传入了3个人的耳中。那燃烧着的鞭炮前，是容易手举着蜡烛，朝着宋时锦和荣爵母子走过来的样子，玉树临风，唇边含笑。美好俊美的男人逆光而行，眼眸温柔注视着自己，终究是令人无法忽视和移开目光的。宋时锦捂住了胸口，这一幕的幸福感太过于强烈，他这一刻只能与容易2人对视。容易朝着他走来，身旁是鞭炮声不绝于耳，身后是不甘寂寞的火花四溅，身边是荣爵又跳又叫的激动声音。宋时锦有一瞬间有被从孤独拉入人间的温暖感觉。容易走到了宋时锦的身边，与他并肩，一道观看着景，人间最大的真实是脚踏实地，眼望烟火。当你拥有这些的时候，便可感受到幸福。原来熬了半夜的辛苦，只为了这一刻的鞭炮齐鸣，万家出动。宋时锦挑了挑眉，微微吐了口气。去年穿越到此的时候所感受到的迷茫、质疑，他所要面临的生活压力、财务危机，还有被人的排挤，这一刻忽而好像因为这口气彻底的在此时被他丢在了过去。他伸出了胳膊，而后大大的伸了个懒腰，忽而垂眸轻笑。自这一刻起，新的一年，新的世界开启了，他的人生低谷就此拜拜，明天会更好。第二天一大早，大年初一，能量满满，宋时锦浅眠了一下，便又醒了。他可不想有个不怎么好的兆头，一定要早起才成。换上了新做的大红色新衣，他微微挑了挑眉，好像他又瘦了一大圈的样子。眼瞧着他这样的状态就很不错，肚子上的赘肉也紧了许多，当然还是微微有些肉肉，却看起来已经整体又纤细了。容易，端饺子了。荣爵和容易这会儿的眼睛都亮了，端起了饺子就立刻吃了起来。宋时锦则吃得比较慢，因为他不想硌着牙。容易和荣爵2个人吃得正香，忽而两父子嘴里嘎嘣一声响，2个人直接就愣在了当场。什么东西？容易则是面色一僵，显然一样硌着牙了。恭喜2位大吉大利，吃了铜板要发大财。娘，这包了铜板，你为啥不提前说一声啊？要是跟你们说了，那就没有惊喜了呀。现在这种情况，明明都快要成惊吓了，又哪里惊喜了嘛？宋时锦挑了挑眉，眸色微暖，语气温柔。你们硌着牙时候的表情，就是我的惊喜，谢谢，我一天的快乐有了。容易和荣爵哑口无言。这大过年的，外面的雪还没有那么容易消，他们一家3口没啥事儿干，所以好像只有斗地主能解决这种无聊的时光。然而宋时锦不愿意斗，闲得无聊，容易便拿出了棋盘，开始教荣爵下棋。宋时锦不感兴趣，虽然觉得好看，姿势优美，摆拍他绝对可以，研究下棋，谢谢，大可不必。一家3口又是难得的安静。不多时，门口有人叫门，容易放下了棋子，起身。他淡然着道：若是没有想错，应该是王家人上门了。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王村长都会过来，这一次自然也一样。荣爵耷拉着脑袋，跟他爹下棋下得有点昏昏欲睡了都。瞧着他爹出去开门见客人，他则将棋盘给简单的收拾一下。王傲轩，荣爵睁大了眼睛，这家伙这会居然来了呀。王傲轩对着荣爵礼貌性的点了点头。你怎么在这儿？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吧？摇头。我不，我就知道你是来瞧我的。你这样脾气性格的人，肯定也没有太多的朋友，就我一个好朋友。你愿意来，肯定是来看我的。我只是被我爷爷拉来的。荣爵这会儿仿佛也是能够听得懂王傲轩这会儿的内心话，他唇角微微勾了勾。你别说你是因为你爹才来的，我知道你的脾气，你爷爷管得了你才怪。王傲轩的脸顿时一红，冷哼了一声，
确实没有否认。来，我给你端碗饺子吃，我娘做的饺子超级好吃。而后不等王傲轩开口说什么，荣爵一转身就跑开，去厨房下饺子了。王傲轩顿时哑口无言地呆立在当场。王村长与荣义坐在一起，他惊奇地看着荣家的摆设，往年每年都来。之前虽然也听说了荣家媳妇儿好像有找薛木匠在整屋子做家具什么的，可他并没有真的看过，毕竟在他的思维里，那女人家家的能懂啥呀？能做些衣服，能煮个热饭，在家带带孩子，这也就可以了。就算是荣家媳妇儿愿意动手做饭，大概水平也不会有多强的。可是真的在这一刻进了荣家的房间里，王村长才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屋子的摆设，他惊奇地感觉自己好像是进了说不出来的文人的房间。没错，就是那种令人一瞧就不一般的摆设风格，哪里看着都仿佛自成一景，随处可见一种大道至简的朴素美感，还自带上了风雅。重点还有，这外面冰冷至寒，这房间里却温暖如春，坐了一会儿便让人遍体舒服，这也太舒服了吧。这是因为房间里锦娘装了暖炕，她有巧思，将厨房的这个火移到了房间里来了。我本以为你娶了宋家千金会过得不好，现在看起来是我看走了眼呐。古话说得好，贤妻旺三代，蠢妻毁三代。之前我以为锦娘她……王村长一噎，这番评论的话到底是没有说出口，反而换了个话题道：如今看起来你倒是没有娶错。荣义看了一眼开始张罗着茶水的宋时喜，眸色温柔。不过开年过不了几天，你就要到镇子上的书院去，到时候你要住到书院里去，如此才能专心一些。荣义的眉头皱了起来，王村长提到的事情正是他之前考虑了很久的事情，从个人的发展上来看，好像做这些应该是很对的，可是现在再一次想起来的时候，他却不得不需要考虑一些别的了，比如锦娘，比如荣爵。锦娘对他一如往日的陌生人，而荣爵身边也少不了父亲，他若是要离家很久，他不敢想象下一次再回来，锦娘与荣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令他整个人都有些说不上来的担忧。你要好好的做学问，别让卢县令对你失望，也别让众人又再瞧不起荣爵了。王村长难得这会儿注意到荣义此时似乎有些迟疑，忽而意识到了一件事儿，很有可能荣义其实担心的反而会是锦娘。王村长心底微微揣测了下，便又立刻补上了这句话：况且锦娘也得过一些好日子了，若是你考得好，有了一定的实力，旁人便不敢再对他指指点点，这也是我们男儿该做的事儿。荣义的睫毛微颤，此时的心思微微动了起来，这一回彻底将王村长的话放在了心上。没错，锦娘不管心底是不是要与他和离，在外人的眼中，他与自己都是一体的，而只有他变强了，锦娘才能因为他而变得更好。两个人又聊了会儿，宋时锦便提到自己要到厨房里去张罗一下午饭。王村长一见这种情况，连忙就站了起来，说是要走。王村长，别那么客气啊，你这正好留下来，也可以品尝一下我的手艺，不是吗？王村长摇了摇头，倒也不是一定要在这儿吃，我等下还有村子里其他的人去看看的。对了，我那个孙子啊，今年说他不想串门求亲，他挺喜欢你们家荣爵的，不如就让他在这儿玩2天，要是麻烦的话，那也就……同意，我同意了。就在王村长说了这话的时候，荣爵正好端着饺子进了门，而后直接就开口这么打断了下：王爷爷，你这个想法好，就让他到我们这儿来玩上一玩，这也挺好的，而且我们家过年也不打算出门走亲戚的。
荣爵是个独生子，平日里又因为在王家村住着，他以前娘不管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私塾里待着的，之前也没有过交朋友的经验，现在算是终于有了2个了。荣爵觉得自己还是要将王傲轩留到自己家里玩的。说着，荣爵又扭头看向了王傲轩，你就留下来吧，一会儿我们一起斗地主。斗地主？什么玩意儿？王傲轩微微一怔，看了眼荣爵，终于点了点头。好。荣毅皱了皱眉，心底颇为不喜。家里已经有了个崽子了，这会儿又多了一个，好烦。宋时锦倒是觉得过年呢，人多了自然热闹，有些活动以前不能玩的，现在就可以了。而且王傲轩这孩子长得也好看，又听话又好带，住在他们家里头，不过也多了一双碗筷，挺好的。娘，怎么了？说话这么小声，一瞧就是要跟自己说点什么秘密的。荣爵轻咳了一声道，娘，你就同意让王傲轩留到咱家玩吧，他家有钱，咱们不会吃亏的。宋时锦的心底笑疯了，荣爵原来是说的这个原因呢。他挑了挑眉，装作一脸严肃，那他在咱们家里头住着也不是不可以，他的一切你就要负责了哟，在咱们家的规矩也得你来好好教着，最好不要乱来了。荣爵一听这话，连忙重重的点点头，好的好的，我会做好的。不就是叫到一个王傲轩吗？没问题。那行，娘就答应了。荣爵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直接就跑到王傲轩的跟前。我娘都已经答应了，我们这就可以了，你晚上就跟我一起睡。说着，荣爵又转身看向了荣毅，爹，我有好兄弟要照顾着，所以就不跟你和娘睡一起了，你帮我把房间里的暖炕烧起来吧。本来心情有些小小的不爽的荣毅，对于宋时锦同意了王傲轩留下来，还有些不怎么高兴。可这会儿听到儿子说出来这么一条消息，他的眼波流转，眸色中多了几分色彩。好，我这就去。王村长一瞧这事情就此定下，跟着点点头，看来他把王傲轩带上是对的。荣毅本人性格过于高冷，而且滴水难进，走他的路子是有些难的。可荣爵却不同，若是没有王傲轩之前的事情，大概他也不会将这一切给看得多重要。但是这一次的事情却偏偏就此发生了，这2个人还真的结成了挺好的友谊。既然如此，他就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保持住王家家族与荣毅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告辞了。王村长对着荣毅拱了拱手，而后便又交代了王傲轩几句，给了他1袋银子，又命下人将带来的年货给留下，这才离开。等到王村长一走，荣爵就先去检查年货去了。在看到了又有一大堆的肉类和食材，还有一些其他的干果之后，他的眼睛亮了起来。王傲轩看着荣爵这副模样，冷哼了一声，若是觉得这些还少了，我还可命人下去采购。这点银子对于王傲轩来说还不算什么，他能做的更多。荣爵听到王傲轩这么说，心情更好了。不用，你是我的好兄弟嘛，那么客气干什么？你呀，就把刚刚你爷爷留给你的银子上交给我娘就成。为兄弟两肋插刀，为女人插兄弟2刀，这样的兄弟果然是想要插他2刀的。王傲轩翻了个白眼儿，而后却又很淡定的将自己刚刚到手的银子拿出，直接交到荣爵的手上。反正他最不缺的就是银子，看在宋时锦做的饭菜也的确挺好吃的份上，他拿出点钱来也是应该的。而且他晚上还要在这儿睡下，自然也是要给银子的。来，你尝一下，这饺子呢可是我包的呢。呵呵，我不想说出真相，难怪这么吵。王傲轩夹了一个放入自己的口中，吃了一口，眼睛微微一亮。怎么样，你吃的是鸡蛋韭菜馅儿的，这儿还有别的馅儿的呢，这些可都是我娘亲自调的馅儿，好吃着呢。牛蛋儿想吃，我还不让他吃呢。王傲轩看着他沉默了下，忽而开口问道，你什么时候对你娘这么好了？荣爵闻言愣了下，小脸随即皱成了一团。以前的我的确是有些混蛋，我娘对我那么好，我却不知道珍惜，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差点误会了我娘。你现在不也看出来了吗？我娘是真的很好很好，她就不该被其他的人说那些话的。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儿子，所以我要加倍对娘好。王傲轩没有想到自己随便问的一个问题会让眼前的荣爵有这么大的反应，不过好像也挺正常的。曾经的他大概也知道荣爵的母亲在外人面前是什么样子的，就连同他也时常因为这个欺负荣爵。王傲轩轻咳了下，
我不也一样？不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荣爵点点头，他忽而神色凝重。所以你身为我的好兄弟，应该将我娘亲当成你自己的娘亲一样。这样好像有点难啊。可是你当初不也一样伤害过我娘吗？你还伤害过我幼小的心灵。荣爵皱起了眉头，说的好像你没有因为这件事揍过我一样。当初明明就已经两清了的。你不愿意？没有吧？那好，你说的，以后我娘就是你娘，你要替我好好还欠我娘的债。感觉吃荣家的一顿饭真的很难。荣毅将荣爵房间里的暖炕给点着了，宋时锦也帮着荣爵将他的东西和书都一并拿了回去，又给他和王傲轩备上了好吃的。王傲轩颇为有礼貌，看到宋时锦忙活着，很快就站了起来。姐姨，我能自己来。宋时锦一听这孩子叫自己姨，心里就更舒坦了。没事儿，你们若是有什么需要的，直接叫我就行。王傲轩点点头，容易挑了挑眉，这会儿的心情莫名的兴奋，还稍稍有些小期待。荣爵眯着眼睛瞅着他，眉头皱了起来。他趁着娘亲与王傲轩两个人聊天，连忙在一旁开口道：爹，你这一回得聪明点，好好跟娘处着，知道不？我怎么不跟你娘好好处了？荣爵冷笑：得了吧，你当我没瞧见，斗地主26次，你哪一次让了我跟我娘了？赢小孩和女人，你很可以呀。荣毅忽而沉默，荣爵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爹，我也不指望你能怎么多开窍了，不过你这也不能太丢人啊，以后就尽量聪明一些吧。荣毅顿时无语了，这儿子真的是他亲生的吗？荣毅与宋时锦倒是没想到，不过大年初一他们两个就要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这相当的尴尬。之前还能有个荣爵在，他们也没觉得哪不对，可这会儿变成了他们两个人单独相处，宋时锦是最不习惯的了。只是他也很为难，之前都已经说了要省点柴火用着的，说是现在他又再提回自己的房间住，好像有些不太合适。宋时锦只能拿起刺绣，自己开始绣些花样。荣毅倒是异常的淡定，很快就到了一旁，自己拿起了书看。房间也安静，两个人互相不说话，也没有打扰，这倒是让宋时锦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下来。何必想那么多呢？人家都不在意这些，他何必在意？宋时锦微微吐了口气，轻松不少。忽而容易将手中的书放下，抬眼看向了宋时锦所在的方向。锦娘，我想与你说说话。宋时锦回过神来，跟我说话？哦，你说。他这会儿平静了下来，倒是恢复了平日里的淡然。容易站了起来，走到宋时锦的面前放置的椅子上坐下。过完年之后，我要去书院里住着了。宋时锦秀眉一抬，书院？是的，我需要住在书院中安心读书，冲刺举人考试。宋时锦想起来，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不过他知道有这么件事儿，却并不清楚容易会主动与他说这些。宋时锦觉得自己还是不能干涉了他的，毕竟他们还是没有那么熟。那很好啊，祝你成功。容易一点都不意外，宋时锦会是这么一个反应。他深吸了一口气，狭长的眉眼之间多了几分温柔和善。我若是到了书院住着，平日里就无法与锦娘相处。若是锦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怕是也无法帮得上，而且家里的一切都需要锦娘操持了。宋时锦眨了眨眼，原来容易要说的是这个呀。没事没事，你尽管走，家里头不必担心，我保证荣爵饿不死的。容易的手指微微一动，锦娘果然丝毫都不在意他，在锦娘的心底应该是一点他的地位都没有的吧。宋时锦感觉自己说的一句都没错，挺正规也挺负责的，可换来的却是容易半天的不言语，这空气忽而就变得安静下来。宋时锦偷偷瞧了一眼容易，喵的，最怕气氛忽而尴尬，他是说错了什么话了吗？宋时锦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是叹下。书院里应该日子是比较轻松的，而且有食宿，又能有同学一起读书辩论。容易，你应该可以进步飞快的，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我觉得你一定能考得上举人的。锦娘可希望我去当官？宋时锦挑眉，这货自己要不要当官，自己心里头没点数啊，居然还问我，一定是套。宋时锦笑了笑，只要是容易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啊。瞧瞧，多么标准的答案呢！容易忽而抬起了眼，那眸子中的光芒闪耀着，这一刻令人无法忽视。只要我想，便什么都可以。好像
是的。怎么说了这话之后，他忽然之间感觉这容易似乎是哪里怪怪的。容易忽而笑了，一如春花绽放，满屋生香。这般俊俏的小郎君，万万不可对人释放魅力啊！宋时锦一时看得心跳加速，然而心底越激动，他的一颗姐姐心就颇为欣慰。这弟弟可真是好看。一哥，以后可不能对哪个小姑娘如此笑了，这种笑容谁受得了啊？我这当姐姐的，以后指不定还得给一哥儿说媒呢。宋时锦一副姐姐宠弟的表情，让容易的手指微微一缩，他低下了头，垂下了眉眼，瞬间将笑容一收。怎么被我说的害羞了？宋时锦依旧逗他，这容易长得又帅，最近又那么听话，把他当个帅气的小兄弟逗两下也是可以的。况且他可是真的完全可以不必负责任的撩，毕竟这位小兄弟可是说过了，对他没有非分之心的呢。容易深吸了一口气，藏起了眸中的冷漠之色，忽而抬起头，依旧是刚刚那一副温柔的表情，和善的样貌，他的笑挂在了脸上。亲娘别拿我取笑了，我立志要好好考取功名的，功名未得，他是我不必去想。容易这个笑容忽而令宋时锦浑身抖了抖，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会儿总觉得容易这时候的笑容有些古怪，不过仔细去瞧的时候，仿佛又很真诚，只是带了点自嘲和冷漠。宋时锦将这种情绪抛之脑后，又低着头开始继续绣花。容易忽而开口又问了句：锦娘的银子可攒够了？还不够，基本上攒的都给花个差不多了，左右算下来也不过还留存有20两左右。只怪我自己花钱太快了。宋时锦的眉头紧皱了起来，这一点倒是他自己的原因了。虽然说了要攒够了银子就合理的，可他每一次都要因为一些旁的事情又花了不少银子，就比如将房间布置升级，又买布料和食材。他不算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可他却是个追求生活质量的人。生活质量哪里不需要花钱呢？虽然他已经尽量用手工去弥补了，不过凭借着他超叔所挣的银子，目前也只能是刚刚顾好开支平衡，能有一丁点的余存已经不错了。若不是不必还容易的银子了，他估计还无法攒下去。还是容易你这会儿提醒的对，我得努力攒钱了。不过该花的也已经花过了，之后应该是不会有太多支出了。宋时锦思考了下，他的4季衣服都差不多够做了，然后平日里的家庭开支，容易又会给银子，如今又因为给容易和荣爵做夫子的额外收入，算起来真的要攒一些，还不错。不过这银子离他自己和离之后给自己再买一个新的院子比起来，那可是差得太多了。容易的手微微一缩，沉默了下，挑了挑眉道：我若是去了书院，便不常在家里待着，锦娘可以不必急着走，攒银子和离的事情不必心急。宋时锦一愣，忽而抬眼看了他一下：不急？锦娘在这里住着还行的话，可以一直住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容易被宋时锦这样的目光给惊了下，心底微微一惊，生怕自己的心思这会儿被他给瞧出几分。他强装淡定着道：锦娘已非昨日阿蒙，为我父子做出如此多的事情，若你愿意，可以一直住下去。况且如今的觉儿对你已经万般舍不得了。容易说完这话，才恍惚发觉自己的手心里已然出了一层细密的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和害怕。宋时锦瞧了眼容易，愣了下，这才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你刚刚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忽然之间不想和离了呢。你放心好了，我虽然攒钱慢一些，可银子嘛，本就不是一夕能攒到位的，这不还有3个月嘛，我多给你上几节课呗。如果天天能给容易和荣爵补课，那他就可以多赚些银子了呀。凭自己的知识给人补课，做个家教什么的，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这种挣钱的方式不香吗？什么上山挖草药，他可不相信自己有那个运气，随便挖挖就是草药。况且就他这个现代人，也不是什么中医学专业的，还认识草药？谢谢了，草药认识他妈都不可能认识他。宋时锦一想到补课2个字，这会儿就又想认爹了。他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容易。果然呢，这女人的心里只有银子跟和离，其他好像啥都没有。可我要去书院上课，那补课这回事……金主爸爸要跑？没问题，你休沐了，我照样可以给你补课的。而且荣爵那孩子不一样需要我的帮助吗？容易装作思索的样子，叹了口气。事实上，
我书院每日数时之后便无课，日暮时分至凌晨都没有夫子，只是自学。我可从镇子上赶回来，那时是依旧可以补课的，只是怕是要累着你了。不是吧，书院不是封闭式管理吗？你还能走读啊？容易一懵。封闭式走读，这都是什么词儿？虽然没听过，不过大致意思容易还是可以猜测得出来的。他的眼皮微微颤动了下。毕竟村子离镇子上又不是太远，我又习惯性早起。听到这里，宋时锦连忙摇头，这可不行，牛车到镇子上都得一会儿功夫，你这样要是来回走，每天都要浪费将近3个时辰呢。我觉得我的课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这可太吓人了，他本来是要到书院去学习的，这回要是让他早出晚归的，那不是耽误了他吗？可若我无法听得锦娘的课，那也一样可惜。宋时锦连忙摆手，不可惜，不可惜的，一点都不会可惜的。你还是好好的在书院里学习，只要考上了举人，那就自然不必如此辛苦了。容易忽而语气微弱，声音低沉，整个人这会儿仿佛还有些小小的抑郁和低迷的状态。可我始终觉得是一个遗憾，若是锦娘以后离开了，我便更难以得到如此深刻的教导了。宋时锦有些无语，不过一时宋时锦的心底多了几分底气，他深吸了一口气，定定地说道：放心，这不会是什么遗憾的，就算是我走了，我们的师生情谊一样不会改变的，就算以后和离了，你想要让我给你讲课也是依然可以的，毕竟你是我爹，谁跟给银子的干爹过不去啊？容易的眉毛抽了抽，目的好像达到了，又怎么有一种歪了楼的感觉？容易默默地看了一眼宋时锦，此时他手心的汗已经干了，这会的他大概也清楚了宋时锦的性格了，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也绝对不会将所有的事情往情爱的方向上想。他在他的面前可以是弟弟，可以是爹，可以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身份，只是怎么也不可能会是他的夫君相公。第二天一大早，荣家3口都早起了，尤其令王傲轩震惊的是，荣觉竟然也是在凌晨卯时就起了床。你起得这么早？王傲轩被荣觉给折腾醒之后，睡眼惺忪地问，他在王家哪次不是睡到自然醒的，最起码也是辰时才对。这会儿看到荣觉居然醒来得如此之早，他自己可以说是极其的不适应。当然要早了，我爹娘都是这个时间，而且我们已经晚了爹娘半个时辰了呢。王傲轩听到荣觉这么说，虽然抗拒早起，却还是想要爬起来，瞧瞧荣家这一家3口早起之后都在干什么，是不是荣觉的父母都真的已经早起了？等到他爬了起来，略微清醒，走出了房门之后，的确天微微亮而已。荣觉父母的房间已然是灯火通明，2个人已经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了。荣觉的父亲在读书，荣觉的母亲坐在一旁也在写字儿，窗子上映衬着影子，显得异常的和谐和亲密。王傲轩略微惊讶，我看你这样就知道你被震撼住了。怎么样，我娘并不是其他人所说的那种懒散吧？她这样已经连续100日了，每天都固定做事，早起跑步锻炼身体，然后抄书2-3千字，之后做早饭后继续抄书2-3千，下午做衣服、整理家务或者刺绣等，晚上了又这般认真工作，睡前还要强身健体。荣觉说着，眸色中熠熠闪光。我本来是不想早起的，可我母亲能做到，为什么我做不到？她没有要求我这么做，可她的坚持影响了我，我不想让我自己拖我爹和我娘的后腿。王傲轩的小手微微一握，目光微微凝重，仿佛若有所思。荣觉又道，我娘说了，闻鸡起舞，张良学艺，都是讲的早起读书的好处，言传不如身教。我要学习爹娘开始读书了，你要一起来吗？王傲轩重重的点点头，好，一起。与优秀的人在一起，自己才能变得更优秀。宋时锦抄写了一会儿，便抬眼看了看眼前不远处翻书的容易，他专注的在读书。说实话，宋时锦是个很不喜欢被人打扰到的人，尤其是生活中做事，尽量能没有人参与，那便是最舒服的。本来他以为自己的身边最好不要有一个人影响他，这才是他最喜欢遇到的工作的状态。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容易在他的身边，这种安静温柔的温暖令他整个人很安宁，也很舒心。他第一次觉得，就算是身边有人，他其实也是可以好好工作的。这种贴心而又舒适的氛围，反而能令他的心底更安宁，这倒是极其难得的一种体验。
宋时锦挑了挑眉，看向了眼前的容易，这会意识到了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了。他忽而主动开口问道：容易，你中午有没有很想吃的东西啊？如果有的话，我现在就去给你做点。容易微微一怔，这好像是宋时锦第一次主动的问起他想吃什么。以前宋时锦做事情都是自己想好了便自己去做了，好像并没有询问过谁。这会儿主动问起来他的喜好，倒是让容易忽而有些心底怪怪的，莫名的受宠。你做什么都好吃，我都喜欢。宋时锦一听这话，顿时就乐了。哼，我做的你都喜欢啊？容易听得出来，宋时锦说起这话的时候，语气中那股子骄傲劲儿。他深吸了一口气，忽而很认真地开口道：是真的很喜欢，大概是因为你做的都是你自己想做的，而且也很用心。宋时锦一愣，用心？对，是用了心思，做的食物也是如此，收拾的房间也是如此。即使你想过了要离开，却并没有得过且过，浪费每一刻，这令我略微震惊。大部分的人若是打算离开了，往往会做的事情是不收拾、不整理，也不会将眼前的这些给放在心上，毕竟那些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比如如今这房子、这暖炕，还有你收拾的梳妆台，又找薛木匠做的家具，院子里的亭子，厨房里的各种用品，这些东西你走的时候一件都带不走，却还要花费功夫去弄，这种思维与旁人自然是不同的。这个倒是，说是换上另外一个人，大概会说我白花这个钱，白费了这个功夫，更有点多余了的。说是再换个认真点的，指不定还以为我其实并不想离开，不想和离了呢。可是这只是我的个人习惯，我不管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希望自己过得舒适，过得精致。我不会等到换了环境之后再开始，那明日复明日，可能我一辈子都拥有不了我想要的生活。宋时锦说着又抬起了头，他的笑容依旧很清丽，甚至于眼眸比平日里更多了几分神采。容易也大概了解了他几分，每当他说起自己的观点和独特的想法时，他的眼睛就会呈现出光。所以就算是住在猪舍，我想我的猪舍也会是漂亮、好看、精致的，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容易闻言也点点头。他忽而感叹了句：我以前会与旁人那般相同，思考的观点得过且过，可如今的我却并不这么想。受了锦娘你的影响，我也觉得大环境变不了，可以收拾小环境，便是房间里多放一花一木，那也是温馨自由的。宋时锦略微惊讶，他本以为自己所作所为肯定会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不认同，毕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如他这般的想事情，能找到理解自己的人是很难的，可容易却懂他，这让宋时锦整个人内心满满的溢出的都是一种说不出的温馨感。他唇角一勾，甜甜的笑了。谢谢你理解我，容易，我很高兴我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都被你给关注到，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谢谢。不被理解，不被认可，一个人默默地做事自然无法坚持，所以大多数人做了很多以后，因为失望而后失去热情，便再也不会去做。可令宋时锦舒服的便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能得到容易父子的热切回应，那种你随便做个小食物，对方吃起来就是一脸幸福的模样，那种你随便说些小故事，对方听起来就好像得到了真正的感悟一般，这种自己的心意能被深深地感受到的温暖，真的令他异常的感动。不用谢，反而是我与荣爵才更要谢你，尤其是荣爵，他跟在我的身边这么久，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家庭的温暖。我身为父亲，只做到让他衣食无忧，却没有让他打心底里感受到什么叫家。你知道吗？这一段时间你照顾的荣爵，他的笑容多了，他的话也多了，就连朋友也多了，我看得出来他是真的与以前不同了。所以锦娘，这些都是你的功劳。容易说这些一点也不夸张，荣爵之前的性子的确与他类似，而他自己就算是知道自己的缺点，也是无法改正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荣爵是多年来跟在他身边，受他影响。一开始容易甚至于都无法察觉到这孩子内心的封闭和冰冷，几乎与他一模一样。若非是荣爵对锦娘几乎开始仇视，令他注意到这一点，大概这一辈子他都很难会发现吧。自己一向都以为自己是对的，而你成为了我们父子的一面镜子，照到了我们身上的缺点。容易这会儿的称赞，说实话自然是令宋时锦的心底舒服到了极点的，谁不喜欢夸呀？尤其还是这种长得又帅又俊美的大直男的夸，他当然会感觉得很幸福。宋时锦都快有些不大好意思了。容易，你可别再这么夸下去了，你再夸我一会儿就该找个地方自己钻进去了。
其实你跟荣爵真的挺好了，虽然有毛病，可谁又是生来就完美的呢？就连我自己，那也是一大堆的缺点的。我们就别继续商业互吹了，我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宋时锦想了想，我们中午就吃火锅吧。虽然宋时锦的叫法是火锅，不过在这样的一群古人中间，这个吃法叫古董羹，所以他稍稍解释了一下这个吃法之后，容易就立刻清楚了。这说明说是宋时锦需要什么，他就会做什么准备。容易，我太羡慕你的刀工了，要是我有这样的能力，那我弄出来的食物就更好看了。这个锦娘多加练习就可以做到了，只要让身体习惯了，自然就可以切得好。菜切得不够好，只是因为做得少。说得对，不过我已经专注于其他了，这切菜切得差不多就够了。说着，他又羡慕地瞧了一眼容易切出来的蔬菜效果。所以呢，我还是喜欢你切出来的效果，真的很整齐，也很好看，瞧着就让人心生喜悦和赞美。色香味俱全才是一道好菜，便是我切得好，味道不好也是不成的，所以锦娘不必遗憾。若是想要用上刀工，直接让我来做就可以了，锦娘的手可以不碰菜刀的。容易挑了挑眉，他说到这里，脑海中自然呈现之前宋时锦拿着菜刀从厨房里冲出来，直接将林四婶给吓得从他们家逃出去的场景。没错，锦娘的手还是不要拿菜刀的好。好啊，以后你还可以拿着萝卜雕一些花呀、小动物啊，那样做出来的就更好看了。容易定定地看着宋时锦。可以，但凡是锦娘喜欢的，我定然帮锦娘做到。宋时锦若是以前听了这话，便自然会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容易这个变态说的话是真是假，是很难分得清的。不过居住了3个月了，这人多多少少也应该是对他有几分相处起来的真心的。所以现在他再说这话，宋时锦已经差不多习惯了。他就这么个表达方式，其实清楚了也就好了。虽然这话那是真肉麻。容易，我记得家里头好像放着有酒。容易的眸色一深，眉毛皱了起来。你想饮酒？宋时锦挑了挑眉，不行吗？可以。你去拿过来吧，刚刚好，还能陪兄弟我喝2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容易的眉毛又抽了抽，这都感觉宋时锦还没有喝上酒呢，人就已经醉了，一会儿真喝多了，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儿来。说实话，他怕呀。可虽然是怕，锦娘既然说出来了要求了，他就自然会照做。容易也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强硬的自己在对上了锦娘之后就不由得心软，完全硬不起来。就是看着眼前的这张脸，他只要用一双眼睛看着自己，他就没辙。爹，我听到了娘刚刚说她要喝酒。荣爵从一旁蹦出来，他定定地看向了容易。是不是你又招惹了娘了？一边去，这没你事。荣爵一脸的恨铁不成钢。怎么能不关我的事？父母感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是你们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系。容易冷笑，斜着眼睛瞟了他下。就你这样的联系，一开始不是还想换娘的吗？我看你在你娘心里也没多重要。荣爵被自己的亲爹极其残忍地扎了心，容易挑了挑眉，忽而笑了笑，伸手摸了摸荣爵的脑袋。所以啊，你得先提升你在你娘心目中的地位，让你娘对你舍不得。你毕竟是她的亲生骨肉，只有你自己做得好，才能让你娘回心转意。既然你觉得自己是最为重要的联系，那就要努力加油。你爹我，在家里头没几天了，还要去书院读书，你不看好你娘，她可就真没了。这一句句话说的倒是真的挺扎心的，尤其是让荣爵彻底的警惕了。容易见自己提的醒差不多了，便又继续再来个狠的。还有啊，我走之后，这家里头可是没有男人了，你娘如今又变得好看了，若是有其他的男人真的瞧上了。荣爵这会儿眼睛都睁大了，眸色之中的阴鸷劲儿瞬间被他爹给引动了出来。他咬牙切齿，我看谁敢。若是以前你爹在的话，那自然是无人敢的，可如今并非如此了。你娘她当自己单身，已然是将自己提前适应了和离后的身份了，可以说她是随时可以走的。便是你不同意，那又能如何？容易这一刀刀的扎得荣爵心底微疼。以前的荣爵完全就没有想到这一方面，更不知道没了亲娘是什么滋味。他也丝毫不在意有娘没娘，而且旁人都说了他娘不好，他便也觉得可能换个娘会更有面子。可如今荣爵吃过好吃的红烧肉了，也穿过了好看舒适的娘亲手做的衣服了，
更还能每天听到娘给他讲他从来都没有听过的故事和道理。若是真的走了，那便是他等于真的就什么都没了，这些才不过刚刚享受到就要没了。荣觉第一次觉得眼底心底的满满都是恼怒，他深吸了一口气，定定地皱起了眉头，看着眼前的爹。荣觉咬了咬牙，我才不会让其他的人靠近我娘，谁都不行。荣毅听到自己儿子这么说，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如此甚好，爹去给你娘拿酒，你啊自己再好好想想。说完了这话，荣毅便迈开步子朝着柴房去了。荣毅一走开，不远处一直站在一旁的王傲轩这才松了口气，他的眉毛不由得抽了抽，这荣家人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荣觉的爹这也太可怕了，有这么坑自己儿子的吗？而荣觉这如今的表现，那也真的是更令他无语。王傲轩觉得自己应该提醒一下这孩子，如今可千万不要被自己的爹给忽悠啊。王傲轩走了上前，荣觉，我觉得你爹刚刚说的……王傲轩接下来的话还没说完，荣觉就忽而打断了他的话。荣觉忽而向前一拳打向王傲轩的胸口，捶得他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王傲轩一头雾水，荣觉一脸的愤慨。王傲轩，你是不是我兄弟？我好像是。既然你是我兄弟，那这就正好，我要你以后也帮我仔细的瞧着，以后如果有谁要追求我娘之类的，你要第一时间发现并告知于我，知道了吗？不过你爹刚刚说的也不一定。荣觉眉头一皱，你不把我当兄弟？没有。王傲轩立刻摇头。那你是不愿意帮我了？愿意吧。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背叛我的，我们以后要好好的看好了，绝对不能让其他不怀好意的人靠近我娘。王傲轩更加的莫名其妙了。荣觉一见荣毅走进来，又看看他手中的酒壶，顿时就有些小小的紧张了。娘，你为什么要喝酒啊？喝酒是自己随性的事情，想喝就喝了呀。况且娘也只是试试，听说借酒浇愁，不如尝试一下。荣觉听到了自己娘亲这么说，立刻紧张了。娘有什么发愁的？发愁还能有什么原因呢？只是愁罢了。而且你这小孩子又不懂，以后也许等你长大了你才能明白。现在啊，你就少操心吧。看来透娘的话可没这么容易啊。荣毅只是挑了挑眉，他倒是很想知道宋时锦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并不会阻拦宋时锦喝酒这件事儿，一个是他阻拦根本没用，人家不会听，另外一个便是他心底对于锦娘喝醉这件事儿还是挺期待的。每一个男人都会期待一个醉酒的女人喝醉了之后的样子。宋时锦扭头看着一言不发的荣毅，你不会跟你儿子一样也劝我别喝酒吧？不会，你喜欢就做你喜欢的事。我不会阻拦你，只会让你心甘情愿。宋时锦嘿嘿一笑，这男人从刚刚穿越过来的时候还会逼逼两句惹人烦，如今变得好多了，或者这样的容易才是他的本性。大概之前刚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不够了解他，他也不曾了解他，一叶障目便是如此。每个人都有深层的性格，对外人是一个样子，对自己人是另外一个样子。表面上冷若冰霜，不好相处的容易，其实本性是个还算温柔，最起码会尊重旁人的男人。你其实挺温柔的。宋时锦挑了挑眉，唇角轻勾，而后端起了酒杯，一饮而尽。容易没说话，继续给他倒上。宋时锦又是直接一口喝。你尝尝我娘做的这个火锅，她说的这个汤料似乎还不错，我们两个吃完了赶紧走。我有种预感，我娘一会儿喝醉了，怕是场面会有些无法控制。王傲轩挑眉看了下荣觉，这毕竟是荣觉家，入乡随俗，那自然是到人家的家里头，也是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就对了。王傲轩吃了口薄薄的涮羊肉，忽而眼睛睁大了。这个好吃吧？我娘的厨艺不但好，而且想法很多，她可是做了好多好多的好吃的呢。王傲轩一边又夹了几块肉放到自己的碗中，一边重重的点点头。两个小孩吃得很快，大概是为了避免跟荣毅和宋时锦在一个房间里，所以一会儿加了2碗青菜之后，两个人便立刻告辞，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你啊，想要让你娘留下，其实也得缓和你娘跟你爹的关系，给他们两个人留点私人空间是对的。况且我们小孩子嘛，就不要一直缠着大人了，他们也烦，我们也烦。
王傲轩这可是经验之谈，他们家里人多，一遇到孩子多就难免谈不下事情，有些情绪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表达的，这一点他就懂。荣爵皱起眉头看着他，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明明也不大，却很是早熟啊。王家的亲戚众多，孩子也众多，你平日里不是见过吗？我一堆的表姑表姐、堂姑堂姐，至于还有堂兄弟表兄弟的，那也是很多的。哦，难怪这是打了许多怪之后练出来的高级水准了。王傲轩有点懵，这是我娘说的话，你不懂很正常。王傲轩有些不解，你娘每次说的话奇奇怪怪的，有很多词语我听都没听过。她好像每次也都挺喜欢自己创造词语用的，习惯了就好。你刚刚说我给我爹和我娘制造个人空间，其实我真没那么想。没那么想？对呀，我只是不想跟一个精神病、一个酒鬼待在同一个房间罢了。精神病什么病？王傲轩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听过的。你不懂这个梗很正常。我娘说精神病就是癔症，也可以称作是鬼上身、中邪了。锦娘，你喝酒喝得太快了。容易皱起了眉头，让锦娘喝点酒没什么错，错的是这个女人完全就不把自己身体当成是一回事儿，拿酒当水喝。你这样胃会不舒服，饮酒宜适量，莫要暴饮暴食。容易轻声地提醒着，宋时锦是喝过酒的，既然是喝过的，他也就不会在乎这些酒会喝多，味道都是差不多的难喝，他求的是个醉，就自然尽快进入醉酒的状态即可。好像状态来了。宋时锦觉得自己的头开始猛了起来，而后好像有点眩晕的感觉，他还有点热，耳朵和脸都被酒给烧红了。他努力地睁大眼睛，瞪向了身边的容易。容易，我好像开始晕了，应该是醉了。容易轻哼了一声，眼睛紧紧地盯着宋时锦的脸。当然，他坐在一旁就得随时随地地观察着宋时锦的状态，说是他一个坐不稳或者站不稳的，他也好能反应过来，立刻扶着点。容易，你其实是个坏人，对不对？宋时锦挑了挑眉，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容易脖领的衣服，将他拉近了自己。他的速度很快，容易对他是丝毫没有防备的。被他这么一带动，等到反应过来之时，两个人几乎是鼻尖对上鼻尖。容易如此近距离的与宋时锦相对视，还是第一次。他有想过平时要这样的，可他不敢。3个月了，他始终没有琢磨透宋时锦这个女人。唯一大概确定的是，这个女人原则性极强，若是将她给惹恼了，结果大概会是她真的会抛夫弃子，一走了之。她如今孤身一人，又无牵无挂，几乎没有弱点，想要拿捏这样一个人是很难的。锦娘，你跟我太近了些。闭嘴！容易顿时不吭声了，只微微扬起了下巴，静静地看着宋时锦这会儿发酒疯。宋时锦唇角微勾，忽而靠近了去，松开了抓着容易的领子，改为一双手捧住了容易的脸。瞧瞧，我们一个就是长得好看，有那个王子呀，还有那个容家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不肯嫁人就等着的。哼，他们对你是一片真心啊，真是长了一张命犯桃花的脸。容易嘴角微微的抽了抽，他叹了口气，眉眼之间多了几分温柔。那我们锦娘可否也喜欢？喜欢啊，长得好看的人，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宋时锦松开了手，放过了被他掐得一片红的俊脸。有这样好看的男人是我弟弟，那说出去多有面子呀。当然了，当我儿子也行。说着，宋时锦嘟起了红唇，一把将容易抱住，将他的头压入自己的怀里。儿子，妈妈爱你。被压在宋时锦胸口2团绵软上，还来不及享受，听到这句话，容易脸上的微笑这会儿有些皲裂，他的嘴角抽了抽，坐直之后，一把拉下了宋时锦作恶的手。我不是你儿子，你认错人了，你儿子是容爵。哦，对，你不是我儿子。宋时锦仔细地瞧了一下容易，忽而恍然大悟。刚刚的不算，你不是我儿子，也不是我弟弟，你是我爹呀。说完了这话，宋时锦立刻张大了嘴，嚎啕大哭了起来。他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搂住了容易的腰，将自己的头
埋入了容易的胸口。宽阔的胸膛虽然是硬邦邦的，可显得结实，又能让人依靠。爸，我好想你啊！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到这个世界里来？你知道你女儿我有多辛苦吗？我每天要自己做饭，还要看旁人的脸色，天天被人说闲话，还被骂胖骂丑。爹呀，你的亲亲宝贝闺女被人这么欺负，你却一点也不知道。你知道我有多想念你给我零花钱的感觉吗？我还得一个人努力打拼，抄书挣钱呢，我怎么这么惨呀我？宋时锦心酸着又难受，他是乐观的、积极的、向上的，可以给所有人带去光明和向上的力量，却无法让他自己纯粹的坚强。他也会脆弱，也会哭的，可他知道面对着不懂心疼他的人哭是没用的，甚至于还会被人家当成个笑话看待。他们会说，你瞧那个女人哭得像个傻子。宋时锦压下内心的恐慌、压抑和烦恼，将自己伪装得无懈可击。在面对容易父子的时候，他显得高傲坚强；在面对欺负了他的外人的时候，他显得无所不能。可其实她不过依旧是个女子，是个也会生病、也会掉泪、也会少女心、也会脆弱的女子。爸，宋时锦哭成了个泪人儿。容易胸口的衣衫全被打湿了，一点点的浸润侵蚀了他的肌肤，像是一把小刀自此处戳了进去，微疼有些痛。他缓缓地抬起了手，迟疑了下，最终环住了宋时锦的背。他轻轻地拍打着，给予他安慰。别哭，爸爸在这儿，你的难受爸爸都知道了。容易低垂下眉眼，心底揪成了一团。他真傻呀，居然真的以为宋时锦如他表现的那般坚强，那般的绚烂，那般的耀眼。他将阴暗留给了自己，却将所有的光芒给予了他和荣爵。尽管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给的，可他的善良真的是感染到了他们。他与荣爵从来都没有这么温暖过，可他们又在这段时间给了宋时锦什么呢？容易越想越难受，他忽而一个用力，将宋时锦抱入怀中，抱得紧紧的。锦娘，我容易从今日开始定不负你，你喜欢的，你想要的，我都会让你得到；你不喜欢的，你唾弃的，我都会帮你毁掉。容易的手微微紧缩，眸色中闪过一道犀利的冷光。忽而他似有所觉一般，猛地将目光看向了窗户，在那儿一个畏畏缩缩的脑袋正探了出来。而后二人目光相对，王傲轩皱起了眉头，一张清秀的脸上满是拒绝。能不能不这么做？为什么不能？我不过就是瞧一眼，又没有犯法。你来不来？我来，我自己去。王傲轩并不想去，却也不放心荣爵自己一个人过去，到时候真的被抓了，荣爵就惨兮兮的了。可是荣爵的爹真的是比想象中更可怕的存在啊！正在王傲轩想着自己去还是不去的时候，荣爵已经在偷看了。没错，荣爵明明是已经走了开，却又想着要去看看他爹娘孤男寡女的在房间里做什么。这个混账小子真损！王傲轩内心的理智跟情绪在不停地打着架，明明从小的规矩在警告着他不能过去，可真的瞧着荣爵自己已经开始了，他却又觉得他如果不去，那就是对不起朋友。这也太难了吧！王傲轩叹了口气，最终迈开了步子，刚刚走过去，却见荣爵倏地睁大了眼睛。这是怎么了？快跑！我被我爹发现了，我爹看我的眼神好凶啊！荣爵嘶了一声，怕死了，就知道扒人家窗户没什么好事儿。王傲轩一边跑一边皱起眉头问：你都看到了什么了？我看到我爹对我娘耍流氓，我不该说刚刚那句话的，说了还被爹当场给抓住。觉儿最近的功课是不是很轻松？荣爵的双脚离地，被迫又与自己的爹四目对视，心底怕怕的。他连忙摇头：没有的事，近来我功课很多很多。如此多的功课，你还能有时间趴窗户？看来你是觉得功课很轻松吧？荣爵猛烈的摇头：没有的事，绝对没有。容易轻笑，俊脸更好看，眸色却更加妖艳，目光温柔，如同春风拂面一般的看向了一旁站着的王傲轩。王同学怎么讲？你的记忆力平日里可还好？王傲轩哆嗦了下，明明如暖阳一般的温柔，为什么令他整个人都手脚冰凉，完全支撑不住了？王傲轩的手颤抖个不停，不敢不回答：还行。
那今日之事，明天可还记得？此刻之事，下午可还记得？王傲轩瞬间理解了，这会儿的他只是这一刻，他立刻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回答。王傲轩深吸了一口气，我什么都记不住的，真的，今天的事情就更别说了。刚刚发生了什么，我都已经忘记了。王家的孩子果然都是好的，如此我才安心，你以后与我儿长期来往。王傲轩闻言又是一个哆嗦，好在他刚刚还算是比较聪明，没有傻到说自己刚刚的事儿都记得。至于荣爵，他此时也顾不上自己的好兄弟，说背叛就背叛他了，因为他直接被自己的爹挂在了树上。小爵不听我的话，我太伤心了，不如就将你挂于东南枝晒晒太阳，看看以后还能不能救得回来。爹，你要把我挂多久啊？万一我娘醒来看到了怎么办？荣毅闻言，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儿子，他的眸色忽而如刀子一般戳向了荣爵。若是你娘看到了，你自此以后晚上就这么挂着睡觉吧。我他妈真不是荣家的种吧？荣毅重新回到房间里，宋时锦又开始端起酒杯在饮酒了。荣毅倒吸了一口气，他疾步走了上前。锦娘，你不能再喝了。宋时锦挑了挑眉，忽而眉头紧皱，阴沉着脸。你想阻我喝不喝酒，关你什么事儿？荣毅挑了挑眉，劈手夺下他手中的杯子，将他拉离了酒桌。尽管动作很快，可他尽量让自己不伤到宋时锦。宋时锦怒目而视，伸手就是一个利爪，正抓在了荣毅的俊脸上。我要喝酒！荣毅的脸被挠破了皮，此时的他却是连动都不动一下。他伸出手握住了宋时锦的手腕。锦娘乖，听话。宋时锦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男人的对手啊？当一个男人要限制一个女人的人身自由的时候，那么这个女人是完全无法抵抗的。宋时锦扭了下身子，想要挣脱，却还是没有做到脱离出荣毅的控制。荣毅虽然对他温柔，却显然更有自己强硬的一面。你好凶啊！宋时锦的眼泪这会又想要掉了。荣毅的心倏地一抽，这女人为什么一喝酒就这么爱哭呢？而她一哭，她就整个人又怂了，瞧不得她掉眼泪，瞧不得她委屈。荣毅连忙低声地哄着：好，不凶了，我们也不喝了啊，睡觉好不好？说完这话，荣毅大概也意识到了，如今跟眼前这个女人讲道理是没什么用的，便直接将她打横给抱起。而后他尝试着走了2步，差点胳膊没累断，腰没折了。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女人120能有这么重？荣毅的嘴角抽了抽，虽然很重，他抱起来还有些吃力，可这会儿也不能就此撒手啊，一撒手就直接把宋时锦给摔到地上去了。荣毅吃力地将宋时锦快速地抱到床边，而后将他放好，又帮忙盖上被子。荣毅没有立刻走开，而是坐在床边缓了缓，他的脸色僵硬，神色复杂。没有好好的练力量，就是这么个后果吗？连个女人都抱不动啊！好在这会儿没人瞧见。荣毅深吸了一口气，脑海里莫名又呈现了那次宋时锦说他肾亏那会儿的样子。荣毅揉了揉眉心，这次去书院是时候该给自己找个能提升力量的习武师傅了。荣毅叹了口气，待他缓过了劲儿，目光紧紧地盯着睡着了的宋时锦。这个女人往往有些意想不到的天真，就比如现在她在自己的面前喝得烂醉如泥，居然一点都不设防，真的要跟他拜把子。天底下有纯真的男女关系吗？说是真的有，他们走得那般近，那他们彼此的男女朋友又该如何呢？荣毅唇角微勾，他伸出手指在宋时锦的红唇上抚摸着，他缓缓地靠近，黝黑的眼睛里闪着兽性的侵略光芒。他终究是低下了头，而后轻轻地吻了上去。只是才一这般触碰到，他整个人便兴奋得浑身紧绷了起来。可越是这般的紧张，他便越想要靠近。他大胆地在他的红唇上继续的撕抹，吻了会儿，荣毅抬起了英俊的脸，脸上带着异样的红，眼眸更亮了起来。锦娘，你这一生便只能是我的人了，你只能是我的。荣毅的眸色微红，他如今只要靠近了宋时锦，便会升起说不出来的欲望。他想要所有的他，
想要留住他，却目前只能将这种渴望压抑在内心中，不能表达。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爆发。宿醉的结果就是头疼，而且还是那种感觉头好像有哪处在跳动一样，令宋时锦极其的难受。昨天发生了什么？宋时锦仔细地回忆了个遍，然而啥也想不起来。唯一有点印象的好像是他抱住了容易，又是叫儿子又是叫爹的。哼，这种记忆倒不如不记，也太丢人了些吧。宋时锦叹了口气，这日子呀过得太艰难了。就在宋时锦这会儿觉得自己的头有些嗡嗡嗡的疼着的时候，容易推开了门，端着醒酒汤走了进来。锦娘，先喝碗醒酒汤，不然你的头会容易疼的。宋时锦有些尴尬，他轻咳了一声，很是认真地看了容易一眼，而后有些尴尬地接过了容易端过来的醒酒汤。他什么话都没说，直接一口干了。哎，你慢点喝，不要急。宋时锦喝完，此时的他脸色多了几分平静。怕什么呢？上次上茅房的时候，他忘记带纸，那种丢人的事情，那会儿他都不尴尬，这会儿尴尬个什么呀？别想太多。那个，昨天晚上多谢你照顾我了。我喝酒误事儿，也不知道昨天晚上都做了什么。如果有些不大合适的地方，还请你原谅。容易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眼睛最后落在他的红唇上，眸色倏地一深。无妨，锦娘也未曾做什么不对的事，只是以后若非是在家里，锦娘还是不要饮酒了。宋时锦微微的一挑眉，立刻重重的点点头。对，我觉得也是，以后这酒啊，还是能不喝就不喝了。虽然昨天晚上稍稍有些尴尬，而且他还抱了人家，也的确有些过分，可如今容易自己都不提起，想来定然是不惬意的。如今瞧着容易这性格其实还是不错的，似乎并没有自己之前想象的那般不好。宋时锦如此一想，心底倒是放松了几分。我去做午饭去。宋时锦做好了午饭，简单的4菜1汤配上米饭，而后叫了荣爵和王傲轩2个人一道过来吃。荣爵畏畏缩缩的来了，偷瞄了好几眼自己的亲爹，发现容易似乎根本就没有打算找他算账的意思。荣爵可算是松了口气了。不过荣爵这会儿好像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好像他娘跟他爹这会儿之间的表现有些不自然。若是平日，荣爵肯定就直接问出口了，只是这一次他却难得聪明的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也不傻，再随随便便的插嘴，估计就要被他爹再给罚上几次了。荣爵才不会做这种愚蠢到极点的事情。中午吃完了饭，宋时锦临时决定自己要出门走走，可平日里出门自然是要与容易知会一声，这算是为了安全着想。不过大概是昨晚没睡好的缘故，他瞧了下容易在书房小睡，如此他再将他吵醒就挺不合适了。宋时锦想也不想的，便二话不说的偷溜了出去。荣家的，这么大冷的天儿，你不在家里头待着，怎么出门了？也没什么，就是随便转转散散心。这山里的空气好啊，山上的雪也一定很好看，我顺道去瞧瞧。你这话说得不错，雪如今还未消，山顶的积雪还是一样的厚，好看得很，尤其是一片白茫茫的，在阳光的照射下似乎还能发光呢。宋时锦的眼睛顿时亮了，那我这就上山瞧瞧去，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这样的机会的。宋时锦迈开了步子，朝着山上走去。牛儿等他走出几步了，倒也是不忘记提醒他，喊道：荣家的，山上路滑，你又不是太熟悉，别走得太远了，或者你真的想看雪，可以找一哥陪你一起啊。放心好啦，我不会去远地方的。宋时锦一边想着能看一看这铺满山的白雪，一边得意地朝着后山走去。上一次他是专程去找荣爵的，那景色自然是无暇顾及的，这回倒是他自己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宋时锦只觉得心底舒服的紧，渐渐的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而紧绷的心情此时也轻松了许多。一路走着，他脚下踩着厚厚的雪，留下了自己一排排的脚印，眼睛看着山上的白茫茫的一片。宋时锦找了块大石头坐了下来，他张大了双臂，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这儿真的太美了，静谧空旷，整个世间这一刻仿佛停止了时间一般。宋时锦的心情瞬间愉悦了，之前还有点小小抑郁的沉闷，在这一刻好像找到了答案。人何必想着过去呢？
有些过去也许很好，却都不如自己寻找到自己的路。爸妈还有爷爷，你们一定要幸福快乐呀！我以后会将你们放在心底，可能再也不会提起。我会高高兴兴的生活，带着你们一起生活。任何觉得难受抑郁的事情，似乎在大自然的力量之下都会瞬间变得不值一提。就在宋时锦坐在这儿调整自己情绪之时，忽而似乎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是那种奇奇怪怪的啊啊的声音。宋时锦一开始还没有听清楚，只大概是知道是人的声音，而后从石头上缓缓地走了下来。他忽而意识到这种声音到底是什么了，这里居然有男女在这做那种事情。宋时锦顿时尴尬了。话说他不会这么倒霉吧，居然撞见旁人在这搞情趣。要是被当事人知道了，那他应该怎么说呀？不管怎么说，结果一定是很可怕的。打算立刻离开眼前这个地方，忽而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宁郎，你真坏，你刚刚弄得人家都有些紧张了，你摸摸看，我这会儿心还在跟小鹿一样跳着呢。这不是林四婶的声音吗？宋时锦的手心顿时出了细密的汗。偷情的人竟然会是林四婶，她竟然在这里。宋时锦皱起了眉头。平日里所有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林四婶是个不安分守己的，整日对林四叔非打即骂的，往往在村子不远处都能听得到他辱骂林四叔的声音。他长得还可以，虽然年岁渐长，偶尔眼睛旁还能瞧见鱼尾纹，可到底颇为风情，算是风韵犹存的少妇一个。每日涂脂抹粉的，总是见到好看的男儿就迈不开步子。宋时锦知道这林四婶平日里瞧着容易的眼神总有些令人感觉不舒服，感觉仿佛是会找机会要将人给活吞了一般。他不喜林四婶，上一次还拎了刀要将这人给撵出去，本以为那事情便已经是如此了的，却不想他与这林四婶之间竟然还真的这么有缘分，随便到山上看看雪都能撞见他在这与男人颠鸾倒凤，真的是郁闷呐。你这模样在这么一个村子里倒是可惜了，若不是我家里已有只母老虎，我便将你纳了去，也好过你在这儿穷乡僻壤的跟着旁人吃苦。瞧瞧这浑身细皮嫩肉的，再熬下去都要糙了，来让爷好好疼疼。性感的能让女人耳朵怀孕的声音传了过来，宋时锦的手心攥紧了。这男人的声音他怎么没听过？算了算了，虽然说林四婶这么做的确是很不道德，可他这会儿倒也没有一定要揭穿他的意思。这种事情还是尽量少牵扯一些比较好，他赶紧脱身比较合适。不过宋时锦也不忘记翻了个白眼儿，这么大冷的天儿，山上又是风又是雪的，这俩人在这干这种事儿也不怕冻着，为啥不到别的地方找个洞啥的？唉，想不通啊。宋时锦一转身正要离去，忽而眼睛睁大了，他的手指微微一缩，这漫天的雪地里头，这一片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脚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脚印也不可能会消失的呀，真是倒霉。他就算是轻手轻脚的离开，那也早晚会被人给发现的。宋时锦微微闭上眼睛，平复了下自己的心情，再次睁开之后，他打算赌一次，对方不一定会找来，不过只是一次简单的男女之事，只要他不说，那便自然没事儿。宋时锦的所有思考只是在电光火石之间瞬间完成，而后毫不犹豫的就迈开了步子，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只是他才不过走开10步之远，一道犀利的目光便因为随意的一瞟，忽而看到了宋时锦转身后的身影。男人的眼睛微微一眯，被发现了。他的唇角微勾，按住了林四婶，不让他转身，而他的身下却未停。此时的男人打了个响指，身后瞬间出现一道黑影，跟上去，必要的时候。黑影半跪领命，而后瞬间消失。林四婶被颠得发丝飞散，脑子里一片空白，更无心关注周围的事情。不过他却是看到了男人身后的黑色影子。林四婶娇笑了一声怎么回事？没事儿，别分心，不然我会不高兴的。喘息声又再一次响起，女人渐渐迷失，唯有阴沉着脸色的男人目光紧紧地落在了不远处渐行渐远的身影上。
唇角渐渐地勾起了一抹冷笑。宋时锦抑郁得很，不过就是上个后山散散心，居然还能撞上这种事儿，上天真是喜欢跟他开玩笑。宋时锦一边抑郁着，一边往山下走去。本来还算是正常的山路，这会儿的他走起来，仿佛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沉闷和空荡。他也来不及想这会儿发生的事情，只迅速地迈开了步子。也许是刚刚瞧见了不该瞧的事儿，宋时锦此时总觉得仿佛心神不宁，好像会有什么事情要很快的发生一样，这让他不由得稍稍加快了脚步。唉，人就是这么复杂，感觉好无奈呀。明明犯错的又不是他，可他却不得不为眼前的错而躲避。麻烦上门，不想被缠上身，他就只能选择避让。忽而宋时锦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一种好似身后有人跟踪的感觉蓦地涌上了心头。他猛然一转身，身后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难道是错觉？可为什么他会感觉这么复杂，这么清晰？宋时锦的眼睛微微眯了眯，他谨慎地又瞧了瞧，忽而目光一理，雪地中的脚印不对，他的鞋底本是有纹路的，自己脚下之前踩出来的脚印一样都是有着小凸起的纹路。按理说他这一片踩出来的脚印都应该带着的，可这会儿他一眼看过去，居然脚印上的纹路都消失了。这只能说明一个原因，在他的脚印之上被别人没有纹路的鞋给踩踏过，他果然被人给跟踪了。宋时锦一想到这里，心忽而狂跳了起来。身后的人此时缩头缩尾的，他一转身便立刻潜藏起了自己的身影，这种情形并不简单。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去，尽量让自己如同之前一样的平静和淡然，这会儿仿佛是什么都没有察觉到一样。他继续往山下走，心底却在不停地翻涌着浪涛。有人跟踪他，很有可能就是刚刚那个偷情的林四婶的情人。他回首之间，人便能无影无踪，无声无息地消失。背后跟踪的人身手极好，绝非普通人，鬼鬼祟祟地跟着他，不用想就已经证明了现在的他极其的不安全。怎么办？宋时锦假装着平静，可就算如此，他也不得不注意着周围的环境。如果之后有合适的机会，他还是能跑就跑。这背后之人不过只因为他撞破了奸情，便要如此对他，可见此人心术何其不正。他绝对不能就这么回家，直接回去怕是还会影响到容易和荣爵。宋时锦不能拿荣爵开玩笑，他深吸了一口气，脚步不由得加快。只是就在他走到一处高地之时，耳边似乎传来一道风声，他的膝盖窝处忽而似乎被什么重重地打击了下。宋时锦双膝一软，整个人瞬间倒在了地上。宋时锦瞬间猛地一个转身，忍着膝盖处的疼痛迅速后移，却见一个目光阴冷的男人身穿着黑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那手中握着的正是一根随手捡到的粗大木棍，正是这根木棍刚刚击中了他的膝窝。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宋时锦心底大惊，他有想到这人会追上来，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人居然也不是跟踪尾随着他，想要给他个小小的教训。此人目露凶光，眼底饱含的是杀意，而且这种人身上的气质，宋时锦瞧得出来，必然是背负过几条人命的。这人显然是很有经验的，就算是宋时锦问了起来，他也是一句话没说，只是拎起了木棍继续往前走，而后用力扬起，朝着宋时锦的头上击打过去。宋时锦连忙就是在地上一滚，居然险险地躲开了这人的一击。不行，这么下去我必死无疑。宋时锦屏住了呼吸，他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目光迅速观察周围的地形，可这么看过去，他整颗心瞬间沉到了谷底，无法逃。对方敢在此时动手，又丝毫没做伪装，摆明了在对方的眼里，如今的他已经是死人了。跟死人自然是无需解释，也无需多话的，而选择在此时动手，便是看中了这里的地形。他被他杀死，这人应该会对尸体再做出一些伪装。宋时锦的眸色中多了几分不甘，他才穿越到此处，就要这么被人给杀死，而他自己也不知道，若是他死了，又能否回到自己原来的世界。他竟然想活着。那人将木棍高高举起，又是朝着宋时锦的身上再一次砸过来。宋时锦的眼睛看向了就在一旁毫无遮挡的悬崖，他若是继续这样在这儿等，定然只有一条死路，大不了同归于尽。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忽而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朝着眼前的男人扑了过去。宋时锦的目光幽静，看向了旁边的悬崖，他的语气冰冷。既然我逃不掉，
那我们就一起死。说着，宋时锦猛地朝着悬崖冲了过去，而背后直接拉上了那个人，一并因为他的动作而后退个不停，仿佛是风吹过的声音。宋时锦目光坚毅，神情冷漠，便是死，他也绝不能没有一丝反抗就束手就擒。他伸出手抓紧了眼前这个男人的脖子，冷笑了一声。宋时锦于空中再次将簪子扎向了对方的气管。茅草屋中，檀香轻微四散，却异常好闻，那味道扑鼻而来，令人忽而平静淡然。可此时与午睡中忽而惊醒的容易也一样有些不怎么心安，一股子莫名的烦躁感觉此时涌上了心头。容易的手指微微一屈，整个人此时有点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爹娘呢？这会儿已经快要晌午了，我想吃娘做的好吃的。我亦不知，我出门去看看。昨晚他是照顾着锦娘，因锦娘吃酒宿醉，他也担心锦娘喝得过多伤了身子，又怕他昨晚上睡觉着凉，又加上有锦娘在，他无法自控的原因，几乎是一夜未睡。如今稍稍补了一个半时辰的睡眠，这会儿还微微有些困顿的，所以锦娘一早出门到了现在依旧未归，他并不知晓。容易的步子迈了大了些，锦娘她不会被昨天晚上他的行径给吓到逃了吧？他心思细腻，向来想事情一多，如今发生了现在这样的事儿，容易便少不得会猜测过多。想到他未曾得到锦娘的信任，锦娘对他并无任何的感情，容易的手紧握成拳。容易要找到宋时锦，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顺着他留在家里头雪地上的鞋印了。他本就不大喜欢与人相问，这顺着鞋印去找，只要不是有心人去破坏，定然是可以轻轻松松的找到人的。他看了一眼地面上2排鞋印延伸向的方向，那里正是后山。锦娘她去了后山做什么？一哥儿，你这脸色怎么看起来这么难看？是有什么事发生吗？啊，二嫂，你可曾见到我娘子？她一早离家出门，到了如今也没有看到她人回来，我一时有些担忧。牛二嫂一听也跟着急了。什么？锦娘不见了？她不是一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吗？平日里极少见到她乱跑的呀！你先别急，我找我当家的问问看啊。说着，牛二嫂扯了嗓门，叫出了牛二哥。牛二哥正与薛木匠夫妇在聊天，一听牛二嫂的大嗓门，3个人便立刻走了出来。牛二嫂是个急性子，不过3下5除2的就将话给说出来。我一早上瞧见锦娘上了山的，她挺平静的，只说要上山看看雪景，应该没啥事儿。不过既然一哥这么心急，咱们就一起上山找找去。容易也知道自己一个人顺着脚印找，毕竟比较慢，不如人多一些的好。而牛二哥与薛木匠人的品性都还可以，有他们帮忙自然是好。容易对着这2人行了个礼，还请2位兄长帮忙了。牛二哥与薛木匠对视了一眼，2人都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出了几分震惊。这好像是荣秀才第一次展示出惊慌的情绪，看来一向冷情之人遇到了自己在乎的人和事儿，也一样无法自持。牛二与薛木匠迅速的2、3句交代了一下自家娘子，3个人很快就一道出发了，正是沿着容易说的脚印去找人。眼瞧着越走越远，容易紧抿着唇，目光凛然。他越是紧张的时候，头脑越冷静。此时他的脑子比平时转得更快，思维也更清晰。锦娘自然是不可能在此时逃走的，因为她的包裹和银子什么都没带，所以她到了后山应该另外有事情要做，应该的确会如牛二所说的是去散心的。3个人顺着锦娘的脚印一路找下去，最后却是停在了一处奇怪的脚印处。这里的脚印怎么变化了？锦娘这是遇到了谁？一哥，这鞋印不小，是个男人，而且好像是只有这男人1人的脚印。锦娘的脚印被这人给覆盖，似是有重叠，她是被人给跟踪了。跟上去，我一定要找到锦娘。3个人继续顺着脚印往前找过去，最终在一片悬崖旁边的凌乱脚印处停了下来。薛木匠大惊失色，这脚印看起来似乎出了问题，你们看，这是锦娘的，这是那个神秘男人的。薛木匠这般一开口，便立刻令容易的脸色大变。他自然是看明白了，可是却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之严重。他立刻冲了过去，一眼便看明白了这脚印的痕迹。锦娘！容易目眦欲裂，他握紧了拳头，浑身气血上涌，整个人被愤怒裹挟，倏地整个人暴躁了起来。
我们快下去看看，锦娘很有可能掉下去了。牛二看着这滑到了悬崖边缘的鞋印，立刻看出了问题所在。牛二本以为自己的反应其实已经算是够快的了，却已经看到了不发一语的容易小跑一般的朝着山下冲去，那真的是冲的，甚至于有几次因为平衡把握不稳，差点便栽倒在地上。可他的身子明明闪了几次，眼瞧着很是让人揪心难受的，他整个人的速度几乎都没有变。薛木匠倒吸了一口气，这荣秀才这是，他难道不怕自己这样子下去真的摔倒了吗？若是真的跌下去，那可真的……算了，若是在下面的是你家那位，你还能如此冷静吗？还能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容易刚刚到了山下，远远的便看到了2个叠加的身影，而在其中一个的衣服的颜色正是他熟悉的锦娘所穿过的。锦娘！容易心底一惊，二话不说，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人影冲过去。等到了地方，眼前的场面令人心惊。宋时锦手中紧握的簪子正扎在一个男人的喉咙处，鲜血顺着簪子和那个人的脖颈流了下来，将他整个人的袖子都给染红了大片。男人的胸口还在震颤着，此时依旧是在喘着气。他听到了脚步声，急忙抬起了眼，正好看到一个面皮白净、长相俊美、气度非凡的年轻人。救我！男人的求救声微弱得很，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要杀的这个女人居然能这么狠辣，判断也准，下手也狠，不仅仅是在短时间内就逃过了自己的追杀，居然还能找到机会反抗，是他轻敌了。以为不过是一个乡下的胖女人，定然弄死她很容易，却不想先是被他扎中了眼睛，之后又被他戳了脖子。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连死都要拉自己去做个垫背。救你？他没有理会这个男人的求救，反而立刻身子半蹲，先去检查一旁的宋时锦的状况。锦娘！容易拍了拍宋时锦的脸，未曾得到反应。他将手放在他的脖子处，继续探查着他的呼吸。容易的手微颤，眼底心底满是恐惧。锦娘她绝对不能出事。一哥，锦娘怎么了？牛二与薛木匠2人很快也赶了过来。牛二刚刚开口问了这句话，正要上前去瞧瞧的，下一秒却被薛木匠给拉住了。薛木匠对着牛二摇了摇头，牛二立刻明白了。2个人站到了旁边等着。忽而2个人看到一旁的还有个失血过多、代为拯救的男子，牛二冷哼了一声。看来你就是害了锦娘的那个男子。大过年的，你敢到我们村子里生事儿，等下定要将你报官。牛二这话刚刚说完，便又朝着那个男人踢了一脚。男人咬了咬牙，虽然恼恨自己虎落平阳被犬欺，可到底是真的不敢把这村民给得罪了的，便只能是忍气吞声。只要能活着，委屈一下便又能如何呢？主子定然会将他救出的。锦娘，容易迅速地站了起来。他虽然有各种复杂的情绪，可此时还是一般的冷静沉稳。容易对着牛二和薛木匠道：两位今日之事，可否守口如瓶？若是可以帮忙瞒下来，我容易再次发誓，以后定然会记得2位的恩情，定当报答。牛二和薛木匠此时并不知道容易要做什么，不过他跟他们都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家里头又算是有几分交情，此时听到了他这么说，连忙应了下来。玉哥，你放心，我们不会再提起的。薛木匠也跟着点点头。容易，你也可以信过我。多谢2位。你为什么要跟踪并谋害我娘子？男人心底一凛，这眼前长相身材俱佳、气度如此之好的年轻人，竟然是这个微胖女子的相公。这个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却又偏偏的确是真的。他瞧得出来这人眼神中的怒火的。男人心底一沉，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与这位娘子不过只是无意中相遇，一不小心摔了下来。男人此时浑身疼，一只眼睛被毁，他只能眯着受伤的眼睛看向眼前的容易。阁下所说的我一概不懂。他只要装着什么都与他无关，躲过去了这一次的灾难，那必然就会没事了，主子一定会保他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眼神中透露出了几分冷意。他定定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难道阁下还要污蔑我不成？这山峰盖雪，印过留痕，你以为你说的我会相信？
男人被容易锁定，只觉得眼睛仿佛忽然之间就钻心的疼。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庄里还能有如此气势的男子？明明看起来年纪不是很大，却能给他一种说不上来的压抑和恐惧。容易又看了他一眼，微微叹了口气。我本以为你会有心说实话，如今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了。既如此，那便去死吧。那人有些疑惑，牛二与薛木匠闻言微微一愣，这话是什么意思？正在三人还不知道眼前的容易要做什么的时候，下一秒容易直接伸出了手，拎起了旁边放置的粗壮木棍，用力地朝着眼前男人的腿窝出一击。男人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可显然此时的容易还没有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给做完。他阴沉地冷笑了一声，一个用力，伸手拔掉了这男人脖子上被扎进去的簪子。簪子一拔出，鲜血瞬间喷涌而出，男人的眼睛顿时睁大了。不，簪子戳入他的气管，如果不拔，他还能生，可是现在拔了出来，他就必死。你……男人目光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可置信。伤锦娘者必死，所以去死吧。话音一落，容易便将手中的簪子自男人的脖颈一划，直接划破了他的气管。宋时锦昏迷之前没做到，容易帮他做了。牛二与薛木匠站在一旁呆住了，两个人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可怕的场面。不过就是普普通通的村子里一起住着的村民们，什么时候有见过杀人的场面呢？饶是平日里见过世面的薛木匠，也是立刻脸色发白，浑身颤抖。倒是牛二还算胆大，平日里村子里谁家死人的时候，他偶尔还会作为男人去给旁人守墓什么的。只是就算是如此，他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对眼前的容易有些震惊。这容家夫妇是怎么回事啊？一个锦娘瞧着不过一妇人，居然与歹徒搏命，能干得出同归于尽这样的事儿来。而这眼前的容易瞧着不过就一文弱书生，也就懂点医理吧，居然说杀人就杀人，那种翩翩公子笑意吟吟，忽而就割人喉咙的场面，着实令人承受不住啊。容易将锦娘打横抱起，说来也奇怪，之前抱不动的他，这回重新抱起锦娘，竟然抱住了，哪怕依旧挺吃力，可他还是抱住了。还请两位记住自己刚刚的诺言。放心，我说到做到。薛木匠显然没回过神来，只能依旧两眼无神的点点头。等到容易抱着宋时锦走远，牛二才捅了捅薛木匠。走了，别站在这里了，我们也得走了。薛木匠叹了口气，牛二皱起了眉头。怎么了？这会儿想要反悔了？我若是一哥，我觉得若是谁敢弄我媳妇儿，我也想杀人。就这点小事儿，你至于现在这个样子吗？刚刚一哥跟你说话，你都只会点头了，你就说你是不是对一哥有意见了？薛木匠摇了摇头，倒也不是对容易有意见了。那是什么？牛二不解，就是觉得有些太刺激了，反应不过来。牛二顿时就有些无语了。回到了村子，容易抱着身上染了血的宋时锦疾步走了回去。他好在仔细检查了宋时锦的全身，并未发现过重的外伤，似乎是因为自悬崖掉落之时，他聪明地将那个歹徒做了垫背，所以身上除了膝窝处的黑紫之外，倒也别无其他问题。容易从雪地上的痕迹看出了宋时锦应该是腿部受了伤，检查过后肯定了自己的猜测。他冷笑，在看到那个凶手身边的木棍时，他就已经猜测到了锦娘应该是受到了袭击才会被迫停下来的，所以他毫不留情的就拎着木棍将那个人的腿也给打断。荣爵完全没有想到娘亲出了一趟门，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满身是鲜血了。这种场面也太可怕了，荣爵迈着小腿赶紧跟了上去，一路上追着容易还跳了几次，想要看清楚娘亲此时的样子，却因为容易大长腿走路太快，让他完全没有时间看清楚。直到进了房间内，容易将宋时锦放在了床上，荣爵这才赶到，也看清楚了娘亲的模样，发白的脸，紧闭着的双眼，
嘴唇也因为冬天过于冷而冻得有些青紫。这样的娘亲与她平日里见到的面色红润、笑意盈盈的娘完全不一样。荣觉也不知道为何，眼前忽而就迷蒙了，鼻子一酸，他的眼泪哗啦啦就掉了下来。他只觉得心里慌慌的，整个人都傻了。荣觉哇的一下哭了。爹，娘她怎么了？娘她这样到底是怎么了？荣毅的手冰凉刺骨，毫无温度，他的神色更冷，心也更冷，如同被大雪冰封。他冷着脸道：别哭，觉儿，你看清楚你娘的样子，记着你娘如今的模样，你要把这一刻死死地记在脑海里。王傲轩站在一旁，也是受到了一定的惊吓，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此时的他又被震惊了，有人当爹是如荣毅这样的吗？原谅他第一次看到，他只知道说是家里头有这种场面，他只会被抱到一边，然后被警告不要去偷看。这荣觉跟了这个爹这么久，还能如此的正常积极，这也是太不容易了。荣觉咬了咬牙，父亲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父亲说了让他记住娘亲的样子，那他就死死的记住。荣觉擦了擦眼泪，睁大了眼睛，努力的看清楚娘亲的模样。荣毅表情淡漠，神色依旧平静阴冷。看清楚了吗？荣觉点点头。看清楚了吗？越是清楚，他越是心疼，也便越是想哭。牢牢记住你娘这一幕，以后不要让你娘受伤哭泣，不要让你娘吃一点苦。荣觉重重的点点头，他的眼泪又落了下来。觉儿知道了，以后定然要护着娘亲，拼死也会护着娘亲。荣毅抬起了眼，目光如刀子一般落在了一旁站着的王傲轩身上。傲轩，将觉儿带出去吧，没有我的允许，不要再进这个房间。若是饿了，厨房里还有剩下的饺子，自己下来吃。知道了，小觉，我们出去吧，别耽误了你爹治疗你娘。你爹懂医术，你又不懂。说完这话，他急忙连推带拽的将荣觉从房间里弄了出去。荣觉的爹那可不是一般的可怕，上一次荣觉不过就是稍稍的扒了下窗户，他就将荣觉直接吊在了树上半天。这一次若是他不将荣觉给带走，那还不知道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发生呢。这么想，王傲轩自然是不敢将荣觉留在房间里的，最好就是打包带走。荣毅烧了热水，荣毅先帮宋时锦换了新的衣服，而后拿了帕子用温水打湿，一点点地帮着宋时锦擦拭。大变态很容易养成小变态的，还好锦娘还在。宋时锦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在工地上辛苦地搬砖，腰都快断了，然后还得每天996，哦不，偶尔还得997，简直不要太惨。就这样画个图还要被爸爸们骂，每天都要面对着各种的生活压力，好容易能喘口气，一回到家中，他爸妈就开始骂他没出息，都30了竟然还不打算结婚。单身不香吗？一个人过日子不好吗？要男人干什么？要孩子做什么？那会拉低我的生活质量的好吗？你知道现在房子多贵吗？你知道现在男女之间有多对立吗？最重要的是，我只是想要一份爱情而已啊。爱情？可你懂爱情吗？宋爸皱起了眉头，瞪了他一眼。宋时锦有些无语，宋妈冷哼了一声。锦锦啊，你不能傻呀，爱情不是等来的，是要努力才能拥有的。你这样什么也不付出，以后又能有什么爱情？宋爸则又上下打量了下宋时锦。一见钟情的爱情大多数都是见色起意，我就问你，要是你追的那些个让你一秒腿软的张艺兴、吴亦凡等对你示爱了，你嫁不嫁？不嫁是狗。宋爸冷笑。呵呵，但是相爱重要的是相处。宋时锦感觉自己被训斥了好久，他的头都大了。催婚加爱情观，他的人生不要太悲惨呢。话说旁人的日子都是这样的吗？他怎么就不相信呢？宋妈又要说起大道理，宋时锦立刻举起了手来。妈，我已经嫁了，我不光嫁了，我还有了孩子了呢。这话一说出来，全家失语了。坐在沙发上的爷爷哈哈笑了起来。我的孙女真棒，居然懂悄悄嫁人生娃，然后回来惊艳所有人了。这波操作666，爷爷给你点赞。宋爸的脸色忽而僵住了。那你嫁的人生的孩子呢？哪儿呢？宋时锦顿时愣住。是啊，
容易父子人呢？就在此时，他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清晰又温柔。仔细一听，是有人在叫他的名字。锦娘，你该醒了，不能再睡了。锦娘，如果你再不醒，我就要真的病了。好听的带着磁性的温柔的声音就这么入了他的耳朵。宋时锦莫名其妙的心底一揪，而后脑子跟着嗡嗡嗡的，差点没炸了。对呀，容易那个神经病，他要是真的犯病了，那可是灾难级别的大事要发生的呀。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力气，忽而宋时锦睁开了眼，他与容易二人目光对视。容易从宋时锦刚刚在不停的来回抽动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锦娘要醒了。饶是他知道这一点，此时看到宋时锦醒来，他整个人还是控制不住的激动和兴奋。锦娘终于醒了，终于醒了。锦娘，你……温润如玉的男人，俊美的脸上终于由心如死灰变得渐渐生动，眼前的容易活了，眼底终于有了光。只是宋时锦此时的脑海里却仿佛打开了一个契机，他在与容易的目光对视的那一刻，瞬间明白了一件事儿。原来他所穿越的地方，这不是什么历史书上的古代世界，而只是一本书。他成了书中人，这书中的男主叫容易，什么美好的词语都在他的身上，身材极好，1.85米，容颜绝世，是书中众女子趋之若鹜的状元之才。可惜的是，宋时锦的这个身份有些尴尬，叹了口气，他既然穿的这个原主只是书中一个令人唾弃的原配。锦娘，锦娘！就在宋时锦躺在床上回忆着那书的剧情的时候，容易叫了叫他。锦娘从一开始清醒到这会儿，就是一副看起来茫然又生无可恋的模样，的确令容易担忧。宋时锦回过神来，他的神色复杂，轻哼了一声，应了下：“我没事儿。”容易松了口气。啊，我去给你弄点吃，你都昏了1天1夜了，该饿了。爹，娘醒了吗？我看你在厨房忙活，定是娘醒了，饿了吧？容易转过身看了儿子一眼，略微思索了下，难得微笑了下，道：“你娘醒了，你去瞧瞧她去吧。哎，记得别太吵了你娘，多跟她说些好听的。”知道了，那我这就去。容易看着容觉跑开的身影，若有所思。锦娘清醒之时，神色略微不对。若是锦娘能好好的，她才不会让自己这蠢儿子过去烦她。可锦娘过于倔强，唯有示弱，才能让她有所怜惜。有儿子这等好用的工具不用，太亏了。容觉进了房间，宋时锦已经半坐了起来，靠在被子上发着呆。他睡了1天1夜，等到如今清醒起来，却是浑身酸痛。这种痛令他的思路更为清晰，想着自己目前的处境，还有书中宋大小姐的结局，宋时锦还是不免要说一声太惨。娘，刚刚容觉去见父亲的时候，王傲轩为了自保都躲得远远的，这会儿瞧见容觉来见宋时锦了，他才慢吞吞地跟了上去。宋时锦对着王傲轩点点头，这才看向了容觉：“别跑那么快，小心摔倒了。”容觉往宋时锦的身边靠了靠，本来是想让娘亲抱抱他的，忽而看到娘亲手上的擦伤，他没往前走，克制着自己站在一旁。娘，你真的没事了吗？小容觉眼睛里的担忧潜藏不住，宋时锦安慰了他一句：“放心好了，娘这儿一点事都没有的，反而是我们的容觉，瞧着眼睛都熬红了。怎么，昨天晚上没睡好吗？”王傲轩闻言翻了个白眼儿，容觉这哪是因为熬夜了呀，纯粹是被他爹给折磨的。小孩子家家的，被吊在树上半天，还被布置了一大堆的功课，急红眼了都。这一家子都是些什么人呢？反正王傲轩是真的开了眼界，知道了世界的危险了。容觉乖巧地看着娘亲，而后说道：“娘，我没事。”他平日里是嘴甜得很的孩子，人见人爱的那种，长得又乖巧，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又极其的惹人爱慕。可容觉却并不知道自己还有语塞，说不出更多话的时候。他很想问问娘疼不疼，很想问问娘怕不怕，很想替娘做点什么，内心里满满的全是话，却全部都掖藏在喉咙口，一句都说不出来。他只能看着娘此时的模样，感到内心无比的纠结。没事就好。容觉担忧的心随着宋时锦平静的呼吸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娘，你讨厌容觉不讨厌？宋时锦有些好奇地看着他，为什么这么问？
我怕娘讨厌我，然后就不声不响的走了。娘，我现在想清楚了，我不想让你走，你是我的亲娘，我保证会好好的孝顺你，听你的话。娘，你不走行吗？这次宋时锦躺在床上的样子真的吓到荣爵了。他还只是个孩子，以前讨厌谁也不会隐藏，如今想法变了，自然也不会改变。只是看着母亲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荣爵都害怕得很。说是宋时锦真的和离然后走了，那荣爵怕是会比现在更加的难受。当一个人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往往很难发现对方的重要性，而只有原本拥有的失去了，可能才会追悔莫及。宋时锦闻言先是一愣，而后有些迟疑了。这个我自然是不讨厌荣爵的，可是我还是要走的。此话一出，荣爵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惨白，甚至于整个人还有些说不上来的可怜。宋时锦之前做了和离的这个决定，事实上是他们早就已经定下来的，他也不觉得自己的决定有什么错，毕竟刚刚穿过来的时候他们只能以这种状态相处。可事情是会变的，环境也一样会跟着改变。谁又能想到荣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如此的依赖于他。真香是一件打脸的事儿，可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算是一件好事儿。宋时锦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荣爵。爵儿，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职责的，她的职责其实只有一个，那便是分离，将孩子生下来是与子女分离身体，而让孩子独立则是与子女情感分离。当子女们可以不必依赖父母，独自面对生活的时候，这个父母才算是合格的。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说的话柔和，且能让荣爵接受。你以后会长大，会娶妻生子，会有自己的工作生活，而娘呢，也不可能永远围着你转，也不想做你的拖累，所以娘还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婚姻之中有很多的问题，娘想爱护你，可如果不能保护好自己，不能让自己过得好，我又拿什么爱你呢？和离是因为我的婚姻的失败，可不代表我就不要荣爵了。荣爵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他听得很认真。最近荣爵重新喜欢娘亲后，偶尔与小朋友一起玩，也曾听闻了关于和离的消息。以前的他不关注这些，现在关注了，可没人觉得和离之后对像他这般的孩子能好。旁人对他讲的说是娘要走要和离，那么一定就是他娘不要他了，他的爹爹以后会娶另外一个女人，而后会有一个可怕的后娘虐待他，他会成为一个没娘的孩子。荣爵如今多在意娘亲，就对和离这个词有多担忧。可这会儿他听了娘亲说的话，却是听到了其他的答案。娘，你真的不会不要爵儿？那是自然。宋时锦笑了笑，而后想了想，娘会搬到一个我们爵儿可以找到的地方，说是爵儿想娘了，可以随时去看娘，想吃什么好吃的，娘都可以给你做。说是荣爵之前与他毫无感情，他对这孩子也大约会一直无感，别人都讨厌他了，他自是不必上赶着拿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可如今儿子开始依赖起他，身为书中的宋大小姐，不对荣爵负责是不行的，就算是要和离，抚养子女的责任也不能少。宋时锦微微皱了皱眉，想着说不然就跟荣毅商量商量，要不要让荣爵先由他来照顾一段时间，毕竟荣毅要到书院去了，荣爵也不能没娘。以后荣毅考中了举人之后的事情会更多，他一个人根本无暇顾及荣爵。而且娘会跟你爹商量，让你在你爹出门或者去书院的时候跟着我呀。荣爵顿时眼睛亮了。好啊好啊，你跟爹说，爹一定不敢不同意的。只要我平日里还有爹娘照顾，你们和离不和离对我来说也没啥影响啊。荣爵开心了，只要娘还是对他好，说的也是，和离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呢，说是以后有人因为爹娘和离而瞧不起你，说一些让你难受的话，你又该怎么办呢？娘，你放心，我不会将别人的那些想法放在心上的。之前我因为旁人的看法而对娘有所误解，儿子现在想明白了，想要做什么事情不必看旁人的脸色，别人在乎什么重要吗？我又不会因此而少块肉，我重视的人的看法更重要。宋时锦倒是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能这么想得开，这样他就放轻松了。只是以后还得多多努力，他需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更美好，也只有如此，
荣爵才能为他而骄傲，而旁人也不会小瞧了荣爵。荣毅站在门口，他从一开始荣爵跟宋时锦聊天的时候就在了。他没想到儿子居然这么废，还没2句劝说的就被锦娘几句给忽悠了。看来靠儿子还是不行，这混账小子以后不见得能帮他，反而很有可能拖他后腿，到时候再跟他娘站到统一战线上去，那他岂不是更惨？荣毅的眸色微微沉了下去，他很快端着米粥走了进门，看到宋时锦之时，荣毅的唇边勾起了一抹笑。锦娘，我端了粥过来，这里头加了些中药，都是补气血的，你多吃点。荣毅虽然做饭水平一般，勉强能咽，可他毕竟读书多，颇懂医理，所以可以做些药膳用于调理身体，这样对宋时锦更合适。荣爵与王傲轩这会儿瞧见荣毅进门，2个孩子直接就抖了2抖，而后默默地往旁边移了移，将空位给腾了出来。荣毅只当没瞧见，很自然的就坐到了床边。荣爵的心中暗想，他爹真心是惹不起呀。荣爵轻咳了一声，有些心虚，刚刚他自己说的话有没有被爹给听到？大概没有吧。娘，我与我轩哥还有些功课没做，先出去了，你好好吃饭。荣爵说了这话，叫了王傲轩便走了。书房里瞬间就只剩下了宋时锦与荣毅2个人，柴火烧着，房间里暖洋洋的。宋时锦接过了荣毅的粥碗，慢慢的小口小口的喝着，好似里头加了红枣，倒也香甜可口，不如中药那般的苦，不过还是能闻得出些许中药的味道。荣毅默默地看着宋时锦，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喝粥。宋时锦被他瞅得心底直发毛，浑身的鸡皮疙瘩又起了一身，感觉这男人的眼神仿佛下一秒就会啃了他一般。你看着我做什么？怪瘆人的。锦娘果真是个没良心的。首府大人，别这样，我害怕呀。锦娘这么爱讲大道理，如同当朝的夫子一般做教化之事，又能这样理性，可觉儿毕竟年幼，这般告知于他，岂不伤害了他？你说话就说话，别靠那么近呢。我他妈在知道你以后是首府之后，我真的怕得罪你，而后小命就玩完了呀。宋时锦讨好的笑了笑，但是事情总是要做的嘛，既然是要做，不如一开始与孩子商量好。荣爵不是不能理解的，况且我已经说过了，会给他100%的爱的。可若是锦娘在家呢？女子之自由是由男人说了算，也不是你想做什么便能做得到什么的。容易清冷的气质如冰川清潭，就算是靠人很近，令人无法呼吸，也一样会受到吸引。这个男人不愧是书中的男主啊，也不愧是有着做着大大赋予的各种光环。他只要想做的，就没有做不到的。轻轻一笑，便如天上明月，清朗安宁，使人心旷神怡。可若是讥讽严肃，却又能仿佛千年雪山，绵延冷峻，使人不寒而栗。这会儿的宋时锦因为容易的忽而靠近，又释放出如此强大的魅力，让他整个人颇为不自在。深吸了一口气，宋时锦轻咳一声，顺便将自己的目光给移了开。你这样说的也不对，我若不是找到对我尊重理解的人，便不会成亲。已经错了1次了，不能再犯第2次错。容易的目光微微一收，淡漠地看向了宋时锦。所以锦娘觉得嫁给我是错了。宋时锦心中腹诽，错没错，你心里没点逼数啊？虽然内心腹诽，表面却是干笑了下。倒也不算是错，只能是不爱吧。咱们之间就是个错误，既然错了，那就需要纠正。放过我就是放过你，以后都能各自安好的。锦娘不吃了吧？不是在减肥吗？吃那么多，小心对胃不好。你他喵的真狗啊！说嫁错了你，连饭都不让吃啊！哼，就你这种钢铁直男，有精神变态的男人，活该以后孤家寡人，连荣爵都像我。你就哭去吧。容易眯着眼睛瞅了眼宋时锦，你在心里骂我狗？宋时锦顿时眼睛睁大了，我操，这也能知道？宋时锦立刻摇了摇头，怂了吧唧的道，不敢不敢，我才没有呢。容易的表情奇奇怪怪的，让宋时锦被瞧得心底发毛。锦娘能说说在后山发生的事到底遇到了什么？
宋时锦被容易一提醒，瞬间想起了自己于后山遇到的那个可怕的黑衣男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说来他也是经受了太多的刺激，不然早就想起了袭击自己的那个黑衣男人了。那袭击我的那个人呢？死了。容易低垂下了眉眼，目光落在自己修长完美的双手上，尽管白如葱，他却隐约觉得脏。死了就好，他奶奶个腿儿，敢背后袭击我！要不是我机警，要不是我视死如归，掉下山的时候拿他当了垫背，估计我就被他给弄死了。我靠！容易有点懵，就不能让我沉浸在病娇的状态下片刻吗？不得不说，锦娘真的是个会气氛的小能手。刚刚还有些小小自我厌恶的容易，听到了宋时锦如此泼辣的怒骂，瞬间觉得精神了。可那个人为什么要袭击你？而且还是要你命的那种袭击，这已经是杀人了。若非从血痕上断定那人要对锦娘下死手，他还不至于当场了结那人的性命。宋时锦冷哼，我去后山闲逛，一个不小心听见了林四婶与跟男人偷情，我他妈连那个男人什么样都没瞧见，就赶紧躲开，生怕这件事儿牵扯到我自己身上来。没想到那个男人如此心狠手辣，要杀我灭口。林四婶。容易的眉头微皱，宋时锦点点头，他的声音我听得出来，他要跟谁在野地里嗨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没打算四处去讲，也是倒霉。不过容易，我提醒你一句，那人死了就死了，暂时不要轻举妄动。背后的那个人能在那种关头还派人跟着，可见是个有身份的人。我不会乱来的。宋时锦这才松了口气，这样便是最好不过的了。容易可是本书的男主，当然就算他不提醒，估计人家也没什么事儿，只是也不知道如今的他穿越过来进了宋大小姐的身体里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其实说没有转变也是不可能的，转变早就已经开始了。至少书中宋大小姐到死都是个胖子，没有减肥成功过。她如今已经120斤，与之前的宋大小姐的形象大有不同，而且容觉与书中也起了变化，虽然是潜移默化的，可也是真的变了。若是有人来找你娘，除非是牛二家和薛木匠家，其他都拒了。容觉点点头，而后好奇地看着容易问，爹，你这是要去哪儿？容易静静地看了一眼容觉，唇角勾起一抹冷笑，找个人算笔账。牛二嫂与霍安若二人很快就知道宋时锦清醒了，牛二嫂连忙带着儿子与霍安若一道过来看他。霍安若皱起了眉头，叹了口气道，锦娘真的是苦了，她怎么会遇到歹徒袭击了？这真算是世事无常，差点她人就没了。可不是咋的，不过锦娘也是命大得很，好在真的没什么大事儿，要不然真不敢想象容觉那孩子该怎么办。容觉刚刚与锦娘母子关系和好，彼此相处融洽，要是锦娘有什么问题，那孩子一定会难过的。可把我们急坏了，这得了信儿便立刻赶过来，你是真的吃了大苦了。无妨，这不没什么事儿吗？你瞧，我只是睡了1天1夜，清醒了还跟个正常人一样呢。你这一次可是福大命大，以后可万万不能一人上山了。我与二嫂整日清闲，你上山可以叫我们一道。也不知道为何，我就与你二嫂相处得很好，就觉得你们合了我的眼缘，若是有事大可以直接叫我来帮忙的。宋时锦心底一暖，颇为真诚着道，谢谢2位姐姐，我以后会注意的。其实我嫁到容家之前的确有很多的过去，早已无法相信他人，也早已心如死灰。之前容觉离家出走，我去找他，带着他下山之后，众人都关心着容觉，而能关心我的在这个村子里几乎没有。如今这一次我虽然遇了险，可我能得到二嫂与安若你们来看我，说实话我这心里真的很暖。我觉得我以后都不再会是一个人了，所以真心的谢谢你们2个。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孤单了，身边能有这般好的人，他去到哪儿都会有人担心，会有人牵挂，这种有家的感觉真的很好。宋时锦的话令牛二嫂心底一酸，而霍安若眸底也微微湿润，2个人倒是能有几分感同身受。霍安若道，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远嫁他村的小媳妇儿，初到外地，人生地不熟，没有了闺阁中原来能说得上话的朋友，信件来往最快也要半月1月之久，也没有亲人关照，总是难免觉得孤独的。你呀，真会戳人痛处，说的我都要掉眼泪了。牛二嫂大大咧咧着道，咱们女人说来，不管怎么样都是要相互扶持的，以后
你们俩的事儿就都包在我身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好好让日子呀过得更红火。宋时锦重重的点了点头，三人对视而笑。本来是来瞧病的场合，倒如同三个闺蜜之间的对话了。宋时锦的人际关系圈渐渐的打开了。这次清醒之后，他忽然之间便想通了些。荣爵这般年纪，身为他的生身母亲，又与他之间情谊深厚，他定然是不能撇下去不管的。所以就算是与荣义和离，他去往别处过日子，倒不如暂时留在原地。而且他还很怀疑自己能不能和离成功。宋时锦总觉得很有可能宋大小姐的身上应该是有些秘密所在的，不过这些暂时他只能放于自己心中，能不与人说起便不说。荣义出了门，慢慢的迈开了步子，走入了村后的土房中。村子以土累积的房子很少，能住得起土房的人，定然是在这村子里已经算是有着钱财和地位之人了。而林四婶住的便是这样的土房。天气阴沉沉的，本就是积雪未消，昨日还能见得到阳光，这一次却又忽而又冷下来。第二场雪眼见着就又要到了。荣义到了门口，伸出手敲了敲门，门内传来一道娇媚的声音：谁呀？随着这声音的传来，林四婶掀开了厚重的棉门帘，自房间里走了出来。她的夹袄还未曾扣紧，依稀还能看得到几个印子。荣义将目光移至林四婶的脸上，此时的林四婶看向了眼前的荣义，眉头微微皱起。是你？林四婶若是平日里见到荣义，那自然是欣喜的很的，可此时她却是眉头紧皱，脸上微微一白，目光游移不定。你怎么来了？见过四婶。荣义简单的开口，忽而瞧了一眼林四婶，这才慢吞吞着道：此番容易前来，自然是有事要问的。我没什么好对你说的。林四婶的脸色变得更严重，扭了下身子就转身要走，忽而身后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所以四婶是想让我将村子里之前传的沸沸扬扬的红衣之事说出去吗？荣义倒也并不紧张，只是轻飘飘地说出这句话，顿时令林四婶整个人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林四婶倒吸了一口凉气：你说的什么呀？我听不懂。荣义唇角微勾，俊美的脸上闪过一丝冷笑：四婶可还记得杜荣雪？你说什么？林四婶听到这个名字，整个人如遭雷击。你怎么知道？荣义收起了冷笑，整个人此时显得温和了许多，可他明明显得那般温柔的模样，却令林四婶整个人不由得哆嗦了下，忽而只觉得周身更冷，寒意逼人。荣义语气冰冷，眼底潜藏着浓郁的杀气。我不仅仅知道，更有证据。四婶，你是个聪明人，也不会想不到我此时过来找你是何目的。若是存心要隐藏那人的身份，我也不阻拦。不过我会保证，红衣之事及杜荣雪那些过往，立刻成为众人谈资。林四婶咬了咬牙，俏目微寒，一向娇媚的模样瞬间变得冷漠。荣义，你敢？有何不敢？我连伤了我娘子的人都亲手杀了，至于再多几条人命，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我死了。当然，你瞧。说着，荣义直接丢出一个铁牌，掷在林四婶的脚边。林四婶一瞧见这铁牌子，双腿便立刻一软。你居然杀了阿武，你可知道他是林四婶异常的恼怒，脱口而出了一句话。这话还没有说完，她自己便意识到了自己差点说出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脸色顿时惨白。四婶，念在你是本村的人，若是你说出奸夫的名字，我便放了你；若是你不肯，我当然也能用这个令牌找出那人来。不过到时候，怕是你就不能轻松脱身了。我容易可不是怜香惜玉之辈，平日里不愿与你计较，不代表你可以放肆。容易一句句话如同刀子一般，直接令林四婶惊吓地蹲坐在地上。刚刚看到令牌的时候，她就已经腿软了，如今更是觉得双腿无力，心生恐惧。四婶若是想好了，就给我递个信儿。今天晚上若是没得到你的信，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就不敢保证了。说完这话，容易对着林四婶行了个礼，一副有礼貌的年轻秀才的模样，微笑着转身跨步出去。林四婶的手哆嗦着。容易，他在村子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竟然从来都不知道他居然是如此的一匹残忍的凶狼。说威胁便威胁，脸上带着貌似友好的笑容，却说出令他恐惧害怕的言语。他到底要不要将那个人的身份说出来？说了，他定会麻烦缠身。那人势力非同小可，牵连进去，生死不知不说，定然是难逃被重新利用。可不说，容易这般行径，又是在逼他去死。林四婶明明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平静的日子了，可如今这一幕却令他心生无力。他有些后悔，说那日拦住了阿武去杀宋时锦便好了。可事情已经发生了，如今这种情况便是怎样也无法改变的。林四神咬碎了一口银牙，强撑着站起，忽而一转身，他便瞧见了林四叔正一脸淡漠地看着他。老林，林四婶的心底一怔，在瞧见了林四叔的第一时间，整个人可以说是直接就懵了。他没想到刚刚他与容易说着话的时候，林四叔居然就在后头。那这么说，他刚刚就已经将其他的那些话都听到了。林四叔瞅了他一眼，目光紧紧地盯着他脖子上的印记，那里是一片的痕迹，白嫩的肌肤上处处都是咬痕。林四叔没说话，只是看了看远处山上的雪。进屋了，外面风大冷。说完这话，林四叔转身走进了房间。林四婶的眉头紧皱了起来，他此时看着林四叔这个样子，一时只觉得更尴尬了。叹了口气，女子身如浮萍，他个人面对这般残忍的世界更是身不由己。可他最不想伤害的就是眼前的林四叔，他救了他，给了他一条命，给了他一个家。可这家里的土窑无法满足他内心的野兽，那只野兽每晚深夜的时候便会于他的内心嘶吼，他需要找到让自己痛快和刺激的所在。林四叔太无趣了，什么都听女人的话的男人真的无趣。林四婶的眉头紧皱了起来，迈开了步子，终究还是不情不愿地进了屋。他今天晚上就需要做出选择，他哪里有那么多的心情管一个林四叔的想法。容易回到了家中，进了书房之后就坐于书桌前抄书。宋时锦很尴尬，他若是没有接收剧情那倒还好了，可是接收了这书中的剧情，自己在与男主同一个屋的时候，总有一种心底不大舒服的感觉。锦娘，你画错了。就在宋时锦正思考之时，宋时锦回过神来，一瞧着自己画出来的图形，他也不免满头黑线。倒不是因为他画错了，而只是因为他画的这个轮廓虽然只是一条线，可他自己的画作能不知道下一段的落笔吗？宋时锦的眉毛微微抽了下，居然差点把容易给画出来，好在只是无意中的一道起笔而已，倒也不会被眼前这眼尖的男人给瞧出来。宋时锦眨了眨眼，你不好好读你的书，关注我画画做什么？容易的声音微微一低，脸上带上了几分委屈。我只是头一回见到炭笔所画的画作，很好奇而已。就这样，锦娘也要骂我吗？没有。那为何锦娘对我如此薄情？我便是以往对锦娘不闻不问，算是有错，可我自认这一段时间未曾做过半点对不起锦娘的事。若锦娘实在厌恶于我，我自是无可奈何的。绿茶呀，白莲花段位太高了吧？这位爷，别演戏了成吗？宋时锦张开的嘴根本就合不上去，他看着容易这般表演，他如此卖力地飙着演技，自己也不知道该不该捧个场。容易低垂着眼眉，坐于书桌前，本以为他说完这番话，锦娘也会给些反应的，然而等了半天，他没有听到一点声音。容易的手指微微勾起，一如他内心的不淡定。这位爷怎么不继续了？难不成是因为自己不捧场？宋时锦打破了这会儿诡异的宁静。就是你说了那么一大堆的话，其实就是想知道这炭笔画该怎么画吧？不如你试试。容易有些无语，他可真会抓重点。容易唇角微勾，眸色温柔。不如锦娘多教我上一堂炭笔画的课。我没有那个时间，还是不……宋时锦想都不想的就要立刻拒绝。若是1节课1两银子呢？只要锦娘愿意教我，价钱还可以再谈呢。宋时锦的神情立刻严肃了。好，没问题，我保证能教好你。好，我晚上戌时要出一趟门，约亥时初就会回来。那你不用晚膳了。晚上宜饮食节制，书上有云：早失时为神仙所食，午失时为佛门所食，晚失时则为恶鬼所食。我一般不吃晚饭，毕竟不想吃晚饭的时候幻想周围正围着一群恶鬼。你他妈说的
还敢吃晚饭吗？等荣毅出了门，宋时锦才叫了荣爵过来。你爹早上出门，知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荣爵重重的点点头。他说去算账去了。算账？宋时锦心底猜测着上去做什么，忽而一个冷战，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林四叔做好了晚饭，叫了林四婶过来吃饭。林四婶换了一身衣服出来，一瞧见桌子上放着的面汤，立刻嫌恶了起来。怎么天天都做这个呀？我都吃腻了，你能不能换个？昨天做的是米粥。不是米粥就是面汤，再配个腌白菜或者腌萝卜。我跟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当初你为什么要把我救回来？让我死了不就好了？不必跟着你吃苦了吗？废物！林四婶这么骂了一声。林四叔也不吭声，等他骂完了，林四叔才小声地试探着问：要不要给你拿配菜？若是你不喜欢腌菜，我可以去清炒颗白菜。林四叔这不提这个话还好，如此一开口，直接就让林四婶的脸色变得更难看，整个人瞬间就跟着炸了毛。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天生就是贱骨头是吧？我刚刚说的话你没有听懂吗？我不想喝面汤，我也不想吃什么白菜，天天不是萝卜就是白菜，天天都是这样的饭，你让我怎么跟你过呀？我真是受够了。老林，你不看看你什么样？我当年好歹还能那么的受宠，还能有那么好的日子过，偏偏到了这个乡下来，受尽了穷日子。你真是犯贱，跟你娘一样的犯贱！林四婶怒骂着，一声比一声难听，一句比一句令人听了不快。村子里的人听这样的声音都已经听得多了，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话。林四叔每次都能忍下来，也的确不容易。不知道过了多久，林四婶渐渐没了劲儿，一直这么骂着，他也没了力气，只能往椅子上一坐。林四叔终于在他不骂了之后，他动了下，忽而抬起了头。你骂得口渴了吗？要不要我去给你倒杯茶？林四婶摆了摆手，他就是骂这个林四叔犯贱，瞧，可不就是吗？这边他都骂得没力气了，可那老林还是一副完全没听进去的样子，简直令人反感。他瞅着这个男人更恶心了，同样的也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更觉痛苦。瞧他何等的如花似玉，又何等的美貌多情，当年风光霁月，如今却余油浅滩，不过半死不活。林四婶摸着自己的脸，青春不过几年的光景，此时一个不小心很有可能就要老去，而他老了就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前那样美好的日子了。不，也许他还有机会。荣毅虽然是威胁他，可他毕竟不过只是村子里的一个秀才而已，大不了他在这个村子里过不下去了，便去找那人去。况且阿武死了，那人定然不会放过荣毅一家，他不该自乱阵脚，更不该被荣毅给吓到的。林四婶冷哼了一声，那个荣秀才还敢威胁于我，刚刚好，我倒是要瞧瞧看，说是我不照着他的方式做，他又能拿我怎么样？林四婶决定了，等会便将今天荣秀才威胁着他的事儿说给那人听，还要告诉他杀了阿武的是荣秀才，只要那人愿意出面，荣秀才别想活过明天。大不了他等这事儿过去，再拿些银子，独身一人远走高飞，以他的姿色再嫁与商户当妾也不是不能，何必在这里与林四叔这么一个废物虚耗青春？林四婶越想越得意。老林呀，你这个贱骨头，去拿菜学这么久，你……林四婶刚刚想要骂上几句的，忽而感觉身后似乎有什么人，一转身瞧见了林四叔正低垂着眉眼站在他的身后，神色晦暗不明。哎呦，你吓死我了！你没事站到旁人的身后干什么？你想吓死人啊！林四婶反应了过来，手捂着胸口，这会儿小心脏仿佛还在扑通扑通直跳的。这个老林简直有病。林四叔抬起了头，忽然开口问他：你是不是要逃走了？林四婶微微一愣，瞬间不敢再看林四叔的眼睛，他将头转到一旁，冷哼了一声。林四叔恳求着开口：媳妇儿，你能不能不走？你所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跟其他的男人睡在一起我都可以不计较，你能不能不走？林四婶是个不甘寂寞的，她的本性对男人就是来者不拒，毫无底线。林四叔能与她过这么多年，说对她毫无了解是不可能的，而还愿意过下去，不过是他自己放不下。便是这个女人犯了错，他一样可以接受。林四婶听着他这么恳求自己，她冷哼了一声：哼，我是一定会走的，你拦不住的。在这里我也住够了，老林，我们之间完全不必闹得那么难看的，你说对吗？和平的分开了，对你对我这样的都好。老林，我还可以给你一些银钱，我走之后你就再娶个媳妇儿，对你好点的那种，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不适合你。
林四婶转过身子，窈窕的身姿在光影中此时显得更为迷人。她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相信林四叔能听得懂的。容易站在林家门口，单手背后，身姿直立。平日里夫子教导过礼仪，行带风，站似松，那些文化浸润在骨血中，形成了文人自有的气质和傲骨，随随便便一站便是鹤立鸡群，风采异常。这会儿他是不会进去的，进去之后说是有心人做消息，他可是什么话都解释不清楚，只需在门口等着便是。他站了一会儿，便听到了林家的各种争吵，说是争吵，倒不如说是林四婶的个人表演。针对着林四叔，他几乎丝毫没有顾及这个男人的自尊。容易皱起了眉头，这些话句句不堪入耳，他又不免对比起自家娘子，这一比较，宋时锦不知道要比他强上多少。容易的心底自然是骄傲着的。忽而他听见了茅草屋里传来的一声惨叫，而后便是茶碗破碎落地的声音。容易心底一惊，怎么回事？他二话不说，直接往林四叔所在的房间里冲了进去。等进去之后，眼前的一切令他震惊。四叔，你这……娘子。容易看着这一幕，手心里满是汗。林四叔杀了林四婶儿，还被他给亲眼给撞见了，说不出来他心底是什么感觉。他只觉得自己之前只是震惊了一下，而后便好似很平静了的样子。容易心底一沉，看着这一幕，他渐渐收回了自己的思绪，手指紧握成拳，让自己平静下来。四叔，你为什么？林四叔又哭又笑，整个人几乎跟要疯了一样。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他要走，他要去找别人就去找啊，可为什么还要走？容易一时无语，这个问题他无法回答，他只知道林四叔入了执念了。容易站了一会儿，便有村子里的其他人渐渐的都来凑热闹了。一瞧见这满屋的血腥，不少村里人都呕吐个不停，那股血腥味扑鼻而来，没有几个人能忍住的，能受得了这种场面的，大概也只有屠夫和容易。大家报官吧，这种事情，真的是闹得太大了。四叔啊，这女人再怎么样，你也不该动手杀人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大了，没多久，王村长也被惊动了过来。不过1-2天的时间，小小的村子里连死了2个人，这可是活生生的人命啊！这人命大于天，难不成是咱们村子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该不会是中了邪了吧？那谁知道呢？谁让这林家的平日里不检点，一个女人整天花枝招展，还与男人纠缠不清的，早晚会出事的。我也看不惯他那个样子，一副见谁都走不动道的样子。只是可惜了林四叔了，那可是个老实人呢。村民们纷纷议论，事情闹得如此之大，容易作为第一个看到命案现场的人，也着实是无法脱身。好在报官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村子离镇子上的县衙也远，等到衙役们过来，怕是要到明日了。容易的身上没血，王村长等人也知道这案子与他无关，便也只说了，说是明日衙门传唤了，一定要让他到场，而后便让容易先回去了。容易走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全都是血腥的画面，那个前几日被他杀了的阿武的死，说实话也不如眼前的林四婶的死亡对他的冲击大。容易若是平日晚归，看到的大概只有漆黑的院子，无灯无火，无声无息。他早习惯了冰冰凉凉的，直接将自己当成尸体一般的钻入被窝。可此时的他有希望了，他知道有个温热的锦娘在他的书房里。容易的心底忽而升起了点点热量，驱散了刚刚升起的几分寒冷。他脚步不由得加快了几分，最终站到书房的门口。他刚刚打算开门，这门却已经被旁人给打开了。宋时锦皱起了眉头，一脸埋怨地看着他。说好了亥时初，这都已经亥时末了，怎么回来这么晚？他的声音渐渐拔高，显然对容易这么晚回来很是不满。你若是无法确定好自己回来的时辰，那便不要说的那么清楚，让我平白无故的等着你。锦娘是恼了的，等人最考验脾气和性格。锦娘嘛，果然是个脾气不那么好的女子。你说你不吃晚饭，可你这么晚了，总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吃吧？会把你的胃给饿坏的。喝吧，我教着让荣爵做的，估计味道不怎么好。他的话音还未落，容易便端起了羊肉汤喝了起来。不光心底热了，仿佛身子也热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外面风起云涌，冰寒刺骨。
可在这书房里，有暖炕中的火熊熊燃烧着，手中的汤碗是热的，还有这暴躁的锦娘也是火辣辣的，烫得容易整个人仿佛从冰冷的死尸又恢复了鲜活。他忍不住又多喝了2口。容觉那臭小子的手艺的确是差劲点儿，这汤几乎没味儿。宋时锦看着容易这副急着下嘴的模样，心底倒是平静了起来。不过此时的他倒是不忘记要嘲讽一下的。这不过就是1碗汤而已了，瞧你这副模样，现在说一说吧，怎么这么晚？容易几下喝完了羊肉汤，感觉手脚都暖了起来。他忽而将汤碗放下，站了起来，几步走到了宋时锦的身边，忽而往前1步走，一伸长臂便将他抱入了怀里。宋时锦满头问号，我操，这他妈是个什么情况？宋时锦被这突然而来的美男拥抱给整懵逼了，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立刻就要推开容易，耳边却听到了容易轻微的声音，别动，让我抱一会儿。容易的声音听起来怎么好脆弱的样子。宋时锦的眉头微皱，将自己抬起来打算打人的胳膊收了回来。锦娘，我有些害怕。你猜我信吗？你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首府，居然说你害怕？我说我年收入10个亿，你信吗？宋时锦的内心呵呵，到底是没有在动。容易又抱紧了宋时锦，那个力道果真是直男，那个力道给人头上插簪子都是要直穿天灵盖的那种。你不如先别抱，你勒得我有些难受。容易稍微松了点力道，却依旧没有放开宋时锦。容易，怎么了？有什么话你说说看。容易平日里那般自信，是很少会有这种行为的，主动去抱，而且脆弱的如此明显。宋时锦觉得大概他很需要这么一个拥抱。林四婶死了。死了？宋时锦的身子顿时一僵，他不过一醒来才对容易提过自己看到了林四婶偷情被他给撞见的事情，这容易出去了一趟，林四婶就死了？这个死变态杀的。宋时锦感觉自己的手脚冰凉，我操，这人不会要继续杀了我灭口吧？宋时锦的脑洞飞速大开，有些刹不住车了。锦娘，怎么忽然颤抖起来了？额头都出了虚汗了。容易皱起了眉头，离着宋时锦很近，便能看得到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是还不舒服，身子还虚着的吗？不是。宋时锦虽然强装淡定，可声音都颤抖了起来。容易眼眸低垂，定是锦娘的身体不太好，压力过大，都如此这般了，还要强装镇定。容易叹了口气，忽而将抱着的宋时锦的姿势变成了打横抱起。公主抱？难不成是要将我放到床上掐死，然后再肢解？求一求上天，给我留个全尸，或者就算肢解，也要让我死了再肢解呀，我怕疼啊。容易难得注意到，此时的宋时锦竟然没有抵触的表情，反而身子瑟瑟发抖。锦娘，你很冷吗？宋时锦的牙齿都打颤了。不冷。我会很轻柔的，不会让你身上感觉到疼。锦娘自山上跌落，身上少不了跌打损伤，这些皮肉的疼痛一开始不觉得，越躺便会越疼，而且还会变成青紫色的痕迹。容易是真的担心触碰到锦娘不舒服的地方令她疼了。你肢解我还要用轻柔的手法，我有一具草泥马，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麻烦请快些，用力些，最好一刀下去我还什么都感觉不到的那种。容易将宋时锦放回了床上，他看着宋时锦的脸色都发白了，又叹了口气。真的很疼吗？不然我给你检查检查。说着他伸出了手就要掀开宋时锦的衣服，宋时锦立刻坐了起来，连忙摇头，没事，我好得很。这般敏捷的身手，想必他真的没事。容易的眼睛一捋，那他为何浑身出虚汗，又脸色都白了？忽而转念一想，容易似乎明白了什么，被林四婶的死给吓到了。宋时锦点头，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内心的恐惧，而后驱散掉自己制止不住的脑洞。四婶她是怎么死的？被林四叔杀了，还砍了腿。宋时锦顿时有些无语，而后忽然反应了过来，他的眼睛瞬间睁大了。你说林四叔？唉，没错，是他做的。啊，现在谈婚论嫁容易吗？连林四叔这么老实的兔子都跳起来咬人了，我还能再期待爱情吗？
不能了。新闻上之前还在讲什么杀妻骗保，什么一怒砍死岳家上下老小的灭门惨案。生活不易啊，做别人的妻真他妈叹气。林四叔不是对林四婶一往情深，两个人的感情极好的吗？这都发生了什么就要杀人了？容易定定地看着宋时锦，语气中若有所指。林四婶在外偷人，林四叔明明知道却都忍了，可他这一次却不能忍。锦娘知道是什么？什么原因？宋时锦不由得接着他的话问起，像极了吃得津津有味的吃瓜群众。因为林四婶要跟林四叔和离，她要跟别的男人走了。林四叔付出了那么多，最终却换来这么一个结局，他承受不住，便想死了算了。当然，死了也要带走林四婶。好像这话哪里不对啊？宋时锦哆嗦了下，和离跟别的男人走，他的脑洞思维又开始发散。首府大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着别的含义的，一定不是表面上所说的那么简单，所以这背后的逻辑应该是容易不想让他和离走人，所以拿这件事儿在威胁他，或者干脆林四婶虽然是被林四叔给杀的，其实容易背后也有身手。容易忽而问道：锦娘如何看待？宋时锦呵呵两下，连忙又往床里头躲了下。我能有什么看法？大概觉得林四叔有点可怜。当然，林四叔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他真的爱林四婶，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只能说他本性就有些偏执和残忍，是个无法控制和消化自己内心情绪的人。容易听多了村子里其他人的看法，这会听到宋时锦说的话，倒是微微一愣。为什么这么说？旁人都会觉得林四叔是对的，毕竟很多人认为他很痴情。宋时锦摇了摇头，说是让你嫁给这样的男人，你愿意吗？第二日，容易照着宋时锦平日的喜好，做了他喜欢吃的早膳。你可知这林四叔的罪重不重？他这是不是要杀人偿命，要被砍头的？容易摇了摇头，倒也不至于。林四婶通奸在先，若是能让林四叔将实情说出，再有村民作证，最多受点皮肉之苦。只是皮肉之苦，人都被他杀了呀。晋国律法规定，若是丈夫撞见妻子与他人通奸，不但可以私下处置奸夫，杀了妻子也不过只是被打上几十掌，还不至于会死。宋时锦皱起了眉头，这的确是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女人的确是太弱了些。奇怪的是，他记得以前看过《水浒传》里头那个被逼上梁山的宋江，好像也是因为杀妻的，不过大概是因为宋江的问题是在于别人要害他，官逼民反了。这里林四叔不过只是因为气妻子要与他人私奔，所以一时痛下了杀手。宋时锦差点忘记了，这是书中的世界，即使人命大于天，可毕竟接受的文明程度还不够高，野蛮未教化之人更多。容易要出门的，宋时锦将自己平日里做的零食之类的都让他带着，要2天才能回来，又是与牛二哥一道走。我给你们准备了不少的吃的备着，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啊，你带上点银子，如果真的官府为难于你，记得没有银子解决不了的事情，能给点赏钱就给他们一些。宋时锦念及容易去的衙门，他现在是个秀才，以后与衙门之间的来往颇深，可以的话尽量多做好人情，带着点礼上门也是应该的。对了，还有卢县令那边，你要记得过去瞧瞧他。那卢县令可是平日里极其照顾着你的，别自己清高着不当一回事儿。宋时锦唠叨了一会儿，临到了容易即将出门的时候，他的碎碎念就更严重，感觉怎么都不能放心，就像看自己家的傻儿子要去学校了一样。容易却对此极其的受用，毕竟锦娘对他表现出来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关心。不过锦娘又如何得知卢县令的事？容易忽而意识到几分奇怪，卢县令看重于他，这事儿不过近期发生的，而且知晓内情的也是寥寥无几，村子里不过王村长一人知道，其他人对此几乎毫无信息。而此时的锦娘如此轻松的就得知，的确令他意外至极。我操，露馅了！宋时锦眨了眨眼，心底暗叫不好。你管我怎么知道的做什么？都这会儿了，你还要找我麻烦不成？我不是那个意思，锦娘一发火，他也的确不敢再问了，只能自己脑补，大约是王村长那边向他透露了一些，毕竟锦娘那般的聪明，只要一点小小的消息，他便能得出结论来。那还不快走啊！牛二哥，一路上麻烦你了。我们一哥平日里话不多，平日里身娇体弱的，受不得震荡和风寒，若是发脾气，有些不好的行为，你多担待呀。身娇体弱？牛二哥一想到容易拿着簪子将那个男人割喉的场景，心底呵呵。不麻烦，不麻烦。
牛二瞧着容易这样子，还有刚刚锦娘凶着容易的模样，一时摇了摇头。容易在外头杀人又怎样，凶残又怎样？只要是个怕媳妇儿的，那这人就坏不到哪儿去。尤其锦娘还那般懂事。卢县令见到了容易，颇为欣喜。容易很快上前拜见。卢县令命人沏了茶，与他一道聊起了学业。过年的这段时间，人人都在家中吃喝享乐，走亲访友。若是不注意巩固增强，那所学的内容少不了要被遗忘的。他与容易聊着天，也不过最重要的便是要检查一下他如今的课业如何。卢县令拿了一些题目拷问了下，容易便一一作答，不仅仅回答极为流畅，而且几乎是毫不加思索便能做出。卢县令欣喜不已。你能在过完了假期之后依然保留如此不错的水准，实在令本官意外，可见你平日里依旧有认真读书，没有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容易谦虚的行礼。过年时间，他家锦娘嫌弃他总围着他转，时不时的讽刺几句，让他立刻去读书。如此认真的读书，他能忘吗？听说你这一次前来还为我带了礼物。卢县令早听仆人们上前说明这事儿，一时好奇得很。毕竟容易这人向来清冷，不屑于对人行送礼讨好之事，而且卢县令自己也是申明过，作为一方父母官，自不许行贿收受财物，可便是下了这个指令了。这容易还给他带了礼物，这就令他极为好奇了。薄礼一件，还请笑纳。原来是绣品。卢县令呵呵一笑，手一摸这布料的触感，便知非是贵重的材料，倒是放心了不少。可见容易并不是借机示好，以此行贿。容易已经瞧过了宋时锦送的礼物，也不免感叹一声他的心思细微，而且似乎已知卢县令的喜好。没错，这卢县令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既不喜财也不崇物，是个淡泊名利之人。用宋时锦的话说，这就是有着一个崇高理想的斜杠青年。毕竟卢县令也还是个年轻人。不过卢县令倒是有个极好的妻子，姓崔，他与妻子极其的恩爱，二人感情颇深。崔氏也是大家出身，身份还是崔氏旁支的嫡女。若非卢县令是范阳卢氏中人，估计也难娶崔家女。这氏族贵女所嫁，必以氏族中人为第一要求。贵女一般不嫁外姓，而且一般是大家族之间彼此联姻。宋时锦所送的绣品，自然是要给卢县令的夫人的。容易知道宋时锦的绣品不错，也不知道具体的水准怎么样。不过他觉得他做的寓意比较特别，上面的图案很有意境，更是崔氏特别喜欢的兰花。这个画很真实啊，与我们平日里所做的画作的花的模样完全不同。卢县令真的仔细瞧了绣品之后，便立刻被眼前的这个画技给震撼了。这绣品的画技如此与众不同，是何人所做呀？去把夫人请过来，让她也瞧瞧，看看这兰花，瞧着真不真。平日里她总是说留不住真正的兰花，这一回可算是留住了。容易等人等了一会儿，崔氏就到了。崔氏是个长相大气的女子，脸上脂粉淡湿，平静地笑着，显得很平易近人。容易一见崔氏，便立刻起身向她行礼。见过夫人。崔氏点点头，对着容易本人打量了下。即使是在县衙，崔氏已嫁为人妇，也对于自己见外男这一行为比较避讳，几乎话也不多说几句。他微笑地看着卢县令。夫君所说的那个绣品何在？夫人且看，这一绣品是不是与众不同啊？这兰花绣的可谓栩栩如生，这种画法更是我以前前所未见的。崔氏看了一眼，相公是个文人，说是连他都觉得震惊的画法，那自然是极好的。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直到看到了绣品上的兰花之后，才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画法的确有几分巧思，若是找厉害的画工，倒也并不是不能画出来，可胜在这思维独特，令人不免称赞。崔氏刚刚看完了画工，觉得虽然是心意巧思，可以简单收藏一下，却也并不认为这东西能有什么过于特别的。毕竟绣品所用的绣布也并非什么极好的。直到他忽而注意到了这绣品的绣法，他的眼睛忽而睁大了。这绣技绝了！崔氏向来沉稳，嫁于卢县令之后，那更是修身养性，平日里对自己的要求极高。若非十分的震惊，定然也不可能会有如此失态的表现。他此时脱口而出，令容易与卢县令都是惊讶地看向了他。崔氏这才意识到
自己反应过度，他深吸了一口气。这幅画作不仅仅构思巧妙，这绣品更是巧夺天工。夫人，本官到这县衙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瞧见夫人你有如此惊讶的时候呢。只是平日里我所见到的无甚稀奇罢了。可我不得不说，这幅绣品若不是绣不平常，拿去做贡品亦是可以的。便是江南最好的绣娘，绣出来的水平也不过如此了。所以我在此种地方能见到这般绣品，才会如此失态，倒是让荣秀才见笑了。容易微微一愣，贡品宋时锦平日里所绣的物品，他只瞧得出来好看，也知道要比其他普通的绣娘们所绣出来的自然多了几分顺畅舒适。他知道锦娘绣得好，却并不知道锦娘的绣品原来是已经可以拿去做贡品的嘛。那这说明锦娘的绣技已经全景国排得上号的了。却不知道这绣品是何人所绣，竟然有如此的技法，让我着实觉得厉害。崔氏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泽来，这样的绣技如此一流，他若是将自己收藏的那些好布料拿出来，让那人再绣一幅好图，不愁自家相公升官无望呢。容易的眼睛微微一眯，崔氏的反应他瞧出来了。本来是想替锦娘打招牌的他，此时却是长了个心眼儿。他笑了笑，还是夫人眼睛毒辣。这样的绣品既然是有着我朝一流的绣技的绣娘所绣，自然是来自江南，我这还是无意中得到的。这绣品虽然很好，只是能绣出来这样绣品的人却是不知来历，而且这绣布也不值钱，想来是哪位大家不过闲暇练习之作。崔氏一愣，随即不免可惜，虽然缺失了如此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不过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他倒也并不会太过强求，只笑了笑道：说的也是，这般有实力的大家，自然每一幅作品都是极其重要的。这种绣布上所绣，应该都是随便绣绣，不过也算是让我开了眼界了。夫君，这绣品我可放入房内仔细研究，每日闺阁无趣，正好研修这绣技，打发时间。卢县令连忙点点头，我瞧见这绣品，便也是想着要让夫人留着的。既然夫人如此喜欢，那自然要交给夫人的。容易从卢县令的县衙大门走出，前往牢房所在的方向走去。他这会儿要去看林四叔了。衙役们接了报案，早已经将林四叔给抓了，关进了牢里。回头择日由县令宣判。想到锦娘的交代，他取了碎银子递给牢房的看守衙役，当然也不忘记给领路来的塞上银子。那衙役收了银子，还一脸懵，不过很快脸色就变了，对容易更加的尽心，那话也多了。荣秀才对本村中人的确是仁至义尽了，都已经到了这份上了，还愿意来瞧他，真是够义气啊。不过那人让我们这些人看起来都挺可怜的，毕竟自己的妻子做出了如此的事情，能忍着不下手当王八的估计也没几个人。衙役在一旁说着，如同大部分的村民一样。此时的衙役们对这林四叔的同情是大于对他杀人的愤恨的，毕竟他杀的是有过之人。可此时锦娘的话却仿佛又落到了容易的耳边，他淡然笑着，只表面上倾听，内心却显然很平静。四叔，我来看你了。林四叔抬起了头，看了容易一眼，而后又把头给低了下去。他没有与容易搭话，容易在这一眼中看到了林四叔的眼神，心底微微一动。这一刻，他从林四叔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一片死灰。四叔不说话，也不愿意替自己辩解，是因为四婶死了，你想长命，自己也不想活了，是吗？林四叔蹲在牢房的角落里，对容易此时说的话只当充耳不闻。他不停地拿着一旁的树枝在地上划着，一下接着一下，仿佛是有一把刀在对着他的心灵持。四叔一定很爱四婶，可惜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些事情是凭努力做不到的，就比如四婶的心。林四叔依旧心冷如冰，波澜不起。容易又说了一会儿话，见林四叔还是没有反应，他的目光闪烁了下，忽而将自己之前得到的阿武身上的令牌拿出来，他用力将这令牌扔了过去。四叔可以去死，容易也并不想拦着，毕竟四婶是你杀的，这也是事实。你如今想要自己去死，然后去阴间找四婶赎罪，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过阴间的这笔账你就不打算管了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扔过去的令牌是那个已死之人阿武身上的。四叔，四婶若是没有被那个该死的奸夫勾引，她会想着要离开你吗？若不是因为那人，四婶便不会想着要走，而四叔也就不会怒而杀人。四叔，你自己可以做什么赎罪都可以，只是若是你死了，谁又来替四婶报仇？那个人你就要这般放过了他，让他抛弃了四婶，独自又活得逍遥自在。四叔，你能甘心吗？锦娘说，林四叔的思维模式不一定如正常人，他定然是不想死了，可他是偏执型的，那么得让他替林四婶做未完成之事，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的想着活下去。容易的唇角轻勾，清风一般的笑容微微收起，表情冷漠。杀人不如诛心，只要掌握了人心，什么不可被利用？果然，在容易说了这句话之后，原本丝毫状态俱无的林四叔忽而眼睛里有了光，甚至于一个激动，他站了起来，朝着容易走过去。容易知道自己的话起作用了，他此时也听到了林四叔镇定而又坚韧的声音：我要怎么做？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奸夫？你救我出去，我要找到那个奸夫。容易定定地看了看他，忽而轻笑：好，不过今后你要为我所用，你成为我的帮手，我便助你查到那个奸夫。宋时锦活动了下筋骨，扭腰摆臀，一字马下腰，怎么又感觉轻松了许多了？宋时锦感叹了下，瘦下来之后的好处真的太多太多，简直不要太过瘾了。明天容易才要从镇子上回来的，他倒是可以多给自己点个人空间。就在宋时锦想着接下来这过完年了要做点什么的时候，忽而有人在门外叫门：宋大小姐在家吗？宋时锦微微一愣，来找他的，好像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主动来找他的吧？以往所有的人事要不然都是找容易的，要不然就是如村子里的人一般叫他容家的，叫宋大小姐这就奇怪了。你是？大小姐，我等是宋家的随从，老爷与夫人想你了，要你回家一趟。宋时锦眯着眼睛瞧着这随从的模样，心底多了几分冷意。他转身就走，连给这个随从一个多余的眼色都没有的。不回。那随从本来想着嫁到这种村子里过上苦日子的宋家大小姐，如今得了老爷夫人的信儿，说要让她回去，应该是兴高采烈，而后直接跳上牛车就直接跟着走的。怎么会是这么个情况？大小姐，你这是？大小姐，你这是？这又该怎么接人呢？宋时锦回了房间，思考了下这会儿的事情，他忽而意识到了有些许的不对劲儿。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关心过他这个女儿的死活的宋家，什么时候开始又来关心他了？简直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才不傻呢，自己送上门去给人欺负，想要让他回去，不好意思，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回去的。况且容易不在家，他走的话，起码也得向他说一声，省得容易会担心。大小姐，大小姐，你有话好好说。夫人和老爷是真的很想你啊。大小姐，宋老爷和宋夫人知道您心底有气，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这心里的气还没消吗？宋时锦一头雾水，听起来似乎原主嫁给了容易，当时还是有着怨气的。不过似乎有怨气也是很正常的，毕竟这两个人当初也并不相爱，明明不爱对方，却因为发生了意外又得了荣爵，两个理念性格毫不相同的人就这样被绑到了一起，这才成了一段不大好的婚姻。而且这宋家的随从嗓门也太大了点吧？娘，这外头的人是谁啊？怎么叫喊得这么厉害？你外公外婆家的，说是要我回去一趟，我自然是不愿意回去的，他们就自己在外头大吼大叫的，有点烦。荣爵一听是外公外婆家的，心立刻就慌了。娘，你不会是要趁着爹不在家要跑吧？你要跑的话带我啊，我也不想跟爹一起过了，以后你离家出走就带着我走。宋时锦有些无语，这个小叛徒，你他妈要是跟着我跑了，那我才会真跑不远。我自己合理走了就算了，拐带了未来首辅的亲儿子，这罪名那可就大了。那变态首辅不扒了他一层皮都是轻的，他才不要呢。宋时锦的心里这般想，对上小孩子自然是不能直说的，要哄着。娘没打算这会儿走，况且跑什么跑啊？你爹要是同意了让我走，我也用不着犯傻。再说了，你外公跟外婆对娘特别不好，他们现在让娘回去肯定没好事儿。
那娘，要不要我去将他们给撵走？荣爵一听娘亲不走了，心底松了口气，只要娘亲不走，其他什么事儿都不重要。你不必出面，他们一会儿会自己走的。那娘，你现在收拾行李做什么？哼，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这宋员外都能让随从来找我了，一次不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既然早晚都要去的，那还不如提前收拾东西。荣爵翻了个白眼儿，娘，你真怂。就在母子俩这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忽而门外那随从，此时的声音在停了会儿之后，便又跟着响了起来。大小姐，夫人来了，你快开门呐！宋夫人来了，他娘。宋时锦起了身，本是不想惹事儿，奈何事情一定要惹他。既然如此，只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倒是要瞧瞧，这宋家的人这一回让他回去，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到了门口，宋时锦此时看到宋大小姐原身的母亲，一身大红色的衣衫，眉目如画，被身边的奴婢们搀扶着，姿态虽然做作，可因为长得太过于美貌，不过简单的一颦一笑便显出了万种风情。宋时锦的内心有些震惊，原主的娘亲居然美成这样，我的锦儿瘦了。宋时锦有些无语，我他妈出来本来就是想拿菜刀砍人的，看在你长得美的份上，我就不砍你了。有事说事儿，无事回去，我这里恕不接待。宋时锦冷哼了一声，好在容易就长得很好看，荣爵也不赖，他天天对着俩天仙角色都能无动于衷，这个郑飞鱼的段位到了他的跟前儿还是低了的。钢铁直女，你懂的，对男对女都一个样，不必解释。郑飞鱼被宋时锦这番话骂的瞬间破涕为笑，他不仅没有走，还莲步轻移，自顾自地朝着宋家破烂的门走去。这位夫人，我话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请你圆润的走开，不要进我家的门好吗？他的话音一落，郑飞鱼已经进了门了。啊，感情是我白说了。宋时锦追了上去，眉头紧锁，整个人对此异常的不满意。我刚刚说的话，难不成你听不懂吗？我不想与夫人为难，还请你要一些脸面。郑飞鱼抿嘴轻笑，忽而走了上前，伸出手在宋时锦的小脸上拍了拍。乖女儿，不愧是我生的，真有个性，娘喜欢。宋时锦被这一下都给拍懵逼了都。宋夫人郑飞鱼竟然是这样二货的一个人设吗？这一懵，没有反应过来，郑飞鱼已经进了宋时锦的屋子，而后转了出来。你的闺房怎么这么冷啊？怎么连个炭火都不剩？郑飞鱼忽而眼睛一瞟，瞅见了书房外的烟火气，迈开了步子，朝着书房走了进去。进了书房，扑面而来的暖意瞬间令他整个人眼睛都亮了起来。还是这书房最是暖和。夫人，你这不能……宋时锦反应过来，又追了上去。他进了书房，才发现郑飞鱼此时已经坐在宋时锦所睡的卧榻上了。果然这才像话，看来你与小易的关系只能算是相敬如宾啊。不过能睡一屋却不同床，也不至于差到哪儿去。宋夫人的确极其的好看，宋时锦瞧着她随意一个姿态往卧榻上一坐，那手臂简单的一个支撑，眉眼之间仿佛有云雾涌动，水润多情，水润多情。宋时锦一时有些无语，他为什么总觉得这个宋大小姐的亲生娘亲有点哪怪怪的？怎么瞧着这么不像正经的大房，正经的正妻呢？你出去！宋时锦皱起眉头，此时的他就算是感觉这个宋夫人奇奇怪怪的，他也不能接受这么一个人躺在他的卧榻上。郑飞鱼将嘴一嘟，眼神中多了几分委屈。锦儿这般对娘，娘都要伤心难过的想要掉眼泪了。你刚刚不是已经哭过了吗？哭过了就快走，别在这会儿浪费时间。我好难过，我亲生的女儿对我如此冷酷无情。你能不演戏了吗？咱们两个之间好像真没有过那么好的感情。锦儿啊，你这么说，为娘的心就如同被针扎一般，好痛啊！我还能让你更痛，信不信啊？你出去不出去啊？郑飞鱼咬着下嘴唇，柔柔弱弱地摇了摇头，蓬松又茂盛的黑发微微地散乱了几分，显得更好看了。可惜呀，再好看，他遇到了钢铁的宋时锦，那是怎么也不会多看一眼的。宋时锦双手环胸，神色阴冷。我数1、2、3这3个数，说是你不走，那我就要动手了。1、2、
眼瞧着3就要说出口了，郑飞鱼忽而就站了起来。我的晴儿对我如此无情，我的晴儿对我如此无情，我要找乖女婿好好问问看看，是不是他对你过于无情，才让你变成了这个样子。郑飞鱼一边说着，一边柔弱地继续做事，要起身走开。宋时锦闻言，眉头皱了起来。宋家的事情得他这个宋家人来解决，这郑飞鱼是个麻烦的，说是真的去找到容易的身上去，那他岂不是很倒霉？他可不想给自己惹祸上身，最好不要招惹那个首府的好。回来，你给我过来。那宋夫人一听这话，立刻又欣喜地重重地点点头，一副极为乖巧的模样，转了身，回到了原来刚刚坐着的卧榻上，坐了下来，一边坐着，一边还特别嫌弃着道：女儿，你这卧榻太硬了些，睡得不够软和，不如我回头给你整一些好的布料和棉花，再找最好的绣娘给你整些好的，保证你能喜欢的那种。宋时锦忽而觉得自己的眉毛微微一抽，一阵头疼。如果宋夫人是个冷漠无情又高高在上、狗眼看人低的那种富家太太，她大概能够轻松应付，反正那种人都是要脸面的，她几句话就能给打发了出去。可此时眼前的这个宋夫人却显然完全不是那种类型，有点死皮不要脸的意思。既然是这么一个性格，她就很为难了。还有人比她更不要脸的，一瞧着就是个不在乎自己名声的；还有人比她更不要脸的，一瞧着就是个不在乎自己名声的。她这瞧着是比较难办的。宋时锦皱着眉头，他搬了把椅子，端庄地坐下，面对着眼前乖巧柔美的宋夫人，他莫名觉得这个场面仿佛有些熟悉，像不像当家主母教训不听话半夜爬床的小妾？太他妈像了。宋时锦赶紧收起脑洞，这眼前卖弄风姿的可不是什么小妾，那是他这具身子的娘。说吧，你到了这里来到底想做什么？将近快4、5年都对我不闻不问的，如今倒过来示好了。哼，你真以为我是个傻乎乎就能原谅你的？郑飞鱼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盯着宋时锦，而后掐着嗓子道：人家不是故意的嘛，只要你这事儿都没开口说过，有了身子之后说走就走，说嫁人就嫁人。这就是你不来看我的理由吗？你不也没回宋家看过我？你从小就不跟我亲，说走就走，在家里头谁能拦得住你？宋大小姐是这种人设，我操，这他妈不可能吧？可她完全只有书里又黑又丑又胖的首府原配的模样。每次容易出现之后，与宋大小姐说上2句，之后就看着她这副畏畏缩缩的样子，便眉头紧皱，而后又走开。我之前遇到歹徒了，从悬崖上摔了下来，脑子时不时的糊涂得很，一点也不灵光。那你跟我说说，我怎么就嫁了容易，又怎么在家里头给你脸色了？你呀，就是那么一个骄傲的性子，喜欢安锦泽，却也并不表白，性子向来沉闷。娘有些后悔，小时候将你送到你舅舅那里去照顾了。我刚刚生下你的时候，你明明还那么白嫩可爱，长得虽然没有遗传我的美貌，可到底也还是可以的。只要稍稍学些拿捏男人的手段，又怎么会连安锦泽都拿不下来呢？宋时锦有些无语。我谢谢你的不养之恩，跟你一样，我宁可回到你的肚子里重造。就是因为这宋家只是个商贾之后，娘觉得你待在那种环境里，只会学得一身红袖，到时候斤斤计较1分1毫的，岂不丢了我们郑家的脸？说来，娘好歹也是郑氏族人，自然是要拜托你舅舅将你带去郑家教养的。宋时锦这回算是听明白了，崔卢郑王4大氏族皆是世家子弟，生来便是高门贵族。她这个看着有点像是风尘女子的亲娘，居然还是出身荥阳正室。在你3岁的时候，我便将你送去了你舅舅那里，好容易在你11岁给带回来。娘跟你分离8年，还没有感受亲情温暖的，你便被人陷害，与那荣秀才有了首尾。宋时锦皱起了眉头，他总觉得这个故事大致是这个故事，可背后应该不会有这么简单。就眼前的郑飞鱼就挺莫名其妙的，哪有母女分离8年之久的？是什么样的内情能让她这样的一个女人连母女之间那么强烈的情感都顾及不上？又哪有好容易见了女儿之后被陷害了出了事儿，她却又是销声匿迹，居然4、5年都没有来看过自己的女儿？那既然你之前都没有来看过我，如今又何必要来做什么好人？这般奇奇怪怪的，反而令人不喜。你不将话说清楚，
我又如何能信你？娘也是身不由己。你不知道，当初你发生了这种事情，在这种小村子里已经是闹得很大，在郑氏更是翻了天了。你是郑氏教养出来的女儿，一言一行虽然是典范，却也是所有人抓着把柄的对象。许多人就等着郑氏的女儿犯错，而后拿捏这些错误出手，到时候针对你，针对郑家。娘虽然已经不在郑氏一族，又低配给了一商贾，可你毕竟是娘的女儿，娘自然是要去郑氏求你外祖父帮你的，可你外祖父却不帮忙，是为了郑氏一族的荣耀，未免有这样的郑氏子孙丢了郑氏的颜面。是，可你是娘的女儿，娘才不会管什么正事，什么脸面。娘要做的就是去那些个贵人，让他们来帮你解决这件事。而且娘也不想你随随便便就嫁给一个穷酸秀才，毁了自己一生。郑飞鱼说到这里，咬牙切齿，表情更为阴冷。可我想这般做，却被你外祖父给拦了下来。他不帮着我就算了，他还囚禁我，整整将我关在家中3年之久。宋时锦听着宋夫人这么说，一时感觉信息量有些大，他这会儿有点懵。所以说，宋夫人并不是不想宠着女儿，只是她被霸道强悍的娘家人给软禁了，而很有可能她的父亲之所以不敢前来这村子看她，也是因为担心被郑氏给打压。好景儿，娘知道对不起你，你恨娘怨娘都是正常的，只要你以后不要拒绝我的好意，我保证不会做得很过分的。郑飞鱼那绝色倾城的脸上又挂上了自怨自艾的表情。宋时锦一瞧他这模样，立刻浑身抖了抖。他思考了下，这才说道：虽然你说的话不知道是真是假，暂且就当是真的，具体的真相我一时半会儿也无法调查清楚，只能先按照你所说的这个情况。不过如你所说，我们母女多年未见，感情不深，你对我不了解，我对你也不了解，忽然你出现，又说是我娘，又说是怎么样对我好，很抱歉，我觉得我暂时还无法接受，我不相信一时的鬼话，我只信日久见人心，暂时让我接受你，我还做不到，我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郑飞鱼一听宋时锦这样说，表情略微的黯然，可他仔细思考了下，也只能是点点头，大概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方式了。这村子里大多数的人都叫我锦娘，我先给你做个心理预期，我大约还有2-3个月要与容易和离，孩子归他，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希望到时候你或者郑家不要插手。宋夫人原本温柔的表情此时忽而僵住了，一脸的不可思议。你居然要和离？不，你听娘说，若是被郑氏家族的人知道了，你会被打死的。之前那一次，若不是娘苦苦哀求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你已经被沉塘了。家族名声大于一切，这不是个人利益能解释得了的。宋时锦未婚女子与外男发生了那种羞耻之事，之后又身怀6甲，这种事情对于高门贵女、世家大族来说，那是令全族蒙羞的事情。我若真的选择和离，又怕得了什么？我只是小时候接受了郑家的教养，所以为了郑家贵女的名声，牺牲了我的婚姻。可如今我已然被郑家所放弃，我没吃他的，喝他的，如今我要和离，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不管你之前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也不管我之前有什么，我宋时锦如今谁也不依靠，便也不必受此制约。郑飞鱼定定地看着宋时锦，忽而轻笑出声，他唇角微勾，目光中带上几分欣喜和意外，仿佛第一次看清楚了自己的女儿。他轻呵了一声，眼眸中难掩几分世家贵女的骄傲，语气微带讽刺，此时仿佛想起了什么。那些人皆以为这已经是过去了5年，而你很有可能已经变得不再是以前的贵女，这的确万分可笑。若是真正骨子里尊贵的女人，又如何会因为世事困顿而失去本我？便是如莲花一般扎根于淤泥，也能绽放光芒。你想多了，你的亲闺女的确是受不了从贵女变成了德行有失的名声尽毁之人，自暴自弃，对自己残忍，也对亲生的儿子残忍，已经去了。你若想做什么便去做吧，娘之前护不住你，已经让你吃了一次苦，可这一次娘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正在2人聊了会儿的时候，荣爵从门外探了身子进来。娘，你聊了这么久，饿不饿？要不要我给你做点吃的？这就是我的亲外孙，这孩子长得真好看，跟那个沉默寡言的姑爷长得还真像。
你这嫁的这个姑爷，好在长相还行，这也是我这个当娘的对你的亲事唯一满意的地方，好歹领出去也挺排场。未来的首辅大人呐，人家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学，那才是真的牛逼。荣爵看着郑飞鱼，而后又看向了宋时锦，那一双眼睛仿佛是在问他，这人是谁？他要对这样的人怎么反应？他是你外祖母？外祖母？你真的是我的外祖母？郑飞鱼一瞧这孩子的模样，心都要被融化了，他连连点头，一脸的和蔼可亲。孩子，没错，我真是你亲外祖母，是祖母不够好，让你受苦了。我的亲外孙果然长得好看，名字也好听，是叫荣爵吧？外祖母好，我是荣爵。他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宋夫人，只觉得她眉宇之间的确有几分与宋时锦相像，如此看来，此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祖母了。好了，过来吧。娘。不好意思，孩子有些腼腆，他并不习惯与陌生人说话。若是普通的陌生人，荣爵会比现在更有礼貌。可他听说了是自己的外祖母，荣爵即使是个孩子，也是内心警惕和复杂的。这不怪孩子，我又未曾替孩子做过什么，都是我的错。你把我的外孙养得很好，又白又胖的，我没什么好表达的。就这房子有些破旧了，我给你些银子傍身。容易长得好，这样的男人难免出门之后诱惑诸多。他若是在外花心，碰着个喜欢的，要整进门。宋夫人叨叨叨地说着，忽而宋时锦打断了他：“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他那样我只会和离得更快。宋夫人，你别以这种姿态插手我的事，我就很高兴了。以后慢慢相处着吧。”是我对不住你，如今话多无益。他的话说到这里，忽而轻喊了一声：“阿大，你进来。”主子，将我准备的银子留下。娘这么多年都没有好好对你，这些银子纯当是娘对你的补偿。这是5000两的银票，取这票子可以随便到镇子上的钱庄里支取。娘知道你是个硬性子，又清高孤傲，可能从不会将这银子放在眼里。宋时锦咽着口水：“不，您大概对我有什么误解？”你也别想着不收，这些银子本就该是你的。刚刚我也听过你说的话，说是想要和离，那自然是也需要银子傍身的。留下这些银子，我才能放心。哎呀，您看您来了就来了，留什么银子嘛？真是的，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哼，谁会嫌弃钱少啊？况且当娘的给女儿钱，为啥不要？郑飞鱼有些疑惑，眼前的这个没怎么了解过的女儿做出来的事情，总是让他这个当娘的有些意外。明明都不想认他这个娘了，居然拿钱拿得这么痛快。那个，毕竟咱们有血缘关系，你这银子呢，就当是给我补偿的抚养费。我收这个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这样多好。你若是很缺银子，我也可以。那倒不必了，这是你给的抚养赔偿，我会立刻接受。至于其他的，那就还是算了，我也不是不能挣钱的，不是？况且我接受银子了，你的心里也能更好受一些。而且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是不是你真的说的那种状态，我都要提醒你一句，要多来看看荣爵。宋时锦的话令郑飞鱼一时的沉默，他看了宋时锦半天，没想到你会如此豁达，我本以为你会很恨我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这样的代价不是我恨你，而是你自己能不能原谅你自己。我不会拿旁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更不会恨谁。当然，原因主要还是你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没有的亲情，我也不会在乎他会不会回来，会不会失去。我本以为我算是无情之人了，原来真正无心无情的人是你。你对荣毅和荣爵也是这样吗？你也不曾期待，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有一天过于牵挂而失去你现在此时的冷静？每一个人嘴上的道理都很多，也会时不时的以很高的道德来要求自己，或者告诉自己该怎么做。只是等到真正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冷静大概就是一个笑话。孩子，若是有一天你为此而后悔了，你该怎么办？这宋时锦果然还是年轻呢，如今日子已经过了，孩子也有了，男人也挺好，却口里一直提着要和离，而且行为也是始终将自己当成外人的模样。表面上看着一副温柔体贴，谁都好说话的模样，可是心底却如深水冰冷，无人可探。我能不能住到你的房间去？什么意思？我们主子的意思就是今天晚上要住在这间房。郑飞鱼点点头，
脸上笑意盈盈的，本就好看的她轻微一笑，便仿若春花一般灿烂。好容易来了一次，见了女儿和外孙，可我那个姑爷还没有见到，这怎么能行呢？我就在这儿住上1个月吧。这不行，你这……刚刚那笔5000两的银子，是我在这儿1个月的伙食费和住宿费，若是不够的话，还能再加5000两。宋时锦闻言，立刻眼睛放光，成交，你爱住就住。哼，金主妈妈的大腿我就抱了，这个来钱更快呀！有什么能比钱财到手更重要的事儿吗？对了，您住下来之后需要什么热水吗？我那个房间虽然小，但是格局我可是专门设计过的。说是你喜欢呢，我就给你解释解释我这摆放的意义。郑飞鱼一眼瞧出来自己这闺女的经商本质，他倒也不拆她的台，只对着阿大使了个眼色，阿大便又立刻取了5000两银票拿出来，放在了宋时锦身边的桌子上。还请少主帮忙教一下阿大使用暖炕，主子体寒，需要将屋里提升一下温度。牛二哥，谢谢了。谢什么？还是得我谢谢你呢。平日里我哪有机会见到县衙长啥样啊？走到那种地方，咱就心里发怵。果然还是你胆子大。普通老百姓没什么见识，穷山沟沟里的哪里有过那样的经历？平日里都得躲着的，生怕自己被官给找了。说是牛二哥不嫌弃，以后我若还去这等地方，还与你一道。若是一哥愿意提携，那我牛二自当鞍前马后，帮一哥做事儿。容易这表面上只是个秀才，可他有大才，那样的能力绝非普通人可比。他这般的优秀，能跟到他身边，以后做点事情，也算是一飞冲天了。容易笑了笑，目光中带上了几分柔和。而后，这2个人将牛车停到容家门口，看到一辆相对豪华的马车正停着，而旁边的村民们更是站在一旁指指点点的，一时有些懵。怎么回事啊？荣秀才，你可回来了！这马车这么豪华，怎么就停到你们家门口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说锦娘在外头惹到什么贵人啦？就是，你瞧见了没？这车还有那马，那绝对是富贵人家呀！听说马车上下来的还是个绝色美人呢，一瞧就是贵妇。你快回去瞧瞧吧。一哥，这怎么回事？你快回去瞧瞧锦娘吧，别真是出事儿了。是锦娘出了什么事吗？希望并非如此。容易推开了门，正好看到一个拎着剑的年轻男人正在劈柴。不是明天才回来的吗？怎么今天这么快就回来了？容易眼睛微眯，目光落在年轻男人的身上，忽而牙痒痒。他抢了我的活干。宋时锦看着容易这副义愤填膺的模样，一时愣住，忽而回头看去，正瞧见了阿大正在劈柴的样子。首府大人的嗜好居然是砍柴，莫名感觉有些恶趣味的样子。无妨，回头你再上山砍一些回来劈，身上啥没有啊，就树多。容易默默地看了眼宋时锦，知道跟他说太多没啥用，索性直接进入重点。他是谁？我就离开1天，家里头就来野男人了，而且气度、容貌、身手，包括身材等，都是村子里头拔尖的。更何况身上穿着的还是绫罗绸缎。宝宝不开心，宝宝有情绪了。哎，先别管这个，你呀，赶紧去挑水，多挑几桶，将咱们备用的缸都给装满，估计晚上用水多呀。容易的脸色越来越黑，不仅仅是听不明白，更是满脑子雾水。可他也不敢问呢，怕问了锦娘会因此而生气。容易满心如同猫抓一样，他想问那个野男人是谁，他怎么抢了他的活儿，还想问问宋时锦，他为什么要这般的将一男人留宿家中，而且他还叫别人爸爸。可满心火急火燎的，最后他脱口而出的话却是：知道了，我会挑满所有的空缸，放心吧。我真想伤我自己，我他妈真没骨气。宋时锦感觉这容易果然听话呀，真是又奶又狗，好男人呐。他上前伸出手，踮起了脚尖，抬起了胳膊，拍了拍容易的头，加油干呐，少年，你真棒。宋时锦转身走了开，容易站在原地，眸色闪烁，那升腾起来的火气忽而就瞬间消失了个干净。一哥，怎么样？锦娘没什么事吧？你这是……容易摇了摇头，沉默了下。锦娘让我帮忙挑水，我得先干活。我看你家来客人，不如我帮你挑水去，你到家里头先去照顾客人。牛二哥这话还没说完，容易俊眉微皱，立刻摇了摇头，他神情严肃，脸色微冷。
不必，这是我的活，我不能假手于人。我先忙去了，二哥也先回去吧。二嫂在家，该等着急了。容易先行告退。容易没再说什么话，脑子里只有尘鼓重重的在敲。他的危机感极重，而且从来没有如今这般严重。只有干活才能在这家里有发言权，谁抢我活等于夺我权。哼，还好我能挑水。回去我就要问问清楚，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外祖母，这些真的是给我的。眼珠子转了转，他眼睛睁大了，瞧着桌子上放着的五颜六色的宝石。外祖母与他聊天，脑子奇奇怪怪的，大概有病，居然拿了一堆石头过来，说是要给他长见识。其中一块绿色的石头，亮晶晶的，倒是挺好看。容易觉得跟他娘挺配，说实话挺想要的。外祖母说那石头叫祖母绿，奇奇怪怪的名字，跟外祖母一样的奇怪。荣觉在心底默默的吐槽，表面上却还是一张笑脸。娘说了，这位是金主爸爸，不能惹，要宠，死命宠的那种。说是我们荣觉喜欢，那就都拿去。荣觉点点头。瞧吧，果然外祖母脑子不正常，将普通的石头当成是值钱的。谁不爱钱？所以能随随便便送出去的石头定然不值钱。端坐在书桌前，容易拿出一支已经用坏了的毛笔，开始拔毛，一根两根，每揪一根他便痛快一分，兴奋嗜血的眼神亦是潜藏不住。谁也不能夺他的锦娘，谁也不能。他挑水回来，竟然发现锦娘房间的烛火通明，而且暖炕似乎也烧了起来。所以那个野男人晚上要睡在锦娘的房里吗？他也许就是那个安锦泽，就是那个安郎。如此一想，容易咬牙切齿，胸口被怒火充满，心都如同抽搐了起来，一抽一疼，令他难以忍受。忽然又想杀兔子了，怎么办？忍住，明天上山砍柴的时候，先去捉个几只。容易，出来端饭了，该用晚膳了。要干活了，必须勤快一些。等会你小心一些说话，不要乱讲什么，省得惹到了我新的金主。金主？因为钱？说是锦娘没钱了，我那里还有些银子可以供锦娘使用。那不行，我不能平白无故的拿你的钱用，毕竟拿了总还是要还的。容易一噎，难道宋时锦现在找的金主，他拿了人家的钱就丝毫不客气，不愿意还了吗？小心一些啊，别把我的红烧狮子头给颠洒了。宋夫人，来尝尝我做的狮子头，这个味道可是极好的呢。容易，赶紧的，把菜端到宋夫人的跟前儿。容易一时语塞，他本以为自己进来之后是要面对着一场刀光剑影的，那定然是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决。可看到了自己的丈母娘之后，差点举起来的30米的大刀就此收住。我他妈差点把刀对向岳母大人。容易有些奇怪地看了宋时锦一眼。你叫她宋夫人？有什么问题吗？容易看着宋时锦一副极其自然的模样，将她可是你亲娘啊这句话给吞了回去。人家母女之间的事儿，他还是不要插嘴，要不然最后里外不是人。他是见过宋夫人的，所以能认得出来。虽然不喜，可面子还是得给的。夫人，您赶紧尝尝我做的饭菜，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郑飞鱼一头雾水，自己这个女儿瞧着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让他整个人这会儿都有些懵。当然，同样懵的还有旁边的一堆人。不过这会儿已经恢复了神智的容易，已经彻底想明白了。当没有对那个劈柴男人的嫉妒和醋意之后，容易的脑子瞬间就清醒了。能让宋时锦这么矛盾的，向来只有一个原因：钱。不知道夫人如何会想到这边来？我来瞧瞧我女儿这么多年有没有被你给虐待了。容易的眉头微皱，果然来者不善。夫人也说了这么多年，若是在下真的虐待了锦娘，夫人这会儿前来又有什么用？容易眯着眼，心底冷笑。扎心吗？谁不会？敢说你比我好多少，还说我虐待。宋时锦瞧了一眼这两位金主大佬，爸爸们吵起来了，这个对他挣钱造成的影响太恶劣了。宋时锦对郑飞鱼不熟，自然是不敢对着他放肆的，可他对容易敢呢。容易，你怎么说话的？正凶巴巴的容易顿时哑口无言，倏地一软，犹如对着外人吼得厉害的狗狗被主人一声呵斥，顿时不敢了的情景。你瞧我们容易就是不知道怎么说话，你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他其实没那个意思的。
郑飞鱼默然，事实上他倒是希望自己才是被宋时锦教训的那个，说是自己被教训了，那反而正说明了他在女儿心中的地位要比容易高，若不是因为关系好，那怎么可能会凶你？姐儿别这么说，是我刚刚言语上过了，姑爷你可别跟我一般见识。不敢不敢。虽然我刚刚说话有点过分，可倒也真心瞧出来了，我这女儿与姑爷之间的感情是极好的，她还是向着你说话的，这样我也放心了许多。容易被这话说的心里甜滋滋的，只是锦娘对他和儿子好那是自然的，可他如今是在尽着自己作为妻子的本分，说是与他和离了，那自然他的待遇会一落千丈。容易的手指缩了缩，他不想与锦娘和离，不想与锦娘分开。锦娘的确对我与觉儿很好，我会尽力好好照顾她的，只要旁人能给的我都能。而后他扭头看着身边坐着的宋时锦，忽而伸出手握住了他的。宋时锦一愣，反射性的就想把自己的手给抽回来，只是好像他尝试了下没用，容易的手劲儿很大，跟个铁钳子似的，只要握住了就完全不肯放手的样子。宋时锦有些疑惑，容易挑眉看了他一眼，不能让你娘看出我对你不好。那个你大概不知道，我已经跟宋夫人坦白了我们之间会和离的事情，她早就知道了，所以这种场面的假装没有必要的。不得不说，真不愧是主子的女儿啊，这对男人的扎心真的是一流的。阿大默默地看了眼少主，容易果然不吭声了，自己选择的路就是跪着也得走完，怎么当时就鬼上身了，同意了这女人说的要和离了呢？现在沦落到这种地步，她活该，她活该。这个味道可以啊。那是自然的，我娘做的饭那能不好吃吗？我最爱吃的可是红烧肉，微甜不油腻，吃一块入口即化，味道香极了。可是娘不让我多吃，饭菜自然是好吃的，可娘也是严厉的。你这手艺可以说是一绝了，怎么能这么好吃呢？其实就是知道这些个食材的配方，然后用心做就好。说是这么说，可这样的饭菜我也不是没有吃过，明明跟你做的一样的食物，我却始终觉得差了那么点味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你做的好吃。可能是因为宋夫人太想念女儿，吃的这些实则是带上了一些别的味道。锦娘又可堆雪人了，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你无需顾虑。主子既然喜欢，那就多吃一些。说的是，这次吃完而后走了，下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确得多吃一点儿。没见女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想，他以为自己可以强硬下心态，不见她便是对她好，可真的失去了这么多年的照顾，他再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儿，却从来没有过的懊悔。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这世界上从来都不会有后悔药。你说我这个外祖母，我需不需要跟我娘说一声，让她给她找个大夫？王傲轩一头雾水，荣觉又叹气，她总是要给我们这些个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拿这些个石头当宝贝，真让人想不通。王傲轩瞧了一眼，默默的没出声。也就只有你会将祖母绿的翡翠宝石当成是普通石头，还要送给我。王傲轩最终还是提醒了他一句，这些东西你知道值多少银子吗？很值钱吗？我外祖母一大堆，我估计她只是随便整出来的，其实没啥意思，也不值钱的那种。这么说吧，就你手中的这块杨枝玉，买了你们村子里所有的地都是绰绰有余，而你之前要送我的那块绿莹莹的石头，也就是祖母绿的翡翠，那就更值钱了，够你置办好多好多的良田和房产。你外祖母拿这样各式各样的珠宝出来，其实是为了帮你增长见闻。荣爵，你这个外祖母不简单。我该交代的都交代过了，今天晚上的机会你记得好好把握。我并不希望锦娘与你和离，你去吧。锦娘可睡了？宋时锦身子微微一颤，忙道：“睡了睡了。”而后宋时锦身子一僵：“你都睡着了，怎么可能还会好好的回应人家？”容易心底轻笑，看着眼前装睡的宋时锦，莫名觉得有趣。这女人有时候还是挺口是心非的。锦娘若是没睡，不如与我聊聊。宋时锦噌的一下坐了起来：“好啊，来，我们两个好好的聊上一聊。不是我们要聊天的吗？你他妈不守武德，要钻老子被窝！”容易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可是如此冬天这般冷，这房间里只有这暖炕上最是热，我体寒受不得冷。容易一双水润润的狭长凤眼中
容易一双水润润的狭长凤眼中多了几分氤氲的微红。我们只这么盖着棉被纯聊天便可，锦娘，你说可好？宋时锦感觉不妥，他刚刚想要起来下炕，想着要跟容易分床，忽而容易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容易轻笑，声音带着浅笑，仿佛此时能颤动了宋时锦的一颗心一般。好了，你别动，不过与你玩笑而已。我知锦娘嫌弃于我，不想与我同榻而眠。说着，容易俊美的脸上多了几分黯然。你已然是决定了要走的，定然是不肯原谅于我了。宋时锦最是瞧不得美男失落，这容易的一张脸配上这种自怨自艾的怜惜，的确令宋时锦立刻又是鸡皮疙瘩落了一地。当然，尽管如此，他整个人的心还是跟着微微的一颤，有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觉。容易忽而手上加了些力道，拉住他，声音却更轻柔。是我让锦娘失望了，你我成亲多年，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你，也并未关心过你，你对我有恨是应该的。容易叹息着，长长的眼睫毛微颤。这几个月，你或许是想开了，对我不再有往日的纠缠，开始变得自立自强，也变得越发优秀，这让我悔之不已。容易松开了宋时锦。锦娘就坐在这吧，我还不困，只想与你聊聊天。我们共坐于暖炕之上，我不会有逾矩的行为。若锦娘心不甘情不愿，我定然是不会对锦娘行夫妻之道。宋时锦微微一怔，半天张了张嘴，他的脸一红，眼睛却瞪大了，整个人倒是也不动了。他果然听着容易的话，坐稳了身子，而后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容易。宋时锦挑了挑眉，忽而很是认真着道：容易，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她虽然是个直女，可这容易磨磨蹭蹭，又磨磨唧唧，还拖拖拉拉的，说个话又这么云里雾里的，让她虽然有些懵，倒也不是傻到了极点。她能真的不懂容易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吗？这人来蹭她的床，蹭她的被窝，若是对她没意思，会这么干吗？她又不是脑子进水了。容易身子一紧，忽而整个人紧张了起来，他的目光也紧紧地锁上了宋时锦。二人四目相对，宋时锦很认真着道：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对人这样。我虽然有些胖吧，可我有一个有趣的灵魂，还是比较容易招人喜欢的。宋时锦大大咧咧的，忽而一张脸靠近了容易，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容易，问道：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所以才会近来的举动奇奇怪怪的，还对我颇为关心？我有很多你反应的设想，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这般直接，我所有的撩人情话不知道该说啥了。宋时锦扬起了脸，等着容易的反应。虽然容易很帅吧，可架不住他自己优秀啊，这么优秀的他被一个古人喜欢了，也没啥大不了的。容易，你若是喜欢我，你就直说，别总拐弯抹角的，是个男人的话就直接一些，你总是说一些莫名其妙拐着弯的话，还要我去猜心思，我他妈这种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哪里能想的那么多啊？我容易萎了，他俊美的脸忽而就涨得通红，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宋时锦这般的靠近，他整个人的心脏都开始炸裂一般的狂跳，扑通扑通的跳得那样的猛烈，让他烫了起来。宋时锦眼珠子滴溜溜的直转，他眯着眼睛得意着道：你果然喜欢我。他胖怎么了？胖也是个优秀的胖子，只要性格好，怎么可能不会被人给追求呢？容易觉得自己想要说出来的话全被宋时锦给说了，他这一刻脑子里真的都成了浆糊，完全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应。最终他只能重重的点点头。这一声音发出，一时空气安静了下来。宋时锦忽而干笑了下，他之前只是猜测而已，却不想居然是真的，容易竟然是真的喜欢他。我想当你姐姐，又想你当爸爸，最后我才发现你他妈原来一直想睡我。想睡？你早说呀，长得这么帅，嘿，白睡我都不吃亏。容易见他沉默了半天，也不知道宋时锦此时已经神游了，忽而半天他开口问道：那你呢？你是不是嫌弃我不喜欢我？没有，你虽然冷冰冰的，又很狗，听话的时候是真听话，狗的时候也是真的狗，可最起码你没有让我觉得讨厌你或者嫌弃你的。宋时锦这话说得很真诚，可容易一脸懵，真不知道他说的是赞美还是讽刺。不过最后一句是重点，锦娘没有讨厌他，也没有嫌弃他。男人忽而展颜微笑，春花绽放，容颜倾城，长得好看，就是这般的魅力十足。然而我也没有爱上你啊。容易的眼睛里微微一冷，我觉得我们以前就是互相不够了解，才会造成了一段不幸福的婚姻，现在还在慢慢的了解过程中。原来锦娘是这么想的。容易的手指微微一缩，
他眼底的温暖渐渐消失。他能理解锦娘这么想，可心底却仿佛有一只野兽在缓慢的苏醒，所以锦娘对他并无男女之情。那我该怎么办？我已对锦娘动心，迟迟得不到回应，我会病的。容易喃喃着道，一双琉璃一般的黑色眼珠子里翻滚着浓郁的情绪，又娇又弱。他忽而伸出手拉住了宋时锦的手腕，将他的手按向自己胸口。锦娘，我得不到你的爱，我会病的，很严重很严重的病。你若是不给我一些希望，我会厌恶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那么对你，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没能早点看清楚你的美好。你听到我此时的心跳声了吗？宋时锦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眼睛微睁，有些呆滞地看着眼前的容易。容易忽而咬着牙，认认真真而且带着恳求：锦娘，你爱我吧，我求你爱我，求锦娘怜我。宋时锦浑身颤抖着，脸色已经有些扭曲了。我操，容易果然是个变态啊！血腥手斧，难不成本质是个受虐体质？不知道为什么，容易这个样子让他又爱又怕又想笑，内心哈哈哈爽到不行，表面却是哭唧唧，纠结着做着表情。我实在是太难了，容易都做到这种地步了，我若笑估计我会很惨，可我不笑好像也挺难的。容易半天等着宋时锦的回答，然而却是什么都没等到。容易的神色更黯然了，忽而一个转身，径直将宋时锦压入被褥之中。宋时锦心底一惊，忙道：容易，你别胡来，你刚刚说了的，我们是盖着棉被纯聊天。容易身子动了动，薄唇微起，眸色微红，他带着情欲的眼睛沾染着说不上来的性感，衣衫凌乱，发丝飞散。他将目光锁住宋时锦，身子却更用力地压向了他。我会忍着的，可你为什么不给我答案？我便是求你，你也不肯吗？容易微微低着头，缓慢地向着宋时锦靠近，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几乎鼻尖都要碰到了鼻尖。宋时锦的呼吸不畅了，他的心也跟着狂跳了起来。容易这是要吻他吗？这也太刺激了！眼看着容易就要吻上宋时锦的时候，忽而宋时锦伸出了手，毫不犹豫地抽了自己一巴掌，啪的一声下去，直接就让容易懵了。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宋时锦红了的脸，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死死一捏。你在做什么？宋时锦不敢看眼前诱人至极的首府大佬，忙将自己脸撇到一边。他瞧见了宋时锦脸上微红的印子，心底怒火又升了起来。你为什么要打自己？宋时锦被迫跟这位变态对视，他理直气壮道：我得抽醒我自己，我不能精虫上脑，不对，我不能就这么半推半就的，毕竟我还没有弄清楚我自己的感情。容易深吸了一口气，目光中带着说不出来的冰冷。宋时锦被他看得整个人都有些怕了。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容易微微闭着眼，压下自己复杂内心的情绪和心底想掐死这个女人的心情，再次睁开眼，他放开了宋时锦。容易起了身，取了一件棉衣至一旁的书桌前的椅子上，他披着棉衣坐在书桌前的椅子旁，拿起了书。宋时锦心底忽而有些怪异，忙看向了他。容易放下了书，温和地看着宋时锦道：锦娘，以后再遇到这种事不要伤你自己，尽管打我便是。天色不早了，睡吧。宋时锦放松了许多，虽然容易看着很狗很奶很可怜，可他不能因为男人示弱一下下就立刻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吧。宋时锦轻咳了一声，这炕挺大的，睡到一起并不挤，只要你别跟刚刚一样，我们一人一边还是够睡的。容易摇了摇头，我就在这里，挺好的。反正冷死冻死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原本就是无人爱的一个人。容易抬起眸子，眼底没落至极。宋时锦有些无语，他哪敢呢？这可是未来的首辅大人呢，他可以拒绝刚刚的那档子事儿，可他完全不敢得罪了这个男人的。话说自尊什么的，有自己的小命重要吗？当然没有。易哥哥，你回炕上睡吧，这么冷的天，万一着凉了，那又如何是好啊？凉便凉吧，男子汉大丈夫，这点冷意还是扛得住的。容易没有看他，虽然听到这女人又开始喊他易哥哥了，他依旧面色很冷，拒绝了宋时锦。这男人果然作呀，不仅仅是个精神变态患者，有病就算了，演技高超也就罢了，居然还是个小作精，
真是的，他喜欢自己，居然还这么作着，等着他来哄。关键是他自己也怂啊，真是得罪不起这个男人。一哥，刚刚是我不对，可是你也过分了。宋时锦搬了把椅子，直接坐到容易的身边。不管怎么样，今天还是得把这个男人给哄上床去睡觉。你喜欢人是你的自由，只是别人没喜欢上你，也是人家的自由。这个你总得尊重一下彼此的自由啊，是不是？容易没说话，由着宋时锦这话说的，回头他该自由飞了，到那时候还有什么用啊？你说你喜欢我，是不是？是。那你既然知道喜欢我了，你可知道要怎么对我好？如今能改变容易的小心眼和作，只能仗着容易对他动心这件事儿，来慢慢的调教他，适应他的节奏和性格。唉，他也太难了。这个我心悦锦娘，可的确不知该如何去做，又做什么能让锦娘喜欢？唉，这个简单，我教你来攻略我自己，这不就行了吗？攻略这次甚好。想要征服锦娘，的确非一般的手段可以，真的比行军打仗还要难上许多。如同攻略一城池，锦娘的确有才。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回床上躺着去，别拿自己身体不当一回事儿。想要让一个人喜欢你，你只需表现你自己的魅力，无需自虐。因为当你不爱你自己的时候，没有人会爱你，也不会有人将你当回事儿的。一哥，你要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别人。容易的手指微微一动，他看了一眼宋时锦，最终点了点头。我先去铺床，你呀，别闹了。待到宋时锦一转身，容易的唇角微微勾起，他的目的不还是一样达到了？锦娘还是会让他与他一道睡的。容易的眸色闪过几分幽静的光，容易唇角微微勾起，看着锦娘如今过于诱惑而又丰满的身材，他的眸色愈发的深沉。锦娘，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容易刚刚想到这里，耳边忽而传来一道声音：一哥，好了，来睡吧。容易回过神来，将目光看向宋时锦。宋时锦唇角微微勾起，笑了笑道：今天晚上就麻烦一哥与我同睡一张床了。容易眼底如同风暴忽而翻涌了起来，那眼神中的情愫丝毫也掩藏不住。你睡里头吧，我晚上万一起夜了，睡在里头不方便，容易将你吵醒。好。容易同意了，他已经得了莫大的便宜了，不能再过分的狠。若是压制了锦娘，那就有些不怎么合适，还会令锦娘在之后升起很大的警惕心。容易上了床，躺了下去，给锦娘留了挺大的位置。他内心期待，眸色兴奋，虽然也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可若是能与锦娘睡一起，这终归是一大进步的。直到锦娘很快也躺了下去，然后他把头朝向了另外一头睡去。容易顿时有些无语，他默默地看着伸向自己脸和鼻子的一双脚，顿时彻底失语。论钢铁，没有人能比得上我。宋时锦看着首府大人的一双大脚，而后轻咳了一声，转了个身子，留了个后脑勺。忽然之间，我怎么觉得这样的做法奇奇怪怪的？宋时锦向来觉得感情得经历考验的，他若是将自己的缺点都暴露在首府大人的面前，估计容易会对他死心的。所以宋时锦依旧没什么顾忌，当他不想谈恋爱的时候，钢铁一般的意志根本无法撩得动。迷迷糊糊想得乱七八糟的，宋时锦睡着了。他不知道的是，另外一头睡着的容易根本无心睡意，一双白嫩的小脚脚，半条忽而露出的嫩嫩的腿，就在他的眼前晃啊晃的，晃得他整个人眸色更加的红了，他的欲念更强了。锦娘还是单纯，以为给他两只脚凑着，他便会恼了，觉得不雅了吗？没有，他觉得心更不能静了。观自在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脑海中开始默念着心经，可念一句，心底魔意却又肆意的滋生，如攀爬着黑色的藤蔓，缓缓的蔓延。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菩提萨埵，耶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容易的眸色依旧，心底邪恶的火焰继续燃烧着。他深吸了一口气，鼻尖充盈着的是来自于锦娘身上淡淡的香气，耳边听到了锦娘悠长的呼吸声。他于黑暗中停滞许久，忽而他伸出了手，慢慢的
将那一双小脚轻柔地放入他的怀中。容易的手指在锦娘的小腿处画着圈，他的心底更兴奋了。容易虔诚地抱着锦娘的小脚，看着她细嫩的脚趾，他忽而平静了下来。容易抬起了头，目光注视着黑暗的房顶，那里什么都没有，又仿佛有着什么。锦娘，你随我一道下地狱吧。宋时锦第二天醒来，他居然躺在容易的怀里，小脑袋还死死地靠在人家宽阔的胸膛上，这也不科学呀！我他妈是如何睡成这种姿势的？就在宋时锦仔细回忆着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忽而身边的容易已经睁开了眼睛。容易轻声喃语，在他耳边道：你醒了。这阳光透亮，照得他眼前的男人明眸皓齿，白肤似玉，黑色的发丝落在他的锁骨之上。这画面，宋时锦又想抽自己一巴掌了。一哥，昨天晚上我不是睡在那头吗？怎么这会醒过来却……宋时锦万分不解，他的睡姿有那么差劲儿的吗？我发现锦娘睡姿如同孩童，所以将我挤至墙角不说，还能自己从一头睡到另外一头，睡姿颇为狂野。睡姿狂野？宋时锦羞红了脸，得了这么一个评价，不管是谁估计都会脸红，宋时锦就更别提了。他讪讪的一边道歉一边起身，容易颇有深意的看了他一眼，眸色幽深。宋时锦将床铺整理好，又洗漱好了，靠在壁炉旁的软褥子上看书，一边看两眼，一边又不由得偷瞧着正在一旁专心致志读书的容易。没办法，他想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可实在是专心不下来呀。昨天晚上他抽自己一耳光，这也的确是对自己够狠，可也证明了眼前的容易对他的影响力之大。他不抽自己，昨天就失身了。实在是这个首府的魅力太大，他实在是有点受不住，也只能是打自己了。可要说这么一个俊美又狗的男人对自己表白，他一点都不动心，那也是在骗鬼。说来他又不是什么圣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他如今除了最后这个人品还没摸透，不知道首府大人是否真诚之外，已经离深陷不远了。宋时锦感叹着，他太惨了。这男人要长相有长相，要才华有才华，他不过一弱小女子，能扛得住如此魅力四射的勾引吗？再钢铁，那咱也是个妹子不是？宋时锦一边瞅着容易，一边傻呵呵地笑着。容易这会儿坐在书桌旁，还有些心虚。昨晚他把宋时锦的脚给抱在怀里，半夜趁他熟睡，又将他掉了个头，搂着他心满意足地睡了一觉。今天早上他起来又一本正经地忽悠了他，说的全是谎话，也不知道锦娘这会儿是不是弄明白了。容易，又下雪了。今年虽然雪大，有了宋时锦，却注定是个暖冬。这雪下的可真好，锦娘又可堆雪人了。是啊。再过1-2天我就要走了。走？该到书院去读书了，届时我半月才可回来一次，我与锦娘再见6次面，那就之后要各奔东西了。容易的语气稍带了点沉重，宋时锦也是一愣，好像是这样的。他到这个家里来，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秋来冬至，待到春暖花开，他却是要与他和荣爵分别的，说的的确如此。锦娘以后可还会再回来？这个永远是锦娘的家，和离书什么的我们先不必写。这不行吧？你可是有信之人，应该不会反悔的吧？如果没有和离书，那他就不属于单身呢。不是反悔，而是为了锦娘着想。和离书写了，虽然表面上看是好事，可锦娘去哪儿问起来，若是没有夫君和来处，做事总是不得他人信任的。你毕竟是我妻子，就算你对我没了感情，可我却对你有着责任，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受委屈。不如我先将和离书写好，你我先按下手印，只是先不去官府备案。若有一天锦娘遇到你心之所向、爱慕之人，我便将和离书双手赠上，放锦娘自由。容易，这是你想要留下我的方式吗？容易看了看他，点点头。这个方法也的确有我的私心。宋时锦若是不知道容易的心意也便罢了，可如今知道了，他这心底还是微微有些奇怪着的。锦娘可同意？让我想一想，我总得需要一些时间的。多谢锦娘成全。我只是说了，现在先考虑考虑，并不是就此答应了。你也别先就这么认定了我同意了。锦娘如此，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成全了。
容易怕的就是锦娘下定了决心，那到时候根本无法改变。可如今有了锦娘这句话，他便轻松许多。锦娘，该用早膳了。你做的？可是你怎么想到要自己做的？你叫我就可以了。宋时锦说起来也不过就是在这站了一小会儿，真的也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只是这么不到半盏茶的功夫，这容易居然就把早饭给做好了。宋时锦心底感慨，这只求偶的孔雀开起屏来，真是不可小瞧。我看锦娘喜欢看雪，便想让锦娘多多待上一会儿的时间，倒也不必急着去做别的事情，不如锦娘这会儿随我一起去瞧瞧这饭菜如何。这男人也太优秀了吧，放到了现代社会里，妥妥24孝好老公啊。咦，今天这菜色似乎与昨日有些许的不同，瞧着不像是锦儿的手笔吧？荣爵在一旁冷笑，而后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我一瞧就知道是我爹做的，这么难看，又闻起来不香。这里其他的人都没有吃过容易做的饭，可荣爵是吃过的。宋时锦勉强吃过容易做的几次米粥，毕竟他生过2次病，都是由他做了米粥照顾着的。容易做的粥还是可以的，至少他生病期间吃粥还是感觉挺好的。这一次倒是真的头一回来品尝容易做的其他的饭菜，说实话挺期待的。娘，你能不能别吃爹做的饭啊？为什么这么说？这一桌子菜可都是你爹亲手做的呢，总不能浪费了你爹的一片心意，我还是很想尝尝的。唉，其他的倒是还好，我其实就只是担心娘你吃了爹做的饭菜之后，他以后追求你就彻底没戏了。所谓知父莫若此，我爹那个手艺真的不要太期待。容易有些无语，看来他最近特别不想看到自己这个不孝子，的确不是什么错觉。众人自然是没将这荣爵的话给放在心上的，这孩子口无遮拦的这么拆自己爹的台，也是没谁了。要说其实以前觉儿是不敢对我这么说话的，可如今倒是越来越放肆了，可以说是狗仗人势。宋时锦眨了眨眼，好像这个词儿不对。郑飞鱼和阿大对视了一眼，这个容易果然是个记仇，而且嘴巴毒，还不给自己亲儿子面子的，这不是明摆着在骂自己儿子狗吗？也真的是绝了。王傲轩在一旁看了荣爵一家3口一眼，呵呵，骂自己儿子是狗，那您是什么？狗他爹的话倒也没光鲜到哪去。废话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众人很快就开始吃了起来。米粥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毕竟容易最拿手的就是米粥，关键是菜。这个是红烧肉。您天天都在吃红烧肉，这是没见过真正的红烧肉那是什么样的吗？就这种卖相，黑的都跟炭一样的了，您说这是红烧肉？颜色倒是挺别致，你是炒过了糊了，还是加的酱油过多了？不记得了。他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脑子里自然只有锦娘的模样，本来是主要想着锦娘做菜的步骤的，可是一想到锦娘，他的满脑子里就只剩下了5个字儿：锦娘真好看。然后就是愈发不可收拾的想象力蔓延，锦娘的手也好看，锦娘的脚也好看，锦娘哪儿都好看。她到底是怎么做成的这道菜，他是真心不记得了。宋时锦吞了吞口水，就容易这副模样，这眼前的菜这还能吃吗？他很是怀疑呀。先尝尝吧。宋时锦点点头，说的也是，就算是外表很差劲，也不见得就如同表现的那么不好，不尝尝怎么知道啊？夫人，敢问这味道怎么样？宋时锦连忙在一旁问道。这会儿的他是一定要问问眼前的郑飞鱼，而后让自己做好准备的。然而郑飞鱼下一秒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夫人也不说这味道怎么样，那也只能我自己亲自尝尝了。娘，你这吃起来的味道怎么样？你快点说啊，我爹做饭到底有进步了没有？宋时锦顿了顿，他正要告诉儿子最好不要尝试的时候，忽而此时感觉到身边容易的目光，他一扭头，容易一脸如沐春风一般的微笑。锦娘，味道怎么样呢？是不是很难吃？我知道我自己做的很难吃，倒是让锦娘吃苦了。锦娘不必替我说什么话，直接说实话就好。容易这么一个样子，是真的让宋时锦此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敢得罪首府大人吗？不，他不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至少不会吃死人，不是吗？锦娘所言可是真的？真的，
自然是很真。荣觉这会儿倒是敢吃一点试试了。他可以不相信其他的人，自己娘亲的口味儿，他这总可以相信的吧？荣觉也夹了块放入口中，而后他的脸色直接黑了下来。是我太天真了，我娘她原来也是一个不能相信的客户。荣毅见所有人都下了筷子，最终他自己也很快拿了筷子，自己吃了块。见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等着他自己的回应，荣毅此时却是神色不变，很是淡定着道：不好意思，我是真的忘记了的，这红烧肉应该是火候太大了些，我弄得有些差劲了。可是就算是烧焦了，那这颜色也不可能这么黑吧？我看相公还不至于直接能做的一点肉的颜色都没有的。荣毅沉思了一下，忽而眼睛一亮，我是不是把墨汁给倒进去了？众人瞬间无语。所以刚刚的那个奇奇怪怪的又吃起来跟炭烤一样的红烧肉里头还加了墨汁。宋时锦默默地看了一眼荣毅，忽而叹了口气，啊，我他妈以后要让荣毅再进厨房再碰我的厨具和火灶，我就是猪。锦娘，刚刚我是不是太没用了？宋时锦瞧了他一眼，说来此时的他也是委屈巴巴的，瞧着别提让人多心疼了。没有的事儿，我们容易有大才，这么一点小事儿没什么的，你可别放在心上了。书上不是说了吗？君子远庖厨，不会做饭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我想着帮锦娘的忙，以后想要让锦娘更轻松一些，这做饭之事天长日久，非几天几月之事，而是要一做数10年光景。若是让锦娘一人忙碌，那岂非不公平？容易一想到这样，他就觉得心底更难受了。你有这份心就成了，你不擅长就不要做了，做你擅长的就行了。你不是刀工好吗？做整理收拾也是天赋很好。我做饭，你洗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不挺好的吗？容易的眼睛里闪着光，他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宋时锦。你真的觉得我这样可以的吗？不会让你觉得烦恼？这些其实我与牛家嫂子之前都说过了的，做这个饭菜我都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我挺享受做美食的过程，能让我自己清闲下来。我做美食是一种享受，就好像是你在整理你的书柜一样，你整理的时候整个人会很放松，也会很自由，而且能得到治愈的，所以你不必想多了。可一件事情做得多了，不会就容易产生不公平的心思了吗？所以说，容易，你要努力呀，让我有一天当上大官的夫人，前呼后拥的，有了诸多的奴婢丫头们使唤，那岂不就不必用上我的手啦？好，我会让锦娘过上好日子，不必操持家务，不必辛苦劳作，所以锦娘是答应了要继续做我的夫人，暂时不会和离了是吗？宋时锦顿时哑口无言。我去，腹黑首府居然在这儿给他下了个套子呀！他那么好心的安慰着他，却完全没想到这个人居然背后是这么一个心思啊！我可没这么说，和离书你还是要给我写好，一会儿我还要签字去呢。我看那个阿大劈的柴不够，我再去劈去。我好像看着应该是够了的，可他还没来得及把自己话给说完，此时的容易就已经迈开了步子，走出了门外。荣相公，这劈柴的活还是我来做吧，你可别伤着自己了。伤着自己？容易的眼珠子微颤，眼皮抬都不抬，冷笑了一声道：所以阿大这个意思是说我笨手笨脚的了？瞧荣相公这话说的，您可是我们郑家的姑爷呢，这种粗活就是我们这种武夫去做的，您是贵人，这还是不要继续做了。这是我荣家的活计，如何能让外人去动手？况且阿大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嫌弃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干不了这些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阿大，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是正是家大业大，嘲弄我这秀才白身，一无官职，二无银钱，如今又瞧不起我身子单薄，连这点活计做起来都要比对着打压于我。没有，我没那个意思。话说我哪敢啊，这可是郑家姑爷，怎么也是主子呀。阿大，我虽然不怎么样，可以容不得你这么侮辱。我什么都没干呀，我的老天爷啊！你还是去好好伺候你的主子，我荣家的柴我自己劈。莫名感觉自己浑身凉飕飕的，可我还是有些不大明白，我这到底犯了什么错，又到底做了什么就成了瞧不起姑爷了？那姑爷您好好劈柴，若是有其他的活尽管叫我啊。我连柴都不让你劈了，你以为家里头的活我还能轮到让你继续干？
宋时锦给荣爵安排完功课，这会儿一出门就瞧见了容易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劈着柴，这雪越下越大，可容易却仿佛浑然未觉一般，劈着柴的动作似乎很是认真。他连忙端了碗姜茶走了过去。容易，喝碗热茶，别累着你自己了。这柴堆怎么分成2堆了？不是向来都要放在一起的吗？容易正在喝着姜茶，宋时锦此时却已经是注意到了这旁边放着的柴堆，这会儿居然还摆放了2堆，这瞧着的确是挺奇怪的。宋时锦不免极为好奇，于是开口问道：只是为了区分开来。宋时锦一头雾水，容易见宋时锦不太明白，便开口解释道：一边是我劈的，一边是阿大劈的。宋时锦更奇怪了，不就是劈个柴吗？用得着还要区分是谁劈的吗？这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呀，都放到一起还挺一样的吧？不，当然不一样。劈得好的，长短粗细一致的是我劈的，不好的是阿大的。宋时锦呆呆地看着容易，顿时有些无语。咱们这可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竟然会有这么一天，我还以为荣家的这个媳妇儿早就被郑家给抛弃了的，谁知道竟然还有这么一天呢。说的可不就是这个理儿？要知道宋家还能想起他，我也不至于平日里不与他来往。你们听说了没？据说最近那荣家的变瘦变好看了。容易他媳妇儿，你说的那个女人她变瘦了？不知道是谁提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众多的村民立刻开始议论纷纷了起来，尤其是村妇们，平日里就挺喜欢说八卦的，此时便更积极了，也是更想知道这中间的情况。对呀，你们还不知道吗？我有一次还真的见到了，现在又白又瘦的，看起来还真的变好看了的。不过就算是好看了那又如何呀？这般长相还能配得上荣家的那个吗？那容易长得那么好看，便是一个员外家的千金大小姐，那又如何？我看呀，好看了也不行，还得看出身呢。不少的人都讨论着的，忽而瞧见了一旁站了半天，听了好久闲话的王四丫，一时有人想到了，这王四丫之前可是有喜欢过容易的，那可是铁了心的要嫁给容易的，也不知道如今的她想好了没。王四丫，你说呢？你不是经常到那荣家去的吗？你又怎么看呢？说是以前的王四丫听了这话，估计早早的就直接回了话的。可此时的他却是一想到之前自己吃过的亏，知道他自己如今的处境，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你们啊，就别说什么闲话了，有些事儿怎么也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啊，说的也当不得准，我可警告你们，容易不好惹不说，那个宋时锦也更是个脾气不怎么好的。你们平日里说什么那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可别把我给牵扯进去了。如果是以前的王四丫，那别说胆子可是真的很大的，可自从之前有被宋时锦给教训过一通，又被容易给威胁过之后，他这心思就歇了不少。你瞅瞅你自己这副模样，又有哪一点比得上人家宋时锦？要长相不行，更何况人家宋大小姐连儿子都生了，你再嫁过去能得到个什么好的？最重要的是，就你这目不识丁大字不识的模样，都跟没长脑子一样的，也还能跟宋大小姐相提并论？当时这番话可没把他给气个半死，可是虽然是被骂了吧，仔细一想却又仿佛是极有道理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容易的脾气太坏了。四丫儿，爹，你这是去哪儿呀？我要去荣家见一见容易和他媳妇儿。你平日里不是总喜欢往荣家跑的吗？怎么现在要不要与我一道去瞧瞧啊？不去。以前不让你去，你偏偏要跑着过去，现在让你去了，你却又是这么一副模样。爹，你去那是办正事的，我去了也帮不了你什么，指不定还得给你添麻烦，那样多不好啊。他一想到这荣氏夫妇两个，他就浑身哆嗦，脸又是那种火辣辣的感觉了，这会儿要能去才怪呢，所以他才不会去呢。就瞧瞧你那点出息，至于不至于啊？我警告你，你最好跟荣家的人搞好关系，要不然我可不会给你什么面子。爹，你要不要这么势利？躲着宋时锦不就可以了吗？哪里有你这样的，还非要让我去巴结他，我可不去。我极其不喜欢宋时锦，以前不喜欢，现在不喜欢，以后也不可能会喜欢的，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可以呀，我可以死了这份心，那你以后的月例零花银子也别想再拿到。不要啊，爹，你不能这么对我啊！我平日里花钱大手大脚的惯了，那边的首饰铺子我还欠了人家的银子，说是这个月有了月银我要给人家补上的。
这个我可不管。我就还是那句话，你若是不能跟锦娘搞好关系，那就别想要月银。哎，爹，你听我说呀，这也不是我不想给锦娘搞好关系，而是锦娘本来就很讨厌我的，人家都那么不待见我了，我还要上赶着过去，那不是更让她厌恶我吗？我是没有什么办法，那也不是故意的，不是？你知道锦娘讨厌你，那你就去缠着她，求着她，跪在她面前，祈求原谅。实在不行，你卖身到荣家当个婢女，爹也能接受。爹，你就这么糟践你的女儿吗？没办法，你先糟践的我，这荣家的关系攀不上，我们王家的未来那就更是麻烦了。你自己给我想清楚了，不过就是让你多跟锦娘之间来往，日久见人心，你自己看着办。轩儿可是说了的，锦娘是个心善的，她也不会拿你怎么样，你好自为之。爹，她就是宋夫人。宋夫人竟然能有这么好看，一个女人而已，居然能漂亮到这种地步，这也太令人震惊了吧！王村长正想开口，忽而却见眼前明眸皓齿的女子已经顺着声音将目光投了过来，那是个什么眼神？何人如此莽撞？在下王氏族长，也是本村的一村之长。怎么，你们这是来找我那个好看女婿的？王村长连连点头，他心底那种震撼还未消除，却是不敢再抬头看眼前的贵人一眼。倒是王四丫一脸羡慕地看着眼前的女子，忽而心底有一种想法，只觉得眼前这般女子的模样，那才是她应该朝着奋斗的样子。郑飞鱼一眼便瞧清楚了王四丫这眼神中的意思，轻笑了下，淡然着道：怎么，看我看傻了不成？王四丫被他的笑容给震得心跟着狂跳了下。您就是宋夫人，您长得可真好看。啊，好看有什么用啊？我倒宁可跟我女儿一般过日子。有个俊俏听话的相公，再有个活泼聪明的儿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无攀比之心，无对峙之力。这样的几间茅草屋下住着，显得宁静又舒适。王思丫的眉头忽而皱了起来。对啊，这么漂亮的夫人，居然会是宋时锦的亲娘，这真的是暴殄天物啊！夫人这般角色，居然羡慕宋时锦，完全是跌了身价了。我若有你这般美貌，定然要站得高高的，让所有人都喜欢我，追捧我。你无法如我这般所思所想，亦不过只是基于你如今的身份。若有一日真的走到我这一步，就能理解我的意思了。以夏虫之姿态，自然不可能与冷冬之雪。不过郑飞鱼都到了这个年纪，也自然不可能跟一个王四丫计较什么。王四丫也听不懂郑飞鱼说的话，他自然还是很难被说服的。就在三个人正聊着天的时候，忽而宋时锦自书房中走了出来。王四丫不由得看过去，这会儿直接就愣在原地了。他就是宋时锦。不过一个过年的几天而已，宋时锦居然又瘦了，而且他瘦下来之后，居然不仅仅是长相外形变了许多，变得好看了不说，而且似乎气质也显现了出来。锦儿，你过来。宋夫人在亭子里叫着宋时锦，宋时锦自然是很给他面子的，他走了上前，很快与宋夫人站到一起说话。进了亭子，宋时锦这才注意到郑飞鱼居然是在亭子中间作画。我画的这画怎么样？挺不错的，瞧着挺有意境，这画的倒像是一首诗。哦，什么诗？原本不过只是随口问一句的，这会宋时锦回答了起来，却令郑飞鱼异常的意外。他不由得看向了他，此时极其期待着宋时锦的回答。王村长与王四丫平日里挺爱言语的，可这会儿这对母女俩开始说话的时候，那一举一动的气场几乎令人呼吸不畅。他们连在这种场合之下都会感觉到紧张，那就更别说这会儿还要插嘴了，只能洗耳恭听。虽然现在是在下雪呢，你这画的也是雪景，不过你这雪景显然因为诗人的内心而多了几分说不出来的感觉，以景动人，以情动人，着实不错。如果我猜的不错，这应该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五言绝句。好，郑飞鱼虽然是反向问着的，可他此时的眉眼却是已经微开，带着笑意。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湖州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不错，我画的正是这首诗，看来你果真是懂的。
郑飞宇感慨不已，他这个女儿的确是很强啊，在郑氏的教养的确不错，所学基础也已经很深厚了，关键是还善解人之心意，令他自豪。没多久，容易过来与王村长一道走开，到客厅里说话去了。四眼儿，走了，不是爹不想让你留下来，实在是因为差距太大了。爹这一回看到了宋夫人，爹才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不行的。王四丫这般样子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出路了，性子各种都已经定下来了，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方面的进步了，就算是他如今要给他这么一个机会，估计也没什么用处的。我们就算是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会比得上了，你还是一辈子就在这样的地方待着吧。有些差距，如果是努力一下就可以做到，那么他还可以尝试一下，可是有些努力却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到的，这就让王村长很是叹息了。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选择让女儿认命。爹，我想留下来了。什么？我想留下来了。不是因为他爹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庞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自己想要改变了。爹，你曾经说过的近朱者赤，我想变得跟他们一样。王四丫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世界和圈子，本来还以为所处的环境周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可是现在的他却并不是这么想了。他的眼前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想要向着那个世界去努力了。爹，请你成全。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爹，我有了自己的目标了，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他在看到了宋时锦和郑氏的这一刻起，他的眼睛发亮了，心也开了。这种感觉和状态真的与以前的他所要经历的那种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你认真的？女儿再也没有比此刻更认真的时候了。你还小，并不知道前路有什么样的危险，不过你既然决定了，那就自己去面对未知，而后努力去吧。启娘，你让我跟着你吧。什么？这个王四丫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居然这会儿对着他说出这种话来。宋时锦一时有些懵。我是说真的，你让我跟着你就行，让我给你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说我做个奴婢，这些我能接受的。不行，这个你可是王家的小姐，怎么能跟着我做个奴婢啊？王思雅走上前，忽而到了宋时锦的跟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还请你收留我做个奴婢。宋时锦直接被整懵了，他手指了指这个王思雅，反应过来之后，连忙上前将他给扶了起来。你干什么呢？这会还来这一套？我这边不需要你做什么奴婢的，他这家里头好像也不需要什么婢女啊。不，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永远都不起来。这还有人在这搞这种道德绑架呢？你先说说看，这到底是什么个情况？你怎么就忽然之间做出这样的决定了？这又是谁给你出的主意？还是说你这是专门想出来针对我的？宋时锦是真的有点感觉无语的，毕竟他这会儿可是一点的准备都没有。王思丫摇了摇头，他扬起了脸，定定地看着宋时锦。我是真心的。宋时锦看着王思丫这个样子，一时有些呆住了。不好意思，我并不需要。王思丫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宋时锦虽然是有些不怎么明白，可他的确这会儿也并不需要什么婢女。你就留下我吧，我其实主要是想留在荣家学东西，我想变得跟你一样。这会儿的王思丫大概是意识到了，如果他不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宋时锦听的话，很有可能宋时锦直接就将他给撵出去了，所以他很直接的就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你放心，我的所有开支会由我王家承担的，不用你给我开月银。我也向你发誓，我也不会对荣秀才起什么心思，我保证会离他的远远的，并且将他当成是姑爷主子，不会起非分之想。我只想跟着你。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为什么你会突然之间就变了想法的？我忽然之间发现你的好了，我也很难表达自己内心升起的那种想法，我就是忽而升起的一个念头。可是我有一种预感，我会为了这个念头而继续努力很久的，你就留下我吧。你想跟就跟着吧，我现在给了你这个机会。不过，如果我发现你让我不爽了，我会随时随地的让你家里人把你给带走。真的？哼，你愿意当婢女，那就当着，只当伺候你家侄子王傲轩，平日里把那2个小孩照顾好就行。你放心，我肯定能做好。还有啊，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的，不要嘴碎，乱说闲话，也不要没一点脑子，听风就是雨的。跟着我既然是想要长见识，那就多看多想，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别自己想当然的就去做。行，我知道了，我会听你话的。
那你就先去江荣爵的房间里收拾一下吧。好。还有啊，我家里头没有床，也没有你住的地方。无妨，我这会儿先回去，明天让我爹过来，再在前院隔壁不远处间隔几天。这一段时间我就晚上回去，白天在这里。看不出来啊，这个丫头果然是有点念头啊，而且还知道不麻烦她，这也倒是挺可以的。行，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吧。对了，我现在只是同意你暂时留下来，不过我这荣家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等回头我与荣毅商量一二，他若是也同意，你才能真正的留下来。如果他不同意，那我也只能就这么算了。王思丫一听到这里，倒也知道是怎么个情况，连连点头。谁还不知道那个可怕的荣毅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是自然得让家里头的男主人接受的。你既然入了荣家做了婢女了，自然就得改个名儿。所以说，锦儿啊，你现在给她起个新名字吧。我可没拿她当婢女，我们家也养不起，她在这家里头的月例银子也不是我发的，这点我可不参与。宋时锦还是想得很清楚，他又不给人家发银子，也没要了他的卖身契。准确来说，这个丫头这会留下来，纯粹是她自己闲得无聊，她只是同意她留下来住着玩，反正要吃饭了、住宿了，都得通过自己劳力来还，这也最多算是个学徒吧。你这么没规矩的对她，小心以后她这个丫头以后变强了，反过头来欺负你，到时候我看你还能怎么样。对，宋夫人说的对，小姐你就给我起个新名字吧，反正我也不想叫王思丫了，我就觉得俗，还请小姐赐名。王思丫倒是将宋夫人的话给听进去了。宋时锦虽然是让她留下来，却并没有将她看成是奴婢，也没有与她签订契约，这其实就已经说明了宋时锦根本就没有真的要留下她的意思，指不定还在想着随时要撵她走。小姐还请赐名。既然你将自己降为婢女也要跟着，那便这么办吧。不过规矩总是要有的，锦娘给她赐个名字，回头我会将她的契约签下，与我荣家为婢，期间2年。这个若是不留她便不留，留了她在家里那也不能没名没分，说是奴婢便只能是奴婢，该有的手续就一样得办，不然就打发她直接回去。锦娘，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你无需顾虑。如果按照平日的状态，荣毅自然是打心底的并不想让宋时锦留下王思丫的，可是转念一想，他即将前往书院去了，他去了书院，那么锦娘的身边便无一人，他大概率只会是一个人。牛二嫂与霍氏虽然与他交好，可也不可能随叫随到，听他牢骚言语，说是一个人那得多孤单呢。正好让王思丫作为婢女，现在跟着他，那好吧，你就叫知情吧。天有不测风云，知情与风霜，才能知晓天下。在天成象，在地才会成形。多谢小姐。轩哥，你对你姑姑到我家里来做奴婢怎么想的？没什么意见，这是我姑姑自己的选择，她自己说了算。可我总觉得有些别扭，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就是不舒服了吗？那你会真的觉得不舒服吗？就是因为这个？我当然不会了。那我自然也是啦。我与你一般无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管怎么样的原因都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我并不在意这些。况且我姑姑虽然表面上做奴婢，可你爹娘也并未强留着她，也不过是2年而已。只当我姑姑与我一般在这里学习了。我姑姑蠢得无可救药，至今无人敢娶，所以完全嫁不出去。你觉得会是什么原因？还不是那个心气儿太高的缘故。正好如今有了这么一个机会了，正好让她在你家这里见见世面，也好长长心，之后能多个脑子之类的，还不至于以后太丢人。当然，如果她真的敢做错事，我会亲手将她送回去。荣爵听得王傲轩这么说，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可别，我只是随便说了2句而已。你现在所说的事情，以后也不一定会发生的，想那么多做什么？只要我们是好兄弟，关系不会受影响，那就什么都不怕的。可若是我们之间不够坚定，那便没有其他人，我们的关系也一样会散。说得很对，这下我就放心了。既然做了好兄弟，那可要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哦。我2日之后便要前往书院了，锦娘，觉儿也要与轩哥2个一道去私塾读书，家里你与知情到一块了，也省得你想找人说话，家里头连个人都没有。容易将自己的想法说与宋时锦听。其实啊，就算没有王四丫，我也打算买个丫头于你身边，你若是有心想要挣银子做活计，便不能被家中过多的闲杂事务所缠身。宋时锦挑了挑眉，他此时放下手中的设计图，心底微微升起了几分暖意。容易原来真的懂他，他的确有这个心思。你现在能细心的替我想这么多，可为什么以前不行？锦娘，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的？
我是想照顾你的，可那时候的你并不愿意让我靠近。锦娘，我也很好奇一些事。什么？宋时锦的手指微微一缩，他的眼睛忽而睁大，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容易。他难不成是知道了什么？你之前并不想与我靠近，甚至与我约法三章。可那日你自从生下荣爵5-6个月便让他断奶，我便看出你有与我父子2人恩断义绝，不再往来的意思。我本就不想强求，又看到你那般冷漠，只能随了你的愿。自此之后的几年，荣爵越长越大，你也越来越冷，而且还把自己给弄得那般的糟糕和狼狈。容易说到这里，手指微微一颤，这一点他并不夸张。再加上他的学业很重，锦娘又不让他靠近，他甚至于连他平日里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都不知道。可以说，他许久都没有见过宋时锦。当时的我自认为与你毫无感情，你若是躲着我，我也便感觉就此称心如意也便罢了，始终不想与你过多的接近。宋时锦此时大概是明白了，为什么一开始容易会是对原主那般的态度了。那后来呢？我们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吗？可很明显的，荣爵对我颇有敌意，而你似乎也并不是你现在所说的这种态度。你说的对，本来你我相安无事，可后来你忽而如变了个人一般，蓬头垢面，疯疯癫癫，出行于众邻里的跟前，四处说闲话，挑起村民们的愤怒和闲言碎语。宋时锦心底微微一动，原主当时难不成是遇到了什么事儿？那时的我并没有想清楚与锦娘的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反而只看着表面便一味责怪于你，的确是我的错。如今我想起来，当时的锦娘很有可能正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才会令你性情大变。宋时锦了然于心，这大概也是之前他刚刚清醒的时候，邻居对他言语重伤的根本原因。不知道在宋大小姐的身上，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何故令他一个堂堂的正室子孙沦落至此？锦娘，我本不想探究你的过往，既然你与我和荣爵想要断绝关系，又与我在一起之后变成了那般，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你既然不想我参与，那我便绝对不会多加参与，如此我才会起了和离的念头。至于荣爵……容易叹了口气，想说什么，此时的话却哽咽在喉头，终是没有说出来。你说的这点我能理解的，你只是不想荣爵那孩子受伤罢了。与其为了母亲付出，反而得到的是伤害，倒不如封闭着他，让他从一开始就不期待。我不会为这些而在意什么的，反而我只会心疼荣爵那孩子便是了。至于现在我为什么会对锦娘你那般的好，锦娘应该知道的。容易俊美的脸上带着几分坚定，眸色中的温柔令人心头微颤。锦娘，我心悦于你，我也不知道何时开始的，也许是因为锦娘你与之前的冷漠截然不同，令我起了好奇之心。也许是因为锦娘你对荣爵和对我的体贴，令我心生暖意，也许是因为我们长久的朝夕相伴，令我不能分离，终是我容易心悦于你。宋时锦的脸瞬间就是一红，这个男人还真是，他这会儿毫不犹豫的居然说表白就表白啊！你说什么呢？我不过就是问问之前的事情，你别这么说。宋时锦连忙撇开了眼睛，不敢跟容易的目光对视。这个容易的攻势真的很猛，让人有些招架不住。可他无法确定这首府大人是不是真心，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秘密未曾解开，这令他本人不敢乱接受旁人的心意。我暂时不能接受你的心意，你也知道的，我上一次自悬崖上跌落，虽然有那个死者做了垫背，可毕竟受了惊吓，前尘诸多的事情都已遗忘，我对自己都不能说是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也还不了解你。我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好说话，可是在情感方面比较保守和谨慎，不想随随便便的开始。当然，说是开始了，我也不会随随便便的结束，所以我会更慎重。容易，既然今天我们两个在此都已经开诚布公了，那便让我们将这些事情都说清楚。我身为宋家大小姐，又在营阳正室养大，身上潜藏的秘密可能不止一星半点。当年你我皆是被人所陷害，我们现在能在一起，是缘分还是孽障？这需要先弄清楚。我想让我们彼此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地开始一段感情，所以容易，我们两个联手吧。容易一挑眉，定定地看向了宋时锦。你的意思是？宋时锦点点头，他平视着容易的目光道：我于这世上只认识你和荣爵，荣爵还小，所以可依靠可信任的人便只有你了。这些时日，他看得出来容易对他的敬重，护他助他，于银钱之事丝毫不计较，视钱财如粪土，愿意为了他而低声下气，看他脸色，对他用心，哪怕是装的，这也是令宋时锦觉得难得至极的。
容易的眸色闪动，他第一次在锦娘的身上看到对他的信任，他居然愿意将信任交付，这几乎比锦娘直接开口说对他喜欢爱慕要令他心底愉悦。容易，我们以后好好处着吧。宋时锦挑眉，定定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如同家人一般。容易也很认真地看着眼前的宋时锦，他本以为自己想要的怕是还需要很久才能做到，可是这会儿听到他这般说，他心底的喜悦更深了。好，我们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彼此相伴。好了，锦娘别想了，安心睡吧。你所担忧的所有事情定会迎刃而解。说的没错，只要自己有足够的实力，这些事情也的确没有那么难以处理。睡好当前的觉，过好目前的日子最为重要。宋时锦这一日睡在了床的内侧，容易睡在了外侧。也许是因为刚刚谈过了心，他倒是没有再把一双脚放在容易的脸前了。况且他都能晚上自己睡上一圈，从一头到另外一头了，而且他跟容易该抱也都抱过了，还不如好好的彼此尊重，互相理解就是。说来也奇怪，自从他与容易睡一头之后，他也没有自己晚上睡觉再出现睡觉直接姿势猛浪的情况。如此过了平静的3天。我准备了自己酿的酒和手工的零食，你去了书院记得与人分享部分，这个是给牛二哥准备的，他要送你到书院门口，自然也得好几日，这些干粮也是给他的，还有这2身是我准备的你们进书院需要穿的衣服。宋时锦事无巨细，一一都准备了。容易看着他准备的这般之好，眉头微微皱起。锦娘，这其实并不需要这么麻烦的。反正我过年也没有什么活计，做这些都是闲着无聊做的，你给我备有那么多银子，我做这些也是应该的。我半月休沐必然回来，在家等我。容易多说无益，可那心底却偏偏始终仿佛此时要有许多的话想说出来，却又直到了嗓子处便停止，再也无法说出口了。有时候一片真心反而词穷，就算他是个厉害的才高八斗的书生，这一刻也是说不出一句话来的，只能一双眼睛默默地追随在宋时锦的身上。郑飞鱼瞧着容易与荣爵要走了，他这一日居然也直接在午饭的时候提到了要走。宋时锦微微一愣，你不是说了要在这住上1个月的吗？怎么这回也要走了？就你说的，我们母女之间本无真情，都是装出来的。这会儿家里头的人都走光了，我还留下来，剩我们2个人大眼瞪小眼，彼此尴尬的吗？宋时锦顿时哑口无言，这话说的倒也是够实诚了，不过就是有些太实诚了。容易去书院，荣爵也要上学去了，我随你们住了些日子也可以了。偷得浮生半日闲，也不过只能这些时日了。我的女儿，我知道你们如今挺好的就成，好好过日子吧。我确实要走了，你若是做事，以后还是要稍稍避开正式的人。若是他们那些人知道你如今这么逍遥自在，定然是不能忍的，总是巴不得要让你难受的。至于我，以前没本事护着你，现在也没本事，可我却偏偏有些不甘心，总想着有一天有本事了，我再来接你去过好日子。锦儿，你要好好的，我真的要走了。夫人，有些事情若是想不开，那便不如直接放下，我们重新开始，从朋友做起，这便足够了。有空常来，我会始终欢迎您的。郑飞鱼对着宋时锦点点头，一顿饭无言。用了膳，他起身就直接告辞了。眼瞧着郑飞鱼朝着门口走去，阿大连忙跟了上去。郑飞鱼领着阿大刚刚走了几步，宋时锦忽而像是想起了什么，开口说道：夫人留步，请稍等我片刻。夫人，这些你带走吧，都是些我亲手做的肉干和小食，有香辣的、无香的，还有别的口味，你回去了都可以尝尝。一路顺风，平平安安的，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身体。马车上，郑飞鱼纤手托腮，好看的脸上此时多了几分说不出来的温柔笑意。阿大看着自家主子这般，有些好奇。主子，您既然这么高兴，何不多留几日？阿大看您在这里住的几天，难得兴致心情都比往日好上了许多。不必叨扰锦儿了，我们也还有正事要去做。说是我们不回，那些个宵小们还指不定如何编排。久则生变，那些个人自诩身份高贵，我看啊，连我锦儿一根汗毛都比不上。若不是锦儿无心富贵名利场，我真想把她带出去，让那些个狗眼看人低的都瞧上一瞧。主子说的极是。阿大此时不由得想起自家少主人的一举一动，的确如眼前的主人所言语的那般，少主人的见识和心胸远超普通人。明明自己是被抛弃的，他却没有妒忌，没有愤怒，丝毫怨气也不见有。
说他贪财也并不如是，若是真的贪财，只要肯巴结一下主人，认下主人做母亲。可他只留下了1万两，并未认亲，甚至只以普通的宾客之礼相待。如此可见，邵主人是个内心极有主见的人物。邵主人若是真的有心，那的确能超出其他所谓的名门贵女一大截。若非那些人记恨他，又何必下了那种肮脏的手段？可怜我用上了郑氏家族的大半力量，也没有调查出当年到底是何人对我的女儿下了手。这幕后的人如今还在逍遥着，只要一想便心头如火起。所以接下来我还是要继续揪出那个人来。我被关了这么多年，之前的人脉关系都差不多，已经断得差不多了，就算有心找人，个个也都搪塞推辞。只是他们也别以为我就那么点能耐，我这一生无法替自己做主，身如浮萍，心也无甚多想。可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若是她不好，我便是活着又有什么意义？郑飞鱼的眼睛微微闭上，再次睁开，眸色中一道锐利的光一闪而过。那幕后之人毁我母女之情，令我无法陪伴于锦儿的身边成长，令我的女儿平白无故地吃了这般苦楚。说我就此不当一回事儿，便是100年之后，我躺入棺材板里，也无法安宁。主子，少主他好在经历了磨难之后成长得更好了，这一点不管怎么样都是令您可以宽心的。没错，锦儿她的确足够优秀，但愿那些糟心的事情不要缠上她了。容易自郑飞鱼走之后，便一直跟在宋时锦的身边，他走一步，他便跟上一步。宋时锦无奈地看着他，容易，你做什么呢？东西都已经给你备好了，只等牛二哥一来，你们就能出发了。容易看着他，心底此时仿若是有什么情绪在不停地涌动着。我知道一会儿要走，只是越到了快走的时候，我这心里便是越发的舍不得。锦娘，我不想与你分开。我去，这个男人总这么撩人，这能行吗？你可以啦，这一次不过是你到书院去上课，又不是不回来了。你好好读你的书，别整出这么一个样子来。锦娘明知我的心意，你可真是有够冷漠的。那你觉得什么样才算叫不冷漠？容易闻言叹了口气，说的也是，倒也不是说有些事情宋时锦做不来，而只是他本就无需那么去做，况且若是他说出来，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倒是不如他还这般安静地看着锦娘就可以。你继续做你的事情，倒也不必理我，我就如此这般的看着你做事，那便已经够了。荣爵在一旁瞧着爹这副没出息的模样，真的觉得挺碍眼的。轩哥，你看到我爹这副样子了没有？我以后一定是绝对不要跟我爹一样的，这太丢脸了。就我爹这种的，我觉得他80%以后也没什么本事，荣家以后的未来果然还是要靠我的。倒也不至于如此，只能说你娘比较难搞一些。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家庭里如你爹娘这般的，旁人的家里头都是男子高高在上，当然也有女子厉害的，可那也是仗着娘家势力强。像你娘这样背后娘家无人却还这么任性独立的，挺少见的。我娘那终究是不太一样的，那些普通的人想要跟我娘比，总是比不起。最起码我觉得能让我跟我爹听话，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这就是最厉害的本事了。我娘可是说过的，女人是可以独立，可以不靠着旁人独立，可是那样就会一个人太累了，而且一个人终归是成不了多大的气候的。往往表面上你看到的和睦人际关系、和睦的夫妻关系、和睦的家庭关系，都是旁人用心经营的结果。我娘能得到我与爹爹的庇佑和喜欢，就是因为她对我们无私的付出。说的是，你娘没有靠娘家，没有靠外力，她始终靠的是她自己。那是自然的，所以我爹想要赢得我娘，也得靠他自己的魅力。不过我总觉得这条路可能没那么容易。的确如此。你提到这儿，我就好像有几分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因为很简单，你爹跟你娘谈了银子，如果没有谈银子，那事情都还好说一些。可若是谈了银子，那这事儿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一个男人若是以为能用银子绑住一个女人，那就不要怪女人以后跟他相处都谈银子了。他家家族大得很，这种亏倒是没少吃的。王傲轩这一点倒是还是挺清楚的，反正
他所见到的能用钱去衡量关系的，那到最后对方也只会跟你讲钱了。若是一个男人总怪自己身边的女人太物质，那就最好麻烦他自己看清楚他自己是不是总拿钱去打发人家。钱到位可不代表感情就到位。有道理。他爹呀，除非早点把家政大权和财务大权都交给娘亲，以后他挣的银子自己点滴不留的上交，不然呢，追妻之路怕是更远了。容易，牛二哥都来了，东西都备好了，你快些都搬上牛车上去吧。宋时锦看着人家牛二这会都来了，连忙在一旁开口提醒着。容易默默地看了宋时锦一眼，我恨锦娘是根木头。容易，宋时锦又叫了他一声。得，这男人这会儿只当他说的话跟耳旁风差不多了。你听到我说的话了没？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锦娘待我可真薄情。容易冷哼了一声，心底郁闷不已。倒是宋时锦瞅着容易这个样子，意识到觉得有几分好笑。当然除了好笑之外，他也说不上来还有一种什么情绪在隐隐约约地滋生着，是一种被人追求的甜蜜感、虚荣心。反正就觉得有人喜欢自己，看重自己，因为他的一举一动而随着情绪波动不已，行为古怪，他也会想起来就乐呵。大概她本性就是这么一个虚荣的女子吧。可是除此之外，宋时锦却又觉得她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儿的地方，只是一时半会儿他还没想明白。锦娘，我要走了。容易依依不舍地看着他，那一双狭长的眼睛里微微泛着红。宋时锦自思绪中回过神来，走吧。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吗？也没什么了吧，他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完了吧，该说的该让他带着的东西都已经整完了。话说这会儿他可是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要对容易说的了。这个不开窍的锦娘。看着他一脸茫然未知的模样，那一张白皙的肌肤上衬着黑曜石一般晶亮的眼睛，就那么看着自己，容易心底微微感叹，还是他来吧。容易迈开了步子，径直走到宋时锦的跟前，忽而伸出了手臂，他狠狠地将他搂入怀中。没良心的，让我抱一会儿。宋时锦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正想着要不要将容易给推开，耳边又传来容易的声音：我喜欢你，宋时锦。宋时锦拖着下巴，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脑子里忽而出现了一道清晰入耳的声音：我喜欢你，宋时锦。宋时锦的心开始狂跳了起来，脸也越来越烧。那会儿被容易给抱着的时候，他仿佛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或者应该说当时只觉得惊讶，被容易给抱一下的行为给震到了，可其他的却并没有什么了。只是当他真的以为这些都没什么了，却又在之后会慢慢的想起，一如此时的他几乎满脑子都是之前的那个拥抱。我到底是在想什么？宋时锦啊，宋时锦，你这会儿可别再胡思乱想了，真的不要再乱想什么了。喝酒，喝酒，不如喝酒。这会儿人都走了，你自由了才是。喝。一杯温酒下肚，宋时锦晕晕乎乎的，头也渐渐开始沉了下去。牛儿赶着车在林家的门口停了下来，容易下了马车，直接进了林四叔家。牛儿知道他与林四叔自然是有话要谈的，倒也知趣的没有直接走进去，他这会也只是在门口站着等着了。要与我一道走吗？你就这么肯定我会跟你一起走？容易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看得出来林四叔已经比往日要沧桑许多了。你会的，因为你别无选择。林四叔冷笑了一声，他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容易，深吸了一口气，忽而咧开了嘴笑了。说得不错，我已经别无选择了，所以你若是欺骗于我，我敢保证你会死得很惨。放心，你做了我的人，我会尽全力完成你的心愿。清晨，公鸡打鸣的声音忽而响起，宋时锦忽而坐起，之后眼底从茫然瞬间变得清醒，而后他察觉到了些许的不对劲儿。奇怪，昨天一家人都走光了，这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宋时锦记得他自己一个人坐在亭子里喝酒，而后便很快醉了。醉酒的后果就是头疼，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奇怪的是，他竟然会在书房里自己的床上，而且房间里的炉火竟然一夜未熄，屋子里依旧是平时的模样。宋时锦心底骇然，此时整个人几乎可以说是彻底有些震惊了。这怎么可能？
他对自己醉酒以后的样子再清楚不过了，他向来烂醉如泥，只会就地躺下，或者干脆会在自己还算清醒的时候就回到房间里。他之前不管自己多醉多么难受，都一定会有记忆，至少他在睡觉前的记忆是一定会有的。而现在很显然他什么记忆都没了。这到底是谁为我换的衣服？宋时锦的心底一沉，他立刻四处寻找着昨天他自己穿的衣服，他的记忆应该是不会出错的，而他身上的这一身应该是放在了衣柜里的。想到这里，宋时锦连忙回自己的房间里去看。到了房间里的衣柜前的地上，宋时锦果然看到了自己昨天穿过的衣服。是谁？到底是谁给我换了衣服，还将我扶进了书房？宋时锦此时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他的心狂跳着，忽而觉得此处不是那么安全了。他换上了衣服，直接决定去牛二嫂家和霍安若家问问。平日里只有他们两个才会到他这儿来，是不是昨天他们两个过来照顾的他，而后又帮他换上了衣服？他得立刻过去问上一问。刚刚还想说一说你呢，谁知道你这就过来了。你呀，听说家里头的人都走了，这会儿家里只有你一人了。我刚刚呢还跟安若打了个商量，让你过来与我一道住上几天。一个女人自己住着，说来也挺危险的，而且荣爵和荣毅都得要半个月才能回来。还有啊，你也别怪嫂子多嘴哦，你怎么会想到把那个王四丫给收了当丫头的？这怎么能说二嫂您多嘴呢？二嫂明明是在关心着我，这我还是知道的。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儿。王思丫是王村长的女儿，说实话，这么多年容易受村长的照顾，始终对于这王家是欠了点人情的。既然人情欠下去了，那就得找机会还回去才行。这王思丫到这儿来做个侍女，就可以算是还上去了的。霍安若皱起了眉头，小心地瞧了一眼宋时锦。话是这么说，人情也是定要还的，只是那王四丫对一根心思不纯，妹妹难道不怕引狼入室？可不就是，你这可是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在身边呢。听嫂子的话，实在不行你就想找个由头将他打发了，可别让他到最后叨了你一下。女人最懂女人，这王死丫本就对一哥儿有些想法，要是将他留下来，那这以后的麻烦怕是会更加严重。自古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若是容易有那个心思，他自然能成，而我也拦不住。可若是容易没有那个心思，王四丫真的那么做了，只怕不必我出手，容易就敢将他收拾了。我觉得可能我更信任容易一些。如果是其他的人，宋时锦倒是真的不好说起的，可是如果是容易……二嫂，安若，我知道你们关心我，不过这种男女之事向来不可能只是一个小三就能做到的，咱们都是女人，女人不必为难女人。其实说白了，追根究底不还是男人吗？如果容易自己立身不正，易被勾引，那就算是没有王四丫，他这以后还要考举人，还要当大官的，还能少得了三妻四妾呀？所以说，与其在这种人身上下功夫，倒不如做好自己。至于容易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只有一个底线，他但凡碰了其他女子，或者与他人有暧昧，我便会立刻离去。这世道对于和离后的女子的确不人道。可若是我躲得远远的，对外只说我是死了丈夫的，那自然不会有人拿这些话堵我。宋时锦的这番话令牛二嫂与霍氏直接有些懵住了，可是转念一想的话，却又觉得还挺有道理的，而且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之后，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的。听起来倒真是那么回事儿，你还的确是想得开，如此看来，是你二嫂我想得有些狭隘了。说的也是，锦娘如此有能力，又长得好看，便是和离了，也是有大把的男人追求的。二嫂说的挺对，但凡是怕了不敢和离的，一个是因为钱财，一个是因为孩子，还有一个便是因为自己的名声。锦娘倒是真的有魅力，便是真的和离不了，总怀着这个念头，谁也不怕，颇有自信倒是真的。咱们说的都是闲话，事实上，锦娘能如此有底气，还不是因为信任你们家的一哥？说来那一哥呀，可是真的把你放在手心里疼着了，你呀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宋时锦被他们两个人说的脸跟着微红，忽而他问起了昨天的事情了。我昨夜吃了点酒，今儿个醒过来却已经在床上躺着了，可是两位帮了我。那倒不曾，我昨天忙得很，我也没过去，家里有点事儿。宋时锦的眼皮微颤，心中顿生恐惧。若不是牛二嫂和霍氏，那么那人到底是谁？
他疾步地朝着自己家走去。那个将他扶回了房间，又给他换了衣服的人到底是谁？容易是不可能的，况且毕竟他与牛二哥等人一道走的，而且若是他，没道理不会留字条或者熬粥给他。荣爵与王傲轩就更不可能了，而且已经排除了牛二嫂和霍氏，王四丫也可以排除。他若是帮了自己，定然说明他已经到了，没道理直接再离开此地。如此将那么多人都给排除掉，宋时锦的心底的寒意更深，几乎没可能会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熟悉的人了。如果真的如此，那会是谁？宋时锦平复了下心情，走到不远处的书房。到了门口之后，他一抬头，忽而看到书房门口贴着一张纸条。怎么会有纸条？宋时锦心底一惊，连忙上前去看。到了纸条前，发现这是一张用着红色的丝线穿起来挂在他门口的。他压下心底的震惊，连忙上前将这张纸条取了下来，上面写着：锦娘，送你之物，你可喜欢？这是什么？谁留下来的？还有书的礼物到底又是什么意思？他推开了书房的门，直接映入眼帘的正是眼前不远处的窗口挂着的一条条垂下来银色丝线牵引着的红色千纸鹤，数量极多，迎风而舞。这一串的红色炫得他眼睛都有些花了，他连忙冲上前，将这眼前的千纸鹤拽下一个。他拆开了其中一个，果然打开之后，里头写着一句简单的话：锦娘，你忘记我了吗？他眼底震撼，眉头深深的紧锁。他果然被人给监视了，之前的人始终不出现，却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如今的人在全家的人都离开之后，他终于出现了。到底是谁？千纸鹤一般代表着是心意和情感，难不成这人其实是锦娘所心仪之人？没想到在你的身上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而且看起来问题很多，事情很严重啊。我暂时还不用特地去寻找这个人，反而很有可能这个人还会在之后的其他时间里主动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如果被我抓到，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敢捉弄他，敢偷窥并监视他，这样的事情自然是绝对不能忍的，最好别让我抓到。离王四丫到家中来还有一小段时间，宋时锦朝着四周看看，这暗中窥视着他的人，想来这一次应该不会是最后一次。很好，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也许我早就应该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我这个当了几年老爷兵的女土匪到底有多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不饶人。主子，既然找到了，那为何不让属下们将大小姐带走？主子可是千辛万苦寻了整整5年。带走？带去哪儿？将他带到此处？不，那怎么能行？他做出了那样的事情，终究辜负了本座对他的一番深情厚谊。本座还找了他如此之久，他连丁点消息都不肯透露，真是无情。暗卫闻言，听到自己家主子这么说，虽然心底有所想法，此时却是无法指责主子什么。近日他看到了本座的千纸鹤，可有什么反应？大小姐将您亲手挂上去的千纸鹤丢进了暖炉，一把火全烧了。烧了？呵呵，他可真敢呢，烧得好，烧得可真好。我的小锦儿果然不同往日了，不过几年光景，与野男人相识，做了那般对不起我的事情，就还有这般胆量，哼，果真可以得很呢。暗卫听出了此时他语气中森森的冷意。你继续帮本座去做事，他敢将那些千纸鹤都给扔了，那就让他每天每刻都能在枕头底下发现一些新奇的玩意。属下明白了，这就立刻去办。2天的时间，很有可能会发生很多与众不同的事情。宋时锦明明已经将之前的千纸鹤都给烧了，结果第2日他便又瞧见了新挂上去的一排排的新的，他的眉头紧皱了起来，脸色此时变得极为不好看。这根本就不用说，定然是幕后这个人故意与他之间起冲突罢了。宋时锦冷笑了一声，站在了书房里半晌，而后便很快出了门去找牛大。你要这会儿去镇子上买东西？家里头有老鼠了，我上街总得买点老鼠药，毕竟家中无猫。那家里若是真的有老鼠，的确是很烦。你等着，我将家中的牛车赶来，正好与你一同前去。今天估计也就我们2个人一起出行，倒也能快去快回。
深夜丑时中，一阵风微微吹来，紧闭着眼的宋时锦手指微微一动，门窗紧闭，房间温暖，如何有风？看来此时有贼进来了。宋时锦平躺着，越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又渐渐的心中平静无波。宋时锦也发现了自己这一点的特别之处，每次他越是面临危险，便越是脑子里清楚，手脚也丝毫不抖，整个人一点都不乱，这种心理素质也的确是一流的。一道黑影果然出现在他的书房中，到了床边，暗卫拿出了一只死老鼠，准备放到眼前的女子的枕头下，只是他的腿不过稍稍一动，一条腿便在此时磕到了什么。好疼啊！暗卫倒吸了一口气，连忙看了看旁边的空位，就要往那边挪，只是他的脚一动，身子便好像被什么给扎了一下。怎么样，石灰粉入眼睛的滋味不好受吧？原来还不止一只老鼠啊！你们背后的人是谁？我管不着，以前跟我是不是认识的，我也不在乎。这一次，我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若是以后再随随便便闯入我家，我定不留情。顺便告诉你们背后的主子，自己好自为之。废物，这么点事情都办不好，你们在本座的身边有什么用？两名暗卫跪着，一言不发。这次的确是他们过于愚蠢了，过于看清了对方，才会有了现在这种结果。好像这也怪不到其他人的身上。主子何必生气？那位大小姐不一向都是不好惹的吗？我看她呀，对外说的是自己失忆，可倒也不一定。这大小姐失忆倒是真的与旁人不同，居然还能记得自己的手段，也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倒是令我都意外的很。男人闻言，怒气倒是稍微低了些，他的目光阴冷，手指在椅背上不停地敲着。你是进去接近大小姐的，到底中了什么暗算，让你如此狼狈，几乎被人给抓了个正着？属下先是脚踩了老鼠夹子，而后好像被针扎了眼，之后踩中陷阱，被石灰粉给迷了眼睛。你们两个各自领罚军棍20，滚下去。主子也不必恼什么，左右大小姐的下落已经得知了，我们只管需要她的时候直接去找她便是，在她的面前让这些个废物行动，那不是班门弄斧吗？女人抿唇轻笑，她往前走了2步，眼神中透露出的是几分对于刚刚2个暗卫的不屑。就凭他们也想在大小姐手下过2招，这也是大小姐看在主子的面子上，并没有真的痛下杀手，要不然又哪里还有他们2个人什么事？说得不错，他向来就是那般优秀，这些人连给他提鞋都不配。若不是近来西北有动静，本座就亲自去见他，更要迎回他。如今也只能先让他委身于小山村，再继续隐忍一段时间了，终是本座当初对不起他。小锦儿，我寻遍你千山万水，踏遍日月星辰，终究还是找到了你。这一次我会让你重回荣耀。宋时锦果然一夜好眠，一如他所猜测的那样，那幕后之人并没有出现。宋大小姐啊，宋大小姐，就算你真的是背后有着无数的秘密，或者有着莫大的冤屈，甚至于你可能会是个通缉犯、叛国贼什么的，那你至少也得多多的给我透露点记忆呀，这样让我完全的一摸黑，你所经历的那些个背后的事情，我这可都是一概不知啊。郑飞鱼为什么忽然到来？而他的到来，是不是就是令那黑衣人的幕后主使得知了宋大小姐的下落，所以才会引出这样的麻烦？如果宋大小姐的身份很是复杂，背后又牵连极深，那最好还是不要将容易和荣爵给牵扯进来。如果宋大小姐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她其实与荣义父子保持距离，正是不想让他们牵扯进自己的麻烦里呢。宋大小姐，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你是不是还有未尽之事，还有未了之心愿？小姐开门。你还真的要来啊？王四丫重重的点点头。那是当然的，我已经说过了，要来给你做丫头的。既然已经说过了，那就不能不当一回事儿。而且我还把契约书都给拿了过来。我王四丫以前虽然不好，可如今也不再是以往的那个性子了。既然说要变好的，那就自然不能乱来。所以小姐，你可不能把我撵走了。这份契书上我可是签了名字的。这是契书，还请小姐您给收好了。你这一口接一口的小姐叫着，看不出来还挺会啊，这不是也挺懂规矩的吗？那是自然的，
不然小姐以为我在家这几日都在做什么？其实是我爹专门找了家里头的嬷嬷过来教我规矩，谁也不笨，总是要学一段时间，再适应一段时间的。宋时锦这会儿倒是发现了王思丫的几个优点了，不得不说，她这个丫头在身份的认知，仿若是要比她自己强上许多的。那小姐，你这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若是需要的话，我这就帮你去。暂时也没什么需要，我每日的作息都很固定，卯时起，亥时睡，凌晨要运动抄书，午饭后小小休息后要读书散步。你这每日都一样，就这么规律？这是不是有些太辛苦了？我以为这晨昏定省的规矩，你到了这种地方都不会遵守了的。你这些该不会都是你在宋家的规矩吧？还是说是你郑家的规矩？怎么，你还要打探这个？那是自然，我来到你家来就是要学本事来了。若是我不能提升自己，那岂不是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既然你要来学习，那就要熬得住苦。说是吃不得苦，到时候走了就不必再回来。你能做得到，我也一定可以做到。我定然不会丢了我王家人的脸面。说实话，我也想变得很好，也想让自己强起来，不想被人给瞧不起。之前我以为我想要的是嫁得好，可是我觉得我那天看到了宋夫人，我忽然发现，若是一个我与一个宋夫人放到一起对比起来，那分明就是云泥之别。而宋夫人是天上的白云，我却是地上的黑土，我在她的面前连呼吸都是不敢的。若是想要成为旁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女子，若是想要让自己攀高门第，就凭借如今的我，怎么可能有机会？所以我要留下来。你的想法倒是对的，人恒自爱，才有人爱之。不过想要成为宋夫人那样的人，我可是帮不了你的，因为连我自己都做不到她那个样子。不必，我只要学做到你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我以前挺瞧不起你的，可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你很厉害。哼，我厉害？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你看看，你其实长相之前挺不怎么样的，可还能在你自己那么丑的时候，能让我那个侄子高看你，喜欢你，能让你儿子从讨厌你开始变得维护你。更为重要的是，那天我看到你跟宋夫人站在一起，居然丝毫不落下风。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你站在他的身边，但是周身气派和士气丝毫没有被他给压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容易。容易？没错，我在这村子里这么多年，他对人是什么性子，在我爹面前什么样，我再清楚不过，可他却特别听你的话，这简直不可思议。宋大小姐，我愿意让你做我的主子，正是我要在你身边观察学习，我要学你这种御夫之术。啊，我本以为你是个聪明的人，对不起，是我错了。250就是个250啊。那就随你，你慢慢观察。不过我是要提醒你，容易他这个人脑子有点问题。你平日里招惹我自然没问题，可他的话，你最好小心一些。小姐放心，我如今对着你发誓，我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情，更不会对姑爷起什么心思的。看小姐你对姑爷那个重视的样子，果然你是真的喜欢姑爷呢。我喜欢容易，你别胡说。哪里胡说了？你这不让我靠近姑爷，那不就是担心我会跟那些个不着调的爬灰的那些个奴婢们吗？你都这么在乎姑爷了，还说这不是喜欢？不过依照我说，小姐，你这种要求对于姑爷来说就有些为难了。那姑爷是个人中龙凤，早晚还是要娶官家千金的。行了，你这会儿还没完呢，你不是闲着的吗？去刷马桶去吧。什么？你说让我干什么？刷马桶啊，还有那个夜香壶，你都给刷了吧？不，我不去。哼，那滚啊！紧拎着你的小包袱，出门后右拐，自哪儿来的？这会儿还是回哪儿去？别在这儿碍眼。王四丫顿时蔫巴了，他伸出手来，指着宋时锦半天，最终深吸了一口气，终究什么话都没说，使劲跺了跺脚，跑去茅房刷马桶去了。宋时锦瞅着王四丫这副气恼的模样，心情顿时舒爽了。他宋时锦那可不是个好欺负的，这王四丫之前做的一桩一笔的，他可都还记着呢。这丫头这会儿倒是忘记了，那他此时就帮着他一件一件的重新给想起来。荣兄弟既然考了秀才，成绩优异，却又为何会学习算术？自然是因为我家娘子。你娘子？自然，我娘子聪慧过人，她教我习了这算术，还取了一些巧。我能有这般水准，自然是多亏了她的。没想到荣兄弟的娘子居然能有这般见识，的确难得呀。若是有机会，我倒是要瞧上一瞧。容易目光微凝，听到了眼前的万清源说起这样的话，不禁勾唇轻笑。
对于万清源所说的那些话，他倒是没有回应。容易低垂着眉眼，心底似乎有什么开始缓缓的蔓延，脑海中呈现的只有锦娘微笑着的模样。王四丫瞅着铜镜里的自己，感觉无语的很。为什么同样是人，差别怎么那么大呢？王四丫终于熬不住早起，便又回到了房间里，睡了个回笼觉。小姐，你真的是天天早上这么早起，就没有一天不是的？差不多吧。你简直不是人啊，这也太不人道了，就不能多睡会儿吗？你做好你自己便可，不必跟我一样，我只是多年都这样，所以习惯了。你若是不习惯，可以不这么做的，反正也没什么影响。那不行，我必须要向你学习，我就不信我还早起不了了。我是来学习本事的，若是我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那还能期待自己能有什么其他的好的表现吗？哼，简直开玩笑。希望如此吧。小姐，怎么我做起这些动作来都这么丑，而你却能做得那么好看？宋时锦看着他惨不忍睹的手脚不协调，他挑了挑眉。一开始都这样，继续坚持下去，每天都做，渐渐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吗？可是我能变得跟你一样吗？就是瞧着说不出来的好看的那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可我就是觉得你这个样子很漂亮，我就能像你这样就足够了。你也看到了我之前有多胖了，而现在的我不就是成功案例吗？我用了多长时间，好歹你也得做得到吧。只要你能坚持去做，我敢说1天2天效果不明显，可是3个月、半年、1年，那效果就很惊人了。想要美貌，就必须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人的长相也许是天生的，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只是五官稍稍端正便足够了，而真正能提升美的是眼神和气质。这个王思丫的眼睛微微的睁大了，原来普通的女孩子与漂亮的女孩子之间就差的是这点姿态吗？我瘦下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有如今的状态也不是1天就练好了的。如果你想要小蛮腰、蜜桃臀、蝴蝶骨、天鹅臂，没有付出和汗水是不可能平白无故就拥有的。宋时锦说这些倒也并不是一定要改变眼前的王死丫，而是只是他自己觉得实在是不想被身边不良习惯的人给影响到，所以他想要保持住如今的状态，那就最好要把王四丫也改了的好。不然这王四丫天天懒懒散散的，不能认真的提升自己，那也会拖累到他的脚步。你说的对，我也有一天会像你一样优秀的，我继续练。就这么照着平日的规律时间，又过了3日，牛二总算是从宋荣义所去的书院回来了。牛二嫂看着他的牛车上一大摞的东西，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怎么这么多东西？难不成你什么时候存了私房钱不成？你可以呀，居然敢背着我做这样的事情啊！这哪是我买的，这些呀都是义哥给他媳妇儿买的，我可没有义哥花钱那么大手大脚。我现在可是发现了义哥这人跟他媳妇儿其实挺一样的，都不是抠门的主儿，想花钱的时候多少都舍得。这话怎么说？一哥儿好像是挺抠的吧？你忘记了没有锦娘当家之前，那一哥跟荣爵2个人过的是什么日子？还说一哥大方呢，我看呀，他当年都差点没让荣爵都跟着他一块睡大街去了。2父子吃饭只要吃饱，穿衣服只要干净，1年4季那衣服都是一样，基本没怎么变过。当时的一哥本人好像一件衣服穿了4、5年呢，都没怎么扯过不做衣服。而且家里头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你说他买的这些，我怎么就这么不信？不得不说，你这话说的有几分道理。嘿嘿，不过媳妇儿，这天下的男人都一个样，若是身边没有人对生活有什么太大的要求，男人们随便拉条被子睡大街都行。以前容易身边没有锦娘在，他自然觉得怎么样过都可以，可如今却不同了。锦娘是个贴心的，又那么会做事儿，她自然是能把这些都给安排的妥当的很。而且容易以前是不知道要怎么花钱，可架不住他疼媳妇儿啊，见到什么都想给锦娘买点。我跟你说，若不是我给拦着，容易还想多买点小玩意让我带回来给锦娘呢。如今我瞧着，容易这早晚都是要将家政大权交给锦娘来管的。男人嘛，把心思放到家里头，小到换床单被罩，大到摆设布置，不是专门干这一行的，还真的挺少的。所以说，这钱交给女人管，自然是因为女人比较细心。行了，我先不与你多说了，我这事情还没处理完，怎么也得先把容易买给锦娘的礼物给带回去。你去吧，早去早回啊！我做了手擀面条，等你回来与你一道吃。小姐，你快去看看，胡爷他让女儿带了好多东西回来。
带了什么？说着，他出了门，刚刚走到门口，却已经见牛儿在往院子里搬着一口口小箱子了。宋时锦的眼睛顿时睁大了。牛儿哥，这全是容易让你带回来的？是啊，里头都是一哥精心挑选出来的好物件，你一会儿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估计你会很喜欢的。宋时锦直接呆住了，这大概有将近10口箱子吧，2口大的，还有几口小箱子。他忽而怀疑，这容易是不是打劫去了？而且他的银子也不过几百两，怎么敢买这么多东西啊？这可真的是太破费了。我也来帮你一起搬一搬。好了，这些箱子都已经搬放这儿了。亲娘，你二嫂子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吃饭，这会儿我就不在你这逗留了。牛儿本就赶车赶了好几天了，这会儿也的确是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便不便停留，先行告辞。小姐，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先看看这些箱子里都有些什么吧，也不知道容易到底买了些什么。宋时锦上前将箱子一口一口地打开，而后眼睛顿时直了，这里头放着的全是一些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这一口箱子里是吃食，好像是镇子上有名的牡丹酥、桂花糕之类的小吃。这一口小箱子里是一整套的胭脂水粉，这2大口的箱子里是书画、纸张和毛笔，其他的好像是一些洗澡时候用的香姨子和布料、丝线。话说这些个也太让人感觉无语了吧？这个容易到底是想做什么啊？小姐，物业这些都是买给您的？他这是把一整条书院旁边的街都给逛过了吧？好像应该是啊，怎么这人买了这么多东西啊？有些我暂时好像都用不着，而且这数量也是真的挺大的。就这些布让我刺绣的话，他这是想要让我绣上4-5年啊。还有荷包什么的，纸笔之类的，这人花钱没个数吗？这实在是一点都不勤俭节约。让我说啊，小姐，您这话说的完全就是个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这算得了什么呀？这只能说明姑爷他疼您，在书院求学都还想着您呢。你倒是挺会替他说话呀。我也不是要替姑爷说话，而只是因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您有点不开窍，在男女之事上的反应基本为0。小姐什么都好，就是这一点不成，在情事上就跟块木头一样。哼，王四丫，我是不是对你太仁慈了？这会开口就吐槽起我来了，你这胆子很肥嘛。反正听不听的是小姐，又跟我没什么关系。说是有个男人这么疼我，我不得高兴坏了。虽然说容易出门买这些东西还算是有点良心，不过花费太大，这种行为不可取。还有你啊，以后要是就这么被这点小恩小惠给收买了，可别说是我的丫鬟了。小姐说的不错，我求什么也应该求得长远一些，几口箱子的礼物我还不放在眼里。那你所求为何？8抬大轿，家族认同，让我及我的族人都能体面才可以。宋时锦看了他一眼，忽而笑了。这也可以啊，好在你不是个恋爱脑。虽然恋爱脑没什么不好，可少年时期那般毫无顾忌的喜欢还可以，毕竟你的付出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可长大了就最好不要恋爱脑了，尤其是成亲，那更不能恋爱脑，因为那个时候你的付出就是身份的问题了。身份？怎么又提到了身份这个词语了？其实父亲母亲总提醒我注意言行，说起身份什么的，我是照着办了。不过说实话，我其实还是不太理解的。这个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理解，你也只当听一听就可以了。我们每一个人出生之后都是有身份的，首先的身份呢，就是你父母的孩子，你家族中的一员。小到家，大到书院，再大治国，我们都是哪个家族的人，哪个国家的人，都是属于我们身份的一种。我们要在乎自己的身份，守住自己的尊严，因为没有了这些身份，旁人就会看轻你，而你的身份越高，代表你背后的势力和力量越强。这么讲吧，如果我们背后站着的是个强大的祖国，我们面对他国人的时候，旁人就不会欺负于我们，所以我们受到了家国的庇佑。那么在外维护家国的尊严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嫁到了别人家，维护了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旁人会觉得你有教养的。可你若是将你与父母之间的小矛盾告知他人，是人都会犯错的，那些人是不会觉得你对，站在你那边，他们只会笑一笑，然后将这些事情都记在心里，以后反而就会成为你身上带的原罪。保不准呢，有一天你与这人闹翻了，或者理念不合了，这人便会拿出这件你透露出去的事情，
来指责你，要不然说你父母没把你教好，要不然就说你连父母的话都不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自然，我成亲是一定要照着规矩来的。我爹我娘平日里虽然宠着我，却不会任由我乱来。我王家在整个村子这里还是有些地位的，我是靠着我爹娘才会让旁人不敢欺负我的。你这一点倒是想得很明白。同样的，说是有人在你面前诋毁你的父亲母亲，诋毁你的家族，这身为家中的一员是必然要站出来维护的。内部的问题内部解决，这属于我们的内政，私下自己人怎么斗都可以，可是在面对外人的时候却是一致对外的。这些道理我懂了，我出了家门，自然一言一行代表的是我爹我娘，大点儿了就代表的是我王家，所以我不能给我王家丢脸的。你这如今的身份又多了一个，成了我宋时锦的贴身丫头，你若是犯了错，在外丢了人，那也是会伤了我的脸面的，所以说我也得教教你规矩。你昨天的马桶刷完了吗？王思丫顿时哑口无言，忽然就不想跟宋时锦聊天了。不利自身，如何令旁人信服？小姐，这收拾房间太累了，你赶紧给姑爷回上一封信，不能让姑爷以后没完没了的继续往家里头买物件，这家里才多大的地方，到时候都不够体的。我真要这么提醒他一下的，我这边断舍离，他那边买，他买我扔，这也太浪费了。那我这就先写封信，回头去找人烧去。这个宋大小姐到底经历过什么呀？她能有才成这个样子，简直令人感觉可怕。小姐，你这一手字也太好看了吧，这个真的可以说绝了，这些都是小姐你一个人写的，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同样是人，我连一种字体都写不好，而你竟然什么都会。低调低调，其实我真的不会，这会的全是原主宋大小姐呀，那是人家的生存技能，我这只是借花献佛。你都写出来了还装什么低调，嘿，不要脸。宋时锦一时语塞，他说的真是大实话，可惜王思丫不肯信呢。王思丫郁闷地看着宋时锦，他感觉如今与他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很怀疑，我到底能不能有一日变得跟你一样。就目前的这种情况，他感觉自己就算努力一辈子都不一定有那个实力。宋时锦默默地同情了他一把，心道这就不能怪我了，要怪就怪老天爷让我一个人活了2个人的命，虽然承担的责任也挺大，而且麻烦也的确是多，可整体算起来他好像也不吃亏。对了，我想问你些东西。什么？你尽管问，我若是知道必然回答。你能想出来一些让你羡慕的，你自己觉得很牛的技巧或者能力吗？什么意思啊？我只是想知道那些技能我是不是其实本身就会。现在的宋时锦忽然很想挖一挖宋大小姐真正的底儿了。如今宋大小姐的那些个敌人们一个个都找上门来了，他倒是想要知道，依照真正的宋大小姐本人，到底有没有那个实力来面对眼前所遭遇的一切。这个我有些不大懂，不过我肯定是有些觉得很酷的，比如说琴棋书画、骑马射箭，这些我都挺羡慕的。说得挺对，既然如此，那等有机会了再尝试看看了。这封信我写好了，我们等明日一道去镇子上的书店一趟，之后再将信送去驿站。小姐，你这身上虽然是有点肉，但是看起来好紧实的样子，而且这曲线有点太诱惑了吧？还行吧，毕竟我可是搭配了饮食和运动，从年前坚持到现在了呢。要是现在还没有一点效果，那也太对不起我如此努力了。行了，别说了，赶紧睡去吧。我能不能晚上跟你一起睡？我比较害怕。宋时锦实际上也在经历过之前的那件事后，有些小小的恐惧的。这会儿王思丫主动提起来了，那正好。行，那你就跟我一道睡吧。好，多谢小姐。那我就在一旁打地铺，你睡你旁边。二嫂，有些人就跟狗皮膏药一样的，做什么都要缠着旁人。反正如果是我肯定是没有这般如城墙一样厚的脸皮的。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好声好气的跟你说话，你还用这种态度，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又没有得罪过你，你说这种话做什么？是啊，你是没有得罪我，可惜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模样。我就问问你，之前明明那么瞧不上我们锦娘，还把你自己说的那么高高在上的，结果这一次却反而回过头来做我们锦娘的丫鬟。锦娘是个脾气好的，我可告诉你，我可不是。你是什么心思？难道我们这些个人还能个个都是傻子？锦娘，你还真的是就这么带着这个王四丫，
你也不怕他害你吗？哼，没事啊，我呀，既然愿意将他带在身边，便是有这个自信，他不会，也没有那个能力害我。牛二家的，你别乱说话。我既然做了宋师姐的丫鬟，那就自然不会害他。你别乱嚼舌根子。你也别这么早把话给得那么满。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这个谁能说得清楚啊？也许你现在是这个想法，以后改变了呢？以前就总是爱在一根的面前晃悠，如今说自己改好了，你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笨蛋？哼，我告诉你，我才不信你那一套呢。行了行了，四丫，你先上牛大的车去吧，我与牛二嫂说上几句话，一会儿再过去。王四丫的拳头捏了又捏，她是真的被牛二嫂的这一番话给气到了。小姐，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呀？我才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去做。好啦，我知道了，你先过去吧。王四丫还想说什么的，宋时锦这边却是已经眼神微冷，语气也严肃了几分。你是不当我做小姐，所以没将我说的话放在心上了吗？没有这回事。好了，我知道了。二嫂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锦娘啊，你可真的不能大意了。二嫂，我知道你对我是真的关心，不过你要给我更多的信任，要更多的相信我一些。对于这些事，我定然是可以处理得好的。成，若是以后有什么麻烦了，我定然站出来帮你，你心里有数就好。牛二嫂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木已成舟，也只能随着宋时锦去了。那二嫂，我们就先走啦。荣义给我买了挺多小玩意儿的，等我从镇子上回来了，拿与你好好瞧瞧。成，那你路上小心一些啊。媳妇儿，这是怎么了？这怎么瞧着这么闷闷不乐的样子啊？当家的，你说说看，这锦娘的心是不是有点太大？哪里有往自己家里头收这种对自己相公有企图的年轻小姑娘呢？她这到底是玩的哪一出？我怎么想不明白呢？这些事情和咱们又没什么关系，不必过多的理会的。其实锦娘自己刚刚的话说的并不错，不管结果如何，这些都是锦娘自己的选择，她自己会承担的。你啊，少操心就行了。我也明白，可我就是看不惯这些。而且之前的王四丫是真的特别讨厌，现在她成了锦娘身边的丫头了，那我不得天天见到她呀？这得让我心里多添堵。我倒是觉得这王四丫出现的正好。你是不是胆儿肥了？要我给你消一消？你这有天天都要去锦娘的话，那什么时候与我这个做相公的相处？以后有了王四丫在，你若是烦了，也能想起我来了。行了，少贫嘴。有了牛二这么一打岔，牛二嫂此时的心情别说，还真的好多了。行了，你呀，就会哄我。算了，锦娘说的也对，事情还没有发生呢，我操个什么心？锦娘难道不比我聪明？她定然是有了万全对策和准备的。没错，我媳妇儿果然聪明。你又贫，走不走？今天你可说了不出去的，这一次要陪我在家3天的。这几天不出去，我就陪着你几天。其实你还真的别担心锦娘的事儿，毕竟一哥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若是想要一个女人，那定然没有得不到的，可他若是不想要一个女人，那谁也别想在他的面前耍什么花招。媳妇儿，锦娘比普通人要有见识，也很聪明，外加上一哥极其重视她，若是谁敢伤了锦娘，那一哥可是会找那人拼命的。他们2个人都是那般顶天立地的人物，这个王四丫成不了什么气候的。王四丫的眉头紧皱了起来，她这会儿还是气得不行，可她生气归生气，却不敢对宋时锦使什么脸色。小姐，我向你发誓，我绝对不会给人做妾，也绝对不会嫁到荣家来，更不会伤害小姐你，我还没有那么不讲体面的。好，我知道了。你就这么个反应？那还有什么反应啊？你这都发誓了，你高兴就好。我很怀疑，小姐你到底对姑爷是什么样的感情？还是说你压根就对他没感情？你这都没什么反应的吗？我们之间什么情况？干什么要说给你一个外人小丫头听啊？你呀，好好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够了。你只要记得，远离容易是对你自己好。到了镇子上的书店，宋时锦直接就去找了张掌柜，而后他将自己的来意说给了张掌柜听。你说你要写画本儿？是啊。之前我的时间还不大够，而且是在过年前后的时间，比较紧张一些，总得兼顾一下家庭。不过现在已经好了。是啊，
女子自古就是牵绊诸多的，你有这方面的顾虑也自然正常。看来您的夫君现在已经到了书院去了吧？容易去书院去了，他的课业自然是最要紧的。那你说了要自己准备写画本了，你可现在有想法没有？其实构思与大纲我一直都有的，如今也不过就是将这些想法都准备写下来，感觉应该还是可以的。你若是有想法，那自然是直接可以开写的，不过这价钱是要另外算的，而且还要根据你画本的实力来决定这些。这个我有准备了。可以，你先写着，出个前面的开头一部分，若是后期需要再提整了，你再来找我也是可以的。宋时锦从房间里出来，王思丫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宋时锦这会儿有点不怎么舒服了，感觉自己被这个丫头给瞧得浑身直发毛。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那个掌柜的怎么看起来跟你的关系很好的样子？你跟他很熟吗？还可以吧，也没有那么熟，不过就是我在他这抄点书给家里补贴一下。原来一直都是我自己太蠢，我居然相信了宋二小姐说的话。她说你目不识丁，大字不识，之前的传言都那么多，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的说你的好的，而我居然全部认为是对的。如今看起来我也太傻了吧。你这么优秀，容易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你？看来以前分明就是我自己想的太简单了。我就说嘛，姑爷怎么也不可能是个傻子。哪里呀，马马虎虎。王思丫轻哼着翻了个白眼儿。宋时锦这会儿倒是谦虚起来了。就你这马马虎虎的实力，我倒是羡慕的紧了。反正依照我自己的实力来讲，想要达到你这个标准，我还早得很呢。小姐，你之前是不是生了一次病，所以就错过了15、16的闹元宵啊？的确，我从山上滚下去都昏过去了，也的确没有到这镇子上来看热闹。你一定是瞧过很多次的节日了吧？那一日可是极好的日子呢，这镇子上到处都是鞭炮，还有旅游的节目，踩高跷呀、翻跟头、舞狮子啊什么的，别提多好看了呢。这一次我也到这里瞧见，可真是太可惜了。王思丫没有出来瞧过花灯，这倒是宋时锦没想到的。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没出来很正常，我被爹爹罚着关了我2个月的金币，不让我出门的，错过这个也很正常。宋时锦点点头，忽而他的眉头紧皱了起来，停下了脚步，好像有人在跟踪。有人跟踪？什么？别回头去看，说是现在你回了头，那自然就轻松的被人给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继续往前走，我们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只尽快的拐过这个弯，回到咱们该等着的牛车那儿就行，那里会有不少人在，比这里要安全。而且宋时锦心底微微谨慎了几分，这个跟踪着他的人到底是什么心思，这会儿的他还不是太清楚。说是直接将这样的人给揪出来，万一这人幕后还有人，那就的确是特别容易打草惊蛇的。与其做了那么愚蠢的事情，倒也不如他只装作没被人给看到。牛大哥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我们得赶紧回去，别晚了就跟不上车了。很快转来转去的就到了牛大的牛车前，牛大已经在等着他们2个了。锦娘这一次好像挺早的呀，我们要这么快就回去吗？走吧。牛大瞧了王思丫一眼，奇了，这个刁蛮任性的王大小姐，以前还想着她是个挺野蛮的性子的，现在看起来她这好像也不是吧，要不然就是人家锦娘管得好。果然呢，人还得要会教的人来教才行，在王家学不到的东西，倒是到了宋时锦那儿，却几天就变得看起来好多了。一会儿路上尽可能朝着人多的路上走。放心，我明白的。王思丫朝着四周看了看，他皱起了眉头。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有麻烦了？宋时锦摇了摇头，暂时还不清楚，我不能确定跟着的人是什么人，是与宋大小姐有关系的人，还是纯粹跟着她要偷或者抢的贼匪。这些说起来都是挺麻烦的，总之我们一路小心就是了。就在3个人驾着牛车朝着镇子外的山路回去之时，的确是看到了不远处有3个男人鬼鬼祟祟地跟了上来。宋时锦的目光落在那3个人的身上，脑子飞速地转着。这3个人虽然是做了农夫的打扮，可一瞧那个肤色就不像，他们到底是什么来路？总之是来者不善，而且刚刚人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做什么掩饰，这会儿好像路上行人少了，他们便更为大胆了。王思丫倒吸了一口凉气。小姐，这3个人是真的朝着我们来的，我们是不是麻烦大了？
你等会儿看好了东西，在车上别动。牛大哥，你可带了武器？牛大点点头。我这出门当然要注意自保的，我是带了兵器的。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所以只把家里头的砍刀给拿着。你该不会……宋时锦瞧了一眼牛大车上放着的砍刀，刚刚好，有2把的。牛大哥，你自己留着一把，一会儿保护好你跟王四丫，我带上一把防身。这该怎么办？牛大心里没了个主意。人一旦陷入恐惧之后，自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宋时锦此时却是异常的冷静。他只要冷静，自己又有武器，如果能让牛大好好的用上来，真的对付这3个土匪也不是什么问题。放心，牛大哥，这次的事情我们只要合作，还是能逃出升天的。不过你一定要听我的。宋时锦的目光中闪过一道冷意，牛大的眉头一皱。说实话，此时他并不觉得锦娘说出这话来能有用，很有可能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也并不能当真。毕竟让一个女孩子面对这种事情，如何能行啊？这眼前的3个人可不是什么普通的人，而是抢劫杀人、无恶不作的盗贼绑匪啊！牛大自心底觉得宋时锦是有些吹的。牛大哥，我知道你可能会不怎么信任于我，不过我们别无他法，你还是听我一次吧。你拿着砍刀退后，听不听我的，也不管结局是我们3个早死还是晚死，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听我一次。宋时锦知道一时改变牛大的看法也没那么容易，此时便尽力的劝说，争取牛大的配合。牛大听到宋时锦这么说，心底就算是有再多的顾忌，这会也想明白了。没错，锦娘说的不错，就算是这会儿他不听，那也只能是他们都会死，还不如听他的试试看。好，锦娘你小心。怎么了？你们这就想跑？怎么了？你们这就想跑？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是匪还是贼？亦或者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嘿嘿，你管我们是哪里来的？怎么死到临头了，还想着要当一个明白鬼？如果不想说，那等会儿怕是没有机会再说了。哟，这位姑娘年纪不大，口气倒不小。我看这2个女的长得都不错，也许可以一道绑了，上了山寨去的。到了那个时候，咱们这可是真的立了头功了，也许还能让首领原谅咱们仨。那可不是，咱们的首领让盯着，谁曾想到他竟然是这么一个有钱的主儿，买了这么多的物品，怎么的也是头肥羊啊！你们说你们首领让你们盯着，还说要押我们上山寨，怎么你们是附近山里头的土匪？你们的首领为什么要让你们过来盯着我？宋时锦越发的猜测出几分不对劲儿来，如此看起来他定然是被人给盯上了，而且那人背后还是有头有脸有点努力的人，不然如何能与山寨中的首领有关联？如果真的有关联，那他就可以先试着炸一炸了。那你们可真的挺大胆的呀，居然阳奉阴违。你们的首领应该没说让你们杀人劫货，更没有让你们贪污钱财吧？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将他给杀了便是。只有这一男一女的，我们还不至于取不了他手中的银子。兄弟们，一起上！不过一群山野草寇，连点基础的实力都没有，还敢这么自信？哼，不好意思，你们如今也已经没什么用处了，那我就不必让着你们了。这话一说，宋时锦的唇角微微勾起，忽而脚下一个移动，整个人此时就冲到了眼前这几个人的跟上。他的手很快，而后平举起手中的砍刀，目露凶光，一个字：杀。看准了对方最前方，朝着他杀过来的这个男子的脖子，他用力的电击一打，那人直接躺倒在地上，而后再也起不来了，脖子上的血不停的涌动着。一个杀之成功，他也没有放过其他2个，轻松的躲过剩下的其中一个攻击，又是一刀下去，跟切个西瓜似的，直接将那人的脖子又给划了一下。牛大看得震惊不已，浑身抖个不停。他看着遍地鲜红的血液，第一次看到这么刺激的场面，他整个人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压抑。这一刻，仿佛真的感觉到了什么叫疼，他几乎要替眼前的这几个人疼起来了。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点来帮忙！说这话的时候，宋时锦又是一下闪躲，而后追上了前，直接将最后一个劫匪也给割了脖子。牛大看着这一幕，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将这3个人都给杀了？王四丫已经吓破了胆儿，整个人如今跟没了魂儿一样，叫也叫不动。宋时锦先到王四丫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却见他还是没有反应。宋时锦冷静的道：“
这3个人是山寨里的土匪，背后是有背景的，所以今天的事情，我希望你们以后绝对不能暴露出去，不然土匪若是来寻仇，我们都活不了。牛大哥，你过来帮我一起处理尸体和痕迹。牛大哥，我知道这会儿你可能是有点害怕的，可是我们不能这么怕下去，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这3具尸体得好好处理好，尽量不要留下什么痕迹，你明白了吗？锦娘尽管吩咐，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做到。先找条隐蔽的河，我们先去将我们自己清洗一下，然后再回去上路。宋时锦这会儿是真的冷静到连他自己都有些害怕了，可他此时依旧还是定定的继续开口：等下把王思雅给叫醒过来，我们将这3具尸体直接绑了石头扔进河里就成。可是我们真的能躲得过吗？你说的那些个土匪头子，他真的不会找到我们然后报复我们吗？宋时锦摇了摇头，有可能会，也有可能不会。牛大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儿。锦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吓唬我啊！我没有故意要吓唬你什么的，我们将这3具尸体给扔进水中，刚刚又走了这么远，这里又是那么偏僻，又将这3人尸体给沉了水，所以若是没有一些倒霉的事情，只要我们3个人不说出口，就不会有人发现尸体。另外，这3人刚刚也提到了，他们是被主而来做事的，所以他们今天过来做的事情，不一定其他人能知道。我们只要伪装得好，一没尸体，二我们也没什么重大的改变，那就不会出什么事儿。一时半会儿，我们还是可以躲过土匪的报复的，只要我们自己不把这件事情给暴露出去。宋时锦将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牛大定了定神，让自己的手尽量不颤抖。他深吸了一口气。好，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下了牛车，宋时锦对着牛大告别。这件事儿，希望牛大哥不要告诉任何人，不管谁来问你，都不能开口，记得死也不能说。牛大重重的点点头，他吞了吞口水，压下了心底那种说不出来的沉闷情绪，默默地看了眼宋时锦道：我晓得，宋家的，若是以后有需要的地方，尽管找我便是。小姐，我外面有人敲门。敲门的到底会是谁？宋时锦站了起来，他的眉头微皱。慌什么慌？出去看看。我不敢，万一是那些个土匪寻仇了呢？行了，不要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我的计划这么周密，怎么可能那么快被人给找到？你要是怕，跟着我就可以了。宋时锦带着王四丫出了门，到了门口的时候，他还没开口，却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锦娘。宋时锦微微的一愣，连忙上前开门。荣毅。是我。你怎么会这会回来？书院休息了？荣毅压下心底说不上来的动容，只点点头。明天是休沐的日子，我等不及，便赶早回来了。他爱慕宋时锦，这会儿自然是放心不下他的，自己又走了，实在是担心着锦娘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越是这么想着，便越是无法静下心来，所以他宁可自己坐了一段车子，然后又赶了段夜路，才走了回来。姑爷，你可算回来了。王思丫心底刚刚怕死了。虽然说自己家这位小姐是真的厉害，可到底不是男人呢。家里头有个男人，这种安全感真的十足的。我去关门，你先回书房等我，这会儿风大，别吹着了。这说话的声音也太温柔了吧。你去拎着自己的铺盖回你的房间睡觉吧，姑爷回来了，你也总不好再跟我一起睡了。王四丫如遭雷劈。可是我好害怕啊，小姐，你知道的。我明白的，不过人总要学着长大的，加油，我看好你，你能撑过去的。不过就是个毁尸灭迹嘛，多做几天噩梦就好了。实在不行，你今天晚上别睡，等明天呢，先回王家好好休整休整，等你不怕了再回来呗。最恨不过宋时锦。王四丫不管是有什么样的意见，这会儿男主子回来了，他也的确不能不当一回事儿。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宋时锦的建议，如同他说的，说是心里还没有接受，那就熬着一夜不睡，明天他就回王家。这几日都是知情陪你晚上睡在一起的。他打地铺，我们两个一起，稍微没那么孤单，这一点还是你有先见之明。若非如此，我定然有几个晚上会睡不着的。荣毅轻哼了一声，忽而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只是紧紧地盯着宋时锦，不停地瞧着，那双眼睛舍不得移动半分。宋时锦被他看得整个人都不舒服了起来。你在书院如何？挺好的，我听锦娘的，入了书院之后便与众人和睦相处，倒是还交了几个很是知心的朋友，有时间了可以介绍给锦娘认识。他一边回着宋时锦的话，一边眼睛还是看着他的脸。宋时锦低下了头，
莫名觉得自己被他看得有些不敢与他直视。可他这会儿却不知道为什么钢铁不起来了，大概是因为这个男人说了喜欢他。他知道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是一种眉目之间的传情，一个对视就特别令人心动。他也自然不会如以前那般，会以为他被这么瞧着是脸上有东西。他说了对他喜欢，这么一表白，这气氛就莫名不对了。那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宋时锦又连忙找个话题。轻笑了下，往宋时锦的身边靠了靠，而后点点头。收到了，锦娘交代我的，我定然会做到，以后便不会乱买，会挑最喜欢的送你。其实你也不必送的，我们之间还没有到那种关系的。容易挑了挑眉，我是很想到那种关系的，若是锦娘乐意，况且我们本就是夫妻，我的银子不光从法理上本来就有你一半，买这些只当补贴家用。这贴补的好像有点多呀，你这些胭脂水粉之类的，我都2年都用不完，还有那些个纸张，也是将近够半年使用了。我平日不怎么用纸的，而且这东西挺贵的。这个是我们3人的使用量，除了你使用之外，我也能用，荣爵也可以。锦娘嫌我花银子大手大脚是对的，我的确是不懂如何管家理财的。宋时锦莫名感觉这话怪怪的，仿佛是哪里的土松了下，似乎容易在埋陷阱。果然，容易唇角一勾，眸色更为温柔。他定定地看着宋时锦，很是认真着道：既然我如此不会理财，早晚是会败完整个荣家的，所以我在收到了信的时候便已经决定了，今后家里的财政大权都交给锦娘来管。我写信的意思只是提醒。锦娘的意思我明白的，家里的确得省着点，我攒的所有银子我这就拿给你。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宋时锦正要拒绝，容易却已经握住他的手，轻轻的一拍。我懂的。你懂个屁呀，谁想要给你管家呀？这是我们全家的积攒，以后就请锦娘管理了。不，你的钱我不能管，也不能动，我还没有接受你，我不能拿你银子，这样很不合适。他又没有答应做容易的女朋友，两个人虽然是可以彼此信任，互相依靠，可还没有到能管钱的地步啊。容易看着他，神色忽而有些委屈了。他越走便离宋时锦越近，这会儿与他之间好像只差一个人的距离。锦娘的确没有接受我，我知道是我不够好，可这跟管家里的钱是两码事。宋时锦倒吸了一口气，赶紧往后退去，可只不过退了2小步，腰便直接碰到了柜子。他此时无路可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容易越来越逼近。宋时锦连忙道：这怎么能是两码事呢？我不觉得是两码事，我没有能到那种管钱的地步啊。容易轻笑了一声，又往前走了一步，一伸胳膊，身子往前一压，便直接与宋时锦靠在一起，两个人亲近得很。锦娘，这的确是两码事的，如今我们成亲了，还未和离，我又花钱大手大脚的，我花的有你的银子，还有荣爵的，我若是管钱，那花完了，你让荣爵长大了怎么办呢？你没有接受我，这个很正常，可荣爵以后的继承总不能无形中减少吧？我的银子早晚都是荣爵的，我花的如今都是荣爵的银子，感情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可银子和家是我们和荣爵3个人的事情，你应该不应该替荣爵打算打算呢？他毕竟还小，而我于银钱上的确是没个限制的手脚，所以还请锦娘帮帮我。我信了你的歪理，但是他这心底还是跟着微微一颤。容易说的好像真的有那么几分道理，他若是多花了，那荣爵长大了可不就得真的少花了？宋时锦一想到以后儿子荣爵要少吃少穿，心跟着一抽。容易的确是个对金钱没有概念的，因为他这种性格的人本来就视金钱如粪土，不然也不会在他去找他借银子的时候，他就直接拿出了300两，甚至于都不问问自己要干什么用的。万一他是骗他的呢？那荣爵岂不是就真的少了300两的银子呀？宋时锦的心思在不停地转着，一时就忘记了2个人靠得很近的这回事儿，而容易的声音又开始来蛊惑着了。锦娘，我什么都做不好，我需要你来好好的管一管我，我会听话的，我保证。宋时锦一个哆嗦，一抬眼看着又奶又狗的俊颜，一副小心讨好的模样，他整个人又是哆嗦又是心动，而且关键这容易说的话
简直不能再撩了。若是锦娘今晚不答应我，我便不让你睡了。狠狗的容易眉眼微挑，眼圈微微泛红，语气中带着几分暧昧，又贴着宋时锦道。宋时锦瞅着容易这副样子，倒吸了一口凉气，急忙点头：成，我帮你管钱，你离我远点儿。容易眉毛微挑，眸色微深，依旧带着那种说不上来的充满了情欲的眼神，紧紧地盯着他。原来锦娘怕这个。宋时锦一把推开了容易，让这只狗离自己远点儿。你说话归说话，不要动手动脚的，更不能犯规，挨着我这么近，我可受不了。容易定定地看着他，忽而略有深意的一笑，秒变正经。好。说完这话，他几步挪到书桌前，本是要整理一下自己一会儿看的书籍，忽而看到宋时锦刚刚随手写的字儿。哎，锦娘，这是你写的字，怎么了？你的字为什么抖成这样？宋时锦看了一眼，暗道不好，他居然忘记将刚刚的纸张给烧毁。不过也难怪，刚刚谁能想到容易会突然在此时回来，他没有做准备，也难怪。我一个人在家比较害怕，刚刚想到一些可怕的画面，觉得心底恐惧，所以就手抖了。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害怕？容易的眼睛微微眯了眯，他打量着宋时锦的样子，锦娘的性子那么坚强，不大可能就出现这种说自己会害怕的情况。可这如今倒是真的说出他害怕，这令他觉得好奇，是什么能让敢拎刀出去砍人的锦娘恐惧还害怕的呢？锦娘可是有事瞒着我？没有，必须没有。我一个妇道人家，每日都坐在家里绣花，能有什么事要瞒着你的？宋时锦觉得自己必须得打死不能承认，容易定定地看着宋时锦。真的？宋时锦满脸的真诚，重重地点点头。当然是真的，我干什么要骗你啊？容易看了他一眼，算了，既然锦娘不想说，他也不逼他，总是有办法知道的。既然没什么，那就早点睡吧，天色也不早了，我们就早点休息。休息。容易转过身，目光落到不远处的大床上。锦娘这一晚上忙活了半天，这会儿也应该困了，过来睡吧。放心，我还会跟以前一样，不会有逾矩的行为。宋时锦的眼睛顿时睁大了，如今春寒料峭，天倒也没有真的就那么暖和，这晚上睡觉感觉起来还是有点冷的，可倒也没有冷到如之前那般非得用上暖炕。这容易居然还想跟他睡一张床，这男人也真是。宋时锦沉默下来，脑海中仿佛有两个小人在不停地掐架，一个叫嚣着容易那么帅，睡了又能怎么样，你还想做万年单身狗吗？一个则唾骂着容易帅是帅，但是太狗了，拿捏不住这种人，以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再爱也不能失了尊严和分寸。宋时锦的心底纠结了半天，终于还是咬着牙抬起了头。宋时锦认真地看着容易，我打地铺吧。在他没有真正确定自己的心意之前，不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要做。容易的心底倒也没有失望，想要攻略锦娘的确需要时间，一个优秀的女子原则和底线是很强的，那是她自尊自爱的表现，她只会尊重和敬佩。果然就知道你不会妥协。宋时锦搓着手指，这会儿就是不能让步，女孩子的清白那可是特别重要的，就算自己再怎么觉得不重要，旁人也是始终对于自爱的女孩子高看一眼的。容易瞧着他薄唇微勾，这次被他拒绝，他不会气馁，反而更升起了几分征服欲。我这怎么能让你打地铺？天气如今也暖和了，这种事情得我们男人来，我刚刚不过跟你开个玩笑。宋时锦又不说话了。该不会这就生气了？可别啊！容易这会儿忽而又怂了，他谁也不怕，可就怕锦娘不说话。锦娘绷着一张脸的冷漠，实在是让他的心又瞬间被揪了起来，整个人一时也不敢多说话。容易之前还能仗着宋夫人在，而天气又很冷的借口，稍稍放肆那么一回，这会儿他可不敢了。我自己整铺盖。容易说着，连忙去将被褥取了过来，铺在地上。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分房睡的，这如今天气渐暖，似乎已经不需要再烧柴火做暖炕了吧？容易心底一惊，锦娘这是要将他从这房间里撵出去啊？这怎么能行？家里如今不是有个知情了吗？他整日在家中，若是见到了你我分房睡，肯定以为我们夫妻不睦，那也是个惹事精，又喜欢多嘴多舌的。若是这事传了出去，平添麻烦。
我要给王思雅点梗啦，背后这容易对你的评价够打击人的呀。以前不都是如此吗？我们关系不和什么的，也应该不是1天2天了吧？你用这种借口是在骗谁啊？宋时锦可不傻，为何以前的宋大小姐就能单独住一间屋子，可以与容易互不打扰，如今她却是不能再那么做了，这分明就是借口。不是骗谁，我就是在找借口，就是想跟你睡一起，不能睡你，不能与你睡一张床，那便只好与你睡一屋。锦娘，不要撵我走，谁让我心悦于你，便只想与你在一起。宋时锦有些无语。所以锦娘，让我睡这里吧，啊，好不好？不好。你不是说你一个人晚上会害怕？你的字体都吓得抖成了这个样子，晚上让我陪着，不是挺好的吗？你还想明天吃饭吗？不想吃，趁早开口，明天等荣爵回来，你就只能在一旁看着，不能吃。荣毅顿时哑口无言。荣毅被宋时锦撵出了书房，他倒是并未直接回自己原来的房间去休息。看到宋时锦书房的烛火渐渐熄灭，荣毅直接提了灯笼出了门。锦娘这会儿已经睡觉了，她也该去准备自己该做的事情了。荣毅走到不远的地方，便看到一道身影正站在一旁。他很快上前，对着眼前的影子行礼。你不必对我行礼，我教你剑术，不过是领你进门，不过能发挥多少，那就得看你自己了。你的未来是握在你自己的手中的，开始练吧。荣毅规规矩矩地站到了一旁。你之前所练习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有什么心得？勤能补拙，若是尽全力去做事的，必然能成功。这会儿你居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着实是有趣。怎么，如今想明白了，要继续学下去了？对，还请师父教导于我，我定然会做好的。荣毅眸色微深，之前的他并未有过什么多大的野心要做这种事情，可如今却不是，他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有一个人需要他来守护。正式的到来令他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件事。既然你有这份心，我便会尽全力教导于你，你别令我失望。天一亮，宋时锦锻炼洗漱完，便到厨房里做早膳。王思丫一早连饭都不吃，直接回家去了。宋时锦刚刚站到厨房的灶台前，荣毅便挑着水回来了，满头大汗，看起来好像挺累的样子。你怎么这么早就去挑水了？家里这些暂时还用不着立刻去补的，水还有很多，而且你看起来很累，昨晚没有睡好吗？荣毅摇了摇头，还好。你受伤了？怎么那衣服上好像有血迹？宋时锦忽而眼睛睁大，注意到荣毅右肩上的衣服被红色渐渐染红，他眉头一皱，连忙走上前查看。荣毅眸色一深，看着宋时锦，任由他将自己领口给扒开。没事，只是昨天晚上不小心砍柴的时候没看清楚路，摔了一跤，那刀就伤到了肩膀。荣毅说的轻描淡写的，哪里有他所看到的那么触目惊心。眼前皮开肉绽，虽然是被布料给包扎着，可显然没有特别处理。你自己受了这么严重的伤，你自己不知道吗？居然就任由着伤口流血。荣毅，你这脑子里都装的什么？你不感觉疼吗？宋时锦说不上来的感觉，只觉得自己又气又急，可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他瞪了一眼荣毅，胸口一股说不上来的气涌了上来。去找牛二哥，我们到镇子上的医馆去，你这伤口需要清创，更需要包扎。荣毅摇了摇头，应该没事，我去山上采点药，往这伤口上一敷就会止血了。荣毅这话还没说完，在看到宋时锦阴冷可怕的目光之后，声音越来越低。你是对你自己不负责，还是打算对我和荣爵不负责？你等着，我去找牛二哥。你这伤要是现在不处理，一会儿你就找块地儿往那一躺，我去兽医铺给你裁2身衣裳，再背副棺材，让你往死了休息。荣毅顿时哑口无言，锦娘的嘴可真毒，可他却喜欢。宋时锦皱起眉头，别挑水了，给我坐着别动。荣毅看着宋时锦这会的样子，心中仿佛有什么在涌动着，这种感觉令他感觉窝心。锦娘，我真的没事。宋时锦的脸色却并没有因为他这句话而变得好看。我有事儿，你在家里等着，我去叫牛二哥过来。荣毅呆呆地坐着，锦娘让他坐，他果然这会儿就坐了下来。他一动不动，肩膀似乎并不疼了。
昨晚练剑，师傅根本不可能手下留情，而他如今所面对的每一场战斗都几乎是要拿命来搏，演示出高徒。他不到生死攸关之际，师傅也是绝技不可能出手帮他的，所以他最终还是自己赢得了胜利。不过也的确吃了不小的苦头，以后这样的伤不会少，只会更多。可这些与锦娘的安全比起来，又能算得了什么？一哥受伤了，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是去砍柴不小心伤到的。我看了看，伤口还不小。你赶紧过去看看，不行的话，就带着一哥到镇子上的医馆先去看看。这种情况实在是要麻烦你们，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可一哥这种情况，我也不得不过来一趟，还耽误你们用早饭。锦娘可别这么说，如今咱们两家的关系，你可别把我们都当成外人了。一哥受伤，这可是大事儿，马虎不得。要是我们家牛二伤着了，去找你，你不也要这么做？说这种闲话的话做什么？快点，赶紧过去，别愣着了。牛二连忙站了起来，我这就去准备牛车。你的左耳耳坠掉了啊！我刚刚出门的时候还照了镜子的，居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是有些粗心了。粗心了吗？容易可不这么觉得。锦娘是一个那么细心的人，做事情认真仔细到了极点。她平日里也从来都没有对自己的形象有过疏于打理的时候，可如今却连耳坠都看不到，这只说明了她的心乱了。这个女人颇有点口是心非，往往拒绝她拒绝的好像很死，可其实心比谁都软。宋时锦与容易聊了几句，就一直绷着张脸，容易也不敢再多说几句。医馆很快就到了，坐堂的大夫简单的给容易瞧了瞧。牛二这会儿才有时间去看容易的肩膀，只是看上一眼，他的眼睛便睁大了。这么长又这么深的口子，这一哥儿可真是能扛啊！一哥儿这种性子，也足以证明了他的确是个狠人。怎么样，大夫，这样的伤是不是很严重啊？的确并不轻，最好缝上几针比较好。这刀口可是真的很深的，我给缝上几针，开点金疮药。回去之后晚上也许会发烧，看他的身体素质了。宋时锦听到大夫这么说，心里大概也有点数，看来今天这晚上他得好好的看着他。那有麻沸散吗？这样单纯的缝针会很疼的。有，不过不多，而且这药肯定要贵一些。既然很贵，那就不必了，我能扛得住。锦娘是个不爱花钱的人，她可不能坏了锦娘的规矩，能省则省。而且她以后练剑开始受的创伤会更严重，总不能天天都要打麻药吧？疼痛这种事情，忍着忍着就过去了。虽然痛感很强烈，可她还是要增强自己的体质和耐受力的。谁让你扛了？这点钱算得了什么？你这个脑子里到底都装的什么？宋时锦听到容易这么说，立刻就炸了。容易忽而握住了他的手，听我的，我不觉得疼，我能忍。宋时锦顿时一噎，如果在家，他肯定会强硬的要求容易这会儿听他的话，可这会儿是在外面的医馆，他还是不能直接替这人做主的，那就有点太不给他面子了。宋时锦看了他一眼，说是忍不了了，不要觉得没面子，我会让大夫给你敷上麻沸散的。放心，我还去挑了水的，若是真的扛不住，我早停下不做事了。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他这人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他就火大。大夫，请开始缝针。您忍着点，没有麻沸散，那可是真的挺疼的。容易此时也只是笑了笑，却没说话。缝针的时候，只是戳破皮肤那会儿最疼，之后的阵痛远远不是伤口上撕裂后期那么严重的。大夫见到这个看起来文弱无比的书生，居然这么有意志力，倒也有几分稀奇和敬佩了。宋时锦本来是真的替容易感觉到很疼的，不过这会儿看到他这个样子，他将手指微微握成了拳头，想说什么的，最终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共缝了10针，中间容易一直没有说话，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儿，也不过只是握住了宋时锦的手。本来宋时锦是很想拒绝的，可一想到这男人不光是脑子有病，如今这身体的伤也挺严重的，说是他不帮忙，那也有点太不够意思了。索性宋时锦也就随着他去了。到了用金疮药的时候，宋时锦自然要的是最好的最贵的那种，若不是牛二他们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个性格脾气的，这会儿大概是真的会觉得他大概是个有钱人。好容易又用了布给包缠了起来，容易总算是得了解放了。宋时锦将自己的手从这个男人的爪子里抽出来，
你们这夫妻的感情可真好，尤其是这男人，看起来对你很是依赖呢。他好的时候也是真的好，可他狗的时候您是没见到，那也是真的狗。大夫有些无语，宋时锦挑眉，目光安静地看着容易。走吧。锦娘昨日不是刚刚买了肉吗？怎么这会儿还要去？昨天买的是吃的普通的肉食，不过这会儿可不同，不是说吃什么补什么吗？我看容易这肩膀受了伤，我打算去买点肩、翅膀、蹄子之类的，还有肩骨头，拿回来也熬汤。我想说我拒绝可以吗？牛二默默地看了一眼容易，等到宋时锦走了。兄弟，这一次我可救不了你了，惨还是你惨。不过好在锦娘手艺好，约莫你真的吃起了她做的这些，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谁要吃那么多，也不怕自己被噎死。姑娘，你看起来挺眼熟的呀。就在宋时锦正想着告示的事情时，忽而身后传来一道阴鸷的声音：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宋时锦听到这道声音之后，便浑身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连忙转过身，身后站着的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年轻男子，一身富贵人家才能穿的广袖白衣，风流俊逸，身形高大，气质非凡。那男子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此时他的眼神中所潜藏着的情绪，宋时锦不过只是一眼，他就看懂了。这位公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男子眉目轻挑，语气轻松异常，可说出来的话却令宋时锦立刻警惕起来。我看你这般重视这眼前的3张人像画，倒仿佛是挺认真的。你这可是曾经有见过这画像中人？宋时锦听到他这么说，立刻笑了笑，他的眉眼微挑，神情自然，这会儿带上了几分女儿家的娇俏，还有说不上来的骄纵。我要看什么，与你有什么关系？你那么关注我做什么？我只是好奇罢了。男子眸色微微一凛，语气中没有那种轻佻，反而有几分严肃。这3个人可是劫匪呢，如今我们的人失去了他们的所有消息，一时看到了姑娘这么关注这告示，便只想要问问看了。宋时锦眯着眼，心思百转千回，看来他的警惕感没错，眼前的这个男人分明是与这些人是认识着的，只要是认识的，那他就更不能不小心了。他可是得做好万全的准备，不能被眼前的这人给带到沟里去了。不好意思，我可不是什么姑娘家，我已经嫁了人，有了相公，你可别缠着我问了。我只是好奇这告示上的银子，一人线索100两，3人这便有将近300两，我这怎么看起来可都不会吃亏呢？至于其他的，原谅我，你说的这些我可是一点都不懂。我家相公还在找我，我先走一步了。宋时锦说完这话，立刻就走开了。崔二公子，您在这儿啊？刚刚说了要一道询问询问街坊邻里的，您这一转身就不见了，哼，让我们好找啊！你们帮我查查这个女人，我想要知道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宋时锦心里扑通扑通的狂跳，虽然刚刚被人问起了他所隐藏着的事情，不过这会儿他还是有几分沉着的。没想到荣秀才博闻广记，更对医术还有如此的心得，的确令在下佩服不已啊！老大夫这会儿越看眼前的容易越是喜欢了，天下有才学的人可真是不多，而且多的是那种沽名钓誉之辈，他可是颇为不屑的。可这眼前的荣秀才，那可真的是个人才呢。哪里，我这只是班门弄斧了。你这小子态度也不错，为人还很谦虚，孺子可教也。老大夫很是欣赏有礼貌之人。宋时锦此时走了过来，老大夫对着宋时锦笑了笑。夫人可是有个极好的夫君呐，对夫人如此细心体贴，还能这般才高八斗，以后你的日子好过着呢。旁人夸他，宋时锦自然不好接话，说是也不对，说不是也不对。他唯一能做的便只是假装羞涩一下，而后微笑就成了，表面羞涩，心底马买批。还不到村口，宋时锦就听到了荣爵的声音：爷娘！荣爵迈着小短腿儿朝着牛车跑过来。牛二一瞧是荣爵，连忙将牛车给停了下来。牛蛋这回也在，见荣爵跑过来，他也跟着跑。这两人倒是将牛二嫂给撇下了。
牛二嫂走的也不急，不过她的嗓门向来就大，只说几句话，旁边的几个人便这会儿都听到了。荣爵一大早坐车回来，这到了家没瞧见你们，听说他爹受伤了，这才一定要到村口等着，也真是个孝顺的孩子。荣爵这会儿已经扑了过来，不过他的目标直接就是宋时锦，而非容易。当然，容易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个小没良心的王八蛋了。锦娘，一根的伤不要紧吧？也没什么大事儿，不过缝了10针。都缝针了，可见是伤得够严重的。宋时锦皮笑肉不笑，不重不重，某个人还能去砍砍柴、挑挑水、谈笑风生，好不潇洒呢。容易顿时哑口无言。荣爵窝在宋时锦的怀中，跟着点点头。娘，你辛苦了，我爹爹如此不中用，最后却得劳烦于你，还得换你来操心照顾，的确是辛苦了。为娘的不辛苦，不过你可不能像你爹爹这般，还好伤的不是你。娘你放心，我跟爹爹不一样，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容易眯着眼睛，手指这会儿指腹微微发痒了起来，他有点想要掐死这个不孝子的冲动。是时候让这个孩子每天随我一道练剑了。书房中，宋时锦又检查了下容易的伤口，看得出来没有继续渗血，这才放心了几分。你这伤口太深，而且大夫也交代了，让你这一天晚上要注意一些。我打算晚上陪你一道去书院，顺便见一见你的同窗们。宋时锦的脸色依旧不好看。容易按理说是要拒绝的，可是这会儿真的看到宋时锦这么一副模样，他这拒绝的话却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了。比起被同窗们看到他娘子跟着他被人嘲笑，他更担心锦娘会不搭理他。容易点了点头，应了下来。那我先去厨房做点好吃的。荣爵看着父亲这个样子，不由得摇了摇头。爹，不做不会死啊。容易看着宋时锦走开，知道这会儿他也听不到自己说话了，便挑了挑眉，冷着脸道：你娘说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特别害怕。娘她很害怕。爹用心良苦，晚上背着你娘练剑、挑水、砍柴做事，爹着实也很辛苦。爹，你不是在骗我吧？你觉得爹会骗你？爹这会儿还想提醒你一句，想要对你娘好，那别光用嘴说，得用实际行动。荣爵有些无语，稚嫩的脸庞皱成了一团，他陷入了沉思。他好像真的只是在嘴上说过要对娘亲好，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做过多少事儿吧。那我应该怎么做？容易唇角一勾，这个崽子还想跟他斗，也是想太多。很简单，把你的剑练好，每天扎马步扎半个时辰，先把沙袋和步法练起来。荣爵哦了一声，总觉得仿佛有什么不太对劲儿的样子，可他此时却又完全想不出来。我练好这些，就算是对娘好了。感觉练剑与对娘亲好，好像这些似乎也并不相干似的。容易呵呵，这小子有长进了，还知道问些问题了。目前以你的能力，自然算不上。不过你若是现在不练，那你更废物，连点未来都不可能会有。你娘若是在不在家，都会有其他的子女，你比不上老二老三的。或者你没有点武力值教育你的弟弟妹妹，帮你娘省点心。所以你觉得你练这些有用没？荣爵呆了呆。有用。你比你弟弟妹妹早生这么多年，得让他们永远追赶不上你。你变得很聪明很优秀，你娘才能一直对你好。当然你有了这些本事，若是有人欺负你娘，你也可以上前帮助他，这当然好了。容易一番苦口婆心的道理，令荣爵深思之后，还真觉得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他重重的点点头。爹，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努力的。还有你努力了就自己努力好了，别让其他人知道，如果旁人知道了，也就不觉得你厉害了。哦，我知道了。那我能带着牛蛋和轩哥一起练吗？当然可以，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人帮你总比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强。以前的容易觉得自己读一些就可以，可宋时锦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想法，人怎么能没有人际关系呢？最好还是得黑白两道通吃，哪里都有路子走才对，这样他自己的路才能越走越宽。说是将自己困死在一处，那只会画地为牢，路越走越窄，思维越来越狭隘，人也会越来越自私，全都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那我去练功了。这是锦娘自己叠的？锦娘还喜欢叠这个玩意儿？说是他喜欢，
他自然会多讨好他一些。不如就先研究一下这千纸鹤到底是怎么折叠的。容易想到这儿，便将这千纸鹤给拆了开。哎，这里头竟然写有一排小字，这字体好像并不是锦娘的字体，应该是旁人写的，而且一瞧就是入纸3分，颇有比例，像是男人的笔锋。容易的眸色微冷，这一排小字的意思更令他目光一冷。小锦儿，思念，不日到访，这个人有够大胆的。容易深吸了一口气，眸色中冷光乍现。原来他的直觉并没有错，从一进书房，他便感觉到房间里有些东西转换了地方，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危险感觉。当然，并不是锦娘布置的那些，而是说不上来的被侵略的危机。本以为是他自己想太多了，如今看到手中的千纸鹤，他倏地明白了什么。有意思，敢到我容易的地盘上撒野。容易的唇角扯出一丝浓郁的杀意，尤其是看着思念那2个字儿，心底的那种感觉，这一刻根本无法抵抗。他不日造访，很好。他倒是要看一看，这个敢进门的魑魅魍魉到底是何方小鬼。宋时锦从厨房里端了自己做的骨头汤和尖头肉出来，到了书房的门口，他便瞧见了荣爵正端正无比的在蹲着马步，姿势很是正确，额头已经冒出细密的汗珠，双腿微微的打颤，显然这好像已经并不是扎了那么一小会儿了。菊儿，你在做什么？扎马步。你怎么想起来这会儿要练这个了？宋时锦有点好奇，之前完全就没有看到荣爵会练这种基本功来着。这孩子能早上起来并坚持这么久，本来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而他年纪还小，教养虽然有他的一部分责任，可这武术功底的事情却是他无法插手的。所以宋时锦倒是并没有想过让他这么早就开始练这个，这会真的瞧见了，很是好奇。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娘，你先别管我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等我再坚持15个呼吸，我就回去吃饭。宋时锦进了书房，将饭菜都给布置好。容易还在看书，并没有直接站起来，好像气氛有点怪怪的。容易并没有开口说什么，也大概是因为这一点，这才让宋时锦莫名觉得诡异。这人若是平日，那可绝对不会是如同现在这种样子的，应该早早的就开始来给自己端饭菜了吧。居然这会儿了，他还是无动于衷的模样，的确令他感觉诡异。容易，吃饭了。知道了，我也不饿，就先放那儿吧。这会儿我没什么胃口。容易说着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很是恼怒。此时的他的确是很生气的。锦娘她有事瞒着他，不仅仅是瞒着，而且似乎锦娘还与其他人之间有个过去，这令他心生嫉妒，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在撕扯着他的情绪，令他整个人都恨不得想要上前将这些事情都问个清楚。可他偏偏还不能问，更不能说，所以只能拿着不吃东西发泄情绪了。宋时锦眉毛一抬，哟，长脾气了？你确定不吃？他不知道这容易怎么就莫名其妙生气了，不过他可不打算惯着他，自己又没犯错，干什么要因为别人生气就为难自己去低声下气的？呸，才不呢！不吃我就拿走。宋时锦端起容易的碗筷，眼瞧着就要走出书房。我吃，你放下，你别动。容易立刻就怂，他这想要立起来的脾气，很显然这会儿还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完全不够格的。看到了宋时锦这会儿的这副模样，他也就立刻不敢与他对着干了。何必呢？自己跟自己的胃过不去，那也太愚蠢了。这种事情那可千万别做。宋时锦冷哼了一声，脚步停下，却也并没有走回去，只是扭过头去，凉凉地看向他。不是不吃，不是没什么胃口吗？别为难自己，何必强迫自己一定要将这饭给喂到自己嘴里啊？那么对不起你自己，又何必呢？容易立刻站了起来，摆了摆手，往前走了一步。我不为难，一点都不为难。你确定？我确定。他这会儿能说什么呀？锦娘做的饭菜那么好吃，他如果不吃，那不过是在为难着自己罢了，这又是何必呢？他又不是没什么事情做了，一定要跟自己过不去。我得给荣爵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粮食，也不能因为没胃口就不吃饭。
容易连忙上前，走到宋时锦的跟前，接过了他手中的碗筷，重新放到了饭桌前。锦娘，来吃饭，别闹小脾气。果然是真的不要脸呐，能把这反话说到这种地步的，他也真是个人才。宋时锦懒得跟他计较，回到饭桌前，这会儿小荣爵也已经练完了功，简单的洗漱了下，擦了擦汗，跑了过来，也到了一旁等着吃饭。娘，今天又做了这么好吃的饭菜呀。荣爵因为做了点运动，此时的他两眼直冒绿光了都，毕竟做了那么大量的运动，这会儿的他很累，而且特别的饿。你去了书院那么辛苦，娘怎么能不给你做点好吃的犒劳一下？宋时锦对着荣爵语气温柔，容易在一旁心底酸涩。锦娘，我也去了书院上课，也是一样的辛苦。宋时锦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目光阴冷。爱吃不吃，不吃拉倒。容易顿时哑口无言。同样都是家里的男人，为什么对待起来差别这么大？恨得又想把荣爵挂到东南枝去了。容易默默地做个干饭人，这会儿可不敢再拿桥了，省得真的会被宋时锦一个不小心给撵出去。对了，容易，我想将家里的房子建个外围，周围都盖成砖墙。哦，为什么？宋时锦自然是有些心虚的，虽然这是原主的过去，可他如今也不好解释。就是家里四处都是茅草房子，哪一天风一吹不就倒了吗？自然要盖得结实一些，这样才不会以后出什么问题。我们做事情想人，不都是要朝着未来想得多一些吗？容易是真的发现锦娘的大道理，那可真是一套一套的，倒也没有欺骗他，就是有点不怎么实在。要不是容易自己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估计就真的认为是这么一个原因了。锦娘想做什么就做，不过若是遇到什么麻烦的事情了，要记得找我，我好歹还是家中的男人，能帮你一点是一点。这话自然是意有所指，不过就看锦娘自己愿不愿意这么做了。宋时锦挑了挑眉，这会儿看着容易这个样子，总觉得这人今天怪怪的，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我知道了，谢谢你了。容易低下了头，他离让锦娘信任自己还需要一段路走，一切也没有那么容易，那倒也不急，就慢慢来就可以。不过看来他每天晚上都需要守在家里了，这真的是个很辛苦的差事。锦娘记得书院正常的距离，牛车得3天，可容易似乎回来的有些特别的早，他便问起了容易。我在马场租借了匹马，骑着回来的，咱们家里头不适合放马，我便将马放在林四叔那里了。林四叔他在帮着你照顾马？四叔为人还是比较老实的，若是我平日里不在家了，如今四叔家里头也没什么人了，正好我给四叔一些银子，让他照看一下我们家。宋时锦这会儿听到容易说的我们家3个字，心底微微一暖，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这令他整个人都有些特别的放心。说是以前他还没有这种感觉，可现在他却无比的清晰，他真的是与对面这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家。说起来感觉真的挺奇妙的。宋时锦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心里暖暖的。锦娘会不会认为我租借马匹是件很浪费的事情？说实话，那一笔的开支也并不少。宋时锦摇摇头，在花钱这事情上，他可能是因为出身比较好，的确从来都没有特别的将这些放在心上过。他的理财观是绝对不会亏待自己，不过不该花的也不会花就是了。你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马匹比牛车要快得多得多，作为代步工具，你只是半个月1个月才租那么一次，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不过这马也是真的挺贵的，我觉得咱们以后就算是有钱也不要买马了，只租借就好了。毕竟平日里照顾着马也是挺费事儿，而且特别的费钱的。这些都听锦娘的。锦娘，我会尽快的考取功名，到时候如果需要为官，那就需要搬家了。我希望锦娘能跟着我与荣爵一道走，我定不会让你受委屈。容易不想多说其他虚的话，如今宋时锦所遭遇的问题，说白了都是他这个做家长的不够优秀的原因。家里头遭贼是他守护不力。容易的眼神极其的真挚，定定地看着宋时锦，一时间让他有种很不自然的感觉，仿佛这个男人已经知道了什么一样。好啊，希望你能够高中榜首，为我和荣爵立一片天，为我们的家多添一片瓦。先答应了容易，再说以后的事情，不然会耽误他学习和考试的心情。好，我定不负锦娘所望。锦娘，
你在想什么？唉，人比人气死人呐！大概真的只有小说里才有你这种逆天的颜值、逆天的才学，还有逆天的狗屎运。媳妇这是在夸我吗？宋时锦帮着收拾行李，荣毅则去了荣爵的屋子。你娘送我去书院去了，你去不去？荣爵心底自然是很想去的，不过他如今倒是会替别人多想想了。爹，说是我去了，那马能承得起咱们3个人的重量吗？你若是想去，那自然是能的，你若是不想去，那就不行了。这算是什么回答？不过荣爵这会儿倒是明白了自己爹爹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了，他连忙点头。我想去。那就跟着一起走吧。到了林四叔家，荣毅先扶着宋时锦上了马，然后将荣爵送了上去，让宋时锦抱着，而后他也才上了马。这会儿坐在宋时锦的身后，荣毅一拉缰绳，他的胸膛便与宋时锦香香的背贴得紧紧的。宋时锦一时有些尴尬，说只是他与荣毅2个人，倒也还好调整距离，可前面又加了个荣爵，他自然是前后移动不得。这会儿的他便只感觉自己与荣毅好像贴得很紧很紧。宋时锦有些不自在地动了动，荣毅的眸色一深，心上瞬间如同千百只小猫在抓挠，他只恨不得自己立刻上前，狠狠地将眼前的锦娘扑倒蹂躏。宋时锦的身子忽而一僵，似乎察觉到了身后荣毅的身体变化，他的脸微微一红，连忙又想再动一下。荣毅声音轻轻的，又带着几分暧昧的气息自他的脖颈处传来：锦娘，别动。宋时锦一听他这说话的模样，哪里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心底微微一缩，便立刻不敢再动了，生怕这身后的男人会化身不要脸的小变态。耳边是风声，宋时锦抱紧了荣爵，策马奔腾，风又太大，这让他不得不伏低了身子，以免让自己的脸被风给刮倒。荣毅眸色微深，锦娘原来好小一只啊，窝在他的怀中，就像胆小又萌萌的鹌鹑。他拉着缰绳将她护在怀中，这种感觉真的很好，从来没有过这种可以替他承担起风雨的责任感。马上的确是颠簸，就算是有马鞍也是一样的，照样坐久了屁股会疼。所以只跑了半个时辰，荣毅便顾及着宋时锦与荣觉得不舒服，勒马停下，让彼此稍事休息。你把你的胳膊伸出来，让我瞧瞧你的伤势。荣毅倒也没有拒绝，只是很自然地伸过去手。宋时锦看着，注意到他的肩膀稍稍的有些渗血，他的眉头微微皱起，整个人这会儿心情就不是那么舒服了。这个男人又是在自己这么扛着，都流血了，我跟荣爵是不是不该跟着过来啊？没有让你养好伤，反而这会儿更严重了几分。宋时锦这会儿只是看了一眼，就很是心疼。荣毅摇了摇头，目光幽深。无妨，我不疼。宋时锦心底一抽一抽的，这种感觉很明显，让他这会儿有些微微的一惊，仿若有什么话想要说，这会儿却又说不上来。宋时锦的心底多了几分说不上来的情绪，只觉得想替眼前这个男人分担几分，莫名的担忧着他的情绪是那么明显，明显到他自己始终有些心情古怪的意。我看过了那老大夫的手法，等到了书院让我来帮你上药吧，我会在书院附近看着你把伤养好。荣毅定定地看着他，半天之后才轻哼了一声好。然而荣毅静静地看着宋时锦，他的手伸出，一把握住了宋时锦的手。锦娘，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明明说好了要保持距离的，对我如此嘘寒问暖，这样的你如何能叫我不喜欢？宋时锦的嘴微张，他想说什么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发现这会儿的他好像说什么都有些徒劳。是啊，为什么？荣毅看着宋时锦这会儿一句话都说不上来的模样，忽而唇角微勾，轻笑出声。他笑了笑，这会儿也才很平静着替宋时锦做了解释。其实锦娘，你是不是爱上我而不自知？人是会日久生情的，相处的久了，如何会不生感情？更何况他是将他当成男人看待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亲情、友情、爱情本就很难区分。锦娘，若真的是那般，我定然会万分欣喜的。
宋时锦呆呆地看着容易，本来是想要否定这人的说法的，可是他这一刻却完全是心乱如麻，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说什么。毕竟他竟然隐隐约约地认同于容易的说法，这个男人说的好像有几分道理。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男人开始双标的？他心肠冷硬，说是对一个人没感觉，怎么可能一次次转变自己的行为和方式？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将这个男人给放在了心上了嘛。而他原来很有可能只是对他自己的心不了解，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与他的理想状态在背道而驰。锦娘，锦娘。容易注意到这会儿的宋时锦一言不发，仿佛很震惊的样子。他轻轻地叫着他的名字，宋时锦倏地回过神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眼前的容易，冷哼了一声，颇为不自在地开口说道：哼，自然不是，你别多想，我不过是同情容爵跟了个不靠谱的爹，过成了这种日子，属实太惨。容易顿时哑口无言，他静静地看着宋时锦，耳边听着他说着这些话。此时的他也拿不定宋时锦说的这些话是真心的还是违心的。这个女人说话总是半真半假，令人捉摸不透，就全当她说的是真的吧。走了，我们继续赶路。容易也不再逗弄宋时锦了，天已经快黑下来，他们还得继续往书院走，不能在路上耽搁太长时间。容爵，走了。容易叫了一声，儿子倒是真的把他说的话给听进去了。只要一逢休息的时候，那就蹲马步。这会儿只是简单的自马上下来休息的时刻，他就在蹲着马步，也是没谁了。容爵点点头，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宋时锦皱起眉头，不得不吐槽容易两句。这孩子蹲马步这样子是你给要求的？你让他这么做的？也不是，他就是自己忽然之间想通了。那也不能这么拔苗助长来着，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行，可别逼迫得太紧了。放心，这些都是容爵那孩子自己喜欢做的，我这个当爹的自然要成全他。娘，爹说的没错，这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自然是会努力坚持下去的，您这点就尽管放心吧。拥有才学，拥有绝世武功，如此这般的成就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练不好也不必气馁，练得好也不能放松了。你要在心底里问问自己，有哪一样是你可以坚持一辈子的事儿？想到了就让它变成习惯就可以了，不必这么强迫自己。你瞧瞧，你的腿都要抽筋了。容爵皱起了眉头，他这会儿倒是真的将娘说的话给放在了心上了。好的娘，我知道了，我会仔细想一想的。成功并不是压迫自己坚持，逼迫自己努力，而是让自己习惯去做一件事儿，天长日久即可。觉儿真乖。走了，我们上马。容爵被容易抱上了马，宋时锦很快又被前后夹击了，而这次他的感觉更为清晰，也更有些心跳加速，说不出来的紧张。有些话不能说破，一旦说破就容易一直往那方面想。宋时锦没有注意自己的心事，没有被容易给提醒的时候，自然不觉得如何，可被他给提醒了下，说他可能有些喜欢上容易了，那这就有点完了。他本来没觉得是这样，现在仿佛就好像有点什么了。这样身子与容易靠近着，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和节奏，又仿若针灸那般的自然，这令他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容易贴着他，偶尔一动便将他的下巴卡在他的脖颈处。宋时锦不敢动，他只能这么感受着，自己却是真的一动都不敢动。容易轻笑了一声，这会儿的锦娘这么战战兢兢的样子，他如何能不知道他此时特别的紧张？容易挑了挑眉，行为试探了两下，发现锦娘还是不敢动，他便很是放肆的又贴他更近了。宋时锦有些无语，他这会儿躲也不是，毕竟他知道容易另外一个肩膀正在流着血，也是受了伤的状态，而他不躲，这气氛也太暧昧了，令他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宋时锦咬了咬牙，算了，先忍着。宋时锦的心底暗暗的腹诽，要不是看在你受伤的份上，这种行为早就够我削你千百遍了，这次先饶了你。就这么一家三口骑马赶在了亥时到了书院。宋时锦抱着容爵站在门口，看着容易进了书院。容爵皱起了眉头，一脸的不解。娘，为什么我们不进去？因为这是规矩。可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矩？你和我都是爹最重要的人，可偏偏我们竟然连门都进不去，这也有些太不公平了吧？没什么不公平的，说是你在读书的时候，我去给你嘘寒问暖的，你烦不烦？烦。咱们工作或者做事的时候，
最忌讳有人打扰打断了。所以呢，书院封闭式管理是好事儿，大家所思所想所行都是为了更好的专注罢了。娘，我发现你懂的道理真多，我问其他人都不见得他们能回答得出来。那娘，你的这些理论都是从哪儿学的？另外一个世界。你若是自己善于观察思考，自己总结经验，那这些道理你都可以想得到的。我知道了的，我其实平时都有在观察思考的，就比如我观察过爹。你观察你爹什么了？我发现爹他总是在偷看娘，那个眼神泛着绿光。混账小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形容词啊！娘，你说爹是不是很喜欢你呀？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爹对谁服软过，也没有见过爹对谁这么听话，他只有对娘说话这么温和，而且什么都听你的。宋时锦的心底莫名的一阵得意，这当然是我驯服有术，不过好像有哪里不对。也不能这么说吧，你爹之前不是还对你爷奶奶都挺听话的吗？都受了那么大的欺负了，都不见反抗的，说什么只听我的，哪里有这回事啊？不是这样的，爹他是面子上不反驳，可心底却是记得清楚呢。有一次荣奶奶骂了我，爹表面上没说什么，回头就把盼儿姑姑给怒骂了一通。荣奶奶最是心疼盼儿姑姑，被气得差点犯了病呢。爹对旁人的听话那都是表面上的，爹对娘可是真心实意的。娘，你对爹来说是很重要的。是吗？真的是，你对爹来说就像肉包子对狗一样的金贵。我谢谢你的形容词了。宋时锦严肃地看着自己儿子，终究还是叹了口气。菊儿啊，以后多读文学方面的书吧，你这语文修辞不要太差劲儿了。没多久，进了书院的容易出来了，而与他一道出来的还有他的几位同窗，最重要的跟着他的其实也就只有2个人，一个看起来一派正直，脸上却始终都带着几分冷意。容易介绍他的名字是叫周一鸣，一个看起来一脸笑意，看起来平易近人，很愿意与人相处的样子，他的名字叫万清源。宋时锦一瞅这人的脸就知道是个做生意的，果不其然，容易介绍的时候便直接提到了他家里做些小买卖。这2个人跟在容易的身后，表面上一副挺冷静的模样，事实上都在打量着容易的娘子宋时锦。说是普通人那也便罢了，可这个宋时锦对于他们2个而言，那真的是如雷贯耳的。毕竟容易这么优秀的全书院天才学子，每天都是娘子长娘子短的，张口闭口都是娘子，这要是不引人好奇就怪了。这位就是弟妹啊，怪不得这么有气质，长得天仙一样的呢。谢谢。他的表现没有怯懦，也没有结巴，只是很平静的模样，令万清源和周一鸣这心底多了几分舒服。看来容易也并不算是夸张。见过弟妹。宋时锦也一并回了礼。万清源心中腹诽，这容易的表现跟护食的老母鸡一样的，至于吗？他跟周一鸣也不过就是看看，谁还能当着他的面抢了人似的。2位既然是我们容易的同窗，我如今便是有几句话想要交代一下的。容易他眼神不好，结果弄伤了肩膀，缝了好多针，这伤口如今还严重的很。我知道他平日里在书院读书辛苦，本是不想打扰的，可他这伤不好彻底，我这也的确是放心不下，所以我想让2位多照看他一点，平日里起居他肩膀不便，劳烦2位多帮帮忙。饮食上要清淡，大鱼大肉辛辣油腻的就不要碰了。容易前面还听着挺好，感觉心情什么的挺舒服的，直到锦娘说到大鱼大肉，他整个人忽而就不好了。容易连忙道：锦娘，其实我这只是小伤，倒也……后面4个字不必如此还未出口呢，宋时锦一记眼刀就瞟了过来，那个杀伤力大的，容易连忙闭了嘴。都听你的。宋时锦冷哼了一声，这边对着容易冷冰冰的，那边一转眼又对着2位同窗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万清源笑了起来，没想到容易平日里冷若冰霜，对大多数人都是爱理不理的，真正的弱点原来在这儿啊，他居然如此惧内。周一鸣则是有些震惊，容易敬重妻子表现成这个样子，实在是有些不符合他在书院的人设呀。而且周一鸣深觉这宋时锦的可怕，这容易可是个极有城府之人，而眼前的这位貌美如花的小妇人居然能有这般的手段，这简直有些不敢令人相信呢。能把容易给调教得如此听话的女子，那可是了不得，最起码的人际关系和见识
就不是普通女子能比得了的。天底下做学问有才艺这回事儿，只需要埋头苦干，一个人闭门造车即可。可天底下识人心、善用人和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真正的权术。这可得有几分手段，那才能做得到的。这宋时锦厉害啊！劳烦两位以后要负责，这点便是我的一点心意。这2件是我询问过容易之后，根据你们2位的特点所做的礼物。说着，宋时锦递给周一鸣和万清源2个人1人1件。本应该是推辞的，不过这时候他们也的确是挺好奇的，也不知道荣家这位弟妹到底能送他们什么礼物。这是2位接过了宋时锦的礼物。话说此时还是有点懵的，眼前这位弟妹真的是太懂如何让人无法拒绝了。我知道万家的生意挺多的，而且可能会需要做这方面的一个路引。我看平日里的地图都没有那么详细，便按照书上细致的地理描述画了个很细致的。这个万清源直接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这会儿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宋时锦，他深吸了一口气。这居然是弟妹你亲手所画，弟妹真是神人也。这也太贵重了吧，那我们2个就多谢弟妹了。万清源平日里总是嬉皮笑脸的，这会儿倒是也收起了自己的表情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弟妹你放心，这以后容易的所有的事情都包在我的身上了，你放心，这一次容易受伤，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他的，也绝对不会让他乱来的。既然如此，那多谢了。容易在一旁却是黑了脸，他的手指微微动了动，整个人这会儿的心情特别的不好。锦娘居然送了那么好的东西出去。那弟妹你们先聊着，我们就站远点等着，你这尽管放心，书院那边我们已经打过招呼了，这会儿在这里聊得久一些也没事。说完这话，万清源拉着周一鸣走了开。这会儿的周一鸣已经迫不及待地拿了宋时锦递给他的册子，不停地翻看着，一副求知若渴的模样。万清源翻了个白眼儿，有点瞧不起他这副样子，只是他这会儿也是心底痒痒的，一想到若是这么细的地图真的证明有用，那只要他们万家商行集中开始拓印找人绘制，就等同于提前拥有了极大的商机呀。这容易的媳妇儿也太不简单了。这哪里是不简单，分明是当世贤妻，在世班昭。你个迂腐的书生，我可不跟你一起夸人，丢我的脸。容易愤愤不平，语气颇为不服。他定定地看着宋时锦，有些不满着道：锦娘便不曾为我做这般的好事，如此好的物件给了他们这2个废物，纯粹浪费。你跟废物们做兄弟，哈，真有你的。宋时锦懒得理会容易这会儿说什么，这男人又在没事找事儿。容易阴沉着脸，见宋时锦这会儿不说话，心情更抑郁了。锦娘，你都不心疼我？容易的眼眸微红，看得清楚的那种委屈的模样，令旁边站着的万清源跟周一鸣2个人都是一个哆嗦。这个容易平日里在他家娘子的面前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也有点太软弱了吧。宋时锦眯着眼睛无语地看了容易一眼，别玩这套，舌头伸直了，好好说话。我也想要礼物。好像撒娇这会儿不怎么管用了，这会儿的锦娘很是凶巴巴的，她只能直截了当的将自己的要求给说出来。你怎么忽然之间就想起来要礼物了？我怎么就不知道你还有这个需要的？别人都有，就我没有。他好酸呐。宋时锦顿时有些无语，这男人本质就是个需要哄着给糖吃的小孩，他喵的，怎么事儿这么多呢？锦娘，我也想要礼物。容易皱起了眉头，这会儿一副想要糖吃的孩子一样。荣爵在一旁哆嗦了下，这副模样怎么让他感觉这么熟悉？这是他爹在学他吗？荣爵扶额，娘，你可真累，这是在给明天去见的卢县令准备的礼物吗？行，给，多大点事儿啊！容易这才开心地笑了起来，眸子之中如同散发着耀眼的光泽，那亮的让宋时锦眯起了眼睛。不得不说，自己这个相公，其他的也许不行，可是这个长相，那可真是足够可以的。有了这么一张脸，他就算是带他出去，那也是特别有面子的呢。谢谢锦娘。我等会儿会先找间客栈住下来，我跟荣爵这晚上就住在这附近就成。既然已经到了，那就干脆见过卢县令了再走吧。锦娘说的极是，卢县令与我本人有知遇之恩，既然到了这儿了，也是应该去见上一见的。那我现在带你去找间客栈。容易直接走到万清源的身边。怎么样，
那地图好用吧？万清源顿时哑口无言，容易冷哼了一声。哼，我娘子要住客栈，你立刻给我安排好了，不然这地图我立刻就给收回去。物交损友啊，这容易真高。弟妹不走，住在我万氏开的安乐客栈就行，我立刻给您安排一间上房。说话归说话，你还那么近做什么？真当我娘子听不到啊？这容易八成是个脑残呢，这也太护了。那就劳烦了。很快，宋时锦就被安排了一间上等房给住着。他想着是要给银子的，不过容易直接没让他给。容易依旧还是冷着一张脸，那火气还大着呢。给什么给？你给他的那张地图，给他节省了多少事儿，创造多少商业价值呢？住他10年上房都不亏。你真的确定这样做妥当？咱们也不是缺那么一点房钱的人。听我的，没事。哦，好吧，这个你得回去书院里去了吧？一会儿还比较麻烦呢。容易的眉头微皱，目光幽静地看着他。你就这么想要撵我走？不然呢？我还把你这条狗拴在这儿，半夜听你嗷嗷叫吗？可是我这伤都还没好利索的，他们那几个人都是大老爷们儿，给我换药换不成的，没你弄得好。我觉得应该还行吧。你真的让我回去？宋时锦挑了挑眉，这会儿可不能心软，该让他回去就得回去。赶紧回去吧。容易的手微微一握，心底一缩，锦娘对他还是这么警惕，他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对着他打开？容易的眼睛微微眯了眯，心底忽而一冷，可表面上却乖乖的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我不打扰锦娘了，又是我自己过分了。宋时锦看着他这个样子，只觉得自己的眼睛直抽抽，这容易咋戏这么多呢？容易挑眉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荣爵，对着荣爵使了个眼色。儿子，速速帮忙啊！荣爵在一旁扎马步，双手环胸，只当没瞧见。自己爹这会儿还是自求多福吧，原谅他，绝对不会背叛娘亲的。荣爵默默地将自己的头转到了一旁。生个儿子还不如不生，半点无用不说，关键时候也靠不住。看来只能靠我自己的了。荣爵看到自己爹没有任何办法的就这么走出了门，他这会儿说实话还是有点小小的兴奋的，毕竟这会儿那可真的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呀。当然，荣爵此时也是更为深刻的意识到了，家里头最厉害的当家做主的人物，那不是别人，那可是自己的亲娘。娘，你可真累，这是在给明天去见的卢县令准备的礼物吗？你倒是很清楚嘛。那是自然，之前你跟爹爹聊天的时候我就听到了的。我也知道这个礼物挺重要的，对爹有很大的好处。不过娘，这又不关你的事情，何必下那么大的功夫？那你也在蹲马步啊，好像这也挺辛苦的。娘听说你这么辛苦是为了娘，所以本质上这也不关你的事儿。你又何必这么累呢？娘看你只要休息下来，一有空就蹲马步，这会儿看书什么的也在蹲着，好像比娘还要努力呢。他娘就是有办法能堵着他，让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觉儿，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只为了自己的，要为了自己一个人吃，一个人喝，一个人玩，最后再一个人死掉，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有情感的人类，有亲情、爱情、友情，对自然的热爱之情，还会有对事业的追求和对理想和信仰的坚守，这些东西是最不能计较付出的啦，而且做起来也很开心，是不是？说得对，我为了娘亲做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开心。想一想娘，我就不累了，也能熬得住了。觉儿真乖，你想要的就去争取，你所付出的就不要求回报，这就够了。荣爵深吸了一口气，看了宋时锦半天，忽而他眨了眨眼，又很认真地开口道：所以说，娘亲，爹在你的心中其实是很重要的吧？就像是你对我一样，你是不是累的时候也会想一想爹，然后就不觉得累了呢？我挖了个坑啊，埋了我自己呀！你可真是我儿子。宋时锦没有再跟荣爵继续聊天，他愣了愣神，看着手中的刺绣，他这会儿的思绪已经飘飞了起来，好像想的似乎更多了。
有了今天白天的时候，容易问他的一句你是不是喜欢我，还有这会儿荣爵提到的是不是累的时候，就会想一想容易。宋时锦的心乱成了一团麻，他这会儿真的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那似乎也不可能吧。那个男人长得也好，是他欣赏的容颜类型，身材也好，满足了他对男人完美身材的幻想，然后还对他那么细心，那么温柔，几乎什么都顺着他。而且他还那么有才学，虽然一开始他的确是有些看起来挺迂腐的，可这越接触，他越发现他身上的优点很多很多，多到他遇到了一个容易之后，眼中再难看到其他人。有句话说得好，年少的时候不要遇到太好看的人，而他如今却不得不换个方式来描述自己如今的心情了。正在宋时锦正觉得眼前这思绪乱成了一团麻，还不知道该怎么清理的时候，忽而门口传来了阵阵的敲门声。难道是容易那家伙还没有死心吗？弟妹，不好了，容易他……看到了眼前的容易很正常的样子，他的眉头微微皱起。你这是在骗我？不是的，不是的，是容易的伤口又裂开了，而且他还又把自己的另外一只手给划伤了。说着，万清源将想要躲开的容易给抓了过来，而后将他的手亮给宋时锦看。宋时锦一眼看过去，便瞧见了容易那手背上清晰的一道痕，肉都快翻出来了，更别说血在地上又流着。宋时锦心底一抽，立刻就急了。容易，怎么回事？你这刚刚还好好的。容易不敢直视宋时锦的眼睛。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火力又默默地开始上升了起来，这会儿简直要被容易给气死了。万兄弟，你先回去吧，麻烦你去向夫子请个假，让容易就先住这儿吧。也只能这样了，这容易伤了一肩膀一手的，如何能写得了字？就好好养伤，也就10天半个月就能好了，也没有伤到骨头。周一鸣在一旁沉默了半天之后，却是说了一句很有责任心的话。放心，我每日都会过来，将夫子所讲的课程重点理一下送过来。宋时锦连忙感谢，之后他没有去送万清源和周一鸣，而是让容易自己回了房间。看着宋时锦的门上了门栓，这会儿的万清源与周一鸣两个人说实话是有些小小的紧张的。你刚刚注意到了没？这弟妹的脸色很不好看呢。万清源的眼睛微微眯了眯，一想到刚刚宋时锦表面微笑实则冷漠的模样，他便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周一鸣深有同感，这弟妹瞧着挺温和的一个人，怎么刚刚的模样那么吓人？我跟他说话都觉得心底发慌。唉，难怪容易这家伙被人给吃得死死的。算了，我们也管不着，就让他自己自求多福吧，大不了咱们兄弟俩明天过来给他收尸。容易一声不敢吭，原因自然是因为宋时锦也没有吭声，这种气氛让他整个人的心底都是怕怕的，怂怂的。大概是容觉这会儿也怕自己的娘亲生气，便直接开口打破了眼前这个平静。爹，你这是怎么弄受伤的？这不是才刚刚好吗？怎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又成了这样了呢？我这不是肩膀受伤了吗？然后就有些不怎么能习惯了。刚刚到了楼下的时候，就有人拿了匕首削苹果的，结果那苹果太硬，他没削动，一个不小心转身拿东西的时候就撞到了我，那匕首就直接割到了我的手了。容易做着这些解释的时候，还不忘记偷偷的看一看宋时锦。这会儿的他可真的是很怕他会生气的，只是他这话都说完了，眼睛往一旁看过去的时候，也没有瞧见宋时锦多说一句话。这他不说话的样子好可怕呀，容易也不敢说什么了。娘，我练完了。去洗漱一下，然后到里头睡觉。娘的意思是我今晚可以跟娘一起睡觉。出去跟厨房交代一声，弄点热水上来，我们都得洗干净了再去睡。好，我立刻就去。等到荣觉听了宋时锦的话，出了门，宋时锦的脸色就立刻阴沉了下来，他的语气也并不是那么好了。宋时锦的目光一冷，淡淡的看着容易。这是你自己割伤的。容易心头一惊，连忙抬眼看他。宋时锦眯着眼睛冷哼了一声，你是自己老实交代，还是要我等一会儿下去问一问目击者？容易顿时软了下来，是我一个不小心。宋时锦的手都有些颤抖了，这个容易真的就是个精神变态呀，
居然因为他不让他睡房间里，就想这种自残自虐的法子来伤害自己。宋时锦除了看到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很是无奈之外，他还知道自己很是担心他，也特别的心疼他。宋时锦没有再骂他，语气反而放温柔了。你再怎么样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你不知道身体发肤来自于父母要爱惜的吗？你却这般的作践自己。容易沉默了下来，他的目光悠悠地看着宋时锦，半晌才叹了口气。唉，我又如何不晓得，可我控制不住。锦娘，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你对我不好，我就会厌恶我自己。我看到我哪儿都觉得恶心。我照镜子的时候就在想，我长得这么好看，你都不喜欢我，那我又这么好看做甚？不如毁了。宋时锦顿时无语了，真是个变态啊，病娇到了极致，这种三观太可怕了。可他更对自己无语，他居然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是个病娇的神经病，伤心愤怒情绪失控的时候会自残自虐，还会对他有同情怜悯的情绪。宋时锦感觉他自己都快他妈的不正常了。疼吗？容易笑得很开心。锦娘关心我了呢。不疼。你在这坐着，我去拿药和缠布。好在换药的那些东西他都是给备着的，这会儿肩膀之外又加了一处伤，本来够用的，回头怕是就要不够用了。宋时锦这也没什么辙，他是挺心疼他的，可也不得不说，这种行为还是要让他改过来的，毕竟他疼，他也跟着疼。自包袱中将金疮药和缠布取出，宋时锦开始给容易上药包扎。容易的心还在提着的，他是犯了错的，本以为锦娘会狠狠地骂他一通的，可居然只是问了一下他是怎么弄伤的，而后便没有再问什么，他也没有生什么气，甚至于还有些温柔的要帮他上药。容易有些不能理解了，不过他也好像一直都不能理解宋时锦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试探着他，每每都会翻车，他做的每一件事儿，他都会给他让他意想不到的反应，这回也是如此。锦娘，我这样做，你为什么不骂我？为什么不生气，却还要对我这般的温柔？容易在宋时锦给他上药的时候开口问了起来，大概是因为紧张，他的手又习惯性的想要握住宋时锦的手，结果又扯到了伤口。宋时锦一瞅，心就跟着一揪，可容易却只在乎他问的问题，而根本表现的仿佛是毫无痛感一般。这个男人这副模样，实在是……好了，你先别激动，先让我上完药行吗？等我上完了药，你问的问题我都会回答你。容易瞧了一眼宋时锦这副模样，跟着重重的点点头。好。怪不得人家愿意自虐的，8成是个抖 M， 越痛越爽。宋时锦轻咳了一声，又发现自己跑题了。好容易都包扎好了，容易一副紧张的模样，俊美的脸上多了几分担忧。锦娘原谅我好不好？我不疼的，真的，不然我可以多划几下证明给你看看。行了，那就不必了，我原谅你了。真的？容易一怔，这么简单？宋时锦看了他一眼，伸出手抚摸着容易的头。你看我说话这个样子，算是在生气的吗？容易，你不要自己吓自己，我没有生气，也早就已经原谅你了。不过你以后再也不要伤害你自己了，你可知道，伤在你的身上，我也会感觉到痛的。容易一呆，忽而有些不怎么理解了。你为什么会痛？锦娘这是在担心他吗？容易，我们是家人，你想一想，若是受伤的是我，你会不会痛？容易微微一愣，这会儿不过就是听到宋时锦只是这么一个比喻，他整个人就是心底一咯噔。若是真的锦娘受了伤了，他定然会痛，不，他绝对不允许锦娘受伤。我懂了，是我错了。容易彻底的能理解锦娘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了。他如今看到了自己的伤势，定然也是异常难过的，也会如他想的这般，不允许他受半点的伤。若是不得已，他就已经很心疼了，可他这伤还是自己亲手弄伤的。是我伤了你的心，可我真的不想让你误会我，我不想你的世界永远对我都是一副冷漠的样子。锦娘，我容易想成为你的夫君，真真正正的夫君。宋时锦被这么一个俊美的男人如此表白，只觉得晕晕乎乎的。容易这样的杀伤力太大了。宋时锦看着容易，他深吸了一口气，静静着道：可是人心易变，最是不忠，如今你是这般想的，可以后呢？你还会不会依旧如现在一样想呢？容易，之前不喜欢我的是你，现在说喜欢我的也是你，你怎么敢确定你以后就不会变呢？容易一噎，
但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子。容易的俊脸上多了几分失落。所以锦娘是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了吗？宋时锦摇了摇头，也不是，我们就相处相处看看吧，毕竟时间还短不是吗？等我觉得我自己足够了解你了，而你也足够了解我了，感情这种事情不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都会发生的吗？其实我好像感觉我自己还是有一点点喜欢你的，不然我不会对你如此特别。你也不要伤害你的脸，真的，你这张脸很好看，比我所见到过的任何男人都要好看，说是你毁了你这张脸，那才会让我失望呢。容易这么好看的脸，可是他的一大杀器呀。猛男撒娇要妙到好处，可不就是因为那张脸和身材吗？他最起码表面上可是一个三观跟着五官跑的人，哪怕是个反派，也得长到合他心意才行。容易若不是因为这张脸长得衬了他的心意，估计他早就已经手起刀落弄死这丫的了，那又何必多说什么呢？容易的眼睛微微一亮，他的世界瞬间变得敞亮了起来。锦娘真的有一点点的喜欢我，甚至于觉得我长得好看。容易的眼睛里如同挂上了星星，他凑近了宋时锦，呼吸急促。我很喜欢锦娘，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说了人心易变，可无形的东西不会变，嘴上的爱会消失，可心底的原则责任不会消失。容易很了解自己，他不敢说自己有一天还会如同现在一样甜甜蜜蜜，患得患失，可他定然会始终如一，坚守原则和底线。容易的眸色闪亮。锦娘，你让我照顾你，只要你在我身边，回应不回应这些都不重要，我不需要旁的，我只想要你永远的待在我的身边就好。宋时锦眨了眨眼，不得不承认，容易这会儿的模样实在是太过于好看，太过于优秀，也令他整个人的心都跟着一颤。只是关键的时候，他忽而意识到，他并不是真正的宋时锦，这只是一个书中的世界，而眼前的容易只是一个书中人，甚至于他还会有其他的更多的变数。容易，我想我刚刚说的也已经很清楚了，我想让时间来证明我们之间的事情，也许时间会告诉我你喜欢我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好，还有，我既然之前就已经说了要教你怎么攻略我自己，那我就先把我的底线说出来，这是我永远不能被触碰到的原则，说是做不到，那我觉得我不能开始。你说。容易的神色严肃了起来，不过他此时的心底可是异常的兴奋的。锦娘愿意把这些话说给他听，其实就已经是在给他机会了，只要有这些机会，他又何必在乎旁的什么。第一个原则是，我不能接受我喜欢的男人在与旁的女子纠缠不清，说是被我发现又不能解释清楚，那我会直接放弃。好。宋时锦听他很快接受了这个说法，已是有些好奇，怎么答应的这么快？你不觉得你这样会不公平吗？毕竟你们男人在这个世界里不是可以三妻四妾的吗？容易摇了摇头。我不是那种男人，我也没有那个精力再去与其他女子多纠缠，我有锦娘一人足矣。锦娘，我面对婚姻与工作的想法是一致的，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人的能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不想每天处理那么多的关系，我守着锦娘一人，而后正常到书院读书、交友、教育荣爵，以后做个好官，这些就已经占据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我不会再与旁的女子有任何的瓜葛。宋时锦挑了挑眉，他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容易有这种理论，但是听起来好像也并不是没有什么道理一样。那若是有其他的女子跑过来找我，不会有这种事的，若是真的，那定然是我自己做的不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会守好德行的，我不会让锦娘伤心难过的。宋时锦顿时一噎，这容易也太绝了吧，居然每一句话都能说到他的心坎上，真的是挺可爱的了。锦娘为什么不说话了？我没有，只是刚刚有些意外罢了。这个钢铁直男一开窍，简直不得了啊，也太会了。锦娘可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那是自然，不过其他的都是一些小细节，就是想到了才说。其他的第二点重要的是，就是彼此尊重，有事情了互相商量，不要自己私自做决定。还有第三点就是要彼此坦诚，尽量有什么不要隐瞒。不过若是出发点是好的事情，那是可以适当隐瞒一下的，也不能那么死板，对吧？容易深以为然，他的眼睛越来越亮。锦娘将这些细节摆出来，便说明他是真的有心继续往下走的。对他有要求，那便是好事儿。最怕的就是对他没有要求，什么都随便，那才可怕。娘，水打好了。这其他的方面等我想到就再说吧。相爱容易相处难，多少男男女女认识的时候火花四射的，结果没多久就互相仇视的。如今
你可能也只是一种错觉，再考察考察再说吧。容易定定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他不会解释，也没必要这会儿发什么誓。誓言都会变的，可行动不会变。他已经将爱锦娘、对锦娘好融入了骨血，成为了自己的习惯。每天不这么做，他便会觉得浑身难受。每天看不到锦娘，他便会觉得人生好像少了点什么。他知道锦娘的担心，可说话是可以随便说的，行动却是最重要的证明。菊儿，你洗好了吗？洗好了。那你快点回床上睡觉去吧。好。荣爵兴高采烈地上了床铺，容易一脸的羡慕。他忽而看着宋时锦道：锦娘，我今天晚上不能碰水了，洗脸什么的也不太方便。可我这一日骑马不说，还见了血，我想沐浴。宋时锦有些无语，这男人是想让他伺候他洗澡？宋时锦呵呵，你绝对别想让我帮你擦背洗脸。一刻钟后，宋时锦站在了木桶前，面红耳赤地深吸了一口气，容易轻笑。锦娘最是心软，嘴上说的再怎么凶悍，可其实本性还是一样的温柔善良。她看起来那可真的不是一般的可爱。锦娘，我脱不了衣服了。容易的目光火辣辣地看着宋时锦。宋时锦感觉这个男人的眼神无比的放肆，分明此时如此就是在等着瞧他的局促和慌乱。可他真的有点慌，这还是大龄单身女子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靠近一个身材高大的拥有盛世美颜的俊美小哥哥，长得那么帅，眼神看着你就好像开了一架高铁一般。宋时锦觉得自己被容易看上一眼，整个人就仿若要被烧起来一般。你帮我。容易轻柔着声音，向着宋时锦的方向张开了双臂。我觉得这场面有点太刺激，妈妈呀，救我呀，有男人在这勾引我。锦娘若是实在为难，那我便自己来了。容易忽而叹了口气，伸出了那只没有受伤的胳膊，探入水桶中试了试水温。而后他回头，目光纯净地看向了宋时锦，这会儿笑得那叫一个开心。还好，水一点都不热。说完这话，他没有受伤的手就开始艰难地拽着自己的腰带，可这一只手扯来扯去的那种效果可以说是一点都不怎么好。容易一个不察，眼瞧着就要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加上去帮忙的，宋时锦连忙上前，一把抓住了他受伤的手，眉头紧皱。干什么呢？你自己成什么样子了？自己没点数吗？你是想要让你的手废掉不是？宋时锦做好了心理准备了。切，被个男人这么撩了一下，就这么腻腻歪歪的，怕个毛啊！你别忘记了，你是个钢铁之女，钢铁知道了吗？他怎么可能烧得透啊？容易唇角轻勾，眼睫毛轻颤，听着锦娘如此关切的语言，他的声音倏地温柔了起来，之后浅笑了一声，而后怯怯着道：麻烦锦娘了。宋时锦冷哼了一声，直接走上前，一把抓住了容易的腰带，而后顺势就解了开。之后面不改色地绕到容易的身后，将他的外衫径直往后一拉，容易的美背和蝴蝶骨瞬间就露在了宋时锦的面前。妈妈呀，好刺激！宋时锦倒吸了一口气，心底默默地念词儿：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红粉骷髅。锦娘。容易忽而叫起了宋时锦的名字，他的声音颇为磁性，而且还带上了几分说不上来的诱惑。啊，还有裤子了。他身上的衣服都被宋时锦给扒光了，只剩了一条裤子。那宽阔的胸膛，纤腰窄臀，修长的双腿，还有结实有力的手臂，常年练剑塑造出来的精瘦身材和8块腹肌，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宋时锦本来就有些快要承受不住了，谁知道容易这会儿还要专门提醒他还有裤子。我他妈真的就不该跟着这个男人一道来这儿，就这么刺激下去，要命啊要命！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算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他还怕什么呀？况且其实原主与眼前这个男人也是睡过的，虽然他们2个人都是被下了药，都没啥记忆，书中也没有那么刺激的描写，可这最少也证明了他根本就不必觉得不好意思的。说实话，那有什么怕的呀？以前做小女生的时候还觉得恶心呢，这会儿就忍一下就过去了。宋时锦冷哼了一声，做好了心理准备，大义凛然地上前，一把将容易的裤子扒了下去。容易有些无语，忽而感觉风吹淡淡，有点凉。他自然心底是想不到的惊吓的。宋时锦注意到容易这会儿在看他，一时冷哼了一声，目光微冷。看什么看？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好好洗澡的吗？
其实我可以穿着裤子进浴桶的。你洗还是不洗啊？我现在给你脱了，难道一会儿不还得给你穿上啊？早晚要脱的，这会儿脱跟一会儿脱有什么区别？你说的对，不过你看到了我这副模样，还要这么淡定吗？那我这会儿就进去开始洗了。不然呢？你打算一直站在这里，不觉得冷吗？容易顿时哑口无言，他一脚抬起来上了凳子，而后入了浴桶。确实是2只手都不能用了，只能靠宋时锦帮忙。本来他是挺期待锦娘看到自己那非礼勿视的场面之后那个害羞的反应之类的，可是这会儿真的到了跟前了，他这才注意到好像锦娘丝毫那种改变都没有的样子，别说害羞了，她连表情都没变过，这实在是有些让人觉得可怕。只是锦娘自己却好像什么反应都没有，而且这会儿还不是一般的淡定，反而这种场面让她很是不适应了。锦娘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她这到底是在害羞还是不是呢？她这种表现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别的意思啊？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他拿起了搓澡的布，开始给眼前的男人身上擦拭。怕什么？只当给脱了毛的狗冲澡，又不是没干过。这容易与狗有区别吗？除了没毛，他还不如狗老实呢，都是兽类，他只当自己驯个兽得了。想到这里，宋时锦的心情很是平静安然了。这会的他自然是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继续在容易的身上擦来擦去。抬胳膊，举高点，转过去，而后便是宋时锦哼哧哼哧的卖力帮着容易擦着身子的样子。容易皱起了眉头，莫名觉得这种旖旎的气氛，本来会很温柔的那种感觉，忽然之间就什么都没了的样子。容易终于忍耐不住开了口：锦娘，你这是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身子吗？宋时锦手上的活没有停，他打算赶紧干完就闪人，他可没有陪眼前这个男人继续聊天的意思。不是。容易心头一揪，忽而声音一高：不是。当然不是了，我要这是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身子，你觉得容爵是从哪儿来的？难不成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容易顿时哑口无言，感觉自己问了个特别傻逼的问题。宋时锦很是嫌弃地看了容易一眼，你这会儿要是实在想不起来自己要说什么话，那就别开口了，这浴桶里都是水，小心进了脑子里，整个人糊里糊涂的。容易听出来了锦娘语气中的讽刺，可这会儿他还是想多问上几句。你这可是第一次给男人擦拭身子？锦娘眯着眼睛，这个男人是很闲的吧？那倒是，所以啊，你得珍惜，别那么多废话，赶紧干完活，麻利点，洗完了早点去睡觉，别给我添麻烦，知道了没？宋时锦冷哼了一声，这回的话语还是一样带着点讽刺的。容易自然放不下，又继续不依不饶了起来。可你如今这动作却是如此的麻利，看着还是挺不同的。这语气中的意思自然还有一层，若是真的是第一次，又如何能这么利索？宋时锦冷笑了一声，哼，那是自然的。虽然我给人洗澡是第一次，可给狗洗澡不是第一次了，我觉得都差不多。你少扑腾会儿，别跟狗一样的四处甩毛就行了。四处甩毛？我没毛，能甩的只有头上的头发和那儿。刚刚被风吹得凉飕飕的地儿，也是能甩得起来的。宋时锦顿时一噎，这会儿还真有点想要弄死这个男人的冲动了。他咬着牙，忍字心上一把刀。这几天不是看着这个人浑身都是伤的情况下，他哪里至于会把自己折腾到这种地步？宋时锦手下的力道不由得加重了几分。容易察觉到自己家媳妇儿这会心情不好，顿时不敢再放肆了。这么下去，他大概会被锦娘给扒了皮也不一定，还是悠着点。好，容易洗完了，容易忽而眼睛一亮，锦娘，我不能自己穿裤子。他的声音微弱了几分，耳朵红了大片，一双眼睛却是直勾勾地盯着宋时锦，这会儿一眨也不眨的。宋时锦微微一笑，菊儿，娘，我在，给你爹穿裤子。容觉有些无语，我刚刚都已经装的什么都没有听到了，怎么还会在娘亲的面前这么有存在感？说被抓就被抓了，不要太惨。怎么动作还这么慢？你这是回头不想吃好吃的了吧？不听娘的话了？容觉浑身的汗毛立刻竖起。不是，绝对不是，娘，我立刻就来。宋时锦将手中的布往水里一丢，他眯眼睛看了下容易，擦身子这档子事儿我已经做完了，若不是容觉年纪小，力气不够，一开始我就会让容觉展示他对你的孝顺了。怎么样？
等会要是裤子不能穿不能脱的，不如让荣爵上茅厕的时候帮你脱一下裤子，再帮你把一下。倒也不必如此。荣爵与容易面面相觑，荣爵皱起了眉头，鄙夷地看着容易。爹，你这手段有点作了，我是娘我都觉得你下贱。呵呵，你现在有脸说我这个，等你长大了自己去追媳妇儿，你自己不说这回事了。这个混账小子，就知道他是个不知道该跟谁近的一个，这种脑子也是白长了的。唉，我这做的还不是为了你好，你若是想要以后没娘照顾，你完全可以继续讽刺我或者嘲笑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反正结果都一样呗。荣爵一噎，他也知道这会儿的他得跟自己爹统一一下战线之类的，不过他爹把这些事情做到这种地步，那也可以说是一绝了。我知道你这动机是正确的，想要留下我娘，这也没什么不对。不过你这行为实在是有点上不了台面，反正你自己慢慢想一想，以后别让我在一旁尴尬。荣爵的心底都只想翻白眼儿，每次听他爹说那些话，他羞耻的脚趾头都能抠出一套地基来了，也太尴尬了。亏得他娘没发火，那脾气真是好到了极点了。上天也真的是不公平，也就不知道他这个爹怎么就能找到如他娘这般好的女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容易自己将裤子穿好，跟荣爵一道默默地爬上了床。反正他就是死皮赖脸了，追女人不就得如此吗？说不然他还拿捏着什么自尊的等着旁人伺候，那他真就是白长个脑子，纯粹没心眼了。宋时锦本来是躺着先闭目养神一会儿的，结果一个不小心就又睡着了。容易本来上床还会担心自己会被锦娘给撵下去的，最后他的眼睛落到了锦娘的身上，耳边听到了她平静的呼吸的时候，才注意到她早就已经睡了。嘘，你娘睡着了，轻点儿，别吵到她。我娘这大概是累了吧，感觉回家那天她就挺累的。容易微微一怔，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好像是如此的。虽然锦娘没有将那天晚上经历的事情向他讲出来，可他自然是清楚，他肯定是害怕着的。有人不管是来者善或者不善，半夜闯入别人的家中，这种行为本身就令人极为不喜。如同锦娘这般的弱女子，一个人待在家里头，又如何能不害怕？而他一回去之后，又惹了那么多的麻烦事儿，让自己受了伤，惹得他一路上都在照顾他，还要费心的做那么多的事儿。容易的声音忽而温柔了下来。娟儿，赶紧睡吧。爹，让我再看一会儿娘。娘，她长得真好看。如果是以前的荣爵，那是绝对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可这回荣爵却真的说出了口了，他是真的觉得自己的娘亲长得很好看，她又温柔又漂亮，说话的时候眼睛里甚至于会发光一样。每一次都能给他做出一些合理的解答，让他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很好。你娘很好看。父子俩借着烛光静静地看着宋时锦的睡颜，也是第一次真真正正地意识到了眼前的锦娘长得其实很好看的，她的皮肤也很好，又白又嫩。以前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很黑，可那的确不是她本来的肤色，如今恢复了以前70%的模样，就已经很好看了。再加上她的气质变了许多，现在明明只是以前容貌的7分，却已经有了比以前还要好看的感觉，这就是气质对人的滋养。爹，你以后要对娘好，好到她不舍得走。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对我们这么好了，像是我之前就不明白什么才叫对一个人好。娘她说话可能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好听，可她的行为都是在为了我们，她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娘亲。容易一噎，仿佛有什么被哽住了喉头，让他这会儿有些话说不出口。容易深吸了一口气，没错，旁人都不如你娘。宋时锦是用了真心换了他和荣爵的真心的，他们两个作为钢铁直男，不会轻易被别人给打动心思的，为什么会被眼前的宋时锦给打动了，还心甘情愿的愿意守护着他，愿意保护他？因为爱从来都是相互的，锦娘她的付出一直都是潜移默化的有着效果的，她在他们一家人中间建立起了深深的信任，这个世界上她可以不相信任何人，却一定会相信锦娘。天色微微亮起，宋时锦清醒过来之后，发现他居然睡在了床的正中间。这还不是最为惊悚的，
惊悚的是，他左边是荣爵，右边是荣毅，荣爵在里头睡着，荣毅在外头。最惊悚到令他整个人都有一点发懵的是，他又一次死死地抱住了荣毅，而且他的小脑袋又紧紧地靠着人家的胸膛，这胸膛还没有穿衣服，那种肌肤相亲的感觉。妈呀，宋时锦感觉自己不干净了。走。就在宋时锦想着要怎么起身的时候，耳边忽而传来了这么一道声音，这声音一响起，直接就让他一惊，连忙抬眼去看，荣毅很自然地看着他，唇角微微勾起一抹微笑，男人的脸好看得很，不过这会瞧着他好像有点细密的胡茬了，这个模样让他从那种清俊的少年模样忽而好像变得成熟稳重，浑身散发着那种魅力，更让人痴迷了。宋时锦感觉自己的压力瞬间又巨大了，我这怎么就……昨天晚上你就这样睡着了，我与荣爵就睡在了你旁边。荣毅解释着道，眼睛微微泛着红血丝，他这会儿倒是很平静的能够开口，看着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模样，可此时大概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过的。锦娘睡在他的身边，他能淡定那才怪呢。看着他的脸，他的欲念就没有停过，说是从来都没有开过荤，那便罢了，可有了那么一次，之前还能淡然，如今这心爱的女人就在自己怀里这么躺着，他还能坐怀不乱，那可以自宫去了，2个字儿，不行。宋时锦这会儿自然不会主动的继续说昨晚的事情，提了就是个丢脸，不管提不提，这可都是麻烦来着。宋时锦拢了下自己的头发，移开了目光，假装什么事都没有的，将这股子尴尬的气氛给忽视到脑后。赶紧起来了，别忘记了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的。荣毅点点头，然后却在床上一动没动，他的目光幽静地看着眼前的宋时锦，眸色愈发的放肆。美人晨起梳洗，如何能错过这般光景？反正他就是死皮不要脸了，就这么当个缠郎，每日撒娇没什么不好的。反正他只对锦娘一人撒娇，大家又都是背后干的，谁还能知道啊？宋时锦半天没见容易动弹，冷哼了一声：“你让开点，你是手不能动了，又不是脚不能动了，总这么挡着我做什么？再挡，我可要谋杀亲夫了。”算你狠。他默默地让开了位置，让宋时锦起床梳洗。宋时锦这边很是认真地洗脸梳头，而后上妆换衣，容易便半躺着，一双好看的眼睛不停地追逐着他的背影，就那么看着他。媳妇儿的腰线真好看，而且现在瘦下来之后的确是哪哪都好看了，腰是腰，屁股是屁股的，该胖的地方胖，该瘦的地方挺瘦。看来他平日里练习的那些叫什么瑜伽的还是有好处的，毕竟有些动作长期坚持下来之后，对身体的塑形效果那就是好。他瞧着锦娘的身材就愈发的标准好看了起来，与常年自律练功的戏子们也不相上下呢。宋时锦被容易这么一直盯着自己看的眼睛给看得有些不耐烦了，然而就算是他不耐烦也没什么办法，这个男人就是这么不要脸，他若是跟他讲什么道理，那只会自找没趣儿。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在原则之内的就随他去。菊儿，该起床了。宋时锦自己收拾停当了，开始叫荣爵起床。也是，昨天晚上大家都累了，宋时锦也是一个没注意就直接睡着了。而荣爵虽然是昨天晚上有些兴奋，晚上睡得迟，今天早上自然会醒得晚。你先收拾你的，我叫他就行。荣毅冷哼了一声，直接从床上站了起来，先是用脚小心地踢了踢荣爵。荣爵这会儿并没有清醒。荣爵，别睡懒觉了，再这么睡下去，我可不会给你面子了。自然他的力道小，荣爵还是不会醒的。荣毅笑了笑，宋时锦看了一眼，还是我来叫他吧。不用，他会醒的。你确定？怎么看你这副样子就觉得不会靠谱一样？果然宋时锦的想法是对的。荣爵，你不应我就是同意我接下来的动作了，那我就当你同意了。说完了这话，荣毅双手环胸，眉毛微挑，一脚朝着荣爵的小屁股上就是一踢，砰的一声，荣爵径直摔下了床。宋时锦顿时就无语了。荣爵一脸懵逼地坐了起来。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荣爵抬头一瞧，荣毅正一脸平静地看着他。爵儿，让你睡觉老实点，就不听。瞧瞧，睡姿真差，自己都能睡掉下床。宋时锦更加无语了。荣爵满脸羞愧，我太丢人了，都这么大个小孩了，居然还会睡掉下床。
还不起来梳洗？一会儿就要出发了，你这么磨叽，要是跟不上，你就自己在这里待着吧。宋时锦默默地看了一眼被容易坑到家的荣爵，这孩子真是太傻了。他很怀疑，这荣爵真的是容易亲生的儿子吗？这样教育下去，荣爵真的不会变成个神经病？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这会儿还是要去跟容易说明一下情况，不能对儿子这样。娘，对不起，我晚上睡姿不好，会不会有踢到你呀？没有，娘昨天晚上睡得很好的。娘，那我睡姿这么差，还一直掉床，这以后可怎么办？你不会嫌弃我的吧？宋时锦很想说，孩子，不是你睡得不好，你有那么个爹在，你不想掉床也难呢。然而为了这娃好，刚刚那一幕还是不要讲了。放心，我不会嫌弃你的，以后长大了就好了，别摔着自己就行了。说这种违心的话，也不知道我会不会鼻子长长。你是娘的儿子，娘怎么也不会嫌弃你的。怎么样，摔疼了没有？没有，娘，你对我真好，我做错了事，你没有骂我凶我，也没有嫌弃我，还关心我，我会感恩的。你对荣爵那么狠做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呢。不小了，我小时候挨打都是家常便饭呢。这孩子到了该挨揍的年纪了，不揍不行。你还要打孩子呢？讲道理不行吗？有些道理能讲，有些道理没得讲。我是他爹，一辈子都是他爹。哼，天下人都是平等的。人是可以平等，但是人呢，有身份，身份可不能乱套。就比如说，我有上官，我能跟他平起平坐吗？他坐的位置，我能去坐吗？那皇上的位置，普通的老百姓也不能去坐啊，就连将军坐上去，也一样被砍头的。你的意思是德不配位吧？那是自然，德行要与位置匹配。父母为了孩子付出都是无价的，孩子孝敬父母也是不能衡量的。孩子小的时候听不懂道理的。棍棒之下出孝子，可是孩子越打越皮，而且心里有阴影了呢。打得有阴影了，那是因为打完了没有再教育一下，先揍，揍完了再告诉他哪儿错了。这个我倒是同意。唉，谁还不想让自己家孩子各方面都优秀呢？可这孩子也不是个个都能跟工程似的，全都一样啊。这人最大的优点不正是特别吗？像是那种尊老爱幼、说话做事儿，这些是家教，就得好好教的，不然出去丢我们的脸。宋时锦与容易又闲聊了会儿，这会儿的世界观又开阔了几分。爹，这房子太气派了吧，而且这也太好看了，我好喜欢这样的房子啊。容易挑了挑眉，看了一眼自己这个乡巴佬的儿子。平日荣爵生长在村子里，又是在王家的族学读书，自然大型的书院和县衙是没有见过的，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感慨声。你喜欢，以后爹就多带着你逛一逛，看一看。容易回头一看锦娘，倒也不意外，此时她的表情很淡然的样子。锦娘果然是出身名门，如此不卑不亢的，不愧是正式教养出来的呢。根本就不是啊，我不震撼是因为我在现代的时候上大学没事干，有段时间就要去各种地方旅游啊。我去过乔家大院了好吗？而且还去过开封府、少林寺，山都爬过王屋泰山等等等等的。我这样的一个人还能没几分见识？不过这还是不必开口解释了。哟，荣秀才来了呀！您在此等候啊，容我进去通禀一下。三人等了一会儿，果然被领了进去。容易走在前方，宋时锦牵着荣爵走在他的身后，与他错一步，也是让他带路。到了大堂门口，容易一家三口果然见到了卢县令与崔氏。崔氏看到宋时锦之后，他微微一愣，眼前的宋时锦他居然是见过的，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他就是一副很冷漠的样子，而且看起来不大好接近。可如今他笑靥满面的模样，的确令人感觉有些意外。原来你就是锦娘。崔氏的语气有些淡了。你认识我？宋家大小姐果然是贵人多忘事，有些事情就是忘记得快。崔氏不冷不热地说了句，他这副模样立刻令卢县令看出来这中间的小问题了。容易的眸色微微一冷，表情有些不怎么好看了。给他媳妇儿脸色看，那便是在给他脸色看，他心底颇为不爽。县令大人若是忙的话，我改日再来拜访亦可的。这莫名其妙的话语
令卢县令一噎。他这哪里忙了？要是忙的话，至于还把容易这一家3口都给请进来吗？这个容易找借口要走，也不至于是这副样子吧？宋时锦一听容易这么开口，轻咳了一声，脸顿时一黑。这男人的确有个狂妄的，这会儿居然谁的面子都不肯给了，他还挺有那么一套的。宋时锦的眉头微皱，一把拉住了容易，对着他使了个眼色。容易冷哼了一声，卢县令连忙道：不忙，容易啊，你往日里也不怎么前来，难得这一次有如此的心意，我怎么能就这么让你走了？今天中午一定要在这里留步吃饭。容易看了一眼崔氏，颇有深意的继续冷言冷语：容易卑微，经不起县令大人如此厚待。况且这县令夫人都没有开口留我们，这若是真的留下来了，结果却没有筷子，岂不到时候惹笑话？卢县令轻咳了一声，这个容易果然是恃才傲物，连他一个县令大人都没放在眼里，这他的夫人说话做事儿也不见得就真的有什么意思。他倒是挺好，直接就当成这么一回事了。这个容易真的让他无语。我夫君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既然都已经到这里了，我自然是要厚待的。这会崔氏直接开了口，他倒也不是什么不知趣的，自家相公如今升迁那么艰难，政绩难为，如今瞧着容易可是最有可能这次拿到襄园的。若是容易真的中了举，又能拿到榜首，那作为这一县之长的卢县令，如何不能跟着水涨船高？自己的辖区内出现了优秀的人才，那他的脸上自然是有光的。若是真的得罪了容易，他另谋去处，跑到别的县去拿了个榜首，好处让旁人得了，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荣爵，快来见过县令大人和夫人。他这会儿可是瞧见了这气氛不对的，赶紧转一下话题。崔氏因为就是不喜欢他，倒也没有落自己面子，他可不能因为别人一个脸子就真的也冷若冰霜的，那就是太蠢了。人际关系可不是那么做事儿的，好歹他得弄明白到底为啥吧。若是有误会，那解开了就是了，可若是没有误会，他了解清楚了，先示弱占据道德高地，那也是没错的。崔夫人一瞧见荣爵那副可爱的模样，整个人立刻就是一副要被融化了的样子。那荣爵的小可爱模样，说是熊的时候那也是真的讨厌，可是可爱起来的时候那也是一样的令人喜爱到不行。县令夫人，你长得可真好看，跟我娘一样漂亮。崔夫人瞧着眼前的荣爵说出这样的话来，前半句那自然是极为高兴的，不过这后半句她就有些不喜了，却也没有就那么表现出来。正好我这里有些糕点，来领着你吃点儿。你不许生气，要不然你就别回去了。他对你凶巴巴的，我不喜欢。啊，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我又不是银子，能做到每一个人都喜欢，这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别人不喜欢我，是他们的损失，跟你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难不成有人不喜欢我，你就要摆出这么一副模样来，别给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人家只是给个脸色而已，又不是真的言语和行为上有过失，这容易一会儿要为此跟卢县令闹翻，那可不太好了。容易叹了口气道：锦娘，你心地真好。你知道就行，我要不是因为心善良，早就不要你跟荣爵了，所以不要改变我的善良，明白吗？宋时锦有宋时锦的做事风格，美德还是要的，不管旁人如何，他自己做到就好。容易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明白了。你呀，多信任我一些，这些事情我都能处理好。比崔氏更难缠的对手我都遇到过，人跟人之间都是靠相处的，第一眼不喜欢的多了去了，以后会慢慢改观的。容易静静地看了宋时锦一眼，而后点了点头。那我就先出去看着决案了，你好好跟卢县令说说话，我可不是会拖你后腿的女人。交代完了容易，宋时锦这才转身走出了门。若是之前，他可不会管容易怎么样的，只是这段时间他越是了解容易，越是知道这个男人心底深处将他看得很重很重，他已经成为他心中很不可或缺的一道光，自然他的各方面的行为都会影响到这个男人。刚刚失礼了，我娘子已经教育了我了。卢县令有些无语，他深深地看了容易一眼。我之前只觉得你就是一个会死读书的学子，考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人情世故到底是少了几分。如今看起来我倒是要放心不少了，没想到你这么个性子，居然也能有人治得了你。这天下也只有一个锦娘可令我如此。他这话说出来便是已经摆明了他的立场了，
他要卢县令给宋时锦足够的体面，他的锦娘他可是要很认真的宠着的，绝技不想让他失望，那种情绪那么清楚，他自然很认真。卢县令默默地看了他一眼，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你放心，我夫人也不是不讲道理的。若是你的妻子真是刚刚的那个样子，我夫人定然也不会固步自封。容易这会儿倒也没说什么了，他此时好像发现了一件事儿，他本质是跟卢县令一样的，都是在外人面前护妻，替自己的妻子说话。幸福的婚姻真的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婚姻那的确是各有各的不幸。说白了，还是彼此尊重，彼此为对方考虑，彼此全然信任的原因吧。卢县令笑了笑，那就让他们两个聊一聊，女人嘛，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好的蜜里调油的，有的时候立刻就会因为一两句话翻脸，他们怎么样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二人的合作关系就是了。卢县令这会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已经是摆明了他自己的态度了。虽然看起来是有些小小的夸张的，其实倒也自然。后院女人只要是明理的，便是再怎么生气，那面子上也是能过得去的。他们的女人，他们最是了解。荣爵被崔氏拉着手，他这会儿并没有直接就完全不思考的跟着走了，而是走了2步，还要转身看一看自己娘亲跟上没有。直到真的看到娘亲跟上来了，他也才绽放出笑容来。崔氏的眉头皱了起来，你娘对你很好。那是，我娘亲是天底下最好的娘亲了。哼，才不是，她就是个敲不开脑袋的榆木疙瘩。虽然娘说了我不能骂人，可我觉得我还是要在心里骂你，你才是榆木疙瘩。县令夫人，你长得很好看，可是为什么要说我娘亲的坏话？崔氏刚刚想要继续与荣爵聊天的时候，宋时锦走了过来，荣爵一把扑到宋时锦的怀中，宋时锦把荣爵给推了开，手指戳着荣爵的脑袋，让他往后退。都多大的人了，不要总是往我的身上扑来扑去的，也别这么撒娇，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了快。宋时锦说是这么说的，可脸上的笑意却是满满的。荣爵知道他这会儿是在故意逗弄自己的，便还是继续着自己刚刚的动作。宋大小姐果然好手段，夫君儿子个个都是宠着你惯着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样对他们冷若冰霜，到了一定时间就立刻消失不见，只当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们一样。崔氏的语气酸酸的，还带上了那么点阴阳怪气儿的。宋时锦听着这话，好像总觉得有那么点不对劲儿，他眨了眨眼，决定卖个惨，装个糊涂之类的，也好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原来的宋大小姐到底跟这位崔氏有什么过往？那个卢夫人，我有些听不明白你说的那些话。其实吧，我与荣义成亲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之后陆陆续续的病了好多年，有些事情都记不大清楚了。前一段时间还从山崖上摔了下去，磕到了头，更记不大清楚过去的事情了。卢夫人，我这以前是不是跟你认识啊？你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宋时锦点点头，崔氏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大概瞧得出来，这会儿的宋时锦也的确并不是故意在欺骗着自己，说假话之类的。难怪你会不认得我了，这回与我见面就好像完全没有见过我一样，原来是这个原因。我以为你是故意装的不认识我，而且这么久了也不来看我，原来你真的是吃了天大的苦。锦娘，你真的把以前的事情都忘记了？宋时锦还是有些懵的，毕竟崔氏这说话的语气实在是太温柔了，几乎是与刚刚有着天差地别的状态。崔氏此刻大概也察觉到了，他这样说话令宋时锦有些不怎么舒服了。他冷哼了一声，扬起了下巴，一副高傲的样子。哼，锦娘，你可是我在正式的时候认识的，你居然把我给全部忘记了。宋时锦的心底微微一凝，正是想到之前他遇到他的娘亲说的话，宋时锦的眼睛微微闪烁了起来。他之前就很想知道自己去正式的那段时间到底经历过什么，只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人什么事儿可以提点他，这一次倒是真的遇到了。你还真的忘个一干二净了。哼，我本来还以为你自学堂离开，回到你父亲那里以后就开始过好日子了呢，没想到你居然混得比我还惨。还好吧？好什么好，住在村子里还要带孩子，自己做了个村妇，你真的是居然一开始就不知道联系我。崔氏对此也是颇为有怨念的。其实挺好的，我这日子仔细算起来清静自由的，而且你也看到了，相公儿子对我都挺好的。勉勉强强吧，不过
你如今不再喜欢以前你喜欢的那个人了。宋时锦果然听到崔氏说起这点话来了，他看了崔氏一眼，尝试着问起他：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我喜欢的人是谁啊？我如今是真的忘记了，也挺担心，万一哪一日那些过去的事情都摆到我的面前，我却一无所知。这个我也不知，我只知道大概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与我之前的感情真的那么好，又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啊？你问问你自己啊，从来都像个闷葫芦一样，不爱说话，冷冷冰冰的。现在倒好，性格和善了，乔治像个人了，却是该忘记的全都给忘记了。真不知道你这到底是玩的哪一出？哼，我把你当朋友，你可真不把我当朋友。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了宋时锦的，从第一次看到宋时锦，他就觉得他长得好看，而且是可以一道做朋友的。天知道他多想与宋时锦做个好朋友啊！结果他倒好，始终爱答不理的。崔氏当年心急的要拽着宋时锦出去玩，还被他给狠狠的咬了一口。所以说那一面之缘一直让他记到了现在。说的是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倒不如说是崔氏自己喜欢宋时锦，想要与他一道玩，结果自然是没成，还被人在手上咬了一口。崔氏又恼又失望的就记住了。这回又见到宋时锦，在知道了他竟然把自己给忘了这点，崔氏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这反而是一件极好的事儿啊！这样的宋时锦怎么可能会知道当年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就告诉他，他们之间曾经是最好的朋友，而后他也必须要将自己的场子找回来。宋时锦挑了挑眉，看着崔氏本身还有些小小的莫名，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实在是抱歉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自己就失去记忆了，以至于我现在什么都不太记得了。也无妨，这样就挺好的，挺好的。还有啊，我竟然不知道你的刺绣手艺有那么厉害，看来就算是我们关系很好，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的深入啊。对了，锦娘，你相公如今与我家相公关系如此之好，那你以后就经常来我这住呗。崔氏笑靥如花，宋时锦有些无语。他怎么看着这县令夫人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靠谱啊？不光宋时锦这么想，而站在一旁的婢女们更是面面相觑，显然这会儿也有点不大适应自家女主子的表现。崔氏这副模样在这一片谁见过呀？锦娘，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啊，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我叫崔青竹。宋时锦这会儿也不知道该回他什么，只轻笑着很温和地看着他，听着他说就行了。对了，我们还能骑马、射箭、投壶，还可以跳湖旋舞，当然我都样样不如你。说完，崔青竹的脸色微微有些不是那么好看，显然这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点不是那么欢喜。他这会儿这样子，却是让宋时锦忽而想明白了什么。他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崔青竹，忽而问道：这些都是我会的？对啊，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样样都精通，你可是学堂学霸，每次都是第一的。不过我倒是不知道你还私下学了刺绣。宋时锦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这具身子的原主这是开了挂了，这么牛。只是宋时锦越是这么想，越觉得以前宋大小姐的日子过得仿佛是有些可怜的。你这一双手那可是牛到不行的，就这么说吧，全学堂能比得上你这样的完全没有一个，你可是当时很多人都爱慕的对象呢。不好意思啊，你说的那些我都记不起来了。唉，原谅我既然对我自己的牛逼一无所知啊。大概是终于钱冲到位了，我也可以开挂了。没什么，我特别喜欢你的刺绣，你以后还能不能再帮我绣些？我还有几个关系不大好的姐妹，一见面就爱攀比，就爱掐架。要是有了你那么厉害的刺绣手艺在，那自然是能让他们个个向着我低头呢。我可以帮你绣一些玩，不过你不能随便到外人面前展示我的身份。我早就已经不是那个圈子的人了，现在又失去了记忆，不想跟之前有太多牵扯。放心，这个我懂，我绝对不会把你的身份拿去乱讲的。我又不是傻了，你如今只有我一个朋友了，那不是很好吗？要那么多人缠着你做什么？你不想跟其他人说你的身份，是不是还有点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混得不好？那倒也不是，况且我没觉得我混得不好啊。你也就是因为把记忆都给忘记了，你才这么说的。要是你知道以前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大概率是不会这么讲的了。你说是就是吧。你真的不觉得自己现在很穷，过得很不好，然后没有比较了旁人家之后，心里头酸涩之类的？你有毒吧？怎么一直在问呢？真的没有。
可是为什么没钱没权的就真的能这么心安理得？更何况那容易乔治又清高又不好相处的。可他长得好看呀，比你家相公都要好看。我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长处来比我的短处啊？知足者常乐嘛。我对别人要求那么高做什么？此话有理。你这一身的才能不能立于朝堂之上，那必然会可惜至极。倒也不至于，其实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也挺难能可贵。你想这般轻松的过日子，大约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天下所有的人也不会给你这样的条件。有些人生来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每一天都过得很平凡，却很难明白这平凡的可贵，还总想着要往上爬。而你如此年轻，却想的只是做个平凡的老百姓，这个心态倒是让我有些意外。可惜的是，你这个想法注定事与愿违。容易的目光闪烁，他知道卢县令说这话的意思，而他也一样照着卢县令的说法会继续往下走。只是虽然走的是同一条路，可他所作所为却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锦娘。锦娘背后有些隐藏极深的危机，他倒是想要与锦娘过普通的日子，没必要做人上人。可锦娘生来就不平凡，为了能让锦娘继续过着平凡的生活，如之前那般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安静地做事儿，种种花，看看雪，练练字，做做饭，他则需要在外打拼。只有将那些威胁彻底去除，这些生活才能在以后变得轻松。人只要肯想，就一定能做到的。就连钦天监那般预测实力极强的人，都无法预测出第二日的晴雨，总有那样的错误。谁又能真正的知晓未来呢？我便是要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卢县令的眼睛放着光，曾几何时他也是这般的少年性情，至纯至善，可惜之后被社会打击磨练，如今窝在了这一方的土地，几乎都不知道自己以后会走向何方。现在看着容易，他便真的仿佛是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重重的点点头。如此甚好。父亲，今天中午我要让锦娘与我一道下厨，今天就留他们在我们家吃饭。我要把我的燕窝、鱼翅、熊掌什么的各种好东西都拿出来，与我的锦娘一道分享。卢县令顿时一呆，他的眼睛瞬间睁大了，这会儿看着眼前的崔氏，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不大能理解。你们这女孩子之间的友谊能这么快就变好吗？这似乎也有些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吧。夫人她是个心地极其好的女子，这般的性格我很是欣赏，我们两个一见如故，倒是要麻烦了。卢县令一听顿时高兴了，至于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过往，他也就不想那么多了，只要结果是好的，谁还管其他的呀？夫人能想通就好，我呀这会儿还生怕夫人会不高兴呢。我哪里有那么小气？他娶了崔氏也有1-2年了，只除了新婚时期的前3个月，他能看到他如孩童一般的赌气的志气。时间越久，他便越难见到崔氏这种如同小孩子一般的状态。容易瞧着卢县令与崔氏互相对视着笑着，他也连忙打量起了自己面前站着的宋时锦。你没事？自然没事儿，县令夫人是个好人，她很单纯可爱，挺让人喜欢的。可他一开始那么对你，是为什么？我们2个以前认识的，不过我已经忘记了个差不多了。他这会儿却是提醒了我，我就对他说明情况，他就变了个人一样的。现在这个样子你也看到了，对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好了吧？何止是一点点？他可从来没有见过崔氏对谁有这么好过。容易深深地看了一眼宋时锦，锦娘做事的风格与态度与他真的不同，看起来好像仿佛是会被人给欺负，又瞧着有些老好人的样子，而且很轻易的就原谅了其他人。这应该就是所有人曾经说过的那种会被人卖了还要帮着人家数钱的救了蛇的农夫。可真相呢？他无形的忍让和宽容给他造就了软实力和好口碑，走哪儿都好像有人宠着，走哪儿都会有人护着。就比如他，就很想保护着他的单纯和善良，希望他永远活得开心。这样的锦娘令他心底多了几分说不上来的感觉。容易，我知道你很担心我，不过我还是要说跟以前一样的话，你要信任我，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是什么大问题，我能处理好的，你能顾得好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了。好。锦娘这话他听明白了，他对于锦娘的过度关注令他在为人处事上有些失衡，自此才让锦娘担心了。他希望他能做好他自己，不必太担心他，毕竟宋时锦最不想的便是成为旁人的累赘。锦娘，你放心，下一次不会了。
他有什么可以做的，那就悄咪咪的做，不会让锦娘当场抓住就成。事实上，我想说的，我本来是很冷静自持的。我想了想，若是荣爵遇到同样被人瞧不起的事，我就不会这般做了。宋时锦有些无语，容易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还有些小小的委屈。锦娘，我只会担心你，只有在面对着你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会心态不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只是太过紧张了。宋时锦张了张嘴，这会儿的他想说什么，却又无法说出口了。这个男人随时随地的表白，让他哑口无言。他到底是被噎住了，一时面红耳赤，而后低下了头。容易则双眼微眯，眼睛紧紧地盯着宋时锦红着的耳朵，若有所思。总之，让眼前的锦娘对他有感，也总是要比无感强得多了吧。容易，你既然娶了锦娘，就要对她好，知道了吗？我的女人，我自然会如此。倒是也不知道，之前又是谁要对锦娘甩脸子的。崔氏一噎，而后心虚地看了宋时锦一眼。虽然这个容易的脾气不小，可他这会儿却是把自己当成了锦娘的娘家人的，自然反而觉得容易这样的表现算好的。算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就不跟你计较了。我刚刚说的也是真的，容易，锦娘可不是一般的女子，你能有她这样的娘子，那真的是这辈子积了不少的德了。要是回头你让我知道你对她不好了，我一定会给她做主。崔氏冷哼了一声，而后瞧了一眼身边站着的卢县令，夫君，你就给我们做个见证。好，那我便替你做个见证。崔氏这个性情也就是如此了，女人果然是善变得很呢。好在她刚刚已经知道了容易本人的立场，这会儿自然也乐得如此。荣爵一直在一旁凑热闹，他虽然是个孩子，可从一开始这些大人说话做事儿也没有避着他点儿，他自然也都听了进去了。荣爵此时忽而有些担心了，这喜欢娘亲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天娘亲就会说走就走，然后以后再也不回来了？荣爵如此一想，便愈发的担心起来。夫人身上的味道很香。你是在与我说话？那男人忽而一笑，目光紧紧地盯着他，那眼神复杂得很，看着他就如同是一个久别重逢之人的感觉。自然，锦儿，可还记得这个？男人笑了下，之后便将自己的手对着他伸出来，掌心中多了一只小小的红色千纸鹤。是他？宋时锦的心底倏地一缩，整个人瞬间紧张了起来。你是谁？这只纸鹤是你我曾经都很重视之物，也是你送予我的，如今你却反问起我是谁。锦儿，你可真让我伤心。小锦儿，我很怀疑你到底是真的将我忘记了，还是这一切都是你故意逃避所做的呢？男人的目光幽静，他朝着宋时锦伸出手，一如过去，想要在他的头上轻轻地抚摸一下。天知道他多想再一次看到他，这回总算是真的做到了，他很珍惜。只是啪的一下，宋时锦直接伸手将眼前这个男人的手给打开了。你最好给我自重一些，不然我保证对你不客气。男人的眼睛微微一眯，看着眼前凶悍的女人眼神中的冷漠，他眸色中的讽刺更深。男人忽而一笑，仿若自嘲。以前的你看到了我，总想将所有美好的一切都奉之于我，可如今你却这般无情。小锦儿，你可真凶呢。这男人的语气中所带着的情绪没有失落，反而隐隐约约的似乎又多了几分兴奋。你再废话，我就大喊非礼了。我再说一遍，我与阁下素不相识，还请自重。不管这人是谁，与他有关系的是以前的宋大小姐。若是个好人，那么宋时锦完全是可以捡回去以前的那些个过去的。可是很明显的，这眼前的男人只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他也不会忘记了这红色千纸鹤出现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男人看着宋时锦冷冰冰的样子，眼底并没有愤怒，他反而欣赏得很。他笑了笑，自重啊，可以的呢，这又算得了什么大事？不过锦儿，你若是真的将我给忘记了，那可是真让人感觉可惜。不过那也无妨，这一次忘记了，总会有一次记起的。男人轻笑了一声，而后往前踏出一步。只是这么一步，他整个人周身就仿佛出现了一道威压一般，令人不由自主的后退。宋时锦倒不是被这样的气势给影响到，而只是他特别不喜欢与眼前这个人挨得太近。他若是不后退，这人就要到他面前一步以内，那种周身空间会被人给侵犯的不舒服感，自然会令他很容易就要躲开。锦儿，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若是早知有今日，便自然不会那般对你，我应该更守着你一些的，可惜我做的还不够。好在这男人这会儿也只停在宋时锦面前的一步之外，而后与他说了这些话。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语气依旧比较冷：你认错人了。算了，你不认也很正常，只是你的过去是磨灭不掉的，我会等着你回来的。他妈的又是一个神经病。宋时锦如同看一个傻子一般的看着他。说完了没？我走了。虽然旁的不清楚，可眼前这个人是个很危险的分子，他如今也只能先装个糊涂，还没有必要打草惊蛇。宋时锦快速地迈开了步子，直接转身又回到了客栈中。本来是想出去转一转的，可平白无故地遇到这么一个危险人物，如今看起来最好的方式，那反而是回去比较安全了。宋时锦刚刚走了回去，身后的男人安静地看着他的背影，微微一笑。不远处，一名红衣女子向着他走来，到了男人的面前行礼。将军，京城那边有消息，四大家族有新的异动。男人的眉头微皱，心情输得不怎么好了。他不过刚刚才出现在宋时锦的面前，还没有照着计划又继续做什么，这会儿便直接遇到这种事情。走吧，回京城。男人叹了口气，眼睛又紧紧地盯着客栈的一处，那里有刚刚他走过的身影，如今看起来一切好似依旧同昨日一般。这般还用盯着吗？不必，让暗卫们先退回去，不必跟着他，总是要回到京城去的。宋时锦如今也顾不上会影响到容易等人聊天了，他直接敲了敲门，容易过来开门，看到是他，一时有些惊讶。锦娘。宋时锦整个人看着异常的柔弱，一瞧见他脸色不对，容易的眼睛忽而凌厉了几分。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容易将宋时锦推回房间中，而后转身冲出房门走了出去。锦娘不过出去一小会儿，应该就是在客栈附近遇到了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所以才会神情大变。锦娘此时是不会说什么话的，而他若是这会追出去，指不定还能得到什么线索。容易整个人很快冲了出去，到了门口，眼睛朝着四周立刻瞧了瞧，心里在不停地分析着，能让锦娘失魂落魄之人一定大有来头。他的眼睛犀利地落在周围的人群中，商人、旅人、小贩、男人、女人都不是。忽而他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站着的那个即将上马车的年轻男子身上，一袭白衣，风流倜傥，眉若山峰，眼似云雾，身形高大，无怒而威，浑身的杀气与上位者的气息无法隐藏。容易只看了一眼，心底便微微一惊，直觉告诉他就是此人。他平日里见过的达官贵人之多，也是有过一些的，可如此杀伐凶残的，如此给人一种压迫的感觉的，还是第一次。容易的眉头紧皱，就是他与锦娘之间曾经有过一些相识的过往，也是他让锦娘刚刚那般的失魂落魄。容易清晰的可以感觉出来锦娘那会儿的不自在和茫然。容易的手紧握成了拳头，他迈开了步子往前走去，只是走了几步，眼瞧着快要到了马车前的时候，忽而一道红色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魅惑的声音阴冷入耳：我如果是你，就不会再往前走一步。让开。红衣女子轻笑，语气带上了几分讽刺：你知道这马车上的人是谁？果然是无知者无畏呢，你别白费功夫了，你走不进他5米之内。容易没有理会他，径直往前又走了一步，忽而2道黑色的人影瞬间出现，手中的长剑已经架在了容易的脖子上。再往前必死。黑衣死士冷脸如冰，容易眼睛冰寒，一如刀光一般凛冽，死士冷漠，他也更冷。你不过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废物秀才，想与我家主子相见，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你还是放弃了吧。你现在若是继续往前走一步，你的儿子指不定就会死呢。你不在乎你自己，总不能连你的儿子也不在乎。容易的眸色更冷，隐隐约约看过去，眼底微红，只这会儿他却是忽而笑了起来，那股冰冷还在，可语气和笑容却是那般如沐春风的温和有礼貌。这2种相反的气质在他的身上居然同时出现了，令人颇为诡异。我记住这一日了，也记住了那个人的长相，欺我妻儿者虽强必杀。房间里，宋时锦的手脚冰凉，他坐在了椅子上，神志回笼之时，忽而一怔。容易呢？刚刚好像容易跟他说话了，
而他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他好像就已经走开了。万清源与周一鸣对视了一眼，他刚刚出去了。出去了？去哪儿了？宋时锦的眼睛忽而微睁，难道他刚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真的如此，那可太不妙了。一想到这里，宋时锦立刻站了起来。他才刚刚站起来，这会儿一旁的门却已经被推开了，容易已经站在门口了。你去哪了？出去看了一下，便立刻回来了。宋时锦的心底微微一慌，他这是知道外面那个人的身份了，也知道刚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应该不至于吧？你……容易上前伸出自己的左手，想要抬起来拍一拍宋时锦的肩膀的，他却撕了一下，疼得眉头紧皱，倒抽了一口凉气。宋时锦立刻抓住他的左手，你干什么呢？明明自己都已经受伤了，还这么不老实。容易看了看他，眸色中带上几分复杂，这会儿他却什么话都没说。那个男人有权有势，而且各方面都极其优秀，而这样的一个男人曾经居然是与锦娘之间是认识的。快让我看看你肩膀上的伤。宋时锦一听到容易吸气，看着他身上的伤口，心底便不由得微微一疼。这会儿自然是替容易心疼不已的，这个男人也太不会照顾自己了。看着他这个样子，他只是那么一瞬间就把刚刚遇到了那个可怕的男人的事情给忘记了。干什么？你别拉着我！周一鸣皱起眉头，他老阻止自己干什么？万清源白了他一眼，你个老光棍，人家夫妻这种时候要说话看伤，你在这杵着干啥？没听过非礼勿视，赶紧走。万清源拉着周一鸣，只说了一声便直接转身走了。他们这会儿可不管这对年轻的夫妻有没有听到他们两个人说的话，他们可是很清楚自己这会儿那可是必须得走开了。房间里安静得很，宋时锦看着容易身上的伤口，他的眉头紧皱了起来。你总是这么个样子，那谁能放心得下呀？我看着你这身上的伤就……怎么样？容易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难得听到锦娘忽然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他整个人激动的又是一动。虽然肩膀更疼了，可他那一双眼睛如同星子一般。担心呐，还能怎么样？宋时锦冷哼了一声，他检查完了容易身上的伤口，发现这回终于没有再继续渗血，倒是心情放松了许多。好在这一次没有再继续流血了，要不然我看你这条胳膊是想要废了吧？你这平日里都是稳重自持的很，怎么这段时间越来越孩子气了？宋时锦皱起了眉头，不得不说，他如今瞧着容易在他面前基本上就跟个孩子差不多了，有的时候还不如一个孩子呢。荣爵有时候都要比他还要听话懂事儿。锦娘说的对，是我大意了。容易，你得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只有你好了，咱们一家人才能好好的。锦娘，你放心，我以后不会让自己再受伤了。若是我受伤了，如何保护你？我不但不会让我自己受伤，我还会用尽全力来保护你，而且以一种极快的方式去成长。不管那个人是什么身份，什么来头，我敢保证，下一次他再见到我，我定然不会如这一次一样这般的弱。锦娘，我这伤不碍事的，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什么？好好读书。容易受伤的手在宋时锦看不到的地方微微握成了拳，疼痛让他清醒，也让他铭记这种感觉。老人总说一句话，记吃不记打，疼痛的事情人总是会忘记得很快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别人对他的痛，他总觉得那些记忆不如来的温暖重要。宋时锦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遇到了一点的错觉，他总觉得容易忽而好像有了点小小的改变，说不上来的情绪，就觉得他好像没有昨天那么轻松，而且要与自己开玩笑的那种很自然的情绪流露。可他也没问。容易，我想跟你说件事儿。容易抬起了眼，手指不自觉的一顿，他定定地回看着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可心底却是说不上来的紧张。锦娘，他是要说关于千纸鹤的事情，还是那个男人的事情？他是要离开了？容易，我们和离的事情先放一放吧，那个和离书你也先别写。容易一挑眉，目光幽静地看着他。他本以为锦娘要对他说的是旁的事情，可万万没想到他说的居然是这个。容易的唇角微勾。为什么？我觉得我挣银子的事情太慢了，而且荣爵现在有些离不开我。之前我以为你讨厌我，荣爵也不喜欢我，你们都要撵我走了，我若是不和离，有点死赖着你们的意思。可现在荣爵已经几次说了，不想让我离开。那孩子对我这般的好，我也舍不得。
还有你，我本以为你脾气不好，性格冷漠，又读死书，说话太直，毛病挺多的。关键是你周围的烂桃花也还不少。锦娘，我也知道我自己问题很多，以前不比较，也没有与人真诚的生活在一起过，他哪里知道自己也有这么多的问题呀？人与人之间，只有用了真心，愿意深入了解，才能通过别人而了解到更深层的地方，才不会真正的片面。宋时锦一瞧，容易又好像一副挺自卑的模样，他定定地看了一眼容易，而后眉头皱了起来。可你这毛病虽然多，我也已经考虑来考虑去，挑剔来挑剔去的，我还是对你……宋时锦之后的话没有说出来，可容易的头猛地抬了起来，他的目光这会儿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宋时锦，这会儿的他心底略微有些期盼，仿佛有一道小小的树苗开始破土而出，带来希望与重生。宋时锦咬了咬下嘴唇，而后很认真地继续着道：容易，我好像喜欢上你了，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我就对你有一定的好感，还是之后我们更为了解之后的相处，你尊重我，爱护我，虽然有过试探，有过不真心，可你是不是真情实意的，我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的。也许是你在雪中为我舞的剑，也许是你吃醋的模样，也许是你在意我的诸多表现，这一点一滴的相处，时间越久，我对你的了解越多，我便越发的对你不舍得。宋时锦自己也不傻，一开始可能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喜欢这样的事情，第一眼是欣赏，可久而久之，就是日久生情的点点滴滴。所以，容易，我们从今以后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吧。宋时锦的眼睛紧紧地看着眼前的容易，他的眼睛微微发亮。不爱自然是可以分离，可是爱了，他就会努力地争取，人总会变的。现在的宋时锦在这个书中的世界里，在这一刻深思熟虑过的决定好，要与容易好好的过日子了。好。久久的，他听到了来自容易略微颤抖的声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容易求之不得。容易心中刚刚开始发芽生长的那只树苗，此时忽而开始迅速的生长拔高，瞬间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宋时锦的唇角一勾，脸上忽而就挂上了笑容，心中这一刻也甜到不行。容易伸出了手，握住了宋时锦的手，两个人在这一刻确定关系的这一刻，握手的这一刻，感受到了彼此的心跳声。宋时锦说完了那番话，那心更是砰砰砰直跳，紧张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呀。宋时锦之前还没有打算立刻答应容易之前对他说的那一番告白的，可今天在看到那个男人之后，他忽而察觉到了些许的危机。他还是了解自己的，喜不喜欢容易，他定然是在之前容易对他表白之后，他就有想过了，也很明白他是喜欢着的。容易，我想让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容易的目光微微一凛，眸色犀利如刀，当然他这会儿的心却是瞬间放下了。锦娘，他终于开口对他说了，这个是我在家里头睡醒的时候发现的。容易，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好像生了一场病。生病了？锦娘这话是什么意思？对，然后我忘记了很多事，忘记了很多人，包括这只千纸鹤的来历，还有关于县令夫人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可是我今天遇到了一个男人，我觉得很不安。容易，那个人好像以前是与我相识的，他说这千纸鹤对于我和他来说都有着很深刻的意义，可我却什么都不记得。容易的手指紧握成拳，这一刻的他心底愤怒涌生，酸酸的，胀胀的。我这样说你会不会吃醋啊？容易咬了咬牙，不会。真的？你要是吃醋的话你就说出来。真没有，我一个大男人心胸宽广的很，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么点小事我没有在意。真的？假的，我之前就想杀了那个该死的男人了。总之现在我遇到的这些情况让我觉得很不安。容易，那个人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强大得多。你愿意信我吗，锦娘？宋时锦看着他重重的点点头。当然愿意了。这个世界上我认识的能相信的只有你跟容爵啊。脸上自然是很真诚的，可宋时锦的心底却是干笑了下。哼，不信也不行啊，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当然宋时锦自我调侃一下可以，他对于容易的信任即使没有80%也有个75%了。这些事情我会保证不会影响到你的，我会保护你。真的？容易这可是条大腿啊，又粗又壮的那种，本书男主，这样的人若是愿意帮他的忙，这些问题又能算得了什么？锦娘，你是我的妻子，
又是荣爵的母亲，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坐视不理的。多谢。不过我如今有个要求。竟然还有要求？什么要求？我能做到吗？自然是能，而且很轻松。哦，那你说，我能做到的一定尽力。毕竟容易都这么有诚意了，他也总不能就这么不够意思吧。容易唇角一勾，轻笑出声，而后往前靠近了几分，他的眼睛发亮，整个人此时更为高兴和开心。娘子，你以后叫为夫为夫君或者相公吧。荣爵好容易练完了功，又读完了书，这才上了楼。一进门便觉得爹和娘之间的气氛奇奇怪怪的。娘，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容易眯着眼睛，这个小兔崽子，他与锦娘之间的感情才好上了几分，这混账就想着要让锦娘回去。你爹他的手好一些了吧？好歹日常生活不受影响。那我去的学堂读书怎么办？虽然有带话让王傲轩帮我同夫子说一下，可太久了也不好吧。那回头我先找人送你去学堂，你在家休息了一阵子了，也的确不能再继续耽误下去了。荣爵这一回也的确是该去学堂了，小孩子嘛，总得好好读书为主，阶级跨越这事儿只能凭读书来解决。荣爵轻哦了一声，他虽然很想待在娘亲身边，可他如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只能这么决定。荣爵忽而想起一件事儿。娘，你说大人会骗小孩吗？你为什么问这个啊？我去了学堂之后，遇到了一个新的同学，他说起了一件事儿，说他自己被父母给欺骗了，说他不是亲生的，是石头缝里捡来的。宋时锦的心底一乐，大人经常拿这种话哄小孩，老一辈的都这么干过。他小的时候可没少被骗，说什么从煤炭堆里捡来的之类的，搞得他有一阵子还真的以为自己不是亲生的呢。荣爵看着宋时锦这会儿的表情，一时又跟着有些急眼了。娘，你怎么还笑起来了？这事情不重要吗？大人嘛，说的话有真有假，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得自己判断。是这样吗？那是自然，娘什么时候骗过你呀？荣爵轻哦了一声，然后自己转身走开了。荣爵怎么了？他在问大人骗不骗人的事情，我就让他自己想了。你笑什么？我在笑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高啊，教出来的小孩一定会很聪明。容易的目光一凝，看着宋时锦灿烂的笑容，他心底微微发痒，嗓子也有些干，他只觉得他更好看了。哦，怎么说？因为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就被骗到大呗，而且越是亲近的人越是骗，真的就是鬼话连篇的。父母骗小孩什么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邻居会在爹娘不在的时候骗小孩说爹娘不要你了呀，反正就是怎么骗怎么来。越是诚实教出来的孩子，一点认知偏差都没有了。这老祖宗的办法，那教出来的孩子都是贼精贼精的。容易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宋时锦，但一直看着他，这让宋时锦笑着笑着，忽而就有些不怎么自然了，还有点小小的尴尬。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觉得你很好看，我也很想听着你说话，你这会儿可以多说一些，我想继续听。你别不正经了，你再这样，我可要出门去了。宋时锦羞红了脸。容易看着宋时锦这个害羞的模样，眼睛更亮了。他大胆地上前拉住宋时锦的手。容易，你别太过分啊！容易眯着眼睛，他看了一眼宋时锦，松开了他的手。锦娘的手又软又滑，我握了，还想再握。宋时锦顿时无语了。钢铁直女之所以直，那只是因为不喜欢呀。说是真的有心喜欢一个人，又如何没有期待，没有脸红脖子粗，没有爱慕呢？宋时锦会撒娇，会害羞，还不是因为已经把容易放在心里，当成是自己喜欢的人了吗？锦娘，我读书读累了，想出去走走。容易也知道不能再这么激进下去了，不然一会儿宋时锦真的恼了，他就要悲催了。可以啊，正好我也想出去走走呢，还不知道你这书院旁边有什么好玩的风景，有趣的地方呢。我便是想到你与荣爵会觉得无聊，趁着荣爵还会待1-2天，我便带着你们出去走走。也不可能一直都待在客栈里，他只是手受伤了，也不是说腿脚不便，不太远就可以了。好好好，我们一起出去踏青。如今已经快到清明时节了，这天气可是好着呢，放着这么好的空气和天气，而不出去溜达或者转一转，那这人生多没意思啊。那你等我换身舒服的衣服，然后带上点吃的，我们上路去踏青去。好，我去跟荣爵说一声。
等到容易出了门，宋时锦这才兴高采烈地去准备了。本来就想着这段时间要做点什么好，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了，他自然是要把握住的。追求那些没边的富贵做什么？又挣那么多钱，追求一个个的数字干什么？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不说，人情也越来越淡薄，家庭观念也越来越狭隘，人活成了一个只有现在的人，而没有了过去和未来。换好了衣服，宋时锦便出了门，容易便已经在等着他了。容易本就好看，又是穿的是锦娘早上给他安排的衣服，这会儿随随便便的站着，便引来一群人的瞩目。荣爵也过来了，父子俩犹如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看着宋时锦，那眼睛里都立刻亮了起来。怎么样，我穿的还可以吧？容易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宋时锦，那一双眼睛里闪着的光，在这一刻更为明亮，又仿佛火热得很，这让宋时锦有些不怎么适应。很好看，我的锦娘，很好看。宋时锦的嘴角一咧，笑了起来。认识谁被夸，那自然心底都是最高兴的了。走吧。荣爵连忙拉住了宋时锦的手，容易也站在他的身边。他此时也很想去拉锦娘的手，可这会儿却是真的没那个胆子。不过就这会儿，他在锦娘的身后，看着他拉着荣爵走着，他的心情便已经极好了。一想到锦娘说要与他好好过日子，还说喜欢他，容易的眼神更火热了几分。宋时锦给自己和儿子买了2根冰糖葫芦，一人一根的吃着，容易则是跟在他们2个人的身后付钱。荣爵一边吃着，一边还有些迟疑的开口问起了宋时锦：娘，咱家这么穷，吃这个是不是有些太奢侈了？你平日里表现得很好，也不是一直都吃这个，我自然是要多买一些，好好奖励奖励你啦。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当然啦，你也知道家穷，所以你吃完了这些，要记得自己接下来的学业任务，还得认真学习才是呢。事实上，荣爵已经是表现得很好了，可这荣爵呢，长得也好看，学习也不错，在外人的面前又很容易被人给夸奖。要是他也跟着夸，早晚把这孩子那股傲气给养出来。3人去的地方是这城里河边岸低处，这当然是容易给介绍的。河两岸都是种了柳树的，如今是春天，这柳树已经抽了芽，又嫩又绿的。宋时锦走在前，与荣爵一道背着关于春天和柳树的诗。当然，他有的时候忘记了，便给容易一个眼色，那容易便很上道的接了上，就这么走走停停的，倒是别有一番滋味。那些柳树的姿态最是好看，摇曳着，随风飘荡着，这种景色真的很美。这样好看吗？好看，我的锦娘，不管怎么样都好看。荣爵在一旁看着这2个人的这样子，一直不停地翻着白眼儿。要不要这样啊？走哪儿就要秀到哪儿，这是担心别人看不出来他们2个感情好吗？娘，我也要带一个。那我再给你这根柳条，然后给你戴上。等到荣爵与宋时锦一起戴上柳条编成的花圈，宋时锦还将迎春花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也都摘下来，一道都弄上去。这母子2个人一路上便是更吸引人了。容易走在他们2人的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走了一会儿，荣爵就走不动了，而且他闹着口渴，这会儿的他还要喝水。咱们就在这歇歇脚，顺便等你爹过来。这个亭子位置又明显，也很引人注目，说是容易打水回来，自然会直接找回来。好的。一大一小坐在亭子里，一时没什么事儿，荣爵便背起了宋时锦教给他的一些诗词来。偶尔他背着背着忘记了，宋时锦也会提醒他1、2句，2个人就这样反而以很快的速度，就一首接着一首的背得很快了。忽而不远处的小道上传来了马蹄声，宋时锦朝着路边看去，果然有一匹马正朝着宋时锦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马上的一个女孩子满脸惊慌失措的大喊着：救命！救命！惊马了！惊马了！宋时锦一口气提着，直接将自己的身子落到了马上。他一把抓住马上的女子，想也不想的，直接就又往旁边一跳。他竟然又是轻轻松松的，便将这个女子给提起，而后与她一道落在了一旁的地上。女子的腿早就已经被吓软了，被宋时锦给救到，整个人直接就跟傻了差不多。半会儿，他似乎才反应过来，一回头，正好看到自己刚刚所骑的那匹马直冲入亭子外的河中。好在河水并不是太深，而且这马没有了负重，出了水之后又会游泳，
倒是直接朝着对岸开始游过去了。宋时锦被刚刚那一幕给惊到了，好在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了，他松了口气。娘，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也没事儿吧？娘，你刚刚也太厉害了吧！我还是生平第一次有见过跟娘亲你一样这么厉害的人呢，你怎么做到的？宋时锦一噎，他轻咳了一声，这当然并不是他本人做到的，而是因为这个原身实在是太牛了。当然不是因为他这个现代人的原因，而只是因为原身太强了。刚刚的那一刻好像就是暴露出了一些信息。如果此时的宋时锦没有想错的话，原来的宋大小姐居然是会武功的，而且好像功夫还不错，竟然还有轻功在身，这太牛了吧！多谢姐姐救命之恩。这声音如黄鹂轻啼，清脆入耳，而且又自带温柔。宋时锦瞬间就被这样的声音给吸引了目光，他抬头看过去，眼前站着的是一个长相很漂亮的特别清纯的美貌少女，一身的淡粉色衣裙衬得她肤色白皙细嫩，刚刚受了惊吓的眼睛这会儿如同小鹿一般，长得也太好看了吧！不用谢，刚刚也不过只是举手之劳，你这会儿没什么事了就好。宋时锦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颜值高的老色批一个，刚刚虽然是救了人，可若是一点火气都没有，那倒也不是。想想如果刚刚他一个没有注意，哪怕是荣爵和他都别想活了。这个女孩子就这么做点事情，弄成了这么一个结果，也的确是令人火大。他本来是挺想生气的，可是真的看到眼前这女子的长相，他那个火气也就瞬间没有了。没办法，谁让人家长得好看呢？好看的人只要笑上一笑，很多的怒火就会这么消失不见了。宋时锦这会儿也就是这种态度，他一点都不生气了。荣爵倒是有些恼了，你这个人怎么骑马的？刚刚差点就撞到了我。荣爵这么说话已经是火挺大了，刚刚他也的确特别担心娘亲出事儿，现在娘亲的事情比他自己的事情都要重要，娘亲刚刚的行为更是吓了他一跳。荣爵可以说他可是一点都不敢想象自己娘亲如果出事儿，那他又会怎么样了，所以直接就生气了。对不起，是刚刚我的马惊了，我向你们道歉，而且我还愿意赔偿你们的损失，我给你们100两银子如何？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年纪也不大，这会儿看到荣爵的怒火之后，她竟然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还直接说出这样的话来。100两，你说的真的？荣爵的眼睛倏地就亮了，他们家穷，挣银子很是辛苦，那自然是能挣一笔是一笔，这种情况下他可不能跟眼前的这个人客气。宋时锦眯着眼睛看了看眼前的女子，发现她的目光难得的清静和坦诚。我自然说的是真的，这一点银子我还是给得起的，而且刚刚你还救了我的命，难道我的命不值钱？你叫什么名字？我挺喜欢你的，刚刚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掉河里了，我可不会游泳，真掉下去那可是要狼狈死了。我姓宋，你叫我宋姐姐就行。宋时锦这会儿可不会傻到直接就把自己名字给报出来。对于才认识的人，就算是他帮了他一把，也不能指望自己帮助的这个人就会是个好人。我姓谢，名叫金玉，你们2个来的刚刚好，给我去取100两的银票给这位宋姐姐。真的有够废物的，你们要是再晚来一步，就直接可以给我收尸了。那2个侍卫立刻跪了下来，一句话也不敢说。行了，别跪了，拿银子就行了。谢金玉这话一说完，2个侍卫便立刻起身，而后将自己手中的银子递给了谢金玉。谢金玉直接就拿着银子递给了荣爵。怎么样，臭小孩，这点银子给你了。荣爵接了过来，居然果然是沉得很的银子。他睁大了眼睛，目光看向了宋时锦，这会的他自己也不敢确定了，也不知道这银子这会他到底能不能收了。本来娘亲做的是好事儿，既然是好事儿，那就不是想要求什么回报的。可这会儿遇到了眼前的事情，真的要了对方的银子，那就实在是有些不怎么合适了。这种情况也只能问一问自己的娘亲了。姑娘，这些银子是你对我刚刚救命之恩的感谢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就收了。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与你交个朋友。宋时锦正想开口，忽而眼睛的余光看到不远处路上朝着这边来的荣毅。荣爵这会儿也瞧见了，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娘，爹来了。荣毅迈着修长的步子
手中拿着水囊，朝着宋时锦走过来。他远远地看到了眼前的2个侍卫穿着的年轻人和一名女子，心底蓦地警惕了起来。一想到之前所遇到的那个人，这会儿他更紧张了，连忙加快了脚步，几步就赶到宋时锦的面前。容易看着他，似是有意无意地挡住了那3个人。锦娘，没事吧？他的眸色中带着担忧，这会的他的确是很担心的。宋时锦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他的紧张，也立刻知道了他此时在想些什么。宋时锦连忙摇了摇头，没事儿，我一点事儿没有，放心，不是他们。你渴了吗？我刚刚打的水，取的最干净最清的一处的水。好啊，虽然他没有荣爵一样的渴，可是对于自己相公的好意，他可是最好不要拒绝的。说是真的拒绝了，那未免也有些太不知好歹了，他可不能那么做。这爹也太不靠谱了，明明渴的人在这儿。他都叫了半天了，结果这爹完全都没有问问他渴不渴的。谢金玉呆呆地看着容易，刚刚的他一回手便瞧见了年轻的男子缓缓走过来的样子。他长得太好看了，这可是他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好看面孔。他曾经见过那么多的人，还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一时心底如同被什么给触动了一样，他的呼吸也跟着一顿，这一颗眼底心底便只剩下了眼前这个男子的模样。只是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这个男子走到宋时锦的面前，居然叫了他一声娘子，他竟然已经有家室了。我们走吧。宋时锦一挑眉，这会注意到一旁的这个女孩的目光，他的心底莫名的有点不怎么舒服。不过他们2个人才走出2步，谢金玉连忙开口叫住了他们。喂，宋姑娘，你真的不想跟我认识一下？宋时锦转身，他还没有开口说话回答呢，容易却是一把拉住了他的手。他的眼神微眯，目光中带着几分警惕，安静地看了一眼这个陌生的，一瞧就是个有钱人家的千金大小姐。我家娘子向来认生，她也不需要认识你这样的人。说完了这话，容易拉着宋时锦便直接走开了。荣爵迈着小短腿儿连忙跟了上前。宋时锦看着容易拉着他的手，忽而有点感觉奇怪了，不过他也没有直接开口就问什么，只是等着他们走远了，离刚刚那个谢金玉已经很长的距离了，他也才悄悄打量了下眼前的容易，开口问他：你在生气？为什么生气？容易一噎，他也说不上来，只是有一种莫名心慌的感觉。我就是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这样做让你不舒服了？还好，我只是好奇你刚刚的表现到底是为什么，又是怎么想的，别的倒是没什么。他按理说不过只是跟一个女子聊了几句，应该还不至于让容易说走就走。他只是这会儿有点好奇，容易这样的表现是什么意思。容易的手指微微一弯，他自己大概有些清楚自己刚刚的表现是什么意思，总有一种把握不住锦娘的感觉，生怕锦娘会被人给拐跑，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靠近了他的心就觉得很压抑，很愤怒。容易，你该不会是控制欲比较强吧？就是那种会想不开的情绪，不想我有朋友，不想我有其他新认识的人，我去哪儿你都想要知道在哪儿。你说的什么话？我不会那么做，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不过只是不喜欢刚刚的那个人罢了。谢金玉，他那个人表面上看着还不错呀，我刚刚救了他，他还给了不少银子呢。你难道看不出来他一直在看我吗？我看出来了呀，这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蓝颜祸水呗？像是你这样的长相，我自然早就已经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了，就知道你会四处拈花惹草的。锦娘，我不想这样的，我对于那些人的目光一点感觉都没有。容易很是认真，这会的他真的特别不想让宋时锦误会了他。我知道，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呀也得对我多一些信任才行。我信锦娘。宋时锦看着容易这副微笑的模样，一时觉得脸上热热的，这周围的空气也仿佛有些燥燥的。他深吸了一口气，立刻将自己的目光移了开。荣爵终于追上自己的爹娘，拎着银袋的他眉头都快皱起来了。你们2个腿那么长，还走那么快，爹娘，你们都不打算要我这个儿子了是不是？荣爵气得火大，他以为他自己是个宝宝，
其实眼瞧着根本就是个多余的，这里哪里有什么人重视他呀？生气，娘怎么会不要你呢？哼，你老大不小了，别总是对着你娘撒娇，都5岁了，还是个小孩子吗？我怎么就不是小孩了？我就要缠着娘亲，那又怎么了？那可以啊，你如果还把自己当小孩，那就继续这么干。不过照顾你娘的责任就等你长大了再说，想要单独出门做事也等你长大了再说。够狠！算了，我不缠着娘亲就是了。那我不缠着，你也不能缠着。同样是成年，我是你娘的夫君，我自然可以缠着，而你是儿子，那差得远了。你要是真的想找人撒娇的，再长个5岁，我就给你说门亲事。实在不行，现在就定个童养媳也是可以的。这爷俩是真的够损的呀！他们这2个人不仅仅互相损对方，倒是一个比一个还要小孩子的样子。锦娘，你怎么了？怎么这会儿看着脸色不大好？宋时锦连忙摇了摇头，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说完了这话，宋时锦便立刻迈开了步子，直接走在最前方走了。他的心事挺多，这会儿又乱又理不出头绪来，只想立刻回去，然后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容易一愣，站在原地，这会儿整个人也可以说是有点懵的，他也没整明白锦娘这是什么意思。爹，怎么了？娘看起来好像是生气了，奇怪啊，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这会儿说生气就生气了？我也不知道，难道是因为我们2个人刚刚吵架的原因？这怎么可能？娘又不是第一次见我们2个人吵架。有道理。依照锦娘的情商和对情绪的控制，若非是天大的事儿，她定然是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情绪的。所以现在的这种情况，定然是锦娘心底有什么事儿了。可是又会是什么事呢？还是之前遇到的那个男人吗？宋时锦回到房间里，就直接自己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盖上了被子休息。容易与荣觉2个人不敢说话，就在一旁的桌子前坐下，各自拿了本书看着。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错，反正瞧见了宋时锦生气，他们这心底自然就是提心吊胆的。既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便只能自己先在一旁反思着，至于其他的也暂时不敢去做什么想什么。容易一直都在暗自的观察着宋时锦，想要瞧一瞧他这会儿是怎么回事儿，却见他的身子在床上就这么翻过来翻过去的，眼睛这会儿也完全都没有看向他还有荣觉的方向，而且时不时的眉头还皱着，眼睛也紧闭着。容易这会儿难道还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吗？锦娘分明就是有了心事的表现。锦娘，宋时锦回过神来，瞧见了容易怀中已经陷入了深度睡眠的荣觉，连忙起身让开了位置。他什么时候睡着的？就刚才，也没多久。荣觉向来午觉比较长，我们不如先出去弄点东西吃，等一会儿忙完了再回来给他带点。宋时锦一愣，点了点头。好。这会儿他越是自己想，也很难想个明白，毕竟有些事情就不是只凭自己这么想着就可以的。他还不如这会儿跟着容易出去先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哎，我们可真有缘，又见面了。宋时锦看到了他，轻咳了一声，这会儿倒是真的有些小小的讶异的。看起来这个新月格格跟容易2个人之间的缘分还的确是不浅。恩人，我们可真有缘分呢。谢金玉走了上来，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宋时锦靠近。我能在你们这里与你们一起吃饭吗？不好意思，我们需要安静。谢金玉一愣，他可没想到自己居然就这么快被拒绝了，而且还那么明显的就被拒绝了。可是我很想要感谢一下。你最大的感谢就是不要过来骚扰我与我娘子用餐。宋时锦挑了挑眉，目瞪口呆地看着容易，他怎么也没想到容易会是这么一个反应。毕竟容易好像从来对外人虽然是冷漠，最多也就是不搭理而已，还不至于会有现在这种状况出现吧。可这会儿的容易却看起来很是不想与人接触一般，竟然这么冷漠，这可的确令人难以理解。怎么，你听不懂我的话？容易，你对女孩子如何能这么不近人情？县令大人。容易虽然是稍稍有些震惊的样子，不过他也很快就恢复了过来。王先生，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学子容易。
容易，快过来见一见王潇王先生。见过王先生。容易规规矩矩地对着眼前的王潇行了个礼。一听到王潇的名字，他就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是什么人了。当朝大儒，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都不足以证明他的实力。总之桃李满天下的那种当时厉害人物。王潇看了一眼容易，先是被容易惊如天人的美貌给震惊了下，不过震惊完毕，他也就很淡定地将目光转向了一旁。我们到一旁坐着吧，谢小姐，旁人都说了不许打扰，那就与我们坐到这边来。王潇直接将目光收了回来，而后看向了一旁的容易，这会儿算是已经摆出了他自己的立场了。他自然是因为他谢金玉刚刚受到了冷待，而对容易的表现不满了。卢县令微微一愣，他连忙将目光看向容易，对着他使劲的使眼色。县令大人的眼睛是出了什么事？容易只当没瞧见，他反正是没什么错的，刚刚也已经对王潇行了礼了，人家不接受，他又何必自失风骨？卢县令一噎，他看着容易这副模样，知道这回与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便先行去做自己的事情，只先把眼前的这些给暂时放一边去。容易，那位王潇先生可是很有身份的景国大儒，与你以后从事大为有利，你对他太过于冷淡了吧？全国顶尖的大儒，那类似于高等学府的牛逼大学教授来着。尽量用膳，这是我们的家人相处时间，有些事情等用完了膳再说。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容易，刚刚的那个谢金玉你觉得好看吗？容易一听这话顿时一噎，莫名有些奇怪。什么好看？就是你不觉得她很漂亮很年轻，而且皮肤也很好，说话声音也好听，对人对我们都看起来很善良，还不错吗？容易的眉头深皱，心底忽而多了几分警惕。你喜欢她？这个不是你要问我，而是我在问你，我喜不喜欢这个谢金玉，这有什么关系？这会自然是要问容易的。我不喜欢她，一点也不喜欢，之前不喜欢，现在不喜欢，以后也不喜欢。哼，锦娘，你不要跟她走太近，也别被她给骗走了。宋时锦顿时有些无语，说实话，这会儿容易说这话实在是令他有点懵。这会儿的他根本就有些不大明白容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有一点他确实是感觉到了，容易好像一点都不喜欢谢金玉，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居然还说出了这么冷漠的话来，还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喜欢。宋时锦虽然是随便问问的，可是真的得到了容易的这番回答，他这会儿反而真的就觉得心里美美的。宋时锦忽而笑了起来，眉眼弯弯地看着他。你说真的？当然是真的，我非常不喜欢谢金玉。锦娘，你不要跟他做朋友好不好？这样的人你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来往好吗？软软的语气，晶亮的眼睛，这个容易又来他面前开始下蛊了。那你记得你自己说的话，以后都不要变哦。肯定，我绝对不会改变的。你是我最重要的人，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能比你更重要。宋时锦越听这心底越甜，这男人如今真的是越来越会说话了，简直是甜得要命啊，这让他这会儿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他只能唇角带着微笑，静静地看着容易，忽而笑了起来。好，我答应你，我不理那个谢金玉就好了。好，我答应你，我不理那个谢金玉就好了。书上的剧情也许老早就跑偏了呢，容易与他之间早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别的路了，就算是女主又如何，不必联系，那自然也就不会碰到了。还有锦娘，这些事情你也不必担心的，尤其是关于王潇先生的事情，还有我的学业这方面的，你都不必担心，我有信心做好。这个世界上朋友是用心交上的，现在不到时间，我走过去，我的层次不般配，也只会给自己和对方造成困扰。真正的朋友是有共同的理想和立场的，这些以后我都能通过自己去实现的。容易这会说出这么一番话，立刻让宋时锦理解了。不得不说，容易说的也的确有道理，不同层次的人就算是接触了，也是会有极大的不平等在的。旁人看到了会认为他是巴结，面上也难说王潇自己会不会那么认为。我若是有了他的指导和提携，那自然是一件好事，可我好歹也得拿出自己足够的实力来证明。我如今连个举人也不是，又有什么资格呢？锦娘不必为我担心，这些我都会做好的。我知道锦娘心底所担忧的事情，放心，我会给你撑起一片天空的。那些危险绝对不能就这么影响到宋时锦。
容易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也必须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所以锦娘，你相信我好吗？你只管做你自己，其他的都不必多想。我希望你在我的身边，可以只想你自己，让你自己开心快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坚持自己想要坚持的一切。宋时锦的心底一暖，他的目光落在了眼前的容易的身上，重重的点点头。好，我相信你。他忽而唇角勾起了一抹笑容，而后往前走了一步，将自己的胳膊圈在了容易的脖子上，踮起了脚尖，朝着容易的脸上亲了下，犹如蜻蜓点水。简单的亲完之后，他便迅速一松，笑了笑道：我们走吧。说完了这话，宋时锦立刻转身就快步走了开。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好了，他怎么可能不想要对着他表达自己对他的喜欢呢？早就已经对他垂涎3尺了，他也不必压抑自己内心的兽性了。况且刚刚对待谢金玉的表现，还有容易说的话，可以说是搬开了宋时锦心底最大的一块石头，这让他感到很安心，很有安全感。容易呆愣在原地，伸出手，有些傻眼地摸一摸自己的脸，这会儿整个人可以说是有点懵的。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忽然就被亲了一口，而且亲他的还是锦娘。他还以为这种事情会一辈子都不可能的，却没想到居然就这么发生了。他又是得意又是失落，得意的是看起来锦娘的确是真的喜欢他，可失落的却是这种亲的事情不应该是他作为一个男人来主动的吗？锦娘这是抢了他的活。容易连忙追了上去，想要找回场子，然而一出了门，锦娘就已经没了踪影了。容易这会儿整个人都有点懵住了，而此时他却是瞧见了卢县令。你这种性格就不怕以后到了官场上吃亏？县令大人，你不也一样？我们要找的兄弟朋友可以共事的团队，绝对不是要用谄媚才行的。况且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到王潇王先生的面前去，现在过去了，留下来的印象肯定不会好。县令大人，你最清楚王老先生的脾气，不是吗？这倒是你说的有几分道理了，你还真的说得不错。王老先生最不喜欢的就是巴结和献媚，如此你倒是反而做得挺对。容易点点头，他的目光中多了几分坦然。虽然说现在这种情况似乎是有点显得他不够礼貌，不够知趣，可真正在高位的那些人，心胸和格局也自然是有的。就算是不喜欢一个人，那也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还没有进入那个圈子的可能，自然也不必强求什么。况且现在的我很珍惜与锦娘在一起的时光，以后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继续在一起。这一次能与锦娘有这样相处的机会着实难得，之后也许还要挺长的时间才能相处的。若非他伤到肩膀，才能有这几日的假期可以用，哪里又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可以过呢？如此他也只能尽量让这些时间的他可以多陪陪锦娘和荣爵。你呀，果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呢。好在你那个娘子是真的不错，要不然我看你这一辈子都要栽到女人的身上。这还是有几分县令大人您的风采，不是吗？您不也一样对夫人极好吗？还是你了解我，那是这世界上又能有几人懂得平凡夫妻的美好？我们这样的已经是难得了。能与第一次爱上的人相知相守的本就是不易，至于旁的，那其实完全也不必多想什么。容易这会儿听卢县令这般说，倒是跟着点点头。家人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两个人聊完，容易就去追他的锦娘去了。这会儿的容易心潮澎湃的，总还想着刚刚锦娘亲他的那一口。锦娘作为一名女子都能如此的主动，他身为一个男人，说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好，也属实是有点丢人。索性干脆与锦娘同房。一想到这里，容易的呼吸都不由得急促了，整个人脑子里开始慢慢的多了许多的画面，有许多便是那日清晨看到的锦娘的身子，又白又细的肌肤，惺忪的睡眼。不，这会儿可绝对不能再想了。容易倒吸了一口气，忽而心底一颤，此时的他连多余的画面都不敢再想了。他越想身子便是越为紧绷，那种说不上来的情绪令他的脚步又加快了。终于回到房间里，锦娘已经坐在椅子旁，专心的拿着绣品在绣了。容易的心情一激荡，二话不说的迈步直接走上前，忽而径直走到锦娘的身后，伸出了手臂，直接就将锦娘抱在怀里。锦娘，他的呼吸急促，脸埋在宋时锦的脖子里，而后又抬了起来，开始吻着宋时锦的耳朵。
来回在他脖子处亲吻着，轻轻地咬着他的脖子。宋时锦被他这一弄给整得有些惊讶。你做什么呢？还不快松开！声音虽然是低的，不过那个语气却是比较强势的。毕竟这房间里又不是只有他与容易两个人，还有一个荣爵呢。要是荣爵忽而醒来，看到他们两个这样子，那得多尴尬呀。反正他是丢不起那个脸的。我不，锦娘，我忍不了。宋时锦的心底微微一颤，看着眼前的容易，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哆嗦。毕竟此时的容易眼神太热烈了。你说的什么话呀？一会儿小心荣爵醒了。宋时锦有些着急，早知道这个男人这么不经撩，他也不会做这种蠢事啊。这回整得他自己都下不来台了。不过就是轻轻地亲了他一口，就换来这人这么大的反应，这还能不能行了？宋时锦越急，那眼睛就是越是水光光的，这样的他反而令容易心底更为痒痒的。他低下头，直接吻上了宋时锦。天知道这样的事情他想做多久了。之前当然趁着宋时锦醉酒，他有偷偷做过那么一次，可也就是那么一次，便令他整个人一直忘不了他的味道。宋时锦瞬间睁大了眼睛，容易放开了他，瞧着他惊讶的样子，轻笑了一声。闭上眼。宋时锦的心底一颤，内心嗷嗷的叫着，表面却是很听话的闭上了眼。这会的他完全是手脚无力，也做不到主动回应，况且心底是觉得这种事情嘛，得男人主动的引导才有意思。他先感受感受。容易看着锦娘这副模样，心底的喜爱又增添了许多，他直接吻了上去。宋时锦被容易给亲得七晕八素的，朦朦胧胧之间，他有些好奇的想着，容易这吻得这么熟练，完全不像个新手呢。宋时锦的脸越来越红，也察觉到了容易的那双手居然迫不及待地在往他的领子处摸。啊，住手！宋时锦连忙睁开了眼睛，神智回笼。话说亲就亲好了，这么快就要往下一步进行，这样真的可以吗？他可绝对不行的。宋时锦睁开了眼睛，倒吸了一口凉气，眼睛直接紧紧地盯着容易，一把推了推他。啊，你不行！容易松开了宋时锦，这会儿的目光中却多了几分说不上来的恳求。锦娘，我忍不住的，锦娘，我求求你。宋时锦的心底又是一颤，这男人长得这么帅，却这么软，这么恳求着自己，这也太让人把持不住了。真的挺想就这么从了他的，可他却是心底微微镇定了几分。不行，易得之人易失去，难得之人难失去。他这么容易就让他得手了，那他以后肯定不会珍惜的。况且也不能什么都顺着他，要不然以后可得有他的苦头吃。不行。宋时锦轻咳了一声，把自己的身子往后缩了缩，而后眉眼微微一颤，带着几分柔弱的模样。太快了，我害怕。容易顿时不再往前动了。说的是，他这么粗鲁，锦娘肯定会害怕的。这种事情自然是急不得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要是让锦娘对这些起了心理阴影，那怎么能行？容易，我还没有准备好，你让我做做准备。容易的眼眸中多了几分温柔。好。容易放开了宋时锦，宋时锦松了口气。啊，妈的，以后我再撩他，我就是狗。如果没有定下身份来，他撩起这个男人来，那可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是已经定下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了，这会儿他稍稍一主动，就会立刻让他自己成为大灰狼的野餐。所以说还是要悠着点，不能太不当一回事了。容易没有动，也没有说话，这会儿的他也没有将目光移开，火辣辣的眼神还是落在宋时锦的衣领上，他心底是特别的不舍的。我出去一趟。容易忽而起身。宋时锦一怔，你这回要出去，是忽然想起有什么事儿吗？我需要冷静冷静。说完，他直接就迈开了步子，朝着门外走去。宋时锦的脸瞬间爆红。容易的处理办法自然是出去帮后厨劈柴，顺便借了厨房几瓢水，直接把自己给浇了个通透。后厨的人瞅了这个年轻人半天，也没整明白他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不过瞧着倒是挺有意思的一人，就是有点傻，居然做这样的事情，也还有着伤呢。宋时锦在房间里捂着脸半天，热气腾腾的那股子火气让他整个人都是一懵，
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点什么来着，只能是缝了几个针脚，而后发现自己错了，又拆了之后再这么继续，一连几次都错了之后，宋时锦终于放弃了，都已经做不好了，还继续缝这个干嘛？又不是吃饱了撑的。宋时锦嘿嘿嘿的傻笑着，一想到刚刚的场景，他的心底就莫名的像是有什么样的情绪被点燃了一般，他控制不住自己嘴角上扬，而且心中还是一样的极为期待。要是刚刚的他没有拦住，那他是不是就……一想到这里，宋时锦的脸就更红了，内心的小兽又在嗷嗷叫了，那种期待感太强烈了，又有点那么点后悔，是不是应该就跟他发生点什么？毕竟从现代社会上来讲，她可已经是个30岁的老女人了呢。娘，你干什么呢？你这脸也太红了。忽而荣觉揉着眼睛从床上下来，他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娘亲，刚刚他醒了叫娘，娘居然都没有答应他，这都什么个情况？而且这娘的脸还这么红，那眼睛里也跟着了火一样，还傻笑着，该不会是生病了吧？娘，你是不是生病发热了？娘没事儿，也没什么病。瞎说，你看看你这一张脸，都红的跟猴子屁股一样了。行了，就是房间不通风，娘这会儿有点热而已，你跟我这体质又不一样。荣觉半信半疑，他若是几个月前，也许还会信了他娘的鬼话，现在的他可是一点都不会上当了。他娘跟他爹一样，说话半真半假的，大人都会骗小孩，连娘自己都说了，对不对的只能靠他自己找答案。那些对你笑的人，心里也许是在骂你，那些表面上在骂你的人，也许还是为了保护你。娘，爹呢？这个不知道。一想到容易走之前说的那句冷静冷静，他就有点不冷静。哦，原来不知道啊。哼，算了，我就不问了，反正娘你也不会说实话。荣觉摆了摆手，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宋时锦一时语塞，荣觉又看了眼宋时锦，忽然眯着眼睛。娘，你什么时候跟爹睡觉啊？你说什么？娘，就是跟爹睡觉啊，你们两个单独睡，我不跟你们一起的那种。宋时锦顿时哑口无言，荣觉皱起了眉头。娘，我跟你实话说吧，我有点寂寞了。我有个爹总是凶我，有个娘总爱骗我，天底下我总是这么被欺负着，实在是心有不甘，我得找个出气筒啊，而且还得随时随地的让我能欺负的那种。荣觉说的好像挺是那么一回事的，却是让宋时锦整个人这会儿都有点懵了。这是儿子逼着父母要个二胎？那也不行吧，你就不怕真的生了个弟弟或者妹妹之后，你的地位反而更低了？爹和娘对弟弟妹妹很好，对你不好呢？那个时候与现在有什么差别吗？或者说，娘，你觉得现在的我地位能有多高呢？也没有很低吧。反正我就要个弟弟或者妹妹，实在不行，你跟爹多生几个，我也能接受。宋时锦顿时无语了，他这会儿的脸更红了。荣觉一提生孩子，他又想到了刚刚被容易给占便宜的那个画面，那种场面着实让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真的算是很可以了呀。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只觉得头越来越疼了，这身边的一大一小忽然之间转换了目标，非要让他生二胎，这个瞧着的确有点忧心呐。容易好容易将自己心头的那股子邪火给压了下去，心底委屈巴巴的，又有点不甘心。这会儿的他明明是得了自己媳妇儿的爱慕和喜欢了，可他却不能与自己的媳妇儿走得太近了，他自己怕又把持不住，到时候真的吓到锦娘，那又不好了。可就这么憋着，他也很难受。荣秀才，就在容易收拾停当，走上楼梯，刚刚上了一层阶梯，耳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他挑了挑眉，一眼看过去，却看到一名女子正站在楼梯口的一旁。容易只是看了她一眼，发现她的确是在看自己，可是只看了她之后，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话，仿佛叫的那一声只是随便叫一叫，这让她的眉头微微皱起，只当没有听到的继续上楼。荣秀才。就在容易即将上完所有的阶梯的时候，那女子又叫了一声，容易停下了脚步，一双眼睛冷漠地看向了眼前的女人。女子轻咳了一声，这会儿的神色温柔。刚刚我爹爹对你说话有些过于冷漠，你可不要放在心上了，他平日里不是这样的。
你爹爹？王潇是我爹爹。哦，我没在意。你不在意，可是我听的卢县令的意思，好像他很想举荐你跟我爹爹认识，可我爹爹却那么的冷漠。我是专程过来告诉你一声，也好让你能与我爹爹好好认识一下的。王小姐是吧？这事情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我还有事要先行一步。他如今可是有家室的男子，不能与外女有过多的接触。本来锦娘对他就有诸多的不满，万一一个不好让锦娘知道了，他就更洗不清了。锦娘本身就是很嫌弃他长了一张桃花脸的，所以说男人还是应该有点自觉。容易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对锦娘好，毕竟是个萌新，在恋爱上颇为没有经验。可是他唯独很清楚的一点是，他不喜欢锦娘做的事情，他自己也绝对不会做。只要他一想自己若是看到了锦娘会与其他的男子说话，心底就酸涩到难受，他就绝技不会允许自己与陌生女子多言几句的。他要建功立业，也用不着女人来帮忙吧？荣秀才就这么不近人情的吗？我不过也只是想要帮你。那王家的女儿王白简又开口了。说实话，王白简还不至于有多喜欢容易，可她也的确是挺欣赏这男儿的长相。少女怀春嘛，正是喜欢年轻男子的时候。而容易这种气质和长相，又高又帅的，立于一大票人中间，犹如鹤立鸡群。他即使没有说一心扑到这男子的身上，也定然是想要帮他美言几句。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人居然连句话都不肯说，而且又一次打断了他要说的话。帮我就不必了，王小姐，无功不受禄，这一句话我相信你应该是听过的，我不需要这些。这外面的女子怎么就这么不矜持？他从小到大真的是对这种主动型的女子感觉很是害怕。容易回了房间，宋时锦已经躺下睡了，荣觉倒是在自己看书。在看的什么书？这么认真？我在读《论语》。其他的书你都看过了？哼，那是自然。爹，我知道你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如今的我也差不多了。你要是再不努力，到时候指不定我能跟你一道考乡试。容易挑了挑眉，打量了下荣觉，而后摇了摇头。估计你不行。为什么不行？你瞧不起我现在的实力。哼，你的实力我用不着瞧得起。我身为你的父亲，我不同意你与我一道乡试。你觉得你可以？你自己去试试报名看看。你就是仗着你是我爹罢了，太不要脸了。娘还说要平等对话呢，你就这么对我？没办法，我是你爹，那就一辈子就是你爹。跟我讲平等，没办法，你与我生来就不平等。你呀，生来就是我儿子，死了还是我儿子。我对你天生就有这爹的特权，你能怎么样？要不然你让我问你叫爹？那算了。就算容易同意，那其他人能接受吗？不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他才怪呢。人就会用平等一个词语来自己骗自己，谁跟谁平等啊？谁也不平等。讲一讲尊重还差不多。你娘睡了？娘刚刚才睡下。你娘辛苦了。荣觉点点头。可不就是有个人天天装残废，还得我娘亲自伺候着，嫁给这么个男人，她可真倒霉。这混账小子，这话说的是越来越没大没小了。王白简吃了一鼻子灰，有点闷闷不乐的。这会回到房间里，心情也很差劲。谢金玉瞧见他这副模样，有点奇怪。怎么了？你看起来很沮丧。你说天底下还有那种冷漠到连旁人的关心都不需要的人吗？怎么说？你遇到了谁了？居然还会有这种感叹？就是那个荣秀才啊，你没觉得他长得很好看吗？简直是貌比潘安啊！刚刚我爹不是对他很冷淡吗？所以我就想要帮他一下，我还主动过去跟他说话的。谢金玉一听是容易，顿时起了兴致了。那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他长得好看是好看，可是太冷漠了，几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这样的人，就这种态度的，他这以后还怎么混官场啊？他的确是很好看，我们在锦国的京都那么大的地方，见过多少青年才俊，可就真没遇到如他一般长得那么好看的。可惜啊，他已经有娘子了。谢金玉说来惋惜，他这人还不是那种喜欢夺人所好的。虽然说这个容易长得好看，可他已经有妻子了。他与他只不过是一面之缘，再好看的花，那也是种在别人家院子里的，他可没有要去强摘的意思。不过谢金玉看了王白简这副模样，倒是有点好奇。看你这么郁闷的样子，难不成你看上他了？我觉得还没有吧，
只是对他的长相有好感，有好感又不代表就一定看上他了，就是觉得有点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女孩子向来是需要矜持的，她好容易主动选择帮一帮别人，结果还被这么对待，那心底不甘心也自然是正常不过的。是你主动去帮别人，这样的行为惹到人家了。难道我乐于助人不对？人与人的脾气性格都不同，有的人没心没肺的，自然会感恩你的帮助，可有的人心中是很有警惕感的，确实会觉得你在无事献殷勤，必然是有所图的。很多人都并不相信这天底下有什么不求回报的付出，虽然这些看起来的确是很难得，可是难得就是代表极少数的意思，大部分的人是保持着警惕的。你呀，就是平日里没吃过亏，被你爹给保护得太好了。唉，不知人间疾苦的大小姐一个，小心以后上当受骗了。王白简是王潇的女儿，自小又被固执死板的父亲给养在深闺里，除了读书就是读书，没有与众人接触过，不知道人心险恶，自然也就不明白这些。是这样吗？自然就是这样啊，而且你敢说你不是因为有所图？应该没有。你就是有所图啊，你不就是看着人家荣秀才长得好看呗？荣秀才那张脸的确是招桃花的很，我就反过来问问你，若是一个浪荡子过来帮你，你会不会心怀警惕？会。这不对啦，不过是长得好看与不好看的区别罢了。若荣秀才不好看，你还不愿意搭理呢，那么多学子都被你爹爹给冷淡对待过，也没发现你对旁人这么热情过呀。王白简被谢金玉给说的有点傻眼了，他还真的是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双标，可是仔细一想，还真就这么一回事儿。王大小姐，你呀，好好先学着了解你自己，省得以后再做一些人与人之间没有边界的事情，惹人家烦，还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王白简被谢金玉给教训了一通，倒也有点明白这中间的意思了。你还说我呢？你不也犯的一样的错？你看人家宋姑娘搭理你不？我们都一样，都搞得人家两口子讨厌我们了。可不就是嘛，谢金玉是真的挺喜欢宋时锦的，尤其是那一幕来救他的那一刻，飞身上马又轻功卓绝，而且路线不平，虽然知道他非富即贵，也不攀附，表情都没怎么变过，可这样的一个无欲无求的女子，他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很特别很特别，那个气质让他忍不住就喜欢，就想要跟他说话。可惜的是，这位宋姑娘的夫君实在是个厉害的，连句多余的话都不让说，简直太难了。看来我们还是与人家两口子保持距离的好，能不去招惹还是不要招惹了吧，省得真的惹人烦。在房间里住了将近7天之后，容易的伤势总算是好了起来，而且看着肩膀上的伤口已经有开始愈合的状态，宋时锦对于这古代的金疮药还是挺赞叹的，老祖宗的实力果然不可小瞧。这伤口既然也已经长好了，那自然接下来要面临的也就是该离开了。容易的眉头紧皱了起来，他一点都不想就这么让自己的媳妇儿回去，可惜的是他的可怜也没能引起丝毫宋时锦对他的同情，毕竟谈恋爱这会儿越是见得多，这男人就越是会蹬鼻子上脸，以为他好欺负，而且一谈恋爱，两个人没有第三者在旁边就容易被占便宜，宋时锦这会儿又不能强加个第三者，就一个荣爵吧，还内心里总想着叛变，所以唯一的办法也就是分开一阵子，他该上他的书院学习就去，而宋时锦自己也得回自己家里头继续搞事业。倒也不是宋时锦不想要甜甜的恋爱，可若是连点距离和时间的考验都不行，那还能指望一辈子啊？他准备回去的那天，崔氏过来送他，崔氏才看到宋时锦整个人就已经哭成了个泪人。启娘，你不能再留几天吗？我很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天，我们姐妹这么久都没见了，你就这么无情啊？你有时间也可以去找我呀，我会带点好吃的，到时候让人烧给你。你可真是无情。你跟卢县令赶紧要个孩子才是正经，有了孩子就知道生活不易，私人时间会很少的。崔氏一时语塞，他不过就是想要跟宋时锦聊聊天而已，这会儿反而被他给催生了，这个女人太过分了。我那一日可瞧见王先生家的女儿王大小姐与你家的相公说话了，你说王大小姐之前跟你相公认识吗？这个我怎么知道？荣秀才长得这么好看，要是她在外头乱来了，你可怎么办？应该不会的。
宋时锦是发现了，说这种话的人还是挺多的，而且都是关系越好，还越容易提醒他。也没办法，这容易的确是长得有点太出众了，但凡只是稍微好看了那么一丁点儿，那也不至于会让人这么不放心呢。宋时锦自己倒是还可以的，其他众人就已经是完全不能放心的了，一个个的都想提醒他一下。宋时锦又笑着半开玩笑道，如果容易真的乱来，我就刚刚好与他和离，然后来投奔你，你到时候养着我就好了。好，那说定了啊。宋时锦还真的挺好奇，以前的宋大小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崔氏对她可真好，就算是闺蜜，能做到这一步也是很不同了。牛车越驶越远，容易的心就跟被一条看不见的丝线给牵扯着一样，站在路边只差唉声叹气了。万清源与周一鸣两个人也陪着他站了半天，说实话腿有点酸。容易，我们该回书院了，你就别看了，弟妹早走了。是啊，你好好读书，早日考取功名，自然是可以早日回家多陪陪弟妹。哼，两只单身狗，懂个什么？你们两个把我娘子送的礼交出来，我要先研究。不要吧，那张地图我还在临摹中呢。我看得正过瘾，还没有机会。这容易果然不是人，弟妹才一走，他这副嘴脸就立刻暴露出来了。可容易就是能有这个谱可以摆，谁让他本来就自带高贵呢？那个容易，我这里还有好多的收藏品，弟妹不是很喜欢刺绣的吗？还有什么庄园设计图之类的，你看你要是想要，我可以带着你一道去瞧一瞧。万清源可是不想让自己到手的好处就这么没了。我家里头还有一些藏书，你瞧瞧看看，若是有弟妹喜欢的，你可以直接带走，之后你若是要请假调休的，咱们可以好商量。容易挑了挑眉，冷哼了一声。万清源跟周一鸣对视了一眼，纷纷叹了口气，怪只怪人家有个厉害的媳妇儿啊。看来前面是遇到土匪了，夫人，你看我们要怎么处理？说是一开始要杀人，那早就杀了，完全不会将他们驱赶到一起，所以这些行商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这回也不会被杀死，我们得先顾着我们自己。张护卫听到宋时锦这么一番话，微微一愣，说实话，他这会儿完全都没有想到眼前的宋时锦能这么冷静。往往很多闺阁中的女子在看到这种匪徒围堵的场面时，都是吓得魂不守舍，整个人不喊叫或者吓晕过去就算好的了。可眼前的宋时锦此时还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其难得的了。夫人说的是，我们得想办法保全自己最为重要。我们这会离开也会动静过大，就在这里等着，我们渡过这个危险的山坳，等过2日你们骑马回去的时候，记得去找卢县令报官。这些人虽然暂时不会被杀，不过也难保这些劫匪到时候不会绑票挤人敛财，有官府插手一些，也许还能帮忙一些。车夫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整个人的手都跟着颤抖了起来。此时他不免瞅了宋时锦一眼，只觉得微微震惊。毕竟一名女子看起来明明一点都不强壮，也好像没什么力量一样，却能如此淡定安然。不过也不得不说，有了宋时锦这么的冷静，此时他才能放宽了心，倒也不觉得这接下来的事情有什么危险的了。人家一个女子都不怕，他怕什么？你们一个个的最好把自己身上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钱或者命自己决定留一样。你们这样是犯法的，晋国的法律不容亵渎。宋时锦在一旁瞧热闹，都听得嘴角忍不住抽抽。这种人就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这些个劫匪难不成还是一个个都在跟他过家家呢？这人怕是活不成了，跟劫匪这么说话，那不是找死吗？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些人就是想不开，觉得没银子的确会是很苦的事情吧。其实我也有话要说，如果是我们一会儿被抓了，大家就把银子散一散吧。宋时锦和张护卫顿时哑口无言。张护卫有些腼腆地看着宋时锦，不好意思，见笑了，我这位弟弟有点傻。了解。宋时锦的目光忽而落在一旁的山坳处，一道隐隐约约的黑影上，高大的黑色骏马，身上驮着的男子用布巾蒙着面，黑色衣服搭配着黑色的披风，身子挺拔，仪式独立，看着只从气势上来讲就挺有那么一种说不上来的气势，令人看上一眼便觉得这人不简单。看来他们这一次不打算杀人，连那个人的挑衅都没有理会。等那群人走了我们再走，如果幸运的话应该还不至于那么倒霉，正好撞上。
等了半天，那群劫匪们敛了财物之后，骑上了马匹，很快就跟在黑衣蒙面男子的身后离开。他们一散，山坳下传来了一道道凄厉的哭喊声。夫人，我们可以启程了。还得悠着点，等我在脸上补个妆。他躲开2个护卫的注视，取了他平日里制作的化妆用品，开始在他的脸上和露出来的脖子、手臂处都抹了抹。娘，你这是做什么呢？你娘我太美了，万一引起了不良人的企图，那就不太好了。那我也得抹一抹，我也太帅了。宋时锦点点头，有道理。他们一家3口本来出门就特别的引人注目，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必须要认清楚的，他们得好好的保护着自己才行。张护卫，一会儿我们离开此处时一定要注意，躲开刚刚被抢了的那群人，而且路上尽量不要与他们有接触，还有我们重要的财物得想办法藏起来。张护卫点点头，对宋时锦的建议完全认可。这位荣夫人所想的所有事情与他之前所念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收拾停当，一行人便又出发了。整体瞧着便完全是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而且形象也不怎么样。宋时锦最觉得有些不满意的便是他这次出门没有把自己那些个破旧的衣服都给带出来。平日里过得太舒坦了，用的吃的都是挺细致的，这会就容易遇到更大的麻烦。不过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能尽量安排也只能尽全力了。牛车缓缓地朝着山坳里行进，如同宋时锦所想的那样，在那群刚刚被抢劫之后的人的眼中，他们这突然出现的牛车和人的确引人注意。车夫战战兢兢的，心底此时已经没了底气，他是真的挺担心牛车上的夫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好像都跟着实现了。这种情况就令人感觉恐惧。宋时锦安慰起车夫，别担心，这些人刚刚被吓了一跳，就算是看到了我们的钱财，他们也不一定有胆子敢来争抢，你别自己吓自己，况且我们还有张大哥和荣大哥呢。车夫大哥，说是我们能平安到家，我会多给你10两银子。10两？一听这话，这车夫的心瞬间就火热了，他们平日里拉客那收入才多少啊，没想到这位夫人居然能如此大方，说是有了这10两银子，那可顶得上他平日里拉车拉上3个月了。我去你奶奶个腿儿！那群王八羔子抢了老子3年的血汗钱呢！我这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这接下来可怎么活呀？哎，捡回来了这一条命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还抢其他的那些做什么？这命难道还不重要？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是辆牛车，这车上只有夫人和小孩，他们身上应该有银子。不过人家旁边还有2个骑马的汉子保护着，这2个人眼瞧着身手就不错，一个挨着一个，一当十当。行商们依旧议论纷纷的，车夫赶着车深吸了一口气，赶紧让牛走起来。宋时锦倒是淡定得很，倒是荣觉有点怕了，他靠着宋时锦，那眼睛睁大着，整个人有些隐隐约约的颤抖。看来这会儿的他的确是心生恐惧。宋时锦抱住了荣觉，小声地安慰着他，觉儿，不怕不怕，这些叔叔伯伯们都是好人，没人会想来抢咱们的。众行商顿时哑口无言。宋时锦又安慰着荣觉，娘给你念念3字经听，人之初性本善。众行商顿时面面相觑，张护卫表面冷峻，心底却是想要跟着笑出声来了。这位荣夫人那可的的确确是个妙人，到了这会儿她还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倒是别为一种态度，让她都有点小小的敬佩了。也不得不承认，她这样做是在隐隐约约地提醒着那些行商的人不要动念头。要不要动手？我们的钱可是都没了，这可是个挺好的机会。这夫人身边能有人护卫着，说明她本身就有点银子，而且她身上的衣服可是没有什么补丁。你说的对，不过这2个护卫什么情况？你有把握能将那2个护卫给打败？这个小小的议论声渐渐升起于这群行商者中间，一些起了另抢他人念头的顿时熄灭了几分心思。宋时锦的心底松了口气，看来这一次好在是容易考虑的周到，让万清源给了2个中用的护卫保护着，要不然这一次的问题可是真的没办法解决得了的。忽而耳边传来了马蹄声，宋时锦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难不成，果然在宋时锦刚刚起了这点念头的时候，不远处几匹马已经带着劫匪们去而复返。妈的，真倒霉！
夫人，这怎么办？看情况，先冷静，别冲动，你们留着自己的命最重要。娘，怎么办啊？能怎么办啊？拼了，咱们运气不好。是挺不好的，娘，你比爹要拼得很，就是没有爹的好运气。有道理啊，是让你爹拿的是男主剧本，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女配。话说荣爵平日里跟爹走了这路几次了，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劫匪的，娘就走了一次就遇到了不说，这劫匪还会回头的，也是一绝。嘿，老大，瞧见了没？居然又有羊入圈了，刚刚都没注意到，这回80%是跑不掉了，只是瞧着有几分没滋味。毕竟这一回不是肥羊，而且这女的长得太丑了，不过2匹马倒是可以留下。为首的那个黑衣蒙面男子没动，他身子直立，片言之语都没有，那就更别想着能听到他的声音。宋时锦的眉头紧皱，手指微微的握紧，不知为何，这个黑衣蒙面的匪首令他心底始终有那么点不太舒服，而且似乎还有那么点熟悉的感觉。果然，那匪首勒马缓缓地向前，这一次直接朝着宋时锦所在的牛车行进而来。这位道上的朋友，我们是万家的护卫，护送朋友的夫人回家，路过此地，还请各位给万家一个面子，只要能让我等安全通过，万家必将感激不尽。周围一片安静，行商者们也不敢吭声，不过心底倒是有了几分感触。好在他们刚刚没有真的上前，要不然得罪了万家，那也并非是一件好事儿。不过平日里都挺好说话的劫匪，这一次却是异常的安静，张护卫的心不由得一沉。看来这一次他们是不打算给万家面子了，把他们带走。娘，这些人要把我们带去哪儿？这个娘也不知道，也许是请我们吃顿好吃的吧。劫匪们听到这话顿时笑了，这会儿居然还要说什么到了劫匪这里是为了吃一顿好吃的，简直可笑。荣爵自然也知道娘亲是骗他的，可不得不说，此时娘亲说出这样的答案，却让他的心底多了几分的底气。就连娘亲都不怕这些，他又有什么好怕的？难道因为那些都是劫匪，所以他就要害怕吗？那一会儿我一定多吃点儿。好。两个傻子。这荣兄怎么了？这一天总瞧着他无精打采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病了呢。可不是病了呢，人家的媳妇儿不在了，这会儿心里头想得很吧。哈哈，相思病啊。容易继续无精打采的读书，这些他都会，看着好没劲儿。忽然万清源一道风似的从门外冲了进来，二话不说的直接就冲到容易的跟前。万清源，你不能稍微有点规矩，这儿还有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呢，丢人现眼，知道不？容易，弟妹她出事了。你说什么？我万家得到的消息，弟妹在离人澳山谷那一处遇到了山匪抢劫，弟妹、荣爵还有我的2个护卫以及2名行商者都被带走了。这消息才一听完，容易便微微有些懵了。他没想到的是，不过才短短的这么一丁点儿的时间，锦娘就遭遇到了麻烦。不过容易只是被突如其来的消息给惊了片刻，他便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周一鸣呢？我在。带上你的工具，清源可有准备银子？早已经准备好了。好，我们走。县令大人，我请你派上县衙的人与我一道去救锦娘。卢县令震惊了，同样震惊的还有万清源与周一鸣，他们是最了解容易的人，更是容易的兄弟。虽然平日里几个人总是在一起争吵不休，可是大家的心却是相连的。他们可以说是见过容易很多面，却从来没见到过他会有这样表现的一天。卢县令很快就反应过来，他连忙上前扶起了容易。锦娘她怎么了？万清源连忙将事情的原委都迅速讲了一遍。卢县令的脸色大变，在本官的管辖范围内，居然还出现了此等伤天害理之事，这群劫匪简直是太目无法纪了。容易，你放心，本官定会帮你讨回个公道。本官这就派县衙的人去劫匪交涉，定然会将锦娘毫发无伤的给你带回来。卢县令此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容易此时应该是很放心才是的，只是容易却只是咬了咬牙。县令大人，这事情我要亲自处理，我要锦娘尽快的回来。容易的语气坚定，若是派那些人前来，县衙的人自然会好好办差，可是被抓的人毕竟不是他们的亲人，他们能做到的必定不是如他一般的。在他心里，说是锦娘出了事儿，他定然是不能独活的，可是那些县衙的人必然不会如他一般。
卢县令叹了口气，好在他与万清源和周一鸣都一样，太了解容易了。这就是容易交往的人的不同之处，他们都了解容易，也一如容易了解他们，彼此的心意可以说是完全相通的，自然也就很明白这接下来会怎么做。卢县令点点头，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本官当你是朋友，也自然会用尽全力相帮。这一次出事的是我本官管辖之下的区域，被抓的是锦娘，也是本官的百姓。既然出事，本官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容易，本官与你一道去。县令大人，这本官的下属也只有本官使唤得动，你与他们关系不深，他们不一定会服从你的安排。只有本官一道前往，事情才能以最快的方式推进。现在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救人要紧。容易的眼圈微红，他握紧了拳头，定定着道：好。真正的朋友只有出事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容易交的是心，他以前不懂的，在与锦娘相处之后就明白了。为人重在真诚，而他这一段时间交往的人个个都成了他推心置腹的好友，士为知己者死，他们都可以为了彼此的事情而付出的。万清源与周一鸣也松了口气，有了卢县令的加入，事情要轻松许多。卢县令是官，万清源有钱，而周一鸣则是部属，他做府官的工作最是轻松。这几个人融合到一起，拧成了一根完全看不见也断不了的绳，而绳子的中心正是容易。容易的手心微微出着汗，他的心从一开始都是吊起来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能让他整个人都紧绷起来。锦娘，你一定要好好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你能活着，其他的一切我都可以帮你抹平，只要你活下去。夫人，这是第一次到我这里做客吧？我这里怎么样？还行。荣爵在一旁翻了个白眼儿，就是饭菜难以下咽。话说，咱们先不聊这饭菜的事情，能不能先说说这被吊起来的两个人？他们已经被吊了一会儿了，不如先放下来，让他们休息休息。夫人是个有见识、有远见的人，不知道对于刚刚所参观的我的山寨，可有什么想法？匪首这会儿完全不接宋时锦所说的刚刚那一番话，反而说起的是另外一个话题。这匪首将他们这几个人都带到了山寨，倒也没有怎么为难，只是让他们参观了下。您这里的这些还是挺有一套的，我属实是佩服不已。夫人显得一点都不坦诚，本人想要听的是实话。匪首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宋时锦，语气这会儿仿佛是多了几分冷意的。宋时锦这会儿可以说是有点小小的发愁的，毕竟这眼前的匪首其实是有些自恋的。这种制度能算好？呸！您真的想听？如果不想听，我又何必把夫人请到我这山寨来？那我能不能问问你，有那么多人都那么聪明，你为什么不问他们，反而非要问我？我这一没名气，二没实力的。没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你是宋时锦、崔卢郑王四大家族中的那些学子中间，你的学问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些只要稍微打听一下，还是能得到点消息的，我还不至于太傻。宋时锦一时语塞，果然还是冤马甲的问题。宋大小姐的名声在外，她躲藏了那么久，隐藏住自己的身份，才能换来平静安宁的生活。可是自从郑飞鱼到了他所在之处之后，他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这个大王啊，其实也不是我不愿意说什么，而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之前从山上摔下来过，摔下来之后我的脑子就不怎么清楚了，以前的记忆都忘干净了，现在也只是个普通妇人。是吗？若是夫人想不起来如何回答，我便帮一帮你，如何？帮我？没错，你若是仔细想也想不起来，我可以帮你一些，比如将眼前的这行商人的脚剁一只，或者将眼睛挖一只，再或者……你不必或者的了，就这样吧，你说的我都明白了，咱们好好说话不行吗？非要整那些个打打杀杀的，就好好聊天。好好聊天，你容我好好想想如何？等我想清楚了，必然会给你一个合理的答复的。好，那我就等着夫人的答复。宋时锦的心底毛毛的，额头又是一点点的汗珠。这个匪首果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聊天的主，只因他对之前的自己太过于熟悉，宋时锦觉得还是躲着点比较好。荣爵，你会不会害怕现在这种场面啊？
如果你真的害怕，那就跟我说一声，娘会好好保护你的。怕什么？爹会来救我们的。你就是这么相信你爹会救你？宋时锦怎么不知道荣爵对荣毅这么有信心？这两个人不是之前还吵得一塌糊涂的吗？荣爵眯着眼睛冷哼了一声，哼，他救我这就不知道了，但是救你是肯定的。娘，你现在不知道你在爹心里什么地位，他只差天天把你给供起来了。宋时锦顿时语塞，我们被绑的消息应该会被万家知道的，到时候我们就会安全了。我们万老板是绝对不会不管我们的。宋时锦倒是没想到自己身边的这些个人一个比一个的自信。既然你们的心态都这么好，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我们等着外面的人救我们，这本身也没有错。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需要自救。宋时锦挑了挑眉，目光静静地落在这山寨外的一片青绿色。该我们做的事情一件也最好不要少，这一次我们也一定能胜利。张护卫和荣护卫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不过也只是那么一会儿罢了。毕竟这位夫人只是普通的一名女子，她能有什么本事啊？瞧着她这副模样，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她有这份心倒是好的，只是能不能真的表现出她自己所说的那般的实力，这就挺难说得清楚了。宋时锦看着这山寨的风景，他的手微微紧握。虽然这风景还不错，又都是一片好景色，端午节过后，遍地的绿色都已悄悄铺满大地。这里的景色真的很美，可不知道为什么，却好像始终都比不上家里头的那个小院子。容易，你放心，弟妹她吉人自有天相，这一次一定不会有事的。是啊，容易，要知道弟妹那么聪明，她一定会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容易的手指微微紧握，他压抑着内心的紧张，不想让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他安静地回应着在场的人，慢慢道：我知道，你们放心，我不会想不开的。亲娘还被关着，处于危险之地，说我不能冷静，又如何去救她？你们放心，我会比平时还要冷静。老祖宗的道理不能乱，都是经验之谈，慢的事情要先做，急的事情要慢做。那容易，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我们在等着你的决定，只要你做好决定，我们就都听你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必太着急。怎么说？容易看了看眼前的山头，他的眼神中带着几分笃定。我们需要等一些消息传出来，我相信锦娘她不会坐以待毙，依照她的性格，一定会想办法保护自己，同时也与我们取得联系。这个弟妹毕竟只是一名女子，平时遇到这样的事情，大都只会害怕不已，又如何能保护得了她自己呢？她的确是女子，可她绝对不是普通的女子。锦娘她一定会想办法做到与我们之间的联系的，所以这一切其实完全都不必担心什么。反而我们要做的，不但是要打好所有的配合，而且还要准备将这个山寨里的一切都摸清。你这话的意思是，利用你安插在这山寨里的暗桩，我们一道行动。先将我送进去，只送我一个人进去，对方应该会比较放心，就算是被发现了，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这个太危险了，你想要跟弟妹联系，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别的方法。目前你说的这一点确实不行，如果要救弟妹，就要牺牲一个你，这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县令大人，你要相信我，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况且我必须进去，保证锦娘的安全。这麻烦县令大人给我纸笔，我会将我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县令大人，如果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看一眼我给的锦囊。卢县令看了一眼容易，知道他已经决定好了，此时也只能叹一口气。这个容易，他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他又能阻止得了他吗？如此，似乎也只能随他去了。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希望你会一切顺利，记得要毫发无伤的回来。这是我给的攻克山寨的意见，还有我留给大人的时间。若是明天申时，我与锦娘还没有出来，就照着我说的去做。万清源这会儿有点心急得很，他此时真的很想知道，这容易递给卢县令的小袋子里，这到底有着什么？说实话，他太好奇了，终于还是不自觉地问了出来。容易，你这锦囊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呀？就不能让我们知道吗？你真的想知道？那是自然，你先告诉我们，也省得让我们这颗心七上八下的。很简单，伤我妻儿者，我要他消失在这个世上。这锦囊的计策是彻底的让这个山寨就此毁灭。容易说完这话，迈开了步子，直接就朝着山寨方向走了过去。卢县令与众人目瞪口呆，万清源啧了两声，就知道容易会发怒。可要灭掉有些年代感的山寨，他这真的能做到吗？
这荣秀才都不知道这山寨的所有情况呢，这会儿就只出了这么一个计策，他就真的能做到这一切？他可以灭掉整个山寨吗？一旁有衙役忽而开了口。周一鸣闻言轻笑了一声，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个已经走开了的男人的身上。明明年纪不大，却显得气质非凡，仪式又独立。他不言不语，不争不抢，完全一副平静淡漠的模样，可却是他们3个人的中心骨存在。别人不清楚容易的实力，而他与万清源2个人却是很相信的，毕竟他们2个所承认的聪明人也就只有一个容易了。容易只要说了，那他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片的百姓和商旅啊，以后的日子要好过了。这个男人怒发冲冠，只为红颜，也是真的该灭亡了。哎，你说说看，他们惹谁不好，非要去招惹容易的夫人，也是真的嫌自己活得太长了。而且我还觉得怕是一个宋时锦都不是他们这些人能应付得了的。那么一个聪慧的女子，连容易都能收服，收起了一开始知道她被抓了之后的紧张情绪之外，好像仔细想一想，她应该也能做出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情来吧。万清源与周一鸣对视了一眼，莫名心底多了几分期待。夫人还是大寨主从山寨外带进来的第一个女人呢，看来您以后可能就是我们这里的寨主夫人了吧？我可是已经成了亲了。成亲算得了什么？到了山寨之后，你的所有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所以完全就不必担心什么的。我们的大寨主都不在乎什么，夫人就更不必担心了。我们大寨主对人可好了，整个山寨里大家都听大寨主的话，如果没有大寨主，我们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他没有接陶红的话，毕竟3观与他不同，说多了会引得这女孩子讨厌，那他在这里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宋时锦可是最识时务的。那夫人现在先去沐浴更衣，这是我们山寨里的衣服，或者夫人也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不过您尽量穿得稍微整齐干净一些。宋时锦一时语塞，感情这个女孩子瞧着这般对她好的模样，其实心里头挺看不上她的呀。这话说的分明就是在嫌弃她不会打扮，或者比较难看。你这个年纪应该是有心上人了吧？你怎么会问起这个？哼，我就是好奇一下，毕竟你长得这么可爱又好看，在山寨里的人缘应该还不错的，要不然大寨主也不会派你来与我相处。所以说你应该是大寨主特别信任的一个人吧？这陶红一听这话立刻点头，那是自然的。果然呢，是人都经不起夸，人总是喜欢跟情商高的人相处，毕竟跟人家聊起天来心情舒畅。宋时锦瞧出来了，陶红好像的确是对这个山寨的匪首挺敬佩的，已经好像是到了一种对方就是自己的精神导师的那种感觉。我能问问你是怎么到这个山寨里来的吗？你先告诉我了，与我聊一会儿天，我才能放心的去洗漱打扮，不然我在山寨里孤苦伶仃的，也没什么能信任的朋友，怕是我自己就没什么心思做这样的事情了。乔夫人说的，你以后不会孤苦伶仃的，总还有我们的大寨主不是吗？我呀，我就瞧着大寨主对你好像是最为不同的，以后肯定是极为受宠的一位夫人呢。大当家，这一次抓了这几个人，我们不但惹来了官兵，还与万家结了恩怨，这么下去只会让我们的山寨被拖入麻烦，您这是怎么想的？匪首的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他没有说什么话，此时却又自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压力，令在场的几个人都不由得哆嗦了下。二当家见大当家的这会儿都不接自己话，不免心底忐忑，与三当家对视了一眼。报，有人上山了。那上山的都是些什么人？有哪些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危险的人没有？是官兵还是万家的？其他匪徒们这会儿虽然没有如二当家一样的开口询问，可心底也是没底的。只有一名男子，看起来是个书生，他说要见大当家的，我们也没阻拦，便将他给带上来了。哼，这有什么要见的？直接杀了就是。这会儿到了咱们山寨来的，许是个个都不存什么好意的，留下他之后，难保不会让我们出麻烦，杀了。把他带进来，我要见一见。众匪们顿时一顿，他们大当家的怎么看起来这会儿完全不正常的样子？一个普通的书生能有什么好见的？他们的大当家这会儿是怎么回事儿？容易进来的时候就被挺多人给盯紧着看了，他的脸色倒是不变，很淡定地站着，任由人打量。众山匪们看到容易之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没什么别的原因，实在是因为眼前的男人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你一个人敢上山，倒是很胆大。荣毅只打量了在场的所有人一眼，最后便将目光停留在了戴着面具的大当家的身上。所有人身上都有匪气，可这个人偏偏就没有，身居山寨的高位却没有匪气，反而给人一种为官者才有的气度。在下胆大，不过只是迫不得已，不过只想接娘子回家罢了。我家娘子昨日被掳，她身娇体弱，经不起折腾，我担心她会惊吓到，便主动送上门来，只想瞧一眼我娘子是否安好。有意思，大当家，这人留给兄弟们玩玩呗。大当家，不知道我娘子何在，我想见一见她，还请大当家宽宏大量，放我娘子回家。二当家的有些无语，他在一旁刚刚说的话，这两个人没有一个当成一回事的，搞什么呢？真当他就是个小丑啊？我觉得夫人已经决定留在山寨了，你进来除了让你一个人送死，也没什么别的用处。二当家的头都大了，他说话没人搭理也就算了，听听这会大当家这说的什么话呀？这话的意思好像是要跟眼前的这个容易抢女人。那个女人她可是远远瞧过一眼的，也就一般呢，脸上脏兮兮的，也瞧不出个好赖来，也不至于就这么追着不放吧。不光不是个厨儿，还生过孩子，那儿子都有5、6岁了。这大当家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到底这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大当家真爱开玩笑，锦娘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她不会想要留在这里的，除非大当家本人并不是那么光明磊落，拿一些不入流的手段逼迫她。若是那般，我便更要见到他，除非是他自己亲自开口让我回去，我才会死心。可若是他没有说，我也不会相信。匪首的眼睛眯了起来，这个混账小子如此狂妄，而且要求还这么无知，说是真的很想要被人直接给甩了，倒也不是不可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去死，我也可以给你这个机会，只要你死了，你就可以见到他。容易的手指微微弯曲了下，他本来进来跟这个匪首聊天，有个目的，也就是想要弄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抓了锦娘。这会儿听到匪首所说的话，还有他强留着锦娘的话语，此时的容易大概也就明白了一些。看来他就是冲着锦娘来的，虽然不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8成也是跟以前的锦娘所经历的事情有关系。怎么，你不想死，还是没那个胆子死？都不是，我只是在想，大当家这么喜欢我娘子，可我娘子的性格脾气我也了解，若是他知道我就这么死了，可能他的心底会留下一些什么，那就难说了。大当家喜欢一个女人，应该不会用什么强迫的手段吧？你是要攻克一个女人的心，还是想要2个死人呢？匪首的脸色很是难看，他瞪了一眼容易，整个人气压就直接变低了下来。他的确在这一点上没有更多的底气。宋时锦的性格很是刚烈，就算是没有以前的记忆，也能感觉得出来，他并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就强迫的人。如果真的把容易给杀了，难保宋时锦不会因此而产生轻生的念头，这的确是匪首心底最是担心的。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让你见一见他，见过之后你就带着你儿子下山，我可以放过你儿子，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杀了你儿子。好。等到匪首领着容易去见宋时锦时，这边的山匪们可以说是个个都有点懵的，毕竟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老大会做这种事情，这会儿真的做了，的确不是一般的古怪，可他们也阻拦不了。你们说咱们大当家这到底是想做什么呀？这个谁知道，咱们大当家以前都没有表现出他有喜欢女人的倾向，而且还是这种嫁过人的女人。哎呀，这种情况的确有点让人想象不到。那咱们以后是不是去山下抢劫的时候，要把那些个生孩子的女人都给抢上来，也好让大当家高兴高兴？有道理。宋时锦洗完了澡，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头发这会儿也已经干了。这不过才在山寨里第2天，他倒也觉得还可以，只要生命没有什么危险，他连容易那样的小变态都能同床共枕了。就在宋时锦舒舒服服地躺着的时候，忽而耳边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锦娘。宋时锦在听到这道声音的第一时间，是觉得自己大概是幻听了吧，可是一睁开眼睛，他还真的看到了容易那张俊美到天下无双的脸。宋时锦怔住了，容易走了上前，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宋时锦。锦娘。宋时锦真的呆住了，
那一瞬间，心底好像有什么东西涌上来了一样，这一刻让他无法阻挡。这里是什么地方？是土匪窝呀！他居然就这么进来了。这个男人，他不要命了吗？你怎么来了？宋时锦站了起来，这会儿他说起这样的话的时候，他的语气中还带着几分的不能确定。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他整个人都很压抑，他的声音此时都有些哽咽。我担心你。他如今是真的很担心，他担心锦娘会不会吃不好，会不会穿不好，又会不会被其他人给欺负，被欺负了会不会哭，又会不会想他。这样的担心的念头，从知道他被抓住的第一时间，他就在这么想了。越是如此的想着，他便越发的不能置身事外。容易的这个样子，让宋时锦忽而就想要哭了，眼泪都仿佛在这一瞬间要落下来，而下一秒，他的眼泪还真的就从自己的脸颊上滑落了下来。他被抓的时候不会哭的，他被这里的匪首威胁着的时候也没有要哭，他面临着那么多的压力，他都没有要哭的意思。可是容易一说担心他，容易只用这么关怀的眼神看着他，他就忽而眼泪控制不住了。你干什么要来？你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我知道的，不过无妨。你看我，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锦娘，你好好的在这里待着，什么危险的事情都不要做，让我来做就可以。宋时锦听到容易这样说话，他忽然之间又想落泪了。真的是，以前他可是很钢铁的，从来都不会动不动就抹眼泪。可是人一旦动了感情，在遇到感情上的事情的时候，又有谁能真正的显得他自己是那般的冷静冷漠？宋时锦以为自己会很坚强很独立，可其实大概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也是留恋温情的。你真的是……宋时锦后面的话没有再说了，他的心却是在这一刻真正的看到了容易之后，彻底的达到了一种平衡，也得到了一种安宁，那种感觉就好像什么都值得了。你们两个真的以为我们大当家的不存在是不是？二当家等人这会儿走了过来，一听到这话，再瞧瞧自己的大当家那张黑脸，立刻也意识到了些许的不对劲儿了。他们要是就这么甜甜蜜蜜的，那大当家又成了什么人了？宋时锦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眼睛眯了起来，安静地看着一旁的那个神秘的大当家。你放他和我儿子一道下山，有什么你冲我来就是了，毕竟是我们以前的恩怨，与他们又没有什么关系。你以为你能跟我讲什么价钱？我想你大概是想错了。我再说一次，你放了他们。他已经有些愤怒了，这样的愤怒在缓缓地滋生着，他要为了自己在乎的人认真起来。宋时锦，我也再说一次，你没有资格与我谈什么价钱。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将他们都给杀了？宋时锦心底的火焰越烧越旺，本来他还能忍受一些，现在的他一丁点都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之前他就当在山寨里做客，到了时间他再逃跑就是了。现在的他却觉得这样的一个地方也绝对不能再存在。锦娘，不必担心，我留下陪着你。大当家的已经决定了，先将荣爵给送走。宋时锦本来胸口升起的怒火，在听到容易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忽而就熄灭了几分。荣爵能走也是好事儿，那你呢？你也应该走的。你在这里，我如果看不到你，走了又有什么意思？我还是夜不能寐，担心得很。不如我在这里陪着你，你若是不开心了，也可以直接与我说，我们一起面对这些。周围山寨的所有人感觉心底怪怪的，大当家确定是过来威胁人，而不是在吃狗粮。人家这夫妻的感情看起来挺真呢，强拆别人的婚事儿，这个除非是变态，要不然都会觉得不舒服的吧。不过他们毕竟也是强盗土匪的，谁还管那些？只是这看着他们两个说这些话，山寨的人真的有那么点不舒服的感觉，莫名觉得老大遇到这种情况会很生气的吧。匪首果然是很生气的，可他生气这会儿也一样没什么用，毕竟他出现在宋时锦面前的时间晚了好多步，也许好多年。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如果没有了，那我就带他走了。大当家的虽然很生气，不过很显然的，这会儿只是在顾及着宋时锦的心情和想法，若不然估计刚刚那种情况之下，他还能这么忍着，也是很奇怪了。锦娘，如果很危险，你可以选择保护你自己。你放心，我什么都不会埋怨的，我只要你活着就好，你一定要活着，不然我会不知道我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宋时锦的心在扑通扑通的狂跳着，他定定地看了看容易，而后重重地点点头。他忽而笑了起来。好，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的活着。另外，我能自保的，你见过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的样子？容易，这一次如果我们能回去，那我们就好好的过日子。我不和离了，永远都不和离了。容易的眼睛里闪着光，这还是第一次宋时锦说出不和离的话，只是这么一句，他整个人却如同得到了天底下最好听不过的誓言。他最怕的就是锦娘有一天会不顾一切的离开，可此时他却得到了来自眼前女子给他的最大的一个誓言。这样的誓言真的太美好了，美好到让他这一刻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能重重的点点头。好，能平安回去的话，我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属于我们自己的好日子。难怪大当家对你念念不忘，居然敢惯我的男人，很好，很大胆。明天姐姐就要让你们知道花儿到底为什么这么红。你这个女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已经有了相公了，还要勾引我们大当家的？你是不是眼瞎呀？我还勾引你们大当家的？他哪里有我相公好了？明明就是他对着我死缠烂打，要不是因为这样，我早回家了。也就是你这个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才会替他说话。什么什么症？这个女人脑子有问题吧？说话都说不清楚的，这说的都是什么意思啊？也没什么，总之我就是要告诉你，我不觉得你们大当家的好，在我心里，我相公最好。容易还不好吗？长得好看，又有学问，非常绅士，还能尊重他。虽然以前是挺狗的，可是经过他的调教，如今的容易越来越适合他了。最为重要的还是现在的他可以为了他而不要命，这些难道还不能够让宋时锦感动并且喜欢吗？宋时锦很喜欢了，而且也能彻底的放开所有，在今后的日子里只纯粹的喜欢容易一个。你真的觉得他好？你刚刚都已经听到了吧？没错，我觉得他很好。那你说说看，我有哪点不如他？你也挺好的，他能说人家不好吗？说了脑袋没了怎么办？谁来赔呀？那你与容易和离，选择嫁我？这可不行，大当家的，你告诉我你喜欢我什么地方，我改还不行吗？或者其实你对我根本就不了解，喜欢的只是你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你看看，你跟我才见了这么短的几天，你就要说让我嫁你，这完全不合理啊！我又不了解你，你也完全不了解我，我觉得你需要慎重对待一下。宋时锦眯着眼睛，信他对他有感情，这还不如说他是有其他的企图的，这样宋时锦还能相信几分。你不管怎么想，我都要定你了。我早知道了，像是你们这样的情况的人，什么时候能把旁人的想法放在心上的？别说，我还真没见过。我会等着你改变你自己的想法，知道与我如何相处。匪首的眉头紧皱，说完了这话之后，转身就走了开。我们大当家跟你说了半天话，你竟然还对他这么不友好，大当家刚刚都被气走了，你也不知道拦着他一下。就在宋时锦这会儿有点思考着怎么逃走的时候，忽而一旁的陶红的声音传入了他耳中。宋时锦回过神来，看着他道：你说吧，我听着呢。我要让你离开我们山寨，离开我们大当家，大当家是要带领我们这些山寨的人过好日子的，你这个女人只会影响我们大当家。这个我懂，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不过也没办法，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这样的人就是你们大当家的结束，他也只能认。陶红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又要被气得跳脚了。宋时锦当然说这话就是故意要气气他的，果然他咬了咬牙，如果你再这么跟我说话，我就杀了你。哼，行啊，你想杀就杀呗，我就站在这儿，你去拿刀去吧。你以为我不敢？你敢呢？我可没说你不敢，不过我也只想说上一句，你杀了我，你猜你们大当家以后还能再喜欢你吗？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那么一天了吧。啊，唉，可怜你一个青春貌美的小娘子，以后可能是再也不会有幸福了，真是凄惨呐。陶红一噎，他可以不在乎这个女人的死活，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在大当家的心中的确有着不小的地位，而且他们竟然还是旧识。说是自己真的对这个女人动手，难保大当家不会反过来直接杀了她。谁都怕死，小桃红也怕。你这么气我，那我就去杀你相公。哼，可以啊，
你去呗，等我相公一死，估计我就能立刻要嫁给你最心爱的大当家了，这样多好啊！你越是这么干，我就越能压你一头。陶红咬着下嘴唇，这会儿真的是没什么力气再反驳了。宋时锦眯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野丫头一眼，唇角忽而微微勾起，看起来她其实还是挺单纯的，毕竟没有遭受过人类的毒打，可以说是一点没什么心眼儿。你们大当家就只派了你过来，他就不怕我欺负你？你欺负我？你拿什么欺负我？你也不过就是个柔弱的女子，能有什么本事？如果不是因为大当家护着你，我早就要杀了你了。哦，好了，你出去吧，我现在有点困了，想要睡会觉。他得好好休息一下，等到了晚上了再开始行动。容易直接被绑了起来，二当家的带着一脸是血的笑，缓缓地走到他的面前。你倒是长了一张挺好看的脸，嘿嘿，我这个二当家的对你这样的容貌那可最是喜欢的。你若是能跟了我，以后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你看如何？跟你？容易忽而笑了起来，他的眉眼微红，俊逸的脸上多了几分说不上来的诱惑。他本就是长得极为好看的，那种美惊心动魄的，不管是男人女人，只要看了他一眼就容易被他所蛊惑。容易一瞧见二当家这个样子，他就知道他这个人的心里头到底在想些什么。既然是个有弱点的，那自然还是很好突破的，这点事儿他还是能做到的。我只欣赏强大的人，你这样的只是个二当家，能有什么本事让我多看你一眼？二当家一瞧着这个男人这般模样，心痒难耐，他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尤物啊，这可比大当家那个愚蠢的抢回来个人妻好玩的多，长得太绝色了，那眉眼那声音，甚至于一个笑容都勾魂夺魄的。我有本事啊，我本事大了去了。比如呢？你这样子我可瞧不出来。那你想让我怎么证明？二当家嘿嘿一笑，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站着的土匪们，更为得意。这里可都是我的人，他们可是心甘情愿的要跟着我的。一开始也有人会不愿意跟着，不过后来嘛，他们可是一个个都想明白了。怎么样？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保证你以后的日子会很好过。容易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他这会儿不但不笑了，语气中还颇为冷漠。他平静地看了一眼二当家，没什么意思，我想看点刺激的。刺激的？众土匪一脸懵，二当家这会儿也很懵。是什么刺激的？你觉得什么最刺激？想要刺激的很的，那自然是有的。只是我比较担心，你怕被大当家知道了，所以会不敢那么做。所以还是算了。容易这话一说出来，直接令二当家整个人都有点傻眼，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什么算了？这个山寨本来就是我的，若非他还有几分能力，拉了我一部分人向着他，我早……二当家大概这会儿也意识到了他的话有点过了，而且也将他自己的野心给暴露了出来，忽而就收了话头。不过容易却是听清楚了，这二当家自然不是故意要说的，而只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没什么城府的人，在遇到这种情况之下，又能隐藏自己多少呢？容易这样的人，套句话，那自然也是轻轻松松的。这会儿的容易立刻就猜到了，大当家与二当家之间也不过就是表面上和谐，大体只是因为有些情况不利，所以二当家才会掩盖自己真实的想法。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反而对容易就很有利了。容易低垂下眉眼，很好，只要有利益相关，那么攻心就很容易了。二当家的，如果真的想要让我臣服于你，也不是不可以。先帮我解开绳子吧，反正我也跑不了，不是？你们这么多人呢，你我能不能先聊上一聊，加深彼此的认识吗？容易的目光此时显得异常的真诚，而他实在是太优秀了。二当家忽而有些怀疑，你这么说就是故意的，其实根本就想着要逃的吧？容易轻笑，语气中带着几分讽刺，那眼神看着二当家，仿佛是在嘲笑着他想得过多了。容易倒也不解释，二当家只是被这样的眼神给看了自己那么一下，就忽然之间有些自惭形秽了，有那么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忽然之间影响着他，这让他很不舒服。二当家想多了，我不过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如果真的有本事，又何至于自己单独一人上山来？我敢一个人前来救我娘子，
你觉得我会说话不算话？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可我还是有几分文人风骨的。二当家一听容易这么说话，倒也真的信了几分。好看的人说起真诚的话，又说得很令人心底舒服，那自然就特别能让其他的人轻松上当。而这个二当家就是如此，容易也不过就是这么说几句，他也的确是相信了。好，既然如此，我便信你。来人，给他解开。二当家嘿嘿一笑，人总是自负的，攻心还需要一定的话术。事实上，每个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而什么样的话是最合适的时候说出口的，这些也是有套路的。二当家只要能因为容易的这句话开了这个先河，那他便很有可能会在之后他的安排之下步步退让，直到退到他整个人什么都退不了为止。容易本就擅长做这个，况且他又天生就有那种令人信服的身份和资本。二当家又不如宋时锦那般的警惕心和防御心强，自然很容易就会上钩。二当家，可否要与我共同喝上几杯？容易又提醒了二当家一句，这么好看的人愿意与他一起喝酒聊天，这似乎更刺激。二当家这种俗人一向也特别欣赏那种文人风骨，就是因为他自己比较俗气，又出身市井，自小被父亲给打骂，嫌弃他不会读书。他本身是以为自己很讨厌读书人的，可这会儿的容易将话说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二当家却觉得他居然是很乐意与这种人相处的，感觉好像还挺聊得来一样。来来来，喝酒喝酒，还不快去将我平日里的好酒都拿来。嘿，当然啦，做那种事儿自然要有酒才会更刺激。深夜了，宋时锦忽而睁开了眼睛，他直接坐了起来，陶红也睡着，就睡在这间房间里。在大门外还有4个土匪会两个轮着看守。宋时锦挑了挑眉，可以行动了。宋时锦于黑暗中坐起，上一次经过金马的事情激起了他武功的觉醒，此时的宋时锦也的确可以展现出他自己真正的实力了。你这哼唧的声音太大了，万一一会儿又把人给招来了，那就更不好说了。宋时锦唇角微勾，他看着昏睡过去的陶红，耸了耸肩。你就在这好好的睡觉吧。这窗户怎么开了？不清楚，也许是陶红没有关好窗户，所以被风给弄开了。他们顺着窗户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床上的情况，大致是瞧得出来有个长发的人影还躺在床上的，这样2个人便放松了许多。人没什么事儿，一切既然很安全，那就没问题。就在这2个人的眉头紧皱着，还没想清楚眼前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忽而眼前一花，一个人影自窗户口跳跃而出，手中紧握着的水果刀已经直接朝着这2个土匪的脖子上划了过去。只听刷刷2声响，宋时锦的精神紧绷到了极点，可他没有松懈，一开始躲，而后用尽全力出手，时间1分1秒他都不敢浪费，而最后他也的确是成功了。看着脚边的2具抽搐着的2个人，他们捂着脖子，鲜血直流，想要发出声音呼喊着的，却已经没有了这个能力。抱歉，你们瞑目吧，既然当了土匪，既然也曾经杀过人，那么就应该很清楚一点，你只要开始杀人，那也就证明着有一天别人也完全可以来杀你。宋时锦说完这话，看到这2个人断了气之后，他也才迈开了步子，悄然走进了黑暗中。来来来，荣兄弟，没有想到你这么有眼光，居然如此懂我的心。你这样的兄弟，我可是一定要认下的。来来来，我们继续喝酒。二当家得意地看着容易，那双眼睛色眯眯的，目光此时连移开都不想移。毕竟眼前的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好看了，他的容貌和气度比他无意中所见到过的大当家都要好看好多倍。这样的一个男人能在这里陪他喝酒，这简直太爽了。容易平静地看了二当家一眼，他端过来的酒他都很平静地接过，而后一口灌下，倒是一点都没有浪费。痛快痛快！我要是早点认识你这样的兄弟就好了，咱们可以好好的相处相处，天天在一起，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那岂不美哉？二当家说笑了，其实现在开始也并不晚。容易的眼睛里闪着几分光芒，忽而他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二当家，又继续说道：我只是觉得二当家也是个很有魅力的领导者，
如今却成了人人都可以欺负着的二当家。整个山寨本来就应该是你的才对。哎呀，可惜啊，可惜。二当家一听这话，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这当然是特别的可惜了，可他就算是觉得可惜，那又能如何？哎，你说的有几分道理，可我这现在啊，就算是做什么都晚了，可惜也没什么用了。哎呀，如今这山寨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大当家在，也不是不行，我就辅助一下，也就足可以了。二当家这话说的，虽然好像他一点都不在意，不过仔细听一听的话，却还是能感觉得出来，他此时心底的郁闷的。容易轻笑了一声，他的眼睛里此时仿佛是可以闪着光一般的。他安静地看了一眼眼前的二当家，很平静地开口道：我可不这么觉得，该是谁的就得是谁的。二当家在我容易的心底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男子汉，又怎会介于人之下。容易这话说出来，莫名的让二当家整个人都是心底一颤，这一刻仿佛是被什么给刺激了下，他整个人都有些不敢置信了。多谢荣秀才高看得起我了，来，喝酒。这些话现在说起来也其实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的。如果我可以帮你呢，二当家，你可知道我的作用远远不是只有一张脸好看而已。我既然敢独自一人上山，我还能没有几分本事吗？我可以帮你将大当家给拉下来，还能让你成为这山寨里真正的一把手。二当家的眼睛里有几分光芒在闪耀着，如果说此时的容易说的话一点都没让他动容，那是不可能的。可惜啊，荣秀才你是有心了，只是现在完全是已经不可能的事了。我太清楚自己与这大当家之间的差距，有些差距那还就真的是永远都追不上的，还是得有点自知之明。二当家忽而看着容易，而后又冷笑下，语气带着几分阴森地提醒了下：还有，如今我们山寨一片和谐，像是你说的这种事情，那是永远都不可能的。容易一听这话，看了二当家一眼，忽而笑了起来。他别的什么话都没有再说了，只是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之后，便又开始很安静地喝了起来。二当家也大概知道了他自己刚刚说的话有点冷漠，这样虽然是给了眼前的容易一些警告，却也很明显的已经让眼前的容易对他有了几分的疏远了。这样的美人，那的确是应该哄着点的，他这般说话倒是有点的确过分的很，所以接下来这二当家倒是真的就收敛了几分凶狠，对容易那也就更为语气温柔了。反正这他觉得喜欢的人，那自然是要哄着的，总不能真的就让他生气了不会配合，那多乏味啊。二当家的唇角微微勾起，心底更痒了几分。今日他就要让这个男人知道他的强大和不可战胜。容易与二当家吃酒，忽而一旁有个长相也算清秀的年轻男子，一直用一双极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容易，那眼神哀怨到了极点。这模样谁还能瞧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那就奇怪了。容易只是看了一眼，也就知道这个人是极恨自己抢了他的宠了。容易的手一顿，将酒杯往桌子上一放，停了下来。容易这动作是很突然的，所以很快就引起了二当家的注意。荣秀才，你这让他也与我们一道过来，喝点酒。我容易向来不做夺人所好之事。那年轻的男子一听这话，脸色微微一白，他抬眼看向了容易，而后又看了一眼一旁的二当家。二当家，我没想喝。说话就说话，吞吞吐吐的干什么？还真不怕丢人现眼。原本他还觉得自己以前喜欢的这个年轻的男人还算是有几分好看的，现在一瞧这副模样，再跟容易来相比，那真的是与他之前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差距太大了，连容易的一丁点都比不上，的确令人感觉不怎么样。那年轻的男人被二当家给骂了一通，忽然就感觉自己这会儿好像更委屈了一般，嘤的哭了起来。容易顿时无语啊，好吵地说。二当家的眉头也跟着皱了起来，他挺喜欢美少年不假，可他一点都不喜欢这种哭哭啼啼的。二当家直接就怒吼了起来：你再哭一声，我就砍了你的头下脚！
那男人顿时不哭了，不过神情此时还是一样的委屈不已。来，坐我这边，不要理会二当家说什么，我教一教你这酒要如何喝。年轻的男人莫名的打了个冷战，明明觉得这个特别好看的秀才是在笑着的，却又令他浑身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战，一种说不上来的恐惧直接就自他胸口升起，他忽然就不敢过去了。怎么，荣秀才让你过去，你还在这磨磨唧唧的，你没有听见？你很不甘心？男人一愣，他没想到这人对他还说这样的话，他的确是很不甘心。可是现在说这些能有什么用？就算是他不甘心，此时也完全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二当家做的决定，他自己也无法改变。只是这会儿眼前这个长得太过于好看的男人说的这样的话，让他更有些发懵。他此时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甘心的话，我还可以帮一帮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就这么任由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你恼怒的话，完全可以直接站出来把二当家给杀了，或者你自己不愿意下手，我也可以帮你。荣毅这话一说出来，一旁正在笑着看这两个人的二当家脸色顿时一僵。他有想过这两个人到一起会做什么事儿，只是怎么也没想到荣毅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荣秀才，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二当家的脸色阴沉了下来，整个人阴冷地瞪着荣毅。荣毅的唇角勾起一抹微笑，此时的他目光完全没有看向二当家，而还是身边的那个男人，仿佛此时在等着一旁的这个男人的回答。年轻清秀的男人这会儿听到荣毅这样的话，整个人的呼吸都是一滞，他哆哆嗦嗦地看着荣毅，整个人显得很惊恐。瞧一瞧，虽然现在看起来你好像很平静，可是你的目光却是不会骗人的。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眼神还能有什么意思。这年轻男子心底还在这么想着，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下一刻荣毅扬起了手。年轻男人惊讶的眼睛直接睁大了，他眼瞧着就要张口大喊，耳边却传来荣毅轻松的却又冰冷到极致的声音：我如果是你，就绝不出声。这男人的嘴微微张了张，此时的他完全沉默了下来。他想要说什么，好像这会儿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气的少年，为什么能有这么可怕的表现？他这到底是什么来头？你还有什么话想要说的？你们刚刚不是还聊得很好的吗？为什么你……他以那样的眼神看我的第一眼，在我眼里他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很讨厌别人对我不礼貌。年轻的男人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眼看着挺好看的，又特别让人臣服的一个风度翩翩的书生气质的男人，内心真的隐藏得太深太深。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原因，我本来的确是想要利用他的，毕竟他也是这山寨里的二当家的，感觉应该对付起大当家还能有点用。可他刚刚的意思是不愿意听话，他不能听话，不能被我乖乖的利用，那就只好去死了。毕竟我也不想在这方面浪费这个时间，有那个时间我是完全可以自己再做点别的事情的。也许这大当家的事情我也能解决得了，自然就不需要他了。年轻男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二当家以为荣毅这个秀才说话好听，情商高，所以才与他多聊了一会儿，甚至于还很自大的觉得他能受到眼前这个秀才的欢迎。可是二当家完全没有想到的却是，他根本就是搞错了方向了。秀才的确是情商高，可他情商高的意思是，想要让你舒服你就能舒服，不想让你舒服你就死得比谁都快，控制手段他拿捏的一流。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你一命吗？年轻男人连忙重重的点点头，他能在二当家的身边活下来，那自然也是聪明的人。虽然被迫做了那样丢失尊严的事情，可是比起命来，这些都无足轻重。只要有命，那才能有尊严，才可以报仇。我知道您的夫人还有那2个护卫被关在那儿，您是想要先救夫人，还是……自然是先救护卫了。大当家那么想要我夫人的好感，他不会对我夫人动手，我夫人又不会武功，所以需要先救护卫。容易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几分幽静的光，这样的光带着阴森，明明是鲜亮的，却又令人无限的恐惧。年轻的男人不由得打了个冷噤，
大当家和二当家，这里所有的土匪都不曾给他有过这样的感觉。他第一次发现，眼前的容易身上仿佛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阴森恐怖，是那种与他类似的身处黑暗之中成长起来的阴森。你以前受过什么苦吗？容易摇了摇头，仔细想了想之后，也不算吃太大的苦。可你好像……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的确并不是受过什么委屈，我这样子大概是天生。我这就带你去救那2个护卫。容易，他怎么会到这里来？宋时锦的心跳倏地加快，当然还有几分很是轻松，至少此时的容易看起来一切挺安全，并没有什么危险。只要这会儿看到了他安全，宋时锦的心情自然轻松得多。不过容易这会儿到底想做什么？苏二少爷，那2个土匪守卫在看到容易和他身边的人之后，倒没有产生什么怀疑，反而上前与容易身边的一个年轻男子打起了招呼。你怎么这会儿到这里来了？还是老事情，二当家让我过来与那2个守卫见一面。行，那就进去吧。这个人又是谁啊？怎么之前我们没有见过？容易停下了脚步，此时倒也没有多说什么话。二当家的人，你们还是要少问少听，不然惹到了二当家不高兴，那这一次的事情可就不好解释了。2个人一听这话，彼此对视了一眼，忽而这会儿也不敢开口说什么了。苏二少这么一开口，他们还能有什么不了解的？原来是那种关系，那可的确是不能得罪的。走吧。宋时锦的眼睛微微眯了眯，容易这种情况应该是已经自己找到了进去救人的方法了。不但这样子，他甚至于还给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有点身份地位的帮手，这的确比他自己单打独斗要强太多了。不过容易能确定这个叫什么苏二少的可靠吗？你刚刚与那门口的2个守卫说了，奉着二当家的命令进来的，这里是牢房，平日里二当家让你进来都做什么了？二当家不但喜欢好看的男人，还有一些其他的嗜好。比如呢？虐杀俘虏，有折磨人的乐趣。那你呢？我娘子说，凝视深渊的人也会被深渊所凝视。那么一个长期看到虐杀旁人的你，甚至可以说是个帮凶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乐趣？我也很怕，本来以为我自己没有的，不是的。可是真的接触的久了之后，我却还是不得不承认，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恐惧我自己。从一开始会恐惧，会恶心，会难受，会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到了现在的麻木不仁，觉得平常。我觉得你似乎说的是有几分对的。都不重要，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的再来治愈自己罢了。看起来这个苏二少的确是个有意思的人。容易挑了挑眉，他自己也挺有意思的，这大概是一种天赋，他往往能在一群正常的人中间很轻松的就找到属于自己的同类，比如林四书，比如万清源和周一鸣，又比如眼前这个苏二少。同类的一种气息属性其实太清楚不过了的，他也许还能把这个人留下来，以后也是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的。宋时锦的心底七上八下的，他很担心容易已经进去了半天了，可这会儿还没出来，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他到底是要再等等，还是这会儿就跟着进去？不行，不能再等了，也许是出事了呢，或者我需要直接进去救人。宋时锦的目光微微凛冽，而后整个人就要往前走，忽而耳边传来一道声音：大当家。宋时锦心底微微一堵，我去，这人怎么会到这里来？而且他身后还跟了好几个人，这一瞧就似乎已经发现了什么了。刚刚有人进去了吗？有的，的确是有人进去了。是谁？苏二少爷和一个陌生的长得特别好看的书生。二当家他就是被这2个人给弄死的。老二这个人弱点太明显了，我之前就劝过他不要做得太过分，他偏偏不听，有这么一塌，也只能怪他自己。大当家这话一说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皱起了眉头。这话倒也不能说不对，二当家平日里心狠手辣，而且为非作歹的伤了不少人。大当家，让我们进去把人给抓出来，我要给二当家报仇。
不必，就在这里等着就是了。这里只有这么一个门，他们早晚也还是要出来的，不如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宋时锦皱起了眉头，看起来这个大当家的确是个有脑子的人，不光是有脑子，这个人还显得异常的冷静。在这种状态下，他也很清楚地知道该如何能节省实力，的确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宋时锦忽然觉得有些麻烦了，容易这一出来，不是真的要撞上枪口了吗？如果真的那样子，那该怎么办？算了，大不了他就拼了。又等了一阵子，容易等人终于出来了。苏二少领着2个护卫跟在容易的身后，从这门口一出来，他的脸色就是一白。大当家。大当家冷眼瞧了他一下，收回了目光，那双眼睛里什么感情都没有，莫名显得冰冷无情，令人不由得胆颤。看不出来荣秀还真有点本事，不过你这样忙活了半天，却一点用都没有，这又是何必？大当家说笑了，您那个兄弟，你最是喜欢的二当家，不是已经死了吗？我好歹也算做了件为民除害的好事，只是大当家就可怜了，失去了一个好兄弟不说，还可能会丢点面子。没办法，我这个人记仇得很，这二当家说的话不太好听，我生平最讨厌旁人对我评头论足，只好送他先回了老家。看来我是有些看走了眼了，没把你放在眼里，却让你就这么做了些过分的事儿，也的确令人头疼。彼此，若不是阁下绑了在下的夫人，在下又何必杀一人还你个人情呢？当然，在下不光想杀你身边的人，还想杀你。容易的语气倏地一冷，目光中杀气腾腾。如我妻儿者，杀无赦。宋时锦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容易这副模样，好像第一次见到容易这般怒火升起的样子吧。毕竟容易在他面前一直都是很好说话的模样，看起来又温柔又奶的。大当家拍了拍手，这会儿居然还给容易鼓起掌来。你的勇气可嘉，难怪锦娘会被你所迷。留个遗言吧，明年清明我会让苏二少给你上坟。苏二少在旁边听得哑口无言。哎呀，论装逼，容易敢说第一，就没人敢称第二啊！你说出这番话来，简直可笑！也不看看目前是什么状况，死的还不知道是谁。哼，是吗？我容易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也向来不做蠢事。说着，他将手放入口中，轻吹一声。不知何时，四周环伺而起，居然是一排排早就已经埋伏好了的官兵。放箭！一声令下，四周羽箭袭来。容易早已经站在远处，躲了开之后，他便冷冷的以狼王的姿态，默然注视着反过来被包围了的大当家。快走！快走！容易的眉头紧皱，他的目光阴冷，捡起了地上混乱下被土匪扔在地上的一把长剑，就要追上去。这个男人伤了锦娘，他不能放过，也不想放过。这次要是跑了，下一次还会继续前来，到时候锦娘的安全还是不能保证。眼瞧着容易就要去追，忽而一道身影出现，挡在他的面前。义哥，你要去哪儿？穷寇莫追了。宋时锦的声音清脆又好听，他俏生生地站在容易的面前，这令他整个人直接愣住了，想要去追什么人的心思直接就灭掉了。锦娘让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锦娘不让做什么他自然不会去做。容易停下了脚步，他呆呆地看着宋时锦。锦娘，我来救你了。宋时锦的眼睛闪着光，他此时也回看向容易，他对着他笑了起来。我知道，谢谢相公。他的相公真好，敢舍了自己的命来救他。我不是为了我而活，我是为了容易。我不是为了我而活，我是为了宋时锦。宋时锦站在这一片地上，耳边还有刀剑撞击的声音在不停地响着。他此时的眼里心里都只剩下了面前的这个男人，这个为了他几乎可以不要命的男人，深入虎穴，用尽骑兵。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很幸运了，于一个兵荒马乱的人世间遇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可信任之人，信任比盲目的爱伟大。相公，我们回家了。宋时锦扬起了俏丽的脸，对着容易扬起了个笑容。容易看着他也不由自主地笑了。
苏二少站在人群之后，呆呆地看着这个俊美到有些变态的男人。这个秀才怎么这么多张脸，怎么这么多个心眼儿？说杀人就杀人，揣测人心，不举手段，简直恐怖至极。可他明明是那般一个心机极其深沉、可怕到极点的男人，却又能在他媳妇儿面前笑得犹如一个未曾沾染邪恶的孩童。论装，他可真会。苏二少叹了口气，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也不得不服。万清源与周一鸣领着荣爵跟在卢县令的身后，总算是在人群中找到了该找的两个人。万清源与周一鸣在看到平安无事的这对夫妻之后，终于松了口气。荣爵则是冲了上前，扑了过去，抱住了宋时锦的大腿不放。那土匪抢劫的时候，这荣夫人面不改色，一点都不害怕，不但不害怕，还能给出最合理的建议。若不是有荣夫人，我们这一次在山寨很难说会不会直接就被杀了。为什么荣夫人的存在能不让这些山匪不对你们下手？张护卫看了一眼那一旁很自然的与万清源与周一鸣攀谈着的宋时锦，而后道：荣夫人的身上有一种气质和态度，能轻松的令山匪们不感觉压力。她说话极容易令人舒适，很容易会让人放松。如果换一个不会说话、不会办事的，估计一张口就直接死了。我特别的想问问，你们怎么就忽然出现，然后还做了这样的安排？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荣毅没有说话，他只是微笑着看着他。娘，这个自然还有我的厉害之处呢。娘，你当然不知道我有多厉害了，这中间可有我的帮忙呢，我帮了爹呀。我们也好奇，荣毅说他要自己上山到底做什么事。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只是单纯的想要去看看你，直到荣爵下了山，我们才知道他带来了重要的消息。荣毅自己上山的一路上已经将所有的地形观察了遍，另外还要将他在路上所有的发现都写了下来。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应该很难吧？还好，只是因地制宜，从易学和风水中得来的经验之谈。这些东西易经中讲有，山脉虽然很大，可土匪能居住的地方是很有限的。一需要水源，二需要隐蔽，三还需要坐北向南。其实是根据人的生活习惯找规律，规律找得到，那就大致不会太差。其实古代行军打仗都要观山看水，然后利用周围的环境，便可以做到以少胜多。这里的山匪易守难攻，表面上是如此，可若是换个方式来讲，也就是交通闭塞，消息难传。只要岗哨灭掉，山寨里的人根本无法得知外面发生了什么。宋时锦笑的那叫一个开心。万清源有些不忍直视，之前看着这小娘子在家当家做主的，以为容易挺怂的，大概也是个怕媳妇的，可没想到他们俩都差不多。瞧着宋小娘子那看着容易发着光的眼神，脸上只差没写着我相公天下第一了。哎呀，这狗粮真是够了，简直没眼看。听了这一番的解释，宋时锦对容易更喜欢更佩服了。不得不说，他做的一切都令他的心底多出更多的喜爱。容易之前就没有被宋时锦这么呆呆地看着过，一开始还没什么反应呢，可现在始终被这样的目光给关注着，他就忽然有些怪异了。锦娘，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没有啊，你做得很好。那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因为你好看呐。容易顿时无语了，一时不知道锦娘这话是夸他还是骂他。容易心底更有几分怂了。一家三口都受了点惊吓，之后卢县令特批容易可以回家休息10天，顺便也当养伤了。而后在新一波的万清源给安排的2个护卫，还有卢县令派去的2个衙役的陪同下，坐上了马车。上了马车，宋时锦绷紧的神经总算是松了不少。他也很困，毕竟熬夜在山寨里乱跑，这种事情以前也从来都没有过，所以他自然是很困的。眼瞧着马车就要走，忽而一道凄厉的声音响了起来：宋时锦，宋时锦！宋时锦一个愣怔，不由得回过神来，这好像是荣夫人，这马车外有人在叫你。宋时锦与容易对视了一眼，容易皱起眉头。宋时锦道：放心，没事儿，是我在山寨里认识的一个女子，没事的。容易这会的脸色并不好看，他自然知道是名女子，而且那名女子他也见过，可他如此大呼小叫的，这令他极其的不喜，而且如今还与锦娘说话，他的眉头锁得更深了。
宋时锦自马车上下来，那开口喊话的陶虹正一脸怒气的死死地盯着他。宋时锦，是你，都是你毁了这里所有的一切宁静。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这一切还都很和平，都是你改变了这里。宋时锦眯着眼睛淡然地看着他。你说完了吗？说完了我就可以走了。为什么你要毁了我的生活？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明明过得很好很幸福，我们很安宁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你难道就不觉得自己过分，就不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吗？我的兄弟们，他们都死了。周围的官兵们看着陶虹，这会儿冷眼地看着他，他们此时都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说实话，这会儿其实众人还都挺好奇宋时锦会怎么回答。如果不是宋时锦到了这里的话，这里的确还不至于被毁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陶虹虽然说的有点故意找麻烦，可如果有些人仔细去想的时候，也的确会把这些当成是自己的错。宋时锦挑了挑眉，看着眼前的陶虹，他忽然就笑了。你笑什么？你有什么资格笑？哼，我当然想要笑了，而且我还很想大声的笑。我觉得你挺可悲的，毕竟你一直都活在梦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你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洗脑了，还想让我替你们犯下的罪恶买单？我有那么愚蠢吗？没错，你看起来的确是过得很平静很平和，可你凭什么心安理得？他们这些人烧杀抢掠过来的财富，换来给你这样的人一些和平安宁，你过得挺光鲜挺富贵的，可曾想过这些都曾经是来自于旁人的血肉和辛苦钱？你自己不替自己做过这些灭绝人性的事情而懊悔，居然还责怪我拆穿着表面上的和平，的确很不要脸啊。这番话说出来，眼前的陶虹的脸色顿时一白。此时的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宋时锦，宋时锦丝毫不惧地回看过去。之前你在我面前秀你的优越感，我并不想搭理你，我只觉得你我三观不合，你说的与我想的本来就不同，我便是与你讲了，那又如何？我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可我都要走了，你还不明白，我就只好解释给你听了。陶虹这一回是真的噎住了，因为宋时锦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如同一把刀插入了他的心脏里。周围所站着的每一个官兵也在此时不免高看了一眼站着的荣秀才的妻子，明明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弱小的女子罢了。这一次他们所有人行动，还是因为她出了事儿，他们才会过来的。把这个女犯人押下去。周兄，我现在似乎有点羡慕容易了，容易真的太幸运了，长得比我们好看，头脑比我们聪明，做人还能这么有魅力，又能有着一呼百应的领袖气质，这也就算了，居然还有这样好的娘子，有个好娘子比其他的都强上100倍啊。周一鸣看到宋时锦刚刚的模样，又听到他的几句话语总结，感觉那每一句都仿佛振聋发聩的发人深省，他恨不得能多听几句。这容易的妻子也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能力，的确是令人敬佩不已，反正他是真的服气了的。你说我们以后也会娶到如此优秀的娘子吗？万清源看到宋时锦这般优秀，忽然心情复杂，原本不想那么早成亲的他，顿时只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了。周一鸣听到了万清源这么说，顿时跟着就是一呆。不得不说，这会儿的他也是一样有点小小的抑郁的，毕竟他此时也是与眼前的万清源的想法是一样的。他真的很想知道，这自己以后会不会真的就要找到一名女子，而后正式与他成亲，而他找到的女子又会不会与眼前的宋时锦一样那么优秀？万清源叹了口气，他妈的，好羡慕容易。谁说不是呢？宋时锦睡着了，睡得死死的。这段时间他算是身心俱疲，毕竟天天都在山上住着，虽然表面上看着还是挺自在的，可是真的是不是已经到了极致了，这个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马车又引起村子里众人的关注，村子里挺多人对于荣家的容易和宋时锦这近来的事情还是挺好奇的，毕竟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点，这两个人从以前的那种丝乎都不显山露水的状态，已经变得有些很不一样了。这容易好像比以前厉害了吧？这一次又有马车上门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大官呢。咱们村子里也是要飞出金凤凰了。不得不说，人家宋时锦命就是好，可能生下来就是富贵命。之前就说员外家的千金大小姐，
如今嫁过来了，相公还这么给力。说的是啊，只是眼瞧着荣秀才这以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考虑休妻了。众人嘀嘀咕咕的。瞧瞧你们自己说的都是些什么话，荣秀才不会是那种会抛弃糟糠之妻的人。况且宋大小姐本来也就不差，她很强的好吧。忽而王傲轩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他这么一开口，立刻就让村口站着说话的几人顿时不敢再说什么了。王傲轩冷哼了一声，你们要是有意见，那大可以直接到荣家的大门前去，在这里背后闲言碎语的，只会让人瞧不起你们。王傲轩的年纪不大，可是气势倒是不小。更为重要的是，王傲轩是村长的孙子，平日里又与荣爵交好，他这会儿开口说出这么一句话，自然也就令其他的人都不敢多说什么。自己说闲话还被当场抓住，不少人此时还是很心虚的。你个小小的年纪，这么说话可不行，你就是刚刚听错了。我们什么时候说荣秀才家的事儿了？你这小子别乱讲啊！敢做不敢认啊，一群胆小的麻雀。村里众人顿时无语了。如果王傲轩刚刚那话没有听到，他们这些人还是可以给自己脸上贴贴金的，可他们完全不是，这会儿也的确是真的挺心虚。就在王傲轩也不走开，似乎有点不给眼前所有人面子的时候，忽而耳边一道声音传了过来。轩哥，你怎么在这儿？你是来看我的吧？你好多天都没有上学了，应该有很多的功课都落下了。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从镇子上回来，所以我就在这里等你。王傲轩说着，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一叠他自己总结的笔记心得。这些都是夫子讲的课程，你要好好的看一看，别耽误了学业。还是轩哥讲义气，走，一起到我家去。荣爵如今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村子里的人说什么闲话了，他们说就说呗，反正这些人也很闲，有大部分人只是随便说说，闲话就在这里。说是太当成一回事儿，那也只会让自己跟着想不开不说，还指不定会很抑郁。他如今所学的也就是自己的娘亲一样了，也就是不要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就好。我去的话会不会不太方便？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爹跟我娘在一起，顾不上我们的。况且你是过来要教我学业的，这是正经事，又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走吧。荣爵怕王傲轩说着说着就拒绝了，便直接走上了前，一伸手拉住了他的。而后两个人一道往荣家走去。村口围观的闲人们面面相觑，这荣家的小子可真是没有礼貌，见到我们都不开口说话，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一个笑容也没，真是。我看呐，就荣家这种情况，以后也强不到哪儿去。你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这事也跟你没啥关系啊。人家这一家三口，如今就算是真的日子不好过，那也比我们这些人要强盛太多了。行了，别闲聊了，咱们回去了。什么？你是被山匪给抓走了？王傲轩坐在椅子前，俊秀的脸上全是惊讶，那一双眼睛里更是有着隐隐约约的紧张。连你娘也一并给抓了？荣爵点点头，没错，一群山匪一个个不讲道理的，说抓人就抓人。我足足被关了这么多天，如果不是我爹过来救命，那估计我跟娘这会儿还在山上呢。可是那些个山匪为什么要抓你们？不是说大部分的山匪只是要钱，不怎么要命吗？这个你说的很对，我还觉得好奇呢。不过这事情应该是跟我娘亲有关系，主要是我娘亲长得太好看了，那个山匪头子一看到我娘就被吸引了，然后就把我们给掳上山了。你娘很好看？对啊，难道不是吗？荣爵冷哼了一声，以前的他的确是认为自己娘亲不好看的，可现在他的娘亲可是越来越美了，那种状态完全可以超越很多人了。王傲轩看了荣爵一眼，点点头。宋姨的确好看，只是也没有好看到一下子就要让山匪头子一眼看上的可能吧。以前荣爵的娘亲有些胖，现在瘦下来，的确是越来越好看了。如今这一片的人中间，的确属宋姨整个人的气质和谈吐最是不错。而且你不还说了，你娘都在脸上抹了灰了吗？就那样，那土匪头子还能喜欢？哦，他的品味也是真的挺特别的。荣爵顿时无语了，一开始的确没这么想过，可是如今仔细一想，好像还的确就是这么个道理呀。他娘当时可是与他一起将脸给抹了的，就那么一个样子，
居然还能有人喜欢，这也的确是令人感觉到有几分诡异。那个土匪头子以前就认识我娘了，说实话，我娘的旧识挺多的，而且看起来还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要优秀者的那种。我现在其实有点小小的担心。担心？你担心什么？担心我爹那个蠢货到底能不能赢得我娘的芳心。我现在觉得我爹挺笨挺蠢的，典型的没有情商。你这么吐槽你爹好吗？是真的又想被挂到东南支去了吧？还是那种肢体不全的方式？这是你爹和你娘2个人的事情，你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好好学习，其他的好像什么也不用想。荣爵听了王傲轩这么说，跟着倒是点了点头。你说的这点我还是挺认同的。那走吧，我们去找牛蛋，然后我们3个一起念书。荣爵以前觉得自己有王傲轩一个朋友就足够了，可现在却觉得朋友还是多了，路更好走。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爹都有3个了，而他只有1个，那也太不公平了些。不行，他的朋友一定要比他爹多许多才行。容易抱着宋时锦下了马车，中间宋时锦又微微清醒了下，而后一睁开眼，瞧着自己家的房子，他只说了一句：到家了呀。然后便又将自己头一歪，躺在容易的怀中睡着了。容易平静地看着张护卫几个人道：各位，我们已经安全到家了，你们可以回去好好的交差了。我与荣护卫2个人要留下来，万老板让我们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到时候尽量做到可以帮忙，毕竟谁也不知道那些个山匪们有没有余孽，而且大当家的不是跑了吗？夫人的危险其实现在一直都还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容易按理说应该是要拒绝的，可仔细一想，倒是万清源说的不错了。此时大当家跑了，难保他不会卷土重来，那样对于锦娘而言太危险了，他不能冒险。那就麻烦2位了。张护卫与荣护卫连忙摆手摇头，心底微微汗颜。他们2个人看起来似乎是挺有能力的护卫，可是却是真的做了很无语的一点，不但没有照顾好他们需要照顾的人，最后自己还被抓了，还是得别人给救回来的。想一想这个，他们就觉得有点抑郁了。所以这会儿容易说出这样的话来，自然是令他们更觉有些惭愧的。容易将宋时锦放在床上，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还好锦娘一切安全，还好锦娘好好的回来了。他真的不敢想象锦娘如果出了事儿，他得怎么办。从来都没有这么牵挂一个女人，他以前甚至于会觉得自己是无心无情的冷漠鬼，可只有锦娘才能让他真正的感觉自己还活着。容易想了想，也将自己的鞋袜和外衣脱了，而后躺在宋时锦的身边，抱住了他。他不敢离开锦娘，也怕失去锦娘。这一刻他只想抱着她好好的休息会儿。此时怀中的人平静的呼吸令他心底温柔。睡吧。容易就这么抱着宋时锦，很轻松的与他一道睡去。都是昨天晚上熬了夜的，虽然说山匪的确整个都给突击了去，可他们几个人到底是一夜未睡，这会儿好容易轻松了几分。他唯一想做的事情也就是守着自己喜欢的人，好好在这样的时间里睡去。窗外的天此时如同变了的脸一般，忽而就阴沉了下来，不多时便径直下起了雨。越是这般阴沉的雨天，越是窝在被窝里睡觉最舒服。这被窝里暖暖和和的，又松又软的被子搭在身上，身边还有个又暖又安全的人可以依靠。宋时锦恍恍惚惚，忽而睁开眼睛，这才意识到了自己这会儿是在自己书房的卧室的大床上，而他此时也自然是躺在容易的怀中。他睁大了眼睛，抬眼看着闭着眼睛也睡得正深的容易，他知道他累了，累的不是身体，而是心。他担心他，担心的害怕。宋时锦挪了挪自己的身子，这会朝着容易所在的方向靠过去，他靠得他更近了些，2个人的距离也更为紧密。宋时锦与容易这么一睡下去，再次睁开眼便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天色雾蒙蒙的一片。宋时锦睁开眼睛，困乏无力的眼睛此时仿佛还是无法睁开。忽而他猛地坐了起来，容易被宋时锦这副紧张的样子也惊得不由得睁大了眼睛看他。宋时锦眼睛瞪得圆圆的，他与容易面面相觑。荣爵呢？只顾着自己睡觉了，他怎么就不记得荣爵这会儿去了哪儿了？
容易本以为宋时锦慌慌张张的是怎么了的，没想到他居然一睁眼就问的是这个问题。没事，他能照顾好自己。什么能照顾好自己啊？他还是个孩子，我们回来之后都还没准备晚饭呢。他的话音未落，这会儿的门忽然被推开，荣爵站在门口眨巴着眼睛，端着做好的饭菜。娘，你跟爹起来了吗？这饭菜我已经做好了。做好了？荣爵重重的点点头。我做的。娘，您快来尝尝。这儿子居然可以自己做饭了，他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啊？宋时锦的心底可以说是很意外，他心底稍稍有些惭愧。娘睡过了，都忘记了。没事，娘你也没睡，不休息好那怎么能行？放心好啦，我都5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这做点事情自然是最好的。娘，你放心，我才不会跟爹一样惹您生气呢。荣爵笑眯眯着道，他心底如今最怕的就是宋时锦走了，只要娘亲不走，那让他做什么都可以，这一点小事情他自然不会放在心上的。宋时锦看着荣爵这么听话又这么可爱的模样，心中暖意微生，这儿子真是太听话了，他简直太幸福了，能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在身边。那让娘打水洗漱一下，一会儿就来。你们2个快去帮忙端饭。王傲轩与牛蛋对视了一眼，他们这次来这里到底是来吃了还是来干活了？娘，您尝尝我做的饭菜合不合您的胃口？好，我尝尝看看。宋时锦说着拿起了筷子，夹起了一块肉，吃了一口，眼睛忽而一亮，手艺不错呀，谢谢爵儿，你可真乖。荣爵被自己娘亲夸得笑了起来，他做了这么多，可不就是这会儿等着娘亲能这么夸他一夸的吗？这样太幸福了。荣爵笑眯眯地看着宋时锦，眼神中的光彩更亮了起来。王傲轩与牛蛋2个人本来还挺开心的，这会儿忽然就觉得有些不怎么舒服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感觉心底怪怪的。不行，他们回去了也要做一些孝顺父母的事儿。荣爵此时倒是不知道他这样的做法给了身边2个好友一些警示。儿子，你这做饭的手艺真的挺不错的，我看你娘这么喜欢，不如明天你继续，这样你娘的心情就会更开心了。真的？你看你娘的脸色还能不清楚，你不表现，你娘又如何才能知道你是个好孩子？荣爵陷入了深思，没错，娘亲这平日里都那么辛苦了，如果在家里再这么苦下去，以后那就更想走了。爹，我知道了，你废物，我不能跟你一样废物，不然娘真的跑了，留下娘这还得看我的，你始终是不行的。容易眯着眼睛，这臭小子倒是挺会给他自己脸上贴金。宋时锦这顿饭吃的比较多，看着自己儿子脸上的笑容，他便忽然之间觉得很多事情好像都是有意义的了。宋时锦笑眯眯的，唇角这会儿的弧度也越来越大，心情也越来越好。不过儿子做了一顿饭而已，就让你这么开心啊？容易，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这并不仅仅只是一顿饭而已。你们还记得一开始对我什么样子吗？爵儿对我没有好脸色，很讨厌我，平日里看到我就躲在一旁，不喜欢与我说话。而你呢，连书房都不让我进去，每次跟你说话你也是爱答不理的。荣爵和容易顿时哑口无言。容易轻咳了一声，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黑历史就不要再提了吧。宋时锦摇了摇头，而且你们还想着要我走，我其实当时要走，最重要的是看着你们都不喜欢我，我只能做那样的决定，毕竟没有人喜欢拿自己热脸贴别人冷屁股。容易的心底一缩，他听到锦娘说这样的话，此时不知道心底有多讨厌自己，说是早知道会有现在这样的情况，他绝对不会对锦娘如之前那般的行为。荣觉的脸就更红了，同时也愈发的惭愧，以前不觉得错的时候便始终理直气壮，而后来真的对所有的事情感同身受之后，那些过往变成了他最大的愧疚。而现在不同了，觉儿会做饭给我吃了，还会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娘。你呢，拼了命的要入山寨救我。我知道在你们的心中我很重要，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没有什么能让我更开心的了。锦娘，这是你应该做的，你用你自己的行为赢得了尊重。他做到了一个合格的妻子，
合格的母亲，她用自己的善良治愈了他们父子。锦娘，明明我对你那么冷漠，明明绝人伤害了你，可你以德报怨，尽职尽责，你的言行举止教会了我们如何尊重你，爱护你。锦娘，这些都是你应得的。宋时锦的脸微微一红，这容易的口才也真是好的，说起这番话来完全没什么顾虑的，也的确让他整个人的心都跟着颤抖了起来。他这会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做什么，只能害羞不已。是啊娘，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可娘没有怪过我，我以后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我会好好孝顺娘。宋时锦唇角微微勾起，他的目光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容易和容觉。他点点头，娘不走，娘之前就已经跟你爹说过了，这一次从山匪那儿回来，如果回得来，咱们一家人就此以后就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家3口再也不会分开。容觉是他的亲生骨肉，容易是他的相公，他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得到最重要的人，反而在这个意识里得到了，这对于他而言的确是一种幸运。容易和容觉的眼睛里闪着光，一大一小的脸上都洋溢起了笑容。娘，你不要走了好不好？娘不会骗容觉的。娘，你说真的哦？容觉兴奋地跳了起来，又叫又喊的。他一时高兴，拉着牛蛋和王傲轩，让他们2个跟着他一起跳。王傲轩顿时无语了，他倒是胳膊跟着一上一下，整个人这会儿倒是并没有跟着跳起来，毕竟有点傻。牛蛋本来就傻呵呵的，这回被这么拉着，他直接就跟着也跳了起来。几个人这会儿看起来异常的兴奋。宋时锦与容易对视了一眼，容易的目光火辣辣地看着他。宋时锦轻咳了一声，连忙将目光移了开。这男人那一双眼睛里闪着这样猛烈的光，仿佛要将他整个人这会儿给吞了一样，这也太可怕了。宋时锦觉得整个人害羞的不得了，连着脸直接就跟着烧了起来一般。容易啊，这样的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这是想要把他整个人都给吞了不成？容易的目光幽静地看着锦娘，心底这会儿反而比往日要平静上许多。锦娘这一回能不走了，的确令他意外，却又感觉仿佛再自然不过。毕竟他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定不让锦娘离开他的身边半步。这3个小家伙淘气完，也就回了容觉的房间里玩了闹了会儿，就躺到一起都睡着了。宋时锦进了房间，帮他们3个都盖好了被子，将蜡烛一并吹了，这才回到书房。容易正在看书，当然只是装着在看，他到底看进去了没有，这会儿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宋时锦连忙也到了卧榻的地方坐下，拿起了一本书自己看着，只是他翻了2页，这脸顿时一红。这怎么会是春宫图啊？而且还带着文字故事情节的。宋时锦的心瞬间扑通扑通的狂跳了起来。古代小黄文啊，妈妈呀，他好想看呢。宋时锦的脸色越来越红，心也越来越虚。按理说他是应该把小黄文给放下，然后怒骂容易一通，说他不要脸巴拉巴拉之类的，可他不想。他大概与电视剧里那样义正言辞的女主角不一样，他自己特别想看。轻咳了一声，宋时锦偷瞄了一下在一旁的容易，发现容易还在看书，他顿时放轻松了，反正这会儿容易也没注意他就悄悄看不就行了。想到这里，宋时锦轻咳了一声，往床头里挪了挪身子，而后装模作样的拿起了书。宋时锦反正无聊，这白天都睡了一整天，晚上直接要睡，那自然是肯定睡不着的，这回倒不如好好的看一看。他又偷偷的看了一眼容易，发现这会儿容易也没有注意到他，一时胆子也大了几分。宋时锦翻了几页，头脑兴奋的开始继续看着。他看书的速度向来不慢，不过这文言文是比较晦涩的，需要仔细的啃，然后他就觉得更为害羞了。他喵的，不少书中的内容很嗨啊，他看得慢，自然看得仔细。宋时锦当然除了正常的看这些文之外，还要担心着有没有被一旁的容易给注意到，这种情况那可真刺激呀。宋时锦这边兴奋地继续翻着书，容易则不动声色地抬起了眼睛，在宋时锦收回了目光之后，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从宋时锦进了房间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就乱了，不光是紧锣密鼓地在狂跳，
而且也令他整个人无法专注于书本上。锦娘在做什么？他心底的好奇心更大了几分。容易挑了挑眉，看着宋时锦看的书，总觉得有几分奇怪，可又一时想不起来。他又不敢轻举妄动，此时也只能再等等。等了半天，容易忽而想到了，这书房的卧榻上最近放着的好像只有2本书，是万清源那混账小子送过来的那方面的书。万清源的脸皮向来很厚，也绝对是个不怕被骂的人，不但不怕，还又心安理得的在这次回来之后给他这边塞了2本，说是他要养伤，又要与锦娘在一起好好相处的，自然要多瞧上几页，保持住状态。我呸！我那个状态需要保持吗？只要一眼看过去，他便是紧张到不行的。至于想要锦娘的心情，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了。这会儿一想到这里，容易的眼神忽而就奇怪了。莫不是锦娘是在看那方面的书？容易敲着桌子的手忽而一停，他本来是想要到锦娘的身边凑一凑，可怜兮兮地看着锦娘，然后让锦娘对自己怜惜几分，而后趁机占点便宜，指不定还能圆房的。可这会儿他却是思绪一顿，忽而觉得另外有种方式可以进行了。锦娘这种样子完全可以自己入套。容易唇角微勾，眼皮耷拉了下去，继续看书。古人言之欲擒故纵，以退为进，这个计谋倒是可以用一用的。对于自己的猎物，猎人定是要有些耐心的，与其自己主动出击，不如耐心的勾引锦娘上当，这样到了一定的时间，反而还能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宋时锦并不知道容易的心底藏了多少小九九，要是早知道，估计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瞧着这书了。一个不小心，那可就是被吃干抹净的结果，不要太惨啊！他这会正看得兴奋，忽而容易的声音自一旁响了起来。锦娘！容易叫了他一声。宋时锦顿时一阵心虚，他的手都跟着哆嗦了下，书差点砸到他的鼻子。不过他也一样心虚的赶紧将这本小黄书给放到枕头下，当然他也不忘记记住自己看的页数。容易起身走了过来，他的身形高大威猛，气势压人，这般模样配上火辣辣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宋时锦，这倒是令宋时锦不免整个人都期待了起来。而后他看到容易直接走到了床边，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他这是要做什么啊？一哥，你这就要睡了？我还不困。你不困，应该再多看几本书啊，怎么会想到这会要躺到这儿来啊？这不符合人设。我常年累月坐着读书，坐了许久，凳子有些硬，腰有些酸胀。宋时锦狐疑地看了容易一眼，你这平日里还练着剑的，应该不至于如此吧？这男人平日里夸张或者缩减的挺多的，一向很难令人信任多少。此时的宋时锦就感觉他不敢相信。我练剑也是有腰伤的，之前小的时候吃了苦，没有人指导，自己瞎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伤的。这会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莫不是锦娘不想让我睡在一旁？这话说的自然是真的，我真不想，可话又不能说得太直白，人嘛，向来就是言行不一。哪里呢？咱们都是一家人。锦娘说的是，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在一起过日子的一家人，自然不同于旁人的。那锦娘，我是否可以睡在这边？那我就到另外的一张床上去睡。容易一听这话，眼睛忽而一眯，目光中多了几分委屈。看来锦娘之前说的要与我和荣爵一起过好日子的话，又都是假的了。若是锦娘并不喜欢我在一旁，那就一开始就不要开这样的口，我也不会如此期待些什么的。宋时锦顿时无语了，这容易可怜兮兮的模样一出来，宋时锦这会儿哪里能不知道他这又想要搞什么名堂嘛？这人惯会给人下套子，而且说话向来让人回答是也不对，不是也不对，怎么说都是他有理。宋时锦说喜欢，那这男人定然接下来会继续得寸进尺的，可若是说不喜欢，那他便又有一大堆话等着。宋时锦瞅了他一眼，那你睡归你睡，不能对我起旁的心思。好。宋时锦这会儿往里头挪了挪，事实上他还是不怎么想要离开这儿的，毕竟这会要是真的离开了，
那就是直接把他自己刚刚的行为给暴露出来了。容易站在床边，眼睛盯着宋时锦，手却慢条斯理地开始解外套，而且直接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衣服给脱得很干净，只留下一条短裤在。当然，这短裤还是宋时锦给做的，照着古代的宽松模式给做的。宋时锦的脸瞬间又爆红了，他的呼吸在这一刻急促了起来。容易长得太好看，身材又不要太好，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他身上的肌肉线条更明显了，那轮廓。宋时锦咽了下口水，眼前的容易的脸特别好看，不但有书生的俊美，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禁欲冷漠之感。妈妈呀，这个男人太绝了。宋时锦表示，刚刚看的小说的男主的脸瞬间就有了，这真的不要太明显啊。他深吸了一口气，眼睛明明是想要移开的，可这会儿他却又分明做不到，简直太难了。你这样盯着我看，我会觉得你……容易的声音骤然的响起，宋时锦哆嗦了下，不由得这会儿又抬起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容易。什么？他好像听到了容易刚刚在说什么了，只是他又好像没有听清楚，便又开口询问了下。容易的目光深邃，此时看着眼前的宋时锦，心底不由得叹了口气。锦娘果然是有能将一个男人逼疯的本事，而他却还是可以做到自己丝毫没有感觉。没什么。容易往前一步走到床边，而后躺了下去。他微微闭上眼睛，我休息一会儿。说完这话，容易便没了其他的动作，只是很平静地躺着，而后不动。宋时锦一时语塞，这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明明是躺在这里，害得他整个人心脏狂跳得很，然而他却只是躺下，然后一动不动，这又是个什么道理啊？宋时锦心底怪怪的，一时有些轻松，却又好像有几分失落。宋时锦忽而转过身子，将后背给了容易。宋时锦也闭上眼睛，心底在暗暗的抑郁，他居然还在期待，一定是看了刚刚那书之后受了点影响了，这也真的是太丢人了。好在容易这会儿并没有什么想法，如果他知道他这心底是在想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大概也会跟着嘲笑他不可的。白天睡过了，这晚上自然是睡不着的。宋时锦翻来覆去的，闹出来的动静不小，而他身边躺着的容易却是始终一动不动，跟个死尸一样的。若不是宋时锦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大概会觉得这个人跟个石头差不多了。锦娘。就在宋时锦再一次翻了个身的时候，他的身后忽而传来了一道声音。宋时锦微微一愣，你睡不着？没办法，白天睡了一整天，我这会精神很好，的确是睡不着。其实你如果真的睡不着，可以把你刚刚在看的书拿出来继续看，别把翻书的声音会影响到我，我不会受影响的。不用，容易将头转过来，目光盯着宋时锦，这会儿一副很诚恳的样子。那你睡不着，总这么翻过来翻过去的，岂不是很无聊？你那本书放哪儿了？拿出来，你这会儿翻几页，也许能助眠也不一定呢。不必了，我现在不想看书。若是你担心眼睛不舒服，或者我读给你听也可以，你闭着眼睛听着我念书，也许一会儿就睡着了。宋时锦的心瞬间就提到嗓子眼了，拿那样的书让容易读，他是嫌自己很有脸吧？不用，我这就困了，这就睡。容易的眼睛里闪着几分狡黠的光，他静静地看着宋时锦道，或者锦娘与我说说话也可。我拒绝可以吗？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错觉，总觉得跟你这样聊天，每次都是我吃亏的样子。宋时锦轻咳了一声，看着眼前的容易，他如今又给自己落得一个进退不得的地步了。说是不说他就倒霉，可若是说了，他好像又更倒霉了。答应不答应容易，他都有点麻烦。怎么样，锦娘若是真的不愿意与我聊天，又睡不着觉，还是看会儿书吧。你刚刚敲的书放哪儿了？我给你拿过来。容易此时的眸色更深了几分，此时的目光看向宋时锦也更为深邃。我还是与你聊天吧。可我觉得与锦娘聊天会让锦娘觉得没什么意思啊。我并不是善于与锦娘好好说话的人。
没有的事儿，我最喜欢与一哥你聊天了。真的？那是自然，一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于天下事还有非凡的个人见解，这些都是我一个普通的人不能懂的，我这是需要向一哥认真学习的。那既然如此，我便与锦娘多聊一聊。不如锦娘告诉我，可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话题？我喜欢的话题，那真的没有什么吧。莫不是锦娘没有想要与我聊的话题？其实我早就知如此了。这副模样，分明又是在演我的不是，而且摆明了还是挺有意见的嘛。没有的事，我自然是有想要聊的话题的。那锦娘想要与我聊些什么呢？但凡是锦娘想要知道的，想要了解的，或者聊着的，我若是知道的，定然知无不言。哼，我他妈什么都不想知道啊，关键是。可这会儿还得继续言行不一下去，不然他一定是特别凄惨的。那我们就聊一聊一哥你的前任吧。前任？容易的眉毛微微一抽，这也是个送命题啊。不过好在容易向来没有什么过分的举止，也没有什么逾矩的行为。我自小家徒四壁，穷人出身，为人所看不起，在没有正取功名之前，自是不敢言娶妻的。真的？你就没有喜欢过谁？容易忽而定了定神，目光幽静地看着眼前的宋时锦，那双眼睛在此时此刻竟然仿佛是变得会说话了一般。我喜欢过你。我没想过要你说这么一个答案呀。宋时锦一时懵住了，他忽然之间又不想跟容易聊天了。这会儿的容易可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说上这么一句答案就算了，他又继续补充着道：我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不会为人所心动，直到遇到了你，我才懂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妈妈呀，这男人的情话说起来也真是太诱人了，我这实在是有些掩饰不住啊。容易实在是太能撩了，而且还在这种氛围之下说出这种暧昧的表达话语来，他这样怎么能抗拒得了呢？宋时锦微微一怔，忽而感觉这会儿这个床里头有点闷热了。那锦娘呢？什么我？锦娘的前任听说姓安。容易的表情淡然，依然好像是很平静的在与他聊着天的样子。不过这样的话说出来之后，却是让宋时锦整个人都有点懵住了。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整个人这会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感情这个容易并不是不在乎那个姓安的，而是一直都记着呢。不过之前却是一直都没提醒过，还让他以为他不在意呢，却在此时提起来，想要杀他个片甲不留啊。宋时锦忽而觉得刚刚那种旖旎的氛围忽然之间就没了，他的心底就多了几分警惕。一哥是对我不信任吗？容易微微一怔，这锦娘怎么忽然之间是这么个表情？按理说他已经照实回答了锦娘，那锦娘应该也要说给他听才是的，怎么锦娘一副避重就轻的样子，还要拐话题了？容易虽然知道宋时锦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是有意避开，可他却不能多问，便只好道：没有的事，我自然是最为信任锦娘的，若是锦娘觉得不方便，那我以后都不会再多问一句的。我的确是不想说，以前的事情我都不想再提。容易一时语塞，锦娘真的不想说起过去，这说明要不然她对过去深恶痛绝，要不然就是那些过去令她终身难忘。人只有放下一切的时候，才会将这些都坦然而告之。如今这种情况，这已经说明了锦娘她很有可能还没有忘记那些。容易的心底忽而有点不舒服了，容易的嗓子干干的，虽然觉得不舒服，可这会儿还是不能继续再问了，除非他不想在锦娘心底留下好印象。容易干笑了一声：好，你若是不想再提，我就不问了。私下去调查总是可以的。宋时锦眯了眯眼，他的脑子里又开始响起警钟了。容易也许的确是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于他，可是男人的劣根性始终是有的，真正宽容到可以包容女人一切的那种男人是没有的。因为这种事情上，是人都一样，不分男女。宋时锦听出了容易语气中的酸溜溜，连忙又补充了几句道：那些对我来说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都记不大清楚了。我想对你说的可也说不得了，你不是知道我是个忘性大记性不好的人吗？这个你的记忆时好时坏的，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记得一清二楚的，对你不利的
你就忘得一干二净的，这双标的我很为难啊。易哥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现在。我与你被人设计有了荣爵的那一天开始，我的那些往事就都不重要了。我如今心里只有你和荣爵，其他的人，不管是我娘亲还是旁人，自然都是排在最后的。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容易，男人都喜欢听好听话，这会儿不能闹脾气，最好的方式自然是转移话题，态度一定要诚恳，要说起容易更重要，这样才能令他放心。容易先是一愣，而后就真的可以说是晕晕乎乎的了。吃醋是当然有的，想要探究锦娘的心思他也是有的，可那些如果影响到锦娘对他的观感，都只会是得不偿失。世间之事有得必有失，想一想，若非是当年的事情，她一个宋家的千金大小姐又如何能嫁给他？她应该做的是珍惜，而不是计较过去，那也毫无意义。锦娘说的是，我亦如此。在容易的心底早就如此了，他的妻小是这个世界上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家人。我明白的，锦娘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他的目光越来越火热，令宋世锦整个人不由得好像被他看得浑身热辣辣的。完蛋了，刚刚那股子消失的气氛这回又回来了。话说这会儿那种事情不会又再一次出现吧？如果真的出现的话，他应该如何反应呢？宋世锦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整个人也是一样越来越紧张，紧张到他整个人这会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锦娘，你好像有点热。是啊，你可以将衣服脱掉的，我已经将门给拴上了。可是最大的狼就在床上啊。容易这说的话，那不是的确有点不靠谱的吗？这个还是算了，我晚上习惯穿着衣服睡。只穿着亵衣或者肚兜就可以。锦娘是不是会担心我来偷看，或者有其他的想法？难道你没有吗？真当我是个傻子啊？一双眼睛是瞎的呀。男人跟女人躺在同一张床上，而且这个男人的年纪还是血气方刚的，他们之间又不是没有过，在男人的心中，自己还就是完完全全的曾经属于过他。这个怎么算，他说的话都不容易靠谱。宋世锦想起了这古代人的思维模式，越想脑子又跑偏了。容易注意到此时宋世锦的跑神儿，眉头轻微的皱了起来。锦娘，锦娘。他这么一个英俊潇洒又上身不穿衣服的男人，就躺在锦娘的身边，他都没有感受到啊，居然还在这么重要的关头，脑子里都跑得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也真的挺让人感觉遭受到打击的。宋世锦连忙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想起了一些事情来，所以就跑神了。你刚刚想什么了？难不成是安郎？我在想，容易，你想与我这样，是对我好奇，还是怎么样？什么？容易微微一怔，这会儿倒是没想到此时的锦娘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令他感觉有些意外。就是你想与我同房这件事儿，是对我好奇？不是好奇，我是将锦娘当作我今生要爱慕和奉献的人，你是我的责任。我们这样，只是我自己情难自禁，只是，若是锦娘不愿意，我不会强求什么。他已经等了那么久了，也不会在意这一时。若是锦娘不乐意，他也不会强自的让她就此同意。况且锦娘也不必担心什么，我若是因为对锦娘好奇，那其实早就不必如此了，因为锦娘从头到脚都是我早就已经看过的。宋世锦听到容易这么说，微微一愣，他的脸忽而又跟着爆红了起来。他怎么就差点忘记了这件事儿了？对呀，容易可是他的相公，那相公这个身份就已经是他的男人，他们两个还有了孩子的，他又怎么可能会对他好奇呢？好奇什么呀？早就已经好奇完了。锦娘，你不必担心什么，我会让你相信于我的。那我能抱着你睡吗？可以。抱着他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就是他自己多一层的修炼罢了。既然是要网鱼，那就要有绝对的耐心，更要有一定的修行。容易一把将宋世锦拉了过来，而后将他的头靠在他的胸口上。乖，睡吧。宋世锦的唇角微勾，心底微甜，不仅仅是因为容易的表白的话语，还有他目前表现出来的对他的尊重。他愿意尊重于他，说是还能经受得起考验，
这样的容易才会是他今后的未来归宿。宋时锦伸出了手，搂住了容易的腰，而后靠着他的胸口沉沉地睡了过去。容易感受到宋时锦深沉的呼吸，整个人微微一怔，可以说是很为难的看着在自己怀里的宋时锦。这个女人真的是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他的耐性。如果不是想与他长长久久的，容易是真的很想让锦娘直接成了他的人。现在的他为了得到锦娘的心，也只能这么先惩罚自己了。容易叹了口气，大概今夜又会无眠了。宋时锦第二天醒来，已经又到了日上三竿了。锦娘，我水给你打好了，你先洗把脸。宋时锦点头，而后起身走到容易摆放着的眼前的水盆前，他笑着对容易道：谢谢一哥。娘，过来吃饭。那个山匪头子，也就是下令抓你的人，还是跑了。衙门里的人刚刚传来消息说，已经没了那个山匪头子的消息。这个还是在意料之中的。那个人能将这么一大片的山匪给拉拢起来，本事自然是有的，那自然也代表了他的逃生能力。其实他从来就没有将这里的山匪当成是一回事吧？怎么说？我其实观察了山寨里的情况，那片的山寨看着似乎是那个山匪头子在管理。其实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很有限，那个人的确是有能力的，只是他为山寨里做的事情都只是表面，而根本就没有上心。比如说，他明明知道二当家的有一定的缺陷，他却从来不对二当家进行约束，宠他如杀他。再比如说，他明明知道这山寨里的营生是干不长久的，却从来没有引领眼前的这些山匪们从良向善，便是如同陶红那样的。他也是有着很深的戾气，对于他自己所处的环境认知是有偏差的。这个人很可怕，他的手段应该远不止如此。这样的方式引导出来的结果，便是在山匪窝里长大的孩子，天生的性情都是残缺的。他们中间许多的人已经失去了与人之间的共情能力，几乎冷漠到了极点。共情？冷漠？宋时锦点点头，对，共情就是与他人的情感共同，能站到别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这些山匪被洗脑之后，这样的能力就彻底消失了。一哥，你听我说，你一定要抓到那个人，而且不能让他继续疯下去，说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就此受害。锦娘，不必担心，我向你立誓，这个人我一定会亲手将他抓住。你说的是真的？锦娘，也许我容易现在的实力还差了几分，不过我敢保证，在接下来的所有时间里，不会有其他人伤害你一根汗毛。而且我答应锦娘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的。我会把这个人抓住。那人虽然装扮是个山匪的头子，可说话的语气和动作举止与贵族子弟没有区别。而且他身上的衣服虽然并不是多好的样式，与普通的山匪的装束几乎没什么区别，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不一样？这你都看得出来？细节有些区别，材质也很不同。如果平日里没有接触，那自然是瞧不出来的。可我偏偏看过。而且一个人的口音也是不会变的，官腔和气度是真的挺明显的。他的身份应该不是匪，而是官。他身上的香囊是我们景国京都的第一大号绣品铺子出产的针线，非达官贵人是不可能有能力和实力佩戴的，所以这个人必然还是个很大的官。我分析过后，大概能画出几个人来，他们个个都是京都有头有脸的人物，还要与郑家有几分关联，又曾经与锦娘你有过接触，所以只要到了京都对这些人进行调查，就一定能找到那个人。宋时锦的眼睛微微一睁，没想到容易的心思果然深沉如此啊！他居然早就已经悄无声息的算计到了那么深，连那个人的身份可能都已经在查了。我将这些说出，只是想要让锦娘彻底放心，这些事情都不必担忧，一切有我。锦娘心底有什么问题，只要说出来，我若是能办到，定然会认真去办。我知道的，我相信你。荣爵呢？荣爵今天说了要去王家玩，他还要与牛大人的孩子一起去王家玩。他说咱们招待了王傲轩那么久，也是时候要让王家还了，还要住到王家，住过瘾了再回来。宋时锦一挑眉，心底又突突了。所以整个家里头这会又只剩下他与容易两个人了。容易仿佛能看透宋时锦的内心所想，这会儿很淡定的道：家里头如今就剩下你我二人了。最近春天山雨风大，晴雨不定，锦娘一会儿不如与我一道出去与牛儿一家
和薛木匠一家去摘葵花吧。再过几天若是太阳过大，那葵花开败了，到时候想要做蒸葵花菜之类的就不好吃了。好，我要去，咱们啥时候去？一会儿吗？你刚刚休息的时候，我已经去找过牛二和牛二嫂子，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已经将薛木匠和他妻子给一道带来了。这一次锦娘可以玩得高兴，锦娘喜欢吗？宋时锦瞧了一眼容易，重重的点点头。此时他开心的眉眼都是弯弯的，笑起来也极为好看。我当然很喜欢了，我以前就很想做这样简单的事情，长大了之后才发现，这样的简单反而是最难的。人是越活越复杂，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再融入一个又一个的圈子，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可最后才会发现，其实回归自己的世界才是最美好又最为通透的。那容易呢？你喜不喜欢？只要是锦娘喜欢的，我都喜欢。宋时锦又被这男人无形的撩给影响了。好啦，别腻歪了。虽然他挺喜欢听好听的话的，可这么一直说，他可有些受不了。容易还是正常一些的好。什么时候锦娘真正的与我真正的同心同德，成为我容易的人，可能什么时候这样的话才会停止吧。到时候我就不用嘴上说了，你看我行动就好。锦娘，你又跑神了，想什么呢？我呀，以前爱讲大道理，现在喜欢自己想通一些事情，就是随随便便思考思考。之前的我觉得只有我自己的想法是对的，现在的我却觉得每个人都不傻，还是你更聪明。没有，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很，还是锦娘聪明。锦娘教会了我许多，算是我最敬重的师傅了。好了，又来，我真是怕了你了。不过我觉得我们两个也算是差不太多，以后还请一哥多多包容，与我多磨合，我们会更好的。遵命，娘子。锦娘啊，听说你们路上回来的时候遇到了山匪了，你没什么事吧？村子里头传得沸沸扬扬的，也不知道是谁透露出来的消息，外面说什么的都有。我也不在意，二嫂不必担心，我好着呢。还好就行，那些旁人的话你就算是听了也不要太计较，村子里有些人就是爱嚼舌根，你别放在心上就行。宋时锦一听这两个人说的话，他立刻就知道他们是给他打预防针了，大概率还是因为身为女子被山匪劫持，会落下个不清不楚的名声。如此看来，两位可真的是我的好友了呢。旁人的话我可不在乎，左右不过算是我目前人气过旺，这种红黑参半，说什么的都有，我早就已经习惯了的。可在这个时候还能站在我这边，这对于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二嫂、安若，你们对我可真好。瞧你说的这话，这就有些见外了。我可跟你说，旁人的话你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了，若是有人欺负你了，你就直接跟我说一声，我呀到时候帮你出气。好，那我就先谢谢二嫂了。霍安若的性子比较淡一些，话也并不多。他们这三个人，宋时锦比较圆滑玲珑，也嘴甜，霍安若呢就比较话少温柔恬淡，而牛二嫂则是胆大心细，不怕事儿，凶悍得很。牛二与薛木匠跟着容易，两个人心底本来是挺怵他的，奈何容易还是那么一副说话好声好气儿，瞧着就是一个文弱公子哥的模样，倒也没什么特别的，这让他们放心不少，一时也会觉得大概之前是他们想多了。牛二嫂看着这三个男人一到了山林里头开始爬高上低的模样，顿时笑了起来。锦娘，瞧见了没？你家一哥看起来挺厉害的，我还以为他只是个读书人，不一定能勾得准，也没什么力气的。哎呦，这会儿看起来倒是我自己想差了。你瞧瞧你家一哥，那可是真厉害呢。哪里呀，我看我家的不如牛二哥，你瞧瞧他做事又有眼力劲儿，又勤快的，还有薛木匠勾下来的槐花，一瞧就很新鲜。宋时锦不愧是端水大师，原厂的话他说起来那可是真的很棒了，也不会直接傻呵呵的就接了牛二嫂的话来直接夸自己人，反而会连带着将这样的好话给回回去，顺便连着薛木匠也一道夸奖了，也不至于厚此薄彼。瞧，咱们这锦娘啊就是会说话，也难怪我这么稀罕她。牛二嫂被宋时锦说的话给逗乐了，而一旁的霍安若也笑了起来，说的可不就是如此呢。锦娘呐，听说你之前被劫匪给抓了去呀，怎么样，是不是瞧着特别危险？你有没有怎么样啊？多谢张婆婆关心了，也没什么事儿，挺好的。哟，张婆婆，往日怎么不见你关心过谁呀？
怎么这会儿也有闲情来操心人家家里的事儿了？牛二嫂向来不喜欢张婆婆这种爱说旁人闲话的人，这样的人自己家的事情都处理不好的，整天就爱管别人的事儿。我这是关心而已，关心一下还不行吗？关心？那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关心了。你这关心我如今给你了，你要不要？牛二嫂这话一说出来，张婆婆的脸色就跟着很是不好看，可她却也不敢直接跟牛二嫂对峙，真吵吵起来都是谁都没脸。如此她倒也不吭声，直接转身就走了开。锦娘，这种人你就不要给他好脸色，实在不行就多教训他几次，也好让他知道你的厉害。他只要知道了，就不敢对你怎么样了。二嫂这么泼辣，还真是一点亏都不用吃呢。我这以后可是要多多跟紧了二嫂，以免我这就被旁人给欺负了。行了，谁还敢欺负你啊？你那个相公迟早是个人中龙凤，没瞧见我们家的牛儿一直都是一副要巴结的模样，我也得多跟你交往交往，以免你以后发达了把我们给忘记了。哼，放心放心，苟富贵勿相忘。锦娘，我们把这些给摘干净应该就够了，不然会拿不下。牛二嫂在不远处看着这小两口的相处，莫名的感觉到温馨，她的笑容也不知不觉地挂上了嘴角。这两个人明明是已经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而且还有了荣爵，怎么仔细瞧着这么腻歪？老夫老妻之间应该没这么客气的。管他们做什么，只要感情好，日子过得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反正也不干咱们的事儿。二嫂说的对，就是这个脸儿。牛二嫂正说着话，忽而瞧了一眼忽安若的藤篮里摘了不少的槐花，倒是有些惊讶。看不出啊，你这年轻归年轻，做事情倒是挺利索的。我娘是做婢女的，我是名家生子，这点活计暂是能做好的，若是不好，还不得时常被主子挨骂呀。那倒是，以前做家生子，肯定日子过得没现在好。我看你这些年嫁给老薛之后啊，反而笑得多了，瞧着的确是开心了不少。这说来，你与锦娘也挺一样的，好像当年的锦娘也是这样子的，在外头过得不好，真的嫁入了村子里，倒是状态什么越来越好了。我啊，也是因为老薛对我好，村子里还有人能说上话，才渐渐舒服起来的。眼瞅着锦娘也是如此啊，如今荣秀才对她好得不得了，那日子就滋润了。不过那也是锦娘自己先想开，先变了的。不管怎么说，我就挺喜欢现在我们这样子的，真的希望就算是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了，也不要有什么改变。不变是不可能的，可能是有形的东西会变，但是有些无形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没错，只要感情在，其他都还好。怎么了？你看起来心情不是太好。风有些大，我有些怕。确认了容易是可以相信的，宋诗锦现在便敢对他撒娇又示弱了。一开始是他很钢铁很直，容易对着他示弱撒娇，如今倒是反过来了。没事，我晚上与你一起睡。真的？容易看着他满怀期待的眼神，心底暗暗抑郁，能看能抱却不能亲不能吃，真是当时一大考验。真的？哼，一个真好，不对，应该是相公真好。容易听着他忽而叫自己相公，当然是因为他心情好才这么喊的，可这话喊出来还的确令他心底舒坦到不行。睡吧，好好休息。大不了他看着锦娘睡着，然后自己再去睡也好。宋诗锦这才满意的躺下，闭上了眼睛。虽然窗外那呼呼的风声还在继续，可大约是房间里还有另外的一个人，他居然一点都不害怕了。很奇妙，但是很让人感觉舒服安全。原来家里头有个男人，这真的不一样，当然也得是可以依赖踏实过日子的好男人。宋诗锦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容易趴在床边睡的样子。容易一向浅眠，看到宋诗锦睁开了眼睛，便道：你醒了，我去给你弄点东西吃。宋诗锦看着他略微疲惫的俊脸，心底莫名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他连忙叫住了他：容易，你昨天晚上就是这么睡的吗？宋诗锦一听这话，心底更为触动。容易看得出宋诗锦不对劲儿，他笑了笑道：没事的，我只要看着你就很开心了。啊，怎么了？看着你好像挺闷闷不乐的。你会不会觉得我挺过分，就是有点作这种的？
旁人大概一瞧见有人替自己做到这种地步，扑上去爱都来不及的，哪里有像他这样的还在小心翼翼？没有的事，人与人是不同的，而且我也喜欢你这样。若是我对一个女人好，她想也不想的就接受了，我反而不敢认可她。毕竟啊，一个能那么快投降的女子，要不然自己没有主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她能听我的，也能听其他人的，会被拐走的。还是锦娘这样的好，连我这样的方式都还在考察期，我觉得甚好。以后若是我不在家，锦娘定然能保护好自己的。他不会给自己机会，便也不会给其他人机会。宋时锦被他说的一时也不知道该同情他还是该说他了。容易又很诚实的道：我知道锦娘是因为我昨晚这样趴着睡有点心疼了而已，我爱的。我知道了，我先换身衣服，你去睡会儿，中午饭我来做。好，书房就留给你，我回我的房间里去睡。容易这会儿回到房间里，眸色却是微微深沉了几分，他的很多布局也要开始慢慢的展开了。跑了的那个人目标直指京都，本想在这里能有安然的日子过，可锦娘的身世注定他不能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容易的手指在桌子前敲打着，虽然明面上是锦娘在拒绝圆房，可他自己内心实际上也是有顾虑的。他顾虑着觊觎锦娘的那些人如果不清除干净，他若是没有办法保住锦娘，那就不能毁了他。微微闭着眼睛，容易自不甘心的情绪中回过神来，他无路可选，唯有一拼。怎么做这么多？我们两个人怕是吃不完这么多。一个不小心就做多了，吃不完了就晚上热一热再继续吃呗。这一天到晚上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好。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错觉，宋时锦总觉得容易似乎话变少了，这样的一种奇怪的诡异令他不免多看了他几眼，终是忍不住。宋时锦开口问道：你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儿。什么事儿？我在想，等我这一次中举，我们全家要不要搬家前往京城？可这考试不是还没到的吗？是没到，只是我现在与你商量，是希望你能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这一次考乡试我会全力以赴，中了举之后我便会前往京城继续参加之后的会试、殿试。锦娘，我们躲不了，只能让自己变得强大，再到战场上与敌人面对了。容易这话一说，宋时锦便立刻懂了，他所说的情况其实正是之前的宋时锦有些担心的。你说的我都明白，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需要我做的我也会尽全力做好，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我想做的是让你全无后顾之忧。这么说你同意？自然同意，男儿志在四方，你不能被困在这样的小地方，你本来就是人中之龙，这里不是你的归宿。容易，我们一起去吧。好。宋时锦也回到自己房间里，将钱财都给取出来，有大概1陶罐了，里头这些碎银子他看了一眼，不免觉得好笑了些，好像挺多的银子都是从容易那儿搜刮而来的。宋时锦看着看着，心底未免甜甜的。容易在让着他，他又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感觉真的特别好，让他很有安全感。锦娘，在吗？你不读书，怎么这就过来了？这是我多年的积攒，如今全部交给你来打理。你说了要让我无后顾之忧，我便专心攻读，这家中所有的事情就要麻烦你了。有这么多？一张就是1000两啊，而他居然有10来张，容易居然是个隐形富豪。这些是我到了书院的1个月左右，用了1000两的本钱挣的。本钱？本钱是我找万清源借的，已经还了他了，以后我定不让锦娘那么辛苦。宋时锦顿时哑口无言，他差点忘记了容易身边的确能人众多。我之前忽视了利益的重要性，是锦娘提醒了我。我已学了范蠡的经商之道，必将会用这些所学所用来帮助更多的人，也会让我们一家人不会因为钱财而受制于人。宋时锦感觉自己太喜欢容易了，这男人之前不在乎利益，便是因为所学所念之广，有道家的随遇而安的心态。他的格局之大，思想之高，是远超自己小民经济的头脑的。如今他懂得了利益的重要性，再加上他本身所具有的软实力，以后只会更厉害。容易，你可真让我替你骄傲，有你这样的男人在我身边，我真的太敬佩了。宋时锦的眼底和心里都对容易充满了尊敬和崇拜。是锦娘改变了我。宋时锦有些不解容易这话的意思，
大概只能意识到是因为他之前所说的金钱上相关的事情让他有所改变吧。不客气，我在你身上学到的很多。哦，对了，锦娘还去为自己买2个可用的丫头伺候着，我会让万清源找好有潜力的一并带来让你挑。我希望我们家里头的人口精简一下，要那么多人干嘛？你与荣爵的安全更重要，我要给荣爵配一个书童，平日里跟着他端茶倒水，与他共同习武。而你这边锦娘可是会武？什么武功？他记得自己好像并没有将自己会武术这件事儿告诉容易吧，可这容易是怎么知道的？好奇怪啊。之前的身手就不错，我还有些怀疑啊。后来有一次听荣爵说起你是纵马而上救的谢氏，依照当时的情况，只有会点轻功武术才能做到，而且在山寨里你一开始就逃走，还杀了2名山匪。锦娘，你的身手应该远在我之上。虽然心底有些不怎么舒服，媳妇儿好像哪都比他厉害，可容易本就心胸宽广，只会替他高兴，并不会为此而心生嫉妒，对他的隐瞒产生愤怒之情。宋世锦眨了眨眼，这容易也太牛了，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一样。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而是我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有这般的身手，那会儿在山寨里就是试试。这点做得很好，所以我需要给你再买2个丫头，一个丫头要会点武功用来保护你，也顺便替你隐瞒，有点藏着的底子，我要被人一眼就看穿。我们所去的地方是京都，那里鱼龙混杂，人多便是非多，有一点底子便多一份安排。不过锦娘，你需要尽快的了解你自己真实的情况，只有这样，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宋世锦眨了眨眼，完蛋了，这容易果然非同凡响，做事考虑到了极致，不声不响，表面上不闻不问的，实际上心底有数的很，连他隐瞒着他的事情，他都猜个8、9不离10，这脑子果然很够用。好在这男人做事全为他考虑，若非是这半年的相处来的感情，他对他的为人很是放心，很信任自己，估计他怎么死在他的手上都不知道。那这几日你便帮我如何？你来帮我试探一下，我到底有多少底子？我其实也很想知道以前的我到底有多厉害。那个真真正正的宋家大小姐到底隐瞒了什么，又想抛弃什么？他真的很想知道。容易自然是答应的，锦娘有原则又很善良，她的好只有接触了才知道。在外并不显山露水，也不爱出什么风头，居什么功，容易巴不得能为锦娘多做点事儿，也好可以得到锦娘的看重。我会列好要考察你的各项，届时你与我一道便可。宋世锦连忙点点头，抬眼看向眼前的男人，容易正好也以一种说不出来的眼神回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2个人对视一眼，莫名感觉周围的空气有一些干燥了。宋世锦这会儿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着什么，可是无法将自己的目光给移开。容易忽而上前几步，正想开口说点什么，忽而门口传来了一道声音：爹娘，我回来了。宋世锦立刻回过神来，是荣爵。这个混小子果然是与他八字犯冲。他到王家去玩，怎么1天就回来了？我瞧瞧去。看着宋世锦走出了门，容易的眼睛微微眯起。荣爵毕竟是个儿子，儿子还是不如女儿贴心呢。说是他与锦娘同床，再有个孩子，荣爵如今5、6岁，正是可以带孩子的年龄了，给他点事儿做，也省得他天天缠着锦娘。娘，我从王家回来了，村长爷爷也来了。宋世锦与容易对视了一眼，王村长这会儿是有什么事儿？王傲轩呢？他也在，我去找轩哥玩去了。娘，你跟爹要是与村长爷爷有话说，你们尽管聊，我们小孩子不打扰。对了，你午饭吃了没？吃过了，可惜的是不怎么好吃。娘，我想吃您做的饭菜。好，晚上了给你和轩哥儿多炒2个菜。不止轩哥，还有牛蛋儿呢。我们现如今关系最亲密了，就连轩哥的亲哥哥都嫉妒呢。之前他亲哥哥总欺负我，现在有轩哥在，他也不敢这么做了。好好好，你的兄弟娘都给你算进去，等晚上了给你们都做好吃的。一哥的前程是要落户京城了吗？不一定，这是要与锦娘商量的。去京城是要去的，可能不能住得惯，就要另外说。说的极是，我是不大想让四丫去的。她之前向我闹了几次，着实是让人心烦，可我也不能就此适用于着她。
让他想做什么便做什么。村长这话的意思是想要让四丫留在村子里，不与我们一道走。王村长点点头。我那个女儿什么样子，我最是清楚。本只是让她跟着锦娘多学做点事儿，结果之前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回家之后跟一副见了鬼的样子，还发了次烧。她那种心态以后是不可能成大事的。虽然不知道王四丫到底是跟着宋时锦做了什么，可他若是连这么一点心理承受能力都没有，那不管怎么样处理，怕是都很难让他有所提升。这点王村长自己还是挺清楚的，天下间最了解自己女儿的还是得他自己。所以等她好起来了，我还是想要给她说门亲事，让她嫁人安分守己就好。人是村子里青年才俊，那也多了去了，她总能相处出感情的。容易的手指微微动了动，这样刚刚好。他本就觉得王四丫不太适合跟着锦娘，而王村长的本意大概是想让王四丫随着，以后许是能纳个妾之类的。可他却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做了拒绝，难得王村长能想到这一步，这一点容易心底宽松了许多。还是锦娘有本事，拒绝旁人要给人留些面子。这个你们自己决定就好，我与锦娘皆是无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我呀是个没本事的，生出来的女儿也就这么一个德行了。好在傲轩还有几分能力，但愿他能替我王家争口气。只要我们自己立身正，孩子们总是看在眼里的。言传不如身教，家庭环境、父母的样子会给孩子挺大的影响的。难怪我平日里讲道理，孩子不会听，不讲了，让他自己去感悟，反而效果会出奇的好。今天我来就主要说起四丫的事情，既然她不做你们的侍女了，那卖身契定然要奉还的，还请村长在此等候。说完这话，容易便出了门。进了厨房之后，他找到了宋时锦，他很快将王村长的话对宋时锦做了传达。我觉得将这卖身契归还于王村长比较好，锦娘如何考虑？这点一哥你自己拿主意就成。王四丫也不能说不是个好苗子，不过他的确要学的东西很多，等到真正成才，却没有个5、6年的光景是不成的。可他终究是要嫁人的，这年头20来岁再成亲，那就很难挑到极好的人家了。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他不必拿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王四丫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然有他的思考。我就将王四丫的卖身契取来，交给王村长了。宋时锦轻了一声，容易刚刚一转身，忽而又转身回来，在宋时锦的脸旁边吻了下。锦娘，你今天太好看了，我一时没有忍住，抱歉。说完这话，容易撒腿就跑。宋时锦完全没有预料容易会这么干，整个人这会儿直接就有点懵了。半天之后，他也才伸出手，在容易吻过的脸上轻轻地抚摸了下，而后又莫名的感觉自己的脸开始发热了。这个容易又开始撩拨他了。王村长拿了王四丫的卖身契，又感激地说了挺多好话，容易谦虚地应了。王家对他的帮助极大，这点事情上他自然不会做得太过分。每一个人都是要学会感恩的，而且口碑、名声这种东西还是要维持好的。轩哥，我们该走了。王傲轩应下了，之后便要开口与荣爵告别。荣爵却道：娘说了，晚上给我们做好吃的，你与王爷爷用完了晚膳再走不迟啊。况且王爷爷从来都没有尝过我娘的手艺吧，不如尝尝看。王傲轩一听这话，脚步便停了下来。荣爵叫他，他向来比较听，再加上又是荣爵的娘亲做饭，那味道自然是不必说的，他还是特别想要尝尝看的。王傲轩这样一表现出来，容易便立刻瞧明白了。说的是，村长也不必急着走，刚刚好，用完了晚膳一样。王村长与容易便坐在亭子里，看着王傲轩与荣爵两个人在院子里念书练功。他们两个孩子经常这样。他们与牛蛋一起都挺喜欢互相比较着背书练功的，做其他的事情也没什么意思。荣爵喜欢背，
轩儿哥不愿意落人后，而牛蛋儿则是最喜欢练功和吃苦。我这轩哥在家就不喜欢读书练功什么的，那就更别说，却没想到在你们家能有这番表现，真令人意外呀。主要是在我这院子里啊，他们也没什么好玩的。若是如你王家人多得很，有到处有玩闹的地方，那这些个孩子会做什么就很难说了。原来如此，我这轩哥还是要多让两位照顾了。王村长看到自己孙子的转变，那可比他往日里得到什么更舒心的。哎，村长说的哪里话，是荣爵需要让轩儿哥给带着，他们可是彼此成就，跟我们之间关系不大，也没什么照顾不照顾的。容易这话说出来，令王村长的心底更为舒服。与聪明人聊天，与情商高的人聊天，就是能让人有话说下去。你笑什么呢？容易趁着王村长喝茶的时候，小心地问起了宋时锦。没什么，只是忽而有些明白为什么我之前无法与父母长辈沟通的原因了。思维模式都不同，怎么可能做到互相理解？容易有些疑惑。不能理解锦娘这会儿说这话的意思啊。原来真的是要自己亲身经历了才能明白很多事情。不过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啊，人一定要长见识，不然就只能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自以为是，走不出来了。锦娘又在思考人生了？怎么，不行吗？没有，可以，当然可以。你刚刚偷亲了我。他的声音很小，这种夫妻之间的情趣事情自然不必让外人知道。容易眼睛盯着他。若是锦娘不甘心，完全可以亲回来，我定不会觉得不舒服的。呸，这男人果然不要脸。王村长轻咳了一声，虽然这两个人什么多余的话也没说，什么过分的举动也没做，可只要他们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那就仿佛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令他这个老年人都不免心情愉悦。这可真是恩爱的小两口啊。一会儿有你吃的，不必这副模样。我不会客气的，你们到时候最好吃得快一点，别一会儿这儿的饭菜就都没有你们的了。你啊，这会儿真不知道要说你什么好了。同样是娘，这做饭的手艺差距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大。我反正特别喜欢吃您的手艺，以后我一定要讨个跟您一样的媳妇儿。宋时锦被牛蛋说的话给逗乐了，倒是荣爵在一旁黑了脸，蹬了他一脚。牛蛋只是呵呵地笑着，童言童语的，倒是没什么人会真的计较，也就荣爵会觉得这牛蛋有些丢脸，脑子抽风罢了。锦娘，我走了之后，那两个给你安排的丫头应该就要到了，你的安全应该是有保证的，不过也还是要小心，实在不行你可以到二嫂家住着。不过我猜测那些人如今是不敢出现的，所以暂时你是安全的。这个我也猜到了，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我等你回来。容易的目光一刻都不离开宋时锦。锦娘，保重。说完这话，容易就朝着门外走去。等到牛车载着容易走远了，宋时锦这一刻也仿佛是真正的意识了什么。容易走了，他要好久都见不到他了。忽而脑海中有了这么一个意识，宋时锦便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奇怪的思绪。他拔腿就朝着院子外冲去，他都没有好好跟容易说多少话的，他也没有告诉容易让他好好的照顾自己，让他平日里多注意身体。有太多的话应该说的，而他却没有说出来。容易，等到跑出来的时候，此时的容易已经走远了，牛车此时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宋时锦呆呆地站在门口，莫名有些失落。他站了一会儿，这才叹了口气，转身回到了院子。你娘这是做什么呢？她是有话要对你爹说，所以才要追出去的。这个难说。什么难说？牛蛋有些不能理解了。荣爵冷眼瞧了下牛蛋，有些无语着道：本来就难说，而且你管那么多做什么？八卦。荣爵鄙视完牛蛋，却扭头对着王傲轩问起了话来。你说我娘刚刚为什么要追出去？王傲轩和牛蛋顿时有些无语了。牛蛋心中腹诽，真看不出啊，荣爵天生就是一双标狗，
我问就不对，王傲轩问了就对，他可真不是一般的偏心。你如果很好奇的话，可以亲自去问问你娘，也许就能得到答案了。我娘是肯定不会与我说这个的。那就不必问了，小孩子操心这些做什么？我们只操心我们该操心的事情就好了。王傲轩以前觉得自己挺幼稚的，可如今与荣爵和牛蛋在一块儿，居然慢慢的就变成了团体的领导者了。轩哥说的有道理，那我们继续背书去了。之前背的少，我只大概记住了，还做不到准确和不忘。这个背书本身也没那么快的，你已经很好了。这个我知道，我娘说了，记忆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进行重复性的背诵，隔一段时间就得重新记一次，直到它彻底忘不掉。走，我们继续背书去。王傲轩与荣爵两个人要背书，牛蛋的脸却是黑成了一片，他可是真的不想背书啊。牛蛋想也不想的就想要躲开了。那个你们两个去背，我还有点事儿。你能有什么事儿？又想跑了不是？也想跑，我们背，你也得背。宋时锦坐在书房里，先继续抄着书。本来是想要开始创作画本的，可是呆坐在书桌前已经半天了，他始终还是下不了笔，心静不下来，也不知道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只是一片的空白。半天之后，也还是不得不承认，原来容易对他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了。荣爵上了几天私塾，这日休沐回来，晚上就缠着宋时锦要睡到他房间里了。你都已经这么大了，平日里都是一个人睡的，怎么这会儿反而要与我一道睡了？我有同窗，晚上还与母亲睡一起，这又如何？我喜欢娘，跟娘在一起，我就感觉很舒服很自在。荣爵才不傻呢，好容易爹不在家，他有机会跟娘在一块儿，有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那才愚蠢呢。娘，爹出去了好多天了，你想爹不想？那菊儿想不想？又想又不想。为什么？有我爹在了，娘你也不必那么辛苦，所以我希望爹在家了，能多帮娘干点活。可是爹又太粘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缠着娘，这可是有些太丢人，他那样子我就不希望他在家了。荣爵这话说出来，宋时锦不免觉得好笑，果然是童言无忌。娘，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问。我跟爹，你最喜欢谁？荣爵的表情严肃，仿佛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样。当然是我们荣爵啦，娘最喜欢的就是荣爵啦。娘，那你到底是喜欢我什么？宋时锦这会儿越听越想笑，也不知道荣爵这些问题都是从哪儿来的，又是跟谁学的，这一个个的问题听起来只会让人感觉异常的好玩。你什么样子娘都喜欢，毕竟你是我的亲生儿子，你身上有流着我的血，你是我生命的延续，娘如何能不喜欢你呢？那娘以后是要永远的跟我爹在一起了吗？是啊，我们一家人永远的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永远不分离，这下你放心了吧？早点睡吧，娘会永远都在的，我们是一家人，不会说走就走的。之前宋时锦说了要好好过日子，也只是对荣毅说了，而荣爵并不知道，也难怪这孩子始终会患得患失了。弟妹，这一次到镇子上做什么？还是要去张掌柜那里吗？这个我也不瞒你，我平日里有在书店里接活，抄点书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弟妹与一哥，你们都是文化人，不像是我们了，也就只会种个地，做点活，读书识字，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牛大哥不必妄自菲薄，大家都是在生活，各自有各自的意义，这也没什么区别的。就说读书人会说话，我就说不出来这些。我虽然说不出来这些道理，不过我觉得弟妹说的很对，我等会儿还是在老地方等着，待你们出来了，我们一道走。路上人声鼎沸，摆摊的人还是一如既往。宋时锦站在路边，一时愣了愣，直到荣爵叫住了他。娘，你怎么不走？在这里站着干什么呢？不是，不过就是觉得世事无常，好像我们明明经历了很多很多了，真正往旁边个人看去，却发现别人的日子还是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我这闲暇时间写好了一册画本，
还请掌柜的帮我瞧瞧，我想置于这书店中做大量抄写后贩卖。张掌柜一听这话，立刻觉得有趣，他立刻翻看起了宋时锦写的话本，才看了第一话，他便立刻觉得有趣，而且颇为直白。这个故事极好啊！宋时锦听到张掌柜这么说，心情顿时好了许多。他一开始还悬着的心，这会儿总算是放下了。掌柜觉得好，那定然是可以用的了。这个自然，只是……掌柜可是觉得哪里有问题？有问题我可以修一下。这故事自然没什么问题的，我只是觉得狐妖这般的结局有些过于悲剧了。他为了书生付出那么多，最后却要眼睁睁的看着书生娶别的女子，这种人让人无法想象啊。其实也不是不能想象的，狐妖是活在丛林中的，属于大自然的，爱并不能让他禁锢自己，成为别人的附属。书生是人，做人比做妖做畜生难得多，因为做妖做动物不需要守什么规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即可。可人的规则是不同的，人是万物之灵，必要的时候是要牺牲自己来成全家国天下的。狐妖与书生相恋只是一时，时间久了必然是会三观不合。当书生考中了状元，若是狐妖再想与书生在一起，他就势必要让自己套上枷锁，这对狐妖来说是很痛苦的。我觉得狐妖最后的结局并不痛苦，并不是痛苦，而应该换一个词。张掌柜听了这话，顿时觉得异常有趣。他第一次听到这般解说，仔细思考，却又觉得本该如此。哦，什么词？功成身退。爱情与事业一样，有时候不一定非要得到什么回报。书生救了白狐一命，白狐给他一段美好的爱情和一生可怀念的陪伴，一切都刚刚好。过犹不及，不如就停在最好的时机。说得好，这说得太好了。张掌柜的眼睛里闪着光芒，他可是一直都不知道眼前的宋时锦还有这样的能力，真的令人深感意外。我之前以为你已经是抄书写字很有实力的一位才女，现在看起来还是我有些小瞧了。我觉得你这书一定会大卖。不敢不敢，我不过是头一本写作，可不敢想。近来的画本我都有过目，毕竟书斋书店也是要靠这个小册子吃饭的，将来这种书籍能不能卖得好都是有章法和路子的。你这一本不光有路子，而且很好。宋时锦一听张掌柜说起这章法和路子，就知道这说法与往文的套路差不多，自古套路得人心。而且你这画本行文也优美，又是大白话，更有阅读感，应该能做到雅俗共赏。我愿意找数十人抄写白本，先瞧瞧看。只是不知道夫人要如何与我算银子啊？我的想法是卖出去的钱除去人工费之类的，说是有的挣，我们二人55分。55分，这个分成是不是有些大了？其实不大的，我出创意作品，还与掌柜签约，只在你这一家书店以一火文的笔名写作，而掌柜的负责找人抄写运营，这些成本以后卖出去了，可以从我们卖出去的银子里扣除，之后我们再55分。不管怎么样都是合理的，说是没有卖的超过成本价，我也不收银子费用，也不赔便是了。张掌柜可以想想，是签下我这个专用的笔名书籍，做好以后更多的买卖和合作，还是想要再杀价呢？好，既然是夫人这么说的，那我就此同意了。我知道夫人是痛快之人，已经做好了决定，我便直接答应便是。多谢掌柜了。小孩，你这么用功做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在玩，你这么用功会不会太辛苦了？不如休息休息。还好，不是很辛苦。如果我现在觉得辛苦，长大了就要跟你一样了。店小二哑口无言，好像哪里不对呀。店小二尴尬地笑了笑，荣爵还有很得意地补了一刀：人嘛，总是要辛苦辛苦的，不是小的时候苦，就是长大了苦。我这提前吃点苦，终归是好事，毕竟老了就可以享福了。店小二更加无语了，这小孩比他想象中的要精明，他要是那会儿有这孩子这样的觉悟，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副样子。嘿，你这孩子真有意思，你刚刚说的那些话都是谁教你的？你们知道这孩子是谁家的不？能教出这么聪明的孩子，
这家长一定很好。那可不是。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的，荣爵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他自己在练功，可不想让旁人围观的。他们这些人这会儿倒是真有意思，一个个的跑来监督着他来了。爵儿，我们可以走了。娘，练功累了没？今天比昨日有长进，我又坚持了20个数。儿子可真乖。刚刚我儿子说的话，你可不要放在心上啊。他呀，就是童言无忌。没有，我怎么会跟个孩子计较什么？而且你这孩子说的也很对，我若是小时候用功读书了，现在也不至于会是这副模样。娘，我刚刚是不是说错话了？话是对的，可是你明白了这道理，也不要轻易的说出口。这怎么讲？因为你没有想到你说的话会不给对方留面子呀。况且你焉知旁人是不想努力还是不能努力呢？你只做了一点点，万万不可骄傲自满，更不能不尊重其他人。当你不给其他人留面子的时候，旁人也不会给你留什么面子的。娘，我明白了，我以后会谦虚一些。你呀，要做到讷于言而敏于行。等到宋时锦与荣爵找到了牛大，上了牛车，开始朝着村子里往回赶。在不远处的狭窄的巷子中，一道身影背手而立，目光犀利如刀的，正笔直地落在不远处的牛车上，仿佛已经注视了很久了。爷，用不用将他们扣下？不用，扣下能有什么意思？以势压人，我还没有那么无聊。女人嘛，终究是得疼惜着的，我会与她主动接触接触。爷，那位小妇人之前见过你，而且阿武的死与她也脱不了干系。就是因为他见过才有意思。阿武既然已经死了，就别过问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暗卫一听这话，顿时不敢再开口说什么了。主子说什么就是什么，既然主子都说了阿武没用，他也只能这么认着。今日就在村子里这位小娘子的家旁边盖上一间房，我要与小娘子挨着住。夫人也不必担心，这些丫头们都身家清白，而且没什么牵挂，年岁小了也还好教育，你只管挑你喜欢的留下就行。宋时锦听了管家这么说，他也不打算客气什么了。挑人嘛，最重要的就是眼缘了，有长得好看的，他也不见得会喜欢。宋时锦挑了2个眼瞧着就很老实的2个丫头，也细细问了他们会些什么，得到了他想要的，他也就立刻定了下来。夫人也放心，他们都是学了半年的规矩的，许多的事儿都懂，应该能给您省下不少心。有劳了。这是小的应该做的。对了，我家主人出门的时候也有让我问问，看看夫人有什么需要采买的或者货缺的没有，有的话我们自然也会过来帮忙安排一下。这万清源做事儿就是细心，虽然他没来，不过交代的事情倒是一件件一桩桩的。要你们帮忙的事情还真有一件，不过不是我要去采买，而只是想要让你们帮我捎些东西给我家相公。我只是想到这几日天气渐渐暖了，相公的衣物夏天的我又给他做了2身，麻烦你给带去。这个容易，包在我身上。你们以前有名字吗？有小名，大名都还未取，请主子赐名。宋时锦这会儿发现这2个丫头都是不怎么善言辞的那种，这样还不错。主子要是话多爱讲道理，再来个厉害的丫头，那可就有些太吵了。他还是喜欢安静一些的，少说话多做事的那种，更多能跟他成为很好的工作室朋友差不多的类型的。既然这样，你先回的话，你就叫布布，你呢叫木木，如何？2个丫头对视了一眼，而后又看向了宋时锦，跟着点点头。行，你们就把这里当成是你们以后的家，有什么需要的可以直接跟我提的。你是不是心太好了，所以故意买了2个蠢不拉几的丫头？是不是钱不够用？没有的事，二嫂别瞎想了，这2个丫头挺好的，我觉得还不错。不错？你都没瞧见这2个丫头长得一副不聪明的样子，这要是平日里听不懂说话，那得给你造成多大的麻烦呢？哼，我呀就喜欢这种话少的多做事的人。哎，你喜欢就好了。他刚刚单手提起来一只水缸。宋时锦早就知道，说是有人看到他家丫头这样子会吃一惊，倒也不惊讶，
只是笑眯眯地说道：“对啊，我就说了，我这两个丫头都是很能做事的人。”他这样轻描淡写说出来的话，此时却让眼前的两个人无语了。什么叫能做事儿啊？这简直是大力士啊！霍安若此时好像有些明白了什么，他指着眼前的另外一个道：“那他也是有什么厉害的本事了？”木木，他们想要知道你有什么本事，你可以展示一下吗？你知道他有什么能力？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居然还要说这样的侍女，不得不说，你可真的够胆大的。就在此时，木木也已经开始了他的准备了。他2、3步走了上前，而后一把抓起院子里的石墩，双手举起之后轻松一扔，便直接将其自院内扔出了院外。宋时锦和霍安若顿时呆住了，牛二嫂傻眼得很，无语地指着眼前的木木，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回没有一个人再敢提宋时锦找的这2个侍女不行了，这哪里是不行啊，简直太行了。他们2个的力气可真大呀。可不是咋地，我这也是刚刚才知道。牛二嫂与霍安若这回总算是放心了，连连夸奖宋时锦这一次找的丫头靠谱。这2个丫头虽然可能吃的有点多，是2个吃货，可好在有力气，而且看起来老实本分的很。这住在农村这地方，别说，还真少不了有这一把子力气能下地干活的人。我中午打算做点好吃的，正好2位在这里，咱们人多了热闹，一起吃更有意思。你还真别说，我正想着今天中午我家女儿不在家，我要到谁家蹭饭呢。既然你这会儿留我了，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还有安若也是，你呀也就别跟着走了，有你陪着我，咱们2个一起在这儿把锦娘的存粮给吃光。如此一说，几个人便都跟着一起笑了起来。3个人想好了这接下来该做什么，而后便开始一道进了厨房做活。娘子你好，我是新搬到这里的邻居，这会儿专程过来与你打声招呼，以后要请你多关照了。宋时锦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更是不清楚眼前的这个男人到底这会儿到他这边来是想做什么。自己上一次可是已经发现了他与林四婶之间的事情，他居然也不顾林四婶的惨死，现在还敢出现在这里，难道这人另外有别的目的，或者他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手下是他给弄下悬崖的？小娘子看起来长得还挺标致的，不知道芳名如何？宋时锦心底的那种诡异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这会儿的他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大概也能猜出来来者不善。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哦，小娘子原来这么不近人情的吗？男人没有因为宋时锦的2句冰冷的话就直接生气翻脸，反而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几分，好像又觉得眼前的女人更有意思了。可是你越是这么冷漠，我反而越是喜欢呢。嘿嘿，今天家里头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如你这里有趣，不如我们之间来好好的聊一聊人生。男人的话只说了这么2句，而后就忽而感觉到眼前站着的女子身上浑身散发出来的森然寒意。哼，你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也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在这浪费什么时间呢？还不快滚！宋时锦已经懒得跟眼前这个男人说什么多余的话了，感觉每说上一句都有可能是对牛弹琴。既然如此，那不如来点直接的。放肆！那个男人一开始被宋时锦给骂了一通，心情却是意外的那叫一个舒服。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不但没有生宋时锦的气，反而还笑着道：美人儿生气的模样就是很好看，瞧瞧，就是这副模样，我只要看上一眼便觉得心里痒痒的。美人儿，你也别生气，我手下的人不服管，我回头制约他们一下。跟谁说放肆呢？你们也不看看面对的是谁，这么好看的美人儿，不好好的疼着爱着，还吼着什么放肆之类的，你们是不想活了吧？那2个暗卫对视了一眼，立刻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回。主子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们怎么敢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呀？你们2个还不快滚到一边去，别惹了美人不高兴，让我的美人伤心难过了，小心我扒了你们的皮。暗卫们自然不敢这会儿说什么话，他
他们对于宋时锦想做什么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主子的话这会儿却是不能不听的。美人，你看如何？我这可是带着诚意前来的呢，我还带了各种各样的厚礼，也要美人你得收下才行。以后啊，咱们街坊邻里的都是需要互相照顾的。宋时锦懒得跟眼前这个神经病多说几句，二话不说，一个转身就要走。牛二嫂与霍安若两个人也站着，早把这一幕给看在眼里了，两个人的眉头紧皱了起来。宋时锦怎么会这么倒霉？平白无故的哪里多来的一个邻居？而且这个男人看起来那么不正经，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怎么看宋时锦都是要吃亏了的。锦娘，这是怎么回事？不清楚，这个人我也不认识。牛二嫂皱起了眉头，锦娘说了不认识这个男人，可是这个人的样子表现的并不像是锦娘所表现的那么不熟，说是锦娘不想说，她自然也不会问。我看他不是什么正经人，我帮你赶走他。宋时锦刚刚想要上前劝住牛二嫂，希望二嫂不要冲动的，结果他这还没开始呢，牛二嫂这边就已经开始动作了，她直接就冲上了前，对着那个男人开口问：你话说完了没啊？说完了就快滚，要是不肯走，我可就要拎着扫帚撵人了。这男人刚刚才开了口，其他的话都还没有说更多呢，就被这人给这么欺负，他的脸色直接就变得很是难看。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居然敢对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牛二嫂这边居然就已经弯腰捡起地上的扫帚，几步走了上前，一扬起来就握着扫帚朝这男人的身上打过去。你是什么人？你能是什么人？你挺有能耐的呀，这会儿跑到这儿来欺负我们锦娘一个人，是瞧着锦娘的男人不在家，以为自己能有机会了？哼，你也不睁大眼睛看看你自己什么模样，丢人现眼。牛二嫂说动手就动手，不仅仅是被打的男人和暗卫们懵了，来不及反应，就连霍安若和木木布布也跟着在一旁目瞪口呆。倒是宋时锦是个见多识广的，而且这种事情他也干过，倒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二话不说也连忙抓起了地上的树枝，上前一并与牛二嫂战斗。卧槽，泼妇啊！自诩风流倜傥的男人，不说是人见人爱，谁见了都喜欢吧，可也好像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吧，居然被女人给追着打。男人气急败坏，一边飞快地躲着这两个女人的夹击，一边赶紧从宋时锦家的院子里退了出去。你让我自己来就好了，你瞧瞧自己还亲自动手，这一下可把你自己给累着了吧？我这也就是年纪大了点儿，还又胖了点儿，要不然哪里还有他那个人什么事儿啊？放心，若是那个人还敢来，我再继续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宋时锦知道那个人定然是不会死心的，他不管是真假，反正是一定想要纠缠着他的。这事情看起来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而如今这人还住在他这家旁边，这事儿只能说是更麻烦。锦娘，你这太危险了，住在这里，现在旁边还有这么一个人也搬了过来，这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安全的。这也没办法，我的家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又能去哪儿啊？不过你们也不必太担心，我想他还不敢做得过分的。牛二嫂与霍安若两个人倒是很想要让锦娘搬去与他们一道住，只是宋时锦肯定不会同意，他自己有家，住别人家1天2天可以，可是长久的话那根本就不行，也不符合礼数，而且若不是长久的离开，这出去住上1天半天的也毫无意义。你们两个怎么就站到门口了？主子，白天那个男的要是来了，我帮你赶跑他。木木也在一旁连忙点头。难怪这会儿这两个丫头都一动不动的，原来是打的这么个主意啊。宋时锦的心底有些好笑，又有几分感动。没事儿，他不敢这么做的，你们回去睡吧，不是今天安排了吗？你们以后就睡我的房间，我就睡这间书房就可以。主子，我想在您的床边打个地铺睡。木木一听布布这话，跟着又点头。宋时锦看着这两个丫头这么老实又固执的模样，一时还挺想笑的。布布每次还能说上2句话，而木木就直接会把他自己给当成了个只懂点头的应声虫。没事儿，有床睡干什么不睡床啊？你们睡在我这的地上，晚上万一有蝎子虫子爬过，那可不行的。宋时锦在书房里认认真真的写话本，厨房里的木木与布布两个人这会儿做完了活儿，互相发着呆。木木，你到这里来做侍女，你觉得委屈吗？不委屈。
不委屈就好。我觉得咱们的主子人不错，没把咱们当下人，所以我也不觉得委屈。木木的眼睛眨巴着，表情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不过布布似乎对他这样子很是了解，也仿佛知道他是赞同自己的，便道：咱们2个人平日里吃的特别多，就干这么点活，也不算做得特别好的，所以主子没有生气，也没有骂咱们，这可真的挺难得了，希望以后也会如此。会的，他是个好人。我们才与主子相处没几天，你就这么快有结论了？木木，这可不像你的风格。他的生活习惯很好，这就好了。你说的对，木木，我们以后要更努力，做得更好。你的武功还得继续练，我们现在时间多了，这些就不能随便丢了。好。2个丫头目前只是帮着宋时锦做点家务事儿，所以工作很轻又很简单。他们做完了之后，便会觉得没什么事儿干了，所以还不如多多练功，让自己的实力更提升。宋时锦，我又来了，你把门开开，我给你送点好吃的好玩的。宋姑娘，你明明长得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呢？如果你愿意，你把这个门打开，我保证带你离开这里，以后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要吃什么好的都行。宋姑娘。主子，要是不高兴，我这就去撵他们走。你不是这个人身边的暗卫的对手，他们那些人的实力很强，而且这个人是个有背景的，一个不小心我们就又会被牵扯进去，所以就随着他去吧。可是他这么叫着，不是让您很心烦吗？而且我与木木也心烦到不行，他这样严重影响到我与木木练功了。那也没什么法子呀，如今最好的办法还是忍耐着，只要忍着，就一定会有变数发生，到时候有比我们还要讨厌这个人的人出现的。木木与布布还是有些听不懂主子说的这话的意思，不过主子既然这么说了，那就一定是有相关的道理的，既然是有道理的，他们也就不必着急就是了。爷，这您做的事情好像作用不大，这里头的人完全都没有什么反应，看样子也不可能就此出来，那咱们在这等着，岂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什么一点用都没有？都是因为你们废物，连点好的主意都没有，还得一切都要我自己来，给我继续在这喊着，我就不信他还能一直在这院子里不出去。男人又要继续扯着自己嗓子开始乱喊，可这一次他刚刚要开口，却忽而从一旁的道路上传来声音：什么人在这里乱吼乱叫的？男人与身边的暗卫们都是一惊，立刻朝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看过去，却是王村长带着其他的人很快闻声赶到了。村子里来了陌生人，这本来就是一件大事儿，而这些陌生的人好好的事情不干，却偏偏还要在这招惹重要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要知道他招惹的不是旁人，而是宋时锦，那可是容易的媳妇儿。这容易去了书院，人不在，他们这些村子里的人可不能当没瞧见呢。毕竟荣秀才的脾气，那可是人人都很清楚的，他有多宝贝家里头的宋时锦，那更是人人皆知。这荣秀才不过也不在家那么一小会儿，便有人赶到这儿来惹是生非的，真当他们村子里其他人都是摆设了。你们是什么人？好大的胆子，敢跑到我们村子里来撒野！暗卫们冷着脸，他们其实真的也不想过来，可是按不住自家的爷是个风流种啊。村长是吧？这没你们什么事，赶紧滚！暗卫阿四见到这王村长的样子，立刻也差不多看得出来，他大概是看出了他们几个人身份不一般，所以这会儿的他立刻拿出了架子，让王村长他们知难而退。滚！该滚的是你们，这里不是你们能放肆的地方，而且我村子里的地并不允许私自售卖，你在这儿盖房子，我这边也没这个先例，所以我劝你们尽快离开，别等会儿你们的脸色不好看。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也敢在我的面前玩威风，我看你这个王家村是想自此灭绝了是不是？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毛头不大的小子到底能怎么样有能耐让我这王家村灭绝。咦，这会儿那个人怎么不喊了？宋时锦也觉得好奇，毕竟刚刚那人还在门前大呼小叫的，已经吵得他快烦死了，忽然之间这声音说没就没了，也的确让他感觉有些奇怪。
木木的耳朵动了动，忽而他开口对着宋时锦道：“好像是村长来了。”那村长带人与他争执了起来。宋时锦的眉头微微皱起来。王村长定然是因为容易和王傲轩的原因才会过来解决这种事情。如果这个神秘的男人来头没那么大，他也许就真的放任不管了。可是王村长并不是能解决眼前这问题的人，就算是真的闹大了，也只会给王村长自己造成麻烦和灾难，所以这事儿还得他来处理安排。想到这里，宋时锦知道自己不能躲着了。我们也跟着出去，王村长的身份地位与外面那个人没办法比，若是真的闹起来，王村长只会吃大亏，那反而成了麻烦。少废话，到我们村子里扒人家媳妇儿的门，还在别人的家门口大呼小叫的，打你一顿，而后将你送往官府，这都是轻的。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上！护卫们几乎连人家的衣服都没碰到，直接一个接着一个的就被轻松的打飞了出去。村长，我早说了，不要多管闲事儿。我身边的这2个人，但凡是要下杀手，你觉得你的这些护卫和你的命现在还能有吗？那男人冷哼了一声，手中的扇子越摇越慢，气焰嚣张，也气势逼人。王村长的手心冒汗。没错，这人说得很对，他带来的人便是带过来上百个，也绝不是眼前的这个男人身边的这2个人的对手。这2个人的实力太可怕了。王村长的眉头紧皱，他后退了几步。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的那么厉害，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说不让你撒野，你就绝对不能。老东西，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给我上去好好的教训教训他，我要他1条舌头和2条腿。男人冷笑了一声，直接一个挥手，身边的暗卫们就立刻朝着眼前的王村长冲了过去。王村长咬了咬牙，表面上还能坚持，其实心底是早就已经怂了的。如果早知道连这么点的时间都坚持不了，他还不如不站出来的，或者刚刚就跑了呢。这回真是想跑也没那个机会了。眼瞧着暗卫们就要将王村长给抓住，真的要卸掉他的腿。住手！放开王村长，我警告你，最好不要在我这胡来，不然我可不客气。这男人到这里本就因为宋时锦的原因，这会儿瞧见他出来了，一时便把王村长这人的事儿给忘到爪哇国去了。他直勾勾地看着宋时锦，嘿嘿笑了起来。宋姑娘，我还以为你打算一直躲着我，不肯从房间里出来了呢。还好你还是心疼我的嘛。我不是什么宋姑娘，我早已为人妻，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我夫君姓荣，说是你想要认识他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引荐一下。谁要认识什么夫君？我说你是姑娘，你就是姑娘，你这么不上道，这可是让我很不高兴啊。哼，刚刚好，你也不上道，让我也感觉很不高兴。狂妄，我也不跟你废话，你们还愣着做什么？直接把姑娘给我绑了，今天就将她洗干净，本少爷晚上就要享用。这男人说的话污言秽语的，想来平日里这种不要脸的刺激别人的话他也是没少说的。这话说出来，对于女子的侮辱是极大的，说是普通的女人听见便是气得又羞又恼，却又毫无办法。想要绑我，那也得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宋时锦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再潜藏着自己会武的能力了。这个人带着2名高手在这闹事儿，他如今1没背景，2没权势的，所有的事情真的出手，那也只能是靠他自己了。先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后面的情况。哼！就在这2个暗卫要去抓宋时锦的一瞬间，宋时锦终于动了。他不知道眼前这2名暗卫的实力如何，所以他只能全力以赴。宋时锦毫不犹豫，直接劈手就是1人1下，朝着这2个人攻击过去。2个暗卫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会儿就已经被宋时锦给打飞了出去。周围围观着的所有人都震惊了。王村长半晌合不上嘴，他很早就知道荣家的厉害，平日里都敢拎刀跟旁人干架的，那可是十分招惹不得的凶残人物。可他并不知道荣家的能厉害到这种地步啊，居然将刚刚能以1敌100的强者高手用上1招就把他们都给打败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宋时锦回过神来，他先是看了看自己的手，而后跟着一脸懵。
话说他自己这会儿还是有些弄不清楚状况的，他刚刚想着不敢输，所以一上去就用了很强的力道，几乎也是爆发了他自己最快的速度。然后他这会儿对上的这2个人居然这么废物。好像他都还没有怎么用力，也没有怎么表示出自己的强大的，就这么结束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你得罪不起的人。你的手下已经被我揍了，你还不快滚！男人气得一噎，他还是第一次吃这么一亏，而且还是当场被一个山野村妇给辱骂和碾压，这种感觉令他愤怒不堪。你给我等着，我们走。我让你走了吗？那你想怎么样？我在这村子里，平日里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被你这么1-2次给折腾着的，这极大的影响了我的名声。你不但要向我道歉，而且还需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精神损失？什么精神损失？很简单呐，拿出5000两银子做赔偿，另外2000两，还有你这打了我们村子里的村民们的费用，我这些人也是一样需要的。王村长一时有些无语，他怎么刚刚就没想到利用这种手段来讹诈他一笔呢？高，果然还是宋时锦高啊！你抢钱呢？男人更气了，这花出去5000两银子倒是小事一桩，可他就是有点气不过。而且这银子如果是他主动给的，那他可是一丁点的怨言都没有的，还只会将这些当成是美事儿。可这会儿是被逼的，他这面子如何挂得上去啊？没错，我就是抢钱，你要是不想给也行，过来让我抽上10鞭子，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抽鞭？还10鞭？拿给他们7000两，然后我们走。宋大小姐啊，你可真够厉害的呀，可惜你我无缘交谈，殊不然我一定要与你做朋友。看着那个人带着暗卫灰溜溜地走开，锦娘对这个人可曾认识？他怎么就忽然之间缠了上来？这还差点惹出了麻烦。我不曾认识，也没见过这人，我也是昨天头一回见到。这一次他虽然是离开了，不过也很难说死了心。如果这人下一次还敢来，你一定要想办法通知我们。你这家里头放个锣，要是有人来了，你就别出去，把锣敲起来，我们村子里的人就会过来帮忙的。这一回人少，下一次咱们全村的都上，就不相信这种混蛋还敢过来找事儿。多谢村长了。对了，还请村长交代一声，这次村子里发生的这件事儿最好保密，能不说出去最好就不要说出去了。尤其是容易，这事儿能不让他知道就别让他知道了，毕竟如今的他要以学业为重，我们这里所有的事情能先瞒着就瞒着就可以。锦娘，你说让我们瞒着，我一定会瞒着的，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呐。说实话，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是担待不起的。刚刚的那个人虽然瞧着不好惹，可我还是惹了。但是你们家那容易，我可真是惹不起呀。您放心，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主子，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可是服了的。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实力，那就太好了。啊，是吗？我真的那么厉害？说实话，我自己都快吓死了。他连自己有这么厉害他都不知道的好吗？还不是一脸懵。这回也算是歪打正着，当然顺便也试探了下他的实力。你们2个好好练功，也许以后会比我还要厉害的。我现在要回书房写封信去。宋时锦这次的事儿是不会对容易提的，他要说的是关于宋大小姐的身世相关。当然，同时他觉得正氏那边的势力，他能用的话就得试试了。背后没有靠山，他便怎么也没有安全感。她是正氏女，这一点不管怎么样都是抹不掉的。虽然现在正是以他为耻，不想让他与之有所牵连，可天下的事情哪有那么容易的？宋时锦冷笑，哼，当年利用宋大小姐的名声给正氏铺路，之后便将宋大小姐弃若敝履，这正是欠了郑飞云母女终究许多的。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就让这些人安然度日。我如今遇到的心惊胆战，你们正氏也得跟着受一受。想过那么富贵悠闲的日子，他都过不成，那些利用他的人那就更别想了。他一定要将郑氏拉下水。容易呢？你见到了他去哪儿了吗？他这每天神出鬼没的，一个不小心很容易就找不着他了。
容易那小子做事情的确是有点让人不怎么能理解，成绩是最好的，可这人却也的确是最神秘，也最让人无法整明白的。你找他什么事儿？就是告诉他关于弟妹收的那2个丫头的情况，他那边有过交代的，就是关于弟妹的事情都要跟他说一声。唉，这小子就是宠媳妇儿，宠得有些太狠了，我都不得不服。这也可以说是走哪儿想哪儿了吧？那可不是，不过这也是他有那个福气，我们就没有。我如今倒是希望我也能有个好媳妇儿了。周一鸣呵呵了一声，他对着万清源翻了个白眼儿，还说他自己想要找媳妇儿呢，就他那副模样，谁能受得了？你真不知道容易去了哪儿了？自然不知道。哦，那好吧，等我回头见到了他了，再好好的问一问他了。书院后山一处僻静的废弃园子，容易手中握剑，目光阴冷，在他身前站着的是一名戴着斗笠的看不清楚面容的老者。你如今的剑法又有长进了，你果然是我所见过的天赋最高又心性最好的武者，天生就是为剑而生的。可我现在还不是你的对手。你已经能接下我3招了，可惜的是你练剑的时间有些晚了，若是早年开始，如今定然已经可以成为一流的高手。我知道自己的实力有限，不过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我要帮你不是不可以，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你欠了我的已经很多了。也不差这一件了，而且我天资既然有限，不如你将你一身的本事教育其他人。你若是不相信我，完全也可以拿着那个人来威胁我。你说的是你的儿子？容易有一子名为容觉，听说倒是天资聪颖，又勤勉好学，也的确筋骨齐家。你把你的儿子当成筹码，果真是冷血无情的很啊。容易这个混账当真是天底下心最冷的，他答应自己的事情还没做完，居然就将他的儿子拿来给自己当人质，还说得一本正经的，的确气人。其实也没什么，这对你来说又没什么损失。我的儿子你也不必心疼，可以尽情地教他剑术，只要弄不死就往死里弄就可以。对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我那儿子可是很喜欢练武的，他跟我不一样，他的武学天赋还在我之上。你要是这么错过了好苗子，我担心你一定会后悔。老者一时语塞，容易这个混账小子也是真的挺鸡贼的。关键最为重要的是，他说的这一点却又真的入了他的心了。他这么大年纪了，平日里也没什么所求的，一生的名利都追求过了，临了了也快要死了，甚至于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死了，那这一生又能留下什么呢？想来想去，他也就一身的好剑术，一身的好本事，似乎还没有人能真正的继承。你儿子真的那么好？还可以吧，虽然是蠢了点儿，不过他身边还有2个一般大小的娃娃，你都可以随便教教，指不定几年之后，这3个人中间还真有人成才了呢。上一次我带的腊肉肠你偷吃了吧？怎么了，你个臭小子，又不懂得尊师重道的，平日里都不知道要给我弄点好吃的孝敬孝敬，还得我亲自去整吃的。我吃了一块肉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是想要提醒您一句，我家的那娘子她别的什么不好，但是做饭的手艺极好，就你之前吃的那么点腊肉真的不算什么，她平日里还会做特别多的好吃的。老者一时语塞，他就说怎么那回就偏偏这小子藏了点好吃的放着呀？原来目的在这儿，亏得他以为自己偷吃了点，那就跟占了便宜似的，结果又他妈的上当了。这个小子怕是在准备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着今天要让他上套了的吧？果真够贼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心里头在想些什么，明明是想要让我免费给你娘子做个打手，顺便给你儿子做个免费的武术师傅的吧？容易轻咳了一声，您既然想清楚了，那又何必自己说的那么明白呢？这都让他有点不好意思了。要不是为了能让他放心，他能真的把锦娘做的那么好吃的东西拿出来给他吃啊？哼，他容易什么美德都不一定有，尤其是特别的小气。锦娘给的，那如果不是因为真的有用处，他能随随便便的就给了旁人用了，又不是自己愚蠢。容易既然是已经得了便宜又卖了乖，
这会就不会开口继续刺激眼前的老者了。行，我就去瞧瞧你说的你的那个儿子，要是他真的是个人才，我就勉强教一教他，如果不是，我还是要走的。真拿他当苦力呀？开玩笑，旁人愿意这么干，他可不乐意。容易在一旁看着老者这么说，他的唇角微微一勾，俊脸上多了几分意有所指的笑容。老者瞧了他一眼，莫名的打了个冷战。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这小子这么笑，他就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好像他似乎又有什么被这小子给拿捏上了一样。这个容易，那可是太黑了。容易，你刚刚去了哪儿了？我的人帮你把弟妹的书信给送进来了，刚刚就想要找你的，要把这封信递给你，不过你不在。他向来话说的比较多，又说得很长，这会儿也是一定认为容易是能听到的。只是他这话都说完了，眼前的容易却是一句话都没有回应，几乎就跟没有听到一样。万清源无语得很。你没眼色，这会儿的容易眼里心里就只有弟妹的书信，你等他看完了信再说。不就是一封信，我只是要简单的跟容易说上2句话，我也没有打算要说很多呀，只是简单的2句，就那么短的时间，这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你是什么人，弟妹是什么人，你能比吗？算你狠。这也比起来，他的地位也太低了吧？可是似乎还真的就这么低，不然他说了半天话了，人家容易还就是一句都没听到。万清源默默地看了一眼容易，这会儿的表情极其的哀怨。话说咱们的地位就这么低，就这么惨，你就不觉得抑郁？好歹也是同窗，咱们还算是志同道合的人吧。容易早就已经说过了他的座右铭了。什么？为知己两肋插刀，为锦娘插知己2刀。万清源无语，容易赢了，真心的。容易打开了信，先将锦娘写的具体内容都细细的看了一遍，看完了之后，他的脸色一沉，目光阴冷。不过才短短几天，居然又有人不怕死的找上了锦娘，这回倒是挺好的，居然还打的是那点主意，简直是不知死活。好在锦娘也写清楚了这个人的来路，是他曾经在山上见过的与林四婶有关系的那个男人。宋时锦得了几天的安静日子之后，那门口就又开始了，那个男人居然还不死心。宋时锦虽然心烦不已，可他却也不大好出面，天天与这人纠缠。他毕竟是名女子，而且这个人摆明了有点不要脸面了，越与他纠缠下去，对他反而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让他的名声越来越糟，还浪费时间。但是不管着他，这人也是天天在门口晃荡，的确也讨厌得很。主子，这人这么不要脸，家里头都不管的吗？而且他那个门口的暗卫们很贼，知道我不是主子您的对手，每次只要您一出门，那些暗卫们注意到了，就立刻让那个男人躲回去。几次下来，出了门想要找那人算账都找不着，也太气人了。他们打的就是这个主意，而且我觉得这事儿8成没有那么简单。之前的宋时锦还真的相信那个男人是瞧上什么美色才会在此停留，可上一次他都已经出手那么狠了，那人居然还没有走，反而在这里做出这种表现来，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不管是什么目的，早晚都是要显现出来的，我们不能只等着，应该主动的去做点准备。夫人，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的，可以直说，只要是需要我们做的，我们一定尽全力。哼，放心，暂时没事儿。我们在这些人眼中也不到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地步，我们只有与往日相同，才不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荣爵，门口有人叫你名字，好像找你啊。谁来找我？你该不会瞧错了，我爹娘都有自己的事儿忙活，可顾不上我。这会儿猜这个没什么用，我们不如直接出去瞧瞧就知道了。牛蛋猛点头，对呀，你出去了就知道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那人是什么来头，不过总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善茬。荣爵瞅了一眼牛蛋，心底这会儿也隐隐的有几分奇怪了。那走，出去看看。就是他，他说了要找你的。荣爵打量了老头几下，而后皱起了眉头。看起来好像不认识，我不熟啊。王傲轩也跟着点点头。你的确不熟，你认识的人我都知道，可这人明显不是你认识的。荣爵走了上前，很有礼貌地对着眼前的老头行了个礼。老爷爷，听牛蛋说您找我。剑老眯着眼睛只看了一眼荣爵，内心就痒痒了。这小毛孩子长得也太好看了，跟他那个有点贼的爹比起来，倒像是缩小了一般的。
长得好看吧，性格看着还不错，最起码瞧着也挺听话的。当然是要相比容易那小子而言，剑老之前呢被容易给折腾得够惨了，这会看到了与容易长相一样，却看起来脾气性格好到极点的小孩，这反而让他有几分欣慰了。这小子就得跟着他才能学好啊！你过来。过去。荣爵有点傻眼，虽然有些疑惑，不过他看着眼前这老头也不像是什么坏人，荣爵便听话地走了上前。剑老直接将自己的手放在了荣爵的身上，开始摸起了他的骨头。荣爵一愣，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这种忽然的触碰令他很不舒服。这老头真是古怪，他该不会是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吧？剑老摸了一下荣爵的骨头，又仔细地观察了下这小子的面相，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容易那小子果然没有骗我，他还真的是天下间难得一见的奇才。容易他爹？荣爵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眼前这个奇奇怪怪的老头应该是跟他爹有关系的人，他没有因此而放下心来，这会儿反而更有点不怎么舒服了。要知道他那个爹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爹，我整死他就算好了。依照他对他爹的了解，这回很有可能他又要被他爹给卖了吧。荣爵直接开口问了起来，你是什么人？你是我爹的朋友？你爹才不是朋友，你爹跟我那是仇人。你跟我爹有仇？那你来找我做什么？你找我复仇没什么用的，我爹的错，你找他最合适，找我一点用都没有。小子，你是容易的儿子，你爹欠下的债那不得你还吗？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荣爵猛地摇了摇头，不是，我爹是我爹，我是我，如果有可能选择，我才不乐意当容易的儿子的，我是挑中了我娘才生到这一家来的。老人家，你若是真的跟我爹有仇，我可以帮你去报仇，但是你别把苗头对上我啊，这可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我在我爹的眼里那简直就是一文不值。荣爵太清楚自己爹是个什么货色了，反正不亲他就是了，他就跟个领养来的儿子也差不多了。荣爵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长相那跟容易是一个模子的，那还真的挺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呢。所以这会儿他能怎么把自己跟他爹之间的关系给甩开，那就得甩开。剑老听了这话反而更觉得有意思了。行了，你爹对你什么样我也知道，我呀已经被你爹给坑了太久了，好容易遇到了你这么一个能还债的，你就别想跑了，乖乖的跟我走吧。荣爵眨了眨眼，这会意识到了貌似有点不对劲儿了。去哪儿？我这儿课还没上完呢。还能去哪儿？当然是回你家找你娘。荣爵微微一愣，找他娘？没等荣爵反应过来，剑老已经一手抓起了他，将他从地面上给拎了起来。王傲轩的眉头紧皱了起来，脸色立刻一变，他连忙冲了上前，一把抱住了剑老的一条腿。你快放下荣爵，不然我对你不客气。玄哥，你别傻呀，这人不简单的，你快撒手。撒什么手啊？我说了要保护你的，那就一定要说到做到，我就是不撒手。王傲轩那可是讲义气的，这会儿自然是不可能就这么听了荣爵的话，说撒手就撒手的。荣爵翻了个白眼儿，这个王傲轩什么都好，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傻。这都什么情况了？他难道看不出来眼前这个白胡子老头的实力很强吗？这老头很古怪，他实力很强，你没瞧见我都不继续动弹了吗？王傲轩的眉头一皱，他忽而松开了手，他不能继续乱来了，他得想办法去救他，那得先保全自己。原来你这小子就是容易所说的剩下的2个之一啊，还有一个是谁？剑老的目光落在了一旁站着的牛蛋的身上，牛蛋忽而有点不祥的预感，荣爵的那个爹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怎么让人感觉这么不对劲儿呢？宋时锦正在家里头想着隔壁那个蠢货要怎么整的时候，忽而门口又传来了荣爵的叫喊声。布布，怎么回事？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荣爵的声音了？门口的确是有个老人家带着3个小孩在。宋时锦一听这话，也不管这门口是什么情况，立刻出了院子。这一到了门口，他便瞧见了自己的儿子，这会儿正被一个白胡子老头给拎着。荣爵，你这是怎么了？
在私塾里捣乱，被带回来叫家长了。这会荣觉按理说应该是在上课的，可他这却明显不是，反而在这里，这就不必想了，那一定是他给惹了什么事情了。娘，我是那种人吗？是爹啦！这老爷爷到了私塾，把我们3个都给弄回来，说是爹的仇人，找我们报仇来了。宋时锦的脸顿时一黑，容易的仇人？他这会儿立刻警惕了起来。宋时锦看着眼前的老头，打量了这人上下之后，他轻咳了一声。话说您这是个什么情况？跟我们家容易有什么仇？他是欠了您的银子？如果是欠了银子的话，那我们这也没钱呀。荣觉一时语塞，他娘就是抠，这人设从头到尾都没变过，这会儿也不记得是先救儿子了，还是先惦记银子呢。宋时锦看着荣觉，对着荣觉眨了眨眼。荣觉看懂了，他娘这是要让他跟着一块哭穷，然后装不认账的，这真有点拿不出手的丢脸呢。王傲轩也是挺无语的，他忙道：若是荣家欠了银子，我们王家愿意给。老爷爷，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出来，我看看能不能化解一下。咱们老祖宗的话说得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了就没了。您看也不至于就此一定要惹得大家都不高兴不是？王傲轩这会儿这话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几个人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他。不过宋时锦连忙跟着点点头，对，如果是银子的事情，这位王家的小少爷有银子的。剑老的眼睛微微一眯，刚才他就在一旁观察着眼前的这位女子的，这原来就是荣义的妻子啊。原本他还以为荣义能取名什么样的媳妇儿，这会看起来真的跟荣义一个样子，都是贼精贼精的，这骨子里两个人可是像透了，一瞧就挺差不多的。剑老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儿，他这回也算是明白了这荣义的媳妇儿是个什么情况，这倒也挺正常不过了。好像如果媳妇儿不是个厉害的，那又怎么可能拿捏得住那个贼精贼精的荣义呢？这一对夫妻俩平日里8成都是在互相拆台的吧。他的眉头微微皱起，看着眼前的荣义媳妇儿，你相公欠我的不是银子，而是人情。人情不是银子呀，那就好说呀。老人家快请进来，咱们有啥人情不能过的呀？您进来我这院子里说，人情就得用情来还，反正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他先把人给请进来，说上一些好话，做上一顿好饭，听他慢慢讲就是了。荣义这混账东西也不知道在外头惹了什么事儿，这会儿让人家都找上门来了，他还不能不当一回事儿。等荣义回来了，他再找他好好的算算这笔账，怎么也得跪上个3天3夜的，1天3顿饭，1天3顿打。老人家您请进来坐吧。宋时锦瞅了眼自己的儿子还被眼前的老人给抓着的模样，轻咳了一声，提醒了下这样一直抓着3个孩子不是会让自己很累的吗？不如您也好好休息一下，省得一会儿胳膊该累了。荣觉连忙点点头，对，先把我们给放下来吧。王傲轩这会儿也不吭声了，说实话他们已经被拎了好久了，那脖子都有点酸了。老夫都不嫌累，你们3个娃娃倒是金贵。荣觉和王傲轩还有牛蛋儿顿时也不再说什么话了，万一一会儿真的要被他继续给折腾着，那就有点不大好安排了。老人家可是有什么要求？您说了我们家一哥欠了您的人情，也不知道到底他这是欠了您什么人情啊？若是能说得清楚的话，还请您直接对我说，我能帮忙去做的就一定做。你这女娃娃倒是瞧着有几分乖巧听话，倒也不会跟那个混小子一样跟我玩阴的。那是，我可是很老实的，您只要愿意直说，我一定是乐意帮忙的。人情的事情先放一放，我听混小子说了，你会做饭？还行吧，至少还是能吃的。老爷子，您这会儿坐着，我这就去给您做好吃的，您等着啊。这老头一开口就说起这个，宋时锦哪里还能不明白是个什么情况？这会儿只要能做一顿好吃的，这事情那可是就会很轻松的解决了。宋时锦进了厨房，荣觉立刻就跟了进来。娘，这老头要吃的您就给他做，不然呢？眼睁睁的看着你继续被人家给拎小鸡一样的拎着呀。可是他这什么情况您还不知道呢？管他是什么情况呢，
只要现在不打架什么的，那就好。你没看得出来人家很厉害啊？这点我瞧出来了，要不然我也不至于会被人给这么抓着啊。那我不早跑了？对呀，你既然都知道这一点，那也应该很清楚，娘这是要帮你，所以这会儿你就别乱想了。你这既然回来了，一会儿我做的好吃的你也跟着吃点，连着轩哥跟牛蛋儿也让他们留下吧。哦，知道了，那我先让王傲轩和牛蛋回家一趟，跟他们家里人都说一声，也省得他们家人着急。既然有娘来处理，这事儿8成也不会闹得多大。他娘这人的实力可是很强的，这点容易很有信心。毕竟连他爹那样的人都能拿得下，那其他的人还能处理不好啊？荣爵跑了出去，找到了王傲轩跟牛蛋儿，说了这事儿，让他们先回家报个平安。你确定你娘能处理得过来？用不用得着我回王家多叫点人？不用，这老头的身手厉害着呢。我看8成你叫多少人来都不成，我爹都不是他的对手，用正常的方法肯定是不行的，你就别瞎折腾了。王傲轩一想，倒也是这个理儿。他们如今都是有几分世面的人了，倒也知道点事儿，很清楚这老头的能力，那可不是王家的几个护卫就能怎么样的。王傲轩只能先回去一趟报个平安，让王家的人不要前来惹事儿。至于牛蛋儿，他只问了一句话：你娘一会儿真的做好吃的？怎么了？嘿嘿，你给我留点啊，俺回去跟俺娘说一声，就立刻过来。你个吃货！娃娃，你这会儿还站在这儿，怎么不怕我了？监牢把这院子给瞧完了，一时没什么事儿，就找荣爵聊起了天。我一开始也没怕你呀。为什么不怕？你又不会把我怎么样，我为什么要怕？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把你怎么样？这还有什么好想的？如果你真的要动手，一开始就动手了，何必这么多废话？你又没有把我怎么样，而且到了我家来了，也没有将我娘怎么样，只说了要点吃的，这本来就不算什么的，我自然也不必怕什么。如果一个人存心要寻仇，哪里会这么好说话？要动手早就动手了，这会儿还用得着这么好脾气的坐在这儿？所以在我看来，你8成是对我爹不满，估计有被他给气到是真的，最多过来我家做客，倒也不会怎么样的。剑老这会儿笑了起来，这小子果然如容易所说的那般，的确聪明得很，这样反而让他更觉得有些惜才了。有道理，我呀就是过来做客了。荣爵听到这话，这才松了口气，他小大人一般的，这会觉得自己也该劝劝眼前的剑老。其实吧，老人家您啊，别跟我那个爹一般见识，他有点不是东西，那个人就是那样子，您啊就心胸宽广点儿，就把他说的话不当一回事儿就行。嘿，你这小子就这么评价你爹的？你爹还不说你不孝？呵呵，我要是不孝，那也是被我爹给逼的，在我爹眼里那根本就没有我。你瞧瞧他做的事儿，有把儿子就这么卖了的没有？这大概是您见到的头一个吧。监牢瞅了一眼荣爵，倒是点了点头。这个说的倒是实话，这种事儿我还真的头一回见到。你这小子也的确是被你爹卖给我的，这也是我头一回见到。哼，这不就得了？所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他对我都这样，对您能好了，所以啊，你有什么气就尽管撒到他的身上，别被他给忽悠了。监老摸了一把胡子，这会儿他更想收这荣爵为徒弟了。这孩子有这种观念，那实在是太聪明了，这以后肯定是能把荣毅那个混小子给治一治的。有道理，不过我跟你爹也已经说好了的，以后你这还是要归了我管的。你爹太了解人心了，他给了我一个不容拒绝的好事儿啊，我若是错过了，那才叫可惜。想要瞌睡的时候，那就给你一个枕头，这么好的事儿他为什么不干？这么聪明睿智，长得又好看，而且根骨又极好的徒弟，这在他晚年的时候能碰到，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啊。荣爵听了这话，莫名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老爷爷，我能问问你，我爹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好事儿不？剑老神秘一笑，这会儿倒是也没再说什么了。没多久，王傲轩与牛蛋两个人很快就又回来了。剑老瞅了一眼，又摸了一把胡子，心底更是欣慰。他刚刚自然也把剩下的这2个娃娃也一并摸了骨，3个都不错，
而且三个的悟性都是奇高。除此之外，他们更为难得的还有些互补，甚至于连排兵布阵和对战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嘿，荣爵是吧？还有你们两个，这会儿你们三个既然到齐了，现在就跪下来，给我磕3个头。我先开始教你们一些，过了几天，你们再一道对我行个拜师礼。老夫这纵横一辈子，如今倒也算是后继有人了。剑老心底汹涌澎湃，表面上他的表现还是比较淡然，可内心却在此时是无法隐藏的激动的。荣爵、王傲轩与牛蛋3个人面面相觑，这老头发的什么疯啊？什么拜师礼？我们没打算拜什么师傅啊！王傲轩有些傻眼着道。他这话才一说出来，剑老随手就捡了根树枝，直接敲在他的脑袋上。以前没有，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们就有了。王傲轩的头这会儿疼了一下，他立刻摸了下自己脑袋，这会儿还是有点懵的。这个老爷子，你要收我们3个当徒弟？嘿嘿，没错，跪下磕头吧。荣爵和王傲轩一脸无语，牛蛋冷哼了一声，这会他倒是很有骨气。不跪，凭什么要跪下磕头啊？我就是不跪。他这话才刚刚说完，站在他身边的荣爵和王傲轩2个人却是扑通一声已经跪在地上了。不跪就挨揍。你们2个就不知道提醒我一下，自己跪了，害我一个人在这挨揍。而且你们也太没有骨气了，人家让你们拜师，你们就拜啊。他实力那么厉害，还是我爹给叫过来，你觉得我爹认识的人能差得了？好像有几分道理啊。既然是荣爵的爹决定了的事情，你不管怎么样否定都是没有用的，还不如安心的听话。这2个人真损。牛蛋倒也是个聪明的，这回也大约知道自己以后的处境了，二话不说直接跪了下来。师傅，徒弟牛蛋给您磕头了。王傲轩与荣爵在一旁也跟着磕了头，这也是跟荣爵他爹娘得到的一点感触。像是这种情况，磕头才不算丢人呢，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算是多磕几个那又怕啥。剑老瞅着眼前这仨，心底笑开了花，这表现更不错呀。一瞅这3个这种表现，就知道他们还不是死板不通事的那种，这种自然是最好的。行了，你们3个都起来吧，以后你们清楚自己的身份，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得做什么。3小只点点头，一副特别听话的样子。剑老刚收了徒弟，这会儿心情正好着，也不着急对他们进行训练。这会儿的剑老想的只剩下一件事了，也不知道这容易的媳妇儿那做菜的手艺到底如何。荣爵，去厨房帮忙端饭。老爷子，来吃饭了。老爷子，您请。吃饭的时候，老人先动筷，这是规矩，也是对长者的尊重。这味道真不错呀，本来闻着就很香，入口之后不油不腻，满舌头都仿佛被这香气给笼罩了一样，好吃。娘，他让我们拜他为师，我们已经磕过了头了。原来是荣爵的老师送上门来了呀，这应该就是容易做这事的目的了。给荣爵找一个夫子，这事也的确是挺重要的。夫人，这位老爷子的身手很好，有可能不比夫人差。老爷子，您尝尝这个味道也不错的哟。剑老眼睛一亮，倒也是丝毫不客气，毫不犹豫的直接就塞进了嘴里。剑老对着宋时锦竖起来大拇指，你这菜做的味儿很正宗。既然老爷子喜欢，那就多吃点。您还想吃什么尽管说，只要是我会做的，一定认真做好了给您尝尝。剑老点点头，倒是什么话都没再说，毕竟也没啥意见了。好徒儿，这里有3个，连吃的东西也这么好，他还有什么好求的？宋时锦眼瞧着剑老这个态度，又知道他已经收了自己儿子当徒弟，以后那自然是要用心教导的。他这会儿已经把眼前的老人家给当成是自己人了。布布，你跟木木2个先随我一道去荣誉的房间一趟，我们将房间的被褥整理一下，以后就让老人家住在那间房。那这主子回来了，要住哪儿？自然是跟着夫人一起住啦，他们2个之前就一直睡书房的。布布早就听了牛二嫂说了不少的荤话，倒也知道点儿之前的事儿。宋时锦被布布这么一调侃，脸顿时红了的。